苏北辰闭上眼睛，感受着一阵阵奇异的旋转感。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房间里。这是大学宿舍。苏北辰努力回忆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自己应该是在通宵干代码来着，然后好像眼前一黑，再醒来就发现自己在宿舍的床上躺着。随后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片刻过后，苏北辰终于缓了一口气，弄明白了现在的情况，看来自己是重生了。这个世界的时空跟自己上一世大差不差，唯一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自己了。上辈子读的沪上大的计算机专业，追了学校的女神，结果被当成 ATM 机吊着，一直到了工作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从此就只流连于天上人间。俗话说得好，本以为仙女在人间，没想到是在包间。而这辈子的自己同样读的沪上大，不过专业倒是变成了金融，同样追女神，不过正好撞到了他上油腻大老板的车，女神也直接不装了，当场羞辱一顿，气得原主自己喝了好几瓶白酒，然后自己就穿越过来了，其他的地方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哎，真傻呀，孩子，何必拿别人的错误伤害自己呢？不过苏北辰又摇了摇头，想到了自己大学也当了 ATM 机。操！苏北辰从床头拿到手机，看着上面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6月3日，也就是说现在自己是大三结束，要过暑假了。指纹解锁完手机，打开飞讯，发现自己老妈的好几个未接来电，苏北辰连忙回拨过去。本以为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结果告诉自己暑假去打工，别回去了，他和老爹去宾市避暑去了。还没等苏北辰问完，那边就挂了电话，果然和自己是同款老妈。不过这也让他安心了很多，就是苦了上一世自己的父母，不过自己拼命工作那么多年，攒下来的钱也够二老安度晚年了吧。苏北辰手指无所事事地滑动着手机屏幕。这个图标，这不是自己上一世猝死之前开发的无良小游戏吗？苏北辰点开 App， 发现连进入游戏界面都一模一样。神好养成系统已激活，祝您玩得开心。黑色屏幕上浮现出一行白字，苏北辰这下确定是了，简陋到爆的启动动画。难道说连自己做的游戏也一起重生回来了？还没等苏北辰多想，手机就像要爆炸了一样，烫得他想要马上甩掉手机。结果不曾想，手机就像狗皮膏药一样，一个劲粘在手上，眼见温度越来越高，苏北辰赶紧从床上站起来，穿着裤衩子就直接冲到厕所里，把右手连带着手机一起放到水盆中。刺了啊！苏北辰长喘一口气，手机看样子是报废了，至少手是保下来了。呸！真 TM 垃圾游戏，上辈子坑完老子，这辈子还想坑老子。玩家苏北辰已绑定成功。只见一个 Q 版的 UI 界面出现在苏北辰眼前。卧槽，游戏居然跑自己脑子里去了，难道这才是自己的金手指？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75，健康88，魅力90，满分为100，金钱684，等级101000000。苏北辰连忙点开自己银行卡查询余额，跟游戏显示一模一样，只剩684块。自己魅力90，果然没有毛病，基本也算是沪上大的校草了，也就比在座的各位读者吴彦祖、彭于晏们丑一点而已。游戏界面右上角的邮件图标一个劲弹出来感叹号，苏北辰好像已经猜到了是什么，用右手直接点了上去。打开邮件，果然是新手礼包。游戏里的新手礼包不归自己设置，他也不知道奖励是什么。新手礼包已开启，股市探测仪初级，1级店铺收购券1，现金 188W。 苏北辰惊愕住了，连忙想找出手机确认，不过看着飘在水里的大米手机，苏北辰也是一阵无语，估摸着是不行了这手机。回到屋里的苏北辰随手从衣柜里拿出一套衣服穿上，就打车去了附近最近的工行。走到 ATM 机前，苏北辰呼吸都有些急促。插卡，查询余额，账户余额1880684。苏北辰前后后数了好几遍，才确认真的是 188W。 直到走出 ATM 机，下意识坐到附近的一家网咖里，他才算缓过来。苏北辰打开面前的电脑，随便找了个电影播放了起来，随后又打开自己的掌上神好小游戏，再三确认了周围人看不到之后，他才放下心来。新手礼包里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另外2样东西。股市探测仪初级，探测到接下来5个交易日涨幅最高的一只股票。 PS 限制使用金额500万以下，超出500万会改变股票走向。1级店铺收购券，随机收购一家市值不超过1000万的店铺。香，真的太香了。苏北辰直接网警责了，他收回上午骂这个游戏的话，现在他只想大喊一句 IG 不对，系统牛逼。一旁的哥们看着苏北辰一脸高超的样子，又看了一眼在播放的电影。不是，哥们，你看个花园宝宝也能冲？
苏北辰本来就是金融专业的，在大一的时候就开了自己的账户，出了网吧，先去附近的手机店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苹果 6S， 又打了车去了最近的一家证券公司。接待他的是一名个子小小的、长相甜美的女生，不过看着跟苏北辰讲解磕磕巴巴的样子，业务好像不是很熟练。苏北辰看了一眼他的胸牌，36这么大。3乘4小姐，您能帮我加3倍杠杆吗？第2章，梭哈是一种智慧。我们证券的手续啊。程思一瞬间愣神了一下，随后马上反应过来，眼前这名大学生模样的男生好像已经开过户了。杠杆吗？先生，您确定要开3倍吗？苏北辰也是觉得眼前这个女生挺呆萌可爱的。对，我保证金 150W， 开2倍 450W 的杠杆，可以做吗？程思实习期结束转正的第一天就遇到这么大一个业务，心想着今天真是遇贵人了。不过出于好心，程思还是小声提醒道：苏先生，如果持仓波动超过 35%， 就要被强平啊，谨慎一些。苏北辰笑了笑道：谢谢你的好意，我只是拿这些钱来玩而已。程思看苏北辰执意要去开3倍杠杆，也是不再劝，心想着估计是哪家的公子爷出来潇洒了。签完融资手续，苏北辰的证券账户上现在可用资金达到了 450W。 打开游戏，找到股市探测仪，点击使用，探测出接下来5个交易日涨幅超 60% 的股票云天科技。5个交易日涨幅 60%， 也就是说这一只股票接下来5个交易日全是涨停板。苏北辰找到交易大厅的电脑，登录上自己的账户，搜索到云天科技。此时云天科技几乎是跌停的状态，二话不说直接全仓买入云天科技，随后退出账号，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给一旁炒股大妈看得一愣一愣的。大妈看着苏北辰慢慢走远之后，连忙拉着另一个专心研究股票的大妈，这小伙子估计也是个韭菜，你看看他买的这个云天科技，业绩烂得要死，马上就跌停了。所以说啊，我们 A 股永远不缺韭菜，年轻人太激进，一点也不稳重。当程思看到苏北辰的账户全仓买入云天科技的时候，他人也一整个懵住了。这只股票几乎已经连着跌1个月都有了，多少想抄底的人全都被抄了家。苏北辰如果知道自己这一举动有这么多人关注的话，他只会告诉他们，梭哈是一种智慧，听懂掌声。拦了一辆出租车，苏北辰直奔 IFC 国金中心。刚刚买苹果 6S 的时候，苏北辰发现自己的等级居然涨了9400点，也就是说只要自己消费就可以升级。苹果 6S 顶配是9459，老板直接抹了59给自己，也就是说消费1块对等1经验。等级1的话，好像可以一天接取一个日常任务，获得一个随机宝箱奖励，自己等级越高，完成每日任务获得的宝箱奖励就越好。这满满的氪金既视感，一股子熏腾的味道。下车付了50块的车费，经验值又增加了50点。苏北辰对奢侈品的了解仅限于 LV、香奈儿，前世自己当舔狗的时候就买过这些东西的化妆品，还有钱包之类的东西，至于其他的一概不了解。在导航图上找到 LV 所在的楼层后，直奔目标去。今天是平日，所以购物中心里的人倒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排队抢包之类的事情发生。苏北辰直接走了进去。可惜小说里的装逼打脸的剧情好像并没有上演，几个导购小姐姐倒是热情洋溢地介绍着自家新上的夏季男装，给苏北辰都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看了一眼身边叫莹莹的女导购，发现游戏面板弹了出来，莹莹的个人信息也显现在荧幕上，姓名秦莹，健康70，可能跟3个男人一起开过 party， 体质75，有点毒但是不多，魅力68，亚洲邪术化妆。卧槽，合着是个小毒王啊，告辞告辞。秦莹看着面前多才多艺的小鲜肉，眼见自己一套嗲声嗲气的攻击逐渐有了点效果，想再努力拿下，结果眼前的男人忽然就变得冷淡了起来，甚至看自己的眼神里还一种隐隐约约的嫌弃。我妆难道花了？不应该啊。苏北辰也没有了别的心思，随手搭配了一套衣服，又买了一个双肩包，买了一双鞋，一共消费 13W 5000多，直接刷了卡。结完账递小票的时候，秦莹还在苏北辰手心里划了2下。出了国金中心的门，苏北辰看着手中的小票背面的一串电话数字，直接找了个垃圾桶扔掉。随后点开游戏界面，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75，健康88，魅力90，满分为100，金钱 173W， 等级2 4321410000000，等级1升，等级2需要10W， 等级2升，等级3需要100W。照这么来算，越是到后面自己需要花费的钱越多，不愧是氪金游戏。点开每日任务，选择接取。每日任务8分钟之内完成1500米长跑。苏北辰直接化身地铁老人手机。任务说难吧也不难，说不难吧也有点难。
如果是放在之前的自己，那这任务基本可以不用看了，怕不是让自己直接在操场开席。不过现在还是大学生，更何况还是大三，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8分钟跑1500米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到了学校之后，买的衣服往床上一扔，反正暑假了，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已经回去了，也不怕被偷。换好了一身运动衣，苏北辰直接去了操场上。偌大的操场只有寥寥无几人，苏北辰做好热身运动，手表开始计时的一瞬间，迈开脚步跑了起来。一身粉红色运动上衣，搭配着把线条勾勒到极致紧身裤的赵一诺，脸上微微冒着汗点。不过当看到身后跟着自己一起慢跑的苏北辰，放慢脚步，转身有些不确定道：“苏北辰。”苏北辰一边保持着自己慢跑的呼气，一边对着赵一诺点点头。两人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是之前校庆的时候倒是接触过。在赵一诺印象里，苏北辰长得算是比较清秀的一位学弟，平时话也不多，不过听别人说好像吊死在一个女海王手上。第3章，辉腾 W12。专心沉迷跑步的苏北辰也不知道前面的赵一诺心里怎么想，因为太长时间没运动，这具身体跑了一圈就开始气喘吁吁。不过还是他咬紧牙关坚持下来，毕竟完成每日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于是速度微微提了起来，直接超过了前面女生。赵一诺见苏北辰不搭理自己，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开始慢跑起来。苏北辰看了一眼和自己并列的赵一诺，姓名赵一诺，健康95，最近亲戚来了，脾气有点暴躁。体质98，几乎完美。魅力90，校园女神。近乎完美的面板让苏北辰也是愣了神。不过一想到自己还有1200米没有跑完，便没再继续打量。为了不打断自己跑步的节奏，苏北辰闷着头保持步子继续跑起来。于是操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长腿美女和另一个长相酷似明星的男生一前一后跑步的身影。路过的2、3个学生见到这一幕，有些男生倒是把赵一诺和苏北辰一起跑步这一幕拿手机拍了下来，秉着看热闹不嫌事大，还上传到校园论坛上。震惊！校花赵一诺居然和一男子竟然在操场上做这种事。帖子刚发出来，瞬间爆火起来，点击量成倍上涨，一瞬间评论区也是炸开了锅。这不是沪上大校花赵一诺吗？居然是紧身裤，麻烦近一点拍好吗？你是懂标题的，麻烦赶紧到 UC 震惊部报道上班。难道就有注意到那个小哥哥长得像男明星吗？姐妹们，3分钟内我要这个男人所有资料。不过看到这个帖子的，除了看热闹吃瓜的群众之外，其中不乏也有赵一诺的追求者。陈晓峰就是赵一诺的追求者里实力最强的一个，靠着家里有点小钱，在学校也是一个妹妹接着一个妹妹。不过自从见到赵一诺之后，天天对其死缠烂打的追求。陈晓峰看着帖子上的照片，由于照片角度的原因，赵一诺几乎是紧贴在苏北辰身边。操！凭什么？就凭长着一张小白脸的脸吗？气得他把鼠标使劲砸在桌子上。陈晓峰一直把赵一诺视作自己的未来女朋友，本来性子就偏激的他，这会更是怒气上头。自己追了2年的女人，他第一次见和别的男生走这么近。陈晓峰越想越气不过，抄起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打了过去。喂，龙哥吗？能帮我一个忙吗？还有100米、50米、10米。苏北辰冲过终点线，脚步放缓了下来，慢慢走了起来。若跑步后马上坐下休息，会导致下肢肌群放松，失去挤压作用，使血液淤积于下肢，引发脑部暂时供血不足，出现面色苍白、嘴唇发紫等表现，严重时甚至会晕倒，这在医学上称为重力休克。苏北辰高中的时候经常听体育老师说这些话，本来不以为然，直到大一运动会亲眼见识到有个哥们被救护车拉走了，才彻底相信。一旁也是跟着苏北辰跑完2圈的赵一诺，此时累得喘着粗气，一双桃花眼看着苏北辰的侧脸。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快毕业了，忽然发现这个小学弟侧脸长得还挺像现在网上的爱豆。学姐，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被盯着的苏北辰也是有些不自在。没有，单纯看你长得帅。赵一诺也是直言不讳，双手撑着大腿，同时大口的喘气带动着胸腔不断起伏。苏北辰倒吸一口冷气，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注意到苏北辰的目光正直勾勾的盯着自己胸部看的赵一诺顿时脸色开始有些奇怪起来。喜欢吗？喜欢什么？苏北辰几乎下意识的说出来。哼，男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简直就是一个德行。赵一诺冷哼一声。苏北辰突然眨了眨眼，神色慌张道：同学，帮我看看我眼睛怎么了？赵一诺也是被苏北辰的这一举动给吓到，连忙仔细看了起来。没看到有什么呀？没吗？再仔细找找。真的没有？要不要去医务室？有，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啊。赵一诺被突如其来的告白整得有些不知所措，再看着那张酷似男明星的认真脸，忽然觉得这个小学弟好像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
不过看着学弟一脸见笑的样子，就知道肯定是假的。哼，油嘴滑舌的男人。随后转头就往宿舍走去，被苏北辰这么一整，自己跑步也没什么心思了，跟苏北辰挥手告别。苏北辰看着赵一诺离去的背影，心想着，果然还是大学生好哄，更何况现在网络上这些土味情话还没有流传开来。点开游戏界面，只见每日任务上面闪烁着金黄色的感叹号，每日任务已完成，白银宝箱1。宝箱等级划分为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传说、史诗，一共7个等级。现在自己等级2，开出青铜宝箱的概率为 55%， 白银 40%， 黄金 5%， 看来自己运气也还算不错了，至少没有抽歪到青铜箱子。点开个人背包，选择白银宝箱，点击开启。白银宝箱已开启，辉腾 W126.0L 顶配定制款1，已上牌，现金 50W1。苏北辰惊住了。网上一直流传着不怕奔驰宝马和路虎，就怕大众下边带字母，这就是带字母的大众的车尾。虽然后来的大众车基本后面都带字母了，但现在是2015年，只有辉腾带着字母。这车如果没记错的话，起售价144万，顶配定制款就更不好说了。根据系统指引，苏北辰来到学校停车场，只见一辆低调到不行的大众静静地停在车位上。吸引到苏北辰的是挂在辉腾前脸的蓝底车牌号沪 A99999，这车牌估摸着都能买2辆辉腾了吧。苏北辰迫不及待拉开车门，调整好座椅位置，点火启动，挂上 S 档，一脚油门下去，这个西装暴徒辉腾 W12 发动机压抑的力量瞬间爆发出来。轰！感受着引擎的轰鸣声，苏北辰彻底沉醉了。哪个男人能拒绝 W12 呢？第4章，你没看底下带字母吗？上一世的苏北辰也是有车一族，虽然摇号排了1年之多，到最后买的新款卡罗拉也成了去年的老款。之前开着自己的卡罗拉，别人恨不得加塞贴到自己脸上，今天开着辉腾，他觉得路况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前车大老远看到红绿灯都开始慢慢减速，生怕让后面的车不小心追尾，而后车更是跟苏北辰离了得有2个车的距离。即使不认识辉腾，那总该认识车牌吧。不到30分钟，又回到之前来的国金中心，这次倒不是买奢侈品之类的东西，这次来苏北辰打算买一些数码设备。之前大一刚开学买的2手老爷机该退休了，开机都要1分多钟，打个联盟打团更是卡成 PPT， 所以他觉得自己是青铜，肯定是电脑的锅。除了买电脑和外设之外，顺便打算把手里的收购券给用了。苏北辰开着车慢慢驶入停车场，看着周围停得满满当当的车，仔细的从中寻找空位。绕了好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刚把车停进去，就见开着宝马 SUV 的一个女人大声朝自己嚷嚷道：哎，你干嘛呢？这车位是我的，你赶紧给我开出来。苏北辰也是一脸懵圈，抬头又仔细看了看车位。没错呀，这就是公共车位。您是不是看错了？这个车位是公共车位。高敏一听不给自己让，瞬间就炸了毛。你个小赤佬，会不会说话？什么公共车位不车位，我平常都停着，这就是我的车位，赶紧给我让开。听到夹杂着本地方言骂自己的苏北辰，此时脸色也是暗淡下来。大妈，您不会说话就别说，不然别人也不知道您吃了屎。高敏怒极反笑，好啊好啊，你等着，我去叫我老公下来。平时就仗着自己老公是国金高管，为所欲为的高敏哪里受过这委屈，当即掏出电话打了过去。之前就有过一个开保时捷的人占着自己车位，一开始也挺牛，后来把自己老公叫下来之后，保时捷车主还不是给自己低声下气的道歉。喂，老公，你再不来，你老婆都要被人气死了。看着在一旁添油加醋夹着声音说话的高敏，苏北辰顿时觉得一阵反胃，脸上的粉都比墙上的灰厚了，还在这装年轻呢。没过一会，一个挺着像怀孕7、8个月肚子的男人走了过来。高敏见状，连忙挤出几滴眼泪，直接贴到陈涛身上。老公，就是那个人欺负我，开着破大众非要让我把车位给他，我一个弱女子害怕被他动手，所以我开出来了。苏北辰听了都笑出了声，这女人倒打一耙有一手的，明明调一下监控就能看到。陈涛看到了站在大众旁边的苏北辰，你稚嫩的脸上看得出来就像是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再往车上一看，忽然他瞪大了本就不大的双眼。车牌号沪 A99999，陈涛脸上顿时冒出一丝冷汗。开个大众挂这个车牌，难道说这小子是个套牌车？不过随着他仔细打量眼前的大众，他看到了侧面的 W12 的字样，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绕到车后，看到了车标下的字母后，他背上已经开始冒起冷汗。大众底下带字母，车牌号5个9，这已经是自己惹不起的人了，更何况经常陪领导吃饭的他，已经看出来这车是顶配定制款，据说整个沪上就3辆，不管是其中的哪一个，都不是他一个部门经理能惹得起的。
陈涛走到苏北辰的面前，低下头，腰微微弯下。鄙人姓陈，您叫我小陈就行。这可能是个误会，我会让他给您道歉。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一旁的高敏顿时就不乐意了，老公，你在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开破大众的，那车牌肯定是套牌车。啪！话还没说完，陈涛一巴掌拍在高敏脸上，瞬间一个大红色的巴掌印浮现出来。不会说话就闭嘴，你再继续说下去，我们就当不认识。高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懵了。好你个陈涛，为了一个外人打我是吧？老娘什么没 zishi 没满足你，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就这么对我。说着也拉起陈涛的衣领，拽着他的头发薅了起来。陈涛也被这疯婆娘整得烦得要命，两人很快扭打在一块。围观群众甚至有的拿手机开始拍照起来。苏北辰看了一会狗咬狗觉得没意思，直接锁车坐着电梯上了楼。您好，欢迎光临外星人旗舰店，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招待自己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哥。你们这里最高配的笔记本拿出来给我看看。小哥一听就知道来大客户了，今天店里正好到店了一台顶级配置的 Alienware 15。苏北辰上手体验了一把，虽然没有后世的电脑用着那么舒服，不过也算是顶配了。之所以选择外星人，还是因为这牌子售后是真的好，坏了人家是真给换一台新的，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简单试了3分钟之后，苏北辰直接打包带走，又找了家罗技的外设店，键盘、耳机、鼠标一整套外设也打包带走。外星人店里的小哥也化身服务员，拎着大包小包，跟着苏北辰往地下停车库走去。先前2个撕逼夫妇已经不见了踪影，周围靠着灰腾的车位也空了出来，好像大家都害怕自己不小心蹭到一样。把东西都装到后备箱之后，苏北辰坐进车里，拿出手机给自己老妈转了10W 快，还莫等自己解释，那边老妈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说吧，儿子这次要判多少年？妈知道，妈平时对你管教少了，虽然生活费一直不缺你的，但是没想到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是妈的问题，妈对不起你。苏北辰。第5章，星野咖啡厅。总之这笔钱是正规渠道来的，真的是我做金融交易赚的。好了，先这样吧。苏北辰前前后后解释了15分钟，终于老妈算是相信了自己这笔钱是正规赚来的，以后系统来的钱确实得需要个理由遮掩了。不过自己正好是学金融，做金融交易很正常吧。点开掌上神豪游戏，右上角显示金钱 190W， 里面有 150W 是动不了的，放在股票里，也就说手里还有40万。苏北辰又点开背包，找到新手礼包送的随机收购券，是否在该区域范围内使用1级收购券？是。已为您收购星野咖啡厅，产权存放在店铺办公室中，请及时查收。星野咖啡厅，苏北辰还以为能收购一个酒吧或者 KTV 之类来钱快的产业，不过也是只是1级收购券，那些来钱快的娱乐场所估值估计也得有1000万往上了。按照导航，苏北辰开车来到国金中心外1000米左右的地方，星野咖啡厅位置是在一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的1层，店铺面积不算特别大，差不多200平左右，不过店里的上座率倒是挺高的，有穿着西服正装的白领，有一身常服的年轻男女大学生，也有穿着格子衫戴着厚重眼镜的程序员。胸牌上名字叫兰兰的店员看到有客人推门而入，脸上瞬间挂上甜美的微笑。欢迎光临星野咖啡厅，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店员对客人态度不很错，很敬业。至少苏北辰心想到，给我来一杯拿铁吧，中杯就好。点完单后，苏北辰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咖啡厅制作室里，刚刚接到点单的兰兰走了进去。孟哥，你说咱们咖啡厅经营的好好的，每个月都能赚不少钱，为什么老板会给他转让给别人啊？正在精心制作咖啡的孟千元头也没抬，回声道：原来那个老板神龙见首不见尾，理由也没跟咱们说，咱们也就别打听了，等新老板来了再看看是去是留吧。孟千元其实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好好咖啡厅老板说转让就转让了，他在这家店里已经干了将近7年时间，说实话都已经有感情了，新来的老板如果不信任自己，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有2个穿着清凉的女生看着坐在单人位上的苏北辰，眼睛里简直全是小星星。夕阳洒落在苏北辰那张白皙的脸上，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本来瞳孔颜色就有些深棕色，经过太阳的照射，棕色更甚，搭配上一身最新款的 LV，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应该就是形容这个样子吧。我不行了，姐妹，太帅了呀，有没有一种古风帅哥的感觉？对呀对呀，我眼泪都从口水里流了出来，主要还穿着一身 LV。2个人的眼神就像看到了猎物的猎人一样。其中一个朝着苏北辰慢慢走了过去，拿出手机，小心翼翼地拍了拍苏北辰。那个，您好，请问一下，您是男明星吗？苏北辰刚刚一直沉浸在掌上神豪游戏里，忽然被人拍了肩膀，回头看到一个穿着超短裤、个子170+的女生，满脸通红的在跟自己讲话。不好意思，
你刚刚在和我说话吗？女生的脸更红上了几分，硬着头皮讲道：对，我看您长得很像男明星，想着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男明星，不过我好像认错人了，不好意思。说完不给苏北辰说话的机会，转身拉着刚刚怂恿他的小姐妹草草跑出了咖啡厅。苏北辰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有魅力，人靠衣装，这句话真不是假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口袋里的钱给了自己无与伦比的自信。没过10分钟，苏北辰点的拿铁被送到了桌上，咖啡上面的笑脸倒是看着很暖心，笑脸上面一行祝您开心每一天倒是让苏北辰有些吃惊，毕竟这么小的字要用东西挤出来，身上没点功夫可不太行。观摩完端了起来，慢慢的喝了一口，味道很纯正，既有牛奶的顺和甜感，又有咖啡的和醇厚，口感绵密，没有苦涩感。拿铁做的都能这么用心，其他的产品肯定也不会差，可能这就是这家能吸引这么多顾客的原因吧。夕阳逐渐落下，夜幕降临，店里的客人一个一个离去，直到兰兰拍了拍正在沉迷手游农药的苏北辰。苏北辰这才发现已经到了闭店的时间，果然快乐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连跪7把的他最终还是选择把快乐给卸载了。先生，我们要闭店了，实在不好意思。苏北辰闻言收起手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店长还在店里吗？兰兰愣了愣神回道：店长在制作间里，请问先生您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这家店已经被我收购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店里的情况，能麻烦你帮我把店长喊过来吗？兰兰右手捂着小嘴，一脸吃惊。好的，不，老板。他没想到自己新老板居然这么年轻，看上去就跟一个大学生一样。没过一会，头套都没来得及摘的孟千源匆匆跟着兰兰快步走了出来，当看到新老板这么年轻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神，随后马上反应过来，腰身微微弯下，一脸尊敬道：老板好，我就是这家店的店长，我姓孟，名千源。苏北辰把孟千源扶起来。我们不整虚了吧唧的那一套，我也通过之前老板那里了解了，孟哥从开店就在这干了，这个店能有现在这个样子，几乎全靠孟哥一个人，我以后还要多多指望孟哥呢。今天我在店里都已经看到了，整体氛围非常不错，能给我简单的说说店里情况吗？孟千源顿时把悬着的心给放了下来，新来的老板看上去倒是很好说话的样子，对自己也是很尊重。不过孟千源明白，别人敬你也是因为你有价值有作用，他也不敢怠慢，连忙把店里的情况里里外外都说了一遍。第6章，难道上面有人？通过孟千源了解到，现在咖啡厅全职一共4人，兼职有3人，每个月扣除所有包含员工工资在内的成本开支，到手的净利润大概6W 左右，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已经日入2000了。苏北辰了解完情况，又安排了咖啡厅所有员工一起吃了个饭，明显大家的关系没有一开始那么僵硬了。饭桌上当大家知道老板只是一个大3学生的时候，都被震惊到了，几乎下意识都把他当成了富家公子哥出来体验生活。苏北辰见此笑笑也没有解释，咖啡厅的运营还是全权交给孟千源去打理，至于插手咖啡店的事情，他是一点都不想，毕竟当甩手掌柜多爽。吃完晚饭回到宿舍，苏北辰用外星人打了2把联盟，1把011，1把3%，没意思，真的直接关机躺床上睡觉。而在深田证券公司的程思却是睡不着了，刚刚公司紧急视频会议，具体会议内容就是针对云天科技发的一则公告。云天科技公告显示，云天科技以全部资产和负债与顺丰控股全体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置换，置出资产估值为8亿元，置入的顺丰控股100%股权初步估值433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向顺丰股东购买，每股发行价为21.66元。在2015年分红送股方案实施后，其发行价格调整为10.76元。同时，上市公司将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定向增发股份，发行价不低于11.03元。配套资金扣除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标的公司航材购置及飞行支持项目、冷运车辆与温控设备采购项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下一代物流信息化技术研发项目等。交易完成后，明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约 55%，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顺丰创始人汪维。会议后半程讨论的全都是公司如何去认购云天科技的增发股份，程思的心思早已经不在这上面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今天中午那个叫苏北辰的男生开了杠杆之后，全仓 450W 都买入了云天科技。他难道是内幕交易？不对，这一份公告保密性很好，几乎连他们总部的老总都不知道这件事。难道说他上面有人？程思觉得这件事必须马上汇报给自己领导，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管理范围，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员工。李博开完会议正准备入睡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看到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叫程思的人，虽然不知道半夜给自己打电话干什么，但是还是接通了起来。喂，李总，我想给您汇报一个事情，今天云天科技借壳重组的事情。对，我手里有个客户是个大学生，今天中午来咱们公司开融资，
150W 融资3倍到450W， 然后全仓买入了云天科技。李博听了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听程思说，这个人融资之前一直都是1W 块在玩来玩去，忽然今天拿150W 开杠杆，还正好全仓买入一只借壳上市的股票。不出意外，云天科技在借壳上市完成之前肯定是连班行情，所以说这个人要么是运气好到爆炸，要么是上面有人提前得到消息内幕交易了。我明白了，这个人我来负责就好。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开盘的日子，云天科技直接一字涨停 9.96%。苏北辰登录上自己的股票账户，显示着浮动盈亏加 45W， 云天科技直接被大单封死。稳，关了股票软件之后，又打了2把联盟，1胜1负，输的那一把肯定不是苏北辰的锅，主要叫的外卖到了，疯狂星期四了，忍不住诱惑啊，所以那把直接挂机了。大顺丰的局莫名其妙输了，队友气的直接化身峡谷钢琴家。正吃着新奥尔良鸡腿的苏北辰忽然接到尾号3个9的陌生电话，请问是苏北辰，苏先生吗？不办宽带，不升级套餐，不去健身房。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钟。我是深田证券静安分区的总经理李博，不知道苏先生能否赏脸吃个饭。证券公司总经理。苏北辰随后似乎是想明白了什么，应该是自己这次交易的问题。李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什么时间都可以，就看李总您了。李博似乎是没想到苏北辰会答应的这么直接，准备好的一套说辞都没用了。苏先生果然爽快，那就今天晚上6点半玉香院恭候苏先生了。挂断电话没一会，李博加上了自己微讯，相互商业互吹了几句话之后便去忙了。苏北辰倒是不害怕证券会查自己，自己一跟2个公司没有关系，二来自己资金来源都被系统合理化了，所以去见见这个李总倒也没什么。点开自己的小游戏，发现右上角资金来到了 240W， 看到日常任务刷新了，苏北辰毫不犹豫点击接取。每日任务，记住100个英文单词，限定英6级，这是让自己成为学霸的节奏。英语苏北辰一直认为自己很不错，主要还是记忆力比较好，背单词背课文都比平常人快，所以说系统这任务算是出到自己擅长的领域了。从室友抽屉里找出来陈年老书，直接开始背了起来，直到中午1点左右，终于传来任务完成的声音。苏北辰还是失算了，他以为只是会拼记住意思就行了，谁知道还要会用。系统检测到自己已经会拼写知道意思之后，直接出了100道实际应用的题，有听力，有阅读，甚至还有口语。最离谱的是最后一题还是个作文，得亏上一辈是个程序员，英文单词不少都要用在写代码里，平时自然学过记住不少单词，不然这任务估计还真完不成。已完成每日任务，黄金宝箱1。卧槽，脱飞入欧了，5%的概率被自己抽中了，白银宝箱都这么给力，黄金岂不是更强？苏北辰连忙点开背包，点击开启黄金宝箱。第7章，静安天域大平层。只见屏幕上一道金光闪过，黄金宝箱已开启，静安天域小区楼王32层1，附带2个车位。静安天域楼王，苏北辰连忙拿出手机，找到查房价的 App 搜索起来。当看清这个小区房子后面每平方价格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个、十、百、千、万、10万，整整12万1平的均价。又查到这个小区楼王的价格整整20万1平，一共330平。也就是说，黄金宝箱给自己开出来了价值整整6600万的房子。苏北辰承认自己2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自己这算是在沪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动产了。房产证和钥匙已放在辉腾后座上，请宿主及时查收。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中午2点左右了，肚子也是不争气的叫了起来。苏北辰用冷水洗了把脸，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随后拿起车钥匙直接走向停车场。看着后座上的房产证，苏北辰觉得心里踏实多了，毕竟龙国人讲究跟，上辈子飘忽不定的心里总不踏实。路边找了家饭店，随便对付了2口，就直接驱车前往静安天域小区了。因为是第一次开车来这个小区，门口的门禁没有识别到车辆，不过带着房产证登记了一下，便直接进去了。辉腾缓缓驶入偌大的停车场，按照系统给自己的位置停好车后，苏北辰直接坐电梯到了顶楼32楼。到了32层，苏北辰才发现整个顶楼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根本不会存在扰邻的可能性。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大客厅，以黑色为基调的装修简直太符合苏北辰的审美。客厅外就是一个超大的落地窗，搭配着将近2.5米的挑高，整个客厅尽显一股低奢的风格。一共是5个卧室，苏北辰走入最大的主卧，躺在已经铺好的大床上，整个人都被包裹住了。爽！只见苏北辰一声感叹。整整1个下午，苏北辰都躺在床上玩着手机。不行，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摆烂了。说着直接坐了起来，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4点半了。现在自己有了钱，就更应该去丰富精神世界。
不然光靠着系统一直躺平下去，迟早自己成为一个废物。自己可能还是没有适应一个神豪应该具备的东西——随性。对了，就是随性。自己上辈子唯唯诺诺混日子，什么事情都要再三思考，久而久之就是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辈子要去做改变了。想到这，苏北辰直接坐起来，打开系统装修送到的台式机，查阅起来金融资料。自己虽然上辈子不是学金融专业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穿越者福利的原因，现在看到很多新闻，居然都能想起来一二。美联储连续加息已成定局。苏北辰看到这个标题，忽然想起来了，之前大学室友好像炒股谈论到过这个话题。看了一眼今天的日期，2015年6月4日，好像之前室友说如果能穿越回6月10日就好了。当时他还多嘴问了一句为什么。室友回答他说，6月初开始一直暴涨到6月10日的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在6月10日那天创下4年来最大跌幅，开盘跌逾1000点，之后一直暴跌到6月17日才停止，录得该指数历史第8大点数跌幅。如果能在6月10日开始做空美股指数，到6月17日凭空获利至少2倍。而且他还补充到，这只是不开杠杆的情况下，如果开了杠杆更不敢想。如果他说的没错的话，那么4天后自己就可以开始做空美股指数了。苏北辰连忙在备忘录上记着这个事情，后续这2天再观察一下美股走势，如果真如自己想的那样一直暴涨，那么自己这波机会就来了，到时候正好把云天科技的股票给平掉，切换到美股指数。又看了一会金融资讯，了解了一下当下的金融情况之后，就收拾了一番，开着车去了昨天和李总约的玉香苑。此时玉香苑偌大的包间里，只有一名40左右的中年男人和一名20多岁穿着一身 OL 制服的女人。小程啊，等一会你有点眼力劲，该倒酒倒酒，该端茶端茶，这一位可不简单啊。李博意味深长地对着小程讲道，似乎是感觉到李总话语里的压力，程思也不住地紧张起来。不过自己第一次穿这种搭配，白衬衫胸前的纽扣都快被自己撑飞出去了，而且感觉腿上的黑 S 一直让自己有点不自在。李博倒是没有把视线放在身旁的程思身上，而是一直盯着时间，一看到了6点，立马起身去玉香苑私人餐厅门口去等着。程思见状也立马起身，踢踏着高跟鞋跟了上去。虽然约的是6点半钟到，但是李博可不敢马虎，他自己也是有点关系在上面，不然也不可能40不到的年纪就坐上总经理的位置。昨天麻烦了上面的朋友去查了苏北辰的身份，不过上面的朋友只跟自己说了4个字，没有权限。单单是这4个字，李博就知道了，这位苏先生怕不是上面的关系也通天，或者说苏先生本身就是上面的人物。正在开车的苏北辰如果知道李博会这么想，估计也能挺无语的。自己能有个什么通天关系？自己父母2个人靠着收租金天天在外面旅游，认识最大的官员也就是个村长吧，主要那个村长还是自己二爷。6点20刚刚好开到玉香苑，刚下车就有门童过来询问自己是否需要泊车。苏北辰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要钱吗？门童也是愣了一下，随后连忙摇头说不需要，这里的贵客都是免费帮忙泊车的。苏北辰也是打着哈哈，看来自己还是要多了解了解这些知识，不然以后自己出去跟个土鳖一样。第8章试探。苏北辰把车交给门童，走到玉香苑门口就看到了正在等待的2人。不过看到程思穿着一身 OL 制服，脚上穿着高跟鞋，戴上金丝眼镜的样子，他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上一次见他去杠杆的时候，明明还是邻家妹妹的感觉，今天直接来了个风格转变，成了充满又互殴的成熟御姐。李博之前看过苏北辰的照片，所以看到苏北辰从车上下来的第一时间就3步并作2步上前迎接。苏先生果然像小程所说的，年纪轻轻就一表人才啊。苏北辰也连忙回道：李总您过奖了，小子还要多向前辈学习才是。花花轿子人人抬，第一次见面肯定要商业互吹一下。李博摆摆手，哎，叫李总就太生分了，我比你大一些，叫李哥就行，一路舟车劳顿，快里面请。苏北辰心想着，不愧是混迹金融圈的老狐狸，顺着杆子就往上爬。服务员在前面带路，把3人带到天字阁包间里。李博坐在苏北辰左手边，而程思则坐在右手边，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程思跟苏北辰坐得特别近，几乎座椅都快挨在一起。刚入座，程思就连忙俯身倒起茶水，苏北辰透过下掉的领口入眼，全是一大片雪白，这也太犯规了呀，不愧是36四。而程思则毫不避讳苏北辰的目光，还把身子俯得更低了，让苏北辰能看到的更多。接下来的整个饭局上，程思时不时给苏北辰倒茶添酒，属实让苏北辰过了一把瘾。而李博则是笑盈盈的，只顾着吃自己的饭菜，偶尔和苏北辰唠唠家长里短，丝毫不提云天科技的事情。酒过3巡，3人都吃饱喝足后，李博从文件包里拿出一条长盒，打开里面竟是2根圆头雪茄，熟练的剪好之后递给了苏北辰1根。苏北辰也是毫不客气直接接过，上辈子抽的烟都是26块一包的笼子，
雪茄还是第一次抽。一旁的程思见状，连忙帮苏北辰点燃嘴里的雪茄。呼，烟草香气原始，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质与香料的味道，具有醇厚的酵香气，烟草中的清杂气几乎没有。这雪茄味道真不错，怪不得有钱人那么多喜欢抽雪茄的。苏先生，之前的那笔云天科技的操作实在是厉害。苏北辰心想，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他笑了笑道，只是运气好罢了。顺丰之前说要上市，肯定是走借壳上市，可公司由于进行了资产置换，其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在股市上的价值可能迅速增长，因此企业所购买的股权价值也可能成倍增长，企业因此所得到的收益可能非常巨大。所以说，顺丰那么大体量的公司想上市，肯定是走借壳。李博听了不以为然，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现在股市上整整4000家上市公司，谁知道会借壳哪家公司？要不是上面人告诉自己苏北辰的信息没有权限查询的话，他还真信了。那苏先生这话说错了，世人常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是吗？见苏北辰不想回答，李博马上换了个话题。苏先生，你对于未来的股市怎么看？现在人人都说今年是大牛市行情，几乎进去都能赚钱，苏先生以为呢？苏北辰从记忆里思索了一会。李哥，也别叫我苏先生了，喊我小苏就行，生分了不是？不瞒李哥说，我认为当下确实是赚钱的行情，不过最多是到8月底9月初就会结束，整个2015前半年的获利盘都会在9月初开始初步兑现。众所周知，股市最没有格局了，一旦开始出现初步兑现，后面就会形成恐慌盘，纷纷踩踏出逃，后来进去的基本都是韭菜罢了。李博听了苏北辰的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自己公司的证券分析师都认为行情将会持续到明年，甚至自己上面的母公司那些大游资和金融机构也这么认为，反而到了苏北辰这里，他却说会提前结束这次牛市。苏老弟，老哥也跟你透露一个实话，我们公司包括其他证券大公司一致认为，这波牛市行情到明年年初才开始初步兑现，现在各种政策也都是利好股市，为什么苏老弟认为会在9月初兑现呢？苏北辰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回来的，提前看了剧本吧。说实话，具体为什么会在9月初结束，苏北辰也忘记了具体的原因，舍友那时候也没有提起来。看着沉默的苏北辰，李博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拿手指了指上面。苏北辰也是被整得一脸懵逼。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难道是上面的公司要偷偷砸盘，还是上面的政策出了改变？不管是哪一种，苏北辰都不敢确定，总之先点点头，到时候发生什么变化再当马后炮也不迟，毕竟看着结果推答案谁不会啊。李博看着苏北辰点头，心中瞬间波涛汹涌，看来这位苏老弟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连股市走向的政策都能提前2个月就知道。接下来也没有多聊什么，就是抽烟，聊聊金融行业发生的事情。吃完饭，李博自然早就把账给结了，找了2个代驾，把程思丢给了苏北辰，美名其曰帮忙送回家。但是看着程思的样子，苏北辰估计也是猜想到了什么。坐在后排座椅上，苏北辰接着酒劲，胆子也大了起来，右手在程思的腿上慢慢摸了上去。见程思没有反抗，一点一点的往上移去。因为是顶配版的辉腾驾驶座和后座中间隔了一个挡板，根本看不清后排发生了什么。等车子开到静安天域小区的时候，程思衣服都凌乱了起来，胸前的纽扣不知道被崩飞到什么地方去了，腿上那条黑 S 也不见了踪影。程思搀扶着喝完酒的苏北辰，两人一同进入了电梯里面。第9章，百达翡丽 6102P001。经过昨天一晚上的鏖战，苏北辰直到早上11点才缓缓醒来。醒来的苏北辰发现程思正像个八爪鱼一样挂在自己身上，不愧是36的身材。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用系统探查了一下程思的面板，姓名程思，健康90，偶尔会奖励自己，不过没有谈过男朋友。体质93，标准。魅力88，流连忘返的36。回想起昨天晚上的战况，真的是犹如战场一般激烈，你来我往，最后还是苏北辰更胜一筹，程思主动投降。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程思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一丝不挂的样子，脸开始微微发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乖乖听话跟着苏北辰一起回家，可能是苏北辰的长相，也可能是他的能量大和多才多艺。他也不是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在公司实习1年的时间里，早就看清了社会的真实，自己出身不好，想要在这个大都市里存活下去，必须依附强者。我去给你做饭。说着，程思正要起身，结果被苏北辰一把拉了回来。休息休息吧，点个外卖。苏北辰搂着程思道。好。两人又温存了一番之后，外卖也到了。程思吃饭倒是很快，吃完之后准备穿着昨天的衣服去公司上班，自己只跟领导请了上午的假期，下午该去还是要去的。下午不用去公司了，我一会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说一声吧。
苏北辰出声道，说着拿起手机跟李博打了个电话过去。博哥，程思在我这，下午给他请个假吧。好，谢谢博哥，过2天再请你吃饭。程思长呼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赌对了，至少这个男人有在乎自己。苏北辰吃着饭，顺带看看今天的每日任务是什么。每日任务，作为神豪怎么能不拥有一块自己的手表，请为自己购置一块手表。系统今天是发福利了，这么简单的任务他真的哭死好吧。而且刚刚又问了系统，购置手表所花费的资金算入等级经验中，简直是秦始皇吃麻椒赢妈了好吗。程思看着苏北辰吃着饭，吃着吃着忽然笑了起来，也是一头雾水，可能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吃完饭，苏北辰带着程思直奔江诗丹顿。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表，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这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让不知道手表品牌的苏北辰都略知一二，所以不知道选什么手表好，就选名气比较大的，基本不会踩雷。把车停到店门口，两人下了车。店内销售看到后立刻开门迎接两人。先生、女士下午好，欢迎光临百达翡丽，请问是否有预约？这玩意儿居然还要预约啊！销售似乎看出了苏北辰的窘迫，又连忙说道，没关系先生，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只能购买店里的现货，您看这样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苏北辰见对方给台阶，马上顺着下来。当他踏入百达翡丽店内时，一股优雅与奢华的氛围扑面而来。高雅的陈设和精心设计的展示柜展示着令人惊叹的手表作品，瞬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氛围和尊贵的体验。店内灯光柔和而温暖，营造出一种舒适而私密的感觉。细致的装饰和用心布置的陈列区域展示出百达翡丽钟表制作的精湛工艺和卓越品质。苏北辰看到各式各样的手表款式，从经典至时尚，从复杂至简约，每一款都充满了设计的精密和匠心。不过看到下面的价格，估计就能扑灭 99% 的人想要拥有它的心。通过销售了解到，最便宜的百达翡丽都需要将近9个 W 的数字，而最贵的更是高达2个小目标的费用，虽然其中包含了拍卖的手续费。跟着苏北辰一旁的程思更是被价格惊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自己开个每个月30块的视频会员都要犹豫半天，这里的手表价格几乎能顶上自己1年的开销，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苏北辰也不知道哪一款适合自己，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可动用的钱，一共是40万左右，当然不可能把这些钱全都拿去买表。检测到宿主选择购买手表，1折购物券已发放在背包中，请查收。金手指你真是我的金主爸爸。有了购物券，400万以下的表可以随便挑了。心中有了底气的苏北辰开口道，我也是第一次购买百达翡丽的手表，之前一直听过这个牌子，想着今天来买一块戴一戴，有没有适合我这个年纪的手表推荐一下，当然价格在200万左右就可以。百达翡丽的店员倒是没有什么感觉，毕竟来店里的基本非富即贵。而在一旁的程思双眼都瞪大了，他感觉买一个表顶天了1-20万，没想到这位苏先生又刷新了自己的认知，他花200万买表，怎么就跟我在菜市场买的大白菜这么轻松？先生，如果是您佩戴的话，我觉得这款百达翡丽 6102P001 会更适合您一点。这款手表采用了百达翡丽标志性的复杂机芯，将宇宙的神秘与钟表制造的精湛工艺完美结合。没有过多的推荐词，不过苏北辰看到这块表的时候，确实小小被惊艳了一下。深蓝色表盘上精美的星空图案引人注目，仿佛将银河系中的星星带入手腕之间。星星和星座以微小的黄金粒子精心绘制，形成了一个精确而真实的星空图景。表盘中央的星轨指针以细腻的方式旋转，展示出北半球的天空变化。同时，月相指示器位于表盘下方的一个小窗口中，显示出月球在天空中的不断变化。就它了，感觉比较有眼缘。苏北辰立刻做出了决定，一回头发现程思正盯着一块表满眼放光，不过似乎是注意到苏北辰这边已经确定好了款式，又把目光收了回来。苏北辰看了一眼他刚刚看的手表，36万左右，喜欢吗？喜欢我给你买一块。第10章，跟着我干吧。喜欢吗？喜欢给你买一个。程思闻言连忙摆手，虽然自己确实一眼就看中了，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只是跟自己睡了一晚上，连关系都没有确定，他可不敢收这么贵重的礼物。苏北辰也没管他接受不接受，直接转身对着店员说道，麻烦把这一块也一起算上。程思都快急得不行了，苏先生，我真的不要啊，这东西太贵了。苏北辰翻了个白眼，谁说我买给你的？程思连带着销售都被苏北辰整得一脸尴尬，合着闹了半天是这个女人自作多情了。瞅着快哭出来的程思，苏北辰忽然笑出了声，哈哈，逗你玩的，就是给你买的，看你昨天那么辛苦，奖励给你的。程思被苏北辰耍得小脸通红，低下头，甚至都不好意思看身边的店员，拿着自己的小拳头捶着苏北辰的肩膀。
刷了自己的银行卡，用上打折券，2块表一共花了自己 25W。打开游戏面板，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75，健康88，魅力90，满分为100。金钱244W 股票资金加 15W 现金，等级2 30000001000000。今天股票又是涨停板，苏北辰除去融资的300个 W 之外，手里持有的股票已经244W 了。按照系统给的指标，还有4个涨停板，也就是说自己最后的资金能到500W。果然还是做金融交易来钱快，不过当然了，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君不见股市里10个人里面8个都是亏钱的，1个是不赚不赔，只有1个人是赚钱的。不过还好自己有金手指，不然凭借原主那个样子进了股市也是被割的韭菜。戴上手表的程思也是忘记了刚刚的尴尬，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块手表好看，对着手表也是各种拍照。苏北辰看着像得到心爱礼物一样的程思出声道：怎么样，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那你应该说什么？谢谢苏先生。谢谢什么？苏北辰故作生气，似乎是又被苏北辰的样子吓到。啊，谢谢爸爸。苏北辰一头问号，本来只是想逗逗这小姑娘，让她谢谢老公之类的话，怎么忽然整了这一出？不过看着副驾驶36的身材，搭配着娇滴滴的口气，自己的腰子又开始隐隐作痛。开车到了星野咖啡厅，苏北辰让孟千源找了个单独的包间给自己。不过并不是要搞什么办公室 Evie， 而是想让程思帮自己开个能做美股的账户。程思所在的深田证券开不了美股的账户，所以只能去在网上申请。不过具体都需要什么操作，这点还是得让专业的人来。苏北辰计算好了，到6月10日的时候，直接走证券通道平仓提现，直接开5倍杠杆全仓杀入美股开始做空。因为米国和龙国存在时差的原因，龙国股市收盘之后，晚上9点半米国股市才刚刚开盘，所以正好无缝衔接上去。北辰，为什么你要开美股账户啊？你怎么不继续在龙股做交易了？程思一脸疑惑，因为爸爸这个称呼实在让苏北辰觉得有些尴尬，所以让他直接叫自己名字了。因为我要去收割美股，就是这么简单。程思见苏北辰不愿跟自己多讲，他也识相的没有多问。没过一会，美股的账户便被开通好了。你有没有渠道能帮我快速兑换美刀？程思想了想，摇了摇头。不过也是，程思只是个小小的职员，接触不到那么多东西。这么看来，还是得去找自己的便宜大哥李博呀。博哥，明天晚上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顺便向您讨教一点东西。李博那边听到苏北辰请自己吃饭，连忙把明天晚上副区长组的局给推掉。挂完电话，苏北辰愈发觉得自己是时候成了一个金融公司了。凭借自己具有先知先觉这件事，投资基本上10拿9稳。程思，你要不然辞职跟我干吧？程思想都没想直接同意了。虽然自己好不容易从千军万马杀出进入证券公司，但是现在眼下有个更好的机会，谁能拒绝呢？你不要这么着急答应，你先听我说完再做打算。我打算创办一个金融投资公司，涉及2级市场和1级市场的投资，你可以理解为风投。不过公司初期可能需要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启动。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会没有工资。程思摇了摇头，我人都已经是你的了，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来就好。苏北辰见程思已经这么说了，也不多言。这个女人虽然看上去蠢蠢的，实则精明的很。不要以为能从千军万马杀出来的人会有多简单，哪怕他只是看上了苏北辰的钱或者地位，他也不在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自己手里有系统在，那他便可以高枕无忧。哪怕以后系统有一天没了，他也能靠着自己初期赚到的钱，也能潇洒过完这辈子。但是如果这个女人背叛了他，他会让他知道什么叫超能力。等我明天约见了李博之后，再做具体规划吧。北辰，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把深田证券的总经理李博也给挖过来？苏北辰淡然地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不然呢？有现成的人才，为什么不用？程思突然为深田证券的分公司感到悲哀。要知道，公司里几乎上上下下50%的员工都是被李博提拔上去的。李博一跳槽，10有8-9那群人也跟着他一起跳槽。苏北辰招聘李博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他是现成最好的人选，而是李博这个人的能力。自己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刻意打听了李博的名字，李博也没有隐瞒，说自己2个名字的事情，身份证上是叫李建安，不过大家都叫他之前的名字李博，叫习惯了，也就没有改过来。如果苏北辰没有记错的话，未来10年之后，胡润榜上排名第5的就是建安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李建安，也就是现在的李博。第11章，别人贪婪，我恐惧。一夜无话，转眼到了第2天早上。苏北辰醒来的时候，身边的程思已经不见了踪影。打开手机发现程思微信上给自己留了言：奋斗的小橙子，苏少爷，奴家已经把早饭给你放在桌子上了，起来之后记得用膳，奴家先行告退。
贵安点 JPG。再一看，发送时间是早上8点半。果然老话说的没错，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地。简单洗漱一番之后，开始享用程思准备的早餐，一碗豆浆搭配上2根油条和2个包子。看了一眼今天的每日任务，进行30分钟有氧训练加30分钟无氧训练。苏北辰发现，总有一种系统把自己当成养成游戏的感觉，每日任务不是学习就是锻炼来提升自己，而不是像某些爽文里开局直接扔给你几个亿，花完了继续给你几个亿，主角活脱像个暴发户一样。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下子让他暴富很有可能会飘起来，迷失本心。就像之前米国做过的一项调查，那些中了亿万彩票的人，到最后能守住自己财富的不到10%。这2天自己的表现，说实话，感觉自己很没有见识，哪怕是气质也好，格局也好，总觉得距离那些大人物差了很多。看来自己的学习之路真的是任重而道远。找到小区的健身房，苏北辰进行30分钟的慢跑有氧之后，发现自己要进行无氧运动的这些健身器械压根就不会用。不过跟小区物业反映之后，马上找来了专门的健身教练来辅导自己。所以说房子贵还是有贵的道理。一个人高马大、浑身肌肉的男人恭恭敬敬站在苏北辰身边。苏先生您好，我叫李龙，我是您的专属健身教练，您有什么专门想练的部分吗？苏北辰望着面前的李龙，真的是用望来形容。这身高少说也得1.95米了吧，再看着胳膊比自己大腿还粗的肌肉，苏北辰觉得这一拳下去不得一个嘤嘤怪。简单的跟李龙说了一下自己的要求，就开始跟着他一起做起了无氧运动。2人谈话中得知，李龙之前是军人，好像还是传说中的兵王一样的存在，不过也不是那种一声令下10万将士归来的爽文兵王，只是说在全军比武综合素质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本来大好的前景，却因为自己父母急需一笔钱来治病，不得不提前退伍，拿到退伍金。经过半个小时训练，苏北辰只有一个感觉，累。自己这副身体还是太虚了。李龙举着跟玩一样的哑铃，自己费了吃奶的力气才举起来几个。系统的每日任务也算是完成了，但是以后哪怕没有这种健身任务，自己也要把锻炼提上日程了。财富和学历都是无数个零，而身体健康才是最开始的那个一字。如果健康都没了，那后面无数个零都是虚无。加上李龙的微训，苏北辰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去了自己的咖啡店。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提交了每日任务，不过运气不算很好，获得了一个青铜箱子，打开之后是100W的现金，直接转入自己的银行卡中。到了店里，一如既往的点了一杯拿铁，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起了美股走势。果然和预想中的一样，美股一路暴涨，股民们都像发了疯一样跑步进入股市里去无脑做多。国外论坛全是喊着融资做多的帖子，虽然也有提醒众人背后风险的帖子出现，不过疯狂的股民哪里管这些，很快这些带着善意的帖子便沉静下去。如果自己不是重生穿越回来，还正好学的金融，恐怕自己也是一股脑的往里面冲了吧。苏北辰喝了一口手中温热的咖啡，想起了一位金融大家说的一句话：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如果有心人仔细去看整个美股大盘，那些占着大比重的银行股近年来的涨幅却只有个位数，甚至有的现在还是负的收益。一直在拖着大盘涨的股票都是一些中小股票，还有一些跨国科技股，比如苹果、英伟达之类的。苏北辰又在外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在进行整合之后，猛然间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米国银行股的控股股东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在隐晦地减持手中的股份，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要知道，那些财团就像狗鼻子一样，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做出迅速反应，而不是悄咪咪的在一点一点减持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银行股。再结合6月10日的美股暴跌，苏北辰心中似乎想明白了什么。看了看时间，差不多快到吃饭的点了，他把刚刚收集好的资料都打印了出来，装在一个文件夹里。还是上次去吃的玉香苑，苏北辰这次早早的就到了地方，不过发现李博和程思到的更早。2人这次见面也没有过多含蓄，直接进入了正题。李总，我准备创立一个金融投资公司，想请你来做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李博也被突如其来的挖墙脚整懵了。苏先生这么直爽，倒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不过我也只是沪上一个分区的证券公司的小领导而已，不知道哪一点让苏先生这么看重。苏北辰也没有想着这么快让他答应，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递给了李博，先看一看这些文件再做决定。李博倒不怕自己有什么黑料或者把柄在苏北辰手里，自己一直都兢兢业业，从没有犯过原则性错误，很坦然接过档案袋，打开阅读起来。一时间屋里只剩苏北辰时不时的喝水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片刻后，李博抬起头，这些资料我们证券公司的股票研究员也整理出来过，不知道苏先生有什么高见？苏北辰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美股按照我的预测，龙都时间6月10日晚上开盘，必然暴跌，跌幅持续至少7个交易日的时间才会止跌。李总心里预测的应该和我差不多吧？既然在别人那里得不到赏识，不如来我这里，
在我这里，李总您只需要做您的决策，我绝不干预。第12章第一笔操作。李博承认面前男人说的一番话，他确实心动了。苏北辰的预测和自己的预测简直是如出一辙，连具体涨跌的日子和跌幅时间都计算的大差不差，只能说他的眼光确实很毒辣。自己已经在这个分区证券公司经理的位置上做了太久，总部那边还是没有让他往上升的意思，估计这辈子也就是这个职位了。自己不止一次在总部的投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人去赞同或者采纳接受自己的意见，甚至董事会一致认为自己的决策太疯狂了，认为自己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可是结果证明自己每次几乎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哪怕有时候做错了也能及时止损。但是即使是这样，总部也没有多看自己几眼。他不是没有想过自己辞职之后去个人做交易，但是人到了40，难免顾前顾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让他不敢再凭借一股劲去闯。久而久之，就开始每天不操心太多别的事情，混日子一样度过每一天。现在有人给自己施展空间的机会，难道还就这样错过吗？李博不甘心地抬起头，苏先生，如果我过去了，能跟我讲讲待遇吗？苏北辰嘴角微微挽起一股笑容。李总，如果你来了，在你原来的工资基础上上调30%，另外公司每年分红的3%都是你的奖金，你看怎么样？李博这下彻底没了顾虑，打工的人一辈子也就是小财，想要跨越阶层只能通过抓住机会。苏总，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立刻辞职上班。苏北辰见李博一脸热血的样子，连忙按住站起来的李博，不着急辞职，我还等着你给我找一些这方面的人才，公司这些天的一些文件手续还要麻烦您去帮忙办理一下，等这一波美股过后，我手里的资金差不多就可以启动了。李博连连点头，不过说到挖人这一块的时候，他有点犯了难。苏总，不是我说，虽然金融行业之间的跳槽十分常见，但是一下子把之前公司的人挖走一半，会不会直接把人得罪死了？苏北辰冷笑一声，金融行业本身就是弱肉强食，得罪不得罪又能怎么样？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对手盘，你买了拉高股价，我赚到钱卖了，股价下跌你赔钱，难道就不得罪了吗？李博看着新老板这么强势，也是安心了。做金融就怕有个优柔寡断的决策层。接下来的饭局气氛就比较轻松了，在推杯间进行到晚上10点结束了。程思依旧是跟着苏北辰一起回去。时间很快来到了6月10日，这几天苏北辰刷新出来的每日任务不是锻炼身体，就是让自己去学习、读书或者背单词之类的，一共累计获得3个青铜、2个白银箱子。3个青铜箱子开出来300W 现金，2个白银箱子其中一个开出来了一辆商务雷克萨斯，附带200W 现金，另一个则是一家 F 级店铺收购券。青铜箱子应该就是固定的100W 的现金，而白银箱子里的豪车可能普遍多一些，其次就是收购券之类的东西。F 级店铺收购券使用后可随机收购一家市值500W 以下的店铺，市值500W 以下的店铺最值钱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店铺钱吧，其他投资说真的可能没多少，只能说聊胜于无，蚊子腿肉也是肉，谁会嫌自己赚钱的产业少呢？点开自己的股票账户，发现账面金额已经达到了800W， 苏北辰直接全部板上卖出，还完融资的300W 之后，自己手里还剩500W， 加上这几天开出的500W 现金，自己手里的流动现金已经超过了1000W， 如果再加上自己的不动产和店铺，已经差不多一个小目标了。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是身价过亿的人了，这才几天的时间，满打满算才1个星期赚了1个亿，抢银行都没这么快吧。程思已经办了离职手续，而李博还一直留在公司帮苏北辰悄悄咪咪的挖人。到了深田证券给李博打通了电话，李博亲自下楼接待了苏北辰，又通过关系帮苏北辰快速提现，把钱转入银行卡中。两人又聊了一会之后，苏北辰就和他分开了。1000W 的可用资金全部兑换成美刀，一共换了150W 刀转入美股账户中，随后又找到在家里躺着的程思，帮忙开通了20倍杠杆。李博也是拿出自己一大半的积蓄换了30W 美刀，不过没敢像苏北辰一样开20倍杠杆，只开了5倍。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晚上美股开盘了。国外的金融论坛上，股民们依旧疯狂地发着自己的收益图，几乎人人都是赚钱的状态，各种证券公司简直乐开了花。这些天来融资开户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是不开个杠杆做股票，好像别人都瞧不起你一样。米股简直就是我的神，财富自由全靠你了，大牛市已经来了，这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魅力。我是高雄国人，不过我爱米国股市，这里让我体验到了什么才是人生。所有人都沉浸在发财梦里，殊不知深渊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走来。晚上9点半，米股开始集合竞价，股民们的热情一如既往，盘前的价格都快抢上了天，价格挂低没抢到股票的人垂头丧气，就好像人生失去了价值一样，而高价抢到股票的人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开心。盘前竞价完成，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甚至不怎么动弹的银行股都有好几个高开，这更加剧了米股股民们的信心。李博，
程思和苏北辰三人坐在咖啡厅的办公室里，两台电脑连着单独的千兆网线，以保证能第一时间做出交易。三人都盯着盘面一言不发，都有些紧张的情绪。还有1分钟就要开盘了。21点59分58秒，21点59分59秒，开盘，指数一瞬间冲上天际，不过忽然像是卡顿了一样，一下一上，就是现在的做空。李博和程思直接挂单做空，一瞬间全部成交。成交过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指数像瀑布一样垂直往下跳水。第13章，也就一晚上赚2000W 而已。李博在证券公司，平时的工作就是拿着别人的钱去操作资金，指挥几百万几千万的买入卖出。因为公司有规定，从事证券交易人员不得开通自己的交易账户，但是那也只是在龙国股市，又没有说不可以开通美股账户。时隔10多年，第一次用自己的钱开着杠杆炒股，李博的心情还是有些激动。一开始买入的时候，看着股市那根线一直没有变化，说实话他有点慌，多年的打压让他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更何况这次拿这笔钱出来都没有跟自己家里人说，相当于擅自动用了家底，如果真的预判错误赔钱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家人。不过看着指数直接跳水，李博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1%、-2%、-5%，美股指数像是被一刀断魂了一般，从正的2%一路跌到-5%，而且这还只是开盘3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美股由于大盘跌幅超过5%，直接触发熔断机制，大盘临时停盘15分钟。这15分钟说白了就是给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股民一个做选择的机会，同时给各大金融机构一个喘息的时间。美股论坛彻底炸开了锅，我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刚睡醒发现我的账户已经腰斩了？刚刚有专家说了，这波砸盘就是高位洗盘，明显急砸慢拉的节奏，各位开杠杆的朋友们快补仓，这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炒股的人都希望能看到这种鸡汤来给他们受伤的心灵按摩一番，大多数人割肉他们也不舍得，基本都选择了硬扛，顺便找这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的帖子。我已经在爆仓边缘了，不过刚刚又去银行拿着房车抵押借了10W 刀，兄弟们准备好抄底。15分钟在米国股民们的讨论声中悄然过去。开盘的一瞬间，指数从-5%拉升到-3%，米国股民狂喜，心想到果然刚刚的砸盘就是洗盘，让不坚定的人把自己手中的筹码丢掉。可是好景不长，大盘一直在-3%开始波动，成交量也越来越少。到了米国时间12点钟，大盘似乎专挑了中午吃饭的时间，直接从-3%一波干穿到-8%，盘中第二次临时停盘开始。这次论坛上帖子全都变成了一个字：逃。没想到最后只赚了5个点出局了，本来赚了30个点，果然还是太贪了。收益图点 JPG， 救救我吧，大佬，我已经-70%，马上就要被强平了。我以为我抄了资金的底，没想到我被资金抄了家。入眼皆是一片哀嚎声，整个米股化身人间炼狱，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龙国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李博和程思激动得两眼通红，如果被店外的路人看到，十有八九以为是俩疯子。程思也拿着自己大学兼职和证券公司实习1年赚的全部钱，一共13W，换成2W每刀，都跟着苏北辰开20倍杠杆一起投了进美股，哪怕这次真的亏个精光，他也认了，就当半价买了手上的百达翡丽。结果到现在为止，账面上已经盈利了160%，他简直不敢相信，短短一晚上不到的时间，自己赚了3W2000美刀，也就是21W 左右龙国币。李博只开了5倍杠杆，但是账面也有40%的浮盈。如果现在平仓，直接赚将近12W 刀，差不多7-8W 龙国币。而带他们赚钱的苏北辰，则是躺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在呼呼大睡，嘴角还露着一丝微笑，不知道是做了什么美梦。李博顿时感觉自愧不如，自己一个快40岁的人，心性还不如人家。果然有的人活该赚钱，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种格局。第二天一早，苏北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从折叠床上坐了起来。卧槽，你们是谁啊？看着两个眼睛充满着血丝，两对熊猫眼盯着自己，不被吓一跳才怪。老李，小橙子，你俩给我隔着整 cosplay 大熊猫呢？苏总，昨天晚上美股大跌-10%，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天跌超这么多，也就是说昨天一晚上您暴赚了整整300W 刀。苏北辰摆摆手，似乎毫不在意的样子。行了行了，赚钱机会多着呢，不至于因为这点小钱就这么激动，你俩赶紧休息吧。看看苏总这格局，真的是活该人家赚钱。李博这一刻彩虹屁也是不要命的吹了起来，一旁的程思也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苏北辰让咖啡店的店员帮李博叫了一个代驾，直接送到家里去休息，反正也是这个分区证券公司最大的领导，偶尔翘一天班也没人会说什么。而程思则是被苏北辰开车带回静安天域。程思经过一晚上赚钱的刺激，几乎都快被赚快钱迷失了自我，
整个人都想跟苏北辰来场激烈的决斗。苏北辰果断拒绝了，看着他那疯狂的样子，他生怕一个整不好猝死过去。把程思安排好之后，苏北辰这才有时间看一眼自己的账户，浮动盈亏300万，挣201%，一晚上赚了差不多2000W 龙国币，也就0.2个小目标，马马虎虎吧。如果这话让其他人听到，那估摸着真的想揍他的心是拦不住的。苏北辰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每日任务居然还是有氧加无氧锻炼，找出上次加的李龙微训，直接语音拨了过去。李教练，40分钟后还是老地方，价钱还是和上次一样如何？李龙自然是满口答应，好不容易等来的私教课。苏北辰换上一身运动装，热完身之后，直接开始在小区里慢跑了起来。接下来的30分钟无氧依旧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累，不过比昨天能好上一点。今天的每日任务给了一个青铜的箱子，打开就是固定的100W 现金，正好手头没有多少零花钱了。第14章偶遇王校长。苏北辰坐在车内，嘴里伴随着车载音乐，哼着杰伦的稻香。即使不是高峰期，沪上的高架路依旧很堵，长达120秒的红绿灯属实让人等得烦躁。苏北辰单手握着方向盘，左手托腮，整个人一副忧郁王子的样子。左手边并列等待红绿灯的车里，王聪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副驾驶带着新任网红女友，正打算兜兜风。王少，你看右边那个车的驾驶员小哥像不像拍电视剧的明星？王聪也顺着女网红手指的方向看去。思，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点像拍电视剧的男明星。最近自己正好搞了个熊猫 TV， 他现在是到处挖人来给自己打出名气，哪怕在酒吧遇到的素人女生，只要长得不错，基本都会去聊一聊，顺便问问有没有兴趣做主播。你问他为什么不去直接把人家头部挖过来？你当王聪傻呀？挖那些头部网红赔的那些违约金都够自己炒火多少个女网红了。帅哥，有没有兴趣加个微信？赵梦拿出自己常用的杀手锏，甜甜的微笑加上夹子音。几秒钟过去了，只见帅哥不为所动，嘴里依旧哼唱着稻香。谁知赵梦百试不爽的套路在苏北辰这吃了瘪。赵梦嘟着嘴对着王聪小声抱怨道：人家根本不理咱啊，王少，不理就算了，长得好看的也不缺这一个。王聪觉得无所谓，他承认苏北辰确实有点小帅，也就比自己帅一点吧，不过倒不至于让自己亲自下场去求着人家要微训。红绿灯倒计时马上结束，苏北辰的车载音乐自动切割到下一首，只听一阵油门轰鸣的激情音乐声传来。水中芭蕾，印度的猛男，印度米饭踹出给锁，欧的皮车丝，印度的买，虚色法师赢卖爱，动图 C 买嗨，德北车北车，看图 C 脑，英农射死，外因图有阿买呢，逮瞎户，爱窝炸死特兵营的士呸比佛，妈的，燃起来了，这不得看2级博人转降温。苏北辰直接挂上 S 档，绿灯亮起的一瞬间，松开刹车，一脚地板油，辉腾 12W 的发动机直接轰鸣作响。藏在西装下的野兽在此刻展现出自己的霸道，辉腾直接弹射起步。卧槽，这 TM 原来是高定版辉腾啊，车牌还 TM 5个9。王聪瞬间绷不住了，刚刚以为就是个破大众，结果人家直接给你表演个弹射起步。他自己托关系都没买到的车，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辆。赵梦也是一副一脸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苏北辰觉得肾上腺激素狂飙，他可算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跑车了。那种一脚油门的快感带给你的感觉就跟你冲了一样爽，冲只是一时的，而油门却可以一直给你。原本到学校需要50分钟的路程，今天只开了30分钟。当然了，这么爽的代价就是刚刚手机上发来的违章罚款，扣2分加200块，大家还是一定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接下来的大4一年，大家基本都会选择出去实习，很少有选择留校的，前身光顾着去追女神了，结果到了大3结束也没有去找实习单位。不过自己马上开公司，找不找其实也无伤大雅了。指导员，我准备大4出去实习了，已经找好实习单位了，向您报备一下。苏北辰的指导员是一个戴着厚重度数眼镜，穿着格子衫30岁左右的男人，在前身记忆里好像就没怎么说过几句话，不过看着打扮怎么活脱脱一股程序员的味道，怪不得自己看他这么顺眼。你是？哦，苏北辰啊，实习好啊，这就给你批下来，找的什么公司啊？刘志强一边给苏北辰写批条一边问道。星辰投资有限公司。虽然刘志强没听说过，不过能找到实习单位就好，于是又接着问道。那挺好的，专业还对口，有具体安排实习什么岗位吗？实习董事长算吗？刘志强，没想到你小子还挺幽默呢。刘志强当然不可能相信他说的话，虽然这3年时间没怎么讲过话，但是班里每个同学家庭状况他基本都知道。苏北辰勉勉强强算个小康家庭，是拆迁户不假，不过就赔了豫省县城2套房，
每个月收的租金差不多1W 多块钱，所以哪里会有钱来的开投资公司？好了，去公司好好干，争取得到老板赏识留在公司。这年头工作可不好找，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对于刘志强指导员的一番好意劝导，苏北辰也是连忙表示感谢。刚出办公室门，苏北辰就看到一个熟人。哼！一声傲娇的冷哼声响起，来人正是赵一诺。哟，校园女神，今天又比昨天漂亮了呀，不过可惜了。赵一诺听到夸赞自己的话，心里也是有些开心，不过听到后半句，他连忙问了起来：可惜什么？苏北辰一脸忧伤，可惜比明天会丑一点。他怎么这么会啊？苏北辰的土味情话没有停止，继续输出：近朱者赤，近米者甜。猜猜我的心在哪边？左边。错了，在你那边。赵一诺小脸彻底红了起来，骂了一句流氓，快步走进办公室。苏北辰承认第一眼看到赵一诺确实有想法，毕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过现在他忽然感觉没事逗逗他也挺有意思。从众生回来到现在，他还没接受自己是大学生的身份，赵一诺娇羞的样子倒是让他回味起了青春的感觉。老李，刚醒啊？晚上玉香院走起，说真的那的菜是真好吃，真的不是服务员小姐姐腿长，真没骗你。李博没睡醒一样的声音在话筒里传来。今天到了一批新的服务员，多花2000还能看跳舞，腿贼长。还有这好事，我苏某与赌毒不共戴天。好家伙，黄字你是只字不提啊。第15章，汽车5倍返现卡。坐在饭桌上欣赏完舞姿的苏北辰，嘴里吸着九五至尊，总觉得自己这个神豪当的跟前世网文里看的不太一样。人家神豪都是各种放飞自我，各种开 party， 到处装逼打脸，归根结底系统爸爸没人家厉害吗？叮！本系统致力于打造一个清新脱俗的神豪，而非无脑暴发户一样的人，请玩家切勿对本系统产生质疑。下次再拿我和那些垃圾系统比，自动解绑。童子哥不至于，不至于，现在外面人多，我等一会给你跪一个。苏北辰就抱怨了一句，没想到系统这么小心眼，当场就要解绑。回到家，程思闻到身上有香水味，虽然知道他不可能只有自己一个女人，但难免还是抱怨了2句，结果就是被苏北辰一顿棍棒伺候之后老实了。第二天一早，苏北辰起来看了一眼美股账户，已经盈利了340%。看李博给自己微信上的留言，他估摸着又是一晚上没怎么睡，简单洗漱一番之后，打算进行每天的晨跑，戴上播放英文单词的耳机，顺带刷一下每日任务100个英文单词。该说不说，早上的记忆力就是好，30分钟时间便完成每日任务。白银宝箱已开启，汽车5倍返现卡1，仅限对自己好感度达到90的女性使用，限额100W 以下的车。看着正在给苏北辰做早饭的程思，心中一动，程思的个人面板上多出来了一个好感的东西。姓名程思，健康90，体质93，魅力88，好感度80。好家伙，原来在他心里好感度才80，不过也是俩人才认识几天，要是好感度刷满了，那这女孩也太好骗了。估摸着那80好感度一半都是百达翡丽手表贡献的吧，还是得先送礼物刷刷好感度，同时正好刷刷自己系统等级，一举两得。苏北辰开口道：吃完饭陪我去看看车。好呀。程思正认真做饭，也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两人吃完饭直奔最近的 4S 店，正好赶上夏季车展，整个展厅内人潮涌动，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来拍照或者录制视频的，具体是拍车还是拍车模就不知道了。看过一个又一个展厅，给苏北辰的感觉都是外观看着还行，听销售人员吹讲解的也还行，就是一看配置就拉酷了。比如某马汽车，不能说具体名字，被销售夸到天上去，说什么对标樱花国氢能源新能源车，油气混合技术已经应用在车上，100公里油耗低到令人发指什么什么之类的。乍一听，在2015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觉得很牛？实际上等你买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确实像他们说的一样，油耗低到令人发指，可能就是普通油车的一半那样。但是气呢？1个月加气和加油的钱顶上之前2个月的油钱了，等你发现了再去找 4S 店退。呵呵，不好意思，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二手车市场回收吧。你报警说这是诈骗，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最终解释权归企业，对于这种车企普通老百姓真的没辙。差不多逛了2人，把整个车站都逛了一圈下来。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款车？程思开玩笑的讲道，苏少爷要给我安排一辆啊？那我可得狮子大开口，我觉得奥迪 Q8 就不错，我爹当年没少跟我吹喜欢奥迪 SUV。 苏北辰一看 Q8 顶配价格 98W 左右，正好符合自己预算，于是拉着程思走到奥迪展柜问道： Q8 顶配有现车吗？奥迪销售连忙回道有现货，还能优惠个几万块。那你再给我加几万块的选配，让这个女士去挑选，最终价格给我定到100万就行。
这可不能优惠啊，少1万块自己就少赚5万，必须拉满。程思一脸不可思议，之前买那么贵的表他都已经觉得顶天了，结果今天又开始送100万豪车给自己，自己真的都要迷失在纸醉金迷里了。程思好感度 UP， 程思的好感度瞬间从80拉到90。苏北辰也不担心了，用不了返现卡了，就害怕送完车好感度还没90，那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奥迪销售整个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这单提成怕是不会少了，一边举着弓，一边邀请着一旁木讷的程思选择 Q8 的配件。因为还要上牌的原因，车是今天开不走了，最快也要到明天开走，上牌自然是奥迪的人帮忙去上，车牌号也没有什么特殊需求，反正汽车返现卡使用成功，结算中，消费金额99万，已返现495万到宿主账户中，请查收。等级 LV2、LV3， 等级 LV3 15W、1000W， 青铜宝箱概率 40%， 白银宝箱概率 50%， 黄金宝箱概率 8%， 白金宝箱概率 2%。 白金宝箱，苏北辰依然记得黄金宝箱给自己开出来了价值6000万的楼房，白金岂不是价值上亿？那钻石呢？传说呢？史诗直接给自己开出来几千亿，那自己岂不是每天跑个步就赚几千个亿？那自己还努力什么？每天就刷每日任务不就好了？不过接下来系统的一番话倒是给自己泼了一盆冷水。宝箱中除了现金珠宝以外的不动产宿主只有使用权，没有交易权，看来还是得双管齐下，一边借着系统的东方，一边靠着自己上辈子未来15年的记忆。等苏北辰回过神的时候，发现一旁的程思看自己的眼神火热，眼神里多出来了前些日子没有的东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见程思直接亲了上来。停车场人多，有人看着。苏北辰话还没说完，程思的嘴唇就亲了上来。接下来的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两人从前排打到后排，得亏是后面空间大加上私密性强，不然明天就出现在网站上了。路过的一个小男孩看着停在角落里的大众一上一下，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拉着自己妈妈问道：妈妈，你看那个车为什么会跳舞啊？小男孩妈妈看到了会跳舞的大众车，一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面色严肃地教育到小男孩：那车弹簧坏了，有2个师傅在车里面修车呢。那妈妈，为什么你出差的那几天我也老是看到咱家的车坏了，是不是爸爸找的师傅在修车啊？第16章后面还有颗大雷。龙国时间6月14日晚上11点半，美联储宣布再次大幅度降息，本来有些企稳的美股又一次被击穿了支撑线，整个大盘 K 线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往深不见底的深渊扎进去。美股投资者们纷纷哀声叫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家股票崩盘好不容易护住了，又在这个时候忽然宣布大幅降息，这不是摆明了让资金外流的节奏吗？其实不仅仅是米国，就连龙国和毛熊也没看明白为什么美联储这是什么操作。上京某处会议室里，基本都是4品以上的掌管经济的官员。身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满头华发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李国华敲了敲桌子，示意安静。我看讨论的差不多了，都来说说吧，美联储这次激进降息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见坐左手边的中年男人先举起了手。部长，美联储激进降息历史上有过几次，不过原因无非是那几种。美联储希望通过降息压制强美元与赤字的循环，预防美元大幅下行冲击经济和通胀预期稳定，缓解米国经济内部不平衡。不过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米国内部并不存在通胀的情况，几家超大型投行内部的盈利也符合标准，消费预期值几乎也是符合指标，所以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在座的众人几乎都表示认可，而李国华也是微微点头，大家收集到大差不差。会议讨论了一上午，也没有具体猜想出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而沪上的一个咖啡厅里，李博也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苏北辰端起拿铁品了一口，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喝拿铁了，装杯不说，主要味道确实不错。老李啊，看问题就要看本质，你觉得美联储激进加息无非就是那几样，刺激消费，压制通胀，帮银行抗雷是吗？李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所以说有时候雷真的炸了，你们跑也跑不掉。你当初跟我说看空美股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也发现了疯狂拉升的美股大盘里银行股基本就没怎么涨，而且资金从6月开始就一直往外流出？确实很多人都会找个理由来辩解，比如说银行里的资金看着外面都赚钱眼红了，也想出来分一笔羹，但是这个股市还是那些大资金说了算，如果他们不买只卖，全靠散户拉升，那基本不可能。所以很多人觉得大盘拉升肯定是大资金在运作，其实非也。苏北辰又从网上找出了美联储去年到今年全部加息的资料，连续12次加息，每次都不是很多，对吧？那你再看看 AEO 投行和灯塔国 HF 银行主要资产。李博仔细翻找着2个超大投行的资料，看着看着，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这2家银行手里90%都是美元，而且买的基本都是米国国债，
购买时间也几乎都在加息开始之前。如果美联储连续加息12次，利率不断提高，那随着利率水平不断提高，两家投行在低利率环境下购入债券的收益率变为负值。如果单纯是债券的涨跌幅也就还好，但是如果加了20倍杠杆呢？又或者说那群资本家为了赚更多的钱加了30倍或者40倍的杠杆呢？李博听到这可算明白这颗雷有多大了，背后冷汗直冒。要知道灯塔国 HF 银行拿着的可是整个灯塔国养老基金的钱，几千亿的规模肯定是有的，而且还是美刀。而米国的 AEO 银行呢，那可是各个大小企业的公司账户，就按照利率来计算，差不多是负 2%， 保守估计是有的，加上20倍杠杆就是负 40%， 几乎是腰斩的程度了，瞬间蒸发掉几万亿的美刀，这事怕不是快要瞒不住了。美联储这次紧急加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来如此，这样一切都说通了。而且苏总居然嗅觉这么灵敏，眼光简直是太毒辣了，他这已经不是割韭菜了，而是趴在米国身上吸血。美股盘中又一次负 5%， 触发临时停盘机制，而此时苏北辰的美股账户上显示已经盈利2100万，也就是说已经赚了 1.3个亿的龙国币了，一个小目标成就已经达成了。苏北辰笑道，哪怕之前幻想过会赚这么多，但是真真正正看到有这么多钱的时候，难免还是有点小激动。李博账户上的金额也来到了100W美刀，他现在不仅没有喜悦，反而后悔的要死。当初如果自己跟着苏北辰一起开20倍杠杆，现在他起码能多出来300W美元左右。只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如果再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什么都要跟着苏总开20倍杠杆。程思则是比较淡然，没想到当初扔进去的2W美元，现在居然变成28W。他之前的工作一个月满打满算才1W5出头，现在跟着苏北辰1星期时间，直接赚了工作7年才能赚到的钱。睡觉，不早了，老李你也快去睡吧，熬夜对电脑不好。苏北辰拿着车钥匙带着程思准备回家进行功课辅导。李博这几天也是时差有点颠倒，整个人神经都有点衰弱，上了年纪果然还是熬不动了。跟苏北辰道别之后，开着自己的奔驰 E 级回家去了。今天开的是之前白银宝箱开出来的雷克萨斯商务车，车主驾驶是程思，苏北辰坐在副驾驶，看似闭目养神，实际是沉浸在系统里，主要是攒了3天的宝箱一直没有开启，想着放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开出来点好东西。这3天运气还不错，2个白银1个黄金，前面2个白银他打算当垫子来给提升一下最后黄金宝箱里的奖励。白银宝箱已开启，未来3天国际期货交易图1，白银宝箱已开启，人脉卡1。卧槽，你管着这叫垫子？第17章，我还有个二叔。未来3天国际期货交易图这个东西用的价值千金甚至万金都有可能，期货市场上投进去几个亿，最多砸起一点小水花，更何况还是国际期货市场，自己现在手里这点钱就跟闹着玩一样。不过这也正好是自己的优势，不会因为资金量过大导致走势图出现变动，正好等着美股这波做空资金出来，就开始布局做期货。首先是公司肯定要马上开起来，其次就是交易员需要赶紧找全。苏北辰打算把这些事情全都交给李博来去做，毕竟也是混迹金融领域20年的老油子。其次是把未来这段时间的投机机会都给记录一下，凭着自己脑海中的零碎记忆整合一波，能赚钱的风口提前握在自己手里。苏北辰脑海中构建出了大概的一个思路，不过当下肯定先把宝箱的事情给整完。人脉卡使用后，宿主会得到适用当前情况的人脉资源。系统，这个适用当前是怎么判断的？苏北辰看到道具解释一头雾水。比如宿主现在最需要处理学校里的校园关系，可能会得到校领导的人脉资源，也可能会得到教育部门的人脉资源，具体人脉资源靠宿主自身运气。我直接好家伙，那我在学校被校园暴力了，用完之后万一给我整个看门大爷怎么说？总不能直接跑过去躺地上开鹅吧？这玩意儿随机性太强了，不过自己现在开始创业确实需要些人脉。苏北辰心中默念一发入魂，直接点击使用，犹豫就会败北。使用成功，获得人脉关系苏天南。苏天南，苏北辰还在寻思是谁来着，手机就响了起来，看了一眼是一串陌生电话，苏北辰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还没等苏北辰开口讲话，那边大嗓门就嚷嚷了起来：北辰，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二叔了？要不是我今天抽出空来多问了你爹了一嘴，我都不知道你在沪上已经上了3年大学了，怎么的，是打算跟你二叔老死不相往来啊？考上大学人上人了呗，有出息了，嫌弃二叔了呗。听着电话那头传来阴阳怪气的语气，苏北辰也是下意识的觉得是个诈骗电话，毕竟自己老爹苏建南独苗一个，自己哪来的二叔？哟，还二叔呢，我还是你三叔呢，要不要看看我新写的盗墓笔记啊？不等那边回话，苏北辰直接挂断了。这年头还没有反诈 app， 骗子还是太猖狂。一旁握着方向盘的程思也开口问道：怎么了北辰，是诈骗电话吗？
对啊，这年头骗子真会无中生有，冒充我二叔一顿给我套近乎，搞得我刚刚一瞬间真以为自己有个二叔。程思扑哧一声笑出声，这骗子也太笨了，骗人之前都不搞清楚别人家里家庭状况，一点也不专业。苏北辰也是笑笑，谁说不是呢？两人正在调侃刚刚的骗子，忽然苏北辰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说你烦不烦啊？我 TM 没有2，我嫩爹！听着手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苏北辰这才发现电话是自己老爹打过来的。老爹，不是我骂你，是刚刚有个骗子冒充我二叔，笑死了！你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兄弟。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你二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你想当他三叔。我二叔这么逗啊，还想着超级加倍呢，哈哈哈哈！空气突然凝固住了，电话两边都是一阵沉默。爸，我真有个二叔，看来是太久没让你见识一下七匹狼之力了，正好最近换了新装备。苏北辰连忙一顿解释，好不容易给自己老爹哄好，挂断电话，用手擦了擦头上的冒出来的虚汗。从小刻在骨子里的血脉压制果然不是盖的。通过跟自己老爹的电话，他算是弄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还真有个二叔，前几年被调到沪上了，具体是干什么官职不知道。但是当自己听到他二叔名字的时候，他怀疑这个二叔是系统变出来的。没错，他二叔就叫苏天南。苏北辰找到刚刚的陌生号码，连忙回拨了过去。哟，三叔，怎么想起来给我回电话了？哎呦，二叔，你可别折杀我了，小侄我真错了，这不是没存你电话吗？结果看到是个陌生电话，我都以为是搞诈骗的。三叔，你就别生我气了，看在你小时候报过的那么多次的份上，大人不计小人过。哼，得了吧你，上大学3年一个电话没跟我打过，你心里就没我这个二叔吧？我看。苏北辰硬是哄了快10分钟，才把他二叔给哄开心。真跟自己老爹是亲兄弟啊！谁能想到一个多才多艺、帅气逼人的五好青年，花20多分去哄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老男人？家人们谁懂啊？行了，就知道你小子会说话。明天下午6点，外滩卫信田园等着你。苏北辰挂完电话，整个人都瘫坐在车椅上。程思一脸想笑又不敢笑的看着苏北辰，还嘲笑我，是不是又想被我棍棒教育了？程思闻言马上收起笑容，他是真的被苏北辰折服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赢过，全都是苏北辰对自己单方面的压制。因为是周6日美股停盘2天，所以苏北辰打算这2天把之前规划的思路列一个框架写出来，在做这些事之前先把剩下的黄金宝箱给开了。黄金宝箱已开启，现金1000W1，果然运气都花在白银箱子上了。这黄金宝箱开出来的也太拉了，之前黄金宝箱可是价值6000W 的大平层，现在只是1000W， 自己果然还是膨胀了。刚开始手里有家咖啡厅，感觉日入破千很舒服，后来开始炒股日入破10万，再后来美股日入100万，现在日入1000万都觉得毛毛雨，原来真的会对钱失去兴趣吗？程思洗好水果，倒好茶给苏北辰端过去，就看到他一脸忧愁。可能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吧。第18章极品属性。第二天一早，苏北辰像往常一样锻炼身体，结束之后把公司起草的事情拜托给程思和李博，麻烦两人去跑一趟，尽快把公司给创办起来。公司名字就叫星辰控股。星辰的寓意和象征代表着前途光明，犹如夜空中指引方向的星辰一般。注册资金为5个亿，到时候美股里的钱出来了，直接全部实缴。投资公司必须得秀肌肉，不然别人看你注册资金10个亿几10个亿的，确实挺唬人。结果呢，一看实缴才几百万，那玩个 DI， 一点实力没有，还搞投资。李博也是聪明人，丝毫不提入股一事，自己已经有3%的分红了，再提那就是不给苏北辰面子了。一顿饱和顿顿饱，他还是分得清楚的。苏北辰结束完1天的锻炼，叫住了准备骑着小电驴走的李龙。阿龙，有没有兴趣换一份工作？不等李龙开口，苏北辰又进一步说道：给我当司机兼职保镖，初期税后1个月1W5，五险一金，后续工资上涨看你表现，怎么样？李龙连忙点头表示同意。他自己现在1个月辛辛苦苦最多赚8000，这还是苏北辰买了自己私教课的情况下，平时交完五险一金，自己手里能剩个5000就不错了。家里还有个弟弟在读研究生，更是大开销。苏总，那我先去办个离职手续，等我这边交接完联系您。李龙立马带入自己的角色。苏北辰微微点头，看李龙骑着小电驴走完之后，他点开系统，把今天的每日任务提交一下。中规中矩，获得了一个白银宝箱。苏北辰直接就点击开启，白银宝箱已开启，伽马格斗术精通1。随后苏北辰就觉得自己四肢逐渐充满力量，脑海中闪过伽马格斗术的各种技巧，就好像自己已经练过了数十年一样。5分钟后，苏北辰再次睁开双眼，眼神中磅礴多出了一股肃杀之气。一旁健身的肌肉男看到苏北辰的眼神，居然下意识想去躲闪。苏北辰照了照健身房的全身镜，这才发现自己原本1.8米的身高居然又长高了3公分。把上衣脱掉，一身肌肉恰到好处，
人鱼线也完美的刻画在自己身上。苏北辰点开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5，健康97，魅力96，金钱1.5亿，等级3 17W 1000W。自己这一身属性简直完美，之前自己的体质只有75，现在整整提升20点，健康和魅力也几乎拉满。健身房前台莫小萌看到裸着上半身照镜子的苏北辰，没有当回事，毕竟健身房经常有男生在裸着上半身秀自己的锻炼成果。不过当他看到苏北辰那张脸的时候，他呆住了。他承认自己确实会好色，不然也不会来健身房前台工作了，但是他真的是第一次见长相这么完美的男人，棱刻出来一样的脸庞，加上一身犹如希腊雕塑一样的身材，他口水都从2个嘴里流出来了。看苏北辰要走，他擦了擦口水，连忙小跑过去。先生，您可以带我一起锻炼吗？苏北辰转身看到一个身高170左右，一身紧身衣把身材勾勒出完美线条的高挑女生正看着自己。姓名莫小萌，健康98，体质93，魅力97，好感度75。苏北辰第一次见到这么极品的属性，他平时也不是没有扫过别的女人，基本上最高就是自己遇到的程思和赵一诺，结果谁能想到自己一直来的健身房前台属性居然这么夸张。在一旁健身的傅景龙看着莫小萌那凹凸紧致的身材，再搭配上那充满胶原蛋白的脸蛋，瞬间就把持不住了，直接走上前来，顺带露出自己的大花臂。美女，你看他瘦不拉几的，哪有几斤肉，一看就不专业，让哥哥我跟你一起练，保证给你身材练得更加迷人，更加 fan man。 赵小萌看着人高马大的傅景龙，两眼色眯眯的盯着自己的胸部看，瞬间就感觉好下头，连忙躲在苏北辰身后，抱着他粗壮的手臂。苏北辰感受着手臂触碰到柔软的球体，教练，这带球撞人啊，这不得意了吗？傅景龙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小子，这没你什么事了，识相赶紧走。随着这句话结束，一边撸铁的几个人也是放下手中的器械，向苏北辰走了过来。这剧情这么俗套，经典美女往怀里跑，然后反派登场放狠话，所以接下来我是不是该歪嘴一笑，然后把你们都打趴下？一旁脖子上有纹身的黄发青年歪着脸笑道：龙哥，这小子说把我们哥几个都放倒呢。傅景龙冷哼一声，小子毛都没长齐，非要让我教教你怎么识时务。说罢便准备用手揉苏北辰的头发，结果刚出手，直接被一只大手按住了，停在半空中。傅景龙转头看了一眼出手的人，李教练，你好像管得有点多了吧？李龙不为所动，傅景龙觉得自己在兄弟女人面前都丢了面子，随后手一用力，反握着李龙的手，右手握拳，直接砸向李龙的面门。李龙也是肌肉反应，直接一个侧身，一脚踹了出去，200斤的傅景龙一脚被踹出了1米远。一旁的小弟见自己大哥被打，直接一窝蜂的涌了上去，两拳难敌4手，李龙肯定招架不住。苏北辰见状，直接一个飞踹上去。没过一会，莫小萌带着警察来了，此时站在场上的只剩下苏北辰和李龙2人，其余人都躺在地上哀嚎。派出所里，李龙向警察解释了一番自己老板受到危害，所以才出手自卫反击，但是通过录像看不太看得出来像是自卫反击，毕竟傅景龙直接伸了伸手，还没有摸到苏北辰的头发。傅景龙那边似乎就是认定了这个理由，说自己没有出手，同时还跟自己保护伞打了电话过去，希望能把自己捞出去。眼看时间马上到下午6点了，苏北辰无奈只好掏出手机打给苏天南。第19章沪上巡查室。二叔，具体事情就是这样的，虽然感觉很俗套，但是真是这么个事儿。挂完电话，苏北辰直接躺在看守所的长椅上玩起手机小游戏。李龙有点自责，当时他确实有些着急了，贸然出手，结果连未来的老板一起牵扯了进来。行了，看你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放宽心好了，肯定没什么事，这群人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当为民除害了。李荣宪叹了口气，点点头。萧敬常年作为静安区的一把手，自己培养的势力可谓是根深蒂固，为人刻薄，时不时会从企业身上吸点血。静安区的中小企业有时候也是敢怒不敢言。之前也不是没有过头铁的小老板去举报萧敬贪污受贿，可是信寄出去了，电话也打了，等了半个月没等到消息不说，等来了一帮黑社会的报复。那位小老板自己被打成2度重伤，家里也被砸个稀巴烂，听说儿子都被人家敲断1条腿。自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人敢发声了。萧敬直接大步迈进派出所，身后跟着一群狗腿子。小妇人呢？你们所里是怎么办事的？把所长给我喊出来。大家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是某个大领导来了，马上喊了刘所长过来。萧听您怎么来了？您快坐，给您倒杯茶歇一歇。萧敬面对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刘栋，似乎不带客气，直接坐在他的位置上。我手底下的小妇被你们关进来了，你可知道？刘栋听到这话一脸紧张，自己根本不知道啊，就知道
今天有2伙人在健身房互殴，被抓回来了。这我还真不知道啊。萧听，我估计啊，咱们这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刚刚下面人跟我反映了这个事情，傅先生也是自卫反击，是对方先出的手，所以就是走个流程，很快就把人放了。萧静脸色这才好起来一点，用着教育下属的语气讲道：刘所，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凡事也都要讲个证据。既然现在证据确凿，我希望你也能公平公正，给违法之人绳之以法。刘栋哪里不明白，萧静这是让自己好好判决苏北辰、李龙2人。看着刘栋还有点为难的样子，萧静又开口讲道：一个是健身教练，一个是外地小城市来沪上上学的大学生，都是年轻人不懂得收敛自己的脾气，现在酿成大祸，后悔晚了。萧静3言2语就把2个人背景交代完了。刘栋心中也是叹了一口气，自己孩子也是上大学的，档案上如果留了案底，以后子孙3代人都受影响。讲真的，他有些于心不忍，不过迫于萧静的威压，也只好硬着头皮做。傅景龙和一众小弟被放了出来，走到苏北辰和李龙面前的时候，用手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呲着大金牙道：小子，你不是很能打吗？能打有个屁用，出来混是要讲究势力的。苏北辰脑子里已经闪过了数十种给他牙干碎的想法，不过在所里也只好忍着。小傅，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什么事之前脑子先动一动，别再给我丢人了，这是最后一次。萧静平淡的话语落在傅景龙耳朵里，他背后直接进出一身冷汗，连忙点头。一辆低调的大众帕萨特停在派出所门口，车里下来了一个戴着黑色边框眼镜、身穿一身西装的男人。快步走到派出所内，萧静连忙上去迎接。张秘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谁知道张秘书根本就不理会满脸笑容的萧静，径直走向苏北辰。苏先生，您没有在这里受到什么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吧？苏北辰看着面前素不相识的人，难道是自己2叔秘书？您是？张恒连忙解释道：我是苏巡查室的秘书长张恒，巡查室本来想要亲自过来，结果临时有个会议，于是叫我过来了。哎，因为我这点小事还麻烦2叔特意跑一趟，太不值得了，辛苦你了哈，张秘书长。张恒也是微微摇头：您太妄自菲薄了，苏先生。卧槽，自己2叔这么猛的沪上巡查使，那岂不是朝廷4品官员？一旁听着2人对话的萧静已经开始2腿发软，脸色苍白。他虽然知道巡查使姓苏，但是从来没想过2人会有什么关系。要知道自己敢在1亩3分地这么嚣张，主要还不是因为上面沪上领导里有个5品官罩着自己。小苏同志，苏先生，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这时候跳出来演好人了，刚刚跟所长说的话自己可是都听在耳朵里。可别，萧听咱们可是要秉公执法，一码事归一码事。苏北辰转头又对张秘书说道：张秘书可要好好查查我们在场的几个人，特别是好好2字音咬得特别重。说罢也不管萧听说了什么，直接往外面走去，带着李龙和一直帮忙的莫小萌坐上自己的辉腾扬长而去。后面追出来的萧静一行人看到苏北辰的车和车牌号，顿时傻了眼。萧静别过头看着一个个子不高的秘书，这特么就是你跟我说的外地来的普通大学生？什么普通大学生开辉腾，车牌号还是沪 A5个9啊？从所里出来正好遇上晚高峰，到了约定好的卫信田园已经是晚上7点左右的时间。服务员带着苏北辰去预定好的房间，因为是第一次见自己2叔，所以不打算带外人。莫小萌和李龙单独给他们俩在大厅找了个位置，仗机在自己身上。一推开门，就看见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坐在主座上，应该就是自己2叔了。一旁还有个身着旗袍的气质满满的贵妇人，估摸是自己2婶。见苏北辰推门进来，2人赶紧起身过来，上下打量着苏北辰。苏天南先开口道：小苏没事吧？有没有伤到你？听说对方都是一群混社会的。紧接着贵妇人也一脸担心的讲道：要不要先去医院看一看啊？哎呦，孩子你真的遭罪了。第20章炒股赚了一点钱。苏北辰解释了，因为自己带着保镖，所以没怎么受伤。而起因过程，他们2人则是一句话不问，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家小苏受了伤，那这件事就是你们的问题。苏北辰被这突如其来的溺爱搞得有些哭笑不得。行了，梅红，你别让孩子在那站着了，快坐下，让服务员上菜。苏天南见苏北辰没事，也不再多说。季梅红拉着苏北辰坐在2人中间的位置，菜很快上来了。季梅红更是一直在给苏北辰夹菜，同时介绍着菜的来历和制作的食材，一看就是没少来的样子。2婶，你别光给我夹菜啊，你也快吃。季梅红嘴上说着好，手上继续给苏北辰夹着菜。2婶什么没吃过是不是？你多吃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苏北辰见拗不过，便只好往嘴里扒饭。看吃的差不多了，苏天南开口道：小苏，我刚刚听张秘书说你是开着车来的，咱们也就不喝酒了，但是你能不能跟你2叔解释解释，你这个车是哪来的？苏天南知道自己大哥家里是什么条件，大富大贵说不上，但至少小康是肯定没问题的，
听着张恒跟自己的汇报说，小苏开的车加上车牌号，起码大几百万是有的，自己大哥家是肯定不会拿出这么多给小苏。苏北辰擦了个嘴回道：“二叔，你要是问这个，那就说来话长了。那就长话短说。”苏天南一句话给自己噎到了。我炒股赚了一点钱。苏天南脸上写满了不信2字。打小看着长大，没接触过一点金融的苏北辰能炒股赚那么多钱，他是打死不信。苏北辰也知道自己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于是拿出手机点开美股交易账户给自己二叔看。苏天南看到账户盈利 2100W 的时候，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 2100W 全是你自己赚的？对啊，这账户名就是我的，而且 2100W 是美刀，合龙国币也就一个小目标吧。苏北辰还特意纠正一下，赚的是美元。此时苏天南放声大笑道：“哈哈哈，不愧是我苏家的，总没给苏家丢人。怎么样，没红？当初大哥知道小苏报考金融专业，还抱怨了很久，结果谁能想到人家小苏这么争气，大3就赚了1个多亿。既没红，也是替苏北辰感到开心。小苏，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尽管跟你二叔说，不管是创业还是考公，我多少能帮助你一些。”苏北辰听到二叔的话，眼前一亮，这不是瞌睡送枕头来了吗？二叔，我最近正好打算创办一个投资公司，人和钱都已经到位，就是有些正的办理被卡住了。你看，苏天南还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大手一挥，我回头会跟有关部门核实一下，沪上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对于外来投资审查没有问题的话，相关资格证很快就会办理下来。有了苏天南这句话，他是彻底放心了。爷俩接下来又讨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结果苏天南发现真的是时别3日，定当刮目相看。在讨论过程中，苏北辰时不时会蹦出一句自己一针见血的见解和一些独特的想法。如果小苏走上公务员这条道路，再有自己帮衬，前途怕不是一片光明。酒饱饭足，苏北辰和自己二叔告了别。李龙见莫小萌一直跟苏北辰，也是识相的，自己打了个车回家，把空间都留给2人。苏北辰看向莫小萌，发现这姑娘对自己的好感度已经飙升到85%，他丝毫不怀疑，如果今晚提出一些过分要求，他也会同意。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不要去酒吧喝点酒，再相互了解一下。莫小萌红着脸点点头。2人选了一个位于外滩丽思卡尔顿58楼的 Flair Bar 进吧，就自己2个人的话，蹦迪的酒吧根本玩不起来，要是人多还能考虑一下。莫小萌打开饮品单，发现最便宜的一杯酒单价都在128左右，自己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又掏了钱包，发现身上只有200块。在这微信还不盛行的时间，几乎大家都是拿着现金结账。苏北辰似乎是看出了他脸上的苦涩，一把拿过菜单，叫了服务员，因为不知道莫小萌的酒量，就单点了个酒精度数稍微小一点的，一杯东方明珠，一杯日落金辉。点好的酒很快就送了上来。莫小萌喝了酒，又恢复了下午在健身房的样子，一口的哥哥叫的苏北辰有点招架不住。通过聊天得知，莫小萌今年刚上大学，想趁着暑假的时间来打工，学习一下社会经验。苏北辰一想到眼前这个女生才18岁，顿时感觉有些罪恶。不过一想到王校长的女朋友个个的18岁，他也就释然了。酒吧另一边，戴着鸭舌帽的秦芬看着对面坐着的王聪，一个劲的往自己身后看。校长，你看什么呢？这么起劲。王校长也不敢确定那边坐的那个人是不是自己之前路上看到的辉腾小哥，哪怕离这么远，他也能感觉到那个男的简直太 TM 帅了，跟之前见的那个人气质上强太多了。和王校长一桌的秦芬还有2个女网红文言，也是顺着王校长手指的方向看去。卧槽，确实帅啊，不过老王你不会改口味了吧？秦芬说罢，还故作夸张的双手抱胸。去你的，我只是知道他有一辆高定版本的辉腾，整个沪上就3台那种。秦芬本身也是个爱车的人，一听王校长这么说，顿时2眼放光，高定版辉腾他也想入手一台。之前发售的时候有2台被2个人提前订了，还剩1台，他拖了好多关系，到最后快确定了被人截胡了，他当时气得不行，结果人家告诉他截胡他的人沪上还找不出来。秦芬顿时熄了火，有钱人没几个傻子，为了一辆车不至于。秦芬可不像王校长那样在大老远确认半天，他脸皮厚，直接起身走了过去。兄弟你好，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苏北辰和莫小萌说的正开心，忽然走过来一个花臂纹身的黄发青年跟自己搭话，自己今天这是跟花臂社会哥杠上了。第21章 TAXX 酒吧，有什么事吗？秦芬察觉到自己突然打扰到苏北辰，让他有些不爽。抱歉兄弟，我这人比较直接，忘记做自我介绍了，我叫秦芬，听王聪说你有一台高定版的辉腾，我这人就喜欢车，想去参观一下。秦芬，沪上黄。听到秦芬的名字的时候，苏北辰下意识就说出来这句话。秦芬尬笑道：嗨，都是网友瞎起的，别太在意。苏北辰又顺着秦芬刚刚指的方向看去，在一个4人卡座穿着黑色 T 恤的王聪正一脸蜜汁微笑的跟自己打着招呼。
王聪一旁的女生也在跟自己招手。他忽然想起来前些天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是那个粉色劳斯莱斯车里搭讪自己的女生。也是，之前在网上就看到过王校长有辆粉色劳斯莱斯，那确实和王校长有过一面之缘。虽然打断了和莫小萌的聊天，不过却意外搭上了顶级富二代这条线，苏北辰也没有刚刚那么不爽了。苏北辰，秦哥大名早就听过，王校长也是早有耳闻。两人互换完微讯，客气几句，秦芬就回自己的卡座上去了。莫小萌也是经常往上冲浪，秦芬过来的第一时间就认出来了，没想到眼前的苏北辰居然和沪上皇是一个级别的二代。看着莫小萌眼睛瞪得像铜铃，苏北辰揉了揉他的头，想什么呢？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男大学生而已。莫小萌对苏北辰的动作毫无抗拒，甚至有些享受的滋味。一直聊到晚上11点，莫小萌的好感度还是上不到90。苏北辰一想也是，哪有第一面见面就拉到90以上的好感度的女生，那也太白给了。最后莫小萌以太晚回家不安全为由，提前离了场，苏北辰亲自开车又给她送回家。刚送完莫小萌，手机微讯弹出3条消息：秦芬、苏少、TAXX 酒吧来不来玩一圈？萌萌，谢谢哥哥送我回家，哥哥也早点回去休息，路上注意安全。可爱点 JPG。 小橙子，亲爱的，今晚是不是有事要忙？还需要等你吗？黑 S 点 JPG。 看到最后一条信息的时候，苏北辰直接直呼好家伙，思成思最近真的是越来越会了，居然公然挑衅啊！不过最近身体有些吃不消了，还是先缓一缓。跟程思说完不用等自己之后，又跟莫小萌互道晚安，最后回复秦芬10分钟之后到。晚上将近12点，沪上的车辆少了起来，苏北辰直接挂上 S 档，引擎的轰鸣声响起，直接一骑绝尘驶向远方。王校长开着自己的4大神车之一保时捷918 Spider， 秦芬则是开着自己的科尼赛克停在 TAXX 酒吧门口。与寂静清冷的街道城明显反差的酒吧门口，人来人往，各种豪车聚集在一起，犹如参观豪车展一般。对于喜欢泡酒吧的人来说，12点就是夜生活的刚刚开始。王校长和秦芬刚一下车，就被一群花枝招展的网红给围了上来。酒吧安保人员认出来2个人，赶紧上前去驱散围过来的网红。自己老板郑凯可是交代过，那些人一定不能惹，一定要讨好。王少、秦少，这边请。几个人高马大，穿着黑西装的安保已经为2人筑起一道人墙。秦芬摆摆手道：不着急，我们在这等个人。围观的网红都被惊到了，沪上皇秦公子居然还要亲自在酒吧门口等人。一些八卦记者拿出小相机在酒吧门口拍了起来。紧接着没过多久，一阵阵轰鸣声由远及近传来，只见一辆外观呈流线型的大众驶入众人的视线，但是没人嘲笑这车未破大众，车前面挂的蓝底白字车牌号已经足够让他们这群人闭嘴。秦芬和王聪看到驶来的辉腾也是两眼放光。车子停稳之后，秦芬更是迫不及待冲上前去，绕着车看了一圈。秦芬不得不承认，这简直是自己心中的西装暴徒，普通辉腾他自然是看不上，但是苏北辰这辆辉腾几乎是已经改装到脱离了原有辉腾的形象。苏北辰见秦芬这么兴奋，让他上车去玩了2脚油门。秦芬挂空档，脚踩着油门，听着引擎传来的躁动， W12 发动机果然不是带的。玩了几分钟之后，秦芬下车带着苏北辰直接进了酒吧里。在安保人员的引导下，几人来到 SVIP 的卡座。SVIP 卡座就在整个酒吧的最中心的位置，一个能容纳将近20多人的圆形沙发，酒吧的经理更是亲自出来接待。看苏北辰身边没带女伴，秦芬直接心领神会，跟经理说了几句话，不到5分钟，一众妹子直接涌入卡座中来。感受着左拥右抱的苏北辰第一次觉得酒吧真他是个好地方。此时台上的 DJ 更是大喊道：感谢 SVIP 卡座的秦公子和王公子为苏公子点的10发神龙套，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欢呼声欢迎苏公子的到来。整个酒吧的目光一瞬间就聚集在苏北辰他们的卡座上，举着神龙套的气氛组也扭着性感的步伐入场。一个卡座满满20个人，除了秦芬、王校长和苏北辰之外，全是颜值不低于85分的妹子，让酒吧其他人看得羡慕不已。10套神龙套的酒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很快全部被干完，他们3个男生倒是没有喝那么多，基本都是这些夜场的气氛组在喝，不为别的，纯粹就是图个开心。这些确实是贵，不过秦芬和王校长早就喝够了。苏北辰尝了尝传说中的黑桃 A， 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喝，有点淡淡的香草味，然后就是酸不拉几的，还带点气泡水。他也不知道网上吹的那么厉害是为什么。玩也玩的差不多了，苏北辰挑了2个魅力在88分的妹子留下，就让其他全部下去了，留下2个88分的妹妹。主要还是这2个人健康和体质都在90分左右，其他的都太低了，他也害怕，爱就一个滋。第22章，我就搞点小投资。秦芬把兜里的2盒烟扔在桌子上。
王校长和苏北辰也是毫不客气，直接拿出来一支放在嘴里。苏北辰左边叫柳溪的女陪酒看到后，马上拿着火机给他点上。柳溪点烟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都快融到苏北辰怀里了。坐在右边的吴云看到这一幕，心中暗骂一声骚狐狸，自己手里也攥着打火机，要不是今天自己是生理期什么都反应慢，哪能让他抢风头？苏北辰呼出一口烟圈，心里感慨道：这才叫享受啊！秦分见和苏北辰关系打得差不多了，旋即开口道：北辰，你还没有具体介绍自己呢。我和校长，你应该从网上或多或少了解过一些，做的一些生意和网友说的大差不差。我自己搞了一个投资公司，不过刚刚创立，打算最近物色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家里的话就不太方便说了。苏北辰也是毫不隐瞒，直接说了出来。秦分听到苏北辰开了一家投资公司，眼神往王校长那边瞅了过去。本来葛优瘫的王校长顿时坐了起来。他最近创办了一家直播公司，靠着自己的名气，倒是吸引到了不少的网红来加入自己的熊猫 TV， 这自然是好事。可惜问题也出在这里，规模扩大需要消耗的资金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他老子王健林当初只给他5个亿，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消耗的差不多了。他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这不是瞌睡有人送枕头来了吗？北辰，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创立的熊猫 TV？ 苏北辰心中一笑，刚刚说这么多，等的就是王校长这句话。当然听过，最近各大平台可是被校长你挖过去不少网红，他们估计最近天天头痛的要死。王校长喝了一口杯中酒，随后一脸苦笑。他们头疼的要死，可是我这也是头痛的要死。苏北辰故作不懂，一脸好奇地问道：校长怎么不应该开心吗？怎么还头痛上了？王校长又接着说道：苏老弟，你是不懂那些大网红日常运营，还有赔的那些违约金。不瞒你说，老哥现在手里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最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找投资公司介入了。王校长这个时间点还是在考虑要不要找投资，估计再撑个1个月他就彻底坐不住了，到处去拉投资了。上一世王校长创办的熊猫 TV 在2018年一轮融资的时候，曾一度估值高达200亿，可谓是直播界一大龙头之一。最后因为股东太多，并且强行参与公司管理，导致辉煌一时的熊猫 TV 最后落得一个破产清算的结局。这一世校长认识了自己，也许上一世的剧情自己有能力去改变，并且大赚一笔。我一直都对直播领域很感兴趣，就是不知道王校长需要多少资金，当然太大了，我可拿不出来。王校长一听有戏，连忙试问道：2个亿，15%股份？1个亿，10%的股份？说实话，苏北辰很心动。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2018年3月份的时候，迅腾领投融资了40个亿，才不过15%左右的股份。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现在花2个亿拿下15%股份，在3年后等于40个亿，3年20倍的收益。不过谈生意总是要贪心一些，3个亿，30%股份，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王校长一听，直接反驳道：不行，我只能给你到20%，如果到时候运营起来，后续资金根本是充足的。苏北辰也一改往日慵懒的样子，面色严肃道：你也说了是后续，如果现在连前期都撑不过，还谈什么？我相信校长也去问过其他投资人，我给的条件，我敢肯定是最好的。王校长刚升上来的气势顿时被苏北辰打去一半。他确实问过不少投资人，不过给的条件都很差，倒不如说是看不上他的熊猫 TV。 资金给的充足的 VC 风险投资公司条件就很苛刻，要么是签署对赌协议，要么是安插人到公司指手画脚。王校长看着一道谈判就变了个人一样的苏北辰，无奈道：2.5个亿，20%股份，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底线了。苏北辰这边也是见好就收，伸出自己的右手：合作愉快，王校长。王校长也伸出手和苏北辰握在一起：合作愉快。一桩在未来价值数十亿的交易就在 DJ 声震耳欲聋的酒吧完成了。秦分见王校长拉到了第一笔融资，也是替他开心。今晚不醉不归，苏北辰心情也是大好，举起酒杯，走起。秦分直接又点了10套，每套价值88888的神龙套，全当是庆祝王校长融资到第一笔钱。上酒的过程 ，TAXX 的老板郑凯一路小跑到 SVIP 卡座：王少、秦少，你们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有失远迎，我自罚3杯。说着，郑凯拿起威士忌的原杯，连喝3杯，随后又给自己满上，走到苏北辰面前：苏少，我刚刚就来了，不过看您在和王少谈事情，我一直在旁边等着没有过来。咱们第一次见，多谢您来 TAXX 捧场，我干了您随意。说着，又把手里的酒直接一口全闷掉。而苏北辰只是象征性的喝了一口。那些荧幕上光鲜亮丽的明星，在资本面前也是端茶倒水的存在。这就是阶层之间的鸿沟，想跨越阶层真的是难如登天。不过也有不少例子，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大秘密，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从一个演员跨越成为资本。王校长招呼着郑凯坐下，跟他们一起来，今天心情好，坐下一起喝点聊聊天。郑凯心头一喜，
赶快入座。陪着苏北辰喝酒的柳溪和吴云见状也是马上给郑恺准备好一个新酒杯。第23章 SF90 Spider。 时间转眼间来到6月17日，苏北辰前2天和小猎豹郑恺、王校长他们那天晚上没少喝，最后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只知道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躺在大床上了。之后的2天，苏北辰也没有出去继续浪了，每天把任务刷一刷，再顺便消费消费，长长经验。系统打开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5，健康97，魅力96，金钱 1.66 亿，等级3 142W 1000W， 距离自己升 LV4 还差900W 的资金。苏北辰这2天的每日任务开了2个白银箱子，获得了一个股市探测器 1000W 以下和 500W 现金。现在手上能动用的闲置资金差不多1200多 W， 今天可以试一试把等级给拉到 LV4。 找到勤奋的微讯，直接发了条语音过去，问问他买什么超跑合适一些。自己虽然有一台性能不错的辉腾，但是俗话说得好，男人的车库里永远缺一辆超跑。勤奋一听苏北辰要买超跑，直接一个语音电话打了过来。北辰，你打算买超跑啊？那你可找对人了，我只能这么说，没人比我更懂超跑。听着这话，苏北辰总感觉有一股子川建国同志的味儿。2人又约了具体时间，闲聊了2句就挂断了电话。家里就苏北辰自己一个人，中午也懒得做饭了，拿出手机点了个外卖之后继续打联盟去了。程思和李博也已经从原来的老公司离职，不过跟着李博跳槽的人倒是没想象中的那么多，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已经失去去闯的勇气。李博跟自己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着点愧疚，苏北辰倒是觉得无所谓，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几乎就等于失业，人才市场一抓一大把，不愁招不到人。李龙驾驶着雷尔法、雷克萨斯商务车，苏北辰舒舒服服地躺在后面的太空座椅上，一手喝着快乐水，一手看着新更新的小说，正看到精彩的地方，结果居然没了，气得苏北辰使劲点小说后面屎黄色的按钮，还评论留言道：赶紧给老子1天更10张，别逼我动用超能力把你关进小黑屋，每天不更完10张不准出来。一顿发泄过后，车子也缓缓停靠在法拉利的店门口，又等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秦芬也开着自己的迈凯伦 P1 停入停车场。北辰，这次买跑车预算是多少？苏北辰距离升级还差900万左右的经验，干脆直接买个900W 的得了。900万左右吧，太贵了也买不起。秦芬点点头，2人先来到法拉利店。几个正在聊天的销售看到进来的一大群人，连忙上前询问：欢迎光临法拉利，请问2位先生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吗？也是刚进店没多久的程辉看到这一幕也是心里有些不爽，小声嘀咕道：真就区别对待呗。一旁听到他发牢骚的人对他嗤之以鼻道：那你不买车，人家接待你干什么？听到一旁的人对自己的嘲讽，程辉心里也有些不爽。顾客是上帝，我现在不买，又不代表我以后不买，就冲这些销售现在这态度，我以后有钱了我也不买。或许是声音有点大了，吵到了周围人，都开始对他：得了吧，就冲你这屌丝样子，本事没有脾气倒是不小。确实啊，自己又不买，进门又是要水，又是想试驾，中午还在这蹭饭，结果现在还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你是会做人的。程辉也是被人说得满脸通红，灰溜溜的从店里溜走，开着自己的2手奥拓就走。这段小插曲，苏北辰和秦芬2人并没有注意到，即便是注意到了，也是嗤之以鼻。秦芬敲了敲法拉利458的外壳，对苏北辰讲道：法拉利458，这个就是平常见的最多的款型，算是基础入门款，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买这个，预算暂且不说，主要租车行全市都是这个车，你买了人家也说你是租的。苏北辰点点头，这个倒是真没错，过几年抖音火起来之后，好多富二代网红的人设基本座驾都是这辆车。秦芬又带着苏北辰走到法拉利812面前，一众销售也是跟在2人后面，整个画面显得比较有意思。庞佛秦分成了法拉利销售，而一群销售则是跟在2人时不时附和几句。这个算是我比较推荐的车型之一，法拉利812这个车型算是比较低调的款式，整体感受下来的话，812驾驶感还是相当优秀的，乘坐很舒适。最满意之处就在于这台 V12 高性能发动机，每次路过隧道或者桥下时拉高转速带来的听觉盛宴简直是让人陶醉。苏北辰敲了敲碳纤维的外壳，又拉开车门看了看内饰，说实话他感觉中规中矩，他买跑车就是张扬一些，低调的话有辉腾就够了。老秦，我觉得还是有些低调了，毕竟我有一辆够低调的辉腾了，想买个比较个性张扬一些的。秦芬一想也是，把他有个高定版辉腾的事给忘了。那我就推荐你买法拉利 SF90 Spider。SF90 Spider 是法拉利有史以来第一台能够看到发动机的敞篷法拉利，基于 F154 优化了排量后，凭借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3个电动机和没有倒档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综合的输出功率直接达到1000匹，赛道模式下也是相当优秀。苏北辰看到 SF90 的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这辆车的前脸设计非常独特，它配备了一个低矮而宽大的前进气格栅，带有锋利的边缘和大胆的线条。在格栅上方，窄小且锐利的头灯提供了强烈的视觉效果，为整个车头增添了一丝侵略性。老秦别说了，就它了，选配的细节你再帮我看一看。第24章，白金宝箱。苏北辰选配的时候几乎是把配置拉满，裸车 480W 的 SF90 硬生生被选配加到 900W， 秦芬都忍不住感慨，你有 900W 再加点，直接上大牛了。一旁负责苏北辰的销售也是这么认为，有钱人是真会玩，这单子自己开出来光提成都有几十万了。销售又告诉苏北辰，因为 SF90 没有现车，需要从欧罗巴总部那边发货往这边运过来，所以想要真正开上车，估摸着要等到2个星期之后了。但是需要先把订车的定金给交上。苏北辰一听，直接别交什么定金了，拿出黑卡，直接全款拿下。最后，整个法拉利店的员工几乎都是目送着苏北辰和秦芬的车子驶离停车场，直到看不见两人的车尾灯才回到店里。苏北辰为了答谢秦芬今天陪自己看车，特意订了和平饭店的祥龙包间。老秦，我在沪上虽然待了有3年时间，不过说实话，认识的朋友就你和校长2个人，能不能给老弟介绍点朋友认识认识？秦芬一听，这感情好啊，苏北辰这是想融入自己的圈子了，他肯定双手赞成。他前2天也让人调查过苏北辰，只能查到年龄和学籍，除此之外什么信息都查不出来。不仅仅是秦芬，王校长也查过苏北辰，结果基本都是一样，再往深处查就遭到上面人的警告，也就此作罢。2人讨论过后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一定要结交苏北辰。苏北辰在商务车后座上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游戏画面，只见自己的等级已经提升到 LV4， 每日任务的宝箱概率已经变为青铜宝箱概率 30%， 白银宝箱概率 40%， 黄金宝箱概率 20%， 白金宝箱概率 10%。 白金已经提升到 10%， 1/10概率。今天每日任务依旧是背单词，苏北辰觉得自己现在英文单词水平提升幅度十分明显，之前看国外的上市公司研报可能还需要翻译软件，现在几乎很少使用了。利用路上的时间，苏北辰很快就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每日任务已完成，获得奖励白金宝箱1。白金宝箱，上次黄金宝箱里的东西给自己开出了价值 6000W 的大平层，白金宝箱最差也得是这个程度吧。上下上下，左右左右，包吧，给我出。白金宝箱已开启，方远建设集团 2% 股份1。方远建设集团的股份就 2%。说实话，他印象里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公司，于是拿出手机在千度上搜索了一下方远建设集团。根据千度上的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海外光伏设备建设，国内的工程接的很少，所以倒不是那么知名，但是在海外却有着不小的名气，几乎世界各地的新能源光伏发电都有他们的身影。他又在网上查了半天，倒是没找到公司的估值，不过最后一轮融资还是在5年前，2010年6月份的时候，摩根大通和红杉入局，一共融资190个亿，占比 10% 股份。如果按照这么换算下来的话， 2% 的股份价值也就是38个亿。而且这还只是5年前，世界经济发展这么快，龙国的企业发展更是跃进式的膨胀，按照公式来计算的话，自己这点股份差不多价值50个亿。宿主所持有的股份只能得到每年的分红，不可出售，去年分红已打入宿主银行账户。系统的提示音刚落，苏北辰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消息，中行尾号6436账户收到来自方远建设集团的分红转账7800万龙国币。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哪怕什么都不干，每年也有上千万的分红到账。果然越有钱的人越有钱，这句话真的不是盖的。快到晚高峰了，车辆慢慢的多了起来，苏北辰和秦芬到和平饭店已经是将近6点左右，而王校长和另外2个人比他们还早一步就到了。苏北辰和秦芬一进房间，3人马上起身相迎。王校长先走了过来，听说你花900万配了个 SF90， 到时候车到了赛场上跑几圈？苏北辰笑道，那可得请校长手下留情啊。秦芬拉着其中一个个子瘦高、长相清秀、约摸着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大的男生给苏北辰介绍道，麦超，我哥们上京无名居就是这哥们家里开的，除此之外还投资了娱乐行业、酒店行业、矿业行业、科技行业，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唯一混进娱乐圈的富二代，想要什么好的资源都可以找他。秦芬介绍到好资源的时候，特意用了懂得都懂的眼神，紧接着又介绍起下一个人，方远海，方远建设集团的大公子，海外有什么事找他准靠谱。因为2人在来之前几乎都了解了苏北辰，所以秦芬也没有特意去介绍。苏北辰心中一惊，难道刚刚秦芬介绍的方远建设集团是自己白金宝箱开出来的那个？
只见方圆海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一脸笑容向苏北辰伸出右手。苏董，好久不见。除了苏北辰之外，其余几人都是被方圆海的话说的一脸懵逼。方圆海和苏北辰握完手，马上向众人解释道：在来的路上，王校长还跟我介绍了苏董，我当时就猜到了可能是我家公司的一个大股东，没想到还真是。当年融资会议上，我跟着我爹一起去了，在场的基本都是些老狐狸，结果就看到了年纪轻轻的苏董。依稀记得当时才16岁的苏董，以干净利索的手段从众多资本中抢到价值38个亿的股份，不得不说投资眼光简直是很辣。秦芬和王校长看着苏北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大熊猫一样，合着这货说自己刚创立了投资公司是忽悠他们玩的呀？人家早就在5年前就开始搞投资了，而且一出手就是38个亿，而他们呢，5年前还在学校玩泥巴呢。原来我们一群羔羊里混进来一只披着羊皮的狮子。第25章赚钱的机会。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苏北辰被众人直勾勾地盯着，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解释。秦芬走过来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以前的我年少无知不懂事，还在网上说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没我有钱之类的话，现在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人外有人。秦芬并不是调侃苏北辰，而是真的第一次发现自己可能没对方有钱。苏北辰16岁，也就是说10年的时候就能拿出来40个亿的现金，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炸裂。方远建设集团在座的几人基本都知道，普通人的圈子里也许不怎么有名，但是在顶层圈子几乎人人挤破头皮都想进去当股东。每年的高分红以及站在方远建设集团背后的能量，都是让这些富豪为之疯狂的理由。方远建设集团的创始人也仅仅只占了 5% 的股份，剩下大大小小加在一起的股东占 44% 股份，至于剩下的 51% 股份都是在龙国手里。所以能进入方远建设集团的，除了引入的一小部分外资之外，基本都是家庭背景查不到的存在。王校长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苏北辰的社会地位，但是每次见面都能刷新自己对他的认知。苏北辰也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连忙咳嗽2声。嗨，老秦言重了，既然交朋友就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包间里在座的基本上条件也差不到哪里去，很快众人反应过来，人家都主动结交咱们，结果自己倒是畏手畏脚了，那怎么能行？几人落座之后，还是有意无意的让苏北辰去做主座。苏北辰客气了2句，最后还是拗不过坐了上去。紧接着一道道精致的菜品很快被端到桌上来，每个人面前的凉酒器里倒满了20年的茅台，哪怕是不懂酒的苏北辰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酒香，都忍不住想喝上2口。几杯酒下肚，再加上苏北辰外向的性格，很快几人就聊开了，气氛倒是轻松了不少。王校长看着麦超不胜酒力的样子，开玩笑道：超啊，最近怎么这么虚了？又被哪个小妖精榨干了？麦超虽然喝得有点小醉，不过丝毫不影响他吹牛逼。不是我说，最近娱乐公司新签约的小明星那一个个的叫水灵啊，不过最近还在培养感情，倒是没有什么动作。男人喝完酒的第一阶段开始谈女人吹牛逼，果然不是盖的。众人一听，瞬间两眼放光，包括苏北辰在内，哪个男人不会对自己心仪的女明星歪歪呢？麦超一看众人都愿意听自己吹讲故事，立马也是来了兴致。等哥们我搞定之后，随便兄弟们挑。方圆还以为麦超半天能憋出来了个什么，结果跟听个屁一样。神 TM 你搞定之后让兄弟们挑，让兄弟们给你洗锅是吧？苏北辰也是一阵无语，只能说有钱人真 TM 会玩。麦超看大家误解自己意思，赶忙解释道：我说的是搞定他们思想工作，想什么呢？我麦超是那种人吗？可别在苏哥面前抹黑我。说罢掏出手机对着苏北辰说道：苏哥，等着我这就给你安排上3线明星，保证干净。苏北辰本想说算了，可是那可是小明星啊，所以他还是选择了遵从内心的想法。其他3人心中暗骂，麦超这孙子是真会来事啊，怪不得人家能在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麦超这边打完电话，微信上又给苏北辰推过去一个名片，苏北辰也是不动声色的加了好友，顺带给麦超发了个牛逼的表情包。5个人一共喝了1斤的酒，本想开第2瓶，但是苏北辰好像是想说什么事情，也就作罢。苏北辰让服务员把桌子上的菜都撤下去，顺便上点茶解酒。在座的各位基本也都能说是朋友了，相信你们或多或少知道我最近在搞金融公司。我的金融公司不仅仅只是搞一些投资、期货、债券、股票，基本上市面上流通的金融产品我都会去做。简单的说，最近有个能赚钱的机会，我想带着在座的各位一起，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除苏北辰外，在座的4人相互看了一眼，最后还是关系比较好的秦芬先开口道：北辰，不是说兄弟们不相信你的眼光，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跟兄弟们具体说说这个机会？苏北辰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开口讲道：我看准了国际期货市场里的电解铝，根据我的预测，马上就会迎来一波巨大的跌幅。
苏北辰知道电解铝在明早开盘会大跌，纯粹就是用了之前白银宝箱开出来的道具。几人一听是国际期货市场，立马就有点打退堂鼓的心思。殊不知多少有钱人都是毁在了股票期货上。王校长当年做股票亏几千万销户的事情可是历历在目。苏北辰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能带上这些人赚钱，产生利益绑定，那潜在收益绝对很高。不过看着几人的样子，好像不太相信自己。不过也是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说能带自己赚钱的人，要不是方圆海今天站出来为苏北辰证明是自己家的股东，几人可能还以为苏北辰是个金融骗子。当苏北辰心想着算了的时候，方圆海又一次站了出来。苏哥，我出500万跟着你做一波。方圆海决绝的态度让苏北辰一愣，不过看他这样估摸着是觉得500万应该是拿不回来了。没关系，方老弟，这500万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先观察观察，毕竟第一次见面带着警惕心很正常。方圆海摇了摇头，我相信苏哥的决策，我的态度这么坚决，只是因为我相信你肯定能赚到钱，只是我手里现在只有500万，所以没办法了。苏北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小一点的小老弟，忍不住笑了笑。其他人看来还是没有这个勇气投多少钱，秦芬拿了200万，麦超拿了100万，而王校长可能是有阴影的原因，只拿了区30万。第26章，永远不要想着赚到最后一个铜板，一共是830万。说实话，现在苏北辰都已经有些看不上这点小钱了。不过这波正好可以让他们尝到一些甜头。几人都是银行的大客户，有24小时团队服务，哪怕是晚上9点多转账的钱也是秒到账户。看时间差不多了，苏北辰告别几人，打开微讯，发现有4条未读消息。一条是刚刚加的女明星发来的，苏先生，今晚需要我帮您放松一下吗？苏北辰简单婉拒了，虽然很想冲女明星，但是今天晚上就算了，今天可是美股的收盘之战了，他需要全程盯盘，在最合适的地方清仓离场。另外2条微讯都是上次和秦芬他们去酒吧陪酒的2个人的，苏北辰直接忽略掉了，点开最后一条，李博发给自己信息。李博，苏总，我已经在老地方等您了。苏北辰 OJBK。 苏北辰回复完李博，直接让李龙开车送自己去咖啡厅。米国早上8点半，距离美股开盘还剩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昨天大盘走了 V 字，所有专家几乎都在呼吁股民拿好手中的股票不要卖，大盘已经洗干净了，出现了100年大底，同时让还在观望的股民赶紧进场抄底。而巴菲特的一番发言更是给股民们打了一剂强心剂。我认为现在的收益是大于风险，不排除今天会有急杀造成恐慌盘洗掉筹码，但我还是会选择在今天慢慢建仓。股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起来，我要和8神一起建仓，把我失去的都夺回来。完美躲过大跌，我这波已经开好杠杆，就等着买你们割肉的筹码。我已经把我岳父岳母的房子和养老基金做抵押拿来补仓了，这波我也觉得差不多了，牛市马上就回来了。现在美股里的散户基本上都已经上头了，每天都在歪歪着股市反转大涨，帮他们大赚一笔。殊不知一个魔爪正缓缓朝他们伸过来。 AEO 投行总裁米切尔沉默地看着自己金融顾问艾森递交给自己的资料，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米切尔叹了一口气，抬起头问向面前的艾森，这件事还能瞒多久？艾森面无表情地用手比了个1。1天。艾森摇摇头回答道，最多1小时，包括散户在内，全世界应该都知道了。米切尔没有想象之中的愤怒，感觉这件事好像在意料之中一样。他缓缓摘下眼镜，看着这个即将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眼神中好像透露出了悲凉，头也不会向艾森摆摆手。我明白了，那就1小时后公布吧。如果那群疯子计划顺利的话，会有人出手的。艾森点点头，拿起桌上的资料往屋外走去。下一刻，只听楼下传来嘣的一声，随后响起了路人的尖叫声。苏总，根据我的判断，美股指数应该还会继续向下走，难道我们今天就收手吗？李博不解地看着苏北辰，以他的判断，美股还没有缩量下跌，所以感觉跌势应该还会继续延续一段时间。苏北辰则是不以为然，股市里永远不要想着赚到最后一块铜板，我们已经赚得够多了，剩下的留给别人就好，我们准备换阵地了。李博点点头，自从买了美股翻了好几倍之后，他现在几乎是无脑相信苏北辰的判断以及决策。米国时间早上9点30，盘前集合竞价3大指数全部跳空高开，米国股民一阵欢呼，称股市要开始逆转了，这引得无数还在观望的散户纷纷掏钱入场。直到临近开盘前3分钟，一则新闻悄然从华盛顿日报传出， AEO 投行宣布破产， AEO 投行总裁米切尔已跳楼身亡。几乎是在这则新闻出来的一瞬间， AEO 投行的股价从232刀一股的股价一瞬间跌幅60%到92刀，美股指数从2%一下子掉到1.67%。而有些散户已经还在后知后觉，看着自己的股票水涨船高，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
就在米国时间10点，美股正式开盘，似乎是受到 AEO 投行的影响，指数连给人出逃的机会都没有，直接一路向下飞奔而去，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跌破-5%，触发了美股熔断临时停盘机制。此时再也没有人觉得牛市来了，反而觉得像一只大熊正朝着自己走来。散户们趁着临时停盘，纷纷在卖单上挂上自己手里的股票。15分钟一过，美股再次开盘，这次又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直接跌穿-10%，触发2次熔断机制，继续停盘。第二次停盘就是45分钟了，如果跌穿-15%，那今天美股将会有史以来触发第3次熔断机制，美股会停止交易，一直到明天开盘。而李博和苏北辰也已经挂好了平仓单，挺苏北辰的提议直接挂在了-14.9%的位置，也就是在大盘触发第3次熔断之前，他们平仓离场。45分钟很快就过去，美股继续开盘，不过这次倒是没有那么快的急杀，倒是像出现了些许承接一样，慢慢横盘住了居然。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一笔大卖单的出现，市场上散户的恐慌情绪又被带动了起来。美股继续向下探底，在14.8%左右的位置出现了5个亿美元的脱单在顶着，让股价始终触发不了第3次熔断。因为苏北辰挂的单子早，所以排在5个亿美元的脱单前面成交，看已经全部清仓，苏北辰也放下心了，生怕那些大资金慢慢买起来，哪怕少赚一个点，他也觉得亏得慌，毕竟收割老米这事就得狠的。李博此时也看向自己的账户，账户余额296万美元，将近300万美元躺在账户，这可是实打实自己赚来的。按照现在汇率来换算，1美元等于6.6龙国币，也就是自己现在手里差不多有2000万龙国币。李博咽了口水，他真的不敢想苏北辰赚了多少，他除去本金开了5倍杠杆，翻了10倍，而苏北辰本金1000万龙国币，开了20倍杠杆，也就是他赚了40倍，整整4个亿龙国币。第27章灯塔国的恶意狙击。苏北辰倒是不怎么激动，基本就是看着答案来做题，考了满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现在自己手里一共有4.8个亿左右的资金，其中2.5亿都是要投资熊猫 TV， 加上秦分那边的 930W， 剩下2.4个亿全部拿去转战期货市场。按照自己这个资金量，估计期货公司最多给自己配资20倍，差不多48个亿。看着李博跟个傻子一样笑呵呵地看着自己的账户，苏北辰拍了拍他肩膀：“老李，今天早点休息，明天转战国际期货市场。”李博瞬间回过神来，拉住苏北辰：“苏总，这2000万我全部跟着你梭哈。”苏北辰笑道：“你就不怕赔了？或者我卷着你钱跑路了？”李博被苏北辰说的顿时怂了一下，不过很快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我李博这个人别的本事可能没有，但是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如果苏总真的全赔了或者卷走了，我李博也认了。”苏北辰被李博弄得哭笑不得：“行了，说的跟你要上刀山下火海一样。”苏北辰看时间也不早了，让李博早点回家休息，自己让一直在外面等着的李龙送自己回静安天域去。程思也是听苏北辰的指令，早早的就设置了止盈单，资金也从当时的13W 龙国币一路跟着苏北辰做到500多万龙国币。毫不客气地说，这些钱几乎都是苏北辰白送给自己的。于是程思今晚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送给苏北辰，连安全措施也不做了，直接买好了宝宝嗝屁药。这一夜程思异常凶猛，哪怕是被苏北辰打得接连倒退，他也是不服输的继续穿上新的战袍杀向敌军。不过以苏北辰如今的体质，只能说战3个程思都不成问题，最后还是以程思几乎昏迷过去为代价结束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第二天一早，苏北辰直接坐起来，近乎完美的体质，哪怕昨天战斗到那么晚，早上8点起来依旧精力满满。吃过早饭，看程思还没有起来，在他额头上亲一下之后，就开着自己辉腾去咖啡厅了。鉴于李龙昨天等自己到那么晚，苏北辰给他放了1天的假。国际期货市场开盘时间是早上10点左右，苏北辰坐在咖啡厅整理着每天发生的新闻，试图从记忆中寻到新的投机机会。差不多9点左右的时间，李博也顶着2个黑眼圈进了办公室里。苏北辰头也没抬，问着李博：“老李，咱们公司的办公室大概多久可以装修完成？”李博打了个哈欠，端着咖啡坐到苏北辰一旁：“差不多还有1个月左右，基本就可以入驻办公了。之前让李博创办公司的时候，顺便让他在咖啡厅这栋写字楼租下来2层当做公司场地。不过重新创新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不过公司目前也没有什么主营业务，倒也觉得无所谓。”李博启动苏北辰给他配置的电脑，挂上穿梭外网的软件，资金这边已经到位了，一共7.3亿美元。接下来听我指示就好，操作量比较大，就辛苦一下你了，老李。李博之前也做过期货，当过期货交易员，虽然说是10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肌肉记忆几乎刻在脑子里，稍微联系了一下快捷键指令，就找回了当年的感觉。而此时闽福省的一家市值1000亿的公司里，华南锋此时脸上看不到一点笑容，眉头似乎是粘在了一起。
而他正是这家价值千亿的天南控股的董事长。天南控股涉及行业主要是金属方面，特别是电解铝，占了主要营收的 85%， 出口量占了 70%， 几乎全球 40% 的电解铝都是掌控在天南实业手里。今年工业开工率大幅度提升，电解铝订单几乎是供不应求，但是现在华南锋却开心不起来。这位已经65岁、有世界电解铝王之誉的实业大佬，最近一直在跟各方协调。2天前，因交割品不足等因素，他一手创办的全球电解铝龙头、世界500强民企青山控股突然卷入一场海外资本蓄谋，并借助规则漏洞予以精准实施的资本狙击。事情的缘起在于天南控股在 LME 灯塔国国际期货交易所一直持有20万吨的电解铝远期空单，用作套期保值。如电解铝价平稳，这20万吨空单不会造成任何问题。而且，如果天南控股拥有足够的交割品，那也不会带来太大损失。但恰恰由于欧罗巴忽然大罢工，令市场逻辑发生逆转，天南控股这笔大空单和交割品不足的漏洞被国际资本捕捉到。原本天南控股完全可以通过购买东南亚电解铝的方式来完成交割，但不料海外财阀向各个东南亚国家施压，发生想要买只能高出原来3倍的价格。另一方面 LME 要求电解铝交割品的含铝量不低于 99.8%， 天南控股自己生产的产品含铝量又达不到这一标准，难以在 LME 交割，遂遭遇多头连续拉涨铝价的逼仓行为。华南锋现在如果不能在6月20日之前按照如今的铝价交割产品，那20万吨的空单就会全部被强平，将近50个亿的现金链断裂，哪怕是千亿企业也遭不住。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面加资金，而海外那边也是不停的往里面加资金，双方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就是看哪边先扛不住。不过从目前连续被拉升的铝价来看，应该是天南控股这边快扛不住了。与此同时，华尔街的一间会议室里，几位金融投资公司代表围绕着圆桌坐了下来。发起这场圆桌行动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副总裁皮埃尔。皮埃尔通过会议室的荧幕打开国际期货交易所软件，选出铝价格走势图。诸位先生们，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成果，我们已经遏制住了龙国天南控股的空单，那边已经没有更多资金跟我们抗衡了，接下来就静静等待着他手里的 20W 空单被强平吧。第28章，一字断魂刀。而此时上京的某一处办公室呢，还是上一次开会的领导。其中一个鹰派的代表张国兴一拳砸在桌子上去，他的就这样看着这群豺狼把我们龙国的企业给分食了吗？当然，在座的人里有鹰派，自然也有保守派。只见保守派的人马上反驳道：企业如果都需要我们出手，那以后那些开企业的老板国际市场一有难就求我们，我看你怎么收场。更何况如果我们下场和资本博弈，那可就升级成国际问题了，可别忘了当年债市事件。几人听完前半句本想起来力争一番，后半句的债市事件让在座的人都熄了火。李国华脸上也有些难堪，当年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还只是下面的一个小科员，他亲眼见了当年国外资本绞杀龙国企业的场面，可谓是残忍至极，基本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诺曼底。会议陷入了沉默，大家似乎都有些咽不下这一口气。各退一步吧，这次帮天南可以，但是最多只能拿出来50个亿帮他们，需要找我们的白手套去帮忙做，不能让别人察觉到。李国华缓缓开口道，而且这50个亿不能白拿，需要签署协议。如果天南控股真能平安度过，那这40个亿我们按照贴息利率去向天南收，如果没有平安度过，官家资金就会介入天南，现在谁还有什么异议吗？众人相互看了看，觉得这应该算是最好的方案了。哪怕天南控股真的失败了，只要官家资金介入，那到时候便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这笔空单给强行砸下来。华董，朝廷那边已经同意帮我们出手了，不过华国锋的秘书孟叔犹豫了一下。不过什么？不过那边的意思是那笔资金是有协议的，您看一下。华国锋接过协议，大致上扫了几眼，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华董，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去和上边再沟通沟通。华国锋看着自己外甥女一脸愁容的样子，苦笑道：无非就是这波没渡过去，我这企业会被朝廷收购而已，收购反而是好事，这样公司的员工也不会失业。孟叔也是长叹一口气，自己这舅舅就是心善，哪怕是到了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心里也在想着自己员工的后路。咖啡厅里，两人资金全部归纳到苏北辰账户上，也是为了一会操作的更加方便。趁着国际期货市场没开盘，李博趁着这一会儿的功夫看了一眼美股大盘，没想到昨天快跌穿的美股，今天居然奇迹般的横盘住了，而且还有一点想要翻红的趋势。卖盘基本上都差不多了，除了死扛的散户，该爆仓的爆仓了，该离场的这几天都走了，现在正是那些大基金公司慢慢建仓的好机会。苏北辰站在李博背后，盯着屏幕上的美股大盘。李博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苏北辰的看法。如果不是苏北辰喊着自己转战期货市场，可能这个时候他也会慢慢在这个位置建仓。
9点59分58秒，9点59分59秒。国际期货市场开盘，大宗商品铝的价格瞬间开始飙升，0.6%、0.9%、1.2%，开始开空单。某个神秘的交易所里，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男人一声令下，坐在电脑前的几位交易员直接开始操作起来。与此同时，正在大洋彼岸盯盘的华尔街财团发现了一丝不对劲。艾瑞克看着盘面上突然出现的几百手空单，直接抑制住了正在疯狂上涌的 K 线。皮埃尔主管，有资金正在不断加空单打压价格，我们是否要接对方的单子？皮埃尔眯着眼盯着大屏幕上的成交单，他也发现了一丝诡异。按他们调查的结果，天南控股已经从银行抵押不出来更多的资金了，不应该会慢慢加仓才对。估计是哪些投机客想要在我们这吃一笔，不用怕对方出多少空单，我们接多少。铝价就一直被卡在2240美元每吨的价格上下波动，情况一直持续到3个小时之后。皮埃尔主管，我们账户上马上就没有更多的资金了。这时皮埃尔才察觉到一丝不对，按理来说投机客的资金绝对达不到2个亿美元的规模，自己账户上的2个亿几乎全部吃下他们的空单，可不但没吃完不说，对方还变本加厉的没比买的空单更多。开启2、3、4号账户，所有资金继续做多。皮埃尔脸色有些阴沉，让我来看看哪只小老鼠敢来踏进这必死的局。经理，我们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了。中年男人眼中看不出任何波动，只是轻轻点头。你们辛苦了，剩下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了。几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收拾起东西就往屋外走，几乎是对发出的命令令行禁止一般。屋里只剩中年男人一个人，只见他掏出厚重的笔记本，点开交易软件，顺带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老话，能不能活，就看我这把刀能不能斩断这根 K 线了。说罢，直接点击全仓开空。就在他进行操作的前1分钟，咖啡厅的办公室里，李博一直都在等着苏北辰的指令，集中所有精神盯着盘中每一笔交易。准备出手了。苏北辰瞅准着道具测算出的时间，3、2、1，就是现在。此时铝价已经来到了2300美元每吨，眼看着还想往上涨，李博直接挂出巨额空单。而与此同时，中年男人也按下全仓开空。这一刻，艾瑞克看到了此生第一次见也是最后一次见的一幕。一个日交易量达到1000亿的交易品种，此时横着走的 K 线居然就像旋转了90度一样，直接数字1一样垂直的向下方冲去，就像被一把锋利的长刀一刀挥了下去一样。纵使是开着16度的空调房里，艾瑞克的背上也布满了冷汗。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字断魂刀？第29章搅局者。主管，出事了，有巨额空单忽然出现在市场上，铝价已经被打压到1了。主管，3号账户也马上没有更多资金了，只剩4号账户还有1个亿资金。主管，皮埃尔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手下的人叫自己的职位叫到头疼欲裂。安静各位，情况我已经知道了，4号资金继续抬高铝价，不要让散户产生恐慌情绪，我现在就去申请更多的资金。皮埃尔拖着肥胖的身体一路小跑进自己办公室，拿出电话拨向其他财团的总裁办公室。好一阵磨嘴皮子，才让7家财团里的6个拿出更多的资金，没拿出来的那家以拿这么多钱投2级市场风险太大为由给拒绝了。皮埃尔挂断电话，骂了一句懦夫。这次申请到了3个亿美元的资金，再加上之前投入的7亿美元，这次的资金量已经达到了10个亿美元，快占全天总交易额的10%了。交易额是一买一卖加在一起的价格，所以这里计算的时候需要除以2。中年男人看着被瞬间砸下去的铝价，他仔细看了一眼成交单，发现有人也在出手。新的搅局者出现了，只见他双手合十，祈求铝价能够继续砸下去。而上京的某个金融公司里，张国兴看着准备就绪的众人，对着掌管期货市场的总经理沈晨点头表示可以开始了。结果沈晨还没来得及喊开空，就发现铝价开始暴跌。沈晨脸色直接阴沉了下来，碍着上面领导在这没好意思发作。没有我的命令，谁先交易了？一众交易员面面相觑，互相摇摇头。沈晨快速检查了一遍资金，发现确实没有人提前交易。张部长，好像有别的搅局者入场开始做空了。张国华看着被一刀断魂的铝价，暴喝一声：好啊，砸得好，就该砸死这帮资本狗。小神你去添把火，让这浑水再浑一点。沈晨马上把命令发下去，刚刚稍稍拉升上来一点的铝价，一瞬间又被砸下去一大截。华尔街这边也是使劲在买着3路资金开出来的空单，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7点。苏北辰和李博全程都在屋里，没有出去一步，还好有程思给2人送饭，不然2人都没有意识到已经天黑了。而此时战况已经愈加白热化，两边都开始几千万龙国币的规模的往里面扔。华尔街那边已经开始着急了，资金马上快见底了。皮埃尔见状直接一狠心，直接拿出1个美元全部买多。
铝价一瞬间吃掉上面所有的空单，直接暴涨5个点。K 线犹如一头充满怒气的黑牛一样，抬着它高昂的头颅向挑战者发出怒吼。而上京金融公司这边也是被华尔街打出火气，你们梭哈，我们也梭哈！1、2、3账户全部做空砸下去！沈晨嘶吼道。只见一头暴熊猛地站起来，一掌给刚刚抬起来头的黑牛拍了下去，铝价瞬间又被砸回负3%。皮埃尔看着所有账户里只剩下1个亿的资金，他也开始有点慌了，因为几家财团都不愿意继续支持自己资金了，包括自己的母公司摩根士丹利也不愿意继续在这上面耗费资金了。皮埃尔双眼布满血丝，看着被不断拉扯的铝价，他恨不得把 K 线直接拉到天花板上。他一心狠，直接下达命令，剩下的所有资金全仓买多。而几乎是同一时刻，沈晨也抱着粗口怒吼道：剩下的所有账户全 TND 给我砸下去！铝的 K 线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开始上下抽搐起来，直接在1分钟内成交了80个亿的交易额。几分钟过去了，铝价一直卡在0轴线上下轻微波动，整个战场似乎都陷入了平静。皮埃尔喘着粗气，看着卡在0轴不动的 K 线，缓缓地露出了笑容。他赢了，他赢了！对方已经没有更多的子弹了，只要铝价卡在这个位置，后天一到，天南的20万吨空单瞬间被平仓，铝价估计直接涨上天去，那时候就是他收获的时候了。至于电解铝下游的企业的死活，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赚到的奖金在什么地方买什么庄园买豪车了。反观上京金融公司这边，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沈晨双眼通红，眼泪在自己眼圈中打转。为什么？为什么上面不能给我们更多的资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张国兴此时也是感觉十分憋屈，但是也无可奈何。正如会议上那些保守派说的一样，如果上面下场帮助一个民企，那真就是升级到国际问题了。忽然有个声音大喊道：下来了，下来了！全部人都看向那个发出声音的交易员。沈总，铝价开始往下走了。沈晨猛地抬起头，一把抹掉在眼眶里的泪水，看向大荧幕上的 K 线图。只见 K 线图像一道弯弯的月牙，慢慢向下滑动着。负1%，负1.5%，负2%。天南控股的华南锋，神秘交易所里的中年男人，上京金融公司里的张国兴和沈晨，华尔街的皮埃尔，几乎所有人都盯着这条缓缓滑落的 K 线。没交易量了啊，老李直接开炮吧，是时候把平安线、铝 K 线给轰下去了。得嘞，点击全仓，再点击加控。只见软件弹出一个窗口，您确定加空20万手铝1507吗？确认，取消。苏北辰模仿龙王歪嘴一笑，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一字断魂。只见在李博点下确定的一瞬间，整个交易软件忽然卡顿住了，成交单也不显示了。紧接着下一秒，铝1507的 K 线直接一根金针直接砸向地板，牢牢封死。负8%。正在歇息的黑牛看见暴熊身边忽然走出一个手持长刀的男人，嘴里叼着一根烟，带着满脸微笑看着自己。随后只见一道白光闪过，整个黑牛被一分为二。几乎所有关注着这场战斗的人，包括各路游资和散户，甚至各大机构都同时喊出了这句话：一字断魂。第30章继续封跌停板，跌停的空单疯狂增加。刚刚的一字断魂让做多的投资者疯狂出逃。当散户产生恐慌情绪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踩踏，争先恐后卖出手中的多单，生怕自己跑得慢一步。在场外观望的投机客看准了机会，直接无脑做空，两者一叠加发挥出的效果远大于1+1等于2。即使是那些大财团看到这种场景，也要避其锋芒。随着跌停板上的封单增加到11W 手的时候，这场战役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冷知识，可能很多人觉得期货跌幅当日最高只有 8%， 但是实际上期货交易都是有默认10倍杠杆，不过也可以开更多20倍甚至30倍。皮埃尔看着自己做多铝仅剩的 20% 的利润，他已经彻底看明白了，这路资金背后绝对不是善茬，这次来就是瞄准好了自己的多单。从交易的手法到心理学的博弈，他输得太彻底了。对方前期跟自己拉锯战，随后第一次砸盘逼出自己手里现有的资金，第二次砸盘动让自己误以为双方直接拼刺刀梭哈进场，结果让自己以为双方都没子弹的时候，再开始慢慢进场试探自己，发现自己弹药空虚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自己表演一波一字断魂手法，让市场上的散户产生恐慌心理，纷纷出逃，再让场外投机客趁虚而入。皮埃尔双手都在颤抖，自己只是像往常一样狙击龙国企业，把他们当猎物一样，每次都能收获丰满。结果这一次好像角色互换了，往常温顺的小猫咪，这次变成了吃人狮子。如果明天低开，哪怕是负 7%， 乘上默认的10倍杠杆，也就是负 70%， 自己亏损 50% 离场，皮埃尔也能接受。可是这吃人的狮子真的会让自己活着离场吗？随着收盘，李博可算松了一口气。苏总，
这次我们交易涨幅30%，共计获利11亿龙国币，目前还有10个亿资金没有买入。苏北辰此时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小说，对李博的话毫不在意地点点头。李博忽然觉得自己老板是真的厉害，即使是10个亿放在面前，依旧波澜不惊。正想着怎么吹老板彩虹屁的李博，就看到苏北辰一拳砸向桌子。操，居然断更了，这作者怎么回事？李博，远在上京的沈晨看着被死死封住直到收盘的铝期货，他咧开嘴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多少年了，我已经记不清第几次和国外这群资本干仗了，终于赢了，我们终于赢了。张国兴也是老泪纵横，龙国自从建国以来，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别的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但是制度的落后让国外一次又一次的当做韭菜被收割，多少优秀的民营企业被海外资本家给搞垮，当年多少次龙国股市危机都是海外资本家的狂欢盛宴。这一次龙国终于站起来了。沈晨一把抹掉脸上的眼泪，转身对着张国兴鞠了一躬。张部长，感谢最后一次砸盘龙国在背后的支持。沈晨认为肯定是龙国兵分三路，在最后时刻出手了。张国兴被感谢的感觉莫名其妙，连忙解释道，最后的那一次砸盘并非是上面出手，也许有可能是华董从别的地方借到的资金。话音刚落，沈晨的电话响起，来电人正是天南控股的华国锋。沈晨连忙接起电话，还没等沈晨说话，那边就传来华南锋的声音：沈总，感谢郭家的出手相助，我华某来日必定重谢。沈晨此时脸色有些尴尬，试探性的询问道：难道不是华董最后砸的盘吗？啊，早上刚开盘没多久的时候，拜托的朋友进行的砸盘，随后便没多少资金了。听沈总的意思，难道最后帮忙的另有其人？两人又闲聊了一会，挂断电话。沈晨脸色显得有些古怪。张国兴开口问道：也不是华董那边吗？沈晨点点头，两人陷入些许沉默。黄金宝箱已开启，兆兴炼钢厂股份 5%。苏北辰看着黄金宝箱开出来的奖励，一时间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本来以为开出来股份应该是个大奖，结果发现兆兴炼钢厂居然是个国企，而且刚刚询问了系统才发现，这家炼钢厂根本不分红不说，自己持有的股份还无法出售，这宝箱不是纯纯开了个寂寞吗？请宿主自行探索，不系统从不会给出无用的奖励。苏北辰心想着，要不去一趟兆兴炼钢厂。查了查地址，发现兆兴炼钢厂居然在金门，看来只能过几天期货这波做完再去了。看了一眼时间也不早了，带着程思去小区附近的菜馆随便吃了一点就回家去了。晚上苏北辰本想打磨自己的武器，没想到程思亲戚居然来了，便索性作罢。转眼来到第二天早上，李博这次倒是早早的就出现在星野咖啡厅的办公室里。两人像往常一样，一人嘴里叼个面包，手里端着一杯拿铁。李博也不知道，尝试了一次这里的拿铁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是爱不释手，一天没个2杯拿铁都感觉缺少点什么。由于昨天铝期货的精彩表现，全球金融公司几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产品上。铝1507开始进入集合竞价阶段，苏北辰想都没想，直接在竞价就让李博挂上地板价格开空。本来负 4% 的 K 线直接被按死到负 8%， 而且封单从几百手开始疯狂向上增加，680、1450、7420、123000，直到累加到60万手，这个数字终于不动了。于是铝1507开盘的价格就变成了负 8%。而苏北辰此时早就让李博趁着空单疯狂增加的时候，慢慢撤掉自己的挂的空单。也就是说，现在挂在跌停板上的几乎全部是散户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单子。开盘之后，虽然空单也有在慢慢减少，不过并不影响什么。皮埃尔瘫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看着亏损 60% 的账户，他失去了前几天的笑容，根本就平不掉仓，因为看到竞价负 3%还等着开盘再跑，谁曾想下一秒直接挂出数十万的空单。第31章，恶人中有恶人报。接连不断的电话打向皮埃尔办公室的座机，每次响起的电话就像是对皮埃尔催命的钟声，哪怕是把所有多单都挂出去，都没有一单成交。倒不如说他这价值10亿美元多单让前面排单的人有了更多的信心。大家一看，居然一下多出来10亿刀封单，简直不要太安心，甚至还有人祈求自己能够排进去开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收盘，此时跌停板上的封单已经增加到几百万手，各大金融媒体也是纷纷报道这一现象。哈哈，没了，一切都没了。皮埃尔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昔日里竖得油光锃亮的背头，此时像鸡窝一样杂乱无章，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犹如一团肉泥一般背靠着软皮座椅上。随着自己电话响起，他下意识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来电人，是自己的妻子。只见他缓缓点击接通按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接连不断的向家里打来，询问你的情况。还没等皮埃尔开口，就听到妻子那边门铃声响起，随后听到其他男人的声音。请问这是皮埃尔先生的房屋吗？
我们是花旗银行的工作人员，因为皮埃尔先生前些日子拿此处房产做过抵押。皮埃尔默默挂断电话，看着窗外的天空，显得格外晴朗。他忽然想起来了学生时代自己老师曾经和自己说的话：做金融的人一定不能贪心，见好就收便是最高境界。当时他觉得自己老师说的不对，他认为做金融的人如果不贪心，那怎么才能发大财？曾经他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坐在华尔街收割全世界理所应当，但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无情收割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也许是亏钱，也许是破产，又或许是一条生命从天台跃下。也许恶人中有恶人报吧。他低着头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任凭手下的员工叫自己也没做理会。电梯门打开，皮埃尔手指轻触最高层，吹着楼顶的微风，温暖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此刻他觉得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了，金钱、名誉就好像过往云烟一般飘然而去。苏总，今天我们持仓涨幅 70%， 预计明天完全平仓应该获利40亿国币。李博也许是已经麻木了，跟着苏北辰这几天赚钱简直如流水一样，哪怕是看到数十亿都觉得只是一个数字。老李，按照计划明天逐步平仓离场，还完融资款之后分成资金1分为2，一半打到我的账户里，另一半留给投资公司用作发展资金。苏北辰安排好给李博的任务之后，就打算动身去一趟金门看看自己持股的这个国企炼钢厂是个什么情况。至于为什么敢把这么多资金交给李博处理，因为资金账户就是苏北辰的，而且这么大一笔资金早就在朝廷的监控之下了，但凡李博想卷钱跑路，恐怕还没动手就有人上门找他了。苏北辰刚准备订晚上的航班，就见王校长给自己打来了语音。如果没记错的话，王校长好像挺喜欢待在上京，被人称京爷，不过王校长好像是辽省人。北辰，最近什么时候有空去上京玩啊？我和老秦打算去上京玩一段时间，你打算来吗？这不巧了吗？我刚准备订去金门的机票，正好打算去一趟。王校长一听苏北辰居然不忙期货的事情了，赶忙问道：你这是期货的事情忙完了，怎么忽然有闲心思去金门了？苏北辰一听王校长的话就知道这电话叫自己去玩是假，估摸着投钱那几个人让王校长来打探自己。苏北辰故意卖个关子，做完了，不过你放宽心，肯定是获利了。几人围坐在桌前，听着手机免提里苏北辰的声音，麦超也是松了口气。他现在手里零花钱攒了几个月，只有那几百万，如果一下全赔了，他真的是欲哭无泪。两人又聊了几句，定好自己晚上起飞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苏北辰这边看王校长有私人飞机，也就随手关掉了机票订单界面，又看向系统发布的每日任务，往常都是运动或者是学习，而今天变成了锻炼身体加上学习。随着自己等级的提升，每日任务的任务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不得不说，自己这将近20天的时间，对英语的掌握也在逐渐增加，身体素质就更不用说了。自从融合了伽马格斗术，他现在壮得像头牛。在李龙的带领下，很快完成每天的运动量，又趁着健身的时候，英文的学习也是完成大半。自己又花了点时间做完今天的任务之后，直接提交了上去。每日任务已完成，黄金宝箱1。苏北辰手指轻触开启，获得现金1000W1。已经习以为常的苏北辰都懒得去看银行卡到账信息了。回到家里，程思得知苏北辰要去金门的事情，提前就给他收拾好了衣物，放在行李箱中。去金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啊？你不在人家真的会很想你。苏北辰搂着他的 A4 腰，感受着怀里柔软的2座山峰。可能去一段时间吧，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程思看着苏北辰不怀好意的手在自己身上游离，没好气的拍了他一下。我才不去呢，我去了可不就让你偷吃不了了吗？苏北辰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即使偷吃的时候，我也想着下面的人是你怎么样。程思顿时涨红了脸。你坏死了。苏北辰就是喜欢跟聪明的女人说话，程思恰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就他一个女人，不过分寸他把握得很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趁着离我飞机起飞还有些时间，我们来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程思一脸惊慌。可是我亲戚还没有走啊。苏北辰看着他一脸惊慌的样子，连忙安抚道：没事亲爱的，不是还有 Z。无。程思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堵住了。第32章，不演了是吧？一只小橙子，我差点被呛坏了。委屈点 JPG。 坐在车里的苏北辰看着程思给自己发来的微讯，又回想着那熟练的口技，怕不是偷偷自己练了好久吧。苏北辰点开转账页面，输入30W， 直接给程思转了过去。一只小橙子，谢谢陛下赏赐。开心点 JPG。 又聊了几句之后，苏北辰就闭着眼眯了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李龙给自己摇醒，告诉自己到机场了。苏北辰打开手机，看到王校长给自己发的微讯，让自己直接开车进机场里面就行。果然私人飞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该买个私人飞机了？在贵宾候机厅看到王校长和秦芬几人坐在小桌前，正在打着扑克牌。4个2带2王，不要。顺子，
不要！10JQKA， 不要！王校长看着马上打出春天的秦芬，一脸着急看着自己队友麦超，你 TM 啥都不要啊，马上被剃光头了。麦超也是欲哭无泪，校长，我这牌真的烂到家了，最大是个，我怎么打啊？王校长也是瞥了一眼，发现这小子手气是真的臭，属于是3456没有7 6789没有10的货色了。看到苏北辰来了，王校长干脆把牌一扔，喊着不玩了不玩了。等王校长起身去迎接苏北辰的时候，麦超偷偷的掀开王校长的牌看了一眼，什么嘛，牌跟我一样臭，还说我。王校长还没走2步，就听见麦超的声音，也是满头黑线。苏北辰看着众人玩牌，顿时也来了兴致。扑克这玩意儿，不到过年几乎不会想起来打一回。带上方圆海一共5个人，谁输了谁下换人。苏北辰看着李启飞还剩1个多小时，估摸着能打个好几把，要不咱们玩点彩头，1把1万怎么样？众人一听来钱，顿时两眼放光。虽然1万块对于几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男人天生好胜心强。经过一轮石头剪刀布，先上场的是苏北辰、秦芬和方圆海。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幸运值点满的原因，苏北辰手里握着3个炸弹，4个2、2王，4个 K， 这不叫地主说不过去了吧？秦芬和方圆海看着手里的牌也是皱起眉头，两人手里最大的是 A， 还都没有王，所以这把两人都不叫地主。苏北辰翻开底牌，2个10和1个9，正好和自己牌凑起来。王校长站在苏北辰背后直呼好家伙，不演了是吧？直接开起来了。3个9 3个10带队3对4。秦芬和方圆海两人看着一下打出来的10张牌，顿时一惊。轮到秦芬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扔出了手里的炸弹。4个5。方圆海不要。轮到苏北辰。4个 K。秦芬和方圆海摇摇头表示不要。4个2。王炸。没了。没了。从头到尾就秦芬打出了4张牌之外，全程都是在看苏北辰表演。4个炸弹翻了16倍，这一把苏北辰就赢了16万。麦超和王校长都有点不敢上了，说实话，王校长可是亲眼看到苏北辰全程抽牌打牌，一气呵成。两人硬着头皮坐在位置上，看着苏北辰人畜无害的笑容，新的牌局又开始了。没过10分钟，两人又让出位置，虽然没有第一把那么夸张，但是还是吃了苏北辰1个炸弹。就这样，4人来回换了不知道多少波位置，王校长第一个抗不住了，直呼从今往后再也不打斗地主了。其他人见有人投降，纷纷举起白旗，表示再也不玩了。饶是运气好的秦芬也被苏北辰打得怀疑人生。好在这时候乘务人员过来了，告诉众人飞机还有20分钟起飞，通知他们登机。苏北辰上了王校长的私人飞机，忍不住发出感慨：猎鹰 7X 不愧是有钱人首选，而且看王校长这架，估摸着自己家配都选了不少吧。一旁的秦芬听到苏北辰的话，也表示赞同。王校长别的不说，光这一套内饰都花了几千个。王校长似乎还沉浸在刚刚的牌局中，没有理会两人，径直走到自己后面的小酒柜和雪茄柜中，拿出提前放好的红酒和雪茄，给自己倒上红酒，点燃雪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82红酒配雪茄头。苏北辰见状，拍了拍王校长的肩，安慰道：去了上京，最高端的外围我请客，只要你腰子够好，随便点。王校长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一扫刚刚一脸忧愁的样子。其他人也是瞪大双眼看着自己。苏北辰大手一挥，哥几个待遇都一样。苏哥牛逼，苏哥大气。从沪上飞到上京也只需要2个小时，晚上大约9点左右，飞机落地上京大兴机场。一行人刚下飞机，就有2辆商务车在等着众人。商量好目的地，众人先坐车去吃了个饭，随后直奔目的地工体一条街。听王校长说，上京最好玩的酒吧叫 One Third， 听说光装修都花了不少钱，最主要的还是这家酒吧里妹子的颜值特别高。几人也都是老司机了，顿时心领神会。2辆低调的阿尔法商务车缓缓停靠在酒吧门口，最先下车的就是王校长。王校长身为15年的热门网红，只要一出现，那就是流量的代表。王校长！不知道人群中谁喊了一嗓子，众人目光纷纷看过来，不过王校长也不怯场，就迎着众人目光看了回去。紧接着秦芬、苏北辰等人纷纷下车去，特别是秦芬下车的时候，围观的人群更多了起来，不免有几个人想过来攀关系，不过都被安保给挡了回去。而苏北辰下车的时候，几乎好多女人的目光都向他看去，就好像鲨鱼闻到了血味一样。如果眼镜也能杀人的话，估摸着苏北辰这会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微博也上立马出现热搜。王校长，秦芬惊现工体 One Third 酒吧门口。第33章西梦月。在酒吧安保人员的陪同下，一行人进到酒吧里。即使是工作日，酒吧里依旧人潮涌动。酒吧里灯光昏暗，音乐震撼着整个空间，人们尽情地舞动着身体，享受着夜晚的狂欢。
苏北辰和王校长秦芬走进酒吧，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尤其是苏北辰，衣着典雅，气质非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几人跟着营销的指引，一路来到2楼单独的包间中。酒吧经理杜马知道秦芬王校长要来，也是十分贴心的，直接找了最高级的外围女，说是外围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兼职。这些女生往往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公司职员，可能是白领，也可能是女网红，而他们晚上则会找到杜马这种顶级猎头，帮自己找到金主，基本上就是属于利益互换了。苏北辰看着一双白花花的大长腿，他也是不争气的咽了口唾沫。只见坐成一排的小姐姐站起来齐声道：“少爷们好！”王校长和秦芬几人就像熟练的老司机一样，在每个女人面前走过。杜马看苏北辰站在原地，一脸尴尬的样子，连忙上前告诉这位新来的爷：“苏先生，您可以在这些人里面选自己喜欢的。”苏北辰第一次见这种场面，有些生疏，轻咳2声：“选几个都行。”杜马这边立马奉承道：“看苏先生身强体壮，那选几个都没问题，但是就看这些人能不能入得了您的眼了。”杜马不愧是能从一个调酒师混到酒吧经理，就这一手话术说的没谁了。苏北辰被这么一说也放开了点，眼看其他几人快选完了，万一好的被挑走怎么办？苏北辰也开始从每个女人面前走过，用着别人听不见的话小声嘀咕道：“健康81，不行不行，魅力90，健康68，这才是带刺的玫瑰吧。”其他几人陆续挑好了，苏北辰这边还在挑挑拣拣，他还是有点小洁癖吧，健康不满88的他基本上都 pass， 但是一圈都快看完下来了，他还是没找到满意的，要么就是健康不够，要么就是健康够了，魅力太低。苏北辰看的眼都快花了，干脆直接从扫一眼系统就过，每个人的个人面板几乎都是一晃而过，全是质量差的。就在苏北辰想着算了的时候，忽然系统弹出了一个魅力97、健康91的女生。苏北辰倒退回来，看着眼前低着头的女生问道：“能抬起头让我看看吗？”奚梦月缓缓抬起头，苏北辰承认她看呆了。眼前的奚梦月鼻子高挺而立体，微微的弧度勾勒出完美的线条，嘴唇丰满而性感，时而微微上翘，给人一种妩媚迷人的感觉。身材窈窕，曲线迷人，修长而纤细的腰身勾勒出完美的身材比例。她的胸部丰满而匀称，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修长的双腿笔直而匀称，每一步都散发出自信和优雅。杜经理，我选她吧。杜马马上点头，正准备表示同意，就听见另一个女生的声音响起：“别选我姐，选我吧。”发出声音的是一个长相酷似奚梦月的女生，她也是容貌出众，身材曼妙，她的眼睛明亮而灵动。这个女生似乎有着和奚梦月相仿的气质和魅力，但又带着一份与众不同的个性。她展现出的魅力和风采让人无法抗拒，苏北辰也被她的魅力所吸引。还没等苏北辰仔细去想，就见奚梦月脸色巨变：“奚梦欣，你干什么？谁让你跟着我来的？”奚梦月看到面前的女生，顿时一反常态，大声的怒吼着。奚梦欣也是怒吼回去：“你不是告诉我你晚上在便利店打工吗？你为什么骗我？”奚梦月一时间被自己妹妹说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拉起她的手就往外走。杜马见状连忙想拦住，苏北辰给了杜马一个眼神，他只好站在原地任由两姐妹出去。苏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抱歉，这次包间的钱就不用出了，算是我杜某的赔罪道歉。苏北辰摆摆手表示无所谓，跟王校长秦芬他们几人说了一声之后，就出了酒吧的门，全然没了刚刚来时的兴致，点了根烟，深吸了一口。奚梦月在街边的长椅上哭泣不止，苏北辰见状走到他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似乎是察觉到有人在靠近自己。奚梦月抬起头，泪眼婆娑的看着面前的苏北辰：“对不起先生，是我失态了，无妨，能跟我讲讲吗？能借我一支烟吗？”奚梦月点燃口中的香烟，连着咳嗽了好几口，明显就是不会抽烟的样子。他只觉得这玩意儿是真的呛，也不知道那么多人会有烟瘾。不会抽就别抽了，这东西对身体没好处。苏北辰说罢，就一把抢过来在他手中的香烟。对不起，先生，刚才先生也看到了，那个女生是我妹妹，因为父母早年离异，一直都是自己奶奶带着我和妹妹长大，靠着奶奶微薄低保的收入，家里的日子愈加入不敷出。今年妹妹和我又同时考上了大学，奶奶还因为上了年龄，慢性病复发，所以我骗了她。说到这，奚梦月的泪水又控制不住流了出来。苏北辰静静地听着奚梦月的倾诉，他能感受到她的失落和痛苦。为了让自己妹妹上大学，奚梦月骗了她说自己落榜了，还骗了她自己在便利店做兼职。这时候苏北辰借着外面的灯光，才仔细看清楚奚梦月一身的打扮，一件已经被洗到发白的黑色衬衫，脚上穿着廉价的帆布鞋，甚至连短裤都是明显大一码的尺寸，腰带勒得死死的才不至于掉下来。而且脸上没有涂抹那些名贵的化妆品，
但是比起那些网红明星也差不到哪去。为了能让自己妹妹上大学，赶快凑齐学费，奚梦月选择来找金主。苏北辰联想到了前世的自己，不也是如此？为了能赚更多的钱，一个报告改10多遍，最后还得夸领导讲得对。为了讨好领导，天天请他们去商 K， 结果自己父母因病住院，自己也没去看一眼。他只知道如果没钱就看不了病。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第34章，陈哥错了，真的。奚梦月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平复了一下心情，对苏北辰道：“对不起，苏先生，是我多言了，今晚让您扫兴了。”奚梦月站起来，微微鞠了个躬：“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当我的金主吗？”看着苏北辰坐着没说话，奚梦月又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解释道：“苏先生，我还是干净的，我向您保证。”苏北辰不说话，只是陷入了回忆而已。看到奚梦月又是道歉又是给自己解释的样子，不由得有些发笑，感觉眼前女孩的样子倒是多了几分可爱。好啊，我来当你的金主，这段时间我正好在上京这边，你就一直跟着我吧。奚梦月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样的话，小脸绯红，低着头发出蚊子一般的声音。苏北辰站了起来，拉起奚梦月的手就回酒吧里。两人推门而入，王校长和秦芬他们已经开始喝上了。见苏北辰拉着奚梦月进门，王校长立马让出来个座位，让苏北辰落座。看一脸娇羞红着脸的奚梦月，王校长冲着苏北辰直挑眉毛：“北辰行啊，看不出来居然喜欢纯情小女生类型的，真是个禽兽。”苏北辰和王校长也算是关系混熟了，笑骂道：“我去你丫的，比你还差点。”两人互损了一会，方圆海端着酒杯过来给自己敬酒：“陈哥，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这次你能带兄弟赚钱，老弟我这杯酒得敬你。”说罢一饮而尽，豪爽的喝酒方式和他这瘦弱的身材真是形成强烈的反差。方圆海喝完还给苏北辰展示了一滴都不剩的杯底，苏北辰也是将手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算是给足了方圆海面子，毕竟这可是自己的打工人，每年上千万的分行可不是盖的。秦芬和麦超也趁机过来敬苏北辰一杯，看这样子几人大有一种给苏北辰灌醉的感觉。不过这点酒对于现在的苏北辰来说就犹如开胃菜一般，要知道以现在自己的95的体质来说，想灌醉自己少说也得2-3斤，而且还是白酒。几人正聊着天，麦超忽然问到苏北辰：“陈哥，咱们这次能赚到多少钱？跟兄弟们透露透露呗。”其他几人听到麦超的话，纷纷停下看着苏北辰。只见苏北辰喝了一口杯中的酒水，从桌上雪茄盒里拿出一根剪好的雪茄，一旁奚梦月看到连忙拿起火机给点上，长呼一口抽入肺中的雪茄，在众人的目光中伸出2根指头。麦超思考了一下道：“2万。”王校长一脸无语：“赚2万至于跟你卖一晚上关子吗？”20万。见苏北辰还是摇摇头，王校长有些难以置信：“难道是200万？”苏北辰也不卖关子了，2倍而已。卧槽！国粹声顿时从几人口中传出。饶是这么有钱的一群公子哥，也没想过一天就把资金翻倍。其中最为激动的就是方圆海，别看他投钱的时候大大方方，其实投完之后心里还是挺慌的。昨天为了装杯，才说是自己攒了几个月的钱，实际是攒了快2年的生活费。陈哥，那我也是翻倍吗？见苏北辰点点头，方圆海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情就像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王校长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连怀里的女伴都已经没了兴趣，连忙拉着苏北辰：“老苏，你不会是在逗我们开心吧？”苏北辰看他眼神就像看傻子，故作生气的语气道：“至于逗你们玩吗？就几百万块而已，要是不相信我，以后有赚钱的机会我自己赚好了。”王校长一听这话，赶紧给苏北辰赔不是：“老苏，不，陈哥，我这不是替这几个傻蛋儿说出心里话了吗？您大人有大量，我小王是肯定相信你的。”其他几人见王校长这个老六居然背刺他们，连忙也是开口和他撇清关系。苏北辰看着王校长嘴笨说不过几人着急的样子，又联想到前世18年校长吃热狗的表情包，顿时板不住脸笑出了声：“行了，逗你玩的，看点你急的。你们那笔钱差不多明天就能到账户上，哥几个都互帮互助，有钱一起赚，一起走一个。”苏北辰举起酒杯和其他几人酒杯碰在一起。晚上几人都开了丽思卡尔顿的套房，至于总统套房一共就3间，谁订也都不合适，干脆直接统一套房。到了酒店里，奚梦月逐渐开始紧张起来，她连恋爱也没谈过，为了显得自己经验老道一些，还特意找了在商 K 上班的高中同学，让他教自己怎么吸引那些金主。苏北辰听完李博跟自己汇报完明天的计划之后，又和程思互道了一声晚安，转头就发现脱的只剩一件胖次的奚梦月。苏北辰一脸惊愕：“你在干什么？”奚梦月就像没听到苏北辰讲话一样，直接把仅剩的一件衣服也脱下来。奚梦月，苏北辰稍微提了一点嗓门：“苏先生，
怎么了？你真的已经想好了吗？奚梦月看着苏北辰一脸认真的样子，想了想，低着头开口道：苏先生，只要您愿意供我妹妹上学，给我奶奶治病，您对我做什么都可以。苏北辰目光也逐渐温和了下来。我明白了，你先去洗澡吧。奚梦月点点头，缓缓走进比他和自己妹妹租的房还要大的浴室。他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过的，他知道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裹着一身浴巾的奚梦月缓缓走了出来，把身上的浴巾撤了下去，躺在苏北辰身边。苏北辰右手拿着手机，不知道在捣鼓什么，左手轻触奚梦月的蛮腰，奚梦月忽然间颤抖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过来。苏北辰抚摸着奚梦月的左手，顺着马甲线逐渐向上移去，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柔软。苏北辰激动了：你看一眼你的手机有没有收到短信？奚梦月愣了一下，拿出廉价的按键手机。第35章黑卡。苏北辰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也不会因为觉得奚梦月可怜就会无脑去给他送钱。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自己还没有能力兼济天下。而且如果今天不是自己选奚梦月，那还有可能是别的有钱人。奚梦月看到30万的到账信息，惊讶的用右手直接捂住了樱桃般的小嘴。苏先生，这也太多了。他本能的想拒绝这笔钱，之前也有问过做这一行的人收入基本上都是几万左右，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人给几十万当小费。嫌多？那你给我转回来一点。苏北辰一脸玩味的看着眼前的奚梦月。奚梦月内心开始挣扎了，她真的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一笔钱。奶奶的病需要尽快动手术，费用20多万不说，自己妹妹考上大学，在上京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她的生活费也是问题。看着她一脸纠结的模样，苏北辰决定不逗她了，以后做我的女人吧。不等她回答，苏北辰直接封住了她的嘴。清晨的阳光披洒在偌大的白床上，一抹鲜红尤其耀眼。苏北辰坐躺在松软的大床上，打开手机，发现几条未读信息和2个未接电话。他先点开微讯，看到了李博给自己发来的消息。李博，苏总，铝期货已经全部平仓，共计收益126%，还完融资款账户获利50亿龙国币，已经1分为2打入您的银行账户和公司账户。苏北辰看了一眼银行到账信息，跟李博确认了一下。手机还有2条未读信息，一条是程思给自己发来的，就是想你了之类的话，顺便还问苏北辰自己新买的白 S 好看不好看。似有点东西，看来回去得深度探讨一下好看不好。另一条消息则是自己老爹给自己分享他们在挪威看的极光，顺便还和老妈秀了波恩爱。随后点开未接来电，一个是座机打来的，另一个则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都是沪上的号码。苏北辰想了想，还是回拨了回去，万一又是自己哪个大佬亲戚的来电呢？电话响了2声就被对方接通，还没等苏北辰开口，电话那边就响起了热情的声音：苏先生，打扰到你休息，实在不好意思，鄙人姓许，名广年，是静安区中行的行长。苏北辰第一时间以为对方是搞诈骗的，但是一想自己账户上的25个亿，对方也有可能真的是行长。许行长严重了，没有打扰我休息，不知道许行长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早上检查到您的账户出现了大笔金额汇入，经过我们这边查验发现资金来源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自作主张帮您升级成了黑卡，配备了24小时的团队专门为您服务，您看您是否需要？行，那麻烦许行长了。苏北辰心想着，这东西基本上是神豪文的标配，不过黑卡倒是没有像小说里那么夸张，黑卡只是说你存款到一定金额之后，银行为了讨好你，为你提供各种服务，主要还是为了让你把钱放在他那里。有了黑卡之后，确实办什么事情都方便很多，比如你想去看某个明星的演唱会，只需要和银行的人说一声，他们基本上都会帮你搞到一张 VIP 票，再或者去哪里玩行程，提前告诉他们，基本上一条龙服务给你安排好。挂断电话，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奚梦月，苏北辰忍不住在他水嫩的小脸上捏了一下。奚梦月眉毛微微一动，其实刚刚苏北辰接电话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看了一眼正在看自己的苏北辰，软糯糯的跟安晨说了一声早安，随后起身一瘸一拐的走进浴室。等奚梦月洗完出来，发现酒店已经把早餐送上来。说实话，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早餐，平时都是省吃俭用，大致扫一眼，这顿早餐至少顶自己好几个月的生活费。苏北辰边看股市和国外新闻，边缓缓说道：今天吃完饭，我先送你去医院，把奶奶需要的手术钱给交上，下午我还有点事要去办，你自己先忙，晚上陪我去个饭局。正吃着饭的奚梦月停了下来，点点头：苏先生我。苏北辰喝了一口粥，不等奚梦月说完打断道：叫我亲爱的就行。谢谢你，亲爱的。奚梦月蚊子般的声音传来。两人吃完早饭，穿好衣服，跟还在睡懒觉的几人发了个信息，告诉他们自己下午去忙了。走到酒店前台，苏北辰询问道：酒店租车服务今天还提供吗？前台接待的女员工马上点头答复道有，并从抽屉中拿出一本酒店指南，翻到租车的目录递给苏北辰。
酒店的租车服务和外面的不大一样，外面租车公司基本上都是给你钥匙自己去开，而5星酒店基本上都是有司机全程开车，所以价格也相差很大。租车公司大多数是只要你还车的时候把油加满就行，等于是出了油钱加车钱。而酒店里的服务却是30千米之内价格是一个数，而超过30千米每公里增加的钱又是一个数。就拿最便宜的来说，丽思卡尔顿最便宜的就是奥迪 A4， 起租价格是588龙国币30千米，超过之后每公里的价格增加30龙国币。也许放在以前，苏北辰见到指定说脑子有病才在这租车，不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这些钱真的是洒水。迈巴赫 S580吧。看到了合适座驾的苏北辰直接对酒店员工说道：好的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房卡。酒店办事效率也是很高，没过10分钟，一辆奢华的奔驰迈巴赫就停在了酒店正门口。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戴着黑框眼镜，守着白手套的司机便下车帮苏北辰和奚梦月打开后座的车门。苏先生，奚女士，早上好，请问今天的目的地要去往哪里？苏北辰看了一眼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车，有些紧张的奚梦月。去仁和病院。奚梦月马上开口道：好的，奚女士，预计目的地到达时间为50分钟左右，为了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第36章，我是奚梦月男朋友。白皙的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人来人往的住院区，大家似乎都保持着统一的默契，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只听201病房中传来粗壮的大嗓门声，众人皆是愣了一下，随后又赶紧去忙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小声嘴里嘀咕道：这老太太真是命苦啊，自家儿媳妇生怕老太太死得慢一点。谁说不是呢？那女的简直跟一泼妇一样。201病房里，一个化着浓妆的中年妇女站在老太太床前，大声呵斥着：你个老不死的，吃饭也吃不完都放这，干脆一口别吃了。虽然手上没什么动作，但是恶毒的话语倒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病房中其他人之前也有看不下去的说了2句，结果这泼妇就像只疯狗一样逮着谁咬谁，活生生把一个好心劝架的人给骂到高血压差点犯了。医院也管过，可惜没什么作用，老太太反倒一直替她跟大家道歉，让众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众人心生无奈和愤懑。他们觉得这位老太太实在太不幸了，不仅身患疾病，还要忍受着儿媳妇的虐待和侮辱。病院外，一辆迈巴赫停入格格不入的医院停车场，苏北辰和奚梦月下了车。整个仁和医院外观就像上世纪建造的，整个医院一共就3栋楼，说是医院倒不如说像是居民楼。似乎是看出了苏北辰的疑惑，奚梦月开口解释道：因为奶奶是一省户籍，没有上京户籍，所以只能在这种地方就医，而且这个地方算是最便宜的医院了。苏北辰心中叹了口气，户籍有时候就是一道逾越不过去的坎，孩子上学、就医，甚至买房，如果没有当地户籍，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两人刚走上住院部的2楼，就听见传来的咒骂声，奚梦月脸色直接沉了下来，脚下的步伐不由得加快了些许。奚梦月一推开门，就看见自己婶子坐在奶奶的病床上，嘴里说着难听的话语，手里还在不停地指着奶奶。你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赵红军听到居然有人敢指责自己，一回头看到奚梦月怒气冲冲的样子，先是一愣，随后直接站起来破口大骂：你个小娘皮的东西，长得白白净净，话都不会说是不是？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货色，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私底下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吧。奚梦月本来就嘴笨，而且赵红军说的话一下子戳到了自己的痛处，自己父母离异确实对自己伤害很大，结果泪水没控制住，一下就涌了出来。啪！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在整个病房中回响。赵红军捂着脸，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刚刚和奚梦月一起进来的陌生男人，而此时他正在擦拭着打自己脸的手。赵红军被打得猛了一下，随后回过来，神脸上表情狰狞起来：你居然敢打我，老娘跟你拼了！说着2只手张牙舞爪的往苏北辰身上挥去。苏北辰自然也没给他接近的机会，一个闪身躲过，让赵红军扑了个空，转身又一脚踹到他屁股上。赵红军直接来了个狗吃屎。围观的一群人看着终于有人出手教训这个恶棍，顿时间纷纷叫好：打人了，打人了！哎呦喂，我腿断了！躺在地上开始呻吟的赵红军喊了半天，结果发现根本没人理会自己，干脆直接坐在地上耍起无赖，直接给自己大哥打起电话：大哥呀，小妹被人打了，我腿都被人打断了，你可得替我讨回个公道啊！赵红军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还把整件事情经过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的说起来。我就想好好照顾婆婆，谁知道他们一家人还是把我当外人，婆婆不吃我带的饭也就罢了，还扔到垃圾桶里，对我恶言恶语，她孙女还带了个小白脸来打我，饶氏医院里的护士都听不下去了，恨不得把她手机一把夺过来摔在地上。这种泼妇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致。什么叫你给人家带饭，
人家自己孙女给带的饭，你倒好抢过来，把上面的肉和菜都给吃了，把米饭给老婆婆吃，结果太干了，人家吃不下去，你给人家把饭盒都给扔了。苏北辰也懒得理会赵红军，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奶奶，你做手术的钱已经攒够了，咱们马上手术就好了。奚梦月奶奶看着拉着自己双手的孙女，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奶奶这把年纪了，早就看开了，那些钱都留着给你们上学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罢又看向刚刚教训赵红军的苏北辰，这位是……奚梦月看向苏北辰，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向奶奶解释。奶奶，我是奚梦月的男朋友苏北辰，叫我小苏就好了。奶奶的笑容更甚了，上下打量了苏北辰一番，连说了3个好，拉着苏北辰唠着家长里短，就像见为上门的孙女婿一样，给奚梦月整的小脸通红。她没想到苏北辰会说自己是她男朋友。说实话，苏北辰在和奚梦月奶奶的聊天里震惊了一下，因为和她聊天的过程中，苏北辰觉得在和一个满腹经纶的华发老者聊天一般。奶奶，您不像是在农村。苏北辰话没有说完，不过奚梦月奶奶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还没等奶奶开口讲，就听见一阵咣啷咣啷的声音，便随着护士的声音响起：先生探望病人家属只能带1到2个人，先生请您安静一些。紧接着另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滚一边去，我妹子在医院被打，你们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叨叨个屁。201病房的门被人粗暴的一脚踹开，赵红斌见自己妹妹坐在地上哭，顿时火气就上来了。红军，跟哥说谁打的你，哥替你出气。赵红军一见自己哥哥来了，立马哭得梨花带雨，指着苏北辰，就这演技，奥斯卡不给个小金人真的过不去。第37章，滴滴代打。赵红斌顺着自己妹妹手指的方向看去，先是看了一眼正在床边和奚梦月奶奶聊天的苏北辰，随后目光移到奚梦月身上的时候，眼里的贪婪一闪而过。赵红斌收起了刚刚的暴躁脾气，拉着一旁想要冲过去干架的黄毛：红军啊，这个水灵的姑娘应该就是你侄女吧？赵红军也不知道自己哥哥在搞什么，突然就熄火了，看他问向自己，也只顾着点点头。赵红斌走上前去，想要把手搭在奚梦月肩膀上，结果被一只修长的手掌给把住，不管他怎么动都没能挣脱开这只看上去软弱无力的手，索性直接一甩手，看着挡在面前的苏北辰，冷哼一声：侄女，你这朋友可没教养，社会上的人用心险恶，你刚从农村出来，大城市里的花花绿绿你把握不住。奚梦月本想反驳几句，苏北辰却抢先开了口：先把自己管好再说吧，张了一张嘴说不出几句人话。赵红斌本想强忍着脾气，在自己侄女面前扮演一个充满人生经验的社会导师，给她留点好印象，顺便找个机会和小侄女好好传授一下经验，结果还没等靠近，就被几番打脸。这小白脸看着怪兽，没想到娘西痞的手上的力道倒是不小，索性不装了。赵红斌眼中闪过几分残暴的戾气，他之前一直在一省的县城混黑，县老爷都得给自己3分薄面，现在被个毛没长齐的小子教育了，这能得了？只见赵红斌握紧双拳，咬着后槽牙威胁道：小子，你也不能一直在医院不出去吧，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小心点。说罢直接转身就走，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又转头看着奚梦月。赵红斌扭曲的面容淫笑道：小侄女，到时候让几个好哥哥们一起传授给你经验哦。说完使劲把房门给摔关上，赵红军也跟在自己哥哥后面走了出去，反正脸皮都已经撕破了，至于自己丈夫西南风早就死了，要不是看上这死老婆子那一点宅基地，他才不愿意每天都过来照顾。小伙子，要不报警吧，那伙人看着不像是干正事的人。是啊，小伙子，要不你们带着老婆婆赶紧转院吧，万一这群不怀好意的人对你们下黑手可完了。听着周围的劝告，苏北辰一一感谢，并表示会尽快转院。有是善意的，有是怕连累到自己，很正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苏北辰之所以同意转院，倒不是担心那伙人的报复，而是害怕那群丧心病狂的人万一对奚梦月奶奶下黑手，那就完了。奚梦月有些不敢面对苏北辰，他觉得自己自从跟苏北辰之后简直就是个扫把星，先是要大笔的钱不说，结果人家好心好意来医院看望自己奶奶，还摊上了这种事情。他正在自责的时候，忽然有双手抚摸在自己头上，抬起头正好迎上苏北辰温柔的目光。别多想了，都是一群小卡拉米，我只需略微出手，便已是这个份，便已是能将他们挫骨扬灰。奚梦月看着苏北辰一本正经地说出来这么中二的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完之后还是认真地说道：谢谢你，亲爱的。苏北辰看着奚梦月甜美的笑容，说实话有点醉了，一瞬间他甚至想好了以后他们的孩子叫什么了。切，除了会装还会干嘛？到时候大难临头了，看你还能不能装出来。同一病房刚刚劝他们赶紧搬走的一个20出头男生小声嘀咕道。虽然苏北辰听到了，但是没有过多理会，吃葡萄嫌葡萄酸呗。奚梦月为奶奶很快办理完出院手续，
苏北辰在一旁搀扶着一路走到医院停车场，看到赵红斌一伙人站在2辆面包车附近抽着手中的香烟。苏北辰冲着几人笑了一下，随后坐上迈巴赫前往上京最大的医院。在路上闲暇时间，苏北辰通过和奚梦月奶奶的聊天得知，奚梦月奶奶姓叶，明星，早年是京城的大小姐，因为下乡结识了奚梦月的爷爷，叶奶奶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一省农村，这一待就是几十年。叶奶奶这次住院是因为常年高强度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血管收缩。叶奶奶一开始想瞒着2个孙女，甚至遗言都已经写好了，如果自己去世了，就把仅剩的宅基地划到姐姐奚梦月名下，他们这样也能拿着卖掉的钱去上完大学。结果被心细的奚梦月发现了，连忙打救护车给奶奶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告诉俩姐妹，如果再晚来2天，恐怕虽然用药物暂时控制住了病情，不过想要慢慢恢复正常生活，必须要做心脏支架手术。不过这笔钱需要将近10多万，再加上一些手术之后需要用的药，加上杂七杂八费用，算下来差不多20多万。苏北辰听完一阵感慨，影视剧里面总是把爱情描述的轰轰烈烈的，不经历几次车祸和家族破产，好像都不配谈恋爱似的。老一辈的爱情让人羡慕，终究还是我们这一代玷污了爱情，相濡以沫。人间至味是清欢，情到深处是无言，爱到最深处，恰恰是润物细无声。苏先生，我们好像被跟踪了。掌握着方向盘的司机平淡地对坐在副驾驶苏北辰开口道。苏北辰扫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后面是有2辆面包车一直跟着自己，不用想都知道是刚刚赵红斌那群人，这倒好省得自己去找他们了。需要帮苏先生处理掉吗？司机又开口道。苏北辰一愣，他本想自己找个机会直接把这几个人扔到警局去处理了，结果现在一听司机居然能处理掉这群人，顿时惊了，原来5星级酒店还有这种待遇。传说中的滴滴代打，您该不会是传说的国外雇佣兵兵王，回国体验生活，一声令下10万将士归来？苏北辰试探性地问了正在开车的司机一句。司机此时真想表演一个黑人问号脸。第38章，踢的是钢板吧？苏先生，您讲话真幽默。良好的职业素养让司机很快回过神。王公子和秦公子是我们酒店的贵宾，苏先生是他们的朋友，自然也是我们的贵宾，所以有权利帮您处理一些麻烦的事情。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真不假。既然如此，那便麻烦了。苏北辰开口道。谈不上麻烦，苏先生太客气了。奚梦月和叶奶奶就坐在后排听着2人的对话。奚梦月第一次感觉到上流社会的权利，以往避之不及的无赖赵红斌，如今在2人3言2语之下就被解决。往日里无恶不作的赵红斌就好像是路边的虫子一样，没有当回事。他承认他心动了，也想混入这个圈子，他已经受够了底层社会的压迫，他也想做人上人。奚梦月隐藏许久的野心此刻慢慢长出萌芽，看向正在和司机侃侃而谈的苏北辰，心想到以后一定要抱紧他的大腿。叶奶奶听着2人的对话，记忆好似飞回了像28年华，当年她也是这么和自家下人这么讲话。时过境迁，转眼间自己已经从那个京城叶家大小姐变成一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老妪。看着孙女看向苏北辰的眼神里充满了向往，邪心也是叹了口气。如果当初带着他们孙女俩回娘家，也许日子会过得更好吧。当初2姐妹父母离异之后便各自成立家庭，自己儿子逢年过节可能还会回来看一眼自己和老伴儿，但是自从老伴儿因病去世之后，儿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距离上次回家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而叶家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流落在外的叶家大小姐。当初老伴儿去世的时候，叶家人就来找过自己，让自己带着2个孙女回娘家去。不过当时的邪心自尊心作祟，觉得带着2个孙女回去免不了遭受白眼，他不愿意让孙女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谁知他这点可笑的自尊心什么都没有换来，换来的只是2个孙女饭都不敢多吃一口。不过看样子，身为姐姐的奚梦月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自己一桩心事也算了。一只手拿着烟，一只手掌控着方向盘的黄毛正努力保持着车速，不紧不慢地追着前面的迈巴赫。我说头儿，这车看着不像便宜货呀，咱们这样跟着真没事吗？赵红斌说实话心里也有点没有底，他以前见过最有钱的人就是开着个宝马七系，不过在县城里见到自己还给自己打个招呼，感觉也挺尊重自己。不过听县里面当官的说，上京这地方卧虎藏龙的水很深，特别是赵红斌看到苏北辰居然还有专属的司机的时候，更是有点慌。不过为了在自己这群小弟面前不丢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安排小弟跟了上去，大不了干他一票狠的。看那个小白脸那么有钱，如果把他给绑了，再让他问家里要个1800万的，到时候直接拿钱跑路去国外潇洒去。听人家说国外大洋马个顶个的得劲。赵红斌脸上逐渐浮现出猥琐的笑容，正在歪歪着自己这一波发财梦的时候，正在开车的黄毛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周围的车辆越来越少不说，左右有2辆黑色丰田海狮面包车一直夹在自己两侧，哪怕他们前面没有车，2车也不加油门往前开，
始终和自己保持着匀速。头儿，好像有点不对劲，这越开越到荒郊野岭了。而且这两边的大面包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跟着咱们。赵宏斌正歪歪道准备驾驭大洋马呢，结果被黄毛给打断了，火气不由得有点大。听完黄毛的话，看了看四周，发现确实是有2辆车一直跟着自己。正想着是不是路过的车辆的时候，忽然2辆丰田海狮提起速度向中间开始变道，吓得黄毛连忙踩刹车，后面的面包车见状也连忙踩刹车，2辆50面包车就这样被逼停。车上的人也都因为急刹车被撞得鼻青脸肿，其中一个赵宏斌的小弟脾气本就暴躁，性子也冲，拉开车门就对着丰田海狮破口大骂起来。 CNMD 是不是想死？今天这事不给个说法，你也别想走了。说罢抽出放在车厢里的钢管，拎着就往其中一辆丰田海狮那边走去。还没等他靠近，海狮的后门打开，一个个身高1.9米左右，浑身充满爆炸肌肉的西装男走了出来。刚刚叫嚣的最厉害，手里拿着钢管的小弟见状立马被吓得连连后退。赵宏斌人都看傻了，只见那个拿着钢管的小弟手里的武器被人家一把抢过去，居然在人手里被直接掰弯过去。要知道那钢管虽然不是实心，但是也叫钢管啊。他丝毫不怀疑，如果刚刚那个人的手里不是钢管而是自己的话，恐怕能被生撕掉吧。赵宏斌知道了自己这次算是真的踢到铁板子上去了。不出意外，接下来每个人都被教育了一波，这些人下手都有轻重，都是控制好力度，给几人揍得没10天半个月下不了床的那种程度。同时赵宏斌猜的没错，那个小白脸应该叫少爷，是块铁板子，好像还是比铁板子还要厉害的钢板子。几人收拾完这2车人，并留下如果继续骚扰他们的贵客，他们不介意让赵宏斌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黑手。赵宏斌连忙答应，他现在别说去骚扰人家了，他巴不得赶紧逃离上京这块地方，回自己小县城里好好养老。他真是怕了，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几个人胳膊比自己大腿还粗，几分钟不到就干翻了他们10来号人。他丝毫不怀疑这群人打他们，甚至还留手了。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给自己来个黑手，怕不是荒郊野岭的也没人知道。等2辆丰田车一走，赵宏斌一脚踹在还在地上装死的黄毛，快 TM 开车去，赶紧走，这里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刚刚率先拿着钢管冲锋的勇士挨得最狠，脸肿得像个猪头一样。那疙瘩，你的仇还包不包了？赵宏斌看着这个没脑子的货，一巴掌拍他脑门子上。包你个头啊包！第39章幸运日 buff。 苏北辰看到了后面跟着自己的2辆面包车被逼停之后，就不再关注了，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司机见状悄无声息地把车载音乐给停掉了。苏北辰打开系统查看了个人面板，自己是 LV4-103W1E， 距离升级还差9900万左右，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了。自己手里20个亿少说也得拉升到6级吧。根据系统介绍，白金后面是钻石宝箱，白金都这么给力，钻石给自己来个几百个亿不过分吧。点开今天的每日任务，苏北辰刚点击接取，就见系统屏幕上弹出彩色的光芒。每日任务幸运日 buff， 运动加学习，完成任务必得当前等级最高奖励，必得最高奖励，也就是说自己现在 LV4 那就是一个白金宝箱。系统爸爸我爱你，宿主知道就好，本系统独宠你一人。苏北辰想到自己银行卡的余额，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3人到了上京最大的医院，已经是下午1点左右。苏北辰本想带着叶奶奶去吃上京比较有名的全聚德烤鸭，没想到叶奶奶摆摆手拒绝了，说那里东西味道现在不正宗了。见拗不过他老人家，苏北辰只好跟着叶奶奶去了一家开在老小区里的苍蝇馆子。苍蝇馆子看着倒是不大，外面也是没有牌子，仅仅只用粉笔写着饭店2字。不过来这吃饭的人倒是不少，即便已经不是饭点，他们几人也是等了几分钟才有人腾出来位置。苏北辰夹了一块卤煮放到嘴里，感受到了浓郁的肉香和咸味搭配的恰到好处，似乎不会让人觉得油腻，哪怕跟自己这些天来吃过的山珍海味比起来也相差无几。不一会，被他们家称为招牌的炸酱面也端了上来。炸酱面香气扑鼻，色香味俱佳，酱料浓郁，面条吃起来十分有嚼劲。说实话，他对这家苍蝇馆子的印象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虽然外观简陋，但是食物的味道却非常地道美味，只能说不愧是老上京人。几人到了医院，先给叶奶奶办理了住院，又做了更加全方面的检查，安排好手术事宜。交完钱之后，苏北辰就和叶奶奶告了别。刚坐上车，手机就响了起来。苏北辰不用想，应该能猜到就是老王他们起来了。接通电话，王校长像是刚睡醒的声音传来：“你是牲口吧？昨天到酒店都2、3点了吧？我一问管家，人家跟我说你早上9点就租了一辆车出门了。”每次王校长跟自己打电话，声音都这么萎靡不振的原因，苏北辰有些猜测，但是还是忍住笑回道：“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的？
你这个年纪就是应该充满精力。王校长，王校长，我 TM 感觉你在内涵我，但我竟然找不到理由反驳我这该死的幸福生活。行了，说正事吧，我打算等一会去一趟立功别墅，你没事来帮我参谋参谋。王校长本来慵懒地躺在床上，抚摸着正在吃香肠的陪酒小姐姐，结果听到苏北辰居然要去一趟立功别墅，他直接坐了起来，香肠一顶，陪酒小姐姐差点被顶得干呕出来，一脸幽怨地看着王校长。王校长却丝毫不在意。卧槽，哥们，你打算买立功别墅？苏北辰这小子从第一次见面就不停刺激着自己神经，他感觉过几天苏北辰说自己买下王府，他都不带多震惊了。一旁的司机听着苏北辰的电话，也被深深震撼到了，自己以后出去也能吹牛逼说自己给住立功别墅的老板开过车了。这不是上京没地方住吗？寻思着买个落脚的地方，以后来上京这边也方便。苏北辰这段凡尔赛发言，说实话让王校长觉得酸了。王校长一直自以为能够和上市公司那些老总是差不多级别的富二代了，现在放在苏北辰面前，一看自己简直就是跟玩过家家一样。王校长表示自己马上就去之后，挂断电话，又和正在吃香肠的美女吃了一个快餐。上京立功别墅大门庄严而华丽，彰显着高尚与奢华的气息。它坐落在一片宽敞的绿地中，矗立在雄伟的围墙之内。大门由2扇巨大的铁艺门构成，每扇门上都镶嵌着精美的花纹和纹饰，展现着细致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门的两侧耸立着2根高大的石柱，柱身光滑如镜，上面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和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石柱之上竖立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它们威严而威武，雄壮的身姿似乎在守护着整个别墅。大门上方横跨着一块巨大的金属牌匾，上面镶嵌着金色的字迹，以华丽的字体书写着“上京立功别墅”几个大字。牌匾两侧则挂着一对华丽的灯饰，夜晚时点亮的灯光在周围投下柔和的光芒，烘托出一种尊贵和温暖的氛围。见到来访车辆，和安保人员做了简单的交涉，表明购房来意之后，大门打开，一条宽敞的车道展现在眼前，两侧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和鲜花，增添了一抹生机和美感。王校长几乎是和苏北辰同时到达了管理中心，两人刚一进去，便有员工认出了王校长，紧接着不等苏北辰表明来意，负责售卖的经理便出来热情欢迎两位的到来。看着一群员工对王校长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端茶倒水的样子，苏北辰忍不住笑出声。老王，要不你也买一套跟我做做邻居？王校长满头黑线，苏北辰这货啥都好，就是长了张嘴。刘总对吧？今天不是我来买房，而是我朋友，我只是来跟着凑凑热闹。在一旁服务的员工也有点傻眼，合着自己服务了半天服务错人了，见苏北辰一直站在王校长左边靠后，以为是拎包的，没想到是自己金主，场面一时有点尴尬。刘婷也是立马招呼着其他的员工过来给苏北辰端茶倒水，并连忙赔礼道歉。苏北辰右手揉着下巴，忽然说道：这波装逼打脸的机会我居然没有把握住，看来道行还是有点浅。第40章，这银行卡余额都数到祖宗了。苏先生，我们立功目前在售的别墅还剩2栋，2户都是南北朝向，只不过大小不一样。刘经理一边介绍着，一边指向沙盘中的模型。2栋别墅，其中1栋住宅是800平，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1200平左右，而且基本上就是豪华装修拎包入住的那种。而另一栋则稍微小一点，住宅面积500平，占地面积700平。直接看最大的那个吧。苏北辰这次来就是要花钱，当然要选最大的了。苏先生，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验资的要求，您看能不能？刘挺自然不会不相信苏北辰拿不出这个钱，不过公司定的规矩，他一个经理也不好逾越。苏北辰直接掏出自己的黑卡递给一旁的工作人员，验资倒也正常，搁不住在这个地方为难人家。刘挺把卡插入验资机中，银行打完电话确认过后，银行卡余额显示在电脑的荧幕上。一旁操作的员工看着比自己出生年月日都长的余额，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我弟亲娘啊，这到底是多少钱啊？个、十、百、千、万、10万，哥、爹、爷，这都快数到祖宗了吧？刘婷也不是没见过有钱人的余额，只是这么多钱的他也第一次见。他丝毫不怀疑苏先生这些钱能把半个小区的别墅给买下来。全程不到3分钟的时间，验资完成的刘挺拿着卡一路小跑到苏北辰面前，双手递上。实在不好意思，苏先生久等了，车已经安排好了。一辆漆黑的劳斯莱斯古斯特已经停靠在售楼中心的正门口，刘挺又是一路小跑到后排给苏北辰和王校长拉开门，等两人都坐好，他才跑向副驾驶坐进去。大概3分钟的路程就到了苏北辰看中的别墅正门口。虽然没有售卖出去，不过简单的装修肯定还是做到位了，整个别墅看起来就犹如一个小庄园一般。只见刘挺手中的遥控器按了一下，别墅的电动大门缓缓向里开启。优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做圆形喷泉，
喷泉正中心是一条高高跃起的鲤鱼。刘挺介绍说，这个喷泉寓意着入住这栋别墅的业主年年有余。别墅后面则是一圈扇形的草坪，也被物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如果业主入住了别墅，而且有打理草坪的需求的话，物业可以免费提供这项服务。王校长正仔细听着，忽然电话响了起来，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跟刘挺交涉了一下，说自己朋友也想过来看看。刘挺倒是没什么意见，苏北辰也表示随意。不一会，麦超带着一个最近网上爆火的女主播走了过来。陈哥，你眼光真好啊，该说不说，这别墅是真心不错，要不是没钱高低，我也跟你做个邻居。一旁的女网红也是满眼都是羡慕，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这种地方。几人进入别墅内部，首先进入的是别墅1楼的客厅。客厅的挑高近4米，巨大的空间使人感到宽敞而自由的感觉，豪华与精致交织在每个角落。高大的玻璃窗户透射进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整个客厅，使得屋里高档品牌的家具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宽敞的大厅中没有摆放过多的装饰元素，恰到好处的简约透露出奢华的格调。丝绒窗帘轻轻摇曳，舞动着空气中的微风，整个屋内散发出一股淡雅的香气。整个别墅一共是5层，地下2层，地上3层。地下1层供业主娱乐的场所，电影院、KTV、台球桌，几乎该有的娱乐服务基本上一应俱全。地下2楼则是车库。总体看下来，苏北辰是挺满意的，当然价格也是让人满意。每平方20W的价格，整个别墅加上各种费用算下来，差不多3个亿左右。花3个亿买个房子，说实话，对于现在王校长和麦超来说，真的有些困难。不过他们家老子如果愿意，也是能拿下。由此可见，苏北辰是真的有钱。刘挺也是第一次见这么豪的客户，3个亿的别墅说拿下就拿下，光是这一单自己的提成恐怕得有小几百万。于是在回去签约的路上，刘挺殷勤献的那叫一个勤，他恨不得把苏北辰当成自己祖宗供起来。签完合同，跟银行那边打了个电话，确认了大额支出是本人之后，就拿到了别墅的钥匙。虽说还要去登记之类的业务之后才能拿，不过那只是对普通人定的规矩罢了，这些事情刘挺他们会全权处理好。坐上车的苏北辰连忙点开自己的系统，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5，健康97，魅力96，金钱22亿， LV 5，2亿10亿，青铜宝箱概率 19%， 白银宝箱概率 30%， 黄金宝箱概率 35%， 白金宝箱概率 15%， 钻石宝箱概率 1%。 钻石宝箱，苏北辰现在有些犹豫，到底是去再提升1级，还是做了任务就去开钻石宝箱。不过说实话，按照系统前几集那个尿性十有8九6级不会出现传说宝箱，起码是7级才可能出现一点概率。5级升6级就要10亿了，6级升7级起码得100亿。想了想还是算了。苏北辰跟王校长他们约好晚上的饭局之后，就直接回了酒店，换好一身健身的运动衣，就开始完成今天的每日任务。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拼团名媛一说，整个酒店健身房氛围还是相当不错。要知道，放在7、8年之后，这些奢侈酒店里几乎充斥着拼团名媛。前世的时候，苏北辰跟着领导出差，有幸去住过一次宝格丽酒店。说实话，要不是看着酒店外面写着宝格丽的英文 logo， 苏北辰都怀疑自己是进了鸡窝。什么一个下午茶几十人轮流照，都是些小 kiss， 健身房游泳馆才是重灾区。他亲眼见了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名媛，居然不穿内衣在骑自行车，姿势还故意摆的别人一眼都能看出来，装模作样的骑了不到10分钟就被一个大肚子油腻男给带走了。这件事让苏北辰对这些酒店的印象简直差到极点。第41章 ChatGPT 升级版。健完身，苏北辰去浴室里冲了个冷水澡，清醒了一下头脑之后，开始学习今天的知识。自从升级到等级5之后，之前学习的英文知识也转变成了专业金融，不过依旧是以全英的形式出现。苏北辰虽然对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不抵抗，可是为什么一直让他学习英文，他不是很明白。说实话，他甚至一度觉得系统屁股是不是有点歪。宿主请不要误解本系统的好意，宿主学习英文以便于更好的收割全球，来哺育龙国的发展，而非是本系统思想不端。好家伙，原来这波曲线救国是这么来的呀！检测到宿主已到达5级，声望商城正式开放，请宿主自行查询。苏北辰点开声望商城，发现之前在宝箱中开出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可以买到。股市探测仪 EDCBA 10000、20000、30000、40000、50000声望，现金200W 1冒号1000声望，随机收购券等级未知1比5000声望，人脉卡每月1次20W 声望。苏北辰没想到自己新手礼包开出的股市探测仪居然这么值钱，他继续向下看，居然还有个大龙头公司的股份，讯腾股份随机2000W 声望，大摩股份随机5000W 声望，黑石投行股份随机700W 声望。
说实话，苏北辰已经蠢蠢欲动了。虽然说随机这2个字有点坑爹，不过架不住人家公司体量大啊，随便漏一点，真的就是几十上百亿的金额。声望的获取方法，苏北辰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就是自己的知名度，不是说你介绍给别人认识了，别人记住你名字和长相就算，而是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记作一个声望。当然，对自己是负面印象的话，是不计入在声望之内的。不然苏北辰还真打算走一波黑粉路线。他可是一直记着前世有个明星硬是靠着小黑子爆火了好几年，甚至最后他防了也是黑粉在顶着。苏北辰点开自己的面板查看，发现自己居然还有几十个声望。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5，健康97，魅力96，金钱22亿，声望49， LV 4 26W1E， 青铜宝箱概率30%，白银宝箱概率40%，黄金宝箱概率20%，白金宝箱概率10%。思索了一下，苏北辰估摸着猜到了，应该是自己这些天来接触的这些人为自己提供的。刷声望的办法，按照他现在脑海中的思路，可能做明星会上涨的最快，或者走红网络声望提升的应该很快。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不说别的，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提交完今天的每日任务，只见一阵金光闪过，联盟里卡牌大师的声音在苏北辰脑海中响起：今天是你的幸运日，钻石宝箱已获取。苏北辰穿着浴袍，又用清水洗了一遍脸，最后连点3支95至尊香烟，并且齐齐摆在肥皂盒里，又从手机里找出各路神仙的图片，挨个拜了一遍。深吸一口气，苏北辰点击了开启宝箱的按键。钻石宝箱已开启， ChatGPT 人工智能版核心代码1。啊！苏北辰看着脑海中的提示音，整个人都老人地铁手机了。合着自己整这么多仪式，给自己开出来这么垃圾的玩意儿。ChatGPT 这东西，他前世也不是没用过，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软件了。写工作报告什么的，几乎都会用到，包括有时候偷懒不想写代码，都是用这软件给写的。不过就是因为这样，他才知道这东西其实真实价值虽然挺高是没错。他的母公司 OpenAI 曾经一度融资300个亿，但是这东西放在现在变现骂。这软件对硬件的需求算是比较高了，对于现在电脑端来说可能勉强足够使用，但是对于现在移动端来说简直就是场灾难。而且这东西有个很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你问他东西的时候，他懂的话会给你正确答案就算了，但是如果他不懂，这东西可能会给你胡诌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让专业人士去看的话， ChatGPT 答的就是一坨答辩。宿主请不要拿前世的人工弱智来跟系统出品的产品做比较，本系统出品的 ChatGPT 几乎是完美升级修正的状态，运用了 GT8 的技术，而不是前世 GT5 技术。苏北辰闻言马上点开这一串核心代码。苏北辰作为资深程序员，自然是没有忘记前世的那些开源代码，不过跟眼前的代码比起来，自己所知道的最完美的代码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他越看越觉得这一串代码的构建和搭配简直妙不可言，简直就是近未来时代的产物一般。喂，老李，马上帮我创办一家星辰科技有限公司，星辰控股的资金一半都拿出来给这个公司，再帮我招募一批程序员，顺便采购如今市面上最好的服务器。李博也没过多询问，只知道苏总说什么他就怎么做就好。那个苏总，苏北辰一愣，难道是自己要求的太多了？怎么了老李？是这样的，我最近几天做了市场调研，发现了有2个非常值得投资的项目，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想让您过目一下。苏北辰有些惊讶，做期货的几天的时间，李博居然还有时间去做市场投资调研。老李，我不是说了吗？你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决策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再通知我一遍。抱歉苏总，我可能还是有些没习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还想请你参考一下。苏北辰也知道李博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那你发给我吧。说罢2个 PDF 就通过微讯发送了过来，苏北辰也没让李博挂电话，就这么开着免提打开发送过来的文件。关于拼滴滴投资计划书，关于 OFO 共享小黄车投资计划书，第42章劳斯莱斯幻影。苏北辰看到这2个计划书的时候，脑海中一下子想到了前世万恶的砍一刀。还记得有次自己老妈大半夜1点多打电话给自己，语气中充满了焦急，甚至没来及多说，撂了一句没时间解释了，让自己看微信的话，之后就匆匆挂断电话。当时苏北辰迷迷糊糊的，甚至一度以为是老爹老妈准备收拾东西跑路了，结果点开微信发现一条拼滴滴消息砍一刀。更经典的是一个坐拥数十万粉丝的博主，直播的时候让在线的几万粉丝帮自己一起砍，看看多少人才可以砍下来。结果呢，在古代几万人都能把一个不小的城池给砍下来了，现在连一个几千块的手机都砍不下来。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架不住人家一年比一年营收好，一年比一年利润高啊。OFO 共享单车这个项目更是一波完美的套利机会。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
OFO 应该算是创业初期，还在上京大学校园里试点创业，而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 1.3 亿美元，20%股份加上推广的融资体量，更是在16年底估值上百亿。只能说李博不愧是李博，苏北辰觉得这波给未来的投资之神挖过来简直太赚了。电话那边李博说实话，心里很没底，他生怕苏北辰一句话给自己否决了。老李，很不错，我很认可这2个项目，至于能拿到多少股份，全看你了。李博听到苏北辰对自己的认可，也是松了口气。苏总，在之前联系了一下2家公司的创始人，这几天也正好都在沪上，我马上去跟他们谈。苏北辰又简单和李博聊了2句，嘱咐他别忘记帮自己整星辰科技公司的事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苏北辰看了一眼手中戴的百达翡丽，发现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他打算去一趟上京的 4S 店，在这边买辆车，总是坐酒店的车，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40分钟后，上京天宝街路口，苏北辰看向人来人往的街道，手里拿着长枪短炮，在橱窗外对着自己喜欢豪车也是各个角度拍摄。对于他们这群热爱汽车的人来说，即使在这里待上1天，也不会觉得一丝疲惫。常见的 BBA 就不用说了，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宾利、布加迪这种男人的梦中情车，这里也是应有尽有。除了汽车之外，各大奢侈品品牌也强势入驻，正值暑期，打扮清凉的女人也在大方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这里简直就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禁地。苏北辰看着橱窗中展示的汽车，说实话，有些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停地给自己车库中添加一辆又一辆的汽车。也许在他们眼中，这不仅仅是一辆汽车，而是一件集合了工业智慧的艺术品。苏北辰走到 logo 是双2的展厅里，一辆线条优美的双门轿跑吸引了他的注意，流畅而富有魅力线条，让每一个人无不渴望驾驭它驰骋赛道。就像他的广告词一样，从诞生之日起，幻影双门轿跑车就从未离开属于它的魅力与时尚巅峰。先生您好，我是天宝街劳斯莱斯展售店的销售员柯雪，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先生贵姓呢？身高1.75米左右，一身 OL 制服搭配上金丝边框眼镜，御姐范十足，微笑起来两边的小酒窝也是恰到好处，腿上包裹的黑丝更是勾勒出完美的腿型。如果放在以前，可能苏北辰还会有点怯场，不过现在倒是大方从容，无他，因为钱包比较鼓。免贵姓苏。苏北辰从容地回答道。我看苏先生自从进来就一直在看我们展厅这台幻影，不知道苏先生是否有兴趣听我来讲解一番。听到柯雪的请求，说实话苏北辰也愣了一下，开玩笑道，那就有劳柯美女来给我讲解一番了。柯雪为苏北辰拉开主驾驶的车门，侧身靠在等待苏北辰进入主驾驶。苏北辰也不客气，直接一个跨步坐了进去，而柯雪则是半蹲在苏北辰左侧，开始介绍道。幻影双门轿跑车与其他幻影系列车型均搭载相同的 6.75 升 V12 发动机，但前者提供了更具活力的驾驶体验。专门设计的换挡模式让驾驶者可以自由发挥巨大的动力储备。此外，更硬的空气弹簧、更坚固的后部防倾感和更高的底盘刚度，让幻影双门轿跑车时刻保持出色的平衡感和稳定性。柯雪一边柔声讲解着，一边在演示着车内的各种功能。苏北辰抚摸着充满质感的方向盘，心里不断感慨不愧是顶级奢华品牌。经典名言果然不是盖的，一个男人这一生中要以2个牢为目标奋斗，一个是手上戴的，另一个是手上开的。苏北辰今天穿出来的衣服是昨天随便在路边逛街的时候发现了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店买的，所以并不是很贵。柯雪其实也通过着装判断出来了，眼前这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买，但是他还是在尽职尽责地讲解着自家的产品。苏北辰觉得了解的差不多了，开口道，提现车的话多少钱？展售厅现车的话是585万额，先生您说什么？柯雪一脸懵逼地侧过头看着把握着方向盘的苏北辰。苏北辰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时间，发现还有1个多小时就该到了和王校长他们约饭的时间。刷卡吧，我赶时间。看着还愣神的柯雪，苏北辰拿着自己的黑卡在他眼前晃了晃。不好意思，苏先生，我马上给你去办理。柯雪真的没想到，眼前比自己还要小不少的男生，从进店到刷卡只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这是什么神仙客户？光是这辆车的提成，估计自己都能拿6位数。当柯雪拿着黑卡和 POS 机在经理的注视下刷出来585万的时候，整个展厅的人都被震惊到了。第43章，我这人不喜欢高调。苏北辰坐在劳斯莱斯内部的会客室，此时好几名销售正蹲在自己身边，在小桌子上帮苏北辰填写着各个信息。而一位身高1.82米、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此时也半蹲在苏北辰身旁，讲解着各个事项。杨乾作为天宝街展售店的总负责人，哈腰站在苏北辰身旁，言语之间充满了恭敬。杨乾已经是劳斯莱斯的老员工了，将近15年的工作经验。这15年里面，他见过很多有钱人，
但是从来没见过从看车到买车只需要30分钟的人。当他听到柯雪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度认为是谁故意耍小雪玩的，并没有做理会。可是当柯雪带着一长串票据回来拿合同的时候，杨乾彻底被震惊到了。当看到苏北辰手腕的百达翡丽的时候，他就明白了自己店里这次真的遇到神豪了。试问，一个把300万带到手上的男人，难道会因为花了500万买辆车犹豫吗？苏先生，听小雪说您今天要把车开走，对吗？苏北辰点点头，随即说道，车辆的所有手续能麻烦杨经理帮忙办理一下吗？当然的，苏先生，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选牌的话看看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杨乾说着，又从一位销售手里拿出一个本日志，翻到牌照的一面递给苏北辰。苏先生，因为我们劳斯莱斯内部的关系，所以预留了不少精品牌照，您看您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过户。苏北辰接过日志翻看起来，一共预留了3张牌照，一张是金 J10000，另一张是金 F88888，最后一张是金 D00000，3张售价分别是190万、380万、360万。首先排除了第一张，这在扑克牌里老家那边人都叫勾的音，合着带前面的金一起读，岂不是骂人吗？人家在车管所本地人问你车牌是多少，你张口来句金 J， 遇到脾气急的估计一拳招呼你脸上了。8和0之间，苏北辰直接选了前者，888，发。听起来确实多少有点迷信的成分在里面，不过苏北辰自己都带着系统重生了，还有什么科学可言？我这人不喜欢高调，所以麻烦杨经理给我安排一下中间这个吧。杨乾听着苏北辰凡尔赛的发言，肃然起敬。这个 B 装的他给82分，剩下18分以666的形式送出。在一旁整理资料的一群人更是被苏北辰出手的阔绰给惊住了，合着车牌都快跟车一样贵了。老在网上看中东土豪有钱，是金钱如粪土，估计眼前的年轻人跟他们那群人也大差不差了吧。在苏北辰超能力的作用下，原来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只用了18分钟就全部完成。柯雪拿着盛有车钥匙的精美檀木方盒，郑重地递给苏北辰。苏北辰接住的时候，发现盒子下面居然还有一张小纸条。再看着小脸有些绯红的柯雪，他已经猜到了什么。所以说，长得太帅了，还这么多才多艺，平易近人的他，不知道这是收到的第几次小纸条了。盯着柯雪看了一眼，柯雪的个人面板也被打开。姓名：柯雪，健康91，体质90，尾处，魅力96，好感度95，好感度95。苏北辰第一次见这么高的好感度，即使是帮了那么多忙的奚梦月也才85，程思也是才90，而第一次见面的柯雪居然能高达95，这姑娘都快拉死了吧。系统，体质那块是怎么回事？可能有用过某些道具之类的东西奖励过自己，没想到御姐的外表下居然是这么疯狂的内在啊，可能这就叫反差。苏北辰坐上幻影的主驾驶，落下车窗。杨经理，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女装牌子吗？虽然话是对着杨乾说的，不过杨乾也是老江湖了，直接就听懂了苏北辰的意思。苏先生，我不是很了解女装品牌，柯雪应该比较清楚，我自作主张给柯雪放个假，让她陪着苏先生去挑选一下，您看怎么样？果然上道，转头看向此时眼睛里的欲火快挡不住的柯雪。柯雪二话不说点点头，故作平静地走到幻影的副驾驶坐了上去。在一众劳斯莱斯员工的鞠躬下，幻影缓缓驶离。车子开上高架桥，坐在副座的柯雪摘了眼镜，并缓缓解开了系在胸前的纽扣。苏北辰一转头就看到了雪白的一片，这不是通往幼儿园的车呀，车门已经焊死了，看来是跳不了车了。某个大商场的试衣间里传来粗重的喘息声，随着一声闷哼，声音便消失了。过了片刻，趁着没人注意，走出来了2个人。柯雪此时一脸满足的样子，穿着苏北辰给自己买的一身名牌。亲爱的，你晚上需要我陪你吗？苏北辰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晚上还有事情要做。柯雪闻言也点点头，让苏北辰先去忙自己的事情，有空了就联系自己。苏北辰给柯雪赚了一笔钱，让他打个车回家后，自己扶着腰子坐上了幻影。其实一开始他也害怕柯雪是不是仙人跳之类的，毕竟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激情的事情，十有八九不是仙人跳就是嘎腰子。可能是苏北辰的超能力加上长相酷似男明星这张脸，正好撞上了剩下的1/10。不过有一点失算了，没想到魅魔竟在人间，自己是真的快被榨干了。拖着一身疲惫的身子接到奚梦月。奚梦月看到苏北辰一脸虚脱的样子，还以为他是不是被之前那伙人给报复了，再三询问确定不是之后，他才放下心。因为是晚高峰的原因，到的时间晚了20分钟左右，不过几人也都没吃，在抽着烟聊天扯皮，几乎是都带了女伴，几个女网红和小明星聚在一起聊着什么话题。苏北辰推开门，带着奚梦月走进包间。王校长看到苏北辰一脸虚脱的样子，直接张口就是一句：
哥们，你这是去打二战了？第44章，欺人太甚。苏北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说实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几人正常喝点洋酒也就算了，谁知道麦超那孙子忽然性情大发来了句：“咱们都来上京了，这不尝尝正宗的二锅头？”于是，在兴头上的几人找服务员整了3瓶红星二锅头，洋酒掺着白酒。饶是苏北辰超人版的体质，也喝得几乎不省人事，硬是靠着自己意志力撑到了上了车。苏北辰是这样，其他几个人都不用说了，几乎全都趴桌子底下去了。看酒店凌乱的程度，再想想自己80公斤的体重，估计陪在自己一旁的奚梦月昨天晚上没少遭罪。闻着一身酒味，苏北辰自己都犯恶心，走进浴室洗了个澡。樱花国一家名为德景商事的社长办公室里，销售部部长高桥龙一正毕恭毕敬的哈腰站在一个瑞士人白人面前。波尔茨先生，今年仰仗着贵公司精湛的圆珠笔头技术，我们商事一年比一年利润好，今年更是环比增长42%，龙国市场简直就是一片蓝海。本该是高桥龙一坐的社长位置，如今却坐着一位白人。波尔茨双手并在一起撑着后脑勺，穿着皮鞋的双腿直直地搭放在办公桌上。即便是如此，高桥龙一还是陪着笑脸低声下气地跟他汇报着，样子就像一条忠实的秋田一般。龙国市场那里可是遍布了黄金，他们连自己的圆珠笔都造不了，这样的国家就该被我们收割。波尔茨转动着手上的圆珠笔，嘴里说的话语充满了对龙国的不屑。高桥先生，这次圆珠笔头的价格继续涨价，当然了，你们卖多少就是你们的事情了。高桥龙一推了一下镜框，面带微笑的回答：当然，先生。金门一家文具店里，几个家长带着孩子来买文具，其中一个家长看着孩子手里拿的中性笔，正准备结账，就发现价格不对。老板，你家中性笔怎么又涨价了？之前还2块呢，现在怎么卖2.5块啊？文具店老板是一名退休的老教师，叫张建文，因为是这一片年纪最大的店主，所以周围人亲切地称呼为老张。老张听到家长这番话，也是一脸苦笑道：我都已经是亏本卖了，供货商今年连着涨了3回价格了，我进货价加上运输费，一根笔都已经2.6块了，要不是孩子们需要，我这店早关门了。那位家长心里还有些不信，这时候上初中的学生们也在一边附和：阿姨，张爷爷没有骗你，其他文具店都已经涨到3块了，甚至有的还涨到3.5块了。不只是在这家文具店，学校附近和写字楼附近的文具店笔的价格一涨再涨，很多店铺因为比价太贵，来买的学生一看价格高就不买了。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很快店都选择了闭店歇业，也只有老张这样店心系学生，靠着自己退休金勉强维持着，才不至于关门。当一个产业的下游客户已经不好过的时候，就证明上游的好日子也到头了。龙兴贸易，一家专门做文具相关的贸易，此时作为龙兴贸易董事长的赵毅几乎胸腔里满是怒气，摔断手中的电话，一拳砸到会议室的桌子上。这群小鬼子就是欺人太甚！在一旁的翻译也不敢发声，他虽然内心也很气愤。龙兴贸易一直以来的供货商都是樱花国的德景商事，因为国内没有生产圆珠笔笔尖那个源头的原因，所以需要通过外贸的手段进口到国内，然后经过组装成为各个牌子的圆珠笔。赵毅前几年关于这方面的外贸一直做得很好，对方甚至还愿意主动让价给自己一些。没想到这群狼子野心的人忽然在今年反咬一口，连续涨了3次价，而今天这个视频电话就是第4次涨价商谈。说是商谈，但是却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好像就是来通知他们一样。不仅仅在他们这个圈子传开，网上更是炸开了锅。微博热搜榜第3名就是圆珠笔涨价，而一时间网上各种牛鬼蛇神也跳了出来，给大家分析自己有理有据的观点。其中有个名叫大正半岛的公知发的帖子热度站在了前几名，帖子的名字叫可悲的制造业。最近有个事情很火，在各大社交媒体网站上，尤其是微信上传疯了，就是圆珠笔求猪这件事。众所周知，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圆珠笔几乎是文具店亦或者是便利店几元钱就可以买到，但是这次价格从年前的2块提到3块，甚至更贵的价格，引起了一众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其实具体原因还是出在这个笔头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龙国目前自己不具备这项技术，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笔头圆珠都是进口樱花国，而樱花国这次提价实在是因为产能不够，被迫涨价的初衷是希望能让大家更珍惜使用圆珠笔。樱花国因为工匠精神，所以他们造的每个圆珠笔头都是倾心打造，涨价之前发布了正式道歉声明，他们这些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被洗脑樱花国的工匠精神多好多好，下意识就觉得这篇文章质量水平高，称赞声也是络绎不绝，哪怕有些人在下面评论不好的话，也会被很多香蕉人群起攻之。苏北辰看着这篇文章，只能说这狗东西十有八九是个行走的50万。反手点了举报之后，把帖子截图上传到了国安局举报中心。龙国企业是没有能力生产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在阿里巴巴上搜圆珠笔不锈钢球珠的批发价是30块钱1万个，如果按照全国400亿支圆珠笔的产业规模算下来，销售额可能还不足1个亿，平均下来每个球珠的利润可能以毫为单位了，100毫等于10厘等于1分，所以说一年净利润才2-3千万左右不到，而且这还是不加上你有铜降的情况下。第45章比肩钢技术。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研究球珠却需要巨大的成本，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没有精密加工技术，这方面一直被米国掐着脖子。想到这，苏北辰叹了口气，果然技术方面还是硬伤，不过自己有系统的存在加上先知先觉的能力，迟早会帮助这个平行世界里的龙国走上世界之巅。又和这个发帖的博主下面的香蕉人对了一会线，没经历过后世洗礼的网友根本不懂联盟祖安人的厉害，这一会的功夫，好多个香蕉人都被整得红温了，甚至博主还下来跟自己对线了。现在还没有50万这个梗，要是放到后世这篇文章和作者不被广大网友喷出 she， 真的是算他厉害。苏北辰收起手机，奚梦月也醒了过来，不过一直没穿衣服，就坐在床上，一双桃花眼看着苏北辰说道：“昨天我的衣服都被吐上了，还没有洗干净这会。”苏北辰有些尴尬，咳嗽了2声，给酒店的人打了电话，让他们按照奚梦月的尺码准备套衣服。酒店这边也是很快就送上来一套女装，好像对这种事情很轻车熟路一般。带着奚梦月吃了晚了那么一点点的早餐后，开车先带奚梦月去了 APM 购物中心，进到爱马仕的店里。苏北辰向店员表明来意之后，对着身后的奚梦月柔声道：“你去试试这些衣服，看看有没有看顺眼的。”第一次来装修这么奢华的店里，奚梦月心里有些紧张，好在专业店员的引导下，慢慢放开了一点。正在玩手机的苏北辰听到奚梦月叫自己的名字，抬头一看，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奚梦月身上穿着一袭黑色的 Mosaic 拉链连衣裙，一双黑色高跟鞋，小腿上裹着蕾丝边的小腿袜。她行走间仿佛无形中自带一股优雅的气场，就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一般，每一步都流露出自信和优雅。本来就是逆天的颜值，再经过精心的打扮，苏北辰似乎不怀疑她想出道，肯定是一堆娱乐公司来抢人。奚梦月走到苏北辰身边，小声的嘀咕着：“这件衣服太贵了，我们还是去优衣库之类的看看吧。”苏北辰嘴上说着好的，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已经递给了柜姐，同时叫住了刚刚给奚梦月搭配的女店员：“你们店员眼光不错，你们再帮她搭配几套衣服，一会统一刷卡结账就行。”一时间，整个店里的店员都忙了起来，围在奚梦月身边，帮她出谋划策，搭配什么服装。奚梦月也从原来的紧张变为从容不迫。苏北辰都已经发话了，如果自己再这样推脱，就显得不给面子了。一番采购下来，苏北辰才刷了40多万，留个了酒店地址给店员。因为衣服太多，所以直接让店里把买好的衣服寄到酒店。苏北辰回到酒店后，去健身房完成了一遍日常任务之后，又给奚梦月租了个医院附近的房子，方便她后续去医院照顾奶奶。苏北辰打算开车去金门一趟，看看自己之前开出来的兆兴炼钢厂。上京和金门走高速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他这次去金门是自己一个人，奚梦月是因为后天奶奶要手术，所以不能陪自己，而秦芬他们几个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王校长则是去忙自己的熊猫 TV 了。下了高速，到了兆兴炼钢厂，门卫看到一辆挂着京 F8888车牌的劳斯莱斯，想都没想，直接给开了门，连忙跟厂长拨通了电话。苏北辰本来还想跟门卫说一声来着，结果直接给自己放行了。随便找了个停车位，刚停好车下来，就见到一个戴着安全帽、皮肤黝黑的中年人带着2人向自己走了过来。刚一见面就客客气气地介绍自己：“老总好，欢迎视察兆兴炼钢厂，我叫王汉良，是咱们兆兴厂的副厂长，厂长和总经理都去市里面开会了。”苏北辰也是比较客气介绍起来自己，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姓苏，名北辰，今天过来只是想看看咱们炼钢厂的状况。”王汉良作为副厂长，自然是知道公司里除公家外的几个大股东，其中一个就是有苏北辰的名字。原来是苏董，真的是有失远迎啊！您怎么不跟我们打声招呼，让我们好接待您啊？苏北辰摆摆手，他也没想到这个副厂长知道自己名字会反应这么大，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影响到大家生产，那我可就是罪人了。听到苏北辰的玩笑话，王汉良可不敢多说别的，苏董可以开玩笑，自己可不行。苏董，咱也别在这站着了，这炼钢厂老热的，赶紧进屋坐。一边在前面给苏北辰带着路，一边跟身旁2个小跟班说：“小李，你快去准备好茶叶，小刘去准备工作报表给苏董过目。工作报表就不用了，这次来就是看看咱们炼钢厂，自从当了股东我还一次没有来过。炼钢厂的工作报表和财务报表说实话真的没什么可看的，钢铁这种周期性的东西，在淡季不亏本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指望着赚钱。肯定会有人说了，不赚钱这厂开着干嘛？那你猜猜军工企业生产的飞机大炮原材料是什么？苏董，咱们兆兴炼钢厂
全国各地加在一起的产能大概有1200万吨的产能，在全世界排名第22名。主要产品有轴承钢、合金工具钢、冷吨钢，特别是合金工具钢，咱们生产的钢盘条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前茅。王汉良说，这些其实网上基本上都有，苏北辰在来之前就看过了。他原本的目的来是打算转一圈认识人，但是今天的宝箱开启后获得的一项技术让他改变了想法。趁着王汉良喝水的空隙，苏北辰开口道：“王厂长，不知道咱们厂能不能生产圆珠笔球珠？”王汉良沉思了一下，之前其实是有过，不过我们的技术比起外国差了一点，买家基本上不认我们的货，所以就停掉了这个项目。那王厂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技术叫比肩钢？第46章，受之无愧。比肩钢怎么听着有些耳熟？王汉良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一旁正在添茶的小李在王厂长身旁小声提道，好像之前袁总经理有提过一嘴。王汉良猛地回想起来，苏董，我想起来了，之前和袁总和赵厂长去龙科院做访问的时候，金属材料工程学的任教授提到过，不过好像技术不能量产，卡在瓶颈期了。听到王汉良前半段，苏北辰心中一惊，生怕自己拿出来技术闹了个乌龙，可后半段话让苏北辰松了口气。要知道，这项技术量产也是1年之后的事情了，更何况系统给自己的技术还是2次改良之后的。王汉良有些疑惑，苏董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个技术？苏北辰也不藏着掖着，直接明了的拿出一个 U 盘，这里有完整版的比肩钢技术，是在N任教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的2次改良。王汉良收起刚刚的圆滑，脸色瞬间严肃起来。苏董，您真没有拿我开玩笑？苏北辰也不生气，同样一脸认真的反问道，你觉得我特意从沪上跑来就是跟你开玩笑吗？王汉良不敢托大，连忙叫来厂里几个技术最好的金属材料工程师，几人到场也没过多寒暄，直接插上 U 盘查看起来。王成杰作为新项目的总工程师，这几天都是加班加点的干活，哪怕是厂长请自己吃饭也是直接拒绝，表示没有时间。结果今天副厂长秘书忽然跑过来说大人物带着新技术来了，让自己过去一趟。没办法，王成杰只好放下手中的活儿赶了过来。结果进门就看到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的喝着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估摸着又是哪家公子哥来镀金了，顺便提交一个技术往朝廷骗点补贴，顺便拿个证书之类的。所以进门之后，包括他在内的几个工程师都没跟苏北辰打招呼，自顾自拿着 U 盘点开资料看了起来。本来想随便扫一眼的王成杰，结果看的第一眼感觉就这圆珠笔球珠技术原理谁不知道啊？没有精密工具你怎么做出来？然后又扫了一眼，这是精密工具技术。王成杰整个人脑子一片空白，整体过了一遍，发现完全可行。于是一群皮肤黑黄的大老爷们就这么盯着电脑屏幕的画面，越看越激动，喘息声越来越粗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看什么404的东西。王成杰第一个先看完，直接站了起来，一把拉住王汉良的胳膊，王厂长，这项技术是从哪里得来的？请您务必引荐我去见一见发明这项技术的人。试问一个1.85米浑身肌肉的黑脸大汉一脸兴奋地看着你，你敢动吗？王汉良此时真有点被王成杰吓到，连忙摆开手，王总工，这项技术就是我们的苏董提交的。王成杰看向正在喝茶的苏北辰，眼神里好像少了些热情，不过态度摆得很正。敢问这位苏董，不知您是否能引荐一下？苏北辰也没有生气，不相信自己很正常，换谁来都不信一个21岁的年轻人能拿出来这种技术。不过可惜苏北辰有挂，在脑海里点开技术的时候，整个比肩钢的技术就已经融入自己的大脑之中，甚至他讲解的可能比未来发明这项技术的人更加详细。一开始王成杰听到苏北辰说这项技术是他的团队研发的时候，不信2个字几乎就快写在脸上了。可是在接下来长达2个小时的问答之中，他的态度从不屑到震惊，再到沉思，最后是兴奋。几个在大学都有兼职选修课的工程师此时就像学生一样，一人拿个笔认真地记录着苏北辰讲的每个细节内容。他们通过苏北辰的讲解几乎全都豁然开朗，对整个比肩钢资料的知识以及附带的精密工具生产技术已经了大概笼统的了解。苏董，我对我一开始的态度向您道歉。其他人也是齐齐向比自己小了至少1轮的苏北辰弯腰道歉。苏北辰也连忙给几人拉起来，即便没有自己凭借着龙国的钻研能力，明年也完全能生产出来。这时讲完课的苏北辰才发现门口站着几人，一直在会议室门口观望没进来，也许是看到苏北辰已经讲完了，几人才缓步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戴着厚重眼镜的华发老人，几位刚刚认真听课的总工们马上站了起来，满脸尊敬地叫着莫老。被他们尊称为莫老的老人此时却不做理会，而是两眼盯着苏北辰，一脸恭敬道：后生可畏啊，不知道苏老师有没有兴趣来我的研究室交流交流心得。
听到此话，一旁陪同着的袁总和赵厂长一脸惊讶。要知道，眼前这个老人可不是一般的教授，而是有着材料金属工程学院士以及龙国科学技术最高获奖者头衔的莫金华莫院士。想要拜入他门下的天才神童，简直数不胜数。米国更是开出了数亿的年薪挖他，不过他直接一句“永远不可能背叛我的祖国”给回怼过去。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现在居然对一个年轻人态度如此尊敬。苏北辰在这样的人面前不敢托大。小子有幸研究出这项技术，还都是仰仗着前辈们的理论，属于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才能做到。这声老师实在是受之有愧。至于能去您研究室交流，是小辈的荣幸。听完苏北辰的话，莫金华脸上笑容更深。不骄不躁，能成大器。不过苏老师，你也不要太妄自菲薄了，在我们这行可不看什么资历不资历的，与年龄无关，永远都是达者为先。所以这声老师，你受之无愧。苏北辰看眼前莫金华都这么说了，如果自己再执拗下去，就有点不知好歹了。于是点头默许下来，心里暗暗跟研究这项技术的刘教授道了个歉。莫金华身后的袁总和赵厂长见状，也连忙在旁边吹着彩虹屁。哎，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些能爬上这么高位置的人，个个都是人精，连吹彩虹屁都这么自然。第47章，苏总最近名气可不小啊。苏北辰在几位厂长的盛情邀请下，一起吃了顿晚饭。临走前还特意交代王总工尽量早点把技术投产。王成杰这边也表示，最快1星期造完设备就可以投产第一炉球珠。苏北辰没提钱的事情，毕竟为国家捐献新技术，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但赵兴炼钢厂的袁总坚持把这件事上报给朝廷，还要为苏北辰申请今年的科学进步奖项。而莫院士吃饭的时候才得知，掌握这么高端技术的苏北辰居然是一名准大四的金融系学生，顿时垂手顿足，嘴里嚷嚷着可惜了这么个天才。随后又在苏北辰再三的婉拒之下，莫老才放弃了收他硕博连读的打算。跟众人告别完，苏北辰刚坐上自己的幻影，就接到了苏天南的电话。苏总最近名气可不小啊。苏北辰满头黑线，自己这二叔哪都好，就是喜欢跟自己阴阳怪气，跟网上新闻发布会上见到的刚正不阿的苏巡查使简直判若两人。二叔，你这又是演哪一出？苏总，我哪能啊，打听您的人可谓是从沪上排到了上京圈了。听自己便宜二叔的话的意思是有人在打探自己。苏北辰眼睛一眯，严肃起来。二叔，最近有什么人在打听我吗？苏天南听着自己侄子认真的声音，笑了起来，也不逗他了。放心吧，不是你得罪什么人了，是上京那边有大人物询问我关于你的事情，我也实话实说。不过看那边的态度，倒是对你倒是挺好的。苏北辰一听，心里松了口气，估摸着是之前电解铝做空那件事。那么大的资金流动，苏天南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二叔说没事，估摸着应该是没什么事。话说回来，北辰，你看你二婶给你发的消息了吗？什么消息？自己没收到啊。苏北辰忽然想起来，自己当时用小号加的二婶，连忙换到微信小号，点开自己二婶转发的新闻消息，关于沪上扫黑除恶行动取得巨大成果。身为静安区区长萧劲，在收受了涉黑组织黑老大的钱和相关好处后，为其充当保护伞，对该组织的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职期间，更是肆意提拔自己人为朝廷官员，为自己大肆敛财。近日，由沪上最高法院予以萧劲、刘栋等人进行判决。要不是苏天南跟自己提，估计都快忘记这个人了。不过自己二叔护犊子的样子，还是让自己心一暖。谢了，二叔。什么谢不谢的？这位小同志，你这个思想很有问题啊，你可不要乱说话。听到二叔一脸严肃的样子，苏北辰也是笑了出来，又跟二叔聊了会天，就挂断了电话。点开住房 app， 随手订了丽思卡尔顿一晚上5000多的维多利亚行政套房。倒不是他不想订更好的，而是这是他能找到最贵的房间。晚上在酒店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又打了几把游戏，就早早休息了。一夜无话，转眼来到第二天早上，苏北辰特意起了个大早，打算尝尝金门最有名的狗不理包子。找了家网上评级最高的包子铺，不是网上那些炒得很火的网红店，而是一家在巷子里的小店，来吃的基本上也都是本地人。哪怕是早上6点就到了的苏北辰前面，也是排了好几个老大爷，排了大概10多分钟才到苏北辰。点了2笼肉包子，又要了一碗豆浆，就坐在路边的小桌子上吃了起来。第一口吃下去，惊艳到他了，包子里面的肉汁直接在嘴里爆开，肥而不腻。不得不说，这家店真的有点东西，再搭配着香醇可口的豆浆，苏北辰3下5除2干完了2笼大包子。苏北辰吃完打了个饱嗝，果然，你可以永远相信群众们的眼光。今天打算回一趟上京，因为叶奶奶要手术，苏北辰也打算去看望一下。他跟二叔说了叶奶奶的事，二叔这边也是安排好了手术的医生，跟医院那边也打好了招呼。到了医院，叶奶奶看到苏北辰一身汗，看出来他明显
是忙完自己事情又急匆匆地赶回来了。看来奚梦月这丫头交给苏北辰，他也能放心了。很快，手术室的红灯亮起，奚梦月双手合十，不停地祈祷着。苏北辰搂着她的肩膀，安慰着她，肯定没问题的。奚梦欣也在手术室外等着，不过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情，从头到尾一个正眼都没有给苏北辰和自己姐姐。时间转眼过去2个小时，手术室的灯灭去，手术室门被打开，医生先走了出来。谁是协星女士家属？奚梦月和奚梦欣连忙站了起来，一脸忐忑地看着戴着口罩的医生。手术很成功，老太太再休养1个月，基本就可以出院。听到手术成功，两女绷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奚梦月的眼泪也是控制不住流了出来。太好了，太好了！苏北辰把奚梦月抱在怀里，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膀。这次手术从出钱到安排医生，几乎全都是苏北辰在出力。奚梦欣看着两人，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接下来，医生又讲了一些术后特别注意的事项，几人也是一字不落的认真记下。不过苏北辰给叶奶奶安排了特护病房，这些事情都会专门护理人员来做。叶奶奶被转移到特护病房后，麻醉的效果减弱，慢慢醒了过来。苏北辰和叶奶奶简单的聊了几句，交代多保重身体，就做了告别。因为患者需要静养，而奚梦月则是留在病房里照顾奶奶，即使有专门护理的人，她还是很不放心。奚梦欣也跟着苏北辰一起出去，两人没说什么话，就这么并肩走着。直到医院的停车场，奚梦欣终于开口道：“苏北辰，我和我姐之前发生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想必你应该都知道了。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只希望你能对我姐好，对我姐负责。”苏北辰看着一脸认真的奚梦欣，忽然笑出了声。奚梦欣本来酝酿的气氛一下被瓦解了，直接他眉头一皱：“你笑什么？”苏北辰脸上挂着微笑，伸出自己修长的手指点了一下奚梦欣的额头：“笑你小大人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第48章人才招募卡。转眼间1星期的时间过去，苏北辰这几天日常刷完每日任务后，白天陪莫小萌，晚上教育成思，有空了跟奚梦月打打视频，偶尔调戏一下赵一诺，生活过得挺充实。著名大师艾克曾经说过，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使用。苏北辰也是向自己的前辈罗大师学习，当起了时间管理大师。这些天开的宝箱奖励现金1000W4，一辆宾利欧陆 GT， 金茂大厦5层到7层的使用权奖励之外，还开到了一张人才招募卡。人才招募卡1级，指定专业范围内召唤相关人才1，自带身份证明。按照系统的意思，1级卡招募出的人才有着10年左右的工作经验，以及龙国前10名校的研究生毕业水准。而2级卡招募出的人才则是20年的工作经验加上 Top 3之内的博士生水准。至于更高的人才招募卡，因为自己等级过低，则无法查看。但仅仅是2级的人才招募卡都已经很顶了。试想一下，一个公司全是带着20年工作经验以及博士毕业水准的员工，这公司工作效率，苏北辰说第2，没人敢说第1。考虑到眼下自己的情况，苏北决定召唤关于 IT 相关的技术人才。自己手底下目前金融板块已经有了李博，暂时不需要人才。而星辰科技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苏北辰二话不说，直接选择 IT 专业，点击使用。IT 型人才已经召唤，姓名吴天成，专业等级1级，技能精通 IT 相关领域知识。宿主召唤出的人才将会从无人注意的地方出现。随后，只见从健身房的厕所里走出来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穿着一身运动衣的男人。吴天成径直走向健身房长椅上歇息的苏北辰，脸上充满了狂热。只见他微微鞠躬，恭敬道：“老板，请您安排任务。”系统召唤出来的人物，不管是说话还是面部表情，都显得十分自然。如果不是自己召唤出来的，苏北辰还真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人。似乎是看出了苏北辰心中所想，吴天成开口解答道：“老板，我们除了不能生育繁殖以外，其他的所有生理功能都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苏北辰点点头，这样也好，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随后跟李博通了电话，把吴天成安排进了星辰科技。通过和吴天成的谈话得知，人才卡召唤出来的人物也和正常员工一样，需要住宿的地方和1日3餐，不过工资方面居然1分不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他们能为宿主工作便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搞得跟自己在整传销组织一样。要知道在沪上，程序员1个月没个上万块工资可下不来，更何况还是前30研究生水准的，工资估计得有个小几万，而现在居然1分工资都不要。苏北辰怒斥着系统：“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麻烦给我来更多这样的员工，就给我一个良心，真的不痛吗？”系统果然赚钱要有良心，要是没了良心，你会发现赚得更多。吴天成的到位也让星辰科技很快步入正轨，雷厉风行的作风让李博见了都忍不住在苏北辰面前夸赞。与此同时，上近一场公布的国际性新闻发布会也悄然而至。
被邀请而来的外媒记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甚至没接到关于龙国这边的任何消息。不过基于记者的职业素养，个个都扛着长枪短炮来到发布厅。一个灯塔国记者拍了拍正在调试设备的米国记者：“嗨，约翰，你有了解到什么消息吗？”约翰头继续调试自己设备，头也没回道：“并没任何消息。大卫，你们那边呢？”大卫皱了皱眉头，他并不觉得约翰在骗自己，因为没有必要，毕竟这场发布会一会就会告诉自己发布什么。他耸了耸肩，闲聊几句之后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很快发布会开始，各大平台也是开始直播起来。不过观看的人数倒是不多，毕竟看直播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对新闻发布会这种事情感兴趣的更是少之又少，整整几分钟才有寥寥无几几条弹幕。公布二把手雷云涛先是走上发言台：“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我有一条信息需要向大家通报，关于精密冶炼技术，我国实现多个领域的新突破，尤其是关于高精度圆珠笔球珠，我们已完成自主化生产，称之为比肩钢技术，同时更是在精密工具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其他国家的外媒记者连忙做着笔记，同时把这一重要消息传递给自己国家的报社。但是场上瑞士和樱花国的记者满脸的不可思议，觉得肯定是龙国释放出的假消息。雷云涛刚说完，两人立马举起手发出提问。雷云涛暗暗一笑，就知道这俩国家该坐不住了，毕竟全球 80% 的比肩钢都是这两家垄断的。经过同意，瑞士的记者先站起来，操着一口蹩脚的龙国语提问道：“雷部长，请问龙国掌握的比肩钢是否存在抄袭瑞士富马森公司的可能性？”一上来的提问就是火药味十足，就差没把龙国抄袭这个话说出来了。潜水观看的观众也是忍不住在弹幕上骂出声。这群人就是见不得龙国好，一说发布新技术，第一时间就开始质疑，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自信。谁说不是呢？各种技术封锁我们，结果呢，还不是被我们一一破开？结果现在又反过来质疑，要我说我就是抄了你能如何？话说回来，前段时间微博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圆珠笔事件，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细心的网友很快把两件事联想起来，气氛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好家伙，我去查了一下，发现还真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樱花国的小日子卖给龙国的球珠故意提价格，据计算至少多赚了咱们好几千万。哈哈哈哈，痛快！你想割韭菜？那我们直接不陪你们玩了。第49章，直接把你饭碗给掀了。雷云涛听着瑞士记者的质疑声，不仅没有生气，反倒微笑道：“我国兆兴炼钢厂的比肩钢技术，相较于贵国的富马森的球珠技术来说，成品率更高，每吨炼制的成本更低廉，而研发出了量产型的环保型比肩钢，产品直径规格从仅有 1.3 毫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贵公司的产品规格好像只有 2.6 毫米吧。所以想问这位记者，怎么才能抄袭出精度更高的产品？”瑞士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龙国研发出的产品规格居然只有 1.3 毫米。要知道，富马森公司目前实验室阶段才 2.3 毫米。而龙国直接就是 1.3 毫米还能量产，不可能！我们富马森目前实验室阶段技术才刚刚 2.3 毫米，龙国怎么可能会有 1.3 毫米的产品？好家伙，龙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这哪是不陪你玩了呀？这是直接把你饭碗给掀了。2.6 毫米和 1.3 毫米可不仅仅是2倍技术差距这么简单，要知道量产这玩意儿必须是制造球珠的精密工具技术的跟上，这两者差距就好像在战场打仗，你起个手枪，对方起个重机枪，你俩比试一样。经典学渣告学霸抄自己作业，奈何老夫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雷云涛看着这个失态的瑞士记者，并没有让安保人员请他出去，只是平淡的跟其他外媒记者讲道：“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和这位记者一样不相信，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样品，可以相互之间观摩一下，随后如果需要可以联系兆兴炼钢厂下订单。”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些记者也没有提问，而是在观摩完比肩钢球珠之后，马上开始向自己国家汇报，更有的在龙国的外国老板直接开始联系起了兆兴炼钢厂。一时间，兆兴炼钢厂的销售人员的电话就打爆了。在袁总经理提出给所有人这个月工资翻倍的时候，销售部像是打了鸡血一般，一笔又一笔的生意签订，一直到晚上11点，所有人才消停下来。而此时签订的订单数已经达到了1个亿美元，虽然和他们的营收比起来就好像9牛1毛一样，不过比肩钢的利润率达到了恐怖的 50%， 而且这还仅仅是第一天。袁硕在电话跟苏北辰汇报的时候，就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一样，语气里的兴奋劲都快溢出屏幕外了。这些都是他的业绩，他能在这个岗位做出来这番业绩，对于他以后的升迁调动有很大帮助。不过他明白这些都是苏董给自己的，这个恩情他袁硕算是欠下了。跟苏北辰预测的大差不差，放眼全球去看的话，营收确实能达到10亿龙国币左右，这其中大部分的钱估计还是那些奢侈品笔商提供的。虽然雷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龙国量产的 1.3 毫米球珠，但是架不住他们手里还有 1.0 毫米的高档货啊。
其实 1.3 和 1.0 生产成本都一样，甚至产能也大差不差。不过钱嘛，不能这么赚。1.3 就是兆兴炼钢厂主打的普通产品，而 1.0 对外包装，再讲个故事编一遍，身价这不就是翻了几百倍吗？俗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用 1.3 毫米，我用 1.0 毫米，是不是更有面子？所以说，那10个亿里基本上都是 1.0 毫米的球珠贡献的。此时樱花国的德景商事几个公司高层把龙国这场发布会全过程都给看完了，从一开始笑容满面到最后逐渐消失。不，笑容不会消失，只是转移到了苏北辰脸上。高桥社长，我觉得龙国肯定是在虚张声势，说不定像以前一样找些托，骗我们把价格给压下来。此时一名营销部的副部长连忙上前说道。高桥龙一气的连扇巴掌拍到这个人脸上，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以前找托那是什么？那 TMD 是贸易商，现在是龙国的公部在开国际新闻发布会，你跟我说找谁当托去？被打了2巴掌的高管嗨了一声低下头去，听着自家社长长达10分钟的谩骂，似乎是觉得骂累了，高桥龙一让这群人都滚出会议室，自己拿起电话打向瑞士的傅马森。电话接通，前一秒脸色还像火山喷发的高桥龙一，下一秒脸笑得像个菊花一样绽开。波尔茨阁下，龙国的新闻发布会想必您已经看到了，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够抑制龙国的办法？波尔茨不屑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高桥先生放宽心，龙国的比肩钢技术根本就不够成熟，完全达不到量产的地步，他们这次办发布会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是为了压低我们的价格。你们那边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就像往常一样，他们最后肯定还会找你们购买。听到波尔茨的话，高桥的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笑容也再次浮现在他的脸上。挂断电话之后，拿出手机把刚刚波尔茨的话整合了一下，发送给了一个名为大正半岛的龙国博主。此时一个正在欣赏日本动作电影的年轻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直接强制打断了自己的施法。本来有些不爽的他看到来信人之后，马上恭敬地提起裤子，给手机还鞠了个躬，随后点开信件内容，看完之后一脸愤怒。虚伪的龙国果然是什么阴招都用了出来，我这就为大樱花帝国证明，顺带揭穿龙国的阴谋。只见他登上自己的账号， ID 赫然显示着大正半岛4个字，点击发布新帖，同时打下标题，自欺欺人真的有意思吗？醒醒吧，龙国人！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其中很多内容更是在无形之中吹捧樱花国的好。检查一遍无误之后，点击发送，结果系统却出现一个红色感叹号，您已涉嫌发布违法帖子，已禁止发帖。与此同时，自己出租屋的门铃声响起。你好，开门，查水表。他边走去开门边疑惑道，不是才交过水费吗？怎么又来查水表？第50章，你就是整艘船的船长。龙兴贸易的赵毅也看了新闻发布会，那边刚结束，他立马给兆兴炼钢厂打过去了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球珠价格居然低到令人发指，1.3毫米规格的球珠整整1万个居然只卖25块。赵毅和销售人员再三确认之后，对方的确没报错价格。相比较于之前进口樱花国1万个400多块比起来，赵毅甚至都怀疑起来对方真的能赚钱吗？和兆兴炼钢厂热火朝天的销售部对比起来，德景商事这边倒显得有些冷清。往常高高在上的营销部，此时恨不得一屋子人使出浑身解数来讨好一个客户，有些女销售就差上演办公室 Evie 了。结果谈到最后价格方面了，一听这边售价这么高，直接扭头就走，甚至走的时候还骂骂咧咧说这帮人想钱想疯了。德景商事的人也是欲哭无泪，他们已经是在按照平时的最低价格往外卖了，利润几乎是被压缩到最少了。但尽管是这样，今天依然一笔都没卖出去，甚至之前已经订过货的客户不惜交违约金也要退款。高桥龙一此时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对，拿出电话连忙给瑞士傅马森公司打去。电话响了好几声都没有人接，挂断电话后又找出波尔茨的私人号码拨了过去，结果第一次打过去响了几声之后被挂断了，第二次打过去已经关机了。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骗了。八嘎！可恶的白皮猪！自己手下的各个部门的高层也连忙赶了过来汇报情况。高桥社长，我们负责的欧罗巴的订单全都被取消了，好像听客户说傅马森正以更低的价格在清仓式的处理。高桥社长，我们这边也是，亚洲市场的客户都不订购了。高桥社长，高桥龙一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片刻后问了一句：我们库存还有多少？其中一个负责仓储的高层看了一眼手中的平板，社长，我们还有2000万美元的货物。高桥龙一听完差点瘫在椅子上，随后又听到那位高层继续说道，要退货客户的货物加起来还有300万美元，还有前几天社长在波尔茨阁下那里订的1000万美元货物，今天晚上就会到神户港。社长，你醒醒啊，快叫救护车！
而罪魁祸首苏北辰全然不知，此时他正在享受程思的大保健服务，当然是最正经的那种按摩。如果他知道了，肯定还会让赵兴炼钢厂加大力度，让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德景商事早日退休。爽，就是那里，用力。穿着黑 S 女仆装的程思累得额头上都是细汗。在床上躺着的苏北辰此时只觉得好似在天上人间一般，没想到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程思手劲倒是不小。捏完的程思直接躺在一旁，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冷哼一声。苏北辰一个咸鱼翻身来到程思面前，怎么了小程子，不就是让你按个摩吗？怎么跟个小怨妇似的？程思白了他一眼，天天晚上跟你在上京老相好打电话，我一想起来就来气不行吗？苏北辰双手支床半坐了起来，45度角抬起头仰望着天花板，一脸深沉地说道：我的爱被分成了无数片，你们每个人在我心里都很重要，我只想给你们每个人一个家。程思看着苏北辰渣男的样子，直接一口小虎牙朝着他咬了过去。妖怪，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居然敢对我动口，看来是得让你好好动一动了。随后一场世纪大战拉开序幕。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程思先吃了2颗 BB 嗝皮药，因为昨晚战况太激烈，双方都是拼刺刀的模式，索性刀鞘也不用了。两人吃完早饭直接出发去了公司。星辰控股2个前台看到程经理带着一个陌生男子感到好奇，不过还是马上带着微笑打了个招呼。程经理早上好。程思也点头回应。苏北辰也是跟2个长相80分的妹子点了个头。等2人走了进去之后，前台2女开始小声八卦起来。程经理居然和一个男生一起来咱们公司了，那男生一看就不大，估摸着才大学生吧。对啊，不会是程经理男朋友吧？不过真的好帅，身材也好棒啊，我承认我流口水了。哪里？上下都流口水了。公司里员工不算多，算上前台和保洁的话才30多人。用李博的话来说，养那么多闲人没有意义。程思打算先去处理公司的事情了，苏北辰摆摆手表示不用管自己，紧接着直接走进李博的办公室。正在伏案写东西的李博听到有人直接开自己的门，顿时眉头一皱，不会敲门吗？出去。过了半晌，李博发现不对劲，头从电脑屏幕后面一歪，就看到带着一脸笑意的苏北辰正看着自己。李博直接现场表演川剧换脸。苏总，您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刚刚还以为是员工呢。李博嘴上说着，手上帮苏北辰拉开座椅，等苏北辰坐下，又点开泡茶器准备泡茶。我这不是寻死你吗？想着过来看看。说起来我这老板倒是挺不称职，从创立公司到现在还是第一次来。李博一边泡茶一边谈笑自如道：苏总您日理万机，公司的大方向由您把控，其他东西都交给我们这种可有可无的人就行。苏北辰品了一口茶，正色道：老李你可别妄自菲薄，我能给出大方向倒不假，但是更关键的是执行人。我之所以把老李你挖过来，就是看中了你的执行力以及遇到事情随机应变的能力。把星辰控股比作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我充其量就是个罗盘，那老李你就是整艘船的船长。苏北辰这番话让李博甚是感动，于自己而言，苏北辰真的是自己的伯乐，而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当这匹千里马。第51章，先生能签个字吗？柴哲作为一名211刚毕业的金融系本科大学生，说实话自己能力是不错，可惜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在这个名牌大学生一抓一大把的户上，想找到一家专业对口的公司更是难上加难，投出去的简历已经是10多封了，基本上面试完都是告诉自己说回家等通知，有的公司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给自己。今天他打算去面试最后一家公司，如果不要自己的话，就打算收拾一下行囊回自己老家找份工作了。和他一同坐上电梯的还有2个人，一个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和一个上位者气质十足的中年人。2人谈笑风生的样子让柴哲心中对那位年轻人充满了羡慕，跟他比起来，自己甚至连点缀的绿叶都算不上吧。正想着，忽然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发现是那个年轻人。你是去星辰控股面试的吗？柴哲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问，不过还是下意识点点头。2人对视一笑，随后中年人开口道：实不相瞒，我就是星辰控股的面试官，今年好像就你一个人来面试，你应该叫柴哲吧？本来是有些不信的，不过听到对方能轻易叫出自己名字，他有点相信了。这样吧，现在是3层，到26层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的我满意了，你就被录取，反之亦然。柴哲快速思考了一下，点点头。只见李博从口袋中拿出一支笔递给柴哲，把这根笔卖给我。柴哲手里拿着笔，脸上一脸懵逼。现在8层了，李博出声提醒道。柴哲也不管眼前人是不是骗子了，马上开始组织语言。先生，您是否还在为长时间写字感到手累苦恼？等柴哲讲完最后一个字，运行的电梯正好到了26层。李博脸上露出较为满意的笑容，整体思维逻辑不错，临时应变能力也做得挺好。
你先来实习3个月试试吧，待遇什么的找人事谈清楚就行。柴哲跟着李博和苏北辰两人走进星辰控股，前台还尊敬地站起来打了声招呼：“苏董、李总，下午好。”柴哲心中大吃一惊，刚刚面试自己的人竟然是总经理，那这么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就是董事长。他到人事部填写资料的时候人都是懵的，要知道星辰控股可不算是个小投资公司，之前自己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注册资本数十亿，实缴也是数十亿。而刚刚他觉得是红花的年轻人居然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人事部的人看着眼前的穿着朴实的年轻人也挺有好感，开口聊了几句。柴哲资料填写完，临走前问了人事部的林姐一嘴：“林姐，如果我给您一支笔，并且在1分钟内卖给我，您会怎么说？”林姐闻言笑了一下：“别喊您了，太生分了。你这个问题我倒是听咱们李总讲过。”说罢，林姐站起身，随手拿了个刚刚的入职合同递给柴哲：“先生能签个字吗？”柴哲被林姐突如其来的正式合同整得有点懵，刚刚不是签过了吗？接过合同之后，发现和刚刚的一模一样，他也没多想，正准备签字，忽然发现自己没有笔。林姐，我没带笔。林姐笑了笑，拿出刚刚那支笔：“先生，我觉得你现在需要这支笔。”柴哲一瞬间恍然大悟，居然还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他真的被林姐话里的思维逻辑给惊艳到了。林姐见柴哲一脸吃惊的样子，也不逗他了，跟他解释说这个回答是李总在问苏董的时候，苏董给出的答案。柴哲更是被惊讶到了，一开始以为苏董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管理层，后来又以为是某个大家族培养的富二代，结果现在他觉得哪怕苏董不靠着自己家族也能闯出一番天地来。这个小插曲被苏北辰的得知之后也是一笑而过。前世小李子华尔街之狼自己可没少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世的文娱好像和重生之前不大一样，有些东西对得上，有些又对不上。比如两码是存在的，和前世轨迹一模一样，不过大米的雷老板倒是不见了踪影。所以苏北辰发现一个赚钱的契机，那就是投资电影。有些没上映的票房电影和一些爆款电影，自己如果运用的好了，又是一笔不小的进账。不过现在自己倒是没这么多精力分身乏术，现在打算先攒一攒声望，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割一割那些寡头的韭菜，顺便把 Chat 软件给研发出来。等资金套现出来之后，再把系统给升级一波，然后开出来新技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如此一来，怕不是自己不出几年就成世界首富了。苏北辰摇摇头，把抽完的烟扔到烟灰缸里，不想这么多了，还是先一步一步来吧。沪上经贸大厦写字楼，一辆湛蓝色的宾利从远处缓缓驶来，往路边规划好的停车区一停，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甚至不少路人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下来。主座打开车门，苏北辰一个侧身走了下来，一身得体的小西装搭配着这张盛世容颜的脸庞，顿时引起一众女人的注意。要说刚刚宾利吸引的是男人，那现在这张脸吸引就是剩下的女人了。有几个胆子大的女生都已经开始上前要了微信，不过看他们失望而归的样子，估计是被拒绝了。其他准备上前去的女生则是放弃了心中的打算，偷偷在私下拍了几张照片后心满意足了。电梯到了5层，苏北辰走了出来。整个5层到7层都是星辰科技的办公室，虽然刚成立不久，不过公司该有的配置基本上都已经配齐了。前台依旧是2个魅力80分左右的妹子，在苏北辰眼里就还行的程度，不过对于这一群多少年没见过女人的程序员来说，简直就是女神。特别是老李还给他们找了2个萝莉一样的前台，果然老李还是最懂男人的。家人们别养了，养着养着老莫可能就无了。追更和5星好评对新书真的好重要。第52章星辰助手。吴天成身为系统召唤的人物，自然早就感知到苏北辰已经过来了，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出现在公司门口等着了。见到苏北辰的第一时间，吴天成就一脸尊敬道：“苏总。”前台2个妹子听到吴总监喊眼前这个年轻人苏总，他们自然也是跟着喊了声苏总好。苏北辰随意的点了点头，跟随着吴天成走进星辰科技的办公室。一进去就听到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一群程序员都在埋头专注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人理会进屋的苏北辰。苏北辰打断了准备介绍自己的吴总监：“大家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的，别耽误大家工作了。”吴天成只好作罢，两人来到办公室。苏北辰打开星辰科技的研发报告，因为有自己核心代码的缘故，这些程序员倒是不需要自己再去研究，只需要做好 UI 界面设计以及对于市面上各个系统的兼容性就足够了。所以整个项目进展几乎是飞快，3天的时间里，紧赶慢赶已经做出来了最基础的版本，同时在苏北辰的要求下命名为星辰助手。苏北辰点开电脑上图标，是一颗星星的星辰助手软件。只见屏幕上出现一道白光，一个简陋的 UI 界面上一行汉字浮现出来：“您好，使用者，请您为我命名。”苏北辰随意打下
星辰二字。星辰，欢迎您的到来，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苏北辰想了想，在屏幕上敲下帮我写一篇5000字关于 NS 方程式的报告。在他输入完之后，整个软件停顿了大概5秒钟，随后一行行文字快速浮现在整个屏幕上。那为斯托克斯方程 NS 方程的解决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目前可以分为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证明 Navier-Stokes 方程的正则性，理解这类方程的数学性质是数学理论上的一个挑战，其结果对这类偏微分。到结尾的最后一个句号标点，正好5000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苏北辰又让李博找来数学方面的教授看了看这篇报告，教授给出的评价很中肯，水平差不多在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程度。随后苏北辰又问了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星辰几乎都可以答得上来，甚至回答的比标准答案还标准。不过那些世界上目前未解出来的问题，他会直接告诉苏北辰他答不出来，这一点倒是比前世 ChatGPT 强，毕竟那玩意儿真的是不会就硬给你编造出来一个莫须有的答案。有的学生还想用它写论文，谁知道写出来的论文交上去，教授猛一看觉得这学生有点东西，再一看眉头紧皱，最后仔细一想依托答辩。不过自己的星辰助手倒是挺靠谱，在星辰助手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个性化定制，估计会更受欢迎。苏北辰已经想象到了自己这款软件有多强了，不过关于学术这块一定得阉割掉，不然将来学生人手一篇星辰助手的论文，各个大学唾沫星子估计能把自己给淹了。把各个细节部分的问题和吴天成交代之后，差不多已经下午5点多了。苏北辰开着宾利直奔巨鹿路上的玉芝兰餐厅。自己二叔忽然喊自己晚上去吃饭，听他的语气好像还有别人，不过电话里倒是没有多说，只是让自己快过去。玉芝兰的大名苏北辰之前倒是听过一二，听说是出自荣成餐饮界的传奇人物兰桂君之手，店名取自兰桂君夫妇的姓名。老板兰桂君创办玉芝兰之前是名声赫赫的川菜大师，江湖人称第一刀，师出蜀风园，开过生意火爆的香厨子酒楼，还曾在樱花国工作2年过2年，拿过很多国际大奖。味道看大家评论几乎都是5星，不过价格也倒是真的贵，人均3500块才能吃个7分饱的店，可想而知。玉芝兰就隐在老洋房里，门头不太显眼，苏北辰也是问了本地居民才找到。推开门进去，却发现别有洞天，如同低调内敛的装潢这般，玉芝兰也没有街边川菜厨房那样的大锅和浓烈烟火，没有各式重油重辣的狂野，而是继承了旧时成都官府菜的细腻雅致。中式装潢的风格扑面而来，连店员都是身着汉服。要不是苏北辰看到在庭院里和别人说话的二叔，他还真以为自己又穿越了。苏天南一眼就看到了自己侄子，站了起来，拉住苏北辰的胳膊：“怎么才来啊？想饿死你二叔，然后继承你二叔的遗产是不是？”苏北辰只觉得浑身冷得起鸡皮疙瘩。二叔，你这笑话有点冷啊。一旁站在苏天南身边的还有2人，一男一女，男的有些头发已经发白估摸着的50多岁，即使身着一身长服，也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丝上位者的气势。至于另一名女人，倒是穿着一身正装，看着年纪差不多在30岁左右。不过看刚刚自己二叔和那个男人聊天的时候，他一直站在一旁估摸着是秘书之类的角色。见苏天南站起来介绍，他们也连忙跟着站起来打起了招呼。小苏，这位是天南控股的董事长华南风，也是这次通过我过来约见你的人。这一位则是天南控股的董秘赵小莹。华南风看着眼前还没自己儿子大的苏北辰，伸出右手，满脸笑意道：“苏总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前段时间在国际期货上一战成名，同时也解救了天南。之前一直想找苏总感谢一番，不过事多缠身，最近刚处理完就过来了，实在是抱歉。”苏北辰也伸出右手握住，他忽然回想起来了，好像之前自己做空的那次铝期货，就是因为某个公司被套牢，后来国家出手才把价格给做空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原来是自己误打误撞，反倒改变了历史轨迹，自己把这家公司给救了下来。第53章，你还有多少是瞒着你二叔的？苏北辰被华南风的热情整得有点不知所措。华总，你要问我为什么做空的契机，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单纯看不惯那群洋鬼子收割咱们龙国人而已。华南风看着苏北辰真挚的眼神，也信了几分，举起手中的酒杯敬了苏北辰一杯。苏北辰也端起酒杯回了过去。苏氏啊，你们老苏家真的是个个都是真龙，我华南风欠你们苏家一个大人情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嘱咐我老华，我但凡皱一下眉头，我名字倒过来写。苏天南心情也是大好，自己后辈能有这个成就，他这个当叔的脸上也有光。不过这小子不声不吭，一下子搞了个这么大的事情，倒是让他大吃一惊。之前中行行长徐广年跟自己说，自己侄子卡上转来了一笔巨款，可给他吓一跳，生怕是什么赃款。不过许行长那边查完之后表示，这钱干干净净，一点问题都没有。之后
他就放下心了。不过这笔巨款能有多巨，他没有过问。一开始只是一个银行行长打听自己侄子，他觉得他侄子闯出来点名堂，觉得挺骄傲。后来是沪上的商务部部长打听，他觉得有点奇怪。最后上京那边经济二把手打听，他是彻底坐不住了。打电话问了许行长，才知道那笔巨款到底有多巨，整整50个亿的资金，给苏天南吓得一头冷汗，连忙打电话给自己大哥问问他，咱们家是不是祖上藏了什么宝贝。然后大哥告诉自己，之前他也是这么问老爹的。苏天南也没有把他儿子身怀巨款这个事讲出来，总觉得自己侄子身上有些古怪。看着正在和华南风推杯换盏的苏北辰，苏天南觉得自己愈发看不懂这个侄子了。你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瞒着你二叔的？整个酒桌氛围在酒精的催化下逐渐升温，苏北辰和华南风两人喝到最后就差一结金兰，喝血酒拜把子了。苏天南见状马上喊来李龙，让他带着苏北辰先回家去。赵小莹也是一脸歉意，搀扶着董事长坐上车去。上一秒还醉醺醺的苏北辰被扶上车，立马眼神变得清明起来。刚刚华南风说上京的人其实也出手了，不过只有50亿，再加上他自己也拿出了自己的老本，全部砸了进去，自己这边差不多也掏了这么多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波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自己全占了，才赚到了钱。但凡有一个地方出错，自己现在可能就是亿万富翁了。此刻他才意识到系统的可怕，就好像什么都是按照剧本写好的一样，整件事情的结果就像注定得到的答案一般。他从重生到现在满打满算1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去想过系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自己而不是别人。李龙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脸色十分难看的苏北辰，下意识觉得苏总是喝多了晕车想吐。苏总，您没事吧？要不要在路边停一会？苏北辰摇摇头，看着正在认真驾驶的李龙问道，阿龙，如果有一样东西给你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你会觉得这样东西有什么不好吗？李龙显然脑子没有转过来弯，想了想试探性的回答道，苏总，既然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我为什么会去觉得它不好呢？相反，我觉得我会感谢它让我活得更好。对啊，自己想这么多干嘛？现在的自己要什么有什么，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不是吗？至于系统到底有什么目的，他苏北辰管那么多干嘛？思路通透的苏北辰脸上又浮现出了吊儿郎当的笑容，头往后一靠，拿出手机刷起了小说。到家之后，程思已经倒好了一杯解酒的蜂蜜水，等苏北辰喝完又给他拿毛巾擦了擦身体。今天两人就是正常休息，没有再拼一拼刺刀的打算。主要还是程思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恐怕再来几次他觉得自己都要肾虚了。苏北辰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沉浸在系统的游戏界面中。自己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获得了一个黄金宝箱，忙了一天都是忘记开启了。开启之后喜闻乐见，得到现金1000W1，感慨了句我对钱真没兴趣之后就进入了梦乡。清晨6点左右，苏北辰换上一身运动衣，早早的就下楼跑步去了。运动了差不多1个小时，买了早点带回家，和程思吃完之后，两人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去了公司。有了昨天二叔的担保，苏北辰也打算摊开铺子各处投资。前世爆火的互联网，票房爆炸的电影，还未问世的产品，苏北辰打算把自己计划书上的内容通通提上日程。同时看了一眼自己的声望已经来到了7340，想要快速提升声望，买东西看来只能去多抛头露面啊。拿出手机找到王校长的电话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就听到王校长一如既往虚弱的声音响起，我操，你不睡觉啊？才9点啊大哥。一日之计在于晨，老王啊，你才多少岁就这么虚？年轻人就该有年轻人的样子。停，打住，陈哥我骑好吧，别念了师傅。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行了，不跟你扯了，等一会我开个直播去找你，你给我整点热度。王聪虽然挺惊讶苏北辰为什么忽然想直播，不过也没多问，全当是苏北辰觉得有意思，想体验一把当网红的感觉。苏北辰拿出手机下载熊猫 TV 之后，注册完账号，点击我要直播，直播标题打上直播线下单杀王校长之后，点击开始直播，同时把直播间链接发给了王校长。王聪点开苏北辰发给自己的链接，看到直播间标题，顿时脸上全是黑线。他要不是打不过苏北辰，真想 bang bang 给他2拳，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灿烂。不过无语归无语，该帮苏北辰推热度还是推了。于是熊猫 TV 的热度榜上，一个单杀王校长的直播间悄然排在了第1位。第54章，直播线下单杀王校长。夏千雪作为一个18线的才艺主播，每天直播几乎都是为爱发电，每天都要面对直播间寥寥无几的几个 LSP。说实话，他打算等着这个月的全勤奖发下来之后就辞职不干了。夏千雪的长相其实也不差，1.65米的个子，身材几乎是黄金比例，再加上平时对饮食非常注重，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不该有的一丝赘肉都没有，稍作打扮一番，活脱脱一个美女。起初刚直播的时候，直播间还是有不少人，甚至一天下来的礼物也有个小几百块钱。他本身是打算趁着大学毕业找工作这段时间直播补贴一下生活费，
但后来发现直播间有点起色之后，被启凡工会给看上，私下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巨大的大饼面前，二话不说给签了合同。一开始人气确实涨了特别多，一天最高的打赏甚至超过几万元，他一度以为自己走上了人生巅峰。不曾想好景不长，工会的一个高层看上了他，明里暗里传达出想要更多流量就得被潜规则这件事，夏千雪自然不从。高层觉得自己丢了面子，甚至出言威胁。夏千雪性子也是刚烈，反手给高层威胁自己话给录了音报了警。不过工会那边能量还是大给压了下来。自此之后，夏千雪的直播间基本上是等于被封杀了。夏千雪调整好状态，点击开始直播，随后的10分钟基本上就她自己一个人对着屏幕唱着 J 的新歌，偶尔也有1-2条弹幕，随后就潜水消失了。也许是觉得唱累了，他闲着没事打开直播间闲逛起来，忽然发现熊猫 TV 热度榜上第1名主播的直播标题居然叫直播线下单杀王校长。好家伙，居然有人敢起这种标题，为什么还没有超管封他房间？夏千雪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鼠标左键点了进去。不仅仅是夏千雪，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都是抱着好奇的心态点进直播间。因为苏北辰把手机卡在了驾驶座的小风扇叶上，所以屏幕正好能对着自己的上半身拍摄。刚开直播没有1分钟，一条条弹幕开始从直播间飘过。好家伙，主播是哪个明星吗？直播等级才1级，居然直接上了热度榜第1。看主播叫沪上彭于晏，刚刚查了一下，发现没有这个明星啊。不过这名字感觉一听就好帅啊，真就不怕被封是吧？还在熊猫 TV 开直播单杀熊猫董事长，他要是能见到王校长，我直播吃翔还是倒立吃？直播间里也有懂车的老哥一眼就发现了主播居然开的是宾利，只有我注意到主播开的是宾利最新款吗？这车落地没个600万下不来。护爷证明实力 ，V 我500。苏北辰看着弹幕不断的飘过，同时自己的声望也在一点点飙升，他嘴角不禁微微上扬。直播间里有些妹子看到苏北辰邪魅的一笑，瞬间疯狂起来。啊，主播这个歪嘴，笑容好帅！主播，我要给你生猴子，快把联系方式发给我。有些男的就有点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的理由当然不是酸，也不是自卑自己没有主播长得帅，单纯就是觉得困了，挺没有意思的。女娲捏泥人的时候，我可能是女娲脚底板下扣下来的灰。都记吧哥们，说话自信点，把可能去掉。等苏北辰开到王校长沪上的豪宅时，声望已经来到了50000加，已经可以买最顶级的股市探测仪了。不过他打算等一等，距离系统升到6级就差5个小目标了。他打算最近这2天升到6级之后，看看声望商城能不能解锁更多好东西。此时直播间人数已经来到了70万之多，弹幕更是看都看不过来。这小区好像真的是王校长住的，不会真去单杀了吧？楼上之前吃翔的哥们呢，出来说句话。住一个小区而已，王校长前天还在上京玩呢。我还是那句话，要见到我就吃。MD 最烦你这样骗吃骗喝的，希望你一会能开个吃播。在众多观众的注视下，苏北辰按响了面前别墅的门铃。只听大门咔嚓一声从里面缓缓打开，王校长那张没睡醒的大脸出现在众人直播间里。一瞬间，整个直播间安静了好多，随即弹幕井喷似的被发送出来。整个直播间如果不关弹幕，根本看不到这直播间到底在直播个什么东西。王校长看着苏北辰举着个手机对着自己，心里说实话真的很想捶他。他在家里也看到了苏北辰直播间的标题，除了想骂娘的心之外，他发现苏北辰他是真正懂流量的，感觉这点到自己倒是可以学习一下，回头让自家公司的女网红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多直播，当然晚上就算了，晚上是要探讨人生的，太深奥了，不适合放在直播间。大家看，鲜活的王校长，主播这就给你们单杀一波助助兴。说完，苏北辰胳膊夹着手机对准王校长，右手环着王校长的脖子，左手比作手刀，在王校长脖子上划来划去。王校长本想推开苏北辰，但发现这个牲口的力气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就好像一个钳子一样卡住自己，他索性直接放弃。我不要面子的吗？苏北辰看着王校长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悄悄在他耳朵边说了句：最近有个新的赚钱机会。一听到这话，王校长顿时打起精神，甚至还配合着苏北辰发出惨叫的声音。这一幕真的是给直播间里的观众都看呆了。不行，早上起猛了，看见王校长被人单杀了，我再去睡会。我怎么感觉好像在杀猪一样？把感觉去掉，彭神是真的秀，拿顶级富二代当猪杀。王校长此刻倒真觉得没什么丢人的，都是朋友之间的嬉闹而已。至于说明星包袱丢面子，配合兄弟涨热度怎么了？绝对不是陈哥刚刚说最近有赚钱的机会好吗？第55章风口。和王校长一阵尬尬的演技之后，两人停下嬉闹，王校长也跟直播间里的观众打了声招呼问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跟陈哥私下是比较好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后能多给陈哥捧捧场。
在看直播的观众一看，好家伙，第一次见董事长亲自出来推广直播，校长都发话了，学生肯定得听啊。听王校长刚刚好像叫主播陈哥，私下里还是朋友，能和王校长做朋友的人，懂得都懂，不懂得说了也不懂。楼上你是懂废话文学的。苏北辰早上来的时候，估计王校长没吃早饭，顺路就给他带了几个大包子，还买了杯豆浆。不过看着王校长一脸嫌弃的样子，感觉这早餐好像是白买了。陈哥，你能吃得下去这路边摊买的包子？苏北辰白了他一眼，你胃是镶钻了，包子都吃不下去，你怎么不说你没矿泉水泡不了面呢？王校长对苏北辰竖了个大拇指。陈哥，你是真懂我，我没矿泉水还真不吃泡面。苏北辰缓缓打出一个问号，不代表我有问题，而是觉得你有点问题。最后还是在苏北辰的良胃心拜开立导右下，王校长硬是把包子塞了进去。不过王校长也从一开始的抗拒慢慢变成了真香，甚至吃到最后正爽着呢，发现包子没了。王校长穿着大裤衩子睡衣，就这么葛优躺在真皮沙发上。苏北辰也在刚刚关了直播，和王校长一样，葛优躺在另一边。外面40度的天，两人提不起来一点出去玩的念头。陈哥，你说赚钱的机会是什么？苏北辰看了一眼王校长，坐了起来，咬了一口放在桌上果盘里的苹果。你觉得未来10年之内赚钱的风口是什么？王校长想了想说道，以我来看的话，应该是网络传媒，尤其是各大直播平台净利润都非常可观。苏北辰点点头，王校长其实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你说的对，不过直播平台倒不是最赚钱的风口，最赚钱的是 MCN 机构。MCN？ 看着一脸疑惑的王校长，苏北辰继续开口道， MCN 机构英文全称是 Multi-Channel Network， 就是通过资本的运作，保障网红能持续输出内容，扩大粉丝并实现商业变现的机构。现在有款短视频软件叫快足，你应该知道吧？王校长表情有点尴尬。知道是知道，就是上面的内容有点低俗，还带点非主流。现在才刚2015年，这个时候网络平台环境还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低俗视频出现在短视频软件倒是不奇怪，毕竟有些深夜直播间还在肆无忌惮的开车的案例。现在短视频平台确实不够完善，涌入的创作者大多参差不齐。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入场的好时机，在未来3到5年之内，智能机的普及会更加完善，几乎人人一台手机，这就奠定了未来移动端市场一定是大于 PC 端。而且短视频软件中的内容多种多样，不管偏爱哪种风格的用户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同时短视频的时间一般控制在15秒到1分钟左右。碎片化阅读的今天，大多数人都不能集中太长的时间，或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阅读长时间的东西，时间过长会让观看者产生审美疲劳，而短视频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王校长听完之后若有所思，说实话他心动了。那陈哥，你刚刚为什么又说 MCN 机构最赚钱？苏北辰喝了口管家递过来的茶水，润润嗓子。MCN 机构你可以理解为工会，不过是比工会更加暴力的组织。在未来数亿用户基础上诞生一个100万粉丝简直轻而易举，而一个100万粉丝网红每个月带来的收益保守估计在300万以上。这么夸张吗？王校长惊呼道。现在的王校长还没有见识过未来网红效益到底有多么恐怖，跟他说300万都是按照最低去说了，他如果知道后世某个直播界一姐光是1年逃税就6.4个亿，不知道他听了会有什么感想。所以说我打算全资收购一家短视频平台，不过不打算让你们入股。看着王校长一脸着急开口的样子，苏北辰没给他说的机会，继续讲道，短视频平台虽然不打算让你们入股，不过 MCN 机构我倒是打算和你们一起创办一家，我这边打算拿出10个亿占股51%，剩下的49%你们几个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分。苏北辰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点让步的空间都没有给，如果不是看王校长和秦芬几人比较对自己胃口，说实话他连 MCN 机构都不打算让他们参与进来。王校长也看出了苏北辰的决绝，打算和秦芬他们几人商量好之后再给苏北辰答复。苏北辰也不再多说，留在王校长家吃了一顿便饭之后就开车告别了。苏北辰这次之所以直接拿出10个亿也是有他的目的， MCN 机构说白了就是一个网红孵化基地，很多签约的网红第一眼看的是什么？肯定是你公司的实力。在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时候，谁家实缴的钱多就代表了谁的实力强，所以想要快速在业内打响名气，那前期必须高调一点。光苏北辰这边10个亿，再加上剩下的除去资源入股外的现金，差不多5个亿，加起来15个亿的资本，足以让苏北辰这家 MCN 机构在业内打响名头。在现在这个娱乐产业即将井喷式发展的时间点，赚钱的项目简直太多了，娱乐业的风口哪怕是普通人来了，随便抓到一个都能扶摇直上。未来爆火的短视频软件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目前这个时间点还在 D 轮融资的前夕，之前的 C 轮融资是估值5亿美刀，
趁着在明年9月斗鹰上市之前，苏北辰打算动用自己二叔的关系，强行让自己踏上这次的风口。第56章，你小子不会是犯什么事了吧？接下来的几天里，苏北辰除了在完成日常任务之外，就是在努力花钱提升自己等级。这几天在沪上13陪莫小萌提升感情，24去约校花锻炼身体，56是和程思探讨人生，7则是大战魅魔科学。科学还专门从上京劳斯莱斯店调到了沪上店，生活充实而又舒服。不过有点蛋疼的是，这几天的宝箱开出来的几乎都是现金，一度让苏北辰怀疑系统是不是没有存货了。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苏北辰叹了口气，这几天这么努力花的钱又被开箱子赚了回来，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距离升级只剩下3个亿了，需要加把劲了。苏北辰登录上自己的壁虎账号，写下一篇标题为怎么才能花钱最快的文章，点击完发布之后，又砸了10万进去做了热门推广。很快帖子出现了大量的回复者，苏北辰点开点赞量最高的一条回复，龙国贫富差距这么大，你直接捐掉不就好了吗？苏北辰猛地一拍大腿，对呀，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了？跟系统确认了捐款也可以增长经验之后，苏北辰掏出手机找到苏天南的电话打了过去，还没开口就听到苏天南那边传来声音，臭小子，字节挑动的事情说了没那么快，先别着急啊。二叔，不是关于字节挑动的事情，今天找你是打算问问咱们龙国捐款的方式都有哪些比较靠谱的。苏天南一听电话那边说捐款，下意识把手机拿远看了一眼来电人姓名电话，没错啊，是自己侄子，这貔貅嘴里居然还能吐钱出来了，你小子不会是犯什么事了吧？想拿钱当免死金牌？苏北辰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苏天南正色道，认真的，比真金还真。苏天南也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语气也慢慢发生转变，严肃道，目前捐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名气最大的就是十字会，其次就是各个地方的慈善基金会。苏天南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真心实意想通过捐款来改善那些贫困地区，我不建议去捐十字会，这里面水太深了。苏北辰肯定不会拿着钱去捐给十字会，他宁愿这笔钱拿出来给国家贡献点消费 GDP。 具体原因嘛，参考一下某美美事件。虽然各地市慈善基金会可能也有些人在里面当蛀虫，不过肯定要比不透明的十字会强很多。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最直接有效的，就是自己成立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会，自己创立组织去运营。不过这些对于现在正在井喷式搞钱的苏北辰来说太浪费精力了，既要保证手下员工不会克扣油水，还要去跟扶贫的官员打好关系。所以苏北辰做出了决定，二叔，我打算把这笔钱捐赠到沪上慈善基金会，你有没有门路给侄子指引一下？有，我当然有渠道，就是不知道你打算通过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去捐款，这两者还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如果是以公司名义去捐款，可以用来抵税，以个人名义捐款的话，则是没有太多好处。苏北辰询问了系统，发现如果以公司名义捐款，自己的声望值也会随着公司的名气而增加，于是直接选择了以公司名义捐款。苏天南又开口道，正好明天晚上有个慈善拍卖会，是由沪上慈善基金会和沪上书法协会联合举办的，我正好也要去一趟，不如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吧。和二叔商量好见面时间和地点之后，两人就挂断了电话。刚准备去健身房锻炼，又接到了王校长打来的电话，大概意思就是几人已经谈妥了，全都入股，不过麦超和方圆海两人都是以资源渠道的方式入股，两人一共占比 18%， 剩下的 31% 则是被秦分和王校长拿钱瓜分了。具体更加详细的合同几人找好了律师一同拟定一份，现在就等着苏北辰过来签字了。跟几人约好下午玉香院见之后，苏北辰开始了今天的锻炼任务。1个多月的锻炼也在今天得到了反馈，体质从95点变成了97点，肌肉规模没有原来看上去那么夸张了，不过体重反倒上升了。按照系统的话来说，体质减少，肌肉密度增大，现在的他可谓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完美体现。下午去了一趟星辰科技逛了一圈，各部门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飞快推进着。按照吴天成的话来说，差不多还有7天的时间可以进入最终版本的测试，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拿着成品去上架到各大手机商城中。之前订的法拉利 SF90 自从到了之后，苏北辰还一直没有开过。这次去玉香院，苏北辰还特意回家换了车，打算试试这台许多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车。不过苏北辰刚上车就有点傻眼了，这车怎么开啊？之前买车的时候，销售是教过自己一次，不过早忘了。最终在苏北辰查询了各大网站的视频后，终于成功点火挂上档，驶出了地下车库。本来约好的4点到玉香院，因为苏北辰研究怎么开法拉利耽误了点时间之外，现在路上居然又遇到一起追尾事故，导致堵车。此刻哪怕是身价逼近1000万的超跑，都得在道路上以15码的速度慢慢龟行。
一旁开着二手奥拓的大哥看着和自己并肩而行的法拉利，打开车窗照了张相，顺便发到扣扣空间里。文案就是：哪怕是法拉利，也得在堵车的时候跟我一起并肩而行。大哥就是溜，法拉利都是娘炮，奥拓才是真男人。大哥看着一众跟着自己混的小弟的评论，咧嘴笑了笑，随后找准机会，一个油门超过法拉利，顺势加塞到他前面。随后转头对着副驾驶的女朋友一脸笑意道：宝贝儿，看到了吗？法拉利也得在咱们屁股后面吃灰。副驾驶的长发妹子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法拉利，一脸羡慕地说道：可是那个开法拉利的小哥哥居然会单手开爱，真的好帅啊！大哥。第57章星辰娱乐。苏北辰开车到了玉香苑，下了车使劲捶了捶自己僵硬的腰部。就开了50分钟的路程，整体体验就一个字：累。跑车真的是只能当做玩具玩，谁要是开着跑车上下班干什么的，一年下来再铁的腰都得被干废。苏北辰整理了一下衣物，找到订好的包间，推门而入。几人看到苏北辰直接站了起来，苏北辰单手虚压，示意众人落座。主位被有意空了出来，苏北辰理所当然的直接坐了过去。王校长等人每个人身旁都站着一个穿着黑色正服的律师，个个打扮的一副精英模样。入座后，秦芬丢了根香烟给苏北辰：陈哥，等了你1个小时了，校长说你再不来，他痔疮都快做出来了。苏北辰点燃香烟，过肺后呼了一口长龙出来。这不我的，在车库研究了半天法拉利怎么开，最后看视频才学会，还堵了一波车，实在不好意思。几人会心一笑，就把这件事给接过去了。毕竟像苏北辰这么有钱的人，怎么可能没玩过法拉利？苏北辰，巧了，我还真没有。麦超和方远海对视一眼，方远先开口道：校长电话里说的股份规划，不知道陈哥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苏北辰看了一眼合同上记录的内容，总体来说出入不大，而且合同也是自己这边先给你定的，几人只是分了一下股份，同时附加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我没什么别的想法，只有一条，希望你们能记住。苏北辰竖起右手食指，那就是这个公司必须听我的，谁有异议？几人相互看了一眼，随后齐声道：没有异议。在场的都不是傻子，毕竟上次方远海赚的600多万历历在目，把公司交给一个仅仅2天时间就可以把资产翻倍的男人当甩手掌柜不香吗？合同签署完，几人算是彻底入股。王校长出资1亿，加上熊猫 TV 资源持股 15%， 秦芬出资3亿，持股 16%， 方远海出资1亿，外加海外院线持股 9%， 麦超娱乐公司合并外加任职总经理持股 9%。 苏北辰也不墨迹，等几人的专属律师退出房间之后开口道：公司名字叫星辰娱乐，这个是写在合同里的，大家没有异议，那我继续往下讲了。麦超这份资料是整合了你的娱乐公司和校长的熊猫 TV 一些比较有潜力的网红，你尽快和他们达成合作协议。麦超接过苏北辰整理好的资料，心里对新公司的发展更加安心了。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熊猫 TV 的那些优质主播都从工会给挖过来，差不多40多位比较有潜力的主播，这个项目预算2个亿，麦经理务必在今年双11之前给挖过来。麦超看着这么详细的一份计划书，一看苏北辰就没少费功夫，他自然不能在这里拖后腿，用力点点头。苏北辰继续道：至于短视频软件的事情，我这边也动用关系，打算强势入局，所以在这之前还请各位稍安勿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明年年初公司的效益就会体现出来，到时候各位是套现走人还是继续留下来，全看各位自己。几人都没有说话，虽然苏北辰听着很像在画大饼，不过他们认真分析过，这个大饼倒是真的有可能实现。陈哥，既然你都已经入局了，我们没有道理不跟在你后面冲锋不是吗？苏北辰微微一笑，第一口吃螃蟹的人才是最赚的，如果等大家都发现了这东西赚钱了，那就只能喝汤了。接下来的时间，几人继续敲定了些细节之后，余下时间就在酒肉中欢快的度过了。次日上午，麦超已经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资料交给代理人之后，在沪上某工商局查明、开验资账户、验资、提交材料等一系列手续。对于普通人来说，整个流程没有个1星期估摸着办不完，不过那也是针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麦超、王校长这群顶级富二代这一上午不到的时间全部办好。将注册公司的事情办妥之后，麦超就开始在各大直播平台挖起了墙角。熊猫 TV 本来就是本家，在得知自家老大要挖人的时候，各大工会更是1分钱不要主动把人送了过来。其他直播平台的工会也有难啃的骨头，不过加完钱之后还是老老实实放了人，只能说有钱都能使磨推鬼了。苏北辰这边也接到了好消息，经过李博的3寸不烂之舌，硬是把拼滴滴给敲开了一个融资的口子。拼滴滴的 B 轮融资上花了5个亿，拿到 25% 的股份，一跃成为第2大的股东，并且董事长黄峥也签署了星辰控股具有优先领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李博提出来的，一开始苏北辰还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在李博的一番讲解下，
他才明白这东西到底有多重要。签了这个协议，星辰控股在以后的 Pre 轮、天使轮融资或者是 IPO 融资上具有优先融资权。就拿最经典的上市融资 IPO 融资轮来说，拼滴滴发行100个亿的流通的原始股，那星辰控股就可以拿下这100个亿其中的60亿来自己分配。假如拼滴滴上市的股价是20块一股，现在自己买下60亿的股票，不算上自己现在持有的股票，也就是3亿股。1年后 IPO 融资的原始股解禁可以售卖，如果这时候一股的价格是40块，那星辰控股卖出去就等于120个亿，赚了整整60个亿。不过这种玩法肯定是有很大风险的，比如说上市1年后的价格远低于发行价格，那基本上就是棺材本都给亏没了。这种事情大 A 股倒是有不少活脱脱的案例，比如某狼科技上市之前公司估值80个亿，老板信心满满的去上市，上市的第一天因为涨跌幅限制是 240%， 上市当天涨幅 107%， 市值直接翻了1倍，董事长身价一度超过100亿，然后这只股票就开始一路阴跌，从200元一股开始一路向下，最后变成 1.3 元一股，市值缩水将近200倍，最后无奈退市。董事长也从100亿富翁在1年的时间里变成了1000万富翁。不过苏北辰根本不担心拼滴滴会发生这种事，毕竟未来拼滴滴在21年的时候股价可是一度高达200多亿股，整整翻了10倍。第58章，你 TM 也敢打我陈哥的主意？小苏啊，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拍卖会。放到一旁开着免提的手机里传来苏天南叮嘱的声音。苏北辰把最后一个深蹲杠铃做完后，喘着粗气回答着知道了，挂断完电话，脑海里也传来了今日任务已完成的提示。今天运气比较不错，获得了一个白金宝箱，估计是昨天开了个青铜宝箱当垫子了吧。白金宝箱已开启，汤臣一品16层16011，这不是神豪文常客汤臣一品吗？虽迟但到。这房子现在价格倒是没自己在上京买的立功别墅贵，不过在后世那些网红嘴里被吹到天上去了，房价也是被炒的一度高达上亿。苏北辰就是有点可惜，系统开出来的房产和股权都没有自主交易权，不然在2年后这房子至少能赚2个小目标。苏北辰心中默念，打开人物面板，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7，健康97，魅力96，金钱21亿，声望62153， LV 5 7亿10亿，青铜宝箱概率 19%， 白银宝箱概率 30%， 黄金宝箱概率 35%， 白金宝箱概率 15%， 钻石宝箱概率 1%。 自己声望已经来到了6万多，等级也马上到了6级。趁着今天下午没事，苏北辰打算把这最后3亿给花出去，顺便打算在声望商城里买一张 A 级股市探测仪。叮咚，放一旁的微讯响起特别提醒的消息。点开微讯发现赵一诺给自己发了个地址，并且留言10万火急，速来。按照他发的位置，苏北辰一路开了过去。不过快到地方才发现，这不是自己学校附近的小商场吗？正在商场附近的行人看到一辆湛蓝色大宾利缓缓停在路边，显得和周围的车辆格格不入。苏北辰到了分享的位置，可是迟迟没见到人，掏出手机给赵一诺打了过去。电话刚响一声就被接通，还不等苏北辰说话，那边就传来赵一诺和一个男生争吵的声音。陈晓峰，我说了，我们没有可能一直婉拒你，你是真的不明白吗？你再这样骚扰我或者我身边的朋友，我就打算报警处理了。紧接着被叫陈晓峰的男人语气显然有些激动。一诺，我说了我会对你好的，你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但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是不是跟那个小白脸有一腿？赵一诺看着陈晓峰满脸怒气的样子，不由自主向后退了2步，随后怒斥道：我跟我朋友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我最后明确告诉你，你别做梦了，咱们不可能。整个商城1楼的路人都在围观2人吵架，时不时还对着陈晓峰指指点点。这年轻人真的是不要脸啊，人家小姑娘都已经说了不想和他谈，还舔着脸上去追人家。喏，可不是嘛，听着小姑娘话里的意思，这个男的还骚扰他朋友哟，该不会是个变态吧？饶是脸皮再厚的陈晓峰此时面子也挂不住了，被周围吃瓜群众给整得破防了。看着眼前神情冰冷的赵一诺，直接抬起手准备抓住赵一诺，不过手刚伸到半空中就被人钳住了。正在气头上的陈晓峰正愁没处发呢，转头就打算一拳挥到那人身上，结果拳头还没挥出来，整个人就被一脚踹翻在地上。陈晓峰像大虾一样弓着腰在地上，嘴里不住地往外吐着酸水。等他缓过来的时候，发现赵一诺和踹自己一脚的人已经出了商场大门，周边只剩一群吃瓜群众还在不停调侃着自己。他现在已经彻底失了智，从小就养尊处优的自己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追着离开2人的方向就冲了出去。苏北辰自然是注意到了陈晓峰的咆哮声，打开后座让赵一诺先坐了进去。要不咱们报警吧，
感觉他现在跟个疯子一样。看着赵一诺一脸担忧的眼神，苏北辰活动了活动手腕。没事，有我在，你先进去吧。哪个少女不怀春？更何况为了努力学习，还没谈过恋爱的赵一诺听到苏北辰的话，别样的情绪在心底出现。赵一诺听苏北辰的话，乖乖坐了进去，不过手一直放在手机的紧急报警按键上。就 TM 是你这个小白脸是吧？正好没地方找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陈晓峰怒吼道，不过并未上前去，刚刚那一脚踹的自己到现在还是疼得不行。不过苏北辰可不打算惯着他的臭毛病，直接一个大逼都扇到陈晓峰的脸上。陈晓峰的脸直接肿了起来，活脱脱像个猪头一样。道歉。苏北辰从口中发出冰冷的2个字。什么？陈晓峰被突然起来的一巴掌打懵了，对方现在居然还要让自己道歉。紧接着又一巴掌落在他另半边脸上，左右对称，这下彻底成了猪头。他真的有点被打怕了，苏北辰的巴掌太快，根本就躲不过去，赶紧给备注龙哥的人打了电话过去。苏北辰就站在原地不动，看着他拿手机摇人打电话。不是他自己托大，而是以现在自己的身体素质，打多少个社会混混都没问题，而且还有自己二叔在护上罩着自己，说白了，只要自己不作死，那就没人可以动自己。陈晓峰打完电话也不敢再多说话，生怕苏北辰又给自己来几个大逼兜。还没过10分钟的时候，一辆辆摩托车朝着商场驶来，一大群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社会青年停好车，朝着几人走了过来。坐在车中的赵一诺看到这一幕，吓得连忙拨通报警电话。陈晓峰庞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一扫刚刚的怂样，趾高气昂地看着苏北辰。小白脸，挺能装是吧？现在跟我跪着道歉，我还能考虑留你一条胳膊，怎么样？反观苏北辰则是一脸平静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包芙蓉王香烟，叼在嘴里点燃了一支，果然还是记忆里熟悉的味道啊。陈晓峰怒极反笑，事到如今还在装是吧？转头就对着被众人围着的傅景龙开口道，龙哥，这小子还跟以前处理方法一样，帮我废了2条胳膊，不，我再加20万帮我把他的腿也废了。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陈晓峰被傅景龙一脚踹翻在地上。傅景龙一脸凶狠地看着坐在地上的陈晓峰，你 TM 也敢打我陈哥的主意？第59章 off 小黄车戴维。陈晓峰被踹倒在地上，一脸懵逼，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傅景龙说完之后，立马小跑到苏北辰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身后小弟也是有眼力劲，也跟着把腰弯了下来。一大群人就这么弯着腰，没有苏北辰发话都不敢抬起来。一根烟的时间过去，傅景龙肥胖的身躯有点开始发抖，好在苏北辰也没有为难他。行了，该干嘛干嘛去，都是法治社会了，别整古惑仔那一套。苏先生教育的是，我这就带着这帮伙计从良。苏北辰没多说什么，弹灭手中的烟头，打开车门，直接坐进主驾驶。至于坐在地上的陈晓峰，他更是一眼都没看。傅景龙带着一群小弟又弯下刚刚直起来的腰，直到宾利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才抬起来。陈晓峰此时再傻也明白了，自己这次真的是踩到刺上了。苏北辰一走，连忙爬起来，跑到傅景龙身边。龙哥，刚刚那个小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陈晓峰顺嘴就又想说小白脸，傅景龙一瞪眼，立马改口。傅景龙冷哼一声，要不是我刚刚踹你一脚，估计你这回不死也得脱一层皮。陈晓峰咽了一口唾沫，就听见傅景龙继续说道，我以前那么风光，全是仰仗着头上有个区长在作威作福，结果呢，那个区长因为招惹了苏先生，第2天就进去了。傅景龙的提醒也到此为止，毕竟也是收了别人的钱，如果陈晓峰还是不知好歹的话，那就跟他没关系了。陈晓峰此刻也已经知道自己惹的是哪尊大神了。前段时间听自己老爹说过，经常一起吃饭的那个区长，好像因为惹了一个年轻人，结果就被上京那边的人直接给收拾了。他也不去想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了。自己要是再敢跳脱，恐怕人家随便挥个手，自己直接死者为大了。傅景龙带着一帮小弟刚准备走，就见警车已经赶了过来，不许动，都举起手来。在场的人也都老老实实按照警察吩咐去做。调查一圈之后，发现好像就陈晓峰身上带着伤，不过陈晓峰坚持说自己只是摔了一跤，警察最后也没办法，只好无奈收队。赵一诺满眼小星星地看着正在开车的苏北辰，我脸上有东西吗？赵一诺摇摇头，他没想到每天和他在一起扯皮的学弟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苏同学，刚刚的事情谢谢你了。苏北辰不以为然道，都是朋友互帮互助很正常，怎么直接开始叫我同学了？诺诺啊，咱们是太久没见生疏了吗？看着又恢复到之前渣男样子的苏北辰，赵一诺刚刚带起来的情绪一下没了。你可别恶心我了，还诺诺呢，呸！哈哈哈哈，我还是喜欢你现在桀骜不驯的样子，刚刚装什么纯情女大呢？滚！赵一诺家就在学校附近没多远的一个老小区，苏北辰给他送回家之后，去了一趟星辰控股。
刚进门，两个前台直接站了起来。苏董，下午好。李总好像在跟客户谈生意，要不您先坐在沙发上等一会。苏北辰点点头，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看起了最近发生的新闻。大约是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李博和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笑谈着走了出来。看到坐在沙发上的苏北辰，李博连忙走了过去。苏董，您来的正是时候，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OFF 小黄车稍微改下公司名的创始人戴维。戴总，这位是我们星辰控股的董事长苏北辰。苏北辰收起手机，看着面前戴着方框眼镜、发型是干净的平头的年轻人，伸出右手握在一起。戴总真是年轻有为啊，我很看好共享单车这个项目。戴维此时有些惊讶，苏北辰看起来和自己年龄相仿，居然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还是全资控股。苏董真是折杀我了，在您面前我真的就是大巫见小巫了。两人又商业胡吹一会，临走前又约好了改日吃饭，具体改到什么日，这谁知道呢？送走戴维之后，李博和苏北辰进到办公室里。苏北辰丢给李博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搞定了吗？李博吸了一口香烟。幸不辱命，1个亿拿到了 37% 的股份。苏北辰点点头，李博不愧是李博，如果自己没记错，在16年10月份，小黄车可是融资 1.3亿美元才 15% 的股份。OFF 小黄车这个项目，等到17年年初就出手掉。本来有些沾沾自喜的李博，被苏北辰突如其来的一句整得有点懵，几乎是下意识就问了出来。为什么？苏北辰掐灭手中的香烟，组织了一下语言道：目前我确实很看好共享单车，不过也要考虑到更现实的问题，相信 OFF 小黄车的计划书你也看到了吧？李博点点头，自己确实是看了戴维写的计划书才愿意去投资，思路确实很新颖，构思也很好，可是问题就出现在了这里，太过于理想化了。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变现过慢是他最硬的通病，当然了，如果戴总想要强行上市，套现当我没说过，而且在他的计划书中有一个关于用户押金在内的资金调动，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李博翻到苏北辰讲的那一页，思索了半天也没觉得哪里有问题，因为公司资金池调动算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银行也会拿着你存定期的钱去做赚更多的利润，放在这种企业里也是同理。似乎是看出了李博心中所想，苏北辰继续开口道：银行和他可不一样，前者是有朝廷在帮你背书，而后者则什么都没有。之前米股崩盘的原因你还记得吧？其实 AEO 投行本来是可以救回来的，但是好巧不巧，有个企业需要一些现金用来发奖金，结果人家去银行一看，取不出来钱。这事情被爆出来之后，散户都开始去取钱，就发生了挤兑事件，再加上之前的国债爆仓， AEO 直接原地升天。同理，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 OFF 小黄车上，你猜会发生什么？第60章。什么？你们怎么知道我大侄子赚了几十个亿？李博听完背后一阵冷汗。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那就跟 AEO 投行是一个性质，用户集体退押金，别看一个人押金只有99，可是架不住用户量大。如果真的按照原有的计划去推广，初步估算用户量不低于7000万左右，真的发生挤兑的情况，哪怕是只有1000万人集体申请退押金，那就是10亿现金流。说句不好听，10个亿现金流很有可能让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资金链条断裂。更何况如今互联网媒体这么发达，消息发酵起来，当用户发现退不了押金的时候，集体维权的人估计更多，数十亿的现金足以拖垮这个企业。李博这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么离谱，还想等到上市了再圈一笔钱，怕不是到时候把自己圈进去了。想到这里，李博连忙起身跟苏北辰躬身道：苏董，受教了。苏北辰不以为然的摆摆手：不光是你，哪怕我当初看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只能说戴维这个人的计划书写得太好了。前世不少投行都看好共享单车这个项目，多家投行更是挣破头皮也要融资小黄车一笔，结果谁都没想到后面爆了个这么大的雷，投进去的钱几乎没有一家是活着出来的。所以说投资有风险，融资需谨慎啊。夜幕低垂，黄昏的余晖逐渐消散，星光点缀在无尽的天幕之上。沪上外滩作为这个璀璨城市的象征，此刻被夜色笼罩，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犹如巨大的钻石，点亮了这片城市的心脏。江面上的船只穿梭往来，闪烁的灯光在黑暗的江水上划出流光溢彩的轨迹，高耸的摩天轮熠熠生辉，缓缓旋转，为整个外滩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远处的陆家嘴金融中心巍峨屹立，犹如一座守望者，它的灯光在夜空中闪耀，映照着周围的大楼和街道。此时宝格丽酒店的门前熙熙攘攘，门口搭建起华丽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酒店大门，仿佛为这个重要的慈善盛会铺就了一条光彩夺目的通道。而在门口，一排排高级豪华轿车停放着，犹如豪车展会一般。沪上工商业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都来到了慈善晚会现场，三三两两的相互攀谈着，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不过随着一辆挂着朝廷牌照的考斯特大巴缓缓入场，所有人都默契地停下交流，等待着车上的乘客下车。先下车的正是一身正装的苏天南，从车上走下来，步履稳健，目光扫过前方。一众企业家皆是点头示好。苏巡视别来无恙啊！此时人群中走出一位满头白发的白人老人，操着一口流利的龙国话。苏天南看清了来人面孔，也是一改刚刚严肃的表情，笑脸相迎。史密斯大使居然能来参加，真是让今晚的慈善晚会蓬荜生辉啊！史密斯作为驻龙国大使，早就把龙国的客套话学得深入人心。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两人相互客套一番，也没套出来什么有用的话。见此，苏天南找了个理由，就直接走掉了。一辆挂着护威5个9的辉腾缓缓驶来停住，两个门童马上上前打开后座车门，哪怕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单凭着这车牌号和价值300万的辉腾，也值得他们去讨好。其他在场的一些1、2线明星也注意到了门童这一举动。穿着一身爱马仕定制西服的年轻人从车里走了下来，点头跟门童表示谢意之后，随手给了6张红彤彤的小费。门童见状，更是热情的鞠躬欢迎先生的到来。正当大家以为来者是什么身份的时候，苏天南一路小走来到苏北辰身边，拉起他的胳膊就往里面带。大侄子，快点过来，好几个老家伙都嚷嚷着要见你呢。大侄子，几人倒吸一口冷气，本以为是哪家的公子哥，没想到却是沪上一把手的侄子。许多人暗暗记下苏北辰的面貌，等一会一定要好好结交一番。二叔，我衣服都被你扯烂了，慢点慢点。本想好好装个杯的苏北辰，被自己二叔像拎小鸡仔一样带到一群中山装老人面前。哎，老苏，你干嘛呢？没看把人家孩子衣服都扯一边去了吗？你看老苏这样子，估摸着10有8九想炫耀自己大侄子。可不是嘛，我这几天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天天都是我大侄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苏天南没有孩子，所以一直都把自己侄子当作儿子看待。苏天南满脸带笑，这次倒是发自内心的笑容。什么？你们怎么知道我大侄子赚了几10个亿？众人，苏北辰右手扶额，真是丢人啊！二叔一见到自己，感觉就跟电视上变了个人一样。各位长辈好，第一次见各位长辈，没准备什么礼物，要不就给各位拜个早年吧。众人被苏北辰逗得一阵发笑，一位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中年人拍了拍苏北辰的肩膀，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就叫你北辰吧，给我们拜这个早年有点太早了，你徐叔可受不起。紧接着一众人都开始跟苏北辰介绍起自己，不过是什么职位倒是只字不提。苏北辰凭借现在的记忆力倒是过目不忘，挨个问好之后在心里默默记下。聊了一会家常之后，慈善晚会也马上就要开始了。苏北辰自然不可能跟自己二叔坐在一桌上去，随便找了一桌商界的桌子就直接加了进去。坐在这桌的众人看到苏北辰落座，都带着善意的微笑点头表示欢迎，并没有因为苏北辰年轻就戴着有色眼镜，毕竟能进入晚会主场的没有一个是身份简单的。苏北辰暗暗叹了口气，装杯打脸的环节又减少了几百字。随着一段音乐声响起，受邀而来的一线明星张圆圆缓缓走上台，唱的是一首老歌。很快一曲终了，台下的观众也是很给面子的鼓掌。随着15声数的倒计时，沪上慈善晚会正式揭开帷幕。第61章，沪上慈善晚会。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充满温情和慷慨的慈善晚会，非常荣幸能够与各位共同见证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盛会。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们齐聚在一起，不仅是为了共度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更是为了支持和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伟大事业。主持人一段经典的开场词过后，又轮到一众明星表演节目。因为是正式场合，所以唱的歌基本上都是满满正能量的，自然没有苏北辰期待的女团大长腿跳舞环节。差不多1个多小时的表演过去，慈善晚会的拍卖环节也正式开始。女主持人再次走上舞台。下面让我们有请沪上书法协会安邦老先生为此次拍卖会创作的作品《兰亭序》临摹作，起拍价1万元。一个穿着长大褂、留着长须的老人缓步走上舞台，顺势向大家呈上已经装裱好的《兰亭序》。台下开始陆陆续续喊价，2万、3万，最后就像商量好的一样，金额加到了200万，便没有人继续往上加了。主持人表示完一番感谢之后，又继续进行下一件物品的拍卖。几乎大家都是约定好的一个金额，到那个价格就不会继续往上加。苏北辰对这个事情倒是知道一点，很多企业都商量好这次捐款额度，同时根据自家公司的增值税去选择自己想要拍的金额。这样一来，既给了朝廷面子，又能给自己省税，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只能说聪明还是这群人聪明。拍卖会很快进行到最后，随着最后一件艺术品被拍到7400万的高价，整个拍卖会画上圆满句号。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各个企业自由捐款，捐多捐少都是按照自己能力而来。
苏北辰在捐款卡上写上了自己要捐的金额之后，递给了站在桌旁服务员。一男一女主持人拿起手中的卡片，朗声念道：沪上该盛科技有限公司捐款88万，沪上胜利运输有限公司捐款188万。金额由小到大开始念，每念到一家公司，灯光就会打到这家公司代表身上。苏北辰有时候都怀疑这灯光师会不会把人记魂之后打错了。万达集团捐款1亿5千万，灯光瞬间打到坐在最前桌的王健林身上。王健林起身跟在场的人鞠躬打了个招呼，众人也是发出一阵阵掌声。等掌声结束，女主持人翻开最后一张捐款卡，顿时瞪大眼睛，卡顿了一下，随后高声道：沪上星辰控股有限公司捐款3个亿。全场顿时静得连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发出点响声。灯光师也愣了一下，随后看着捐款表上的座位，马上调动灯光对准坐在后面的苏北辰，一束白光打了过去。苏北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服，面带微笑站了起来，跟苏天南坐在一桌的徐叔一拍桌子，暴喝一声：好！众人这次反应过来，目光都放在了落坐在后面的苏北辰身上。紧接着如雷鸣般的掌声在慈善晚会响起，跟苏北辰一桌的企业老板人都妈了，合着他们刚刚在餐桌上以前辈的口吻给人家传授了半天经验，结果人家世尊大佛。几人鼓着掌苦笑道：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出尽洋相了吗？王健林也是一脸好奇的看着这个年轻人，自己儿子最近好像跟朋友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叫星辰娱乐。之前他还有点担心自己傻儿子会不会被人家骗，不过今天看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魄力，他也是放心了。就冲他今天这个3个亿的捐款，如果不犯别的大错，不说在沪上了，哪怕是放眼整个龙国，他都不用担心别人给他上眼药。掌声整整持续了2分钟才结束。主持人也是怀着激动的心情，邀请今晚最大的捐款者苏北辰上台发言。苏北辰缓步走上舞台，看着台下来自社会各界的精英都在注视着自己，先是点头谢过主持人递过来的话筒，紧接着落落大方道：感谢在座的各位前辈高抬贵手，让我这个后辈能站在这么社会精英面前发言，还真别说站上来还有点小紧张。苏北辰一捧一踩的发言，让台下的众人露出了欣赏的笑容。苏天南看着台上的侄子，笑容从刚才开始都没有断过，要不是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么做，他真想站起来让全部人都知道这是自己侄子。舞台上的苏北辰继续开口道：感谢大家莅临这次慈善晚会，作为后辈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慈善的个人思考和感悟。慈善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它是我们内心最温暖的火焰，也是我们对社会的承诺和责任。通过慈善行为，我们将自己的关爱和关注传递给那些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们，为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世界，慈善变得愈发重要。我们面临着贫困、疾病、环境问题等诸多挑战，而正是慈善行为的力量，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和改变这些问题。慈善不仅是对个人的呼吁，更是对社会的呼唤，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和繁荣的世界。最后，我想呼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将慈善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从身边小事做起，还是积极参与到慈善项目中，我们都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在掌声中，苏北辰缓缓走下舞台。徐祖义听完苏北辰的发言，感慨道：老苏，你这侄子话说的是真的漂亮，觉悟也是相当的高，再加上之前上京那边老张说的那件事，龙潜于渊，只待其时，恐怕这只乾隆要一飞冲天了。苏天南脸上充满了欣慰，眼眶也逐渐泛红了起来。从小整天只知道骑在自己脖子上的小屁孩，如今也能独当一面了。第62章半导体 NM 制程技术。随着苏北辰从台上走下，无数记者的闪光灯亮起，疯狂地抓拍着这个杀出来的黑马。整个慈善晚会都是由各大赞助商、自媒体平台全程直播的缘故，星辰控股和苏北辰这2个名字也是被观看直播的观众彻底记住。同一时间，微博热搜榜上前10名猛然出现2条新的热门话题：苏北辰，星辰控股到底是什么公司？有没有董哥普及一下星辰控股是个什么公司？刚刚用地眼查了一下，星辰控股于2个月之前创立，主营业务都是跟金融投资相关。董事长苏北辰持股比例 90%， 剩下 10% 是期权奖励。注册资金25个亿，实缴资金25个亿。注册资本不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为它只是反映企业在创办时的初步资金实力，但是也架不住人家直接实缴了25个亿啊！实打实的25个亿现金，我真的想都不敢想。卧槽！10086，不少在场的公司老总此时也和广大网友的反应大差不差。饶是那些市值100亿的上市公司老总也是不禁感叹，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苏北辰落座之后，
身边刚刚以前被自称的几人立马换上一副谄媚的笑容，各种夸奖的话跟不要钱似的。苏北辰一一应付完之后，才有心思沉静下来查看系统。真是应了那句话，当你成功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是好人，甚至连你放的一个屁都是道理。苏北辰心中默念系统。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7，健康97，魅力96，金钱18亿，声望182390，等级6，零100亿，青铜宝箱概率15%，白银宝箱概率25%，黄金宝箱概率40%，白金宝箱概率15%，钻石宝箱概率5%。和之前苏北辰预测的大差不差，只是增加了高级宝箱的概率，并没有出现新的宝箱，升级所需要的金额达到了100个亿。声望也因为这波捐款暴涨到18万之多，而且现在还在以每秒3、4个的速度不断增加。同时，声望商城也随着苏北辰等级提升到 LV6 开启了科技模块。点开发现，原来灰色带着问号的图标逐渐被抹去，一项新技术赫然出现：全套半导体7纳米制程技术，200W 声望值。苏北辰现在有种想直接把系统上交给国家的冲动，不过系统的警告声在这个想法出现的一瞬间接踵而至。除宿主之外的人知道系统的存在会自动脱离宿主，苏北辰见状只好作罢。这项技术实在是太关键了，对于现在的龙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哪怕是在10年之后的龙国，这项技术一样也是重点攻克的项目。他依稀记得当年的屈辱，因为华文集团的通信技术日益壮大，手机销量也是在全球以井喷式的模式增长，逐渐威胁到米国苹果的霸主级地位。身为资本走狗的黑工自然是言听计从，先是一条危害国家数据信息安全的罪名给华文扣下来，并且呼吁米国公民不要购买华文手机，紧接着又让自己狗腿子加纳大软禁正在温哥华华文下一代女掌门。不过华文人老爷子也是硬气，直接回怼黑工，拿不出证据就是在污蔑。虽然北米的市场销量降了下来，不过欧罗巴和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的非洲大商的销量直接爆炸式的增长。米国见自己还是没有遏制住华文的发展，索性直接撕破脸皮，从源头供应商开始制裁。自此，华文 5G 通信芯片彻底被掐了脖子。不过米国也不好受， 5G 技术基本上都在华文自己手里，米国通信公司推出的 5G 更是阉割版本，不稳定不说，速度甚至有时候还不如 4G。 于是两家就这样卡着，直到26年，龙国才自己突破封锁，研究出自己的芯片，才打破这一局面。而现在7纳米制程技术就这么摆在苏北辰面前，他能不眼热吗？就好比一个秀色可餐的美女一丝不挂在你面前，可是你也只能忍着不动，这种感觉简直太折磨了。慈善晚会在主持人最后的致辞中结束，沪上的领导班子先是在安保人员的陪护下离开现场，毕竟接下来就是商界的精英人士交谈的酒会，他们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酒会刚一开始，一群大大小小的老板朝苏北辰围了过来。苏北辰都不知道今晚到底接了多少张名片，喝了多少香槟，看着一张张菊花似的笑脸，他感觉自己都快脸盲了。好不容易挤了出去，找了个厕所赶紧放水。喝了这么多酒，虽然以他的体质倒不会喝醉吧，但那也是水啊，膀胱真的快憋炸了。随着一阵水声响起，正当苏北辰感慨舒服了的时候，自己身旁也站过来一个男人。男人自来熟的跟苏北辰搭起话来：苏总今晚在台上的演讲真的是大放光彩啊。苏北辰有点无语，很想破口大骂 NND 这么多池子空着，你非得站在我旁边尿是吧？不过他还是忍住了，眼前的男人正是王校长他老爹。王总过奖了，叫我小苏就好了。王健林仰头感慨道：行，那你也叫我王叔就好。王聪那小子经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多么神多么神，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苏北辰说客套话实在是说累了，笑了笑没说话。小苏，你对接下来的局势怎么看？苏北辰一阵沉默之后开口道：王叔，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谈？哦，行。两人提上裤子，洗了个手，出了卫生间，让服务员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包间。长相姣好，穿着一身旗袍的女服务员在一旁给二人泡好茶，轻轻带上门出去了。尝尝我珍藏的明前龙井，这一般人你王叔可不会请他喝。苏北辰浅尝了一口，说实话并没有品出什么，不过确实茶香味比较浓郁。王叔刚刚问我局势是指的哪方面的局势？王健林见苏北辰直接问了也不客套，关于房地产未来的走势，小苏你怎么看？第63章星辰助手封测完成。苏北辰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到王健林：其实王叔你自己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王健林先是一愣，随后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不愧是做金融的，嗅觉也太敏锐了，没想到我这边刚有动作你就已经注意到了。王健林端起茶壶给苏北辰添了一杯茶。现在的房地产好像进去了就能赚钱，
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利润几乎都是翻倍，人人都挤破头皮想要往这里面来，可是我总觉得有些不踏实。王健林给自己也添了一杯茶，接着道：看看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房地产企业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一间破得不成样子的木造房子居然能卖出5000万日元的天价，打个零工1小时都能赚4000日元，合龙国币都200了，当时都快把米国的自由女神像给买下来了。结果最后呢，房价崩盘，瞬间陷入金融危机。王健林说到这，品了一口手中的茶。苏北辰接着他的话说，龙国不至于会成那个样子，有国家出手管控，不会让房价突然崩盘，但是有些大的房地产企业会很难受，传大难掉头。王叔现在做打算倒是个很明智的选择。王健林此刻已经把苏北辰放在和自己对等的位置上了，没有再像看晚辈一样跟他讲话。现在还不是住宅房产最高的时候，完全可以等到最贵的时候再出手。苏北辰对于王健林的反驳耸耸肩，现在虽然不是房价最高的时候，但是却是最好出手的时候，不是吗？两人不说话，就这么相互看着。王健林忽然笑了出来，王聪福气是真的好，交了小苏你这个朋友，全子以后还是多仰仗你照顾了。苏北辰也不敢托大，连忙回道，王叔，王聪性子跟我合得来才能成为朋友，朋友之间相互照顾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哈哈哈哈，你小子真的有脾气，有空了多来你王叔家陪我喝几杯，那王叔可得好好给我备好。两人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因为王健林晚上12点的私人飞机航程要连夜赶到欧洲去开会，所以把客房留给苏北辰之后就道别离开了。作为今年的龙国首富，王健林空中飞人的称号真的不是盖的，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飞机上度过。洗漱完躺在床上的苏北辰先把今天任务获得的白金宝箱给开了。白金宝箱已开启，研发加速卡1。苏北辰没想到居然开出来了道具类的物品。研发加速卡，指定宿主旗下的公司科研速度提升 30%， 永久。苏北辰心中狂喜，正好瞌睡送枕头，二话不说直接给自己手下的星辰科技使用。正在星辰科技加班的陈卓正在冥思苦想怎么才能设计出更多个性化 UI 的代码，忽然只觉得自己脑海中迸发出一个又一个的灵感，连忙在编辑器上敲下一行又一行的代码。终于敲完最后一个字母，陈卓抬起头发现时间才过了半个小时不到，但是居然完成了以前要花费1下午才能完成的任务。运行一遍代码之后发现 bug 数更是只有个位数，要知道他以前写完的代码 bug 没有10几个根本不可能。不仅仅是陈卓，其他正在加班的员工也是同样的感觉，就好像仙侠小说中醍醐灌顶一般。第二天早上7点，苏北辰生物钟就开始唤醒身体，在酒店简单吃了一顿早饭，跟前台说了一声退房之后，出门就看到李龙已经开着车在门口等着自己。苏北辰刚坐上车，兆兴炼钢厂的袁总就给自己打来了电话。袁总这次的电话倒不是给自己汇报，而是跟自己说了个好消息，樱花国的德景商事已经宣告破产，董事长被查出来私下挪用公款包养小三，被众多股东一起告进了监狱。而瑞士的富马森居然向联合国起诉兆兴炼钢厂破坏市场平衡，当然联合国并没有受理，毕竟龙国的一票否决权不是开玩笑的。果然美好的一天要从别人的痛苦身上得到。苏北辰本想跟袁总说声让他们也适可而止，结果袁总也很委屈，表示自己这边只炼了1炉，到现在还有一半的存货没有卖完。Mom， 袁总的话给苏北辰干沉默了，真就只出了一拳，世界各大求助公司就被干翻了，起都起不来那种。刚挂断袁总的电话，吴天成又给自己打了进来。苏董，星辰助手已经连夜封测完成了，随时可以上架各大手机平台。苏北辰心中一喜，没想到自己昨天晚上刚用的加速卡，今天就已经封测完成了。本打算去一趟星辰控股来着，现在直接跟李龙示意掉头去星辰科技。到了金茂大厦，苏北辰3步并2步赶到星辰科技。此时所有员工都在自己的工位上做着最后的检查，哪怕是昨天通宵加班的人，也是睡了2个小时就坐了起来继续工作。他们也已经知道自己做的软件到底是什么，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款能颠覆互联网的人工智能软件。不说别的，就凭借着这笔研发的履历，以后真不在星辰科技干了，随便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公司都是大几万的月薪。苏董，早上好。随着前台2女的招呼声，正在检查代码的员工纷纷抬头和苏北辰打着招呼。看着 70% 的员工都顶着一双熊猫眼，苏北辰说实话挺感动的。昨天本来是没有那么多人加工，不过最后的 UI 部分设计完成之后，大家都自发回到公司连夜进行封测加班。在座的各位都辛苦了，这个月工资3倍，外加1个月工资的额外奖金。顿时办公室内爆发出惊人的欢呼声。苏北辰上辈子同样作为一个码农，甚至老板画什么大饼都没有给钱来的实在。第64章正式上市。苏董已经进行过3次封测，
在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上都做过了不下10次检验，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吴天成把测试数据递给苏北辰，苏北辰大概扫了一眼，既然没有问题，时间就定在上午10点钟，全平台同时发布。吴天成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苏董，关于星辰助手的宣传方面，吴总放心吧，宣传方面的事情我这边自有办法。”吴天成点点头，又安排好各个部门的员工做最后一遍检查，以确保万无一失。苏北辰点开自己的微博，通过上一次的直播单杀校长倒是收获了一批粉丝，上次的慈善晚会更是给自己涨了几十万的粉。编辑好一条微博就等着10点钟发送出去，同时私信发给王校长、秦芬等人，到时候帮自己推一下。现成的流量不用白不用，这年头王校长就是最大的网红，一笔宣传钱基本上就省下来了。苏北辰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该省省该花花，骑着单车去酒吧。时间来到上午10点整，随着吴天成一声令下，星辰助手悄然上市各大手机平台。同时，苏北辰早就编辑好的微博也发送了出去。8亿少女的梦，继单杀完王校长之后又一力作，星辰助手正式上架各大手机平台。你还在跟人工弱智进行傻瓜对话吗？你还因为查不到想要的资料而掉光头发吗？改变就在现在！星辰助手，一款颠覆你认知的对答神器，不要998，不要98，现在免费带回家。你还在等什么？快打手机商城下载吧！同一时间，王校长和秦芬几人都开始转载苏北辰这条微博。不过王校长转载完才发现，自己怎么又被处刑一次？自上次苏北辰直播单杀自己之后， B 站一个 UP 主还给自己来了一波真香剪辑，搭配上魔性的音乐鬼畜的视频风格，点击量一度高达300万，自己还被广大网友做成表情包流传起来。很快，苏北辰的微博下面出现各大网友的评论，这是星辰控股苏公子的微博，怎么一股子金克拉的味道？不知道苏公子在发这条微博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请问博主，敏感肌可以用吗？吴天成把后台数据直接投放在公司的大荧幕上，安卓平台15次下载， iOS 平台7次下载。在场的所有员工都屏住呼吸，等待吴总的下次刷新。只见吴天成左手点下刷新2字，整个页面卡着不动。大家都在疑惑的时候，忽然实时数据刷新出来，安卓平台1432次， iOS 平台732次。随后的每次刷新里，下载数都在以几何倍的速度增加。王校长和秦芬几人的流量真的不是盖的，饶是一些2线明星可能都没他们几个人流量多。很快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此时安卓和 iOS 平台的下载均已破10万。星辰科技的员工无一不欢呼着，至少从现在的数据看，他们这次开发的软件算是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留住这些下载的用户。员工就像打满鸡血一样，恨不得自己挖自己的 bug， 强行让自己加班。不过在苏北辰的再三要求之下，整个公司包括前台和保洁的阿姨都放假回去休息1天，只留下昨晚没有加班的人来运营就好。老吴，你也去休息吧，这里我亲自看着就好。只见吴天成在办公室里抽出来一张折叠床，又从书柜下面拿出下凉被，直接在办公室就睡了起来。苏北辰被这种工作狂的精神给震撼到了，这样的好员工怕不是只有系统才能给自己了，真的就是公司不倒我不倒，把公司是我家做到了极致。苏北辰走出吴天成的办公室，看着大屏幕上实时变化的数据。说实话，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星辰助手并没有展现出他恐怖的一面。要知道，当广大网友发现它的实用性有多么广泛，那才是用户量井喷式发展的时候。就在苏北辰拿着手机调戏赵一诺的时候，一个来自鹏城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苏北辰已经换过了新的手机号，知道这个号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苏总您好，我是讯腾控股的董事长马腾，这个电话打得有些冒昧了，请问您现在方便吗？方便倒是方便，就是不知道马董找我这么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有何贵干。马腾听出来了，苏北辰的语气里有些不耐烦，之前好像也没有得罪过他吧？苏总可不要妄自菲薄了，经上次慈善晚会一事。不等马腾说完，苏北辰直接打断，客套话就不必多说了，这会比较忙，1分钟上下500万，你有事就直说。马腾这下彻底确定了，苏北辰对自己根本就没有耐心，平常在鹏城哪怕是朝廷高官对自己也是客客气气。那我也敞开天窗说话了，苏总手上的星辰助手50个亿我全资收购了。苏北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马董您真会开玩笑呢，没什么别的事情就挂了。说罢不等马腾回复，直接挂断电话。马腾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忙音，饶是脾气再好，这会额头上的青筋也浮现出来。站在一旁的秘书此时也是低着头看地板，他已经好久没见过老板生气。把副总张博喊来。秘书心中松口气，一路小跑出去喊副总。张博在进来之前，马董的秘书就提醒自己说，老板心情不太好，脾气这会有点暴躁。
张博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进去，而是礼貌性地敲了2下门。进来。张博推门而入，就看到正在通过落地窗望着屋外风景的马腾。张总，星辰助手这个项目你知道吗？张博点点头，自己手下上午还跟自己汇报来着。马腾转过身坐在老板椅上，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人员更替了，至于能不能从副总做到董事会，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张博闻言立马心领神会，带着星辰助手的资料就出去了。第65章，我只是说的文明点，让你们回去。吃完晚饭，苏北辰交代了星辰科技的员工早点下班之后，自己开着宾利先回家了。程思今天因为公司 off 小黄车的项目去上京出差了，所以苏北辰回的是汤臣一品。一开门，穿着兔女郎制服的柯雪直接学着樱花国女人迎接丈夫回家的形式，跪着给苏北辰换上拖鞋。欢迎回家主人，您是先吃饭呢，还是先吃我呢？苏北辰暗骂了一句妖精。自从柯雪来了沪上之后，自己的腰子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经历一场诺曼底登陆。对于柯雪的投怀送抱，苏北辰自然知道她是什么目的。他很喜欢这种聪明的女人。他需要物质需求，苏北辰需要生理满足，两人算是各取所需。这一晚，苏北辰就像盟军一样，顶着敌人的怒火和海浪的冲击，奋不顾身的一次又一次冲上敌人的高地。双方你来我往，战况十分惨烈，到处都是破碎的战袍。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终于苏北辰成功击溃了敌人，一场恶战就此结束。次日一早，苏北辰难得睡了一次懒觉，上午11点自己才从被窝中缓缓醒来。昨晚作战的枕边人早已经不见踪影。看到餐桌上的小纸条和一袋子早餐，苏北辰有些好奇，柯雪和程思怎么做到连给自己买的早饭留的纸条都一模一样？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苏北辰啃着手中的馒头，点开微讯吴天成给自己发的未读消息。吴天成，苏董，实时数据已经逼近100万了。吴天成，讯腾公司的副总张博今天带着人来拜访公司了。苏北辰看到后面那条消息，冷哼一声，昨天在电话里已经明确拒绝了，没想到今天居然还带着人找上门了。苏北辰本打算吃完饭就去星辰科技一趟，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吃完早饭吃饱了，歇息一会很正常吧？歇息完去健个身没毛病吧？健完身学个习差不多到中午了，再吃个午饭。一直到下午3点多，苏北辰才慢悠悠地开着车到了星辰科技。不过也没有急着上去，在楼下抽了根烟，又刷了一会直播，这才上楼。张博一行人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不过在董事会实在是太诱人了。张博选择了继续忍着，哪怕明知道自己故意被晾着。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好的脸色了，毕竟1个月1万出头的工资，自己凭什么受这种委屈啊？不耐烦几乎已经写在同行的人的脸上了。不过自己顶头上司张博没说话，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苏北辰悠哉悠哉走进星辰科技，看到张博一行人坐着，苏北辰点了个头，就要直接走进吴天成办公室里。张博再也绷不住了，苏总留步。苏北辰转过头，一脸疑惑，请问您是？不等张博开口，一旁的秘书就阴阳怪气的开口道，苏总您面子可真大，讯腾公司的副总在这等了您1个上午的时间，您点个头就走，未免太不把讯腾放在眼里吧。张博张了张嘴，也没有说什么别的话，似乎是默认了自己秘书所言。苏北辰脸色直接阴沉下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在这说话？你主子还没开口，狗就咬上来了。张博秘书顿时火冒3丈，还想再跟苏北辰理论几句，就被张博挥手打断。苏总，不知道讯腾是不是和您在哪里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如果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代替讯腾向您道个歉。苏北辰听闻张博的话，不由得高看他一眼，不愧是能在讯腾混到高位的人，这都能忍下来。张总说的哪的话？上午星辰控股那边有几个千万的投资项目，耽搁了一点时间，这不急匆匆处理完之后，又连忙赶过来。张博嘴角微微抽搐，要不是看着苏北辰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他还真信了。把几人邀请到会客室之后，苏北辰让前台妹子给几人倒上白开水。不好意思哈，新公司刚成立，招待不周，只有白开水。张博喝了一口手中的白开水，无妨，我平时就喜欢喝水。苏总，咱们也不客套了，想必昨天马总已经跟您通过电话了，虽然商谈的结果不怎么愉快，但是谈生意总归是循序渐进，您说是不是？苏北辰点点头，没说话，等着张博说下文。我这次来就是打算跟苏总商量商量关于星辰助手的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市营部连夜做出来的数据推测。在张博的注视下，自己秘书不情愿地从包中拿出档案袋递给苏北辰。苏北辰打开之后大概扫了2眼，当看到用户量只有500万左右的时候，直接给扔到桌子上。所以呢，张博对于苏北辰的行为并不生气，所以为了能让星辰助手拥有更多的用户量，我们一起合作共赢，
我们完全可以把星辰助手移植到微讯中。苏总也知道，全国上下几乎已经快是全民微讯的状态。苏北辰双手合拢抵着下巴，看上去一副正在思考的样子。所以你们讯腾的条件是什么？张博看着苏北辰的样子，觉得有戏了。讯腾参股星辰科技51%股份，出资20个亿。苏总，据我所知，贵公司创立到现在仅仅只有1个月的时间，账户上的资金还有好几个亿，所以讯腾这次融资您完全不亏。张博心想着退而求其次，先融资一笔，随后整一份漏洞合同让星辰科技签署，等融资完成之后，那公司到底是谁说了算，可就不好说了。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做，还是因为自己法务不给力，南山必胜客的名头可不是白起的。我知道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请几位先回去吧。张博一喜，打算给苏北辰一点紧迫感。苏总可要快些做决定，这么好的条件还是我动用自己的职权争取到的。苏北辰一脸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张博，谁说我打算跟你们合作了？我只是说的文明点，让你们回去吧。难不成你们想听我说葛文？第66章讯腾组合拳。张博终于忍不住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眯起眼睛看向苏北辰。苏总当真要和我讯腾过不去是吗？苏北辰抠了抠耳朵，张总说过的话，我不想再重复第二次。张博冷哼一声，那咱们就走着看吧。说罢，领着一众随行人员直接走了出去。吴天成和星辰科技的副总赵天云一同走了进来。吴天成是系统召唤出来的人物，自然对苏北辰是100%忠心耿耿，不管苏北辰做什么决定，他都是无条件支持。赵天云脸上则是有些担忧，说实话，他不是很懂为什么自家的董事长非要跟讯腾公司过不去，哪怕是不想让讯腾公司插手进来，也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决绝吧。出于在其位谋其职的义务，赵云天还是开口道：苏董，虽然身为下属不应该多嘴，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非要把讯腾这尊庞然大物给得罪了。对于赵云天的疑惑，苏北辰倒没有生气，点燃一根香烟后开口解释道：你知道为什么在龙国游戏被叫做毒瘤，而在米国却被叫做第9艺术吗？赵云天沉思了一下，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其实在龙国被称为毒瘤，还是因为家人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觉得小孩子玩物丧志，社会上又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被称为毒瘤。而在海外，优秀的独立游戏剧情确实比国内做得更加积极向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教育理念的问题。苏北辰弹了一下烟灰，赵云天这个答案算是比较标准的回答。你说的大致来说是没有错的，不过你也说了，为什么海外的游戏做得要比国内好？难道是国外的月亮真的比国内的圆吗？其实不然，龙国也有很多优秀的游戏创作者，可是他们大多数都昙花一现，其根本原因倒不是他们经费不够之类的，那些都是网上来给讯腾公司洗白的推手罢了。真正的源头就在讯腾上，他们那一套组合拳下来，有多少公司能顶得住？先是算准了你研发这款游戏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随后直接给你报个2倍的价格，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心动。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做游戏确实是为了赚钱，不排除有些真的热爱的。如果你这时候卖掉了，那么讯腾会把你的游戏改得四不像，到处氪金收费，让你不充钱的玩家只配当有钱玩家的体验道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辈子蓝洞公司火遍全球的吃鸡，你看看讯腾收购完之后，各种氪金服装道具那是层出不穷，一个好端端的大逃杀硬核游戏硬是被改成奇迹暖暖。在这个阶段，肯定也有公司会拒绝讯腾的收购，这个时候讯腾就开始表示退一步给你让利，拿出招牌手段融资参股。一般来说都是51%，不过也有例外，但是基本上都是大份额参股，并且合同上要么有些坑你的地方，要么有下次融资的领头权。一旦让讯腾参与进公司，那他们基本会一步一步把你的公司蚕食掉，最后让你被迫退股，同时把公司占为己有。还有最后一种宁死不屈的人，对于这种人的态度，讯腾更果断了，直接抄袭。讯腾凭借着强大的引流能力和雄厚的资金，足以把他给拖垮掉。至于你说告他们，呵呵，南山必胜客了解一下。赵云天在入职之前一直都是在大厂公司负责数据安全方面的工作，对于游戏这方面的事情只是大概听朋友们提过2嘴。今天听到苏董这么一说，整个人都被震惊到了。没想到讯腾那么大一个公司用的手段却这么下三滥。这么一听，好像苏董做的确实是正确的决定。至于讯腾会不会抄袭自家产品，苏北辰觉得那是100%的事情，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系统给自己那串代码，一旦被反向破解，程序就会自动崩溃，瞬间能把系统运行内存给占满，甭管你是32G 内存还是128G， 就这么霸道。远在彭城的马腾听着电话那头张博给自己汇报，马腾倒是笑了出来，他就压根没想过张博会成功，之所以派他去一趟沪上，单纯就是碰碰运气，成了自然是好，不成自己也有个借口去抄袭星辰助手。
挂断电话之后，立马让秘书召集公司里12级以上的所有工程师到会议室开会。很快陆陆续续来了将近200名在本部的员工。马腾见人来齐了，也不卖关子，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本次会议主题关于星辰科技的人工智能软件星辰助手，资料都已经放在你们面前了，先自行查阅。在座的 IT 工程师翻开了放在面前的资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偌大的会议室中只剩翻看资料的声音。差不多15分钟过后，马腾看众人都看得差不多了，继续讲道，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如果给你们30天的时间，你们能做出来一款这样的软件吗？众人听到马腾的话，面面相觑起来。最后还是等级16级的技术副总监开口道，马总，跟您说实话，想要做到拥有这么成熟交互功能的软件，至少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而最终完成封测上市，差不多需要2年来完成。马腾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他虽然也是程序员出身，不过自从迅腾做大做强之后，就不怎么接触代码了，没想到星辰助手的水准这么高。不过那名16级的技术副总监又开口道，不过什么？不过我们如果有星辰助手的底层代码，估计只需要2个月差不多就足够了。马腾听完技术副总监的话，心领神会起来。既然如此，那就麻烦技术部的人员最近多加班了，给你们的股权激励马上就快到分红了。对于马腾画的大饼，几位高层技术人员还是挺爱吃的，毕竟这个年代的人都比较淳朴，老板说啥基本上信啥。会议解散之后，几名高级技术人员直接开始对星辰助手进行暴力破解。第67章，米国资本的报复。又死机了吗？迅腾的技术副总监黄明眉目紧锁，看着眼前已经是第4台蓝屏的机器，每次都是破译到底层代码的时候，系统运行内存直接爆炸式的增长，不等众人反应，直接蓝屏死机。黄总监，对方在底层代码设置了防破译软件，一旦触发，软件自动自身垃圾数据会无限复制，直至系统崩溃，哪怕断网也不行，从没连接过互联网的安全电脑也不行。黄明这下倒是有点后悔在会议室许军令状许早了。你们先继续研究着，看看能不能从顶层代码中找到后门。虽然黄明感觉这种事情不太现实，不过总得去试试。手下的员工都去忙了，他也没闲着，掏出手机打算找一些老朋友来帮帮忙。干破译软件这种事情，严格来说其实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过谁让树大好乘凉，靠着迅腾这个大山，这些年也没少干这种事。喂，老狗来活了，接不接？还是老价钱 50W？ 老孟在干嘛呢？一圈电话打下来，基本上都是接了这个活儿，黄明才算是放下心来。如果这些人都拿不下来的话，那只好劝马总还是放弃吧。苏北辰开着车跟着导航来到一个老旧的小区楼，湛蓝色的宾利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趁着傍晚出来遛弯的大妈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对着苏北辰的车子指指点点起来。其中一位大妈操着一口夹杂本地方言的普通话，对着苏北辰道，小伙子，你是来找谁的吗？苏北辰摇下车窗，对啊，阿姨，您知道苏天南家怎么走吗？本来还热心肠的大妈瞬间脸上充满了警惕，嘴里也有些不耐烦，不认识，你别挡着车道了，一会别人下班回来，你堵在这里像个什么样子？大妈前后态度的反差让苏北辰一时有点摸不清头脑。阿姨，我是苏天南的侄子，他是我二叔。哟，前天还来了个表弟，今天就换了个侄子，你们这群当老板的真的不要脸哦。苏北辰顿时哭笑不得，自己被认成送礼的老板了。好在自己二叔的电话打了回来，和大妈误会解开之后，大妈立马换上一副笑脸，直夸自己一表人才。要不是苏北辰脱身快，差点被拉去介绍相亲对象。刚进家门，自己二婶季梅红就给自己准备好了拖鞋放在面前，又把苏北辰身上挎的大包小包给接了过来。你说你这孩子，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这不是来我二婶家了吗？带点东西孝敬你们，礼物没买多贵的东西，二叔二婶别嫌弃就行。苏北辰一脸笑嘻嘻道，小苏你有心了，孩儿他叔，你别在那看新闻了，赶紧点帮忙把酒都搬到里屋去。苏天南听到自己老婆的话，愣了一下神，才发现苏北辰已经到了，把手机放在一边，换上一副苏北辰同款笑嘻嘻的脸，抬着苏北辰买的一件酒水往里屋搬去。自己二叔苏天南家里就是一个简单的2居室，因为2人没有孩子，所以一直没想过换个大一点的房子。自己二婶季梅红的厨艺真的没得说，做了4菜1汤，苏北辰是全程嘴就没停下来，不停往嘴里炫饭的同时，还不忘变招法夸自己二婶厨艺好。晚饭过后，季梅红也是很懂事的，给叔侄2人腾出地方，自己则是去收拾卫生。二叔，刚刚看你看什么呢？这么入迷？苏天南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跟苏北辰讲。小苏，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但是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相信你自己也知道。苏北辰点点头，等待二叔的下文。经济部门那边传出来的消息，相信你最近应该关注到了，股市已经连续崩盘了好几天，
龙国自己持有的大基金项目倒是一点减仓都没有，反倒在增仓。现在各大投机客也都在场外观望，只有国家自己在往里面护盘。如果股市中的机构和散户继续抛售手中的筹码，估计就要重复当年08年股市的经历了。苏北辰也收起了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神色严肃道：也就是说，这已经是在国家出面护盘的局面下，股市还在继续崩盘。苏天南不可置否地点点头，又接着讲道：没错，具体原因还是因为股市里的北向资金、海外资金在疯狂向外流出，而这波带头做空龙国股市的人正是米国和韩国。韩国出面，米国在幕后赚钱。苏北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现在还没有到前世股市崩盘的时候，难道因为自己的重生导致蝴蝶效应，让股市的崩盘提前了吗？原因的话，应该跟之前天南控股那笔20万空单的期货有关，让米国资本吃了个大亏，算是报复性行为吧。苏北辰心中一惊，还真是自己的原因。小苏，关于你的事情，二叔知道一些，但是二叔不会拿着这件事情来对你施压。而且关于那次期货的事情，基本上只有上层知道，不用担心被其他人道德绑架。按照你们年轻人爱玩的游戏联盟来说，你可是个后期英雄，以后发育起来帮老子灭了这帮狗日的。苏北辰最后离开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在车里想了一会，随后点开声望商城，找到 A 级股市探测仪，金额5亿以下，5万声望点。系统可以指定某个国家的股市吗？当然可以，不过有些市场体量小的股市 A 级探测仪不可以使用。帮我看看韩国股市能否使用 A 级探测仪。符合要求。既然喜欢给米国当犬，那他今天就来个枪打出头鸟。之前一直没有买股市探测仪，是真的不想在大 A 收割龙国股民，可是现在居然能用在韩国股市，那收割韩国的股民，他可是一点都不心疼。苏北辰掏出手机给李博打了过去。老李，有没有兴趣当一把刽子手？第68章，给韩国的股民一点小小的龙国震撼。韩国 IKC 投资会社内，蒲部长，今天我们的交易已经按照指示把龙国股市指数砸了2个点了。朴东人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的波动，继续跟着龙国国家资金进场，拿他们带血的筹码，明天继续砸。李经理收起报告书，站直身子，给朴东人鞠了一躬后，马上小跑到交易室下达指令。而龙国股市此时一片哀嚎，大多数股民们也是扛不住，纷纷割肉离场。那些所谓的股市专家一开始还说抄底的机会来了，结果又放量大跌2天，直接狠狠打肿脸，专家们也都老老实实闭上嘴。反观韩国股市这边倒是一片猛涨的局面，指数更是突破了1991年来的历史新高，全国上下股民们一片狂欢。其中涨势最好的当属是各大投资银行。当牛市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劝身边人入场，自然来这些投行开户的人就越来越多，开户的人多了，业绩自然就好，股价也就水涨船高，基本上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这次做空龙国股市就是由多家小投行一起联手，至于那些大投行就是散星、LG 这种的存在了，他们资金体量太大，如果让他们参与进来，估计龙国这边也会对韩国采取反向制裁措施。所以这次米国也很鸡贼，就用一些市值不大不小的投行公司来龙国股市搞事。龙国现在也是很头疼，这些小投行就像群虫子一样在身边飞来飞去，你还没有别的办法拍死他们，时不时不知道在哪里叮你一口。身为 IKC 投资会社的资管部部长的朴东人，一直都挂着一副面瘫脸，看着每分每刻实时变化的龙国股市，时不时的给手下的交易员下达的交易指令。为了这次能配合着米国在龙国股市身上撕下一块肉， IKC 可谓是全员都转到了国际交易部门，只留下2个盯着自家股市的交易员。李大东看着也一如既往向上走的韩国股市，无聊的打了个哈欠。程灿，我真羡慕那群能坐在海外交易室那帮小兔崽子，不得不说年轻就好啊，总是能对上面下达的指令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张成灿双脚搭在电脑桌上，嘴里嚼着口香糖。谁说不是呢？都是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后辈，一个个被选上之后都不把咱们2个前辈放在眼里。就在2人聊天之余，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家股票的交易量在不断放大。时间回到龙国上午8点，苏北辰早早就来到了星辰控股的交易室，屋里5名交易员和李博都已经严阵以待，就等着苏北辰下达今天的任务。今天你们的操作很简单，就是吸筹，具体怎么做，相信你们在学校或者在以前的公司或多或少都学习过。不过今天你们必须听我的指令，你们能被选拔进入星辰控股，想必都不是傻子，多的话我就不重复了，协议你们自己签一下就行。随着交易员们都签署完协议，每个人都被分配了4个亿左右的交易金额。苏北辰心神沉浸到声望商城里，直接兑换了3个 A 级股市探测仪。A 级股市探测仪使用成功。 KIC 投资有限公司未来5个交易日 K 线走势图1。 A 级股市探测仪使用成功。东源投资有限公司未来5个交易日 K 线走势图1。 A 级股市探测仪使用成功。福山投资银行未来5个交易日 K 线走势图1。
看完交易走势图，苏北辰心中有了想法。因为韩国股市是 T+0 交易模式，也就是说上一秒买入，下一秒就可以卖出，他完全可以用高抛低吸的手法疯狂压低成本。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推移，韩国股市进入盘前竞价阶段。苏北辰扫了一眼也在实时变化的 K 线走势图，当机立断开始下达交易指令。福山投资银行买入1个亿的额度，分批次增加，不要一下把价格拉上去。KIC 挂15，自动换算龙国币的价格买入1个亿实盘。东元投资暂时挂付1个点的金额1个亿的单子，随时准备撤单。因为韩国比龙国快1个小时的缘故，韩国10点也就是龙国9点钟正式开盘。东元投资银行的股票果然开盘第1分钟就被砸到了1个点。苏北辰挂的单子差不多刚吃完，就慢慢回升到0轴线附近，而 KIC 和福山投资银行开盘直接冲到3个点左右的位置。苏北辰见状马上下达交易指令，福山投资银行直接挂地板价全仓核掉，重新挂2个亿的买单在0轴。东元投资继续加仓1亿5千万，直接交易员刚交易出的福山投行直接掉头向下，从3个点砸向0轴。不过因为苏北辰挂了2个亿的单子在0轴，所以 K 线直接卡住下不去了。等 KIC 上升到5个点的时候，苏北辰让交易员慢慢出掉，同时观察着 K 线走势图里下一个低点。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在苏北辰的指挥下，此时账户每只股票的盈利率最少的一个都已经来到了 30%， 这还是在只开了3倍杠杆的情况下。因为这次的资金后面是要做空韩国股市，自然开户公司不能在韩国，苏北辰选了湘江。不过那边不管你怎么说，最多只给你开3倍的杠杆，主要还是看苏北辰的交易金额太大，公司又没有多少值钱的抵押产品。这次带上李博的投资和公司账户上的资金一共是10个亿，开了3倍杠杆，也就是40个亿的资金。现在仓位只上了 22%， 不过苏北辰也不着急，有5天的时间够他慢慢来做 T， 等他赚够足够多的筹码之后，就是砸盘的日子了。吃完午饭稍作消息之后，继续带着一帮交易员开始做 T。时间一晃5个交易日过去，账户上的仓位已经买入了 95%， 此时每只股票的盈利率基本都在 400% 以上。账户的金额也从40个亿来到了200亿之多，40亿，一加400百分号等于200亿。龙国股市也停下下跌的脚步，当然不是海外资本继续做空了，而是今天周六停盘了。如今能让 A 股、龙国股市的名字只跌的也就只有周六周日了。看着每个市值仅有200亿左右的3个投资公司，苏北辰咧嘴一笑。下周一就给韩国的股民一点小小的韭菜震撼。第69章，到底是谁在砸盘？周末2天，苏北辰各抽出1天陪着程思和柯雪去逛了街。不得不说，女人这种生物在逛街时候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踩着8厘米的高跟，硬生生从早上10点逛到晚上8点。饶是苏北辰这么好的体质，都快被他们给累坏了。苏北辰是下次说什么也不答应陪女人逛街。周末2天晚上闲暇之余，苏北辰也开了会直播，跟王校长连麦2人带上3个职业哥打了几把游戏，倒是给他涨了不少声望。苏北辰这几天的宝箱运气倒是一般般，基本都是概率最高的黄金箱子，开了一台行政加长款的帕梅，直接给柯雪开了，另外2个是一个是现金，一个是沪上一家影视公司的 10% 左右的股份。时间转眼来到周一，苏北辰直接在路上买了点汉堡快餐，将就在去公司的路上解决了早饭。参与这次交易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早早到了公司，生怕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导致交易出现问题。老李，庄家洗盘手段你应该挺熟练的吧？李博不置可否点点头，这活确实熟，之前证监会没改革的时候，不少做庄的庄家经常会找他们这些券商公司来打掩护。既然如此，那就拜托老李给韩国股民上一课吧。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李博来指挥操作了。李博一出手，苏北辰就看出来了专业性，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各种引导散户砸盘，又给散户一种可以介入的假象，随后又是一波飞刀把 K 线玩得跟飞起。那些不做短线的韩国股民倒没什么感觉，可是在3家投资公司里做多的投机短线客已经被李博折磨得痛不欲生。本来犹豫要不要卖出，结果一看资金大单，资金都在往外跑，吓得那些不坚定的人以为获利盘在偷跑，于是跟着出。结果出一半又发现又有大单资金在慢慢进场，他们觉得肯定是主力资金在洗盘，洗掉那些不坚定的资金，于是又纷纷买入进场。如此反复，3家股票里的大资金也忍不住了，一通分析之后，感觉应该是少量资金在掩护真正的获利盘在出货。一结合盘面来看，几个基金经理人一开始还是慢慢往外撤退，结果大家都发现这个事情了，索性直接不装了。谁跑得慢谁赚得少，直接开始超大单资金砸盘。等市场反应过来一看，3家涨势平稳的投资公司直接被砸到-11个点，顿时感觉不妙。有些反应快的散户肯定是觉得有什么大雷爆了，不过还没有公布，也开始纷纷抛售。指数就这样硬生生从涨幅1%干到-1%，
再加上股市连续涨了半年，有不少人都发表了唱空言论，终于那些反应慢的散户这回也意识到了不对劲。于是1个多月前发生在米股喜闻乐见的踩踏事件再次在韩国股市上演。因为韩国喜欢学习自己主子米国身上的一切，把人家那套证券体系也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所以个股的涨跌幅是不设置上限的。3家投资公司的股票此时就属 KIC 最惨，已经跌幅来到了-23%，市值直接蒸发了将近40个亿龙国币。朴东仁此时看着眼前2个猪一样的中年交易员，面瘫的脸上硬是因为愤怒扭曲起来。西巴，我们的股票被大量资金介入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报？公司养你们2头猪就是用来当吉祥物是吗？ KIC 啊！朴东仁拿着卷成棒槌的资料，不知道是第几次敲到李大东和张成灿的脑袋上了。这件事上面社长已经知道了，跟自己通电话的语气里丝毫听不出来往日那股热情，只剩冰冷冷的问责。社长甚至直言，如果股票再跌下，那他这个职位可以考虑换个人来做了。朴东仁自然不可能把好不容易爬上来的位置给拱手让人，他现在除了在龙国股市上的70个亿龙国币资金，公司账户上已经只剩下几千万龙国币左右，这点钱说实话放进股市里甚至溅不起来一点浪花。因为跟米国财阀签订了协议，龙国股市里的钱没有他们的命令是不能取出来。往日里遇到什么事情都沉着冷静的朴东仁此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实在想不出来到底该怎么救自家的股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福山投行和东元投资，不过福山投行仗着自己有着银行属性，发生这种事情的第一时间就及时下场稳住局面。对于福山投行的情况，李博自然是调查过，在他们下场护盘的第一时间就重新挂单做 T 接了回去，几乎是在当天最高点卖出，又在最低点接入，做了一波完美的 T。福山投行下场护盘倒是挺及时啊。苏北辰在一旁看着屏幕感叹道。李博推了一下在鼻梁上的眼镜，下场是很及时，不过他的下场估摸着要比另外2家更惨了。等到福山投行 K 线从-14%回升到-3%，似乎投资者又对这只股票充满了信心，觉得获利盘已经被洗干净了，新一轮的主力资金在水下完成换手，散户们纷纷拿出自己手中的筹码买入福山投行，没有了卖压， K 线就像冲天火箭一样直接向上冲去。零轴 1%、2.6%， 等买盘力度枯竭的时候， K 线开始横盘，李博当机立断下达砸盘指令，福山投行挂全仓卖单，价格定在0轴。只见本来稳住的 K 线又一次急速砸盘，引起一波散户抛售的恐慌。砰！西巴，穿着骚蓝色西装的地中海男人一拳砸向桌子。谁能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在砸盘？一屋子的高层眼观鼻，鼻观心，谁都不开口说话。发泄完之后，又跟交易部门下达命令，一定要让他们稳住盘面，哪怕直接把底牌挂出来，也要让那个空头给他停下。很快，福山投行在买1的位置超大金额的买单，一瞬间吞掉了他们30%左右的卖单。李博也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让交易员撤单，继续故技重施，还特意就比那个买1贵了1块钱挂单上去。苏北辰看着李博这一手骚操作，要是自己在对面，非得被气死。第70章富二代的分级，一直拉扯到收盘结束，3家股票走势全部都跟下楼梯一样，一节比一节低，也就福山投行的收盘价比起另外2家好看一点，不过也收到了-3%的跌幅。星辰控股的账户今天这么狠的砸盘，收益不仅没往下降，反而还多赚了10%左右。只能说不愧是未来金融之王，这一手操作手法只能说是行云流水。苏北辰给今天操作的交易员每个人发了3万的奖金，给李博单独发了20万的红包，又给几人灌了1碗鸡汤后才离开。今晚被王校长约去吃饭，顺便想和自己商讨一下新公司接下来的发展。去往私人餐厅的路上，苏北辰把今天获得白银宝箱给开了，开出一辆路虎揽胜，只能说中规中矩吧。想了想，打算直接让系统以物流的方式发给自己老爹，自己在沪上的现状早就让二叔给捅到家里去了。苏北辰觉得早晚家里都得知道，索性直接不装了。我摊牌了，你儿子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二老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苏北辰硬是给父母灌输了好几天有钱的人思想，再加上自己二叔做担保，二老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见状，苏北辰直接给老妈转过去500万，让她当零花钱花，还放豪言不够再给。结果想象中老妈的夸赞倒是没来，反倒是挨了老妈一顿多说教，说什么很多人有钱了就膨胀了，多少发快财的人最后都是一无所有之类的话，整得苏北辰也是哭笑不得，自己只是单纯想装个杯。在系统中指定完地点之后，又跟自己老爹通了个信。老爹一听儿子给买了路虎，那激动的竟恨不得站在阳台上嚎几嗓子。苏北辰见老爹开心的样子，感觉比赚了几个亿心里都舒服。讲真的，
重生之前也不是没有看过神豪小说，要么是父母双亡，要么是男主发了财，父母还在那过苦日子。等到小说时间线来到1-2年后，作者忽然想起来男主还有个父母，赶紧让他们受点欺负，然后自己登场打脸。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男主有钱了，父母前2年还得吃糠喝稀。到了王校长预约好的餐厅，苏北辰下了车，找李龙找一找附近的停车场。眼前名为食铺的私人餐厅和之前吃过的玉芝兰位置差不多，同样是一家开在小巷中的餐厅。听王校长说想吃这家饭，不提前1个月预约基本上是吃不到的。不过对于王校长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来说，昨天想吃的话，今天就可以吃到嘴里。苏北辰不以为然，毕竟规则只是制定给普通人的，说句膨胀的话，他们现在就是那群能制定规则的人。苏北辰推门进来，发现王校长和麦超2人已经到了店里。2人起身异口同声道：“陈哥。”苏北辰右手虚压，示意2人坐着说。不知不觉中，他们2人都开始以苏北辰为尊。在他们眼里，苏北辰已经是可以跟自己父辈谈生意的存在了，属于是第1阶梯的富二代了。什么都有分级，而在富二代的人群中，同样被划分为5种。最下面那层，也就是第5种，富二代是家里有点小钱，在自己县城1亩3分地人脉不少，出门办事都方便。第4种就是在省会城市，自己家里几套房，父母年入1000万，100-200万的超跑咬咬牙也能买得起。一般网上见的真实富二代人设差不多就是这种。第3种则是沪上、上京、彭城这一类的超1线都市里那群父辈资产过10亿的人。第2种就是王校长秦分他们这一群人的存在了，自己能投1-2个亿创业试水，几千万的跑车也能随便买。而最后一种则是王校长他们脑补中的苏北辰了，能和自己父辈平起平坐，谈的生意都开始是数10亿，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苏北辰要是知道他们在脑补的事情，估计能笑出声。开挂加重生，老六见了都怕好吧。几人聊了一会，秦分和方元海也来了。因为明天还要继续做空韩国股市，苏北辰也没喝多少酒，简单的吃了个饭，听了听麦超汇报公司的最新进展，提了一些后世完善好的体系制度的建议。麦超一听，直呼陈哥是个天才，整个苏北辰也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自己这是纯偷过来的，一字不改的重新复述一遍而已。晚饭过后，几人要去酒吧潇洒，苏北辰明天还有事要忙，就给拒绝了。给李龙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送自己回家。蒲部长，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崔银晨看着面前举着90度弓的朴东人，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的波动。哪怕现在屋外的室温已经高达36度，朴东人依然感觉自己后背发冷。崔社长，这次大笔资金从上周开始就已经提前布局好了，对方是有备而来，资金所属地是位于湘江的花旗银行证券，我怀疑有可能是龙国对我们的制裁。崔银晨冷哼一声，真是个懦夫，以前的你可不会犯了错误就开始找理由，现在当上部长倒开始小心自己的乌纱帽了。朴东人头也不抬，大声道着歉。2天时间，如果看不到股票回升，那你自觉一点吧。崔银晨丢下这句话之后，直接转身上了阿尔法商务车中。直到阿尔法已经驶离10分钟，他才慢慢的直起腰杆，眼神逐渐变得癫狂起来。崔社长给了2天的时间，如果做不好，那可就不是丢乌纱帽这么简单了。别人可不能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朴东人可是太清楚。IKC 从起家开始就是走的歪门邪道，暴力催收、开赌场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拐卖人口、贩卖 QG 才是这个公司之前干的主营业务。后来发家了，才慢慢开始转型洗白，成功从一家涉黑组织转变成为金融机构。至于半路上那些金融对手，要么被崔银晨用钱给挖了过来，要么现在应该成为鱼类的粪便了。第71章，邻居漂移。韩国某个居民楼内，一名散户盯着手机上股票软件，屏幕里映射出的便是 IKC 股票的 K 线走势图。看网上好多专家都在分析，在牛市中赫然出现这种跌幅很大的股票，一般就代表着一轮新的主升浪行情即将开启。在这个时候，只需要全仓盯住这只股票，一旦出现拐头上升的意思，那就一定是买入的最好时机。这名小散一开始肯定也是不相信，觉得所谓的专家就是坑钱的，不过不信归不信，但架不住说的人多呀。散户永远都是这种心理，觉得自己下次出手一定能赚钱，有些股票或者期货被套的人更是希望怂恿别人进场，各种吹捧这只股票。那些在场外的小散一看一琢磨，觉得还真有道理，于是就成了接盘侠。这名散户也不例外，看着到处都是各种吹捧 IKC 公司的帖子，再看着此时股票的集合竞价一路被抢到涨幅 3% 的 IKC 股票，他觉得机会似乎真的来了。刚一开盘，他看着一个劲往上钻的 K 线，这下算是彻底忍不住了，直接全仓挂入4个点接盘 IKC， 随后分分钟更是突破到6个点，整个人浑身舒坦了。虽然在10点钟 IKC 从8个点的巅峰回落下来到6个点，但是他始终觉得会涨上去，抱着不少和他一样想法的人都在等着回升，不过他还有2个点的盈利。
不慌。5中收盘 ，IKC 又跌了2个点到4个点，已经触及他的成本线了。不过他依然自我心理安慰，这只是涨多了的轻微回调，后面肯定还有更大的涨幅。格局，拿着手机的小散默默给自己点了根万宝路香烟，猛吸一口。点开 IKC 个股论坛，几乎就是下意识屏蔽掉那些唱空的人，看着就让人生气。找到和自己同车的老哥们自信的发言，一阵心理按摩之后，果然舒服多了。午后开盘 ，IKC 果然像论坛里老哥们说的一样，开始回升。不过还没涨2下，又被慢慢砸到了1%的位置。小散有点慌了，又去看了一眼老哥们的发言，发现大家都在说这是洗盘，一定拿好手中的筹码，继续格局。现在可是如日中天的牛市，作为牛市旗手的 IKC 投资怎么可能会亏钱？就在他以为 IKCK 线稳住的时候，嘣 ！IKC 股票就像从高处奔涌向下的瀑布一样，此时分时的量能比更是放大到平常400倍，所有的买方挂单在此时显得都那么无力。所有像在外面抄底的基金经理，此时更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接盘。看着这个卖单的数量，基金经理都忍不住爆了粗口：这 TM 不会是公司自己在卖吧？论坛更是爆炸了，上午还在沾沾自喜自己上了牛车的老哥们，纷纷哭诉这怕不是灵车吧？因为韩国股民几乎都是开着杠杆来炒，所以刚刚一个走神，自己账户直接被腰斩 1.91%、0.38%， 终于零轴也撑不住了 ，K 线还在继续俯冲，负 0.96%、负 2.37%。此时小散已经把卖单挂到了负 5%， 只求快点成交，自己少亏一点。可是似乎并没有如他所愿，就在他挂出负 5% 的瞬间 ，K 线已经跌破了负 7%， 丝毫不见有刹车的迹象。IKC 在1分钟后终于在负 22% 刹车止步，不过卖一上挂了30个亿的单子，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小散的烟已经烫到手了，他才麻木的醒了过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论坛一时间安静了很多，大家都没有从刚刚那死亡1分钟里缓过劲来。直到很多人的股市软件中弹出来了一条消息：您的 IKC 资金账户已爆仓。论坛上顿时爆发出无数条帖子：我不玩了，还我钱！我要报警！这是诈骗！这是诈骗！哼，我觉得人这一生真的很短暂，我在抽完这最后一根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辈子一定不要去碰金融。这一天，韩国警察署接到了1年里最多的报警，医院的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的往外冲，尤其是首尔金融一条街，时不时都能撞见精神已经不太正常的人。不仅仅是 IKC， 东元投资和福山投行也是没好到哪去，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往下跳水，同时再一次带崩了整个大盘，各路资金纷纷出逃。李博见状，立马下达指令道 ：IKC 开始挂买单吸筹，吸够15个亿，直接把上面的卖单全撤了。福山投行继续砸，等他们开始接再停手。交易员也是严格执行李博下达的每个指令。IKC 买单吸筹差不多的时候，20多个亿的卖单也悄然被撤去 ，K 线又开始慢慢向上回升。不过韩国散户都已经被这个股票折磨坏了，已经没人敢再去碰了。当天韩国股市收盘，大盘从正 1.7% 应势跌到负 0.9%，IKC、东元、福山投行三傻功不可没。三兄弟成功在韩国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一个灵车飘逸带走多少韩国小散。这么一看，龙国 A 股一天涨跌幅设置为 10%， 何尝不是对散户的一种保护呢？今天因为是对盘面急砸制造恐慌，所以账户上收益也是负的。不过对于每只股票有着400百分号价的收益来说，今天亏的这点就是毛毛雨。反观 IKC 这边，因为股票在股市的连续2天都是收了负 20% 的跌幅，韩国证券会要求 IKC 出面解释说明，算是给散户一个交代。这种背锅的事情，崔英成肯定不去，于是这个事情就落到了朴东仁头上。记者发布会上，朴东仁面对镜头不敢多说什么，只是一味的给投资者们表达歉意，表示是自己内部资金调配出现问题，再三承诺很快会把股价拉升回原来位置后，网上观看直播的散户才停下手中的键盘。朴东仁双目紧闭，坐在出租车后座上，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是哪路资金在狙击自己，也许是龙国，也许是米国，也许又是毛熊寡头。正在他头脑风暴推理的时候，一辆满载的土渣车从一旁的路口快速飞出。第72章，疯子，简直就是一个疯子。据最新消息报道， IKC 知名私募基金经理朴东仁在普恩大路与中央路交叉口出车祸，相关医疗人员到达车祸现场确认后，朴东仁已失去生命体征。据悉事故原因是因为肇事司机长期疲劳驾驶导致。崔英成关上正在播报的电视新闻，看了一眼笔直的站在自己身前的刘成峰，真是可惜，朴东仁这些年来没少为公司带来收益，你说这么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摊上这种事情呢？刘成峰作为被朴东仁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此时得知他车祸身亡消息的时候，脸上丝毫看不出一丝悲伤。听闻崔英成的话，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声音温和的开口道：
不能为公司带了收益的人，终究只是一个废物，更何况还给公司亏了那么多钱，真是死有余辜。崔英晨不由得多看了眼前这个穿着小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朴东仁可是一手把他从一个小职员拉到了副部长的位置，现在人刚一死，居然就能说出这样的话，估计也是个狠人。刘成峰微微躬身，现在部长这个位置缺个人，现在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我斗胆自荐一下。崔英晨眯起眼睛看着他，不停地转动着手上的戒指。3天时间，在距离崔家套现减持之前，我希望看到股价回到之前的样子。如果做不好，朴东仁就例子。苏北辰看着窗外万里无云，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今天差不多就要图穷匕现了。A 股这2天跌幅倒是小了很多，已经有部分做空资金开始平淡了，十有八九是韩国有些投资公司开始顶不住了。毕竟这2天的 IKC 带头灵车漂移，给韩国股市全都给干下去了。资本国家的人就不用想着他们有什么团结的精神了，肯定是一嗅到危险的气息，立马就保全自身。至于你说协议的事情，大不了到时候利润多吐出去一点给老米呗，又不是非要报仇雪恨。俗话说得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韩国股市 IKC 今天的竞价有些反常，根本没有多少成交单，整个股市都在缩量。经过昨天那一搞，散户能割肉的基本都已经走了，现在完全没人交易。很快集合竞价结束， IKC 不出所料0轴开盘，就好似暴风雨前的宁静一般。开盘的前半个小时，成交金额仅有6000万左右，几乎都是散户自己在交易，完全看不出来昨天大起大落的样子。终于在开盘45分钟的时候，忽然有一笔大单砸出，直接把 IKC 砸到-5%。紧接着散户也跟着抛了一些筹码，跌到了-6%。随后又是将近半个小时的静默，股价始终在-6%徘徊。IKC 的走势成功吸引了自己，跟交易员下达了其他2家公司的指令后，李博打算亲自来操盘一下 IKC。 老李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啊。苏北辰此时也看出了端倪，按理来说公司应该会出来护盘，可是连最基本的承接都没有，对方应该换人了，水平看起来好像还不低。李博戴着方框眼镜，开始挂一笔又一笔的订单。来吧，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IKC 交易室里，刘成峰优雅地抽着手里的香烟，看着翻绿的走势图，表现得毫不在意。抬手看了一眼手上的劳力士，还差5分钟。原本打算用来给他打下手的李大东和张成灿，刘成峰仅仅是看了一眼就说不需要废物，于是2人直接光荣失业。5分钟一过，刘成峰开始下达指令。不过当交易员们听到刘成峰下达的指令后，皆是愣住，其中一个交易员更是直接开口问道：刘部长，您确定是卖单吗？刘成峰冷漠地看着刚刚向自己问话的交易员：你被解雇了，收拾东西滚出去吧。转头向着其他人说道：我不希望再见到这样的低级错误，你们只需要服从我的命令就够了。一众交易员尽管满脸不理解为什么，但是还是照着刘成峰说的做。很快 IKC 股价已经跌幅超过了-10%。苏北辰顿时瞪大双眼，自己还没出手，他怎么就倒下了？卧槽，难道还有其他人在做空？李博眉头紧锁，看来遇到硬茬子了。新来的这个家伙真的有2把刷子，其实把我们这么厚利润的获利盘给洗出去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砸盘。说实话，做炒股手法对于苏北辰来说只知道那几种，更深层次的技术不是他这个本科金融大学生能学明白的。此时他就听得一头雾水。李博继续解释道：他知道我们手里拿着的票是加了杠杆的，现在股价12块，我们目前获利360%，成本价在3.33左右。他打算直接在2级市场上抛售掉手上所有流通的股票。韩国股市和 A 股不一样， A 股母公司抛售需要发布减持声明，而韩股可不需要。他打算大幅抛售，制造恐慌，让散户开始使劲砸盘，砸穿我们的成本线，让开着杠杆的我们爆仓。嘴上虽然说着，李博手上的动作倒是一点都没有慢，各种大单抢跑，两边一个比一个价格挂得低。 IKC 股价闪崩，剩余的散户彻底绷不住了，全都开始抢跑。-34%、-49%、-68%，疯子，简直就是疯子。 IKC 交易室里的交易员此时手都在抖，看着额头青筋、眼神疯狂的刘成峰，忍不住心中破口大骂。 IKC 这波大跳水毫无疑问直接造成了全盘恐慌，指数直接被干穿到-5%。饶是三星、LG 这些巨头也是逃不过翻绿跳水的命运。李博虽然手速已经很快了，不过还是低估了对手的疯狂，成交金额仅仅只有1个亿不到，账户盈利从360%直接下降到了20%。李博忍不住爆了粗口 ：TMD， 这人完完全全就是个疯子，直接把价格定到我们的成本线。第73章，老李，我愿称你为最强。苏总，这次狙击韩国考虑赚更多钱吗？李博忽然转头冷不丁对苏北辰来了这么一句。
从来没考虑过，老李你尽管放手去做。苏北辰是真觉得无所谓，毕竟东元投资的利润已经全部出来了，单东元投资一笔就赚了30个亿，福山投行那边也出来了一大半，将近10个亿。就算 IKC 爆仓了，自己也能全身而退，还额外多赚10个亿。李博一听自己老板都这么说了，那撸起袖子直接开干就完事了。IKC 股价目前跌幅负 71%， 现在已经是企稳状态，该卖的散户已经卖了大半，现在场上相当于只剩下刘成峰和李博，还有不少接盘的散户。那些接盘的散户没想到自己挂6块钱的价格都能成交，更没有想到现在账户居然亏损 50%。 公司市值已经从140亿缩水到42亿，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除去流通的占股 30% 的股份，也就是 12.6 个亿左右。李博目前已经是 IKC 公司的第2大股东，持股金额13亿，占比 31%， 剩下的 39% 就是崔英辰自己持有的不能被流通的股份。刘成峰此时也停手了，没有再继续砸盘，收起了刚刚一副疯狂的样子，再一次面无表情地盯着盘面的变化。时间1分1秒过去，就在他准备让手下人继续砸盘的时候，忽然注意到一笔巨额融资空单出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笔高达5个亿的多单直接把股价给按到了1块钱。随后又是一笔6个亿的多单瞬间爆仓，股价彻底被爆砸到 0.6。 此时 IKC 的跌幅已经高达负 99.5%。 刘成峰终于反应过来，大喊道：全部钱都买入。可是已经为时已晚，那笔巨额空单在他喊出的时候就已经平仓跑掉。因为没有卖盘， IKC 股价直接从 0.6 一瞬间拉到7块，看着确实很唬人，但是根本没有成交。已经不知道多少散户因为 IKC 家破人亡，不少基金经理更是因为 IKC 这只股票丢了工作，甚至还有人丢了命，比如普信老哥，股价哪怕这会被拉到30、40都没有一个人去买。刘成峰这才反应过来，对方根本就不是想赚钱，就是想玩死自己。此时放在口袋中的电话嗡嗡作响，看着来电显示上赫然出现崔银晨3个字，他满脸苦笑，忽然间想起来了一路带着自己走到现在的那个男人，或许师傅在的话就不会处理的这么糟糕吧。李博刚刚的操作简直看傻了众人，先是把套利出来的资金拿出来3个亿换到别的账户，直接选中做空，在挂单的一瞬间，自己这边持仓的多单直接每股价格挂1块，砸盘的同时也把自己空单给吃掉。但是因为自己是开着3倍杠杆的原因，当跌幅超过 33% 的时候，证券公司会自动强平掉的你账户，相当于瞬间爆仓。而这些爆仓的钱会以冻结形式被证券公司回收，也就意味着这笔8个亿的股份在未来1个月时间是不能流通到2级市场上去。由于多单爆仓，就相当于直接往下面卖了一大笔，根本不给刘成峰一点反应的时间。等刘成峰着急忙慌反应过来的时候，肯定会想着全仓在最低价买入自家股份，甚至下意识只记住了有多单爆仓，忘记开头的空单。所以在他全仓买入的时候，李博直接把最一开始的空单给平掉。等刘成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精彩！苏北辰忍不住给李博鼓起了掌。都说商场如战场，金融交易更是水深火热的决斗场，刚刚就给自己上演了一幕。李博长舒一口气，让交易员把剩下的福山投行全平掉。本想在福山投行上做点事情，结果和 IKC 干上了。苏北辰拍拍李博的肩膀，递过去一根烟。行了，老李你的水平我们都看到了，不过 IKC 想法倒是真的挺好，想一字断魂斩我们，可惜预判错咱们成本了，而且遇到了你这么个怪物。李博点燃递过来的香烟。那他们是没有遇到苏董你，你要是在韩股玩，人家价值投资的股市都得被你干成短线为王。听着李博的吹捧，苏北辰也是没好气的拍了他背一下。你可拉鸡巴倒吧，我几斤几两我还是心知肚明的，让我选股做 T 还行，做你们这种厮杀的操作可算了吧。这话要是放在以前李博对自己说，苏北辰说不定还能谦虚一下，但是今天看完李博和对方的博弈，他是真的觉得差距太大了。苏北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我做东百庆功宴为大家庆祝，晚上咱们不醉不归。在场的交易员基本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高强度交易了这么多个交易日，终于结束了，顿时大声欢呼起来。陈哥牛逼，陈哥我要给你生猴子。芜湖，李博看着眼前这群年轻人欢呼雀跃的样子，自己也彷佛回到了当年刚进入公司的样子。说实在话，他挺羡慕的，有一个这么好的老板，平时公司氛围也不是你争我斗，只能说他们能进入星辰控股这家前途无量的公司，会是他们这辈子做出最好的抉择。苏北辰看才下午3点，索性直接让他们提早下班，顺带再给他们明天多放1天的假，几人更是欢呼声更大了。而李博要继续整理这次的工作报表，就不打算跟着这帮年轻人提前下班了。临近傍晚，李博把这次的工作报表整理了出来。苏北辰手里拿着报表，忍不住感慨，这工作效率
活该人家成功。这次刽子手行动总结下来，运用公司10个亿的资金，成功带崩处于牛市的韩股，逼退了由韩国和米国的做空资金，护盘住了岌岌可危的 A 股。本次操作还完融资款，一共盈利16亿，其中有8个亿都是李博最后一手神来之笔的做空操作带来的。老李，我愿称你为最强。李博。第74章，星辰助手爆火。翌日，苏北辰早早醒来。昨晚的庆功宴上，苏北辰虽然也喝了点酒，不过大家考虑到自家董事长第2天还要去忙，都是点到为止。沪上，星辰科技会议室，苏北辰推门而入，50多名员工都在里面。星辰科技再次扩招，由原来的30人左右的员工增加到50多人。随着苏北辰的入座，公司内部会议正式开始。先是身为技术总监的吴天成站了出来，做着工作汇报。自星辰助手发布1个星期以来，双平台的下载数据双突破5000万。星辰助手的收益来源主要还是每个月定价40个龙国币左右的升级版本，虽然用户开通率只有 10% 左右，但经过财务部门的统计，扣除掉平台的手续费以及税款项目，目前第1个月已经产生了将近3个多亿的规模净利润。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响起掌声。说实话，能在1星期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苏北辰并不意外。如果宣传和营销做得再好一点，未必不能比现在赚得更多，但是总归要稳健一点，步子迈太大，人员管理跟不上，还是一团糟。这次星辰助手能突然的爆火的主要原因，还是离不开某站的一个 UP 主。名为小何同学的 UP 主在一次无意之间发现，星辰助手居然可以自己进行个性化定制。本来就是2次元忠实粉丝的他，二话不说给自己定制了一款御姐生肖，给星辰助手导入智能家居之中，随后通过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达到人机交互的目的，同时做成视频发到网上。苏北辰也来了兴趣，找到小何同学的主页。这不是给王校长鬼畜剪辑的那个人吗？再一次欣赏完王校长被单杀之后，又找到那条播放已经超过1000万的视频。刚点开视频，铺天盖地的牛逼弹幕直接铺满了整个屏幕，苏北辰默默给全部弹幕屏蔽掉。视频一开始，先是小何同学的一个背影，镜头逐渐拉远，只见漆黑的屋内只有微弱的灯光。随后小何同学磁性的声音响起：诺拉，你说爱到底是什么？话音刚落，一道御姐音传来。所谓爱情，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轻易控制你的情绪，前一刻让你哭，下一刻又让你笑吧。我想这就是爱情吧。话语中完全听不出来一丝的机械感，就好像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御姐在你耳边喃喃细语一般。可惜苏北辰这时候没开弹幕，不然肯定能看到满屏的问号。姐姐的声音太温柔了，我不行了。我们用的是不是一款软件？星辰科技真的 YYDS， 陈哥牛逼。破音。紧接着小何同学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诺拉，你会一直爱我的对吗？刚刚诺拉柔声的语气顿时变得坚定起来。小何同学，我一直都在。随后一道炫酷的特效闪过，窗帘打开，一缕夕阳的余晖照射进昏暗的客厅。一个身着黑色长裙，白发飘逸的御姐向着身处黑暗中的小何同学伸出双手，随后就听见哔的一声。画面一转，小何同学坐在椅子上开始给大家打招呼。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啊！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星辰科技研发的星辰助手，相信效果大家也看到了，简直是 YYDS。 如今市面上吹了很久的人工智能技术，今天它真的来了。相信有不少小伙伴都下载了星辰助手这款软件。我一开始以为是市面上那些人工智障产品类似的东西，但是现实却狠狠打了小何的脸。不得不说，你可以永远相信陈哥。说罢，小何同学点开自己购买的会员版本的星辰助手。当你购买会员后，点开自己的个人账户，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定制功能，没有喜欢的也不要紧，点开 AI 制作，把你想要的人物或者是声音，再或者是使用界面，全部要求都输入进去。只见小何同学在电脑上打了 JK 御姐双马尾，随后点击生成。视频开始快进，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张清纯可爱的双马尾 JK 萝莉人物形象就出现在小何同学的电脑屏幕上。一众观众看到这一幕直呼好家伙。当然有些观众老爷可能会有些不合理的要求，这个是不可能生成的，所以说 LSP 们省心吧。随后又把制作好的人物属性给导入到星辰助手中。小何同学也打开音响，在软件中选择语音模式。你好。只见屏幕中的女孩缓缓睁开双眸。你好啊，我的创造者，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和开头的御姐不同，这次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糯糯的感觉，让人一听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甜美的形象。再看着屏幕上歪着头看着小何同学的女孩，谁能拒绝一个能跟自己互动的纸片人老婆呢？一众 LSP 观众看到这，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星辰助手购买会员了。随后在一人一机的问答中，
甜妹的形象愈加饱满起来，甚至主动请求其小何同学给自己起名字，而且有的时候居然还能对小何同学提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当小何同学解答完之后，语气中又带着开心，对小何同学表达感谢。如果有观众直接跳到这里观看，肯定觉得 UP 主是在和一个真人甜妹对话。直到视频结束，苏北辰才满意地点点头。这个 UP 主倒是挺有意思，回头可以让公司联系一下。一旁吴天成的秘书在本子上赶忙记下，相信有不少是最近2天刚进入公司的员工，现在程序上大的改动已经不需要，尽可能多为星辰助手提供一些个性化服务。同时用户体验这一方面还需要你们多费心，做一些市场调查。苏北辰说完又看向吴天成，吴总，关于上次你跟我说的大米几家手机公司想找我们合作，最近派一些人去多跟进一下。吴天成点点头。等到会议结束，员工都散去的时候，吴天成走到苏北辰身边，苏总，最近发现讯腾公司在开高价撬墙角，已经有2个老员工没抵住诱惑被挖走了。第75章主线任务开启。苏北辰听完面露不屑，给他们挖也无妨，他们到时候会哭求着回来的。不是苏北辰自信，而是核心代码根本就没让手下的员工接触过。入职之后，他们接触的代码基本都是被系统不知道加了多少层壳的假代码。讯腾公司也是真舍得出钱。要知道，这群人在入职的时候都签署了竞业协议，协议里面明确写了，恶意跳槽是要赔付违约金，并且不得跳槽同层工作。虽然现在苏北辰拿着合同去跟讯腾打官司，基本是稳赢，但是说实话没必要，光是上诉、庭审、开庭没个半年下不来，再加上南山必胜客的因素，怎么着也得1年的时间。为了2个可有可无的码农，真的没必要。有那点闲工夫，苏北辰多刷点声望，多跟女人交流交流感情不好吗？随着星辰助手的爆火，苏北辰的声望也是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7，健康97，魅力96，金钱20亿，声望601519， LV6 4亿100亿，青铜宝箱概率 15% 白银宝箱概率 25% 黄金宝箱概率 40% 白金宝箱概率 15%， 钻石宝箱概率 5%。自己为做空韩国股市花费掉的 15W 声望，目前已经全数补了回来，甚至还多了40万点。看着商城里的半导体技术，他是真的眼馋。都说半导体烧钱，实际上就贵在这东西的研发上了，头几个亿估摸着能烧个几个月都不错了。苏北辰之前也不是没想过直接花一笔大钱给自己疯狂造势，刷声望点数。不过装死很久的系统忽然蹦出来警告了一番，说这种行为属于违规行为。苏北辰又问了好几种办法，比如穿个背带裤，数个中分去参加爱豆选秀，再比如投资一部流量大剧，自己进去混个男艺之类的。结果一一被系统否决之后，他是彻底放弃了。系统最后给出的判定是，只能通过商业领域来让大家都认识自己。苏北辰可算知道了，之前跟王校长整活，明明人气那么高，却没有多少声望。经过2个月的日常任务，苏北辰现在的英语不能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几乎已经达到了母语者该有的水平。苏北辰觉得应该还是系统的作用，毕竟学习能力再强的人也不能够从一个只有4、6级的水平，2个月直接干到母语级别。躺在公司的沙发上正刷着微博上的苏北辰，忽然间看到一条热门推送。苏北辰点开发现是 A 股毒嘴李玉发布了一条新的微博。李玉 A 股目前在缩量支撑，我并不看好后面会出现较大的反弹，毕竟前面的2星期走势大家也都看到了，每次以为是缩量的时候，第2天总会再次放量砸盘，说句不好听话， A 股已经没救了，我本人也已经转战美股了。刚一发出来就被广大散户喷得狗血淋头。这个李玉苏北辰略有耳闻，好像是个米籍华人，不过是后来自己移民到米国去的。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毒嘴，因为是在他每次高喊牛市要来的时候， A 股基本上迎来的都是大跌，大涨的时候他一句大 A 没有顶，直接让牛市崩盘。没有移民之前，他确实还有几把刷子，靠着50万起家，硬是让他做到了4000万左右的资产，再后来去做了私募基金，听说给不少大佬赚了钱，因此他也收获了相当大一批粉丝，几乎都是一些股民。不过自从他移民到米国之后，感觉嘴跟开了斜光一样，每次在股市大涨，散户纷纷入场的时候，他就开始唱多，第2天大 A 保准大跌。大跌的时候，他喊着底已经来了，散户都进去抄了，结果都被抄了家。于是这个毒嘴称号也就落在了他头上。苏北辰翻看了他之前发的微博，越看越觉得这个李玉怎么一股子香蕉人的味道。发的微博结尾基本上都在让大家去炒美股，把大 A 和美股一踩一捧的，无形之中还拿龙国和米国做对比。系统自更新完成，检测到宿主已到6级，
主线任务功能解锁。苏北辰猛地坐起来，沉浸许久的系统诈尸了。主线任务1/3，请宿主与国家队一起为大 A 护盘，请在接下来的1个月的交易日里让 A 股涨幅达到 15%。阶段任务完成奖励：钻石宝箱1，理空电池技术1。苏北辰看着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嘴角微微抽搐。系统，你要是不想让我完成任务，其实直说就可以，没必要为难我胖虎。宿主是否放弃主线任务 ？PS， 主线任务放弃后，系统自动解绑。否，一言不合就解绑，真是服了这个老六。苏北辰现在手里只有20个亿左右，星辰控股账户上有40个亿，不过必须得留10个亿当做公司日常运营以及 off 小黄车和拼滴滴的投资款，也就是说50个亿的资金。这点钱投到大 A 里面，估计一点水花都打不起来。想要带着大 A 指数在1个月的交易日达到15个点，至少每天 A 股的交易量需要破万亿。苏北辰拿出纸笔，大概捋了一下思路，自己需要通过资金不断的买入做多 A 股，才能把市场的信心重新拾起来。他倒是不担心一些没有格局的无量游资去砸盘，毕竟再多也就几个亿了，如果再多一点，可能上面就会请你去喝茶了。苏北辰唯一担心的就是米国这个野狗会不会带着自己小弟来咬上这么一口。虽然从大 A 的资金上来看，北向资金、海外资金持仓量已经不足之前的1/10了，但是也有100亿之多，完全可以再砸一次盘。如果再喊上自己2个小弟韩国和樱花国来搞事，大 A 股民又得失去信心。苏北辰忽然想到了自己系统里面的60万声望，点开手机的炒股软件，看着刚刚被护住盘的韩国股市以及正在一路高走的樱花国股市，苏北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第76章，狗来了都得给震吐了。8月9号周一，苏北辰早上7点半就已经来到了星辰控股的交易室，因为有1个小时时差的缘故，龙国时间8点半樱花国股市就会开盘。简单的扫了一这个周末樱花国股市发布的消息，苏北辰心里大概也有了个底。总结来说，航空业和旅游业最近3个月吃了不少暑假的红利， Q3 第3季度的业绩应该会很不错。许多投资者也是看中这点，纷纷买入2个板块的上市股票。苏北辰控制着鼠标缩放2个板块的走势图。从航空行业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2家上市公司 ANA 全日空、 JAL 日本航空2个月的涨幅已经达到了 40%。 要知道这2家市值，一个是100亿美元，一个是60亿美元，换算成龙国币差不多都是上百亿的上市公司。一个几百亿的公司2月涨幅 40%， 需要的资金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临近开盘，公司的交易员们登录上公司在湘江开户的账户。苏北辰在系统里直接兑换出10个 C 级的股市探测仪。之所以选 C 级 5000W 金额以下的股票去交易，主要还是现在体量的问题。传大难掉头这个事情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而且鸡蛋也不能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瞬间30万的名望直接被系统划去，苏北辰也是心痛了一下，换成钱至少6个亿就这么一下没了。在系统中找到刚刚购买的 C 级股市探测仪，点击全部使用后，10张上市公司的股市图瞬间出现在苏北辰的脑海中。很快时间来到早上8点29，英股的盘前竞价已经完成，投资者的热情依然高涨。日经指数涨幅被抬到 0.9%， 算是一个小高开的走势。苏北辰盯着盘面上的加入自选的10只股票，寻找着 K 线图上进场的点位。8点47分，开盘已经17分钟，苏北辰终于开始下达第一条指令。三乐饮食 9.88 挂单1000万仓位，成交后马上挂 10.5 的卖单。ANI 160左右建仓吸筹，向上偏差超过5停止建仓。GL83 挂单全仓5000万给我打满。整整一个上午，苏北辰一直在盯着盘面，指挥着交易员每一单操作。截止中午收盘为止，虽然账户上40亿的资金只打入了3个多亿的仓位，不过浮盈率却已经来到了 27%， 净利润也达到9000多万。中午吃完饭，苏北辰稍作休息过后，距离下午开盘还有10分钟，又回到交易室。下午开盘之后，开盘直接抛售掉手里的 GL 和 ANA， 怎么卖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动作都收敛一点。这次是奔着赚钱为目的，之前韩股那么暴力砸盘，纯粹是为了扰乱市场。很快下午英股开盘，1个亿左右的 GL 和 ANA 被拆成小份额卖单，一点一点往外出着。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2只股票全部清仓。刚出掉的 GL 和 ANA 不出5分钟的时间，ANA 忽然出现一股价值3000万左右的大单挂了出来。本在一点点拉升的股价就像顶到了天花板一样，一直被上面的卖单压得出不了头。哪怕盘口上一直滚动着最新成交的单子，可是上面的卖单始终不见减少，反而却在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加。星辰控股的交易员都被苏北辰敏锐的嗅觉给震惊到了，日内短线这手技术简直跟他们李总有的一拼，怪不得2人能玩到一起去。还不等几人继续感慨，
苏北辰的指令又下达下来：三井住友103挂单，息筹3000万；30重工221挂单，息筹5000万。苏北辰忽然眉头皱了起来，自己刚刚卖出的安娜的 K 线走势图居然开始变化起来。原本是安娜低开高走平盘再低走的图形，此时平盘后面居然变成了暴拉17个点。本来是 C 级的股市探测仪，此时左上角的 C 却变成了问号。卧槽！苏北辰真的忍不住想爆粗口了。你跟我说这是600多个亿龙国币的股，英股一向以稳健投资著称，吸引不少全球价值投资者。结果你现在给我一天暴力拉17个点之后，再给我来一波暴力砸盘，砸到1个点，日内振幅 36%， 在 A 股可能常见，但是在英股大多数人都开着杠杆，这个振幅说句不好听的，能震死不少人，路过的狗来了都得被震得吐出来。安娜股票重新挂单，低吸为主，能吸多少吸多少，最好装成散户的样子去吸筹。15分钟过后，果不其然，安娜的股票就像吃了激素一样，安娜直接从3个点暴力拉升到7个点，看这势头估计还要继续往上冲。安娜瞬间把整个股市的热度都给吸引了过来，不少人都等着他冲不动的时刻趁机进场做空赚一笔。直到涨幅来到 7%， 安娜似乎是没有劲了一样，上涨乏力起来。只见安娜忽然往下拐了个小头，一群投机客以为机会来了，直接开空进场，一笔又一笔空单把股价卡在 7%， 彻底不动。不过看着 K 线的势头，接下来像是要继续走下山路。一些比较谨慎的投机客是彻底按耐不住了，这 K 线搭配上这个空单量能，实在是让他们直流口水，好像如果现在不做空，那就是后悔一辈子的事情一样。于是纷纷开着高倍数杠杆，掏出兜里的真金白银入场。随着大笔空单资金疯狂涌入，持多单的短线投资者看着满屏空单也跟着恐慌起来，甚至有些不坚定的股民已经开始在卖出自己手里的份额了。7%、6.6%、6%，安娜真如空头那般一路缓缓下山。当所有人都以为要继续往下掉的时候，一笔价值15个亿的多单出现，彻底把这些空头投机客的发财梦给干碎了。第77章，单日浮盈16个亿。东谷一郎是樱花国有名的投机客，19岁考入京都大学金融学部，不过只念了不到1年就退学回家。他给的退学理由很简单，觉得这群教授简直就是群废物，在他们身上学不到东西。虽然理由确实很狂妄，但是他本人确实也有本事在身上，特别是对股市上的短线投机交易的理解。退学之后的几年里，靠着100万日元、5万龙国币，硬是赚到30多亿、1.5亿龙国币，一度成为英股论坛上的传奇人物。这次安娜的暴涨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包括东谷一郎。安娜拉升的第一时间，他其实已经注意到了，手速也是极快，在拉升到4个点的时候就已经开了1000万日元的多单，等7个点涨不动的时候，又瞬间给平掉。因为账户开着4倍左右的融资，所以刚刚仅3分钟不到的时间里，他账户上已经多出来100万日元。东谷一郎继续盯着盘面，看到安娜拐头向下的时候，他忍住了自己的右手，觉得现在量能还没放出来，现在做决定有些为时过早。5分钟过去，盘面上量能比越来越大，成交的额度也开始变得密集频繁起来。安娜跌倒 6% 的刹那间，东谷一郎觉得已经是时候了，直接挂了5个亿日元、2500万龙国币的空单。下一秒，直接一串不知道有多少位数日元的超级多单出现在成交框里。等东谷一郎反应过来，抬起头看向 K 线图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愣住了。K 线就像升天的火箭一样，垂直朝着天空冲了上去，直接从 6% 一波干到 16个点，而且涨幅还没有停下脚步，继续节节攀升起来。等东谷一郎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持仓收益已经将近腰斩。人要狠，刀要快。东谷一郎心中快速默念一遍后，直接手起刀落，给自己这波亏损给全平掉。看着安娜从 16% 涨到 17%， 他忍了。 17% 又涨到 18%， 他有些忍不住想要做多挽回一点自己的损失了。当 18% 涨到 18.5% 的时候，他彻底忍不住了。刚刚的亏损让他已经彻底上头，最近做了这么多笔交易，结果今天一天就把这半年做的收益全部吐了出去，他不甘心。东谷一郎输入了5个亿日元的金额，直接点击做多。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米国华尔街的一名满头金发的中年基金经理和星辰控股的苏北辰同时按了反手做空。东谷一郎买入的后一秒，刚刚的一幕好似又重现在眼前，同样的一波超级大单，不同的是这次是空单，再一次腰斩，这次更加干脆利落，18个点跌到8个点。东谷一郎安慰自己，肯定还能上去，毕竟现在不正是英股的大牛市吗？好似是听到了东谷一郎的祈求一样，8个点居然开始反弹到10个点，但也仅仅是反弹到10个点，随后又是一大笔卖单出现，外加一笔空单开出，安娜是彻底顶不住了，股价一泻千里，正如他一开始预判的那样，一路缓缓走着下坡路。
跟苏北辰一开始脑海中变化的图形稍微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次因为星辰控股在10个点的时候又一次加空，导致 ANI 收盘价只有负 2%。东谷一郎已经把手里的票给平掉了，躺在榻榻米上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开始怀疑起人生。ANI 整只股票的日内振幅达到惊人的 40%， 而星辰控股的账户总浮盈率一波干到 41%。要知道上午可还是3个亿的浮盈率才 27%， 下午收盘总浮盈居然达到了 41%， 浮盈16个亿。这波能赚这么多，真是多亏了那个好心人。龙国时间下午6点，公司员工已经走得差不多，目前只剩下几个基金助手在研究各个上市公司的研报。李博刚从外面谈完项目到公司，一进公司就看见苏北辰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手机玩着最新出的手机游戏。苏董，今天这波操作厉害啊，我看樱花国那边都已经炸开锅了。李博下午和其中一个客户谈完，去上厕所的空暇时间翻开了一眼手机里推送的金融实时新闻，结果第一眼就看到100亿上市公司 ANI 股票上演惊魂30分钟，再结合着之前苏北辰跟自己说要去樱花国股市耍一耍，李博第一时间就猜测这手法十有八九是自己老板。谁跟你讲的？李博一屁股坐在苏北辰旁边，从手机中找出下午看到的那条推送新闻递给苏北辰。诺，樱花国那边都炸开锅了，都已经开始维权了。苏北辰一脸诧异，接过手机翻看起来。据不完整统计，这次 ANI 事件爆仓的资金额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0多个亿。由3万樱花国股民组成的维权游行已经堵在 ANI 公司总部的大楼前。最后 ANI 公司秉承着樱花国一贯的作风，召开了一个记者新闻发布会，几个人往那一杵，一鞠躬道歉就说这是完事了。苏北辰不禁感慨，不愧是工匠精神的樱花国，遇事不决鞠躬就完事了。还记得后世樱花国有个点中点的案例，当年樱花国大地震，某岛核电站泄漏几个小时才处理好不说，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直接开始鞠躬。国际社会想着天灾无情，人得有点情吧，所以没说什么别的，这事想着就过去了。结果呢，核电站的处理废料的核废水越攒越多，也不想着怎么处理，等到攒不下了，直接给世界发了个通知，我们要往大海里排。当时世界就震惊了，你 TM 想死别拉着我们啊！联合国组织直接连发好几封问责信。樱花国这边再次展现出工匠精神，疯狂鞠躬道歉的同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解释，说自己排放的是可以饮用的核废水。不得不说，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人属实工匠精神发扬的挺好。李博呵呵一笑，对了，今天那笔暴力拉升的单子和那笔暴力砸盘的单子好像都是来自同一个机构。苏北辰忽然来了兴趣，这个好心人是谁？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笔资金好像是来自华尔街的唐纳德大厦。苏北辰直接瞪大双眼，你是说川建国？第78章已经对他们够仁慈了。川建国是谁？苏北辰这才想起来，现在才是15年，川建国同志还没有当上米国总统。嗨嗨，没什么，只是我们一个比较友好的同志。话说回来，为什么唐纳德集团会去做空樱花国的股票？李博往沙发后面一靠，还能是什么？人家财团没钱了呗，想套点现金出来，这不就去问自己家儿子要了呗。苏北辰听完一乐，你这比喻倒是挺形象，估计这小樱花也是敢怒不敢言。次日一早，樱股开盘，航空旅游业板块果不其然，直接是一波大低开。ANI 不负众望，开盘就是负7个点，主要还是昨天的维权行动，再加上昨天做多做空的资金都已经指向米国华尔街。樱花国股民一看自己跌都要拉高跑路，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跑呢？于是直接就反映到了股票的盘前竞价上。光是一个盘前连续竞价 ANI 就爆出了60多个亿的成交额，堪称自1990年以来最为夸张的一次。而苏北辰也是直接在盘前就跑了一小半，目前还剩40个亿在 ANI 中。很快樱股正式开盘， ANI 股价被砸到负 10%， 苏北辰见差不多了，直接开始清仓式跑路。40个亿整整卖了20多分钟才出货完成，这也多亏了今天成交额这么大，放在以往想卖掉40个亿还不破坏 K 线走势，起码要1天的时间。这次 ANI 清仓的平均成交价再负 9.4% 左右。紧接着苏北辰又在声望商城里直接买了2个 A 级股市探测仪，点击使用，看到探测结果的时候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苏北辰脑海中赫然印着2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家还是 ANI， 这是往死里薅啊，资本家看了都得落泪。苏北辰再次发布新的指令给交易员，30商事4个亿仓位沿着5日均线吸筹，掉下来就吸一点，等下午如果出现脉冲，直接挂1个亿的买单点火扫货。苏北辰这次不打算按照系统的低吸筹的方式，自从昨天做了1比30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一些决定其实是可以改变 K 线走势图。当然如果改错了，及时止损就行，如果像昨天一样情况出现，那就是一飞冲天了。时间临近中午收盘，
苏北辰看了一眼安娜的图形，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安娜全仓直接把上面5档的卖单全部吃掉，剩余的钱留着下午点火。只见在收盘的前1分钟，安娜上面卖盘5个价位的卖单直接被一口气全部扫掉。各个证券公司的基金经理也是眼疾手快，见有人开始抄底，立马也跟着挂单。就在中午收盘的前30秒，安娜犹如旱地拔葱一般，直接从-12%一波拉升到-5%。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星辰控股已经成为了安奈这支票的领头羊。安奈里的短线资本已经隐隐约约以苏北辰为信号，这波的暴力扫单直接让短线资金看到了进场的机会。苏董，最近安娜和樱花国证监会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开户账户，如果暴露了，我担心他们私下会对星辰控股展开针对性的报复。李博吃饭的时候神情严肃道，之前米国华尔街他们不敢针对，但是我怕他们把锅甩到我们头上。听到这话，苏北辰不禁一笑道，我之所以敢这么玩，就是不怕他们报复。如果他们敢来，我倒不介意跟他们好好掰扯一下。得益于星辰助手的爆火，苏北辰手里的声望一刻不停的疯狂上涨。如果樱花国真的敢对自己有什么报复性行为，前半个月他不介意让樱股体验一波什么叫股灾。苏北辰吃了一口碗中的红烧肉，又开口道，而且我这次只是想赚点钱就走，连杠杆也没开，已经对他们够仁慈了。李博闻言点点头，苏北辰这次确实够仁慈了。想想前段时间韩国股市的崩盘，他丝毫不怀疑，如果苏北辰想玩崩樱股，简直就是股掌之间。中午12点半，樱股再次开盘，安娜从-5%直接冲向零轴，慢慢翻红起来。苏北辰注意力却没在他上面，此时他正死死盯着30商事。大概过了20分钟不到，30商事忽然出现一波脉冲，一笔大多单赫然出现在成交页面上，30商事 K 线也被小幅度拉升了一波。苏北辰当即下令点火，交易员直接挂出1个亿的多单，吃掉上面的全部卖单，股价跳高似的直接拉升2个点。此时坐在米国华尔街唐纳德大厦的埃里克，也就是川建国的儿子，看到30商事居然有人点火，嗅觉敏锐的埃里克当机立断，直接又是一笔大单加了上去。第一笔巨额多单出现，短线投机客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不过碍于昨天安娜的教训，没人敢下场做多。当第2笔巨额多单出现，他们感觉昨天安娜的情形要再次复刻了，趁着股价还没有暴力拉升之前，都开始小仓位试多。只见30商事从5个点慢慢涨幅到8个点，大家都是猥琐试单，股价也是一点一点被拉升起来，直到9个点左右，股价开始平稳，甚至还向下拐了个小头。来了，经典的一幕又要来了吗？樱花国股民看到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一幕，心情都开始激动起来。只见30商事有出现一笔多单，不过金额倒是没有之前2笔那么大。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直接开始无脑开多，东谷一郎也不例外。这次他学聪明了，最多只拿2个亿去做，按他的话来说叫风险把控。但是接下来股价并没有想象中和昨天一样暴力拉升，只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往上涨。当股价涨到13%的时候，忽然停滞不前，没给众人反应的时间，又是2笔巨额多单瞬间反手变成空单成交，一前一后，误差不超过2秒钟，几乎是同一时间提交的订单。嘣！股价从13个点直接一路掉头向下，砸向水底无尽的深渊。这次众多股民没等到30商事暴力拉升，却等来了一波暴力做空。第79章，这个游戏到底谁在赢啊？苏北辰的一个一点火30商事做多，果不其然改变了 K 线图的走势，让本来最多就收涨到7个点的30商事硬生生被拉升到13个点。同时在 K 线图的最高点直接多换空的打法，再一次让 K 线图走势改变。就目前图形来看，30的收盘价至少是要落到-4个点才算结束。反观已经从水下12个点拉升翻红的安娜，苏北辰直接让交易员清仓处理了。随着最后一笔500万的单子卖出，算是彻底清仓调赚了15个点的安娜。市场上自然也有比较机敏的大资金发现了安娜不断有资金在偷跑，不过也没有声张，一边继续鼓舞散户这是最好的抄底机会，一边在自己偷偷清仓。大家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做着同样的事，只有散户成功扛下了一切。随着收盘结束，苏北辰单日浮盈12个亿，挣 20%， 此时账户资金已经来到了72个亿。苏北辰觉得好像是打开了新大陆一样，第一次发现股市探测仪居然可以这样玩。但是说实话，这也是运气好。根据李博发给自己的30商事的交易席位榜单来看，5个交易席位上，湘江花旗和华尔街唐纳德赫然出现在前2名。所以今天30在盘中 K 线走势图能连着变化2次，几乎都是埃里克的功劳。苏北辰接着往前翻唐纳德席位的交易记录，发现这个基金人埃里克居然全是做空韩国樱花国股市的记录，而且这个埃里克居然是川建国他大儿子，真不愧是我们的好同志，把他老爹的红色思想贯彻得很到位。
不过因为这次的三菱商事的交易席位曝光，星辰控股也彻底走到台前。因为今天三菱商事和昨天安娜走势简直一模一样，手法也几乎一样，所以两家股票的投资者直接把怒火发泄到两家交易席位的机构上。一群民众浩浩荡荡拉着横幅，举着牌子，在新宿最热闹的街头直接把公路堵死，开始举行示威游行，禁止外国人交易，请求证监会出手惩罚恶意扰乱市场者。参加游行的老年人比例已经高达 60%， 在高度老龄化的樱花国，因为严格的年功序列制度，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群人手里。樱花国警察见状也不敢去强硬阻拦，只能不停在旁边安抚，同时劝言证监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不仅仅是在现实中，网上的讨论更是爆炸。不少这两天做了这两只股票的散户，在网上的怒骂声已经响彻云霄。周一买了 Anna 爆仓，周二买了三菱商事爆仓，周三准备给自己买块墓地，希望别爆仓了。这个游戏到底谁在赢啊？到底谁在赢啊？什么时候大樱花民族才能站起来，不被米国资本收割？三菱商事一家湘江机构，一家华尔街，两家肯定都是商量好来的。当年我们经济最强盛的时候，就是米国人对我们实行泡沫经济计划，如今他们又卷土重来了。由于星辰控股的席位和唐纳德财团几乎是挨在一起，手法也是一致相似，所以这群樱花国股民几乎就是下意识给两者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也只能骗散户，一些金融高层肯定是能查到湘江席位背后是星辰控股。内阁中，安田金三看着手下递交上来的报告，怒骂了声一群废物。山内大臣，你身为经济文部省的一把手，为什么昨天安娜发生了那种事情，你还不去监控这两个异常的账户？山内康司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连忙鞠躬道歉。昨天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但是自己已经提交了书类报告，不过按照樱花国的办事效率，10有8九首相还没审核到。首相阁下，您亲自制定的外国人在樱花国投资理财的政策里，其中就有一条不允许官员插手金融市场交易。只见山内康司话还没说完，安田金三一巴掌打到他的脸上。八嘎，那税人的钱就是养了你们这一群猪吗？湘江席位是龙国一家投资公司，你不知道吗？不管你想什么办法，都要给我稳住市场。龙国那边我会发出一份谴责信。山内康司闻言抬起头提醒道：那米国华尔街那边呢？安田金三彻底绷不住了，一脚踹到山内康司身上，一而再再而三拆自己台，真不知道这猪头是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我们樱花国一向以稳健投资理财著称，我不希望这种恶性扰乱市场的事件再发生第二次。话已至此，安田金三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经济部的下属连忙鞠躬，知道安田金三彻底离开，几人连忙去扶起来坐在地上的山内康司。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山内康司把刚刚受的气全都发给在场的下属，每个人都被赏了2个鼻窦。等气发泄的差不多了，自己走进屋内，一脸阴沉地看着安田金三离开的方向。迟早得把你拖下水。星辰控股有点意思，居然能跟我操作这么合得来。坐在老板椅上的埃里克看着星辰控股的详细资料，自创立以来，仅仅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让公司的资产翻了好几倍。之前在韩国股市的操作，更是以10个亿的资本撬动了3家100亿的投资公司，更是以一己之力干翻了正处于牛市的韩股。还有前段时间几家财团联合恶意做多天南控股的铝期货，最后被神秘机构出手，直接强势做空，连封2次地板，硬是逼仓让几家强平。再加上投资的2家企业，埃里克也仔细调研了一下，发现简直是2家未被发掘的宝藏。埃里克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真是希望能好好和这家的掌舵人好好聊一聊。阿 T， 苏北辰连打2个喷嚏，揉了揉鼻子，看着窗外的大太阳。难道是空调调得太低了？第80章，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但凡哥。英方严厉谴责龙国某个金融机构恶意操控英股股价，请立即停止这一不正当行为，否则我们将会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程思看着电视里播报的新闻，哼了一声。之前做空暹罗国货币的时候，怎么不见小樱花出来谴责呢？交易榜上唐纳德资本比我们交易的金额还要大，他们一点谴责都不敢发。苏北辰捏了捏程思被气得通红的小脸，他们就是这德行，欺软怕硬发挥到极致了。程思嘟起小嘴，我这不是看不惯他们这种行为吗？股市本来就是公平交易，他们还整特立独权。苏北辰一把抱过来程思，放在自己大腿上。放心，英股韭菜还是很新鲜，我的刀还是很快的。既然他们觉得能欺软，那我就硬起来给他们看看。程思觉得大腿下面忽然有东西撞到自己，脸色一红，给苏北辰翻了一个白眼。这破路你都能开起来车？苏北辰之前买的股市探测仪提供的都是股票5个交易日的 K 线，不过因为苏北辰昨天的一波操作彻底改变了所有 K 线走势图。虽然 C 级探测仪查到的股票走势基本上都已经作废掉，但是看三菱商事和 Anna 的 K 线倒是可以继续搞事，
更何况这两家股票现在投入资金已经没有了限制 ，K 线几乎全凭资金流入流出量的变化在变化，基本上就是两只股票名牌在跟苏北辰打了，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了。到了晚上，苏北辰手把手的教程思怎么合理在破路上开车，一连3个小时，直到程思感觉今天已经血够了的，苏北辰才放程思下车。次日一早，英股刚开盘，三菱商事依然是一波低开，苏北辰丝毫不犹豫，直接清仓式处理掉三菱商事，目光看向已经跳空高开的安娜，思索片刻，直接下达指令：10个亿开空，安娜直接开，不需要控制筹码。在场的交易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对苏北辰的指令是无条件服从，2天赚了30多个亿，自己老板比抢银行来的都快。苏北辰也操作起了自己面前的电脑，高开3个点，安娜忽然间出现了一笔10个亿的空单，股价直接被砸到0轴。放在以前，可能英股投资者波澜不惊，不过前2天的事情让这群人都已经是草木皆兵，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到不行。散户看到交易盘上忽然出现的10亿空单，大多数人想都没想直接开始往卖出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场外的资金盘此时也没有敢进场抄底，生怕一个不注意给自己闷杀进去。以前总是嘲笑龙国的股市永不言底，现在终于轮到他们对自己股市说这句话了。ANI 一路阴跌到-3个点，终于开始出现护盘的资金，虽然成交金额不大，每单在几百万左右的金额，但是总归是有出现兜底的人了。一些有长持协议的基金经理也算松了口气，好不容易涨上来的 ANI 他们可不想让它掉下去，至少在自己持有期间。 K 线逐渐回头向上，重新打回0轴，一些资金也试探用性用小单看看能不能吃点肉。很快 ANI 重新回到新高3个点，甚至直接顺势突破日内前高来到5个点涨幅，这下资金可算忍不住了，毕竟刚刚0轴买入的资金此时已经获利5个点了。樱花国本来就是低利率国家，1年银行利率还不到 0.875%， 很多人后悔的大腿都快拍肿了，但凡自己刚刚0轴买入，现在就赚5个点。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但凡哥，股价还在疯狂拉升，此时已经来到了10个点。星辰控股交易室的交易员们看着账户上将近7个点的亏损，都想开口提醒苏北辰继续等我指令。似乎是察觉到交易员的目光，苏北辰开口讲着，同时手上一直在操作账户。临近中午收盘，安娜此时的涨幅已经来到了 14%， 账户上已经出现了1个亿的亏损。交易员们都有些不敢相信，一直以来都是赚钱，第一次亏钱他们还真有些不适应。苏北辰站了起来，一脸轻松的样子，都快去吃点饭吧，中午再睡一会，下午还有一场恶战。说罢自己便先走出交易室，只剩下一众交易员面面相窥。咱们这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苏总失手吧？你这么一说，确实是第一次见苏总亏钱，而且按照苏总的短线风格，应该早就割肉离场了才对。可能这波我们在第1层，苏总在大气层。远在大洋彼岸的米国苹果城，此时已经进入深夜，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让这座城市的夜晚充满寂静，街道上只有稀稀疏疏几个行人都在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巷子，生怕哪里忽然钻出来一个拿个手枪问你要马尼的黑哥。而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大厦，街道上来来往往的白领精英，时不时还能看到几辆警车在来回巡逻，写字楼下的咖啡店甚至都是24小时开门营业。对于华尔街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唐纳德大厦22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埃里克坐在电脑显示器前仔细研究着 ANI 这只股票里资金的操作。说实话，他真的有些没看懂早上那波10个亿资金的砸盘，不能说是毫无意义吧，至少把护盘资金给砸了出来，随后股价就是一波一路缓缓高涨。埃里克觉得先前砸盘的资金应该是已经出来了，按他看盘中成交来算的话，应该是拆单出货。手法来看，跟星辰控股简直没办法比，股票最忌讳的就是梭哈一波冲，这家的手法简直虎头蛇尾，10个亿资金高调进场，最后拆单平仓离开。但凡接盘资金手速快点，直接把10个亿空单货吃掉，慢慢拉升股价，那空单基本上血赔。平仓意味着你亏损出局，空单平仓股价自然大涨。道理埃里克稍微看一眼都懂，可是为什么护盘资金不明白？难道说……第81章头铁的苏董。时间很快来到下午开盘，安娜继续一路高歌，稳中有进上涨。交易员看着不停向上的曲线，账户里不停下跌的本金，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苏董，账户已经亏损 13% 了。苏北辰毫不在意摆摆手，我知道了，你们等一会听我指令就好。1个小时过去，安娜已经快突破 20% 的涨幅了。樱花国新闻不断刷新着最新涨幅的点数，此刻安娜的人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那些长持协议的基金经理眼中的兴奋已经抑制不住了，他们庞佛已经看到了数千万日元的分红在向他们招手欢迎了。手中空单全平，
苏北辰终于下达了平仓指令。果然，苏董也是人，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一众交易员内心感慨着，同时把手头亏损将近 20% 的空单全部平掉。直接8个多亿的空单平仓的消息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整个樱花国股民都兴奋了起来。空单主力扛不住平仓了，牛市要重回了。果然，大樱花的股票才是长线持有者的第一选择。场外的资金这一刻觉得不再迷茫，直接开始上仓位，一头扎进股市里。整个英股都被 AI 重新带起来，无数短线资金终于看到机会，纷纷入场。股市全线飘涨，日经225指数也从正 0.1% 拉升到正 1.2%。AI 虽然直到收盘都没有突破 20% 的涨幅，不过此时股价已经来到了前高的位置，如果明天能够强势突破，并且在上面站稳，那估计 AI 就要成2015年英股里的妖股了。虽然100%的涨幅放在 A 股里根本不算什么妖股， A 股里年年都会出现一个5至10倍的大妖，换算下来 800% 至900%的涨幅属实碾压英股。英股里则是不然，100%已经算是最妖的股了。矮个子中选将军说的就是英股现状了。直到收盘结束，苏北辰再也没有下达过交易指令了。都辛苦了一天，早点回去休息吧。跟交易员告别完，直接走向了李博的办公室。一众交易员也是情绪失落，虽然不是自己的钱，但是公司亏钱，他们也很难受。亏钱就意味着年终奖少啊。干金融这一行，吃的就是一个公司效益。毫不夸张说，公司效益好，那年终奖就是12个月的工资，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接下来的2天，苏北辰始终头铁的让交易员们一直做空，哪怕一开始确实有些成效，但是还是会被散户一点一点蚕食上来，最后被迫平仓离场。3天每天10亿，整整亏损了6个亿左右的现金。英股股民这时候才真正觉得牛市来了。30个亿资金砸不下来的盘子，2天反倒还暴涨 35%， 这不是牛市是什么？金融专家也跳了出来，开始挥动着牛市的大旗，甚至还在小蓝鸟上夸英股投资者是最为团结一个群体。某些指望通过操纵股价来进行获利的小人，还是赶紧回家玩泥巴吧。鼓吹英股的同时，还不忘 diss 一波苏北辰，可他显然是低估了龙国水军的威力。自从他的言论被在英留学的龙国人扒出来发到微博上之后，这名专家的小蓝鸟评论区就沦陷了。恒岩烛台作为樱花国早稻田大学的金融教授，对樱花国的股市一向十分看好，但是前2天安娜和30的事情，他也不敢在公共场合继续吹捧什么长线者的天堂。毕竟2家股票日内涨跌幅都超过了 30%， 简直就像一个80-90岁的大爷千米悬崖上走钢丝差不多。这他要是敢继续说稳重，恐怕散户网友能直接喷死他。恒岩烛台看着最近2天英股大涨，指数甚至还站上了新高，这不恰钱分析的机会又来了吗？立马打开小蓝鸟编辑好信息，直接发了出去。平时虽然也会有人来看，不过点赞留言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20个人。结果到了下午，正在讲着课的恒岩烛台看到不停弹出来的小蓝鸟信息的手机，索性直接让学生们先吸收一下刚刚讲的知识点。恒岩烛台点开小蓝鸟，发现系统居然通知他有数百条未读的消息，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难不成自己发送的观点终于得到了认可？当他点开小蓝鸟，看到自己的评论大半都是龙国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有些愣神。往下继续翻，巴嘎亚洛。坐在前排的学生顿时停止了交谈，看向被气得满脸通红的教授。2人心想，刚刚就是讨论了一下哪个动作女明星好看的话题而已，怎么恒岩教授一下声这么大气？恒岩烛台此时看着一些辱骂自己的日语，已经气得快要说不出话。当他用翻译软件把那些没看懂的龙国话翻译成日语的那一刻，他恨不得把手中的手机摔到地上砸个4分5裂。他发誓这辈子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骂得这么难听的话语，简直给自己全家都问候了一遍。特别是有人把他的照片 P 成黑白照的时候，他彻底绷不住了，一口气没顺上来，直接躺在了讲台上。恒岩教授，恒岩教授。很快，恒岩烛台被抬上救护车，警察也在一旁询问坐在前排的2个男生。主要是这2个男生看到警车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十分不自然。所以说，恒岩先生他是听了你们讨论三上老师演技不错气晕了过去吗？2个男生相互看了一眼，其实还有波多老师。警察。刚刚战胜科学的苏北辰此时正沉浸在系统中，这几天攒了不少箱子，打算现在一股脑全给开了。一共2黄金1白银1白金。苏北辰默念开启，下一秒平平无奇几道白光闪过，果不其然，除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其他全是现金。苏北辰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结果，可能是出了所谓的新手保护期吧。正要睡觉，就看见自己的声望疯狂往上跳，之前只剩20万的声望，如今直接破了70万。苏北辰，第82章带货一个。苏北辰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是哪里给自己
忽然暴增了这么多声望。恒岩烛台的小蓝鸟因为出现大量辱骂词汇，已经被封禁了，要不然醒过来估计还得再气晕一次。周六因为股市不开盘，苏北辰去了一趟星辰娱乐，好像自从创立以来，他这还是第一次到公司。听麦超说今天公司要面试一些新人，正好自己也过来把把关。苏北辰推开面试员工的门走了进来，麦超见到来人直接站了起来，陈哥。其他面试官见自家总经理都站了起来，也是连忙跟着站了起来。苏北辰点了点头，先坐。虽然苏北辰这么说，但大家都还是等苏北辰先落座才敢坐下。陈哥，公司整得怎么样？都是按照您的思路来设计的。苏北辰点头赞同。之前给麦超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要凸显出一个不差钱。干互联网自媒体这行，公司的实力才是能不能吸引到优秀的创作者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苏北辰还让麦超有意无意之中宣传，王校长和秦芬都是星辰娱乐的几位创始人之一，这无疑是在告诉众人，我们有的是钱。苏北辰翻看着今天面试者的资料，有专门表演唱歌的，有专门拍搞笑段子的，更多的还是一些展现身材和长相的。也能理解，毕竟对于15年左右的自媒体来说，来钱快的基本上都是那群搔首弄姿靠着榜一大哥的女人。虽然后世也差不多吧，但是总归还是视频内容质量为王。苏北辰翻到其中一个人的资料的时候愣住了，这不是后世有名的带货一哥吗？麦超看苏北辰一直看着一个人的简历，下意识探过头看了起来。好家伙，这人算是这群人里学历最高的一个吧，昌南大学，好像还是个211。苏北辰点点头，单独把这份简历抽了出来，继续翻看下去。差不多40份简历，挑出来了大概3份在后世比较有印象的一些网红。很快到了面试时间，星辰娱乐屋外已经坐满了来面试的人。兄弟，看着你挺年轻啊，大学刚毕业吗？一个满脸带着笑容的中年人看着一旁紧张的年轻人。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刚刚在背面试稿子，走神了，不好意思。中年人笑了笑，庞佛自来熟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担心，你要想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想法，就不紧张了。年轻人被整得有点无语，话说在人家公司面试说这种话，真的好吗？面试的会议室门被打开，身穿 OL 制服的女秘书走了出来，顿时走廊上鸦雀无声。赵岳东在不在？刚刚的中年人闻言立马举起右手。在。女秘书对了一下照片，确认是本人后道，准备一下进去吧，你是第一个面试者。推了一下脸上的金丝眼镜，翻开下一页，又对着走廊中等待的人群讲道，下一个面试者是孟彤，准备一下。孟彤没想到刚刚跟自己说话的大叔居然是第一个面试，还没等他惊讶，就听见前面面试官喊到自己名字。刚刚放松下来的心情一瞬间又紧张起来，背了一个星期的面试搞在脑袋里打架一样，已经开始串台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不对，我毕业于昌南大学艺术与设计专业，有当过欧莱雅专柜美容顾问的工作经验。心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刚刚面试稿的内容，生怕自己搞错了。孟彤，准好了，可以进来了。孟彤猛地睁开眼睛，抬起手腕看向手表的时间，赫然已经过去15分钟。15分钟怎么会这么快？孟彤一咬牙，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想法，推开了屋门。当看到坐在 C 位的苏北辰正一脸微笑看着自己的时候，刚刚那股狠劲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紧张的心情一瞬间又涌上心头。孟彤自然是知道苏北辰的大名，21岁的年纪创办了10角20多亿的投资公司，又跟王校长、秦芬那群人一样是超级富二代。自己室友在群里可没少吹他，天天在群里崇拜苏北辰的各种神操作，把金融市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还掌握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的钥匙——星辰助手。说实话，孟彤现在也天天在用，甚至还专门开了个会员。该说不说，确实好用。现在这妖牛逼的一个人物站在自己面前，孟彤心里已经紧张到不行。苏北辰面面带微笑，缓缓开口道：“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孟彤深吸一口气，非常感谢您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进行面试，我深感荣幸能有机会与贵公司的优秀团队见面，与您们交流，并展示我的能力和潜力。我是一个对工作充满热情和承诺的人。一段非常格式化的自我介绍结束。麦超说实话有些不解，为什么陈哥这么看好这个人，并没在他身上看到什么亮点，甚至觉得面前这个人心理素质有些差，到现在还能看到紧张到发抖的手。你玩游戏吗？苏北辰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孟彤有些愣神，随后反应过来回答道：偶尔玩。玩什么？苏北辰继续追问。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问这种问题，不过孟彤还是继续答道：平常跟室友偶尔会玩一下联盟，不过毕业之后就不怎么玩游戏了。苏北辰点点头，现在还紧张吗？孟彤这才发现自己心情居然平复下来了，丝毫没有刚刚进来那股紧张感。
他这才意识到面前的苏总在帮自己缓解情绪，连忙对苏北辰鞠躬，谢谢苏总。苏北辰笑了笑，没有说话，转头看向别的面试官，示意他们继续提出问题。孟彤平复心情后，马上恢复到平常做美容顾问的样子，对面试官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饶是经验老道的 HR 都忍不住拍手叫好。第83章，大米，你也不想把雷 OK 给送进去吧？回去准备等入职通知吧。孟彤双拳紧握， HR 都当面跟自己讲了，这次是彻底稳了。再三和面试官们道谢之后，转身离开屋子。出了屋子，看着正如之前自己一样紧张到不行的面试者们，孟彤给众人打气道：面试官人都很好，大家只需要正常发挥，肯定没有问题。大家不过是一面之缘，有的人回予善意的微笑，有的人则是不屑一顾。在下一个面试者进来的空档，麦超还是忍不住问苏北辰：陈哥，我觉得他颜值确实有那么一些，不过跟其他几个面试者比起来还差上许多，自信的气质确实挺好，但是咱们搞自媒体不是主要还是靠脸吃饭吗？苏北辰看着还没有被后世带货洗礼过的麦超，不禁一笑。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自媒体70%都是靠脸吃饭，不过我并不打算让孟彤去像那些娘炮爱豆一样在那卖萌露肉，而是打算让他去做美妆测评。美妆测评？苏北辰点点头，麦超，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赚的钱就是女人和小孩。麦超一思索，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要知道，去年某宝营业收入525.04亿元，同比增长5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30.76亿元，同比增长175%。而在这525个亿里面，就有61%的消费来自女性，18%的消费来自小孩子。可以说，全民电商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一上午的时间，基本上把所有面试者都给过了一遍，除去几个只会发搜的女主播之外，能力差不多的麦超基本上都留了一下。当然，也不是说什么废物都可以入职，实习期最后1星期将会进行考核，考核不过自然收拾东西走人。中午跟麦超一起吃了个饭后，直接驱车前往星辰科技。今天上午，吴天成给自己打电话，说下午大米和华文等各大手机厂商要来跟自己谈合作，感觉像是商量好的一样。苏北辰并不惊讶，似乎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一进会议室，几家公司的代表直接站了起来。苏董，苏北辰挨个握过手之后，示意大家落座。各位这次来星辰科技的目的，应该是星辰助手吧？华文技术总监谢阳作为几大厂商的代表，先开口道：苏董，星辰助手的强大，我们各个厂商都已经见识到了。我们这次来是打算和星辰科技建立合作共赢关系。苏北辰点点头，示意谢阳继续说下去。在软件方面，我们华文也有深入研究，不过见识到贵公司的人工智能代码后，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到这，谢阳不由得苦笑起来。任总的意思是想和星辰科技建立联合软件开发研究室，不知道苏董意下如何？苏北辰食指轻敲桌面，心中开始思索起来。其实他是很心动，靠上华文的话，公司一定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不过说实话，苏北辰真的不缺时间，而且一想到自己从系统里拿出来的东西根本解释不明白，再加上联合研究室的话，处处会受到限制不说，到时候再因为管理问题出了事，处理起来麻烦不说，研发出来的成果白白还被分掉一半。谢总，你的提议我确实很心动，不过说句不好听的，星辰科技的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华文，创立联合研究室的意义，我觉得没有必要。谢阳显然也是自家人清楚自家事，提出来这个建议也只是试探而已。苏董说的对，倒是我谢某唐突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华文集团可以把软件外包服务全部承包给星辰科技，我们不会直接参与贵公司的管理，最多在设计软件方面会和工程师讨论一下。苏北辰没有直接同意，也没有拒绝，看向下一家大米，提出的条件也跟华文差不太多。在场的手机厂商应该是提前商量好的，所以要求基本上也都一模一样。苏北辰让吴天成代替自己去陪各位手机厂商代表吃个饭，自己则是打算跟李博商量一下。比起李博，苏北辰的经商经验其实差了挺多，毕竟前世就是个程序员，偶尔跟老板出去见见世面。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李博看完会议报告，抬起头看向苏北辰，苏董是什么想法？苏北辰呼出一条长龙，我有些拿不定主意，这群人一个个都精明得很，表面上跟我这么说，但是就怕到时候签完合同，估计又是跟我一顿扯皮。这好办，合同上做手脚的话，不合作就好了，同时再找个第三方机构公证，对于那些钻合同空子的公司会被视作违约，咱们自然不需要跟他们扯皮。苏北辰一脸问号，就这么简单？李博双手一摊，不然呢？要知道，龙国早就在2年前就修正了企业保护法，那些钻空子的公司基本上都被送了进去。大米，你也不想把雷 OK 给送进去吧？苏北辰，什么樱花网友的危险发言？
苏北辰没想到已经马上40的李博居然还有这么风骚的一面。有没有靠谱点的律师打算你一份合同？李博一拍手，哎，还真有一个很靠谱的律师。半个小时后，星野咖啡厅，苏北辰看着眼前只有1米57的小萝莉，所以说你就是李博介绍过来的律师吗？艾雪洛一口咬下手中的蛋挞，一脸幸福的样子。对哇对哇，你就是李大哥介绍的苏董吧？艾雪洛继续咬着手里的蛋挞，看着苏北辰一脸认真的看着自己，他又看了一眼手上的蛋挞，开口道：苏董，你也要来一口吗？他家的蛋挞真的巨好吃哎。苏北辰摆摆手拒绝，手放在桌下，拿着手机快速打着字。91少女的梦，老李，你 TM 给我介绍一个小孩子干什么？花开富贵？苏董，不能吧，我这个表妹都已经27了，就是长得有点显小而已。苏北辰看着穿着一身洛丽塔，腿上裹着白丝的艾雪洛，当他视线移到蛋挞位置的时候，直接惊呼：这蛋挞真 TM 大！第84章，纯粹就是看不惯资本那张虚伪的嘴脸。艾雪洛丝毫没有注意到苏北辰的视线，继续咀嚼着手中的蛋挞，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苏北辰咳嗽2声，赶忙转移视线。艾律师，刚刚我有些失态，实在不好意思。艾雪洛倒是没觉得什么，毕竟自己这么多年来被误认为未成年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倒不如说早就已经习惯了。关于星辰助手和各大手机厂商合作的事情，想请艾律师来帮忙拟定下合同。谈到正事，艾雪洛放下手中的蛋挞，神情瞬间正色起来，整个人气场都发生了转变。苏董的想法我大概听李大哥说了一些，具体有哪些方面的要求还得向苏董您多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里，苏北辰把一些合作事项以及细节方面的内容都跟艾雪洛详细探讨了一番，差不多1个下午左右的时间，起草了一份简单的合约，后续具体内容还需要再做补充。苏北辰看时间早了，本想请人家吃个饭，不过艾雪洛以赶制合同为由给拒绝了。苏北辰本以为人家是不想和自己吃饭说的推辞的话，结果晚上12点左右的时间，艾雪洛直接把赶制出来的合同发了过来。雪宝，苏董，您看一下还有哪些细节需要做补充。苏北辰整体扫了一眼，细节方面也找了另一家顶级律师审查了一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倒不是苏北辰信不过艾雪洛，主要还是保险起见，鸡蛋总不可能放在一个笼子里。翌日一早，几家手机厂商再次聚集到星辰科技。几家没想到苏北辰会这么快做决定，甚至合同都是连夜做好的。三星龙国区的副总负责人刘天明见状，以为是苏北辰着急了，顿时起了点歪心思。到刘天明签字的时候，刘天明看完桌上的合同，叹了口气，开口道：苏董，是这样的，三星这边还是更倾向于合作共赢，而且三星财阀作为韩国的顶梁柱资金，自然是最大的优势，但是我们公司一向都是喜欢带着资源投资参股。苏北辰看着面前声情并茂的刘天明，直接打断发言，开口道：刘总，如果贵公司不打算合作的话就请回吧，其实这次本来就没打算跟龙国以外的企业谈合作。刘天明被打断并没有生气，只是用可惜的语气委婉道：苏董，50%股份，三星将把 T1 工程师派遣过来3位，相互交换技术合作共赢的机会，是我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才搞到的。苏北辰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刘天明，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公司的意思？当然是我自己努力为星辰科技争取到的机会。刘天明说完这话还板直了身子。送客。苏北辰懒得搭理这种人，直接对门外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送客。刘天明有些慌神了，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和三星合作共赢啊。在以往的谈判中，只要搬出背后的三星集团的 T1 工程师，再难压的客户也压得住，今天怎么忽然失效了？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刘天明搬出来三星 T1 工程师之后，肯定想都不想就答应了。但是对于重生回来的苏北辰来说，肯定是不用想就拒绝。在11年到15年这个时间段里，三星在全球的销量确实是遥遥领先国内各个品牌，但是在下个月9月多苹果一代神机 6S 发售之后，三星的龙头地位就被苹果取代。在之后更是有华为、大米先后抢下低中高端市场，所以三星 T1 工程师什么的一点 UO 力都没有。即便是真的有资源倾斜和技术扶持，苏北辰也不会去选择和海外企业合作。无他，纯粹就是看不惯资本那张虚伪的嘴脸。毕竟企业无国界，但是企业家有国界，不是吗？刘天明看着苏北辰一脸决绝的样子，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索性直接离开了会议室。剩下几个想模仿刘天明的小厂商也收起了自己的歪心思，让跟着的律师检查无误之后，老老实实签下合同。华文签署了具体合同内容，一次技术委托，单价费用在2000至8000万不等，软件交付后的维护和更新每年也是一笔费用，具体多少视软件复杂程度而定。因为是一次性买断服务，所以后续软件上市产生的收益和星辰科技就没有关系。其他几位厂商也皆是如此，不过最后那些小厂商却没有这么签署。
小厂商短时间肯定拿不出那么大的资金流，所以为了长期利益，跟星辰科技签署了软件分成合同。技术委托费用要比平常的价格低很多，不过软件开发上市之后的收益要扣除掉一部分分给星辰科技。几人签署完合同，甚至都没来得及吃午饭，就赶着回总部报道。他们这些大厂的人是真的忙啊，一天到晚跟个空中飞人一样。还是自己好，当个甩手掌柜，真的爽。简单吃了个便饭，约上赵一诺，打算去一趟国金中心买点小礼物，刷刷好感度。苏北辰正开着车，手机嗡嗡响了起来，来电显示上写着奚梦月的名字。苏北辰单手开着法拉利，右手接通电话，骚气满满的话脱口而出：喂，小月半个月不见，是不是想苏哥哥了？电话那边沉默了1-2秒，随后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小苏啊，我是奚梦月的奶奶。苏北辰一愣神，脚轻踩了一下刹车，给后面的车吓得不轻。啊，叶奶奶啊，哈哈哈哈！我跟小月平常爱开玩笑，叶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这边太忙了，一直没时间跟您亲自打电话。苏北辰连忙生硬的转移话题。不过另一头的叶奶奶满带笑意地看了奚梦月一眼，奚梦月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开着免提的手机里继续传来苏北辰的问候声：小苏啊，我听梦月说你之前是不是遇到了一点麻烦？苏北辰回想了一下，应该是之前训腾的事情，跟奚梦月吐槽了一下。嗨，就是一点小事，怎么还让叶奶奶担心上了？确实就是一点小事，苏北辰并不认为训腾能在技术方面干得过自己。小苏，如果你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跟我讲讲，我多少还是能帮上你一些忙。第85章，你说这种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在谈啊？苏北辰跟叶奶奶讲完话，又跟奚梦月腻歪了一会，看快到目的地了才挂断电话。刚挂断没多久，就见穿着短裙和白色过膝袜的赵一诺站在路边向自己招手。路边蹲在超市门口蹭空调 WiFi 的2个小青年正紧紧盯着赵一诺那条笔直的长腿。阿亮，你说这种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在谈啊？被叫阿亮的小青年抽了一口手中只剩个屁股的烟头。谁知道啊，不是我说这女的腿我能玩1年，真 TM 得劲。两人正讨论着，就见赵一诺侧身单脚跳着向远处打着招呼，紧接着就听到一阵引擎的轰鸣声缓缓接近，一辆红色的法拉利驶入两人的视野。唉，有钱人的女人，穷人的女神。阿亮一把扔掉抽干净的烟头，不能无所事事了， TMD 搞钱去。刚上车的赵一诺就脱下上身穿的防晒衣，露出里面快被撑爆的白色衬衫。赵一诺右手不断往脸上扇着风，热死我了，这个鬼天气。苏北辰转头看去，下意识看向被不断带动的2座山峰。哼，真没看出来啊，学弟还真是个小色狼。虽然嘴上这么说，不过手上扇风的动作倒是没停下，还挺了挺，显得更加饱满。苏北辰收回目光，再看下去枪可能压不住了。没办法，谁让学姐魅力这么大，根本顶不住好吧。两人聊了2个月，有事没事还经常一起约饭，关系早就暧昧起来了。哪怕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也不会生气。苏北辰自认为肯定不只是自己长得帅的原因，毕竟长得帅也不能当饭吃，多半还是平常送的小礼物在发挥作用。什么 LV、香奈儿、爱马仕，只要出一些新款或者比较爆火的款式，苏北辰基本上都会送一个给赵一诺。再加上上次苏北辰英雄救美的事之后，对苏北辰的感情更是进了一分。要是苏北辰知道，非得谢谢陈晓峰一顿。这僚机虽然有点俗套，但是架不住现在15年的女孩喜欢啊。到了国金购物中心，苏北辰把车钥匙给了保安，同时给了2张小费。保安态度比刚刚又恭敬了几分，专门给苏北辰挑了个单独的车位，帮忙停了进去。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用你身上真不假。赵一诺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苏北辰侧颜，苏北辰摇头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两人走进1楼的化妆品专柜，柜姐扫了一眼两人的穿搭，立马上前推销自家产品。女人对化妆品天生就没有抵抗力，赵一诺也不例外，很快在柜姐的推销下失去自我。在数十个化妆品专柜逛了整整2个小时，两人才拎着大包小包走出一层。苏北辰出示了国金的黑金卡之后，把大包小包的化妆品交给了工作人员。虽然每次赵一诺都想自己付钱，不过在苏北辰强硬的态度下，他也只好顺从。唉，我终究是活成了自己小时候讨厌的样子。赵一诺叹了口气。苏北辰忽然来了兴趣问道：哦，活成了什么样子？赵一诺看着2个工作人员浑身挂满包往停车场走去说道：还能什么样子，不就是被人包养呗？这怎么能叫包养，这叫你的辛苦费。你陪我出来逛街，我给你花钱消费，没毛病吧？听着苏北辰一本正经的狡辩，赵一诺给苏北辰翻了个白眼，让他自己去体会。又逛了1个小时，赵一诺提议去咖啡店坐一会，倒不是他累了，而是怕再逛下去，苏北辰又得给他以辛苦费的名义买一堆奢侈品。
赵一诺咬着草莓奶昔的吸管，忽然问向正在看手机的苏北辰：“学弟，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还能有什么打算？除了赚钱，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了。”苏北辰脱口而出。赵一诺没有像往常一样给苏北辰翻白眼：“也是啊，学弟还没毕业，都已经身价100亿了，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梦也不为过。”苏北辰此时也发现赵一诺语气有些低沉，收起手机看向赵一诺：“学姐现在刚毕业，有什么打算吗？”赵一诺拿着吸管搅拌着杯中的奶昔，沉默了一会，开口道：“学弟，其实这2个月你陪着我，我真的很开心。这种生活简直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都不敢想象的日子。但是感觉梦该醒了，我也不可能让你养我一辈子，不是吗？”赵一诺脸上带着苦笑：“这样啊，那麻烦学姐把我这段时间给你花的钱都还给我。”啊！赵一诺本来酝酿好的悲伤气氛被苏北辰一句话给打破。苏北辰皱起眉头：“啊什么？就是我这段时间给你花的钱还给我啊？”赵一诺看着面前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苏北辰，心里瞬间变得五味杂陈。我知道了，麻烦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慢慢还。赵一诺话还没说完，就看苏北辰一脸憋着笑的样子。哈哈，学姐你刚刚样子像极了我在学校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把拿过来赵一诺的奶昔，狠狠吸上了一口。好了学姐，咱们这也算是间接接吻了，按照传统的说法，我得对你负责一辈子了。知道自己被耍了的赵一诺连忙把奶昔抢了回来，一脸傲娇的冷哼一声：“哼，你送我的礼物就是我的了，想让我还没门？”赵一诺的樱桃小嘴猛吸了一口苏北辰刚刚喝过的奶昔。再说了，谁让你负责一辈子了？本小姐还没有同意呢。苏北辰看着从抑郁御姐变成傲娇学姐的赵一诺，不禁露出了微笑。养你一辈子又怎样？最多就是餐桌上多张嘴，枕边多一个人，家里多个人而已。听着这次突然起来的告白，赵一诺没有像往常一样骂苏北辰不要脸，脸色有些微红，开口道：“让我再考虑考虑。”第86章，既当裁判又当选手。苏北辰找了一家评分比较高的黑珍珠餐厅，吃完饭后又一起看了场电影。虽然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全垒打，不过苏北辰也不着急，日久生情的道理他还是懂得。把赵一诺送回家后，苏北辰开车回了汤臣一品，打算跟柯雪玩场紧张刺激的飞行棋，顺便泄泄火。周一一早，苏北辰顶着疲惫来到星辰控股。几名交易员和李博看到苏北辰顶着2个黑眼圈，不由自主脑补起来最近董事长在股市上连续失利，心里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李博叹了口气，好言安慰道：“苏北辰，苏董，你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股市中没有常胜将军这句话，相信苏董早就知道。”李博虽然知道自己说这些话会有些越位的，但是身为公司的总经理，他有义务要去这么做。苏北辰看着众人都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又听着李博对自己的好言相劝，发现大家好像误会什么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个人账户在开多？苏董，我知道现在开空的确很有利润空间。什么？苏董你在做多？李博话说到一半，忽然反应过来。苏北辰打开电脑登录上自己的股票账户，李博凑上前去，只见电脑屏幕显示着盈利60个亿。苏北辰嘴里叼上香烟，拿起火机点燃。我之前去开了4倍杠杆，拿着10亿在做空那天全开了多，我以为我告诉你们了，看来是我记错了。李博被惊得说不出话了，亏他还从开始就安慰苏北辰，合着人家扣除融资款都已经偷摸赚了20个亿了。小丑竟是我自己。在座的交易员因为和李博、苏北辰两人有些距离，并没有听清楚两人在讲什么，唯一能听清的是自家总经理说了句：“小丑竟是我自己。”小丑？什么小丑？咱们这附近有什么马戏团吗？李博很快就想明白了苏北辰这手反向操作。第一天让星辰控股交易员开空逼盘，砸到水下之后，找一个散户还能接受的位置，开始慢慢吸恐慌盘的筹码的同时，还给散户一众有资金接盘的假象。随后股价慢慢回升，给场外资金一个进场的信号。当然这个位置苏北辰还是要打入资金进去，毕竟开盘的10亿空单还没有平掉，谁知道会不会继续加空。直到股价慢慢拉升到开空前高的时候，苏北辰直接点火做多，让股价强势突破，同时让交易员把手中的空单全仓平掉。两者相加，基本就是1+1大于2的效果了。10亿空单割肉离场，这直接点燃了散户做多的信心。机构虽然还持观望心态，不过散户的力量可是不容小觑。直到拉升到10多个点，那些机构基金才愿意慢慢进来试探。第二天同样的手法，不过只需要苏北辰稍微引导一下，散户就会蜂拥而至。也就是说，星辰控股虽然在这3个交易日亏损6个亿，但是苏北辰那边的账户却是净赚20个亿。李博忽然发现苏北辰这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玩得溜啊！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终于因股盘前竞价开始，安娜果不其然又是一个2%的小高开。开盘后，
苏北辰继续要求交易员吸筹开空，交易员们没办法，只能把目光投向总经理李博身上。一反常态的李博居然什么话都没有说，甚至还督促众人赶快操作去。众人虽然感觉无奈，不过还是老老实实按照苏北辰要求的去做。股价仅仅是小幅度向下砸了一下之后，迅速收回刚刚的位置，紧接着又开始一路高跟向上爬坡。截止到中午收盘前，安娜的股价又一次突破了历史新高。前些日子还在鞠躬道歉的安娜的董事们，此刻激动的恨不得在办公室来场 EVI 现场版。自以为完成护盘的山内康司此刻内心并没有任何波澜，只是淡淡的看着在演讲台上肆意吹捧着自己经济策略的安田金三。因为有我的货币宽松政策，樱花国才有今天的发展，刺激消费才是促进一个国家 GDP 发展的重要因素。台上安田金三讲的头头是道，台下其他议员听得昏昏欲睡。果然上课打瞌睡这种事情到哪好像都会发生。这次龙国机构恶意做空安娜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就犹如小丑跳梁一样不堪一击。安田金三发言结束，支持他的人自然是无脑鼓着掌。山内康司虽然也在鼓着掌，但是眼睛里的冷漠又加深了几分。快了，马上你就该下去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埃里克此时面对着3台显示器，正在仔细复盘安娜过去和今天上午的盘面交易。经过筛选每一单成交的记录，他也逐渐猜测到了苏北辰的手法，既当裁判又当选手，拿着发号枪自己决定走势，给所有人都玩了一手灯下黑啊！埃里克自言自语的同时，食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动起来。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玩一波大的。只见他输入完价格之后，点击挂单后的一瞬间，安娜股价直接从 7% 暴涨到 12%， 紧接着又冲到了 16%， 直到收盘为止，安娜股价已经来到了 22%。苏北辰一脸不可思议盯着脑海中的 K 线图。接下来3天的时间里，安娜会暴涨 70%， 随后在最后一天暴跌 82%。这涨跌幅度，你说这玩意儿是比特币苏北辰都信了。接下来几天，星辰控股还是一如既往开空，不过每次只敢用5个亿去做空，但是照样每天亏损快1个亿左右。这么算下来，公司账面上已经净亏损接近10个亿了。几名交易员都已经麻木了，觉得自己离失业也已经不远了。直到周五，这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苏北辰居然破天荒没有开盘让交易员们做空，而是一直盯着盘面，久久没有发号施令。第87章落下帷幕。所有樱花国股民都在安娜的一次又一次的暴涨中迷失自我，庞佛所有人又回到了90年代的金融盛况。对于上周的急杀急涨，他们以主力资金的一波震荡洗盘自我安慰道，哪怕这个所谓的主力资金始终都没有人承认。这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很快开盘，不出众人所料，安娜开出了 5% 的高度。樱花国时间9点半正式开盘，安娜继续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坡拉升。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安娜拉升到 8%， 忽然被上面的一笔3000万的卖单卡住。起初股民们不以为然，毕竟上千亿的股票出现几千万的卖单再正常不过了。果然不出几秒钟，卖单就被吞掉，股价继续上行。结果到了 8.5%， 又出现一笔几千万的卖单，虽然也很快被吞掉，但是挡住了上涨，确实看着让人有些心烦。截止到上午收盘，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已经很多次，不过大家只当获利盘出局，如果不出意外，下午接力资金就会入场跟获利盘完成一次完美的换手。下午开盘，安奈涨幅已经来到了 10%， 虽然上涨有些停顿，但是丝毫没有阻挡住英股股民的热情，不管上面多少卖单总会被吃掉。不过直到距离收盘还有半个小时，有些人才觉察到不对劲，虽说今天有换手，但是始终不见超大单资金流入，基本上都是一些散户小资金在往里面进。有些散户正想着怎么回事，就看到忽然一笔5个亿的卖单砸了下来，股价下跌3个点，不过很快就被吃掉，股价又被拉回去。还没等众人反应，又是一笔5个亿的卖单砸了下来，紧接着3亿、6亿、4亿，一连串的卖单全部砸下来，直接把股价从10个点砸到2个点。当散户们以为一连串的砸盘终于结束的时候，一笔20个亿的超大额卖单出现，直接把股价砸到水下去。与此同时，一笔30个亿的空单接连而至。基金经理见到这一幕，开始有点发慌，好像似曾相识的一幕又来了。一些利润比较厚的散户倒是胆大，不但不跑不说，还觉得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加仓时机。很快，有些资金开始进场抄底，把股价堆到负1%左右。所以说，这个股市的韭菜是割不完的，一模一样的剧情走势。明知道这可能是个坑，这些韭菜还是会一股脑扎进来。苏北辰嘴上说着叹息的话，可手上的刀丝毫没见停，一笔又一笔的小单被交易出去。临近收盘还有15分钟，苏北辰账户只剩下20个亿。苏北辰向在座的交易员询问道：账户所有资金空单吸筹怎么样了？
我这边已经满仓打入了，2号也 OK， 3号 OK。见50亿的空单已经尽数入场，苏北辰也不犹豫了，直接把20个亿的卖单砸了出去。本来好不容易企稳的股价再次被砸向深水，这一次散户开始恐慌了，没有资金敢继续接盘了，谁知道主力手里到底还有多少货？于是纷纷开始出逃，饶是一些利润后的散户也不例外，开始拼命往外逃跑。安娜踩踏时隔一周再次出现负 9%、负 12%、负 22%， 一笔又一笔的卖单出现，空单也是不断建仓，一面倒的局势出现，饶是再有钱的基金经理也顶不住疯狂的散户。收盘时，安娜跌幅已经来到了负 62%， 最后15分钟进入盘后竞价，跌幅还在继续，股价不停的跳动，直到彻底收盘，安娜的跌幅已经来到了惊人的负 82%。苏北辰起身伸了个懒腰，可算结束了，整整和安娜鏖战了2个星期，结果还算不错。预想中的收益应该是160个亿，扣除40个亿的融资贷款，到手120个亿。不过船大难掉头的缘故，导致到手收益只有110个亿，不过他也已经满足了。伸完懒腰的苏北辰发现一众交易员看自己的眼神就像看外星人一样。苏董，啥也不说了，我这辈子不佩服巴菲特，不佩服芒格，就佩服苏董您一人。其他几人表达的态度皆是如此。几人中午的时候已经听了自家总经理李博的解释，具体的也没有多说，只是告诉他们苏董在做多，能当上交易员的没几个是傻子。稍微思索片刻，加上几人一讨论，一下就明白了苏董的操作。紧接着又出现了下午的一幕，苏董一番操作下来，让本来亏损10亿的账户瞬间暴赚40个亿。截止收盘为止，所有账户的资金已经全部落袋为安。听着众人对自己的夸赞，苏北辰对此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过多说什么。因为时差的缘故，龙国晚上也就是米国周五白天的时间，各大银行机构开始工作，苏北辰顺势让李博直接把钱转汇国内来。星辰控股的90亿加上自己的110亿，整整200个亿的资金忽然转入国内，中行的银行系统第一时间就检测到了资金流动异常。中行深夜值班的马田林看着疯狂弹出的感叹号，丝毫不带犹豫，直接拨通了刘行长的电话。正准备跟老婆来个2人世界的刘行长被电话打断，刚准备批评下属，结果就听到电话里说有一笔200亿的资金从海外花旗投行赚了过来。本来气在心头的行长一听，瞬间被泼了盆冷水一样，刚挂完电话就穿上衣服收拾东西往外走。妻子也听出了电话里事情的重要性，嘱咐道晚上开车注意安全。刘行长点点头，亲了老婆一下，下楼掏出手机打给沪上总行行长。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支行行长能做决定的了。不过当总行行长得知收款账户是苏北辰和星辰控股的时候，直接让他别管了，属实给刘鹏整无语了。没办法，开车开到一半又掉头开了回去。第88章，你也不能让人家难堪吧。贴地的车轮飞速转动间，带起一股股劲风，旋起路面的落叶和残花，卷入到旁低矮的草丛中去。苏北辰驾驶着欧陆 GT 行驶在高架桥上，手机铃声打断正在播放的车载音乐。苏董最近有时间吗？音响里传来自己二叔苏天南的声音。当然有时间，苏巡视是有什么要事吗？自己二叔平常不会喊自己苏总，要么是小兔崽子，要么是北辰，旁边十有八九是有别的领导。是这样的，上京经济部那边来人了，想去星辰控股好好调研学习一番。苏北辰爽朗一笑道，当然没有问题，欢迎前来指导工作。约定好具体时间，挂断电话，苏北辰看着车流涌动的街道，他知道那么大一笔现金流入国内肯定会引起上面重视，但是没想到速度居然这么快。钱是5分钟前到的，电话是现在来的，所以说永远不要小瞧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啊。绿灯亮起，一台湛蓝色宾利消失在夜幕之中。相较于龙国的宁静，此刻樱花国算是炸开了锅。证券公司的电话几乎快被打爆了，而内阁之中所有官员都在跑来跑去。就在股市收盘后，一些签了长协的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直接给证监会和安娜打去电话，明显就是问责的态度。虽说安娜也是受害者，但是总归是自家股票出了问题，其他受害者可不管这么多，一起告上法庭就完事了。截止到现在为止，安娜和证监会、基金公司收到了起码不下数十万封起诉函，有些重仓安娜的基金经理更是失踪不见，有人说卷钱跑了，也有人说已经被沉在了东京湾。要知道，下午安娜的跳水不单单是让股民亏钱这么简单。首先，安娜千亿规模大股票跳水，拖动着整个大盘向下跳，收盘10日经指数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整整负 7%。而这一历史级现象，足以让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一遍被誉为避险资金的樱花国。现在内阁之中，所有官员都在跟自己背后的财团解释，试图挽留他们在日本的金融资产。不过，
无一例外，全部拒绝。资本就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狗一样，但凡有点好处，立马扑上来撕咬。当发现你身上的肉有味道的时候，他们跑地比谁都快。安田金三也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山内康司人呢？给我喊过来！他到底在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去护盘？”屋内的秘书任由安田金三在屋内怒吼，却站在原地不为所动。发泄完的安田金三看着往日里百依百顺的女秘书，居然没有执行自己的命令，顿时火气又涌了上来。三井秘书长，为什么不去执行我的命令？三井宇看着面前面目狰狞的男人，忽然咧嘴笑了一下。安田金三看到这一幕，彻底忍不住了，自己身为至高的统治者，居然被一个女人嘲笑，当即一拳挥了上去。三井宇也不避，直挺挺接下这一拳，瞬间鼻梁被打断，鲜血喷了出来。与此同时，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就见到一群穿着反恐服装的特战警察从门外涌入，一同进来的还有樱花国经济文部省大臣山内康司。安田金三往后退着，嘴里还不停大喊道：“你们干什么？知道这是哪里吗？你们没有理由抓我！”见几名特战队员停下脚步，安田金三以为自己话术起了效果。谁允许你们闯入我的办公室的？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是死罪，居然想袭击！没等他把话说完，只见梳着油光锃亮的中分头的山内康司缓缓走了过来。安田金三看到山内康司，瞬间明白了，主使十有八九是这家伙。山内康司，你这条狗居然想是主！要不是我当年拉你一把，你能有今天？山内康司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睛，从衣服内袋中掏出一张 A4 大小的纸张，展示在安田金三面前。安田金三阁下，您违反的各种罪名都在这上面记载着，您没有权利进行反抗、反驳。逮捕令已经通过议会下达下来，希望您能老老实实配合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安田金三看着面前盖满红章的纸质文书，满脸不敢相信，自己兢兢业业这么久，什么时候构成出卖樱花国安全罪了？山内康司向安田金三走近，附在耳边悄悄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新任驻日米军总司令的意思，你也不能让人家难堪吧？”安田金三听完这句话，又看到山内康司纸上赫然有个最大的钢印，上面写着的英文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他这次是彻底栽了。很快，安田金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这还是和平年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同时，新闻还通报了安田金三的13项罪名，个个拿出来都是直接判死刑的那种。这件事一爆出来，直接盖过了安奈一天跌幅82%的消息。毕竟比起这么劲爆的新闻来说，金融界那点可有可无的事情真的太不值一提。苏北辰也当了一次吃瓜群众，要知道这个事情在上辈子可是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自己重生回来导致的一些蝴蝶效应，改变了上辈子的历史进程。次日周六一早，苏北辰就早早起来，穿了一身正装。今天领导要来参观星辰控股以及旗下各家公司的运营情况。程思作为项目副经理，自然也是要跟苏北辰一起去公司接待上京来的领导，也穿了一身小西服，搭配上黑色小高跟，活脱脱都市丽人的感觉。苏北辰让李龙开上自己的第一辆车辉腾，送自己和程思去公司。今天上京经济部那边领导来说是来公司调研学习，实际上应该就是来谈自己口风。毕竟金融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大大小小都与民生相关。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拿苹果期货来说，如果华南下了场大雨，苹果收成可能不好，但是做金融期货本来炒的就是预期，金融公司给期货拉升到高价，到时候苹果卖的价格差不多就是期货收盘的水平。第89章振兴大 A。 因为是周六的缘故，并没有遇上所谓的早高峰，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来到了星辰控股。基层员工就没有让他们来了，周六又不开盘，他们来了总不能跟一众领导大眼瞪小眼吧。时间来到9点整，只见一辆考斯特缓缓驶入大厦的专用停车场。苏北辰带着一众高管早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车门缓缓打开，先是穿着一身中山装的华发老人走下车来。苏北辰见状连忙上去虚服，老人也随了他的意，紧接着就是苏天南下来。第一次见还真是给我吓一跳，没想到在国际视察叱咤风云的星辰控股，掌舵人居然这么年轻。李国华满带笑意的目光看向苏北辰，他早就听说了星辰控股的董事长很年轻，最初还以为是哪个大家族的二代出来历练，结果一调查发现居然是苏天南的侄子。听苏天南那小子说，你这都是白手起家啊。苏北辰闻言连忙谦虚道，都是侥幸，运气成分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哈哈，苏董还真跟传言一样谦虚啊，可我开网上什么单杀王校长的时候可是异常高调啊。听着李国华打趣的玩笑，苏北辰满头黑线，要是早知道不能靠着整活刷声望，他才不会开那场直播。现在好了，丢人丢到姥姥家了，饶是脸皮再厚的苏北辰，这会也恨不得挖个地方钻进去。看着一脸窘迫的苏北辰，李国华也不逗他了，
带着从上京来的领导班子，在苏北辰的指引下来到了星辰控股。正如苏北辰所说，选周六来参观，压根就不是来真的调研，而是来摸摸苏北辰的老底。20人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程思作为代表，在会议室的荧幕上展示了公司自创立以来的战绩。几名经济部的官员是没想到星辰控股这么实诚，真就是每笔钱怎么赚的都跟大家说得明明白白。因为很多金融公司的钱很多都是来路不正，尤其是外资企业，基本都是帮一些黑帮或者灰色交易的产业拾遗钱用的手段，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开。李国华看完之后也是满意地点点头。苏董，你这是把股市期货都当提款机了呀？不等苏北辰开口，李国华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关于之前的天南控股那次期货的事，我们几个老家伙一直没抽出空来跟你道谢，今天可算有机会了，谢谢你苏董。说罢就要给苏北辰鞠躬，其他随行人员马上也要鞠躬。苏北辰连忙站起来扶着，不让李国华躬下身。使不得啊，我也从中赚到了钱，这是双赢的事情，李部长真的使不得。老一辈的人真的是为了国家能更好发展，都已经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苏北辰说白了就是一个想发大财赚大钱的俗人，万万受不得。几人落座之后又是一番寒暄，李国华看时间差不多了，还是问出了心中所想的问题。苏董，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里有什么打算，或者说是发展方向？苏北辰沉思片刻后，组织好语言开口道，近期的目标是打算去大量买入 A 股优质白马股，从而护住跌幅这么久的股指，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振兴龙国股市，提升民族企业信心吧。李国华被苏北辰的觉悟给震惊到了，按理来说赚了那么大一笔钱之后，他这个年纪不都是应该好好享受生活才对吗？苏北辰看出来了一行官员眼中的不相信，继续开口道，我知道我说的话可能有些自大，不过我很希望能通过星辰控股来给 A 股带来一场牛市，让世界的投资者目光都投向我们。 A 股一直都被戏称为矮股，而那些龙国散户又被称为软脊柱动物，只要北向资金一买入，龙国散户就大喊牛市来了，纷纷跟着进场，指数会涨起来。而一旦北向资金今天卖出，那这群人就开始唱空，跟着人家一起卖，丝毫没有任何自己的主见。没看人家怎么说吗？价值投资在 A 股就是个笑话。李国华看着苏北辰认真的目光，顿时神情也严肃起来。我明白了，苏董，我相信你，国家会在你身后无条件支持你。李国华没有过多说什么，毕竟光表明决心还远远不够，看到行动落实了才算。众人在会议室又聊了一会，准备出去的时候，李国华让苏北辰单独留了下来。一同留下的还有苏天南和李国华的秘书。李国华神情比刚刚更加严肃，眉头也开始紧锁。这里没有外人了，苏董，我想问问你关于未来能源市场的看法。苏北辰知道这才是这次来的目的了，跟我刚刚想的一样，未来市场风格会更加趋近于优胜劣汰的局面，好的公司自然会越来越好，而那些不正规偷奸耍滑的企业迟早要倒闭。李国华摇摇头，苏董，你知道我说的能源是指什么？苏北辰叹了口气，他自然明白李老在问什么，能涉及到能源市场还让经济部二把手问出来的，自然指的就是工业血液石油。说实话，我觉得未来至少3年时间里，原油价格应该不足现在2/3，现在还远远不是原油的底。李国华来了兴趣，经济部的分析员给出的结论几乎都是现在可以大笔买入。能说说为什么吗？不瞒你说，很多分析员都在说现在已经是底部了，可以进场操作。苏北辰自顾自摇摇头，随后开口道，他们其实说得很对，如果按照以往的价格判断，此时油价确实是处于低位，很适合补仓介入。紧接着话音一转，但是有个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中东原油生产国和米国页岩油开采商之间的竞争。大家都觉得可能和以往一样，小打小闹就结束了，但是这次米国页岩油开采商据我了解可不是个善茬子，为了抢占市场破坏市场规矩，这种事情已经做了不止一次了。这次原油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再加上天气原因。天气？李国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李部长不觉得咱们北半球的气温比往年高出很多吗？第90章425国债事件。从今年年初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不难推断，今年冬天温度至少还要创新高，本来就是两家抢占市场的局面导致产能过剩，现在再叠加一个天气因素，李部长还觉得现在是底部吗？李国华听完苏北辰的推断，不由得点点头，其实上面也在这个地方纠结。按照往年米国的习性，应该只是放出来一个大的利空利好消息，效果也只是持续很小一段时间，随后油价又回到原来位置。不过如果这次米国页岩油开采商真的如苏北辰所说，那恐怕现在的油价还真的在半山腰。石油在国际地位中属于战略性资源，事关重大，上面不可能说只听苏北辰一面之词就改变原有的想法，这件事还是要好好考量一下。李国华见原油的事情问得差不多了，话题一转，苏董接下来打算振兴龙国股市，沪上的领导班子都很支持你，
上面也一定会鼎力相助。但是切记一点，一定不要犯原则性错误。提到沪上领导班子的时候，李国华下意识还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苏天南。苏北辰连忙点头，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做出格的事情，毕竟在国外搞乱他们股市可以，但是在 A 股肯定是不行。而为什么李国华会对自己说那后半句，苏北辰自然是心知肚明，还是因为之前的那次国债事件。那一天被称为龙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有些细节方面改一改，怕无了。97年2月，425国债产品市价在147到148龙国币左右波动。按照当时千国证券总经理何天明的预测，千国证券联合高发集团从2月20日开始大举做空，成为市场空头主力军。而龙国金开信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大举做多，从而两者变成对手盘。这种事情在国债或者期货中是再正常的不过。不过在同年3月份18日的晚上，龙国经济部发表红头文件公告，从4月开始发行年利率 15% 的凭证式国债，并将大幅贴息94年3年期国债。这个事情一出，千国和高发集团立马就意识到了自己这波判断出现错误。第二天大盘开市之后，果不其然，425国债以 149.5 的价格强势高开，高发公司直接 148.5 的价格割肉200万口空单。千国当时就被干懵逼了，这是谁的单子？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才明白自己这是被高发给背叛了。自家盟友顶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理念，忍痛割肉离场。但是要知道，空单平仓，价格肯定是疯狂拉升。在高发平仓之后，价格一路从149飙升150。千国总经理肯定不愿意低头认输啊，这可是20个亿的龙国币。要知道，在97年20亿都已经能顶上一些小国一年的 GDP 总值了。下午开盘，高发平掉手里最后的单子，同时反手做多5000万，425国债价格直接被推到了152的价格。千国账户上此时已经浮亏14个亿，基本上爆仓出局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千国证券总经理不死心找到自己好友，也是沪上交易所的总负责人。作为至交好友，因为在职位上不能明说你这次亏了，赶紧离场吧这种话，但是还是尽量提醒了千国总经理。结果人家说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到他那听成曹操挟公子来上青楼。有了好友的鼎力支持，千国总经理在收盘最后8分钟的时间里，直接孤注一掷挂出2070万口的空单，直接把152价格的国债干穿到146去。到收盘，千国账户上甚至还盈利10个亿。一些海外资金也是瞅准了机会，直接做空进场，吃了个盆满钵满。不过有个很致命的问题来了，那就是2070万口的空单保证金根本拿不出来，整整300个亿的保证金，千国交不出来。结果这是经济部那边也反应得很快，当即宣布国债425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千国总经理事后被抓，自己的至交好友也是丢了乌纱帽，一众与此次事件涉及的朝廷官员纷纷被拉下马。即使是前世对金融股一窍不通的苏北辰，对这件事也是略有耳闻。如今学的是金融，肯定对这事了解颇深。苏北辰再三保证后，李部长才带着自己的秘书走出星辰控股。送走一众领导后，苏北辰一屁股坐在公司沙发上。该说不说，李老的气场是真的太有压迫感了。要不是自己这段时间赚的200个亿给自己增加了信心，说不定在人家面前还真可能会有些失态。不过李老还真如学校里的一些教授所言，公私分明。看来自己当初没有选择收割 A 股韭菜和期货市场是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否则一个恶意操纵金融市场的罪名一扣下来，那自己的交易生涯算是彻底结束了。除非说换个国籍，在别的国家也可以继续做交易，但是苏北辰觉得真的没必要，老老实实遵纪守法做交易就行了。天哪，这孩子我觉得很不错，一心向着龙国，除了在龙国做了一笔500万的交易之后，直接扭头转战国际市场。苏天南听到自己侄子被夸，自然是满脸骄傲，不过嘴上还是谦虚道，都是苏北辰父母教育的好。李国华见苏天南这副模样，也是笑骂道，你就别在这给我整什么马虎眼了，骄傲2个字都快写你脸上了。星辰控股接下来的操作我会上报给上面，相信扶持的政策会很快下来，你这边注意对接一下就行。旋即脸色一正，神情严肃道，天南你也算是我半个徒弟了，原则性的错误我不希望再看到。我知道上交所的老徐跟你关系好，苏董也是你侄子，之前425国债的事情别再发生了。苏天南收起笑容，也是严肃道，425国债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会做好监督，请组织放心。第91章开始操作。时间转眼来到周一，苏北辰特意让星辰控股的交易员们多注册了几个炒股论坛的账户，想要让散户提起信心，还是需要一些炒股的大神人物。当一群散户来到论坛按摩，看到一些大佬的交割单，1个月翻倍的收益图，肯定第一时间想的是大佬带带我。放在后世可能十有八九是个骗子，但是放在现在而言，大家大多数都会信以为真。苏北辰让李博给自己收集一些之前公司的客户账户交易图，
专门挑了一些月收益很不错的账户发在论坛上，做法确实不道德。不过为了振兴龙国股民信心，上面也是给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也不算原则性错误，对吧？在周六日2天的宣传声下，已经有不少散户开始关注这些交易大神，粉丝数除去重叠的人数，几个账户加起来差不多10万之多。苏北辰特意创了许多粉丝群，让众人加了进来，不过全部都是全体禁言的状态。创群主要还是为了把每一笔交易都发出来，让那些摇摆不定的散户入场。现在整个 A 股都是一滩死水，根本就没有任何交易量。基金经理场外观望，金融机构也是无紧口袋，游资更不用说了，都是一群比猴子还精明的人。现在苏北辰能做的就是筛选出优质白马股，鼓励一部分长持的散户进场，同时再用一些资金去造妖股。没错，就是纯用资金堆起来的一个妖股，打出个股连扳高度，先带起来短线资金的市场，让整个市场交易量给放出来，再通过短线带动中线甚至长线，到最后就是把各大基金经理以及金融机构给一起拖下来。此时其中一个论坛账户的粉丝群里，交易陈哥，龙国马上开盘了，大家能相信陈哥，我很欣慰。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之前我半年内的收益图，根据我周6日的分析帖子，现在大盘处于一个低位区，一些优质的白马股 P 已经被打到了5以下，这已经是最好的进场机会，具体操作和交割单会在群里适时发图。同样的一幕在各个粉丝群里上演，星辰控股的交易员们手指根本没有停下来过，不停在群里发着差不多一样的消息。柴哲打字快，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聊天任务，转头看着正在努力扣字的同事们，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小声嘀咕道：所以我们这算是电信诈骗？苏北辰97的体质，五感早就异于常人，自然是把柴哲的话听进耳朵里。看着一群人低着头疯狂操作着2、3部手机的样子，还时不时发条语音进去，你还别说，看着真挺像那么回事。时间来到9点15分 ，A 股进入集合竞价。前5分钟，大盘的竞价果然一如既往的平静，根本没有任何交易的单子挂出来，甚至量能还比昨天缩了10%左右。时间来到9点21分，一些优质的白马股忽然开始异动，竞价买单开始疯狂挂出，价格也是被一点一点抬升上去。到9点25分，盘前集合竞价正式结束，此时大盘的资金量能居然是昨天的7倍之多，很多散户和游资都坐直了身子，看着炒股软件上 K 线的走势，大盘指数居然是红开，还是正 0.57%， 这对于资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特别是对于短线投机客来说，到了7倍量能加上大盘小幅高开，无疑不是一个入场信号。9点30分，大盘正式开盘，苏北辰直接开始下达交易指令，5两页挂单1000万，阶梯式入场，拉升股价，有大卖单的情况允许直接吞掉。9安医药挂单3000万，同样阶梯式入场，吸引短线客，看资金入场，差不多直接1亿单子封死涨停板。平安保险、太平洋、东方财富各挂2个亿单子进场扫货，太平洋扫货差不多直接封板，给市场信心。一道道交易指令很快下达下来，交易员手速也是极快，不停挂着买单。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10多只优质的白马股齐齐涨停，还有20多只小市值的优质股票直接封涨停板。市场情绪开始被慢慢打开，不少短线资金都开始入场，交易量更是对比昨天增长将近500亿左右。而苏北辰只是用了不到100亿的资金，就已经带动了500亿的市场，可想而知，散户的力量还是股市里的中流砥柱。赵轩作为一个忠实的 A 股散户，在炒股的3年里几乎是没有赚到过1分钱，甚至现在本金已经被腰斩了，但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在 A 股里徘徊，因为还是鸡汤喝多了，总是看了一些大佬的经历，几乎都是大起大落之后一日悟道，随后开始飞升之路。同理，他也觉得自己会像那些大佬一样，所以这2年的时间里，几乎天天都在研究股市交易的书籍，还会在炒股论坛上去观摩一些大佬的帖子。就在上周6日，他忽然发现了论坛上一个做短线的大神，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斩获了300%的收益，交割单和账户金额都放在了帖子上，瞬间就吸引了他的注意。特别是看了分析近期大 A 股市的走势帖子之后，更是申请加入粉丝群，秉着是骗子就退群的态度进来的他，今天看到了交易陈哥操作的所有交割单以及仓位详情，他这下开始有点相信了。太平洋这个股票他上周也是看了很久，分析了整整1张的 A4 纸，得出结论，现在确实是进场的好机会。在开盘竞价的时候，赵轩就直接全仓挂了进来，结果在中午收盘之前居然就已经收获了涨停。再回过头看陈哥发的帖子，忽然发现简直太完美了，很多都符合了标准，包括什么条件以及什么时间入场都在帖子上写得明明白白。如果按照分析的帖子，基本上是有手就行的，照着抄作业基本上就能赚钱。群里的其他人也有跟着抄作业的老实人，基本上都赚到钱，吃到涨停。这些人纷纷发了帖子，一时间论坛上全是股神。
第92章 LP 都给你找好了。赵恒经常混迹论坛，所以散户对他的 ID 倒是不陌生。中午收盘的时候，赵恒发了一条帖子，同时附带上了自己的交割单以及持仓情况。指数开始慢慢企稳，国家也发布了刺激股市的金融政策，虽然还是很多人怀疑目前根本不是底部。之前那场金融危机给大 A 打到了1600点的指数，让很多人都不再相信专家的话。我并不觉得会重蹈覆辙，因为这次政策对于股市的利好力度要比往年都要强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08年和现在的上市公司业绩问题。翻看08年那些白马股，说是白马股倒不如说是庄股，现在还活着的能有几个？基本都是资金做庄编造业绩造出来的白马股。上述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交易陈哥的帖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观摩一下。最后想说的就是此帖只是想表达一下个人观点，毕竟劝人空仓才是最良心的，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一篇长达1000多字的文章吸引到了不少人围观，特别是文章的最后附上了自己的交割单和持仓，更是让不少人都开始关注交易陈哥这个论坛账户。很快下午1点 A 股继续开盘，苏北辰该买的上午基本都买了，下午要做的就是防止北向资金砸盘。虽然不确定还有多少北向资金留存，但总归防一手肯定没问题。下午2点50分，五粮液封单开始逐渐变少，大卖单不断往外出，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苏北辰就觉得北向资金今天肯定不会让自己这么好过，连续将近2个亿的卖单直接砸开涨停板，继续补2个亿回封，达5个亿资金封板。五粮液再次封板，不过这次的封板资金变成了10个亿。苏北辰觉得十有八九是国家出手了，现在市场就是需要信心，不能上面一砸盘散户也跟着出，那基本上破板就等于被埋。其他个股同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砸盘，不过都在苏北辰的预料之内。该回封的板苏北辰都是配合国家大买单顶板，不过有些庄股见状想借着这股资金获利走人。对于这种股，苏北辰是一概不管，毕竟在论坛上什么股市庄股他就差给每个人发私信说了，如果还有散户买进去，那他只能自认倒霉。这些庄股借着国家的手出货，估计是蹦跶不久了，反正秋后算账肯定少不了这些庄家。下午3点整 A 股指数以正 1.64% 的涨幅收盘，同比上个交易日增量2400亿。苏北辰长出一口气，整个人躺在沙发上，不靠着系统，全凭自己来盯盘是真的累。今天收获不算好，毕竟是为了托底救市，整个账户算下来只有不到 2% 的收益。股市收盘后的论坛才是最热闹的，今天像是过年了一样，论坛里的用户基本上都赚到了钱，虽然或多或少，不过总归能看到收益了。星辰控股注册的那些大神账户发出的帖子底下，留言量比昨天暴增了好几倍。与之相对的，苏北辰的声望居然也涨幅了数十万，算上之前的传的一些，已经累计将近140万之多，距离半导体7纳米制程技术仅仅只剩60万了。就在苏北辰准备离开的时候，正好撞见了在外面忙了一天的李博。李博把手中文件递给苏北辰道：“苏董，基金牌照已经正式审批下来了。”苏北辰接过文件仔细看了起来，现在沪上办事效率这么高吗？这不主要还是苏董的关系在这边放着，再加上李老那边好像也给你做了担保人，这才能这么快批下来。李博忽然又想到了什么，掏出手机找到2个电话，直接粘贴复制给苏北辰。这是苏巡视推荐我们联系的 LP 投资人，电话已经发到苏董的微信上了。苏北辰掏出手机，2串电话，一个是中州信托的，另一个居然是自己的老熟人天南控股。人情社会，多条朋友多条路，看来这话真不假。手中文件确认无误之后，让李博开始拟定星辰控股基金的发行公告，自己得去找这2个 LP 谈谈。自己二叔都已经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自己再谈不下来，拿块豆腐直接撞死得了。很快电话接通，中州信托的副总负责人是一个中年人，因为双方都注重效率，那套虚了吧唧的东西直接舍弃了，对话就是直来直去，就事论事，很快就定下来了见面时间。而天南控股那边居然是华国锋的电话，华国锋一接通电话，对自己又是一通感谢，至于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更是什么条件都没有提，总归就是一句我们相信苏董，同样给了个时间，对方也是一口应下。要不是苏北辰见过华老爷子，说不定觉得对方可能是个骗子。苏北辰因为最近要高强度工作的原因，晚上是不打算教程思开车了。程思本来也在星辰控股工作，自然是知道苏北辰这几天的要事要紧，也没有对苏北辰做什么 UO 行为。一连3天过去，大盘从一开始5100亿的交易量直接扩大到8500亿的规模，指数更是开启狂飙模式，4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6%， 其中个股更是疯狂连涨停板，彻底把市场的短线情绪给打开，甚至有不少拿中线的散户都忍不住下场。在短线个股之中，其中有一只叫三生云的上市公司，自从周一涨停之后，一连3天都是顶死一字板，
不少散户都想排进去，不过封单量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散户周一晚上12点准时挂货，一连排了3天都没有进入这只股票。周四下午收盘，苏北辰跟几人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开着车离开公司。今天就是和2位 LP 约定好的日子，能谈下来多少管理费，就靠自己这张嘴皮子了。苏北辰一进约定好的咖啡店，就发现上次见过的天南控股董事长居然亲自来了。第93章，300亿私募基金签订。两人看到苏北辰，不由得站了起来。特别是华南锋见到了苏北辰，态度是热情不已。一旁中州信托的负责人廖强则更多的是惊讶。虽然总是听别人说星辰控股的董事长是个新起之秀，也知道年纪不大，特别年轻，但是真的见了之后，还是忍不住感慨：抱歉，华总、廖总，让各位久等了。两人连忙摆手表示自己也是才刚刚到，相互握了个手，3人便在包房落座。几人先是客套式寒暄了几句，等咖啡被端了上来，廖强先开口道：哎，对了，苏总，前几天看新闻，看到经济部2把手李部长带着一众领导班子特意来了咱们沪上学习调研，贵公司还上了新闻啊。廖强这是开始打探起来了，毕竟是个不小的交易，肯定是各方面都要弄清楚才能做出来评估。苏北辰也是实话实说，李老跟我约谈内容细节就不方便透露了，不过上面很支持星辰控股来创立基金，不然许可证也不会这么快申请下来。苏北辰顿了一下，忽然又似笑非笑的开口道：李老倒是警告我了一句，不要借着国家的好做出原则性的问题。廖强脸上笑容有些僵硬，他知道苏北辰后半句是说给自己听的。中州信托作为半民营性质的金融机构，自然手底下会在股市上有一些坐庄的资金，要不是自家董事会察觉到上面已经开始有些动作了，可能廖强今天也不会来找星辰控股。李老说的对，咱们这些混金融圈的不能借着国家的好在金融市场上做错误的事情。华南锋瞥了廖强一眼，他混迹实体和金融这么多年，自然是知道这里面的谁有多混。之所以他愿意当星辰控股的 LP 投资人，苏北辰就过自己算一个，其次就是星辰控股真的很能赚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狂揽200个亿，平均下来一天赚3个亿还多。虽然华南锋也隐隐约约知道星辰控股这200个亿里有很多通过不正当手法赚过来的钱，但是在这个纸醉金迷的金融圈子里，没有所谓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只有成功和失败，不管过程多么曲折精彩，那都不重要，只要结果是成功的，那你就是最正确的抉择。华南锋见廖强不开口说话了，不由一笑，哈哈，老廖也不用发愁，这不是苏董给我们一个重新洗牌入场的机会吗？确实如此，廖强让手下人去评估星辰控股的经营能力的时候，自己也看了一眼，结果被得到数据吓了一跳，再三确认后自己又亲自去评估了一番，得到的结果依然是2个月盈利上百亿。对星辰控股我肯定是100个放心，我都恨不得把我所有的钱交给苏董来打理。苏北辰对廖总的话那肯定是不相信，不过既然人家都说了，就顺着他讲的听就好。咱们也长话短说吧，廖总和华总这次来的心理预算大概是多少？苏北辰品了一口手中快见底的咖啡，微笑道。华南锋沉思了一下，天南控股闲置现金虽然不多，但是我考虑想要把期货市场的押金都给转移出来，全部交给星辰控股管理。一旁的廖强闻言，整个人都被惊住了。要知道天南控股是世界电解铝业龙头，如果真把国际期货市场的押金全部拿出来，那往少了说至少是几10个亿的现金。华南锋这等于把身家性命都交给星辰控股，如果星辰控股真的卷钱跑路，那天南控股分分钟破产清算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对面坐着的苏北辰虽然品着杯中最后一口咖啡，表面上看着十分淡定，实则内心慌的一笔。他也没想到天南控股这么有魄力。廖强可能不知道天南控股期货上的押金有多少钱，但苏北辰知道，少说100个亿得有了。华总真的想好了在星辰控股身上豪掷千金吗？苏北辰平淡的声音响起。华南锋闻言笑道，苏董之前救了天南控股一次，星辰控股于我而言是恩人，更何况苏董从来都不会输不是吗？苏北辰以前总是在书中看到的自信，这次终于在现实中见到。廖强这才反应过来，2个已经达成口头协议了，连忙开口道，苏董，我们中州信托这边出定资金80个亿，不过我觉得80不好听，不如再加20个亿，凑个整到100亿吧，苏董能接下吗？苏北辰耸耸肩，当然没问题，我胃口很大。3人见差不多了，直接叫来自己的随行律师。苏北辰让程思拿出之前拟定好的合同，递给2人随行律师确认无误之后，直接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署名。天南控股和中州信托这笔300亿的资金将会成为星辰控股私募基金的第一笔，其中的协议更是达到了100多条。不过最为重要的还是关于私募基金的封闭期限、违约协议以及红利分配。首先是封闭期限，整个私募基金的封闭时间设定为5年、10年、15年。5年之后才可以赎回初始本金的1/3，10年后可以赎回初始本金1/3，
第15年才可以全部赎回。同时在封闭期间，如果委托方单方面撤回资金，需要按照撤资金额的 35% 作为违约金补偿给受托方。最后一条红利分配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私募基金一旦开始盈利，则下一年结算日都要缴纳 20% 的红利收益费用。换句话就是你们投了300亿，我到明年4月结算的时候，我如果赚了100个亿，分红的时候，你们需要把100亿的 20%， 也就是20个亿作为分红收益费用给我。其次，每年管理费是管理资金的 3.5% 的费用，以及 1% 认购费用和赎回费用。三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一屋子律师花费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做完补充条款。互换合同后，廖强和华南锋起身和苏北辰一一握手，华南锋更是笑道：将来10多年的时间，我就靠吃星辰控股分红过日子了。苏北辰也是一脸笑意，华总、廖总，合作愉快。第94章，不妨了解一下 BTC 市场。整整300个亿的生意就在一间咖啡厅的包间里，用了1下午时间就谈了出来。当然肯定是没算上2家公司评估调研所花费的时间。晚上苏北辰留2人吃饭，不过2人刚签完合同，肯定要先回公司，所以不出意外婉拒了。苏北辰倒没觉得2人能留下来，毕竟都是上千亿市值公司的领导人，日理万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周五一早7点半左右，苏北辰就已经来到公司。不过李博和一个叫柴哲的交易员来得比他还早。苏北辰进到公司，2人都在专注干自己事情，自然谁都没有注意到。苏北辰绕到柴哲身后，柴哲笔记本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最近的财经新闻。只见柴哲一边细细观看，一边拿着手中的圆珠笔在身前的本子上做着笔记。柴哲忽然看到一条米国的财经新闻，点开发现名为科维纳的上市公司已经连续2个季度都是大幅亏损。高盛 Prime 都分析说，这家从事互联网产业的信息公司已经在退市边缘，希望投资者谨慎一些，并且明里暗里都在告诉大家，这家公司高盛和其他资本手里拿的都是空单。柴哲眉头紧锁起来，按华尔街的一贯作风来说，都告诉大家这个公司要退市了，应该会最后榨干这家公司仅剩的价值，使劲拉升一波才对。现在反而告诉大家，我是最大的空头，大家来跟我一起做空。柴哲又仔细扒了一下这家信息技术公司，发现确实如高盛资本所言，从今年开年开始，这家公司一直都是处于亏损状态。但是按照资本的一贯作风，赚钱的事情是肯定不可能告诉你，能告诉你的都是准备好让你接盘了。柴哲双臂抱胸，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市值只有2个亿美元左右快退市的公司，会让米国这些大资本这么重视。正在思索之际，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不妨了解一下 BTC 虚拟货币。柴哲一回头就看见苏北辰一脸笑意看着自己。柴哲连忙起身：不好意思，苏董，刚刚想得太入迷了，没有注意到您进来了。苏北辰摆摆手表示没事，指着桌上写的密密麻麻的本子：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做一些金融市场的分析。柴哲忽然发现自己放在桌子上的记事本还没有收起来，顿时老脸一红。我这瞎胡写的，没事喜欢乱分析自己写玩玩。自己写国际市场的分析记录被自家老板发现，就有种小学写日记被家长翻看的感觉。而且自己老板在金融市场这么厉害，自己这真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苏北辰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他多关注一家公司行业内的新闻，拍了拍柴哲肩膀就去董事长办公室了。多关注一家公司行业内的新闻，柴哲小声重复着苏北辰刚刚对自己说的话。其实苏北辰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跟柴哲想法是差不多的，肯定也会觉得这条新闻很矛盾，但是又挑不出来任何毛病。毕竟业绩实打实在那放着亏损，从去年的营收情况来看，科维纳这家公司就已经越来越差，今年年报业绩一出，退市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资本告诉大家做空确实是没有错的，但是苏北辰有上帝视角，自然想起来了这家公司未来的走势。说实话，要不是今天看见柴哲搜索这家公司的简介，自己10有8九也不会突然想起来，就是这家濒临退市的公司后世创造出了一种加密货币，而人尽皆知。现在看它的名字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后世里这家公司以 ETF、以太坊、虚拟货币名声大噪。虽然知道在21年左右 BTC 都已经被炒到6万美元一个，但是苏北辰认为现在还不是布局虚拟货币的时候。现在 BTC 一个的价格在380美元左右，如果现在买了，基本上到时候就是翻200倍的存在。金融行业有本重生宝典，穿到04买茅台，穿到08买地产，穿到15无脑梭哈 BTC， 然后吃康喝西5年，直接翻身做富翁。不过现在买 BTC 说实话很不安全，要知道这玩意儿在19年都有失窃的可能，更何况在15年。苏北辰打算等到16年初，一家正式加密货币平台上市之后再开始布局 BTC 市场。反正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年底 BTC 货币就要宣布被黑客破解并且失窃了，紧接着就是跳水低迷期，那时候科维纳正好完成并购重组，
正是大举入场的好时机。不过现在还是要把国内布局完成，顺便把主线任务给刷了。该说不说 ，LP 这笔资金就像及时雨，连续拉升这么多天，苏北辰手头资金只剩30多个亿，想要彻底打开 A 股市场情绪，至少还要200多个亿。昨天周四大 A 的兑现日，因为 A 股卖出持仓股票后，想要提现必须第2天才可以，所以一般很多资金都选择在周4卖出，都扛住了，周5就可以平缓一点拉升了，拉太急反倒对下周一的预期不好。上午9点，大 A 正式开盘，个股三生云的封单依然是14个亿的买单封死，不过这次苏北辰只出了5个亿资金顶板，相当于剩下9个亿都是散户或者机构在顶。苏北辰笑道：“看来大家都想让市场动起来啊！一滩死水的股市里，谁都挣不到钱，都想着找一个个股打开连扳高度。现在三生云很符合标准，大家自然都去顶板做接力。更何况现在利好更是源源不断发出来，连续4天的涨幅彻底带动了股民们的热情。现在苏北辰要做的就是把这把火烧得再旺一些。今天重点拉升权重个股，短线股可以适当补资金稳住 K 线，不需要硬封涨停。苏北辰开始下达今天的指令，重点还是消费里的白酒，其次重点关注一下互联网相关的权重股，特别是巡游科技、众文在线这2个个股，如果有异动拉升涨停，第一时间给他们助攻。第95章加速上市。截止上午收盘，大盘涨幅来到 1.2%， 其中巡游科技和众文在线纷纷收获涨停板，而白酒板块整体涨幅高达 4%， 一个白酒估计就给指数贡献了 0.6% 左右的涨幅。今天倒是没怎么动用账户资金，仅只花了20个亿左右的量，主要原因还是苏北辰注意到北向资金疯狂买入，就没让交易员挂太多买单。北向资金于 A 股而言，风险和收益都是相对的，带来收益的同时，还要考虑什么时候他们跑路的风险。就比如这周5疯狂买入，也许下周一可能就开始砸盘走人，所以苏北辰打算等北向跑路的时候再出手把大盘稳住。中午苏北辰吃完饭，躺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正打算眯一会，就听到敲门的声音：“请进。”推开的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项目经理兼职董秘的程思。自从让程思负责抖音融资项目之后，苏北辰觉得用着他异常顺手，干脆直接让他当自己秘书好了。毕竟有句话说得好，有事秘书干，没事干。一身 OL 制服搭配高跟金丝眼镜的程思，手上拿着厚厚一大叠文件，放在苏北辰的办公桌上。苏董，抖音那边已经准备进行新一轮融资了，不过这次是以按标的形式，融资 15% 左右的股份。苏北辰点了个头，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不过手却开始不老实起来。程思被吓了一跳，连忙看了一眼门口，确认没人之后才松了口气。苏北辰大手开始愈发过分起来，一把程思抱了过来，放在大腿上。几分钟过后，苏北辰似乎是觉得不太过瘾，于是悄悄在程思耳边低语道：“去把门反锁着。”距离下午开盘还有10分钟的时候，神清气爽的苏北辰终于出现在交易室里。果然高强度的工作总是需要临时解压一番，才能达到更好的工作状态。苏北辰心里想着，华尔街之狼果然撑不起我。很快下午大盘正式开盘，除了一些庄股之外，苏北辰又打了几个小市值个股的涨停板，都是 PE 值非常不错的个股，成长潜力也十分突出。直到收盘为止，大盘涨幅 1.6%， 全天交易量已经来到10323亿，交易量成功破万亿。5个交易日大 A 涨幅达到 9.2%， 距离 15% 还剩 6% 的涨幅，看来这次主线任务是稳了。5个交易日下来，账户资金浮盈 11%， 虽然有部分持仓个股是处于亏损状态，不过丝毫不影响总体的盈利能力。要知道以前苏北辰虽然动辄都是 100% 的浮盈，但是资金也就20亿左右，即使浮盈 100%也是翻倍赚20个亿，而现在虽然浮盈 11%， 可是总体资金量可是200个亿左右，算下来差不多赚22个亿，对比下来甚至还要多赚不少钱。星辰控股现在就要开始改变策略，从短线投机转换成价值投资，毕竟上面已经注意到自己了，再去搞那套短线影响不太好。等这边资金安稳下来之后，苏北辰打算用一部分小资金在海外继续打野，毕竟系统的股市探测仪收割韭菜是真的舒服。苏北辰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程思中午给自己的资料，抖音这轮融资邀请的 VC 倒是不少，讯腾、阿里、高盛、红杉，基本上国内国外的投资巨头都被邀请了过来。苏北辰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抖音这手玩的确实聪明，按标竞价，实则还是给自家公司这次融资金额给提上去。至于几家会不会联合起压低价格，苏北辰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可能。又不是穿一条裤子，凭什么跟你一起压低价格？再退一万步说，真要和你一起按标压低价格，万一里面出来一个老六，直接出高价把股份打包了，那几家才是没地方哭去了。自己没记错的话，抖音在2016年 D 轮融资上一共获得了10亿美元左右的融资，占总股份 10%。
公司估值110亿。而在去年6月份 ，C 轮融资才仅仅1个亿美元，估值5亿美元。在历史的进程上，实际是没有15年这次融资，因为苏北辰的缘故，相当于提前催化出来了 D 轮融资。如果这么看的话，苏北辰觉得自己有把握把这 15% 的融资额度全给吃掉。由于抖音目前还没有完成封测上市，所以基本上就等同于画大饼。不过又因为是字节挑动旗下的产品，所以那些风投公司基本下意识就把抖音估值和旗下其他产品绑定在一起，所以取个中间值来估计，大概这轮融资最多不会超过5个亿美元。苏北辰转动的圆珠笔停了下来，直接在纸上写下报价金额。既然如此，直接就按照16年的融资价格来出价，10亿美元把这次抖音 15% 的股份全吃下来。实际上确实如苏北辰所想，几家风投公司接到邀请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找了专业的评估团队对这次 D 轮融资进行评估，得出来的结果中，最高的融资额度才4亿8千万左右。主要还是没上市又进行一轮融资，之前1个亿美元这么快烧完，让很多投行不得不对抖音重新评估一次。苏北辰找到王校长和麦超的微讯，直接约了2个人在老地方玉香院见。这轮融资过后，抖音估计会推进上市的时间，由原来的16年变成15年底左右上市。其实要说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苏北辰这波星辰科技发布的星辰助手软件的影响。B 站靠着各大 UP 主用星辰助手整活，硬是给平台吸引了不少流量，日活量直接提升了 40% 左右。其他视频平台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纷纷开始效仿。不过效果自然是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好。这次抖音平台加速上市，对于苏北辰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星辰娱乐目前一直在拿着苏北辰给的素材和剧本练手，各个分区的网红都在积极准备，等着短视频平台上线。第96章，过段时间再去体验一下外国韭菜。陈哥看到苏北辰推门走了进来，两人都起身相迎。苏北辰这次倒是没管他们，自顾自拿起桌上的饮料，扭开一口气炫了大半瓶。TMD， 这个天怎么越来越热了？因为玉香院停车场车位停满的缘故，李龙找了个距离大概700米左右的收费停车位，结果短短几步路的距离就给苏北辰热得满头大汗。王校长一听，更是一副感同身受的感觉。这几年回国过得太滋润，整个人都比原来胖了不少，天气一热，身上的汗止不住的往外流。抱怨了一会后，就让服务员开始上菜。三人酒过3巡之后，苏北辰开始聊到正经话题。麦超、星辰娱乐的一些短视频可以准备正式开拍了，不出意外的话，短视频网站估摸着在年底就要正式上线了。麦超放下手中酒杯，面色也严肃起来道，基本上大家已经适应了这种短视频风格，在快手和其他短视频平台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苏北辰点了点头，又出声问道，之前让你重点关注的几个网红表现得怎么样？麦超闻言立马兴奋道，不是我说陈哥，你找那几个网红都是最先进入状态的，尤其是那个叫李佳琦的网红，他拍出来的视频在 B 站上发出之后，收获了不少女粉。麦超继续道，不仅如此，他推荐的好多家化妆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很多品牌方甚至都开始开出高价让他出一期视频。苏北辰对此并没有什么惊讶，要知道在几年后的直播带货中，一晚上怒卖好几亿也是常有的事情。等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市后，前期重点放在引流上面，至于广告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去接。麦超点头表示同意，毕竟还没火就开始接广告，掉价不说，费用往往也会被压得很低。苏北辰看了一眼老老实实坐在旁边的王校长，今天居然一反常态，就坐在位置上听2个人讲话，要放到之前怎么都得插2句嘴。校长这是又失恋了？王校长摇摇头开口道，那倒没有，只要我换得够快，我就不会失恋。苏北辰，那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感觉有点奇怪啊。王校长看了一眼在一旁的麦超，发现这家伙也在东张西望，根本不看自己。妈的，真是猪队友！王校长心里暗骂了一句。陈哥，我们这不是听说你创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吗？你看。得，苏北辰知道俩人肚子里憋什么屁了。只见王校长继续说道，我这不是看能不能把钱也投进去，让陈哥帮忙打理打理。苏北辰闻言直接拒绝了王校长，并且开口解释了一番。校长，我不建议你去把钱投到我的私募基金里面，不是不想带你赚钱，而是我这个私募基金的性质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第一，我私募资金手里拿的票几乎都是长线不说，很多周期性的东西1年2年根本出不了结果。第二就是协议问题，估计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天南和中州信托跟我签的合同里都是5年起才能赎回1/3本金，15年才可以把钱全部取完。说实话，不是我看不上你们那点钱，而是没必要。假设存了几个亿进来，甚至可能15年后还没有你们赚得多。王校长本来被拒绝有些不怎么开心，不过听完苏北辰一通分析之后，发现好像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只听苏北辰话音一转，不过过段时间
我打算去体验体验国外的金融市场。王校长闻言直接激动起来。要知道，苏北辰2个月狂赚200亿，基本都是从国际市场上抢过来的。本以为回归了大 A 的怀抱，没想到人家只是来歇息一下。陈哥，你说个数，我来出钱，说多少都给你拿出来。上次看方圆海吃到甜头的王校长，自然是对苏北辰的赚钱能力信服。前段时间更是联手唐纳德财团，直接把樱花国股市给玩到报废。苏北辰被校长这副猴急的样子逗乐了，当然是多多益善了。麦超一脸期待看着苏北辰，还没等他开口，就听苏北辰道：“自家兄弟都有份，少不了谁的放心吧。”饭局最后，王校长和麦超2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苏北辰也陪着2人喝了不少酒。反正明天周6没什么事，把2人送上车后，自己也在李龙的搀扶下上了车。李龙开口询问道：“老板，去哪个？”苏北辰瘫坐在后座的太空椅上，呼出一口酒气：“随便选一个。”李龙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准备再问一问，就见自家老板已经闭上眼睛了。李龙把车开到静安天域，马上打开车门，搀扶着苏北辰。此时苏北辰已经开始有些意识模糊，这20年的茅台配着黄酒劲是真的大。李龙好不容易把苏北辰扶到家里，跟程思交接完之后，没有多留，直接关门离开。苏北辰隐隐约约瞥见身着居家睡衣的程思，睡衣下面居然暗藏玄机，看来今天给自己发微讯问自己回不回家，果然是有备而来。可惜现在酒劲上来了，苏北辰只想倒头睡觉，一点都提不起来兴趣来。那些酒后乱 sing 的故事果然骗人。第二天一早起来，苏北辰没有之前喝醉的宿醉感，好酒喝多了，第二天起来头果然不痛啊。当然了，洋酒除外，那玩意儿喝多了，第二天起来还得吐一次。一旁的程思也是早早就起来给自己准备了早饭，简单洗漱完之后，迅速把桌上的早餐全部风卷残云的炫干净。因为斗鹰的暗标融资在下周6的原因，程思打算明天就出发去上京一趟，今天打算买一些出门需要的东西。苏北辰自然是陪同着一起来购物中心消费。到了商场，程思看到一家新开业的美妆品店，直接拉着苏北辰一起进去逛一逛。店里不少年轻的女生三三两两一起，是不是发出夸赞的声音？苏北辰正在欣赏美色之际，忽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学弟，你怎么也在这？”第97章，这僚机简直比吕子乔都给力。学弟，你怎么也在这？苏北辰闻言，转头就看见赵一诺和另一个女生走进店里。程思一直跟在苏北辰身边，自然也注意到了赵一诺。现场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程思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等苏北辰询问，直接开口道：“这是你同学吗？不跟表姐介绍介绍？”表姐。还没等赵一诺仔细打量一眼程思，就被苏北辰一把赵一诺拉了过来。这位是我大学学姐赵一诺，关系比较不错。这位是我远房表姐程思。表姐好。赵一诺小脸有些微红，这算是见家长了。虽然初次见面，但是经常听苏北辰提起你。程思意味深长地看了苏北辰一眼，笑道：“总是夸你长得好看，今天总算见到本人，确实像个大明星。”赵一诺没想到苏北辰居然背地里一直夸自己好看，本来就有些泛红的脸庞顿时就像火烧云般红透了起来，连带着耳根也悄悄红了起来。程思见差不多了，也没有继续调戏赵一诺，见两人也是来逛新开的美妆店，干脆直接邀请两人一起逛街。想象中的修罗场并没有发生，苏北辰微微松了口气。不过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影响什么，无他就是兜里钱多，但是今天可能会不顺心罢了。女人有了共同话题，很快就聊成一片。赵一诺和程思很快熟络起来，并且还时不时居然给苏北辰打一些助攻，拉升了不少苏北辰在赵一诺心中的好感。鉴于程思这个僚机出色的发挥，苏北辰直接不动声色给程思微信上赚了20万，这僚机简直比吕子乔都给力。下午逛到爱马仕，更是给程思和赵一诺两人一人买了一个价值20多万 Birkin 白金包。吃完晚饭，给李龙打了个电话，让他开着商务车来接一趟自己。今天苏北辰出来开的是2座跑车法拉利，赵一诺主要还认识，谨慎点总归没错。法拉利就委托商场工作人员给开到小区下停着。送走赵一诺和他朋友后，除去司机李龙外，车上只剩苏北辰和程思2人。说吧，想要什么奖励？程思故作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道：“什么奖励？你不是已经给我转过钱了吗？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都不要？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程思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苏北辰，身为正宫帮你纳妾不是很正常吗？苏北辰闻言笑道：“让我享受帝王般的待遇是吧？”程思闻言又楚楚可怜小声道：“人家这不是打不过你，想找个帮手吗？妈的，这小妖精越来越 S 了。”苏北辰决定了，今天晚上就给他正法了，免得出来祸害人间。我重生之降妖除魔大师。转眼来到周一早上9点半，
大 A 今天的开盘倒是一个平稳开局，涨幅 0.16%。苏北辰打算开始调整一下短线仓位，一些套利票打算今天全部清掉，资金打算都来干到业绩股里面。现在的大 A 太过于畸形，一些垃圾股因为一个飘忽不定的消息都能被炒成妖股，而一些实打实业绩好的良心股却得不到资金的青睐。苏北辰知道这样去做，虽然也会把指数给拉升起来，但是那些短线投机客会很难受。没有资金去顶板接力，短线资金会一直踏空，很可能影响到那些想着靠做短线赚钱散户的情绪。但是为了未来大 A 能有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只能从现在开始慢慢影响。一个股市想要一直涨牛，除了要吸引投资者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剔除一些垃圾股，尤其是连年亏损又没有任何科技贡献的金融股。这种股票存在的意义估摸着就是炒作割韭菜。三生云今天可能会有资金板上出货，时刻监控着，如果出货直接跟他们涨停板上打换手出来。苏董，三生云已经发布了减持声明。没关系，我给你单独调过来10个亿资金，二级市场减持多少我吃多少。苏北辰自然是知道三生云发的减持声明，现在市值38个亿的三生云自己手里已经持仓 4.33%， 也就是 1.7个亿左右。这次三生云第二大股东发布减持 3% 的股份，也不过就1个多亿的资金，苏北辰给的10亿完全够吃下来。三生云开盘果不其然，涨停板上的封单在逐步减少，9亿、7.34亿、4.88亿，封单资金只剩 0.2亿的时候，一笔 1.2亿的卖单直接砸开了涨停板。不过随即又被10亿资金直接封死，紧接着又是一大波板上卖单，直接把涨停板的资金砸到7个亿。开盘仅仅5分钟的时间，三生云的换手率就高达 31%， 成交额达到12个亿。苏董，我们好像要去证监会举牌了。苏北辰点头道，我已经让程思做好书类文件了，等收盘之后就去证监会提交手续。苏董是打算借壳上市吧？刚忙完融资意向项目公司的李博刚进交易室就听见要举牌的事情。其实李博看到苏北辰最开始做首版三生云的时候，就调查了一下这家公司。三生云是一家南方的纺织企业，09年的时候选择在沪上交易所上市， P/E 值一直稳定在20左右，年净利润差不多1个亿左右。不过近年来业绩下滑特别严重，由于环保问题导致企业一直出入不敷，去年净利润一度被压缩到只有800万左右。这么总体看下来，三生云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亮点，缺点现在倒是有几个，不过唯一值得注意的优点就是股本小。公司股东构成也比较简单，董事会一共就4个人，还有1个人在去年已经完成了全数减持，相当于目前只有3个股东。作为壳公司，股本越小股价越高，自然对借壳的公司来说肯定是最好的。不过看苏北辰的操作，这是打算鲸吞了三生云股份之后，直接安排2家公司并购重组了。第98章，三生云。云城郊区某工业园区里，陈大军脸色复杂，坐在略显老旧的办公室座椅上。陈大军自从上周就发现了自家股票一个劲上涨，这可把他给激动坏了。本来就20个亿估值都不到的公司，硬是被拉升到30多个亿，自己手里的股票也跟着一起涨上去。不过这还没来得及去申请减持，环保部门的人又查上门了。上半年才换的机器又被说不合格，一张80万的罚单直接开了过来。自己之前明明让公司供应部部长去采购了符合环保标准的机器，他就想不明白什么有问题，去找了执法人员一番理论，结果人家没好气跟自己说别想着把里面零配件换了糊弄自己。陈大军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不过也许是这次执法的人员心情好，特意还跟他提了一嘴，说你家这个机器就是打着环保机器的外壳，用着不达标的配置。平常一心只负责销售和公关的陈大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让小舅子给坑了。平常看在自己老婆面子上，一直都待自己小舅子刘家乐不薄。之前中专毕业的刘家乐天天无所事事，自己老婆求到自己头上，陈大军出于信任给他安排了一个采购的工作。这几年看他干得不错，一步步又给提到了供应部副部长的位置。结果这可倒好，居然开始买一些二手破机器，开始糊弄自己。陈大军气冲冲的直接去了公司供应部，结果刚推开门就看见供应部的一个女员工正坐在刘家乐的大腿上，而他的右手也在女员工身上不停揩油。刘家乐被推门而入的陈大军吓了一跳，女员工也连忙站起来。上班时间你在干什么？陈大军气不打一处来，怒喝一声。刘家乐看着生气涨红脸的陈大军倒是没什么感觉，而一旁的女员工被吓得不行。陈大军指着那名女员工愤怒道，你先出去，等一会再说你的问题。等女员工走出办公室带上门后，刘家乐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包中华，一脸笑意的讨好陈大军，来姐夫抽根烟消消气。陈大军气急反笑，哎呦，都抽上中华了，看来没少吃回扣啊。刘家乐闻言笑容瞬间僵住，姐夫你说什么呢？什么回扣啊？装，接着装啊，
要不是人家执法人员今天正好被我撞到，告诉我罚款原因，我还真一直被蒙在鼓里。陈大军见刘家乐不说话，皱着眉头叹息道：“刘家乐呀，刘家乐，你要我怎么说你？要不是你姐，你现在混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你现在又在这个地方给我耍马虎眼是吗？我刚刚去了一趟财务，查了一番，发现凡是你采购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半年就得出点问题。之前那次机器事故，硬生生导致公司货物没交上，亏损2000万。原来问题是出在你这呀。”刘家乐头一直低着，听着陈大军对自己的说教，心想着反正有自己姐在，这傻老汉最后也只能说说自己，听听忍忍就过去了。陈大军说到最后也不管刘家乐有没有听，直接撂了一句：“等警察来了，再让他们慢慢教育你吧。”刘家乐猛地抬起头：“姐夫，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咱们自家人的事情怎么还要报警来处理？”而陈大军则是头也不回摔门而去。刘家乐这下急了，直接夺门追了出去。不过一路上不管怎么说，陈大军都没有理会自己，到办公室直接就把门给反锁了起来。刘家乐拍了半天也没开，气得他一脚踹了上去。紧接着就听见场外传来警车嗡鸣的声音，刘家乐顿时就慌了起来，破口大骂道：“操，这老不死的还真 TM 报警了！不行，我得赶紧给我姐打电话。”警察最后还是带走了刘家乐，陈大军也被一同带去做笔录。当刘家欢接到自己弟弟电话的时候，整个人都蒙圈了，居然被自己老头报警给抓起来了。连忙给陈大军打过去电话，发现并没有人接通，刘家乐的电话也是无人接通的状态。去了厂里才知道，两人都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去了。当刘家欢赶到派出所，见到铁窗后的弟弟的时候，两眼直接开始飙泪起来。警察同志，我弟弟他肯定是被误会了，他还是三生云公司的部长，三生云知道吧？警察同志，就是之前上过。还没等刘家欢说完，警察直接打断了他：“女士，请您保持安静，如果真的是被误会，我们一定会还刘家乐先生一个清白，现在还在调查审讯期间，请您回避一下。”刘家欢知道这里不是撒泼打滚的地方，只好听从警察安排在门外的长椅上坐着。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旁笔录室的门被打开，陈大军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刘家欢直接冲了上去，拉住陈大军的胳膊：“大军，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家乐给抓进去了啊？”陈大军看着这个平常对他百依百顺的女人，一把握住他搭在自己胳膊上的手：“家欢，你这个弟弟他仗着我对他的好，已经在公司胡作非为这么多年，每次都说改，结果呢，好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犯老毛病。”陈大军摘下眼镜，揉了揉两眼中间眼角，叹了口气，继续开口道：“这次你弟弟都已经开始私下吃回扣，挪用公款了，下次呢？下次是不是直接把我这个董事长的股份都给抢了呀？”刘家欢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弟弟居然敢挪用公款，不过自己老刘家就这一个独苗，来之前自己爹妈都再三强调了，必须不能让家乐留下案底。大军，你就看在咱爸妈的面子上，放过他这一次吧，以后不让他在公司干了好不好？他真的知道错了。陈大军把自己媳妇手给掰开，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别再劝我了，就得让他在里面老老实实接受教育，必须得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第99章举牌三生云。陈大军话说完，头也不回走出派出所。下午3点，大 A 以0.91%的涨幅正式收盘，账户浮盈已经来到了19个点，净利润40个亿左右。其中涨幅最高的板块当属互联网软件和白酒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板块，今天收获了整整11个涨停，整个板块涨幅达到了7%。个股方面，目前市场最高板三生云截止到周一为止收获6连板，股价涨幅达到82%。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周一龙虎榜榜单正式更新，三生云6天6板，人气是排在整个榜单首个。我去，这买一机构是哪一家啊？今天买了3个亿的货，今天第一次破板割了，就吃了2个板，现在后悔死了。马一今天买这么多，估计马上要举牌了，到时候就知道是哪个大佬了。就跟散户们讨论的一样，星辰控股此时正在沪上交易所准备进行举牌申请。当天晚上，三生云发布重要通告。公司公告，星辰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及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合计买入公司310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星辰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这条公告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彻底引爆了股市各大论坛软件上的散户。星辰控股难道是星辰科技的母公司？这不得起飞吗？兄弟们别说了，我已经准备隔夜挂涨停板的单子了。我买它不涨，我卖它起飞，玩你妈！三生云的热度算是彻底发酵出来，论坛铺天盖地，基本上都是关于三生云的帖子。有些机构和游资更是连夜分析起来星辰控股举牌三生云的意义。星辰控股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去举牌一家公司的股票，不管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都要给我挖出来。一名市场分析部的部长开始下达任务：部长，
有没有可能星辰控股想借壳上市，或者说并购重组上市？市场分析部部长没有否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尽可能把各种可能性都记录下来。这一夜，无数金融人都因为星辰控股的举牌彻夜未眠。三生云公司内也是忙得一团糟。自从陈大军把自己小舅子整进去之后，整个公司里人人自危，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屁股会多干净，都害怕被这个平时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董事长秋后算账。所以说，你们这些财务都是吃干饭的吗？陈大军直接把面前的账单明细给摔到地上。这几年资金对不上，你们还瞒而不报，要你们财务是干什么吃的？陈大军这是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自己吓一跳。公司整个账面在这3年里出现的资金缺口居然达到了3500万之多。这些钱去了哪？陈大军一问财务三不知，这可把他气得够呛。陈大军一通发泄完之后，把办公室里的人都轰了出去，自己坐在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叼在嘴里。为什么曾经如此辉煌的公司，却在今天落了个这个下场？陈大军当年年轻的时候，跟着自己二叔一起外出打工，在大城市的外资纺织厂干了几年，学了点技术。后来回村里了，便靠着自己学到的本领，带着村里的族人干起了小作坊。结果后来小作坊越做越大，最后慢慢变成纺织厂，再到后来赶上政策扶持，直接在沪上交易所上市。当年还是个小纺织厂的时候，大家什么事都团结一致，力都往一处使，连年的利润都有上千万分红。但是自从上市之后，好像这一切都变了。陈大军把手里的烟按到插满烟头的烟灰缸内，沉沉叹了口气后，拿起桌上电话给副总经理拨了回去。电话刚响2声就被接通。陈总，您消消气，沪上交易所那边打过来电话了，说有机构对咱们公司举牌了，目前已经持仓 13% 了。陈大军听完只是回了个便挂断了电话，再度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吸了一口。他觉得自己真的累了，让副总经理把星辰控股的联系方式给自己。而苏北辰此时正坐在雷克萨斯商务车上，沉浸在开箱中，攒了差不多20个宝箱，希望能来点道具之类的东西，现金保底他是真的抽够了。苏北辰深吸一口气，直接点击宝箱10连，直接一道光闪过，毛都没有，全是现金。很好，稳定发挥。满脸黑线，苏北辰也不墨迹了，直接再点向最后一发10连，还没来得及看结果，就被口袋里的手机震动声惊醒。来电号码是个来自云城的陌生电话。苏北辰想了想，还是接通了。只听电话里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你好，苏董，这么晚了，冒昧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我是三生云的董事长陈大军，不知道苏董现在有没有时间能谈一谈？”苏北辰本以为三生云的董事长会打电话过来质问自己一顿，没想到居然态度这么好。当然没问题，陈董，我这本来想等一会到家就打电话过去，没想到陈董居然先打了过来。关于贵公司举牌三生云的事情，我已经了解差不多了，咱们直接一点。苏董的意思是？陈大军客套了2句，直接单刀直入主题。陈董，我打算并购掉三生云，之后再借壳上市。苏北辰也不藏着掖着玩套路，直截了当告诉对方自己目的。电话那头闻言开始沉默起来，苏北辰也没有说话。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陈大军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开口道：“苏董打算以多少价格来购买我手上剩下的股权？就按照2级市场价格交易，当然能折价直接进行大宗交易更好。”苏董这是不信任我的意思吗？陈大军眉头皱了起来，旋即又叹了口气垮了下来。公司股东就3个人，第2股东已经减持，只剩下1%都没有，剩下的都在我和我老婆手里。苏董直接收购三生云就好了。第100章人才招募卡2级。苏北辰跟陈大军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以及具体股份转让工作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苏北辰真没想到收购三生云会这么顺利。按理来说，这时候三生云不应该狮子开个口，自己再慢慢往下砍才对吗？结果这倒好，开口直接问你要不要公司，甚至还打算给你折个价卖给你。苏北辰笑着摇摇头，重生之后自己这气运该说不说是真的好，先是金手指，接着前世记忆，豪车豪宅美女半身，妥妥活成了前世神豪小说的模样。刚刚被陈大军的电话打开，自己开箱，结果还没来得及看，念头一沉，系统界面浮现出来，直接10连的物品赫然出现在蓝色荧幕上。现金，现金，现金，人脉卡，人才招募卡2级。10连里面居然出了2个叛徒，发了，居然出了2级的人才招募卡。至于那张人脉卡，苏北辰下意识就忽略了，主要还是2级的人才招募卡太稀缺了，即使是声望商城都没有解锁出来，甚至1级招募卡都是灰色未解锁状态。苏北辰平息激动的心情，现在自己各个产业目前来看都是不缺人才，当然星辰娱乐除外。不过说实话，把2级人才卡用在娱乐产业，真的有点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了。等等，
苏北辰点开自己的个人面板，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7，健康97，魅力96，金钱22亿，声望1876500，LV6 8亿100亿，青铜宝箱概率15%，白银宝箱概率25%，黄金宝箱概率40%，白金宝箱概率15%，钻石宝箱概率5%。自己的声望居然已经来到了187万之多，距离200万只剩下区13万左右的声望点。不过回想过来，确实好像又合情合理。毕竟这段时间他在股市上可谓是崭露头角的超新星般的存在，特别是今天的三生云举牌公告，更是让不少股民都认识到了自己。估摸着明天或者后天自己声望就可以达到200万。7纳米半导体制成技术看来指日可待了。看来这张2级人才卡的去处算是定下来了。第二天一早大 A 开盘，果不其然，三生云直接在盘前竞价就被100亿大单直接顶死。苏北辰直接不看了，估摸着这群游资和机构都已经调查清楚，反应过来了。现在星辰控股借壳上市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加上各大券商估计早就收到消息，星辰控股的基金许可证已经颁发下来，再加上天南控股和中州信托作为星辰控股 LP 的事情，各大投资公司给星辰控股的估值几乎都在100亿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州信托作为自己的 LP， 更是把星辰控股的估值给干到200个亿。今天继续调整仓位，互联网板块2个核心标的巡游科技、众文在线，开盘后直接拉板，跟里面的资金打个换手板。苏北辰开始继续下达今天的指令，至于外界对于星辰控股借壳上市的推测，就让他们继续帮自己抬轿子吧，能走多远就看看市场有多热情了。白酒板块今天需要做个 T， 北向资金今天可能要进来，等一回拉升差不多就开始抛掉手里的货，等下午再接回来。随着时间1分1秒推移，巡游科技和众文在线先后强势封板，同时在涨停板上换成资金换手，2只股票都走出了一个漂亮的换手板。有了2只龙头领涨股，互联网板块再次爆发，后排小弟纷纷上板。白酒虽然在早盘经历冲高回落，但是下午开盘没多久，五粮液又强势回风，旱地拔葱拉了个涨停板。市场短线热情再次迸发出来，资金开始在白酒和互联网2个板块发酵。当日大盘依旧是以 2.1% 的涨势收盘，距离苏北辰完成主线任务只剩下 3% 的涨幅。还有差不多3个交易日，苏北辰看了账户上剩80个亿资金，问题不大。走出交易室，就见身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程思正站在门口等着自己。苏董，三生云的陈董已经到会议室了。苏北辰接过程思手中的资料，大概看了一眼，是关于三生云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家伙，怪不得陈大军跟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那么低沉，原来是被自己小舅子给坑了一把。苏北辰又把资料递给程思，径直走向会议室。刚推开门，就见面相憨厚老实的陈大军直接站了起来。苏董，您好，我就是陈大军。苏北辰走上前，右手握在一起。陈董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那边的事情刚忙完。陈大军连忙摆摆手，表示不碍事。两人稍微客套了2句，直接切入正题。表面憨厚老实的陈大军，一到谈判，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一瞬间从憨憨转变成混迹商城的老狐狸。而陈大军这边压力也是不小，别看面前的年轻人年龄看上去就比自己儿子大上个几岁，但是气场实在是太强了，谈判的时候更是步步紧逼，稍有不慎就被他压了一头。两人谈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总算是把初步的收购意向给谈拢了，大致就是星辰控股出资25亿，直接收购陈大军和陈大军夫人手里剩下的全部股份。至于第二股东减持完之后仅剩的 1% 的股份，选择在2级市场直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卖给星辰控股。就在两人准备握手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随陈大军一同前来的中年妇女却忽然出声：大军，不行，咱们这卖的太便宜了，光咱们厂子里的机器卖出去，少说都得几个亿吧。苏北辰皱起眉头，看向面前的陈大军，打算跟我在这演双簧呢？陈大军此时恨不得一巴掌扇在刘家欢脸上。这婆娘今天是抽了什么风？今天一早听说自己要去沪上谈生意，她说什么都要跟着，自己寻思跟着就算了，结果事情快谈妥了，又给自己整这一出。第101章，我明明可以抢，却还给你留体面，你脑子抽什么风呢？陈大军双眼怒睁瞪着一旁横着脸的刘家欢，咱公司在上市市值都38个亿，凭什么25个亿就便宜卖给他？苏北辰懒得管这两人的家长里短，直接起身就要走。陈大军见状连忙站起来道歉：苏董，那婆娘手里就 10% 左右的股份，要不先把咱俩的签了，那婆娘的股份我晚上就给你个答复。苏北辰扫了刘家欢和陈大军一眼，声音淡漠道：我明明可以抢，却还给你们留体面。今天6点至你们手里所有的股份，能签下来就签，签不下来。苏北辰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陈大军的肩膀，
就走出了会议室。在现在15年的二级市场，金融上的漏洞还是挺多。光苏北辰看到的以前的上市公司的案例就不少，最经典的一个就是万亿房地产上市公司万科，创始人王氏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因为股权架构没玩明白，被自家第一大股东和第二股东联手给踢出公司，那么大的上市公司就拱手给人做了嫁妆，一夜之间从身价千亿的上市公司创始人变成失业游民。三生云的股价架构同样拉胯，什么都摆在明面上让你看，丝毫不夸张地说，要是苏北辰想通过一点擦边球的手法收购三生云，简直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不过那样做不会给上面留下什么好印象，上面前脚才给自己找了 LP， 还走后门给自己批了一个基金许可证，自己后手就给上面难堪，有点说不过去。你到底要给我整哪样？人家给20多个亿买咱们公司，即使把里面村里父老乡亲的股份分完，咱们还有几个亿，你几辈子都花不完，你在这糊涂什么呢？陈大军看着这个平常老老实实的婆娘，不知道今天是抽了什么风。刘家欢就坐在椅子上，任由陈大军在一旁说自己，也不吭声理会。陈大军看着油盐不进的刘家欢，忽然想到了什么，冷哼一声：“是爸妈叫你来的吧？”刘家欢这时候才抬起头：“让我弟弟出来，我就把股份卖给他，否则免谈。”陈大军看着自家媳妇这个样子，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瞬间又爆发上来：“我就这么告诉你，我公司宁愿贱卖给别人，也不会让他出来。”你，刘家欢还想再说什么，就见陈大军直接起身走人。咚咚咚，请进。苏北辰低着头在复盘今天的股市走势，听半晌没人说话，抬起头发现陈大军站在自己面前。苏北辰收起圆珠笔，摘下眼镜：“怎么了，陈董？有商量明白吗？”陈大军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苏董，我家婆娘因为一些事情，我们两边不愿意做出让步。”苏北辰一脸冷漠看着陈大军：“所以呢？”“所以我打算把手里51%的股份全部出售给苏董，至于他手里股份，苏董随意处置。”陈大军知道苏北辰有这个能耐，让刘家欢拿不到1分钱，他也是狠下心来。苏北辰挑了一下眉，没想到陈大军居然能这么决绝，估计也是老实人受够了。之前看资料就看得出来，刘家欢一家似乎都把他当老实人，各种把亲戚安排进公司，吃回扣，接私活，偷电偷料的事情没少干。估摸着这陈大军也是忍不了了。我明白了，那陈董，我们的合同就需要重新拟定了。好，都听苏董安排。刘家欢左等右等等不来陈大军回来，按理来说他应该会出去抽根烟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该回来才对。刘家欢起身走到公司前台：“大妹子，有没有看见陈老板？就是下午跟我一起过来那个瘦高黝黑的男人。”前台双马尾的妹子仔细想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他好像之前去了苏董的办公室，过了一会苏董给他送到电梯上，好像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啊！刘家欢连忙找出电话给陈大军拨了过去，响了好几声，终于被接通了。大军，你人呢？找我有什么事吗？刘家欢听着电话里传来冰冷的声音，他开始有点慌了。大军，我错了，我这就把股份卖给苏董，我刚刚就是说错话了，你别生气好不好？陈大军此时正舒服躺在足浴城的沙发上，享受着小妹给自己按脚。你没错呀，这么多年了，我真应该感谢你才对，受了这么多年气，第一次出来才体验到生活原来如此多姿多彩。哦，对了，回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我正好晚上回云城带小秋做个亲子鉴定。刘家欢这下彻底慌了，尤其是听到后半句，还没等他开口，陈大军直接挂断了电话。他现在连股权不股权的事情一点也顾不上了，只想赶快买最快的动车回云城。你这可是破坏人家幸福美满的家庭。程思坐在苏北辰大腿上，双臂环着苏北辰的脖子，语气俏皮地说道。苏北辰耸耸肩，撅着个嘴说道：“我这可是做好人好事，不让陈董继续当一个蒙古人好吗？”程思听完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顿时笑得花枝乱颤。你说万一陈大军儿子真不是自己的，那他是不是得气死啊？苏北辰摇摇头，这咱们就不知道了。又跟程思缠绵了一会，正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突然起来的敲门声打断了这一切。程思连忙站起来，收拾好被苏北辰整得凌乱的衣物。请进。李博直接推开门。苏董，最近有个好项目，不好意思，是不是打扰到二位了？苏北辰什么话都没说，程思被自己这个老上司整得满脸通红，拿起手里的文件，踢着高跟鞋出了门。苏北辰揉了揉太阳穴，说罢老李，什么项目？李博收起尬干的神情，把手里的资料放在苏北辰桌上。湄公河行动第102章构架股权。苏北辰算是比较有印象的电影，主要还是因为主演有彭于晏，自己前世可是以沪上彭于晏的身份自称，所以他的电影自然很多都看过。如果没记错的话，湄公河行动第一部票房应该在 1.7 个亿美元左右，差不多11个亿的收益左右。目前内定的投资公司忽然紧急撤资，
所以电影打算重新开始招标，不过目前只有中影和博纳两家公司有意向要去。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娱乐圈不错的投资机会。苏北辰点点头，把王校长的电话发给了李博。这件事交给你来跟进吧，尽可能的多谈下来一点分红，具体的事你可以跟校长商量一下。李博得到心满意足的答案，又拿起企划书，哼着小曲走了出去。苏北辰这次不打算亲自跟进，倒不是他不在意这点钱，而是这种长周期的事情他实在没精力跟进，干脆甩手给李博。不过李博肯定也只是前期跟进一下，后面都是找公司专门负责的员工去了。苏北辰抽出来锁在柜子最下面的计划书，几页纸上被改得密密麻麻，密集恐惧症看了估计浑身起鸡皮疙瘩。最开始苏北辰只是想靠着系统当一个天天摆烂的收租人，结果一不小心就铺了这么大的摊子。还好有人才招募卡，不然天天几个公司跑来跑去，不得累死。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着重于主线任务完成后的理空电池技术和声望商城兑换出来的7纳米制程技术。苏北辰现在又是一阵头大，要知道这两项技术即便是有了全套完整技术也是烧钱，他现在也只是有技术，距离成功还要不断的试错，直到达到技术上符合的标准才可以批量的生产。可以说现在手里这几十亿压根就不够看的，特别是7纳米芯片的生产线，光是那些精密机床下来就不少钱。虽然兆星炼钢厂那边精密工具技术之前自己已经给了他们，但是拿来生产生产线上的精密机床未免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目前来看只有先做理空电池了，主要还是资金能研发得起。MD 不想了，搞钱搞钱。周三一早，三生云直接发布停牌公告，自今日起三生云开始连续停牌，具体恢复时间时公司公告为准。简简单单一句话，让不少没有买进去的股民心碎。里面的老哥这波吃闷了呀，起码翻3倍起步。我排了整整5天的单子，还没排进去。你知道我这5天怎么过的吗？人在三生云已吃5板。大盘今天的量能倒是比起昨天没有太多变化，短线资金依然活跃在互联网板块，巡游科技和众文在线已经来到了3板。白酒也是缓缓向上的走势，不过下午开盘的时候倒是被北向资金砸了一下盘，虽然到收盘位置慢慢还是收回来了一点，但是大盘指数没有昨天那么疯狂了，只以 0.53% 的涨幅收盘。苏北辰今天资金倒是没有怎么流入股市，仅仅是把一些高位的票切到低位去了，完成了一波高低切。收盘之后没有多留在交易室，直接回到自己办公室里。苏北辰现在打算重新构架一下股权变动，为未来借壳上市做准备。他可不想将来哪一天被自家公司的董事会给踢出公司。前世苏北辰为了多考几个证，公司法倒是没少看，3会一层基本概念都熟记于心。他打算尝试用一下杰克马的手法，不过没他那么过分。首先需要去注册3家公司 A、B、C。A 公司直接由苏北辰本人对接，出资100%控股 A 公司。苏北辰再把星辰控股的股份全部转嫁到 A 公司身上，相当于 A 公司100%控股星辰控股。星辰控股再出资各50%控股 B、C 两家企业，最后再由 B、C 去控股三生云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规避风险承担以及股份套现问题。比如三生云公司并购重组上市之后，肯定是大笔资金疯狂买入，不少长持机构可能也会签订协议。因为苏北辰打算把三生云整成100%流通股份的原因，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持股比例超过51%的股东出现。尤其是海外那群人巴不得把自己公司整黄，但是自己靠着这套股权架构，即便是那些持仓比例超过1半的资金想要参与资金管理根本不可能。哪怕这些资金穿刺到最后打到倒数第2层的星辰控股，他们会发现星辰控股还有 A、B 股的分化。A 股就是正常可以交易的股份，没有任何公司实权，而不流通的 B 股才有实际管理公司的权限。再退1万步说，即使公司破产了，苏北辰也只需要缴纳 A 公司的注册资金，至于星辰控股的注册10亿资金，自然是 A 股持有者的义务了。苏北辰吐了一口浊气，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已经下午6点半了，差不多忙活了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苏北辰才算是给股权架构初步定了下来。不得不说，杰克马真的厉害，研究出来的这一套股权架构，让他能以几千万的资金撬动数百亿的资本。毕竟破产了，也只需要缴纳几千万的资金就可以申请破产。怪不得后世把马一金融的上市给叫停了，这要是不叫停，真的就是股市无情收割机。要是真的上市了，杰克马减持几百万手里的股份，马一那边就是10多个亿的资金被减持出来，这不就是趴在国家身上吸血吗？苏北辰自己割韭菜用的是镰刀，杰克马直接开着除草机是吧？果然最后还是广大绿油油的散户承担下来这一切。苏北辰忽然发现自己桌子上有一碗被打包好的热干面，上面还附着一张纸条，即使再忙也要努力吃饭哦，落款处写着一个爱你的小橙子。苏北辰笑着摇摇头，这小丫头
打开包装，发现里面还热乎着。苏北辰直接化身干饭人，开始暴风吸入。第103章，迅腾出手了。注册公司的具体事宜就交给李博来办了，具体怎么注册，苏北辰也给李博讲了。当李博听明白之后，直呼：“你这手法不得不说有点行，比较可靠。”不过苏北辰解释了，不打算减持，上市的时候也只打算流通 A 股，不打算发售任何 B 股，再加上注册资本肯定没有捷克马那么夸张，整个几百亿，他最多就几千万的注册资本，让散户放心，同时也让上面放心。晚上像往常一样复盘金融市场的苏北辰接到一个来自米国的电话：“这里是唐纳德集团，请问是苏先生吗？”一股蹩脚的龙国语从电话那头传来：“我可以用英文沟通。”苏北辰直接讲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几个月的学习，苏北辰现在英语已经可以无障碍沟通了。那太好了，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唐纳德基金的项目负责人，可以称呼我为埃里克。埃里克，这不是川建国儿子吗？你好，埃里克先生。苏北辰也是同样给对方打了声招呼。苏先生之前在英股的操作手法让我觉得十分赏心悦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苏先生再次并肩作战。埃里克此时也表达了自己这通电话的意思。最近在国内休养生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机会，我这人还是喜欢打一些有把握的仗。苏北辰用了打太极的手法，回答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毕竟玩金融的心都脏，谁知道对面是人还是鬼？两人又聊了一点有的没的，还约好有时间埃里克来沪上亲自拜访一下星辰控股。挂断电话，苏北辰继续复盘 A 股。刚刚的电话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直到晚上10点半，苏北辰起身活动僵硬的身体，顿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今天晚上不仅仅是复盘了大 A， 更是把近期全球各个金融市场的消息和基本面都复盘了一遍。苏北辰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高楼大厦中灯火通明，透过玻璃窗甚至能看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精英们还在开着会议，不禁感慨，这纸醉金迷的金融圈真的是让人着迷。这就是社会的残酷法则吧，不害怕有钱人躺平，就怕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要拼命。苏北辰坐上商务车，拍了拍李龙肩膀：“辛苦了，今天等这么晚。”李龙咧嘴一笑：“老板说的哪里话，俺这比起您来说轻松多了。去汤臣一品吧。”苏北辰闻言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周四周五2天的时间，苏北辰把手里剩余的80个亿子弹全部打了进去。2天大盘涨幅加在一起超过 3%， 第一阶段的主线任务也算是成功拿下。主线任务2/3，赚取1000个小目标。阶段任务奖励 6G 通讯技术模块全套，解锁人才招募卡购买权限。苏北辰右手搓着下巴，1000个小目标确实有点难度，即便是手里有理空技术，但是对于当下的市场而言，新能源要彻底发展成气候，至少需要3-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想要赚1000个小目标，还是要靠金融来赚取。自己手里目前只有500个亿，想要翻倍倒是没以前那么容易了，船大难掉头啊！更别说这500个亿里面还有300个亿是别人的资金，至少短期内在 A 股市赚不到1000个小目标了。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苏北辰的思绪。咚咚，请进。进来的是上个月新招进来的法务部的员工。苏董，咱们的子公司星辰科技被迅腾给起诉了，律师函都已经递交过来了。苏北辰接过律师函扫了一眼，上面屁话写了一箩筐，总结起来就几个字：星辰科技旗下的星辰助手抄袭迅腾精灵。苏北辰沉声道：“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苏董，那我们这边该怎么回应？无需理会就行。我明白了，苏董。苏北辰坐在老板椅上，看着微博上的舆论话题，冷哼一声。该来的还是来了，迅腾组合拳又打过来了。不过这次还是低估了对方的无耻程度，没想到居然能反过来咬自己一口，倒打一耙说星辰科技抄袭。而网上此时有不少水军开始各种发布星辰助手抄袭迅腾精灵的舆论，像什么分析星辰助手身上有哪些迅腾精灵的影子，抄袭可耻，地址星辰助手，诸如此类的帖子，此时更是层出不穷。主要是这些帖子甚至举出的例子都还有理有据，一些不懂真相的吃瓜群众看完帖子，觉得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我就觉得星辰科技才创立不到3个月的公司，怎么可能拿出来这么完美的作品？我估摸着是迅腾内部项目组的人自己学到技术，成立了个公司，不过是找了星辰控股当靠山吧。楼上纯水军是吧？星辰科技创始人是苏北辰，个人100%控股的公司，你给我说迅腾项目组的人，怎么不要股份白白给人家打工是吧？万一是代持呢？又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迅腾早就在今年1月份就成立了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这个项目，这剽窃概率已经很大了吧？楼上一言水军，不必理会。网上几乎因为这个话题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热度一度被推到微博榜首位置，而这也正是迅腾希望看到的局面。
等舆论的力度越来越大，官方都要下场的时候，就是扳倒星辰助手的时刻。张博右手放在鼠标的滚轮上，不停地滑动着，查看着微博话题的热榜。干这种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要不是自己喊来的黑客高手怎么都破解不了星辰助手程序，他也不可能用这种下三流的招式。更何况马总那边也是点头默认了自己的行为，现在只需要他放手去做就行。不过星辰助手的代码水平真的高，他自己也是码农出身，自然也是看过星辰助手的代码。说实话，真就感觉跟看天书没什么两样。第104章互标演技。周六早上醒来，苏北辰的手机上多了数个未接电话，还有不少人发来的微信留言。苏北辰先是给自己二叔苏天南回了个电话，苏天南接到电话，张口就是对训腾破口大骂，还扬言要帮苏北辰把训腾给干趴下。苏北辰好劝了一番，才安抚下来二叔。这种事情二叔出面不合适不说，更何况训腾发展那么大，背后站着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跟自己二叔级别一样的肯定也不在少数。随后又给王校长、秦分一众玩得不错的朋友挨个回了个消息，让他们放心之后，苏北辰才算有时间点开微博，一边喝着科学给自己买来的黑米粥，一边刷着最新的评论和回复。哈哈哈！看着忽然笑出声的苏北辰，科学也是有些担心，连忙关心道：“亲爱的，咱们别跟网上这些人一般见识，网上现在听风就是雨，都是一群墙头草。”苏北辰发笑倒不是因为生气，而是看到在现在这个时候，网友互喷的样子，搞得跟春秋战国一样，大家都挺讲礼仪，相互对喷也是文绉绉的，甚至还列举点例子出来对人。放5年后的微博上，这不得被别人喷到怀疑人生。生气倒没有，就是觉得大家努力维护星辰科技的样子，我很开心。至于网上那群人10有8九是训腾那边雇的水军，这群人还不足以让我生气。吃完饭，苏北辰也懒得继续关注微博的骂战，让科学给自己收拾了收拾行李，他打算去湘江一趟。之前那个席位算是被樱花国和韩国给拉黑了，玩不起直接不给账户交易权限了，所以他这次打算亲自去一趟湘江，多开几个账户，顺便就当出去旅游一趟了。下周股市的操作交给李博来把控，再加上自己也能远程指挥，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大。上午9点半左右，李龙开车给自己送到虹桥机场，苏北辰下了车接过箱子，跟一同前来的科学道了个别，就进了机场。因为订的是头等舱，苏北辰轻车熟路进了机场的贵宾休息室，拿了2袋小零食，又拿了一罐肥宅快乐水，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差不多等了将近40分钟，机场广播飞往湘江的旅客准备登机。苏北辰上了飞机后，发现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一个梳着背头的老爷子，虽然满头华发，但是精神头倒是看着挺充沛。老爷子，您好像坐错位置了。苏北辰把随身行李箱交给空姐后，出声提醒道。华发老人马上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机票，又抬头看了一眼座位号，发现自己确实坐错之后，连忙跟苏北辰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眼花了没注意到。”苏北辰落座之后，从随身的包里拿出来刚刚没吃完的小饼干，倒不是他贪图小便宜，而是这个夹心小饼干有股之前小时候吃的一个零食的味道，确实挺好吃。小伙子是去湘江旅游啊？华发老人操着一口湘江人独有的普通话，出声询问道。是啊，老爷子，办点事同时顺便去旅个游逛逛。听您口音应该是湘江本地人吧？对，从小在那边长大，后来年轻的时候干导游了，就在沪上和湘江来回跑。苏北辰没想到眼前这个大爷居然是个导游，说实话身上的气质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正好我也是第一次去湘江，老爷子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黄宏斌面对苏北辰的询问沉思了一会，又开口回答道：你们年轻人喜欢玩的地方，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我知道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吃的地方我倒是能推荐1、2。苏北辰眼前一亮，吃的当然也可以啊，旅游不就是要品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吗？港式早茶这个算是比较有特色，跟阳城的倒是大差不差，倒是有家100年的做牛肉的店，我倒是很推荐你去吃。对了，你喜欢吃牛肉吗？苏北辰点点头道：我当然喜欢吃牛肉了，特别是牛排，最喜欢吃0.1分熟的。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牛身上的时候，我追着牛啃。黄宏斌被苏北辰的话给逗乐了，一旁的空姐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哈哈，小伙子真有趣。那家牛肉店在旺角181号的6楼，是个不大的小店，一般只接待熟人。如果到了店里，可以告诉他们老黄推荐来的。苏北辰点头记下，到时候有时间倒是可以去看一看。飞机很快起飞，两人都各自在自己座位上坐好，苏北辰也开始闭目养神起来。3个小时的航程很快结束。下了飞机，黄老爷子邀请苏北辰一起坐自己的车，顺路给他送到市里。苏北辰给婉拒了，表示自己这边也有人接自己。话音刚落，就见一前一后2辆黑色的古斯特缓缓向苏北辰和黄宏斌驶来。车子停稳，两人相视一眼，都笑了出来。
黄老爷子做导游补贴家用，看来补贴的有点多呀。苏小友勤工俭学，看来节省的也不少啊。合着两个人在飞机上扯了那么多，都是在互飙演技。黄宏斌向苏北辰伸出右手，重新认识一下南丰实业黄宏斌。苏北辰心道果然不简单，南丰实业可是湘江老牌地产公司，只知道老板姓黄，很少有人见过长相。苏北辰也伸出右手跟黄宏斌握在一起，星辰控股苏北辰。黄宏斌听到苏北辰的介绍后愣了一下，沪上的那个星辰控股投资公司，如果沪上没有第二个的话，那应该就是了。苏北辰看到黄宏斌懵逼的样子，不由觉得有些好笑，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没想到苏董居然这么年轻。两人客套了几句，交换了联系方式，就朝着不同方向出发了。前面开车的司机没有回头询问了一句，苏先生，酒店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下午茶，您看您是先回酒店还是先去哪里？今天是周六，各大海外券商也不开门营业，苏北辰干脆还是先回酒店吃点下午茶垫垫肚子。先去酒店吧。第105章，拳头硬了。古斯特平稳行驶在前往丽思卡尔顿的道路上。苏北辰这段时间住过不少5星酒店，给自己感觉最好的应该就是丽思卡尔顿了。在同样的超能力之下，提供服务最好的当属丽思卡尔顿。毕竟在上京那次滴滴代打给自己印象确实挺深刻。大概45分钟左右的时间，到达位于西九龙科士电道西的酒店中。刚停稳车子，司机连忙从驾驶座下车，打开后排的老板位。苏先生，下车小心。说着的同时，右手挡着上沿的车框，以防苏北辰碰到头。酒店的门童也没闲着，小步跑上去帮苏北辰提出放在后备箱里的行李箱。从办理入住到把苏北辰送到房间，从头到尾都没有让苏北辰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甚至总统套房的管家还贴心给苏北辰准备自己家乡的茶点饭菜。苏北辰把行李箱放在一边，一屁股坐在落地窗前的松软沙发上，整个西九龙的景色全部映入眼帘。所以说，这才是赚钱的意义啊！吃了点酒店备好的下午茶，苏北辰点燃一支酒店准备好的和品牌香烟。接下来就是看看湘江这边有什么适合年轻玩的地方了。搜索到的结果，苏北辰看了一眼，发现好像并不怎么适合自己。迪士尼、海洋公园，算了，还是问问校长和秦芬吧。这俩人估计来湘江玩的次数不少。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通。校长，湘江有什么玩的，你知道吗？你去湘江了？我正好约了我一朋友去湘江，我们是下午的飞机出发，早知道你要去就带你一起了。苏北辰也是没想到校长居然也要来湘江玩，确实早知道就多问一嘴了。下次一定，那我下午随便逛逛，等你来找我吧。跟王校长报完酒店名字，两人随便扯皮了几句就挂断电话了。苏北辰先是去酒店健身房完成每日锻炼，冲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打算在附近逛逛。苏北辰走在湘江的街道上，打量着和沪上与众不同的风格建筑。因为一些历史问题，湘江有很多老建筑很偏向英式，不过在进入一些老城居民区之后，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密密麻麻的筒子楼映入眼帘，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缝隙。筒子楼的楼道中又夹杂着不少小店，各种小吃啊、美甲店、纹身店之类的存在。之前这些几乎都是苏北辰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场景，没想到现实中居然一模一样。苏北辰行走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有一家店面只有15平左右的肠粉吸引到他。和其他肠粉格格不入的是，这家店点名居然叫不好吃，你打我。苏北辰小声嘀咕道，这老板这么自信？那当然了，能开在西九龙，没点实力早就关门大吉。坐在一旁乘凉的大爷扇着手里的蒲扇开口道，小伙子，我看你应该是大陆那边来的吧？这家店别的不说，肠粉做的真的一绝，保证你吃完不后悔。那大爷您这么说，那我今天必须尝尝了。听一旁大爷都这么夸了，想必味道肯定是不错。苏北辰推门进入小店内，却发现店里这会没有人。刚准备回头问问，就发现之前跟自己搭话的大爷已经提着自己的小板凳走了进来。靓仔，吃哪个跟我讲一讲。苏北辰，所以说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是吗？看着面前老大爷笑呵呵点头的样子，苏北辰承认他拳头硬了，还没吃苏北辰就想直接开打了。不过来都来了，还是坐下吧。苏北辰拿起菜单看了一圈，发现他们家真的只做肠粉，那就来碗招牌肠粉吧。老大爷一记围裙比了个 OK， 就开始在厨房操作起来。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碗新鲜的招牌肠粉被端了上来。苏北辰咬了一口下去，确实感觉比自己在沪上港式餐厅味道好一些，不过也没有说特别惊艳到自己，只能说中规中矩吧。最后吃完肠粉，苏北辰倒是没有说打老板一顿，跟老板聊了一会天，就打算去别的地方逛逛了。王校长大概下午5点左右下飞机，到丽思卡尔顿差不多快6点钟了。苏北辰也不打算去远的地方了，
随便找了个商场进去看看。苏北辰走到奢侈品柜台，发现湘江很多东西价格确实比沪上便宜好多，肯定还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就比如卡地亚的卡利博系列 W7100031价格，在沪上之前给科学买的时候差不多430万左右，而湘江这边只需要418万左右的价格。怪不得之前那批羊城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搞代购，这两边的利润差确实有点搞头。特别是在早些年海关还查得不严的时候，不少代购的人靠着赚差价基本都发了家。那些人越干越大，到最后都快跟 Zozi 差不多了。前段时间苏北辰还记得看过一个新闻，沪上那边海关查出来一批没有报备的货物，总价居然达到了 1.2个亿。而且更离谱的是，海关罚这个人交的罚款和税款 1.6个亿，这个人居然在1天之内就补齐了，可想而知他们到底是赚了多少钱。先生，请问您是打算买卡地亚手表吗？说着一口粤语的店员亲切地跟苏北辰说道。不好意思，您可以讲龙国话吗？苏北辰实在不怎么会粤语，虽然总是在 KTV 唱粤语歌，但是真让他说还是别丢人现眼了。而卡地亚店员一听对方讲的是普通话，脸色直接来了个180度翻转，甚至特意用英语一脸淡漠地说道：先生，您可以选择讲英语，我不会讲龙国语。苏北辰看着眼前这个化着淡妆的卡地亚柜姐，眉头也皱了起来。身为龙国人，不会讲龙国话不说，一听我是大陆人，你们卡地亚就摆出这副态度是吗？而那名卡地亚柜姐此时更是一脸不屑，就跟苏北辰说的一样，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龙国人。第106章，强的不行就软的呗。苏北辰眼神冰冷地看着眼前名叫钱梦梦的柜姐，我知道你能听得懂龙国语，怎么天天给灯塔当狗当习惯了，不会做人了吗？钱梦梦就像被戳到了痛处，直接暴怒了起来。你还没说出口，苏北辰继续对了上去，喜欢跪就继续跪着，国家也不需要你们这群汉奸。卡地亚专柜的经理负责人赵正熙见状连忙过来调解，先生，实在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代表卡地亚西九龙店向您道歉。赵正熙操着一口标准的龙国话，连忙向苏北辰鞠躬道歉。倒不是任何人来都会这么做，而是他认出来了苏北辰一身价值数十万的高定款爱马仕，以及手上戴的300多万的百达翡丽。能把几百万穿在身上的人，用脑子想想都知道不可能简单。苏北辰看着站在一旁别过去脸的钱梦梦，开口对赵正熙道：赵经理，我不需要您的道歉。苏北辰又走近了一步，用了只能被两人听到的声音道：不知道在贵店消费多少钱，能把那个婊子送到我 Chuan 上。赵正熙闻言愣了一下，随后又看向别过脸的钱梦梦，一脸纠结道：苏先生，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老湘江，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不可能用强的呀。苏北辰听懂了赵经理的言外之意，不可以用强的，那就软的呗。2000万。赵正熙沉思了几秒，眉头开始皱了起来。2500万。见赵正熙还没有说话，苏北辰继续开口。4000万。赵正熙终于一咬牙道：今晚保证给苏先生奉上。而一旁的钱梦梦不知道自家经理在跟刚刚那个男顾客说些什么，不过看经理的样子倒是有些为难。钱梦梦冷哼一声，哼，就知道这些大陆人都是难缠的土包子，还是欧米客户好，买什么东西从来不墨迹，给女人花钱也大方。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整个人都懵掉了。只见苏北辰在每个玻璃柜不停用手指着展柜里的东西，而赵经理和其他2个店员则在后面拿个小本子一个一个记着。差不多整整10分钟的时间都是苏北辰在指，赵经理在记。到了结账的地方，苏北辰拿出全运通的百夫长黑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划，消费的凭据开始不停往外吐着，整整打了半米长才停下来。送到西九龙的丽思卡尔顿总统套房。哦，对了，晚上他去的时候报我名字就行。给赵正熙交代完，苏北辰在一众店员的弯腰鞠躬下送出了店里。钱梦梦到现在脑子还在嗡嗡作响，没想到刚刚那个土包子居然直接在他们店里刷了那么多东西。赵经理，刚刚那个土人在咱们店里消费了多少钱的东西？赵正熙瞥了跟自己搭话的钱梦梦，依旧是用着普通话说道：也就4000万左右吧，怎么了？钱梦梦这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一个单子，4000万，整整4000万，光提成算下来至少7位数都有了吧。正走在前面的赵正熙忽然又回头讲道：对了，苏先生说了，这笔单子记在我头上，如果钱女士晚上下班后肯去丽思卡尔顿道歉的话，不妨分你几百万的单子。苏北辰买的东西都让卡地亚安排店员给自己送回去，那么多东西拿着也不方便。司机看到苏北辰从商场里出来，连忙拉开后座的老板位，等苏北辰进去后又轻声把车门关上。王校长给自己刚刚发了微信，已经到酒店了，正好等他收拾完东西，晚上带他一起去黄宏斌推荐的牛肉店尝尝。古斯特停稳后，苏北辰下车走入酒店大厅，发现校长正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玩着手机，一旁还跟着3个颜值80多分的妹子。苏北辰走到王校长身后，
因为是背对着苏北辰，所以并没有察觉到。此时王校长正沉浸在自家的虎牙直播平台上，看着一个女主播在扭来扭去，听着手机发出的声音，还在说感谢王校长的火箭，一股子骚劲隔着屏幕苏北辰都闻到了，又大又白又长啊！王校长下意识点点头，对啊。忽然王校长猛然间反应过来不对劲，一抬头就看见苏北辰一脸猥琐笑容，手里拿着手机正拍着自己。王校长瞬间老脸通红，连忙关掉手机里的直播间。虽然大家彼此都知道这些事，但是自己看的时候被人抓包的感觉就是有点尴尬。你 TM 走路怎么没声啊，跟个鬼一样？得了吧，你怎么不说你看得入迷呢？俩人一见面就开始唇枪舌战起来。苏北辰最希望看到这样的王校长，毕竟上次见面也不知道他老子给他说了，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尴尬的场面话更是一大堆。行了，不跟你扯皮了，带你去吃一家本地人推荐的牛肉店，听人家老乡姜说简直做的一绝。真的假的？真有这么好吃？两人并肩走出酒店，三女也跟在两人身后。王校长也订的总统套房，基本上酒店里2台古斯特都被他们承包了，一前一后2车开到湘江著名的地区旺角。下了车，不少人都向2车投来了注目礼，毕竟能在湘江开上古斯特的也不多，大多数都还是普通人。181号，苏北辰拿着手机地图导航到了181号的一栋楼前。181号算是一栋比较小的楼，每层面积应该不会超过100平，看着倒是挺有年代感。因为电梯太小的缘故，他们一次5个人还上不去。不过三女也算是有眼色，直接让王校长和苏北辰先行一步上去。到了6楼，只有一家门牌上挂着老庄的店还在开着门。苏北辰和王校长刚走进去，就听到后厨传来声音：不好意思，本店已经不营业了，辛苦你们跑一趟了，我们是老黄介绍过来的。苏北辰按照黄宏斌给自己的回答说道。话音刚落，后厨里钻出来一个个子不高、浑身腱子肉的厨师，打量着苏北辰。老黄介绍来的？那行，进来吧。第107章，庄家老店。几人落坐在店里，苏北辰四处打量着这间不足60平的餐厅。实木餐桌上凹凸不平的痕迹显露着岁月的侵蚀，墙壁上挂着的海报都已经微微泛黄，几乎都是10多年前的明星写真。居然是成龙大哥年轻时候的海报，就是不知道这签名是真的还是假的。王校长也注意到了墙壁上的海报，仔细打量着开口道：当然是真的啊，我老爹这人不喜欢弄虚作假。身穿一身正装的中年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把衣服挂到衣架上之后，自来熟的就坐在苏北辰那一桌上。店里好久没来新客人了，你们还是这1年来的第一批新客人，听老爹说你们是黄叔介绍来的。中年人自来熟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苏北辰等人的反感，随和的语气仿佛真如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我跟黄先生也是在飞机上第一次认识，他听说我第一次来湘江，十分推荐我来这里。中年人闻言哈哈一笑，黄叔这个人脾气怪得很，很少跟人推荐我家店铺，估计也是你很对他胃口。哦，不好意思，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庄博，柏树的柏。苏北辰几人也是一一向孙博介绍了一遍自己。不过有些出乎苏北辰意料，孙博认识王校长也能说得过去，毕竟国民老公嘛，但是居然也认识自己。几人一问原因，才得知孙博的身份居然是摩根士丹利香港的副总裁，着实让几人稍微惊讶了一下。不过这样也能说通了为什么认识苏北辰，主要还是这3个月苏北辰太能搞事了，就跟一颗深水炸弹一样，直接把金融市场搅了底朝天，做空期货市场，逼仓摩根大通，干翻多家韩国投资公司，让如日中天的英股搞得人人自危。最近更是主导资金，硬是把大 A 给抬上去，随便拎出来一件都是金融人的毕生梦想。所以说在金融圈基本上都知道苏北辰这个名字。王校长听着孙博嘴里的介绍，忽然发现自己真的快不认识这个兄弟了。说好的一起当富二代，一起泡妞，一起躺平，结果转眼你就成金融圈明星了。行了，别在那吹牛逼了，赶紧帮你老子上一下菜。庄志前从后厨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大铁板，铁板上的牛肉还在滋滋作响。把铁板放到桌上后，庄志前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铁板黄牛肉不知道你们能吃多少，所以按照2男3女正常的分量给上了，要是不够还想吃可以提一嘴。苏北辰闻着牛肉的香味，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王校长更是饿了一下午，口水都快流了出来。黄牛肉比起一般牛肉来说，肉质更加松软，肉筋和肥肉会更少一些，最重要的还是黄牛肉是温热性质的食物，还有补气的功效。苏北辰听着庄志前在一旁的解说，拿起手中的筷子夹起一块吹了吹，随后放入口中。整块牛肉入口即化，肉质果然比自己之前吃的更加细嫩，而且肉块中的油花分布很平均，肉里没有草腥味的同时，居然可以微微感觉到一股牛油的香味。
此时桌上的5人都化身干饭人，除了孙志前在一旁讲解的声音外，只剩下几人咀嚼牛肉的声音。不到10分钟的时间，5人直接把一大盘子的铁板牛肉一扫而空。来了来了，战斧牛排出锅喽！庄博手里一手拿着一个大盘子，先给苏北辰和王校长面前一人放一个，随后又返回厨房继续端上来。跟苏北辰想象中的战斧牛排不一样，面前的战斧牛排中间那块并不是骨头，而是用了别的食材替代。苏北辰稍微切下来放在嘴里尝了一块，发现口感很脆，又有一种沙沙的感觉，味道说是山药，感觉又不太像。中间的骨头居然是山药。王校长吃下去，第一口了品了出来。Bingo， 基本上答对了，这是老爹的创意想法，把战斧牛排剔的只剩肉，中间再填满山药泥和一点点捣碎的薄荷叶，再经过高温煎制后定型，既能解腻又能中和牛排的肉腥味。庄博开始在一旁充当起了解说人员。紧接着最后是一道牛尾汤收尾，味道同样不输前面2样菜。一顿饭吃下来，苏北辰真觉得不虚此行，不愧是老乡匠人极力推荐的店铺，要是取消掉推荐接待这个规矩，恐怕他们家门槛都得被客人踏平。几人坐在位置上，跟庄家父子又聊了一会天，看天色也有些晚了，打算结账回去。不过庄博执意说要请客几人，所以这顿饭不用掏钱，硬是拗不过2人，苏北辰也只好作罢。这顿饭的价格都没有明码标价在菜单上，不过苏北辰觉得至少得5位数起步。至于庄博非要请客的原因，其实苏北辰也能猜到。前不久，韩国和英股就已经在暗地里禁止星辰控股的资金账户在本国股市禁止交易了，所以说自己要想继续做海外2级市场，只能换个马甲交易，所以这次来湘江的目的自然就变得有些明显。庄博这次目的估计还是想让自己在摩根旗下开个资金账户，估摸着星辰控股短线交易那么频繁，自然是众多券商投行眼里的香饽饽，光是每次交易的手续费加起来至少就数十万的利润，可想而知能拉到这么一个优质客户，对自己事业的提升该多大。坐在回酒店的车里，苏北辰掏出手机，发现有2个未接来电，其中一个还是酒店的电话。苏北辰点了一下酒店的未接来电，回拨了回去。苏先生，有名姓钱的女士说要找您有些事情，我们看您没有接电话，就让钱女士在酒店的休息室等着了，您看您有什么安排？苏北辰冷哼一声，就让她继续等着吧，等我回去再说。挂断电话，苏北辰背靠在车的座椅上，从后座的中控区抽出一瓶冷藏的饮用水，喝了一口，看着车窗外的钢铁森林，不禁感慨到有钱真的能解决这个世界上99%的烦恼。第108章真海王。车子平稳停靠在酒店门口，苏北辰下车后跟王校长说了一声，让他先上去，自己走到酒店的休息厅，在酒店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看到了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钱梦梦正坐在沙发上，右手拿着手机在拍桌上的马卡龙和手中的热饮。钱女士，苏先生已经到了。工作人员看着还在沉迷拍照的钱梦梦，出声提醒道。钱梦梦看到苏北辰正冷冷地看着自己，顿时吓得有些惊慌失措。苏先生，下午的事情是我不对，您大人有大量，能不能原谅我？这不是也能好好说龙国话吗？真是欠。说完，苏北辰就手插口袋里，直接往总统套房专属客厅走去。钱梦梦见状，也连忙低着头跟了上去。到了屋内，钱梦梦更是头都不敢抬起来去看苏北辰，生怕他有什么特殊癖好。苏北辰倒是懒得管他那么多，自顾自脱了衣服往浴室里走去。钱梦梦见状，为了几百万的单子一咬牙，直接扯掉身上的连衣裙，跟着苏北辰一起走了进去。苏北辰看了眼跟在自己后面走进来的钱梦梦，此时他大腿上居然裹着一个吊带黑 S， 他一开始还以为穿的裤啊，没想到连衣裙下面居然是这玩意儿，没想到这 BioZ 居然玩的还挺花。苏北辰心里默念了一声，查看个人属性，姓名钱梦梦，健康89，总是喜欢奖励自己，体质95，放心开用不坏，魅力89，偶尔冲一下换个口味还是可以。没想到居然总喜欢奖励自己，特别是看到了放心开用不坏一行字，苏北辰会心一笑。看着苏北辰一副要吃掉自己的样子，钱梦梦开始有点慌了。等等，话还没说完，就被苏北辰按在浴室的梳妆镜的台子上。翌日的阳光洒在总统套房的卧室里，整个屋子变得明亮起来。苏北辰吐了一口烟圈，嘴里吃着管家刚刚送上来的早餐。不得不说，确实挺好吃的，他这个喜欢吃咸口的人，吃起来这些甜糯糯的早点都觉得不错。而钱梦梦此时躺在 king size 大小的大床上，整个人身体都发软。她昨天后半夜都不知道怎么过的，甚至昏过去了2次。她从来没想过，居然会有亚洲男人比她买的奖励道具还要大。进浴室看到的第一眼，整个人都傻掉了。自己的衣物也被苏北辰撕得粉碎，可想而知昨日战况到底是有多激烈。苏北辰看到他起来，自然没有理会，还是钱梦梦忍不住泪眼汪汪看着苏北辰问道有没有吃的，他才给管家打了个电话，再送上来一份。
管家送到之后，钱梦梦发现自己除了连衣裙没有别的衣服可穿，甚至酒店睡衣都被苏北辰撕碎，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大力气。苏先生，我没有衣服穿了。苏北辰看着手机上的微博推送，头都没抬一下回道：那就不穿了。钱梦梦咬着嘴唇，泪水已经在眼圈里打转，不过还是深吸一口憋了回去，套上自己的连衣裙，就这么坐在苏北辰对面吃起早饭。晚上下班了继续过来。苏北辰吃完饭突然来了这么一句，随后起身打算去换一身衣服。钱梦梦不敢说什么，只能点点头，嘴里吃饭的速度又加快了几分。到了卡地亚店里，赵正熙看着钱梦梦迟到也没多说什么，只是交代他赶紧换上工作服，同时又说道：苏先生已经把昨天4000万的单子其中200万转到你的业绩名下。钱梦梦点头谢过赵经理，连忙去换衣服。看着换衣间镜子里的自己，不禁又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居然有了生理反应。苏北辰此时正坐在王校长停靠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整个游艇上一共10多个人，却一点也不显得拥挤。除了苏北辰、王校长和一名跟校长年龄相仿的年轻男人之外，其他都是穿着比基尼的女模特。陈哥，介绍一下，这是我之前在灯塔国留学时候的死党林旭。小林子，这个是我陈哥苏北辰，目前我就是跟在陈哥手底下混口饭吃。王校长给两人相互介绍了一下。林旭连忙伸出右手，久仰大名，我跟校长一样喊你陈哥吧。苏北辰听到半句一阵无语，自己21岁的年轻小伙硬是被你们加倍是吧？不过还是伸出右手跟林旭握在一起。我这一下不开始加倍了吗？别听校长胡扯，都是朋友。不耽误，我听校长说陈哥在金融投资领域就是 YYDS， 以后还指望陈哥能给我多投资点资金呢。王校长看着林旭一脸狗腿子的发言，说实话有被无语到，谁在电话里说人家平平无奇的，学人家勤奋发言，我交他这个朋友不在乎他有多少钱的。我都懒得拆你的台，半个维多利亚港都是你家的，人送外号海王，你还需要陈哥给你投钱是吧？苏北辰惊讶了一下，没想到实力居然这么硬，只要项目不错，那我肯定把资金都到位。苏北辰也没有给准确的答复，第一次见面客套就行了，而且能跟王校长玩到一块的死党家里，能是一般家庭吗？见人都来齐了，王校长直接大手一挥起航出发。游艇开始缓缓驶离维多利亚港口，林旭也打开音响放起了音乐，清澈的电音声让随船的10多名比基尼女模都开始扭动起傲人的身躯。王校长看苏北辰还坐在原位，以为他不适应这样场面。陈哥，这些妹子随便你挑，都是林旭找得干净的女模，质量都是 OK 的，卸完妆也很能打那种。苏北辰坐在原位，只是拿系统按个扫一遍，看看数据都怎么样。不过确实跟王校长说的一样，质量基本上都是上乘，没有一个魅力分数是低于85，甚至体质都是90分往上，健康最低的87，不过最高的也才91。不过对于路边的野花来说，也算是符合苏北辰的预期了。第109章，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夕阳落下，在游艇上玩了一天的3人扶着腰子缓缓走下游艇。一想到晚上还有一场恶战，我这腰子又开始隐隐作痛。王校长看着微讯里的两女发来的凉快照片，叹了口气道：可得了吧，看看人家陈哥一个人战群雄，1条5现在才扶着腰子，你这才2个就虚了。林旭白了一眼扶着后腰的王校长。王校长闻言满头黑线，回头看了一眼这会缓过来的苏北辰，暗骂了一声牲口。3人晚上约了一家烧烤店，店老板是东三省人，做的味道算是十分地道，羊腰子韭菜都没少点，王校长甚至外腰内腰都点了一份，林旭点了个牛，还问苏北辰要不要来点，苏北辰自然是连忙摇头，至于啤酒3个人直接干了一箱。林旭举起酒杯大喊一声干杯，3人碰在一起直接一口炫干净。一旁吃饭的游客也认出来了这一幕，连忙拿出手机偷偷拍下来。没过几分钟的时间，微博热搜榜一条王校长苏北辰惊现湘江街头大排档的消息悄然出现。原来校长和陈神这么接地气，看到桌上的大腰子，我承认我馋了。王校长吃腰子，我也吃腰子，所以我等于王校长。楼上一眼数学家，鉴定完成。虽然不少人认识王校长和苏北辰，不过桌上另一个勾肩搭背的年轻人，一众网友倒不是很熟悉。不过随后还是由董哥给众人介绍了一遍。很快，林旭为多利亚港的拥有权的身份也被广大网友扒了出来。一众网友不禁感慨道：果然有钱人的朋友还是有钱人。3人并不知道网上发生的事情，如果知道也可能就耸肩一笑。吃完饭，3人又唱了会 K， 最后还是太困了顶不住，几人才各回个家。苏北辰坐进古斯特车里，司机说了一声钱女士已经到了。苏北辰闻言点点头，随后开始闭目养神起来。到了酒店，苏北辰打开房间的门锁，只见钱梦梦穿着一身 JK 搭配着黑 S 正乖巧跪在地上等着苏北辰的到来。苏北辰没多说什么，
直接脱掉外套走进浴室里去。第二天一早，苏北辰迅速吃完早餐，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钱梦梦，撂了一句吃早餐联系管家之后就出门了。今天是周一，苏北辰打算去多开一些账户为星辰控股，顺便私下自己开几个个人账户。司机早早就在楼下热好了车，空调温度也开得刚刚适宜。苏北辰坐在车内报了目的地后，就开始翻看周末的资金消息。30分钟的路程转瞬即逝，车子停靠在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的停车场中。您好，我要开户。苏北辰走进营业厅中，掠过来来往往的人群，走到开户专用的柜台前。差不多花了40多分钟的时间，资金账户通过审核顺利审批下来。特别是在苏北辰当面转入1000万美元的起始资金之后，营业部的副总经理更是亲自出来接待苏北辰，包括配资杠杆在内的所有项目都直接给苏北辰办妥。最后在副总经理和2名员工的弯腰鞠躬下，缓缓坐车离开。坐在车内的苏北辰拿出手机跟李博交代了一声，最近 A 股可能有杀跌的风险，如果调仓的话，记得偏向保险板块。按照前世的记忆，这个时间段好像有2家千亿公司正好在9月爆雷了，一家是董事会出了问题，几个股东联手抵押非法套现跑路了，另一家则是董事长被抓进去了。听着是挺抽象的，这2件事确实直接带着大部分个股跳了一波水，虽然之后肯定会有资金拉上来，但是苏北辰不愿意吃这波回撤，所以把资金安排到保险板块是最稳健的选择。个人账户几乎在各个营业部都开好了，接下来就是以星辰控股公司的名义去开设公司账户了。苏北辰先是到摩根大通去了一趟，不过摩根大通的一位欧米经理听闻是星辰控股要来开设账户，直接连面子都不给，态度冷淡的同时，更是有意无意用俚语嘲讽苏北辰只知道在背后偷袭的软蛋。苏北辰只是看了一眼经理的牌子，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我就说了，在湘江这片土地上，这群龙国人只能夹着尾巴走。杰夫笑着对手底下的湘江员工讲道，即便是心里听着不舒服，那名湘江员工也是无可奈何，在外资企业就如同寄人篱下。苏北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头用米国俚语来了一句，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坐进车内，苏北辰打通庄博的电话，表明了自己打算去摩根士丹利开户的打算。庄博闻言满心欢心，连忙表示自己派车去酒店接苏北辰，但是一听闻苏北辰正在路上，更是主动说在门口等候。大摩小摩离的距离都不远，开车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车子刚到摩根士丹利，苏北辰就透过车窗看到庄博居然带着几名欧米员工站在写字楼大门口等着自己。本以为他能在1楼会客厅等自己，结果人家直接为了表明诚意，带着一众员工在太阳底下站着等自己。只能说来世还得看龙国人。一同在楼下等候的欧米员工并没有敢抱怨什么，可能也是迫于庄博的淫威，不过这样苏北辰倒是挺舒服，没有碍眼的苍蝇在自己面前晃悠。在庄博的陪同下，苏北辰来到摩根士丹利的会议室。庄博先是详细询问了苏北辰的一些公司状况，随后又走过场，形式一样让手下员工进行了一份评估。至于评估结果，肯定是 A 加级别的优质客户。随后庄博又参照了过往苏北辰操作2级市场的手法，给他列举了几种配资杠杆的选择，其中各个方法的利弊都给苏北辰一一介绍。苏北辰听完，直接选择了2倍多空的形式，毕竟这部分资金量比之前开的个人账户大太多了，如果真有大资金来阻击自己爆仓，真的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第110章，日入过亿也不是很难吧。在庄博和一众摩根士丹利员工的注目礼下，苏北辰乘坐的古斯特缓缓驶离。苏北辰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登录上自己开好的个人账户，同时把星辰控股的公司账户给李博发了过去。看着5个账户上每个账户资金量都达到了1000万美元，苏北辰深吸一口气，一切准备就绪，就看今晚的操作了。接下来的时间，苏北辰给吴天成交代了锂空电池的事情，让他去选购一块地皮，准备用来建设接下来的生产线。交代完毕之后，又告诉他最近会和他一样空降过去一名副总经理，让他到时候交接一下星辰科技的公司事务。吴天成自然是听懂苏北辰话里的意思，向苏北辰保证自己会尽快交接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苏北辰此时沉浸在系统中，点开自己背包，发现还有不少之前抽出来的豪车、房产还有道具卡都没有使用，整个背包看着倒是有些凌乱，看来回头找个时间把东西该提现的就提现出来。从一堆道具中找到2级人才招募卡，同时规定专业为电池，苏北辰点击使用，只见一阵光芒掠过，系统提示音在自己脑海中响起，相关人才型之一已按照宿主意愿出现在星辰科技中。与此同时，苏北辰的手机微讯响了起来，吴天成跟自己汇报已经接触到副总型之一。苏北辰回复了收到之后，关闭微讯，继续看起了国外的财经资讯。时间转眼间来到了晚上9点半，苏北辰今天要忙正事，就没叫钱梦梦来给自己谢 you。
钱梦梦闻言，居然以为苏北辰是不是不要自己，开始变得患得患失起来。要是让苏北辰知道他心里这么想，肯定觉得这婊子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过这2天晚上确实苏北辰挺暴力的。很快米国股市正式开盘，苏北辰这次打算不依靠系统试一试这段时间以来总结归纳的市场经验，他想看看有没有回报。在米国开盘30分钟之后，苏北辰果断兑换股市探测仪。什么垃圾股市，这玩个大啊！苏北辰嘴虽硬，身确实，有挂不开是傻子是吧？用了股市探测仪之后，一个个股未来5个交易日的走势赤裸裸展现在苏北辰面前。苏北辰开始操作1000万资金的账户，名为艾姆卡的上市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伏发电的能源公司。此时个股涨幅一直都是在水下负 3% 左右上下徘徊，因为市值的只有10亿美元左右的缘故，似乎很多投资公司并不看好，所以里面的资金也几乎都是散户自己在里面交易。苏北辰看着系统给出的 K 线上，艾姆卡个股将在15分钟之后会有一波暴力拉升，因为米股美元设置涨跌幅的缘故，艾姆卡将会暴力拉升 80% 左右，随后就是一波冲高回落，跌到 17%。 米股确实是玩的一手好活，怪不得后市 BTC 为什么会有人一夜之间爆仓几万亿，合着米股已经身先士卒了。苏北辰在15分钟的时间里一共打入了将近300万美元，还想继续吸一点，发现资金直接开始兑了进来，暴力拉升了15个点的涨幅。他见状只好作罢，任由 K 线的疯狂拉升，苏北辰直接设置好 80% 涨幅的止盈点位。不过3分钟的时间，艾姆卡涨幅来到 80%， 交易软件也自动触发，仓位成功止盈在 80%。 此时账户资金已经来到了1254万，浮盈 25.3%， 收益254万美元。见艾姆卡差不多在 80% 上冲无力之后，苏北辰果断开空，用了1000万的资金吃掉挂在上面的多单。似乎是这1000万空单打响了第一枪，更多的空单接踵而至，暴涨到 80% 的艾姆卡直接开始掉头向下，以俯冲的姿态向下奔去， 67%、52%、34%，一直跌倒 20% 左右，再次触发苏北辰止盈点位，一波1000多万的单子平仓，让股价小小的反抽了一下。苏北辰看着明天艾姆卡的 K 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着快收盘的前5分钟继续开空了。吃了一口管家刚刚送上来的水果，点开资金账户，此时账户资金已经来到了1853万美元，当日盈亏已经来到了正 85%， 盈利金额853万美元，换算成龙国币差不多6000多万左右。苏北辰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毕竟今天只是用了1个账户来交易，如果5个账户火力全开，日入过亿，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1000个小目标也就是1000天，也就是说3年左右的时间。果然还是任重而道远啊，光靠炒股赚1000个亿果然有点困难，居然要3年，而且这还是不算休市的时间，实际时间还要比3年更长。赚1000个亿居然要花3-5年，这时间也太长了吧。苏北辰撂下手中的圆珠笔，一脸愁眉苦脸看着本子上计算的时间。你 TM 装逼之前能不能先把语音给挂了？手机此时传来王校长和秦芬等人的抱怨声。因为王校长下午问了一嘴今天苏北辰的安排，苏北辰也是实话实说自己要去做米股，结果王校长一听，这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连忙喊上秦芬、方元海他们几个，特意几人拉了个名为股神陈哥的小群。在刚刚苏北辰操作的时候，几人也是纷纷跟着操作，虽然苏北辰没有告诉几人止盈的点位，但是触发平仓的时候还是跟几人提了一嘴。王校长吸取了上次投钱投少了的教训，这次直接问他，老子大手一挥又要了1半小目标。一开始王健林是不愿意给的，但是听到自己儿子说要跟苏北辰一起去干米股，二话不说直接给他翻了个倍，1个小目标甩到校长脸上，还语重心长地说亏了就亏了，多跟人家学学经验。王校长也是欲哭无泪，自己前段时间想要几百万都被你说了1个月，到最后还没给，结果提了一嘴陈哥，你二话不说扔给我1个小目标。第111章上帝视角。苏北辰做完收盘前的空单，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浑身噼里啪啦作响。透过卧室旁的巨大落地窗，已经发现天色微微破晓。苏北辰随手拍了一张湘江的城景照发到朋友圈里，配上文案：你见过凌晨4点的湘江吗？发完之后刷了个牙，直接倒床就睡。股神陈哥的群里，跟着苏北辰一起做米股的几人是彻底睡不着了。今天晚上实打实赚了，每人至少都赚了100-200万美元。虽然几人花钱也如流水一般，但是大多数时候那些豪车、奢侈品之类的东西都是用来给公司抵税用的，真让他们拿出这个钱买这些东西，还真不舍得。有时候群里此时聊得热火朝天，这次赚的最多的当属王校长了。因为老子给了1个小目标的缘故，王校长更是从苏北辰下达命令就开始低吸。1个亿小目标换算成美元差不多1500多万美元，虽然手法没有苏北辰那么好，但是这次也买入将近200万左右的仓位。
低吸高抛之后，又跟着苏北辰高位大仓位做空，整体下来盈利40%，也就是净赚600万美元左右，差不多4000万龙国币。王校长，4000万啊！我都没敢想我一晚上能赚4000万。果然交易面前所有赚钱手段都黯然失色。秦芬，你这不得给陈哥磕一个，一晚上带你赚4000万，估计再来几个晚上资产翻个倍都不是什么问题。方圆海实名羡慕了。卖超+1，直到太阳已经彻底升起来，几人才彻底消停下来。大洋彼岸的某家金融机构中，1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统计今天涨跌幅或振幅最大的一些个股的交易席位。艾姆卡以日内振幅140%的 K 线图位居这次的榜首位置。当统计结果出来之后，几名员工揉了揉自己眼睛，再三确认自己没看错之后，就上报给了审核人员。杰西作为入职5年的新油条，很多数据现在虽然还没有做到看一眼就知道有没有问题的程度，但是基本上报错率不超过3%。现在面前这份刚上传上来的数据，说实话让他觉得有点抽象。艾丽卡这边上传上来一份数据报告，你再帮我审核一下，这个买卖点简直太奇怪了。艾丽卡是一名中年妇女，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多年之久，一般审核人员遇到比较奇怪的数据都会找她来确认一遍。艾丽卡接过杰西递过来的数据报表，脸色也开始变得古怪起来。个股艾姆卡的交易点位上，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几乎是在暴力拉升的前15分钟大批量的小单低吸买入，随后在涨幅80%的点位左右开始大笔平仓，随后又在下跌的前5分钟疯狂吃多做空，最后是在15%左右涨幅的位置成功全仓离场，最后还在收盘前开了1000万左右的空单。这个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开户的人操作手法给艾丽卡的感觉很奇怪，就好像是开了上帝视角，总能在起爆之前买入，随后就精准在最高点卖出开空，最后在急杀的最低点再平仓获利走人。如果说今天艾姆卡那个暴力拉升的资金是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来提供的话，他倒是一点都不奇怪，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次暴力拉升的资金除了之前低息的2家金融机构之外，就是量化资金，根本找不到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的影子。最后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就这么把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放在交易榜单的买一卖一榜上。随着对米股的复盘统计完成，今天的米股交易榜正式出炉。埃里克像往常一样下午起床洗漱，简单吃了早餐，就准备开始复盘日经225的股票。距离亚太市场开盘还有将近4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他把白天发生的财经资讯认真复盘一遍。刚打开复盘软件，第一条米股交易榜的消息就推送了过来。虽然埃里克几乎都在亚太市场混迹，但是米股的涨跌幅他也是经常复盘，毕竟作为风向标的米股确实在其他一些金融市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点开今天的交易榜，排在热度第一的就是个股艾姆卡。艾姆卡在埃里克影响里，这好像是家能源公司，在行业里其实并不是很出名，不过因为一直跟龙国有合作，所以业绩倒是一直都很平稳。不过就是这样一只股票，日内振幅居然达到了140%。埃里克看了一眼 K 线图走势，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看上去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点开买一榜和卖一榜，发现居然是同一个营业部，特别是点开买卖点的时候，这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WTF， 你跟我说这不是苏打死我都不信。埃里克掏出手机就要给苏北辰打过去电话，不过转念一想，苏北辰昨天肯定是半夜做了米股，现在打电话过去可能会耽误人家睡眠，留下不好印象。收起手机，看着最后收盘前这1000万美元的空单，埃里克若有所思。湘江差不多下午1点左右的时间，苏北辰打了个哈欠，从床上走了下来。简单洗漱完之后，看了一眼众人给自己的微信留言，程思和柯雪都是问自己什么时候回来。苏北辰想了想，打算这个周六做完米股最后一个交易日就回去。学姐赵一诺则是跟自己分享已经找到工作了，而且还是一家行业的超新兴投资公司。点开图片发现正是星辰控股的入职通知，上面还有人事部林姐的签名。苏北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到时候赵一诺发现公司老板居然是自己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反应。当然了，以沪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自然是进不去星辰控股，自然是苏北辰在背后使了一点小手段。莫小萌那丫头最近大学开学了，倒是没怎么联系自己了。当初见自己那么热情，现在看来怕不是3分钟热度过了。第112章5合1 K 线走势图。李博给自己汇报了昨日收益之后，就没有再提别的事情了。正如苏北辰预料的一样，昨天2家千亿上市公司爆了2个雷，带着大盘指数向下进行了一波跳水。虽然到收盘还是慢慢拉了点回去，不过还是收了一根难看的中阴线。这还是这2个星期以来大 A 指数第一次出现回调。不过李博按照苏北辰的要求，除了巡游科技和众文在线继续锁仓之外，把大部分资金转移到了保险板块进行避险。持仓虽然收益没有前2个星期那么高，不过整体仓位当日还是有3%左右的盈利。
虽然苏北辰答应了上面帮忙护盘，但是2个星期的连续涨幅已经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想必今天2家公司暴雷，上面也不会责怪自己。事实的确如苏北辰所说，经济部的人已经是忙到焦头烂额，该抓人的抓人，该调解的调解，而且这件事任谁来了都难护住大盘，更何况人家星辰控股已经主导了一波小牛市了。张国兴看着下面递交过来一份又一份的审批报告，不由一阵头大。现在的大 A 有太多地方制度不完善，这次还出了个这么丢人的事情，上市千亿公司董事会非法套现那么多钱跑路，监管部门还是自己手下的单位，这次算是把他的老脸给丢完了不说，要不是李国华顶着压力保住自己，恐怕现在这会自己已经在里面吃盒饭了。现在董事会几个人还没有踏出国境，东北地区的海关和边检该发的通知一定要尽快发出去，争取把赃款都给追回。是，张部长。张国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下达同样的指令了，现在基本上全国上下能卡的地方都卡了一遍，如果能抓到人，给上面也能有个交代。多事之秋啊！张国兴叹了口气。时间很快来到晚上9点半，苏北辰坐在总统套房的办公桌前，米股的盘前连续竞价已经开始，如同 K 线走势图一样，个股艾姆卡已经开盘即巅峰，随后一路向下走去，直到竞价结束，跌幅固定在负3%。王校长同样拿着一台苹果笔记本，坐在苏北辰套房的沙发上，就等着苏北辰的发号施令。晚上10点，米股正式开盘，10分钟左右的时间，艾姆卡从负3%的跌幅一路低走来到负9%。昨天收盘前想着套利进来开多的短线投机客，基本上全被闷杀。而作为空军的苏北辰，肯定是赚了10个点左右。在负9%左右的位置，苏北辰小单开始慢慢平仓，差不多用了5分钟的时间，把手里的1100万全部平掉。资金账户此时来到了1960万美元。苏北辰又从系统的声望商城中兑换了一个股市扫描仪，同时在电脑上登录上另一个1000万的资金账户。接下来打算试试双线程操作了。艾姆卡现在可以低吸开多了，博弈一下昨天被闷杀资金的反抽，不过这次不能贪，最多反抽到负1%就走人。苏北辰开始在语音里说着最新的指令，群里几人都害怕出声影响到苏北辰的判断和决策，所以基本上都把麦给闭了，只听苏北辰讲话。苏北辰话音刚落，几人就开始小单低吸艾姆卡。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苏北辰买入了500万美元左右的仓位，其他几人听苏北辰的都只上了1/3的仓位，差不多300万美元左右。苏北辰吸完500万美元的艾姆卡多单之后，看了一眼 K 线图，发现没有太多变化，直接就切到另一个账户上，找到脑海中的另一个个股，直接开始另一只股票的低吸做多。这次就不打算带着王校长他们了，操作股票太多，怕他们这群人容易出乱子，不如让他们在一只羊身上可尽薅羊毛。因为米股没有盘中休息时间，所以几人基本上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盘。苏北辰看不看都没什么影响，毕竟脑海中上帝视角都给自己了，除非说盘面出现大的变动。刚准备打开某站准备摸摸鱼，就听见系统的提示音，艾姆卡个股 K 线出现未知变动， K 线走势图更新。苏北辰点开艾姆卡的 K 线走势，发现10分钟之后，整个走势从负9%慢慢拉升到负1%的时候，忽然一波旱地拔葱，直接把股价干到4%，随后又被拉升到11%，最后在11%的位置进行一波横盘，直到20分钟后又是一波急杀。苏北辰右手捏着自己下巴，自言自语道，这不是跟英股之前安娜走势一样吗？刚刚资金买入了另一只股票将近600万的资金，现在自己账户上还剩将近800万左右，既然要搞就跟着一起来搞一波，反正割的也不是龙国散户。情况有变，艾姆卡等我消息再平仓。苏北辰开口在语音里讲道。收到，收到。10分钟过后，艾姆卡开始缓慢向上拉升，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拉升到了负1%。语音里的几人此时手都已经放在卖出平仓的按键上，就等苏北辰一声令下了。就在负1%的时候， K 线忽然停顿了住了，随后一笔巨额大单直接把 K 线拉升到4%。苏北辰也丝毫不犹豫，直接800万美元的多单接上，彻底把这把火点燃。量化资金见状，直接开始自动下单买入，一些短线套利客也趁机买多进场。一时间 K 线直接冲到11%，不过跟脑海中 K 线走势图不一样的是，涨幅并没有停下来横盘，而是继续一路高涨。苏北辰再看走势图，发现 K 线已经开始扭曲，最后慢慢浮现出来一张全新当日的走势图。艾姆卡涨幅从原来最高11%来到了24%，最后跌回17%收盘。而且系统似乎是发现了自己这种钻空子的手法，直接把后面3个交易日的图给取消掉了，相当于苏北辰花了5个交易日的走势图换来了一张变异的当日 K 线，颇有一种玩合成游戏的感觉。第113章大型认跌现场。我操，涨得这么猛！王校长坐在沙发上，眼都看直了，
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其他在语音了几人嘴里也是同样爆出国粹。他们如果现在卖出的话，净利润都有 20%。如果说昨天苏北辰是运气好，那今天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了。只见艾姆卡 K 线一路高走，直到 19% 左右的涨幅才有些减缓，可以平仓了。此时苏北辰的声音响起，几人回过神，马上把手里的多单开始往外抛售。差不多涨幅来到 21% 左右的时候，几人手里的单子已经彻底清仓，居然还在往上涨。陈哥，咱们是不是卖早了？王校长看着继续往上 K 线，忍不住问了苏北辰一嘴。毕竟昨天涨幅 80% 可是历历在目。语音群里的其他人此时都和王校长一样，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卖飞了。苏北辰看都没看王校长一眼，只是淡淡的开口道：“这是股市，不要想着接最后一棒，也不要去赚最后一个铜板。”王校长听着苏北辰淡漠的声音，顿时感觉自己刚刚有点上头了，问了自己不该问的话，连忙诚恳的道歉道：“对不起陈哥，我刚刚有些上头了。”苏北辰只是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自己如果没系统给的 K 线走势图，恐怕也会跟他们一样上头吧。股市中，无论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每个人都会展现出人性的弱点，做的每一步决定，如果不能保证知行合一，一步踏错，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可能在 A 股还有涨跌幅的限制，但是在海外市场没有了上下限，成败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了。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操作了，如果想吃一点小肉，可以开空一点艾姆卡，但是切记要在收盘之前平掉就好。苏北辰接下来也不打算做一些操作了，打算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即使有个特种兵的体质，硬熬那么晚，身体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设置另一只美股的止盈止损价格之后，苏北辰直接退出了微讯语音。陈哥，那我先走了。王校长见状也是很有眼力劲的收起电脑，往对面自己的房间走去。苏北辰洗完漱，躺在床上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缓缓睡去。一夜无话，转眼来到第二天早上，照常给管家打了个电话送早餐之后，苏北辰走到办公桌前，打开股票软件。另一只做多的美股已经触发了自己的止盈线，成功斩获 25% 的收益，获利150万美元左右，再加上之前做多艾姆卡的收益，此时账户资金已经来到了2310万美元。2天时间，账户资金已经翻了整整1倍。点开微讯，股市陈哥的小群消息已经来到了99家。看样子这群人估计昨天晚上又是熬到了天亮。年轻真好啊，苏北辰不禁感慨道。但是一想到自己也才是个21岁的准大四学生，苏北辰瞬间感觉舒服了。打开当下最火的微博，苏北辰日常刷了起来。这个不错，有那么点美艳小妈的感觉哟，这个够凉快，女菩萨是吧？不过苏北辰也只能在网上看看这些美女照片了，现在 P 图都已经开始流行了，网上这些美女还是网上看看就好了，就害怕线下一见面对方一言不合让你开坦克车。苏北辰正向下翻着，忽然发现一个跳热舞的视频，点进去之后就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御姐，上半身穿着白色毛衣，下身穿着紧身牛仔裤，正在跳当下韩国比较火的女团舞。这么大暗器的博主居然就几个点赞，2条评论。苏北辰忽然来了兴趣，点进名为左英雪的女博主主页，粉丝数也只有寥寥无几100多个人。不过看她平常发微博的内容基本都是日常生活的照片，刚刚苏北辰看的跳舞的视频还是第一次发。左英雪还在熊猫直播。苏北辰点开熊猫 TV 的客户端，搜了一下左英雪，点进直播间，发现跟视频中的女人一模一样，不过看在线观众数量的样子，好像算是一个比较扑街的小主播。这要是放在后世，十有八九要爆火起来，主要这真的太大了。此时左英雪直播间里，一群 LSP 一直刷着免费的竹子，嘴里还嚷嚷着让主播跳个火车摇。左英雪自然是不愿意，免费礼物到自己手里连几毛钱的价值都没有，平台抽一半，工会抽一半。一众 LSP 见左英雪只是坐着跟几人尬聊，嘟囔了几句就离开了直播间。果然还是不适合做直播吗？左英雪看着走掉的几名观众，等这个月全勤结束了，她打算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做直播收入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当初给自己画了那么多大饼，结果自己签了合同之后，工会会长居然暗示自己，如果接受潜规则，那么之前答应你的双倍给自己，当然不接受也可以，基本上就是被冷藏。忽然左英雪直播间内一道华丽的礼物特效闪过，感谢老板送的10个佛跳墙，老板大气。左英雪看清了礼物之后直接大喊道，紧接着又是10个、20个、30个，直到100个佛跳墙才彻底停了下来。10万块，整整10万块。左英雪感觉现在像是做梦一样，居然有人给自己刷了10万龙国币的礼物，除去平台和工会的抽成，到自己手里还能有个3万多。直播间人气从100多人直接一路升到10多万人。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主播的皮卡丘好大只啊！卧槽，刷礼物的居然是陈神！不少进来的人第一眼就看到了排在榜1的陈神，因为之前直播单杀王校长，
苏北辰这个号倒是累积了不少粉丝。叫什么陈神，都什么年代了，非要搞阿谀奉承这一套，真的很丢人好不好？你说是不是陈爸爸？咱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是啊，陈爸爸，别跟他们一般计较。一众网友本来是打算来直播间看美女的，结果看到送礼物的是苏北辰，气氛莫名其妙，画风变得奇怪了起来。热辣御姐直播间直接变成大型认爹现场。第114章，也就骗骗小白。谢谢陈神送的100个佛跳墙，陈神，我们加个微信吧。左英雪有些激动的语无伦次，苏北辰只是回复了个N字就离开了直播间。加上左英雪之后，对方给自己来了个自我介绍，居然真名就叫左英雪，属实是实名制网上冲浪了。左英雪，陈神，今天很感谢您的礼物，您在沪上吗？我要不请您吃个饭。91少女的梦现在不在，回头我回沪上有时间叫你一起吃饭。左英雪，好，等陈神回沪上记得联系我。生怕苏北辰忘了，左英雪又有意无意提了一次。收起手机，左英雪都被自己刚刚的行为羞耻到了，感觉自己像是在舔着脸往上送一样。左英雪点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看着厕所镜子里的自己，果然还是变成了曾经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最终还是向生活低下了头。至于左英雪的心理活动，苏北辰则是显得轻描淡写一样，毕竟只是自己广撒网里的其中一条鱼罢了。继续物色了一回各个平台的新人女主播，发现没有什么值得惊艳的人选之后，就关掉了直播。现在是龙国时间9点，大 A 股还有15分钟就开始进行盘前竞价了。9点15到9点20之间的盘前竞价没什么好看的，基本就是一些试盘的资金，这5分钟之内都是可以随意挂单撤单，所以没什么参考价值。苏北辰点开微博，翻看起财经消息，刷了几下，发现了一条热度很高的帖子，点进去居然是大 A 读嘴里鱼发的。这不是哪个屁股有点歪的财经博主吗？苏北辰对他有点印象，好像是之前说大 A 没有希望了，为此还发了一篇长篇大论说大 A 接下来怎么走。不过因为苏北辰的介入，大 A 连续2周都是大涨，更是开启了一轮小牛市。苏北辰往上翻找了一下，发现这货居然把那篇唱空的帖子给删掉了。因为昨天收盘大 A 没有翻红，所以这是又出来唱空了。大 A 最后的疯狂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一轮暴跌回调行情。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下来，文中还有理有据，用了各种模型、公式以及往年大跌的 K 线走势图，甚至还拿出了几家海外投行最新的持仓报告给众人看。话里话外就告诉大家 A 股要暴跌，赶紧往外卖，大 A 不如米股稳定之类的话。甚至最离谱的是，他拿了米股的爱姆卡做例子。肯定很多人说了，米股没设涨跌幅限制怎么玩，万一被套了怎么办？那么好，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米股爱姆卡最近2天频繁上榜的个股。爱姆卡在昨天的走势中不难看出，这波暴力拉升 80% 就是一波大机会，卖榜第一的资金就很聪明，涨幅达到 80%， 马上就有大成交单在这个位置平仓，卖一资金就找准了这波机会，直接开了大单进场做空，股价应声下跌，市场资金完成一波交替，卖一资金最后获利 50% 离场。这么一看，是不是比 A 股要简单得多？米国一直都是注重散户的利益，只有散户获利了，整个市场才能做起来。所以说我真的很推荐新手炒股尽量来做米股。苏北辰看完呵呵冷笑一声，如果真的是一个股市小白看到这篇文章，说不定还真被这个鲤鱼忽悠过去了。但是这文章放在一些股市老油条眼里，简直漏洞百出，只提了获利有多快，T 加0有多舒服，还站在上帝视角去分析一根 K 线的走势，让人差生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实际上呢，关于那些被拉爆仓的散户，他是只字不提。就好比他拿来举例子的爱姆卡个股，如果你在 80% 的点位开了空单，接下来直接拉升到 160% 呢？这个时候你是平仓还是不平仓？涨幅到 160% 的时候，持仓亏损接近 80%。如果这时候平仓，就意味着出局，就是硬亏了 80%。可是死撑不平仓，可能到最后亏的本金都没有。而且散户又怎么能判断出来主力资金的意图究竟是拉高出货还是砸盘洗筹码？很多人都琢磨不透。股票交易胜率的确很公平，要么涨要么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市场保护机制。在 A 股，哪怕你10个亿的资金去秒拉一只个股，因为有排单的机制存在，至少也需要1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涨停。而在米股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想要从1%拉升到100%，只要你资金充足，可能就是几秒钟不到的事情。瞬间爆仓这种事情早就屡见不鲜了。就这点来说，苏北辰还没有提多空博弈的机制。所以说这个李玉看来是心思不纯啊，老想着骗人去米股开户当韭菜。苏北辰也不客气，直接转发加评论。苏北辰真不知道有些人屁股到底歪到哪一边的，天天在网上割韭菜。关注苏北辰的人倒是不少，微博转发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有人在下面评论了起来。我早就觉得这人有点问题，关键还那么多人都在他下面夸他，
真的不能理解。微博平台，麻烦工作人员查封一下这种汉奸的微博好吗？大洋彼岸一间屋子里，正在洗水果的李玉听到手机疯狂弹出来未读消息的声音，连忙擦了擦洗水果的手，滑屏解锁了手机之后，发现居然是微博。最新一条帖子下面清一色都是辱骂自己的评论，还有不少人在后台给他发私信，骂他的内容更是不堪入目。不过李玉早就习惯了被人骂，毕竟之前上综艺厚着脸皮舔欧米人的鞋跟都能做出来，被骂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李玉翻找了一下，发现居然是一个100万粉丝博主苏北辰转发了自己的微博。星辰控股董事长，这不是最近金融业内很火的超新星吗？不过转念一想，苏北辰转发自己微博，岂不是白白给自己带来流量？但凡带来流量里100个人有1个人找自己开户，那上面给自己的奖金就会多一笔。念此，他直接就当没看到一样，继续编辑发送之前整理好的下一条微博。第115章理空技术，您的账号受到言论限制，请更新身份信息证明后再使用该功能。李玉编辑了半个小时的畅空帖子，居然发不出去，顿时傻眼了。点开更新身份信息证明，发现账号之前绑定的身份证已经被注销了，现在根本验证不了，联系了客服那边也说没有办法，自己这号算是废了。李玉就是靠着这个经营了3年的账号割韭菜，日子才算过得舒坦，现在微博居然直接给自己禁言了。微博那边自然是注意到了苏北辰的实名举报，更何况还上升到了正资层面，不管3七21，当即就给李玉来了个禁言套餐。反正具体事情具体调查，等查清楚了没问题再放出来。苏北辰看李玉没有继续发新贴了，也懒得管他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苏北辰几乎每天晚上都带着王校长几人在米谷叱咤风云。5个交易日，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连续上榜各大人气股票，而且每次都是获利出局，胜率几乎高达100%。已经有不少米股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在想尽办法去探查湘江天风国际证券营业部这个席位到底是谁在做票。湘江的证券公司隐秘性虽然做得还算不错，不过还是架不住那些寡头来询问。苏北辰、王校长这些天也没少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富豪的邀约，不过都被几人一一拒绝了。几人虽说都不差钱，但是这波股票是苏北辰领头在前面吃肉，他们几个在后面喝汤，所以自己没有那本事，自然不会揽瓷器活。陈哥，你为啥不去给那些寡头做私募啊？中东狗大户给你开30%红利，你都不去。王校长半躺在沙发上，嘴里喝着珍珠奶茶，一脸好奇。苏北辰对于王校长好奇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惊讶，毕竟狗大户那边给自己拿100个亿让自己做，而且单位还是美元，条件真的很诱人，将近给自己30%的红利分成。苏北辰一边叠着自己的衣服，一边跟王校长解释道，资本巨鳄下场找这些2级市场做得好的短线客，目的是成立私募，让他们为自己赚钱。中东那群狗大户条件什么的确实听上去很不错，但是实际上风险要大于收益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沪上国金之前失踪了2个基金经理的事情，你应该有听说过吧？说是夜跑的时候失踪的，我估计现在应该不知道在哪埋着的。说是私募倒不如是说混黑的，赚钱了大家都其乐融融，赔钱了可能就被喂鱼了。王校长有被苏北辰的话给震惊到，虽然他一直知道有私募基金这回事，但是没想过这个圈子居然能这么乱。往往高端的金融行业都会采用最原始的竞争方式。苏北辰拉上自己的 LV 书包，拍了一下坐在沙发上愣神的王校长道，该走了，别想了。哦，回过神的王校长连忙回答了2声，拖着箱子几人一起往酒店的停车场走去。一上午的时间过去，王校长的湾流私人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李龙已经开好车，在特殊通道前等候着了。跟王校长告别后，苏北辰上了车，打算先去一趟星辰科技，看看生产工厂场地规划的怎么样了。自己理空技术和星辰科技的副总裁邢之一一同提取到星辰科技有技术图纸的情况下，居然在实验室还能失败好多次，可想而知理空技术的困难性。毕竟系统只是给了自己理论上的知识，放到现实中肯定需要调整。现在市面上电池技术算是樱花国比较领先，不过单体电池的密度也仅仅只有 150Whkg， 虽然在后世龙国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超越樱花国技术，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电池企业，但单体电池密度也仅仅只有 255Whkg。自己手里的理空技术理论上，单体电池密度将近1000Whkg， 是宁德时代的4倍几乎，造价成本也比普通锂电便宜个30%。所以说，这门黑科技基本上就不是这个时代会有的技术，失败这么多次也是理所当然。宾利缓缓停在星辰科技的停车场中，苏北辰下车抽了根烟后，走进星辰科技的楼层。好的，李氏，土地审批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吴天成刚挂完电话，就见苏北辰在自己身后。苏董，土地审批的事情很快就有着落了，应该是有人在背后使劲了。苏北辰点点头，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自己二叔啊。邢副总呢？副总他最近一直在实验室，吃喝住几乎都在公司。最近，好家伙，没想到系统召唤出来的人物这么拼，这要是让996007老板看到了不得狂喜。这样的人才放在整个打工界都是相当的炸裂。至于实验室是公司一开始就专门空出来的地方，提取理空技术的第一天，苏北辰就安排好星辰科技去采购一些做电池实验的实验仪器。苏北辰推开实验室的大门，就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正仔细研究着放置在桌上的半成品，似乎是感受到有人进来了。邢之一抬了起头，看清楚来人后，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恭敬地走到苏北辰面前，微微欠身：“苏董，实验结果已经算出来了5种，不知道您需要第几种？”邢之一说罢，就拿出5份实验数据报告递给苏北辰。苏北辰坐在实验室的桌子上，逐一看着这5份实验报告。第一种刚看就直接排除1500WHKG 密度的单体电池，就需要1块值就可以沪上开到上京。不过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稳定性差，输出电压相较于其他4种会差一点。第二种、3、4种几乎都是有些小毛病，比如室外温度过低会影响电池容量等等。不过苏北辰看向最后一条的时候，直接就拍板，各项数据都算是比较平均，单体电池容量也有700多，但是安全程度上直接给了个5星。苏北辰指着第5种的方案：“就选这个吧。”第116章叶家往事。忙完星辰科技理空电池的事情，苏北辰又去了一趟星辰控股和星辰娱乐看了一眼。总体来说，自己不在公司的这个星期里，3家公司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给出的方向在稳步前行。让苏北辰值得注意的是，前段时间迅腾大张旗鼓要和星辰助手打擂的产品居然没了消息。不仅如此，甚至连网上一些水军舆论消息都查不到了。按道理来说，迅腾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苏北辰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其中的缘由。时间回到1星期前，上京的某处豪华山庄，一辆和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的出租车缓缓停靠在山庄大门口。奚梦欣付了100元的打车费后，又打开后座的车门，和姐姐奚梦月一起扶着奶奶下了车。本该在医院多住1个星期休养的协欣，听闻苏北辰的事情，硬是让护士给自己批了提前出院的申请书。他已经欠苏北辰太多了，包括这次手术的钱，以及奚梦月和苏北辰之间怎么认识的，奚梦欣通通跟他讲了一遍。协欣听完顿时老泪纵横，没想到因为自己差点让孙女沦落青楼，如果不是苏北辰，奚梦月说不定这辈子真的就完了。所以他也是打算趁着自己还活着，多少能还给苏北辰一点恩情。奚梦欣按响山庄大门上的门铃，叮咚了2声过后，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响起：“您好，请问您是？”奚梦欣正要开口，就见自己奶奶朝自己摆摆手，在奚梦月的搀扶下走到门铃前：“我叫协欣，不知道现在叶家还有没有记得我的？能劳烦您给叶家主持人说一声吗？”“好的，我这就给叶老爷子禀报一声。”时间1分1秒的过去，脾气本来就有些暴躁的奚梦欣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正要发作，就透过大铁门看到浩浩荡荡一大群人正往这边赶来，为首的正是现在的叶家当事人叶军。叶军本来坐在书房和自己孙女讲不知道被他讲过多少遍的叶家回忆录，正准备讲，就被自家佣人敲门声打断：“老爷，山庄外有位叫协欣的人前来拜访。”本来故事会被打断，有些不爽的叶军听到佣人的话，顿时从凳子上弹了起来，3步并2步走到那名佣人面前。叶军呼吸急促道：“你刚刚说那人叫什么名字？”本来就是军队出身的叶军，此时一身威压，更是让中年妇女有些喘不过气。叫协欣。叶军得到想要的答案后，直接健步如飞冲向门口。在1楼会客的叶青云第一次见到自己老爹这么慌张，在他印象里，自己老爹一直对什么事情都是云淡风轻的态度，颇有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失陪一下。叶青云跟2位客人道了声歉，连忙追向已经跑出去的叶军。其他在院子里吹牛逼的叶家小辈也看到这一幕，都跟了上来。叶军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在追问自己的叶青云，没有顾上多说什么，只是快步向着大门口走去。随着离大门越走越近，一道尘封在记忆里的身影越发清晰起来。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追在自己屁股后面叫喊着：“哥哥，我也要跟你一起去买糖吃。”已经是双栖年华亭亭玉立的姑娘泪眼婆娑地看着自己：“军哥，你要去参军了，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呜呜呜！叶军终于来到了大门口，看到门外站着的老妪，即使岁月在他身上划了一刀又一刀，他庞佛还像当年那个追在自己身后叫喊着要一起去买糖的小丫头，庞佛还像那个在月台上泪眼婆娑舍不得自己的大丫头。叶军再也忍不住了，2行清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叶青云见状，连忙打开大门。协欣双手拉着面前哭得老泪纵横的男人，嘴上说着如同当年他安慰自己的话。一些小辈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总觉得眼前这个老妇人给他们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好一阵子过去，叶军才擦干脸上的泪水，
连忙招呼着三人赶紧进客厅中。纯黑风格的中式豪华装饰让奚梦月和奚梦欣两人感觉有些说不上来的压迫感。邪心倒是觉得异常亲切，当年自己小时候家里面也是这种风格的装饰，一进来他就有种回到了过去的感觉。到了客厅，叶军和邪心两人就开始继续唠家常，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把这些年来的经历一点一点都讲了出来。奚梦月和奚梦欣两人则是被家里的女人拉了过去，三两句就聊在了一起。叶军听完自己妹妹的这几十年来的遭遇，久久不能平息，想开口安慰，但是觉得好像什么都太迟了，最终所有的话语化作了一声叹息。邪心其实也很愧疚，自己家里就自己和哥哥叶军两个孩子，当年自己下乡留在了农村，自己哥哥那时候还去当了兵，家里父母逢年过节都会难过一阵子，后来父母病了，叶军也忙着执行国家的任务，根本没有时间看望二老，以至于后面自己母亲离世都是3年后才知道，其实家里面早就想跟邪心道个歉，想把他们一家人给接回来，不过由于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久而久之耽搁住了。当初给的地址似乎也不对了，寄出去数千封的信件也是石沉大海。父亲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再看邪心一眼，结果还是没有等到。邪心觉得这么多年来家里只来找过自己一次，就以为家里已经把自己除名了，不曾想过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现在的他唯独只剩下叹息了。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默许久，最终还是叶军打破了这一场面。妹妹回来吧，咱们家就缺你了。叶军毅然决然开口道。听见叶军的提议，说实话邪心挺想接受，但是一看到这么一群陌生的小辈，说实话他犹豫了。叶军此时也没有说话，打算给邪心一点时间来接受。您就是爷爷常说的叶姑奶奶吗？一道稚嫩的声音忽然在一旁响起。第117章。所以自己奶奶到底是什么豪门世家？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躲在沙发后探着头，一脸好奇地望向邪心。叶军脸上笑容又浮现出来，走过去半蹲下来抱起叶圆圆。圆圆，爷爷是不是跟你讲过，在问别人名字之前是不是要先介绍自己啊？爷爷对不起，是圆圆忘记了。叶圆圆诚恳地认了个错，在叶军怀里转了个身，对着坐在沙发上的邪心道：您好，我叫叶圆圆，圆是圆圈的圆，请问您是爷爷常常提到的叶姑奶奶吗？看着叶军怀里的小孙女，邪心脸上也浮现出笑容来。看了一眼叶军，只见叶军也朝着自己点点头，邪心下定了决心，开口道：圆圆真懂事，我就是圆圆爷爷口中常说的姑奶奶。姑奶奶好，我爷爷从我记事开始总是给我讲您的故事，好几次还看见爷爷讲着讲着都快哭出来了。嗨嗨，叶军闻言连忙咳嗽2声。圆圆，你是不是今天功课还没有学习啊？要不圆圆先跟着老师去楼上学会习吧。站在一旁的管家马上接上叶军的话，连哄带骗给圆圆带上楼去。叶军害怕自己孙女再说下去，这些年来在家族里的形象都要掉光了。圆圆上楼后，场面又恢复了刚刚的沉默。不过在两人相视一眼后，顿时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军哥还是像以前一样，遇到什么事都躲起来，一个人偷偷哭。哈哈哈哈，还和以前一样，每次丢人都能被你发现。坐在远处聊天的叶家人，实则注意力都放在二老身上。见二老笑得那么开心，说实话，他们也很欣慰。对于邪心的归来，叶家人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根本不存在什么回来争家产之类的话。叶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家族里的团结，遇到什么事情几乎都是一致对外，叶老爷子发出什么命令都是无条件去遵从，几乎都做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至于你说有没有自私自利的人，那肯定是有的，不过现在已经不算是叶家人了。接下来的2天，两兄妹天天都有续不完的酒一样，天天都在一起说话。至于奚梦月和奚梦欣两人也大学开学了，叶青云直接安排了2辆挂着京 A、G6 车牌号开头的 A6 送两人去学校报到。奚梦月和自己妹妹上的不是同一所大学，所以出了山庄就往不同方向走了。刚到学校门口，就见大学一众领导班子大热天站在校门口，等他们的车缓缓开向校门的时候，奚梦月开口打算让司机就在这里停，自己去搬行李进去。结果还没等他开口，就见一众穿着衬衫的领导直接向他们走来。只见一众领导中站 C 位的地中海中年年，脸上一脸讨好的样子，弯着腰跟开车的司机开口道：姚秘书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要不要上去喝杯茶？姚航似乎对这种场面倒是见怪不怪，平淡的开口道：劳烦苏校长还特意跑出来一趟，今天只是来送一下小姐来贵校报道，倒不必这么兴师动众，我家小姐最近刚回来，还是低调一点好。苏校长一听连忙点头，赶紧给身后这群领导都驱散开，只留下2个女领导和一个年轻力壮的苦力留着搬箱子。紧接着又给保安室大手一挥，学校电动大门打开，姚航开着奥迪 A6 缓缓驶向校园内。坐在后排的奚梦月此时满脑空白，刚刚那个苏校长他自然是认识，在入学通知书的祝贺语的结尾，
附上的就是苏怀江苏校长的署名。虽然自己学校只是一个普通一本，但是一校之长的行政地位肯定是不低的，更何况还是在上京这种地方，起码都是视听级别的。但是看刚刚对司机，不应该说姚秘书的态度，简直是如临大敌一样，仅仅是一句话就让苏校长额头上细汗密布，感觉这段时间的经历自己看小说一样魔幻。所以自己奶奶到底是什么豪门世家？另一边，苏校长连忙让刚刚跟在旁边的女领导和搬运工追上车，去给人家办理入学手续后，自己又从裤兜里拿出来一包卫生纸，撕开擦了擦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刚刚被苏怀江驱散的几个领导看车子离开了，又马上回来了。看着顶头上司一脸快虚脱的样子，几人都有点好奇刚刚到底是什么人物。有几个关系好的还是问了一嘴。苏怀江给自己灌了一口矿泉水，随后也不避讳开口道：今天跟你们提一次，都给我好好记好了，以后看到这个车牌，还有今天送来的叶家小姐奚梦月，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伺候好了，不然得罪了她，别说你们了，我都得跟着玩完。几人看着苏怀江一脸严肃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同时都在心里暗暗记下奚梦月和刚刚的车牌号2个信息，生怕到时候手底下的辅导员不开眼得罪了人。男生宿舍此时3个大3的老油子坐在宿舍区的长椅上，3双眼睛正在寻找有没有高颜值的大一学妹。这个不错，就是有点黑，85分吧。这个妆太浓了，卸了妆估计能有个70分就不错了，不过腿倒是真的长。卧槽，100分，不，1000分。烫了锡纸烫卷发的老3忽然大喊起来：啥玩意儿？奶呢？奶呢？老3指着不远处正在从车后备箱拿东西的奚梦月。卧槽，还真是啊，老3你这眼光可以啊，还是个开 A6 的富婆，这谁要谈了岂不是直接走上人生巅峰，活脱脱白富美啊。老2和老3两人激动半天，一寻思老大怎么不说话，回头一看发现老大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两人。老大，你毕生梦想不就是勾搭上一个白富美吗？现在机会来了，要把握住啊。对啊对啊，被他们叫老大的人直接呵呵一笑，人家确实是白富美，但是你们看看人家车牌号，再查查自己有没有那个胆量再说。第118章半夜来访的警告。老大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车牌号有什么说法吗？两人虽然知道开 A6 当官的比较多，但是不至于说没胆量之类的话。经 AG6 这号段的车牌号，整个上京就颁发了200多个，至于是什么级别的人才能由你们自己查查吧，说多了怕被和谐。两人查完相互看了一眼，根本不敢再去打奚梦月的主意。话虽好，命要紧。很快接下来的一幕更加证实了3人所想。只见2个女院长亲自带奚梦月办理入学手续，什么资料都是直接拿过来给她填，还有个吭哧吭哧埋头搬东西的苦力。3人定睛一看，这不是自己辅导员吗？奚梦欣那边几乎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形，一整天的下来，两女都感觉在梦里一样。叶家山庄里，协兴和叶军两兄妹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在山庄后面的草地上来回遛弯。军哥，我这次能做上手术，还有奚梦月那孩子，她差点，全都是靠着梦月那孩子的男朋友。叶军这几天自然是打探到了这个事情，协兴不提，他也一直都没有说这件事。哎，这事也怪我，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不忙来上京了，我可得好好当面感谢苏小友一番。协兴还想再说些什么，不过被自己哥哥抢先开口打断道：不瞒你说，苏小友的事情我已经让人去帮忙了，擅自没经过你允许调查了，是我做的不对。协兴摇摇头没有说话，眼角微微扬起，对着叶军莞尔一笑。叶军愣神了一下，就觉得眼前的一幕庞佛间就像回到了当年。张总，我们目前讯腾精灵靠着微讯和扣扣2大平台引入的流量，目前是一天比一天高了，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得喊你张董了。张博手下的几个狗腿子市场经理此时纷纷举起酒杯敬酒，彩虹屁更是吹得毫无痕迹。张博自然是很受用这种感觉，晚上的酒会他的笑容根本就没断过，谁来敬酒都是来者不拒。喝到最后，在场的人甚至都已经开始张董张董的称呼起来。张博自然也在一声声张董下逐渐迷失自我，以至于最后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反观讯腾大厦，此时却一片灯火通明，不少打工人此时还在奋力码着代码。马腾办公室里来了几名身着正装的不速之客。薛省你来了，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这真是有失远迎。小李，你去把我放隔间里的大红袍拿过来，给几位领导泡上。薛阳此时听完马腾说的话，脸色有些不好看。谁 TM 大半夜喝茶呀？不想睡了吗？于是朝着马腾摆了摆手。马总，那些珍贵的茶叶就留着吧，几位领导都是从上京那边匆忙赶来，还是先处理要事要紧。马腾闻言，薛省的话也明白了，几人怕不是对讯腾来者不善。要知道，薛省作为广省的3把手，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但是此刻却如坐针毡一样，而且没有任何通知，直接深夜来访公司。说实话，他也有点慌。其中一位穿着正装的中年人冷哼一声：马总大半夜请我们喝茶，是生怕我们能睡个好觉呀。
说完，又从衣服内兜里摸出来一个证件，放在桌上。马总需要查验一下吗？马腾连忙摇头，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翻开，生怕看完自己就被带走了。关于训腾这些年来的行为，上面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好像马总不这么认为，最近2年更是胆子变得更大了呀。虽然不知道对方指的那件事，但是马腾还是连忙赔罪。训腾也算是个不小的企业了，国家的 Jans 红利也吃了不少，但是咱们总要去履行相应的义务，是不是？是，领导教育的对，训腾如今做大了之后，公司管理确实很多地方都没有跟上，往后一定严加管理，这该交的罚款训腾一定补齐，那些做错的事情一定好好再弥补。一众领导相互看了一眼，觉得也说的差不多了，起身准备要走。马腾见状，连忙陪着薛省一起准备送领导。众人走到电梯口，刚刚警告马腾的领导回头看着马腾，又补充了一句：对了，马总，关于人工智能这块的事情，这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多研究研究自己的技术，在将来市场也能占据一定份额，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好了，就送到这吧。说完，转身上了电梯。马腾站在原地，直到电梯下到了1楼，他才往回走。他可算明白这群领导为什么大半夜从上京那边赶过来，跟自己说那么多警告的话了。合着前面说的那么多话，全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句做铺垫。人工智能项目说的不就是训腾精灵这件事吗？马腾坐在桌前，喝了一口秘书递过来的白开水。所以说，这次上京官员半夜来访，就是星辰科技那边的还手的手段吗？一想到张博给自己的调查报告书，他忽然气不打一处来，让他做个背调，做了半天，跟自己说苏北辰就是一个普通富二代家庭，运气好炒期货赚了一笔快钱，正好还有个当官的二叔而已。现在马腾只想用他42码的鞋子一脚踢到他52码的脸上。你跟说我这是普通家庭？哪个普通家庭能让人家上京官员连夜赶来警告自己一番？同样名字里都带博字，为啥人家星辰控股的李博手段就比自家的张博能高这么多？马腾给张博打过去电话，连打了好几个都没打通。深呼吸了几口气，不气，身体是自己的，不至于跟沙比闹脾气。抄，小李，把训腾精灵项目组的负责人都喊来到会议室开会。马总，有几个人已经跟着张总回去了，那就打电话叫过来。好的，马总。小李不知道为什么提到张总名字的时候，好像马总语气都变重了起来，颇有一种自己粉饼被亲戚熊孩子掰碎活泥巴的时候自己的感觉。第119章，训腾裁员。等李秘书找到张博的时候，他人已经喝得不省人事。马腾得知后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让他以后都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张博的狗腿子也在一旁，听到电话里马总的声音，立马酒醒了一半。李秘书挂完电话，看了一眼瘫在椅子上的张博，上身赤裸着，嘴角还挂着笑容，也不知道是不是梦到自己成张董了。李秘书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只能说张总命不好吧。摆摆手，带着一众训腾精灵的项目负责人回了公司。众人刚一走进会议室，就见坐在主位的马腾一言不发，双手飞快的不知道在电脑上打着什么东西。整个50人的小型会议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整个屋子却只能听到马腾飞速敲击键盘的声音，谁都没有说话。公司上下基本上都知道了刚刚9点多钟发生的事情，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当出头鸟。随着马腾最后一个敲击停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今天怎么都这么安静？要不是我长了双眼睛，我还以为会议室就我自己呢。听着马腾嘴里的话，在场的人心情更加沉重了。今天怕不是要拿人开刀了。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我可好好说2句了。张经理，星辰科技的事情是你负责调查的吧？被指到的张北恒心里一紧，连忙站起来。是我调查的，马总。张北恒又马上补充了一句。还有张总和陈副总，我们分别调查了苏北辰旗下的3家公司。马腾抿着嘴点点头，又看向刚刚被提到的陈副总。陈群现在想杀了张北恒的心都有，他这是看出来了张北恒想多拉几个人下水。马总，我调查的部分是星辰娱乐，具体真实资料正如我递交上去的调查一样。马腾依然是面无表情点点头，随后拿笔在面前的本子上一划，平淡的开口道：好，调查的很不错，明天收拾东西去一趟人事。马总，陈群心里已经预料到是这种结果，但是很明显他还想再争取一下机会。不过刚开口就被马腾伸出右手制止住了。陈群心灰意冷地坐了下来，他知道马腾这是在给他留最后的体面。接下来的会议里，在场的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不是被点中的幸运。会议的最后，在座的50多人只留下了18个底层无关紧要的码农，其他要么是降薪处理，要么是体面走人。虽然马腾知道这里面很多人都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去做事，但是这件事总要有人背锅不是吗？所以说这波到底是谁在背后给训腾施压了？可以这么说，这些被开除的人应该就是训腾推出来的替罪羊。看到训腾裁员新闻的苏北辰一脸惊讶，
主要还是这次裁掉等级最高的员工居然是一个常务副总裁。李博喝了一口已经放得温热的拿铁，裁员级别不大，上面肯定也不会满意。在李博的心里，苏北辰每次都能刷新自己对他的认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是单纯以为这个年轻人上面只是有些关系，消息比较灵通。到后来做空期货和外股的时候，他发现苏北辰对于市场的认知和判断已经远超自己。再后来，公司成立私募基金，结果官方帮着找 LP 不说，一投就是300个亿的大资金，更是主导大 A 走了一波小牛市。再到现在，连迅腾那种庞然大物都得服软。不得不说，他现在很庆幸当时自己脑子一热跟着苏北辰干的决定。苏北辰思来想去，也不觉得自己能认识这妖牛逼的人物。之前开出来的人脉卡还没用呢，自己人脉也就一个二叔苏天南。他并不认为自己二叔能给迅腾施压，让他们一夜撤掉所有的舆论以及下架研发出来的产品。算了，不去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管怎么说，终归结果是好的。最近听说苏董又买了一块地，打算干电池行业吗？李博也不再继续问下去，转移话题道。苏北辰点点头，这是投资圈里基本上都知道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新能源行业想要发展起来，我觉得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早。新能源赛道投入的资金每年都在翻倍，出结果可能也就是4-5年左右的事情。如果到时候再去布局，可能来不及。李博点点头，其实苏北辰说的也没错，算是未雨绸缪了，就是有点早而已。其实苏北辰这么着急买地建立锂电池公司，还有一个原因没跟李博讲，那就是买矿。有了锂电池行业的公司，再去申请相关的矿业许可证，审批下来比较容易。如果单靠走关系没公司，也得要花将近2年多的时间，到时候多花好几倍的价格去买锂矿，这不是纯纯大冤种吗？而且自己也询问过系统，成长经验只能以个人名义去买矿才能获得增长。再往前推个20年，或许自己操作一下，还有可能以个人名义去买。现在想都不用想，肯定不可能。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锂电池公司就是打着锂电的幌子，实际上就是个矿业公司。等到了20年、21年，磷酸铁锂价格最高的时候，直接把矿给卖了，起码能翻个10几倍是没问题。投资几个亿，回报几10个亿，这不比抢银行来的刺激？锂电池公司那边申请矿业许可证的事情，老李你也多照顾着点，交给那帮技术人员来，多少还是有点强人所难。李博点点头表示明白，即使苏北辰不跟他说，他也会去照顾着一点，毕竟都是星辰控股旗下的子公司。对了，三生云上市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一听苏北辰提起这个事，李博就有些无奈，放下手中的拿铁，眉头微皱道：还是之前那个女的手里持股的事情，本来都已经低价谈好了，准备签合同，但是不知道谁告诉他，只要手里票不卖，等星辰控股上市就能翻好多倍，多赚几10亿，所以他没有签。第120章，那就去米谷割韭菜。是这样的，李博语气有点失落，毕竟当初一手调查公司都是自己来办的，结果现在快到上市了出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责任很大。行了，老李，毕竟咱们也不知道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苏北辰也看出来了，李博这会有点自责，既然不愿意转让股份，那就不上市，肯定会有人着急。正如苏北辰所说的一样，其实他们上市不上市都损失不了什么，上市顶多就是公司能融资更多的钱，拿来生成更多的利润而已。要说星辰控股其实并不差钱，最多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但是对于沪上或者沪上交易所来说，这就是一笔实打实的政绩。不少机构推测，星辰控股上市 P/E 值就算定在20倍，保守估计上市之后就是1000亿级别。1000亿市值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股市上还算挺稀罕。反正星辰控股的股权架构都做好了，真要拖到后面，时间够了，直接不选择借壳了，本体直接上市就完事了。至于之前借壳花的那些钱，苏北辰全当打水漂了。倒不是他没格局，而是单纯看不惯这种坐地起价的人而已。或者学着阿里巴巴，直接去米谷上市割韭菜，倒也是不错的选择。模仿杰克马的路，让米谷散户梅开二度。虽然米谷有规定，公司至少有12个月的运营时间，不过他相信这对于庄博的所在的摩根士丹利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苏北辰找到庄博的电话拨了过去，透露了自己想在美股上市的想法之后，又明确表明了星辰控股不会去开通米谷股基金业务。庄博闻言自然是直接双手双脚保证这件事肯定没问题，包在他身上。星辰控股不开通基金业务，那意思就是表明了以后公司做股票都是在摩根名下，手续费自然也是摩根士丹利的利润。庄博自从拉到星辰控股的大客户之后，下一任的香港摩根士丹利总裁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总部那边甚至不少高管都已经私下里跟自己交好。如果星辰控股能在米谷上市，相信董事会的席位自己也不是不能冲一冲。苏北辰挂断电话后，跟李博交代了一下米谷上市要做的资料之后，就开着宾利回了静安天域。已经1个星期没见到程思了，
因为在湘江要做米谷的原因，时差几乎就是完全不同步。程思最近还在忙着竞标斗鹰的项目，两人甚至连视频的时间有时候都抽不出来。刚打开家里的大门进到屋里，就见到一道黑影朝自己扑了过来。程思直接像八爪鱼一样挂在自己身上，对着苏北辰一顿猛亲。想死我了！你不在这一个星期里，我真的觉得人生都没有了色彩，连工作都提不起动力。苏北辰抱着程思，右手拍向程思圆滚滚的汤布，一看就是没被充电，这回太亏空了，让我好好来给你充波电。说着就抱着程思走进浴室。那一夜又是战火纷飞的夜晚，苏北辰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推向高地。周日一早，苏北辰和程思两人难得睡了个懒觉。苏北辰醒来看了眼手机，已经是上午11点钟，用手拍了拍程思的屁股。吃饭吃饭。程思听到苏北辰的声音，连眼睛都没睁开，有气无力地回道：点外卖吧，我真的没劲了。一直躺到半个小时之后，外卖员按响门铃，两人才不紧不慢地坐起来穿衣洗漱。今天陪我去赛道上跑2圈。赛道？什么赛道？苏北辰吸着黑米粥，晃了晃手里法拉利的钥匙。程思瞪大了双眼，满脸兴奋，不过一想，脸色又开始担忧起来。跑赛道是不是会很危险啊？没事，我开得很稳。当年我开着 A186 在秋名山排水道过弯的时候，你还在那看宫斗剧呢。A186 秋名山，虽然不知道苏北辰说的是什么地方，不过还是点头应下。苏北辰之所以忽然想去跑赛道，纯粹是这几天完成日常任务得到了一个白金宝箱，开出来了一个赛车手级别的驾驶能力。正好之前王校长和秦芬还老约自己去跑赛道，正好有机会给他们露一手。吃完早饭，两个人把垃圾打包好下楼的时候一同给扔掉。坐上红色的法拉利 SF90， 苏北辰点开王校长给自己发的定位，直接一脚油门开出了地下车库。此时 WG 俱乐部的专用赛车场里，王校长和秦芬两人正坐在板凳上看着其他人的比赛。妈的，看见韩凡这逼样我就来气，也就会开个车，现在拽的都快上天了。这人完全就是个疯子，开车直接油门才死的那种，真的就不怕车毁人亡了。两人看到个子不高的韩凡夺冠之后，更是一脸不爽，出声道：你们这不是酸人家吗？开着这么好的车，没跑过人家718怪谁？还有你们说的陈哥到底什么时候到啊？到时候给我们几个土包子开开眼。坐在两人一旁的几人闻言，直接丝毫不留面子揭穿：哼，长了张嘴，除了满嘴喷粪，不知道还有什么用。王校长冷哼一声，也是直接反驳道。一旁的秦芬倒是没多说什么，不过看脸色也是不太好，不动声色地拉了一下王校长的衣角。老王，陈哥他到底行不行啊？别到时候陈哥来了，面子也丢了，那咱就尴尬了。王校长满脸自信，只是告诉他完全可以放心陈哥，毕竟之前在湘江看电视节目里拉力赛的时候，陈哥跟自己说过，以前用 A186 就在秋名山山路赛道拿下了竞速第1名。虽然当时自己也有点不信 A186 居然能这么猛，但是苏北辰一脸平淡的样子让他还是信了几分。其实苏北辰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头文字 D》这部作品。第121章，漂移过弯。山路赛道还能拿 A186 拿第1，秦芬虽然有些半信半疑，不过还是选择相信陈哥。法拉利低沉的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传到众人耳朵里，只见一辆酒红色的法拉利 SF90 缓缓驶入 WG 俱乐部。车子停稳后，王校长和秦芬两人直接走上前去。陈哥，陈哥！苏北辰走下车，关上车门，程思一双裹着黑 S 的大长腿也从副驾驶伸了出来，直接给周围的富二代看的眼睛都差点移不开。韩凡同样看到了苏北辰，尤其是看到副驾驶的程思，又看了看身边的女伴，不满都快写在了脸上。陈哥那个脸色跟吃屎了一样的叫韩凡，仗着自己车技和家里在上面有点关系，天天就喜欢踩拉别人抬自己。苏北辰早就注意到了那边被众星捧月的韩凡，只是懒得理会而已。他今天只是想在赛道试试开跑车什么感觉，至于特意来装逼打脸，苏北辰觉得自己真的没那闲工夫。程思下了车，自然而然就挽起了苏北辰的胳膊。说实话，他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级别的俱乐部，尤其是周围男人看自己的眼神都看直了，说是不慌那是假的。苏北辰轻笑一声，不用怕，这群人不会这么想不开，今天带你来就是打算提升你的人脉圈子，俱乐部里也有不少女会员，跟他们混个脸熟，以后即使不想跟我了，自己也能靠着圈子混起来。程思听完苏北辰说的一番话，顿时冷哼一声，所以苏少爷是不是感觉到腻了，想要换个更年轻的，比如赵一诺学姐、莫小萌学妹，又或者喊你主人的科学？苏北辰越听觉得越离谱，合着除了奚梦月之外的女人，程思知道的是一干二净啊。程思看到苏北辰一脸黑线的样子，顿时扑哧一笑，轻轻附在苏北辰耳边小声道：
你要是喜欢双人的，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不得不说，程思这女人太聪明了，什么都拿捏得死死的。知道现在关系熟了说这种事情自己也不会生气，还猜到男人想要什么。韩凡自然是在大老远看着两人打情骂俏，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样子，脸上的不爽愈加明显。喂，还跑不跑了？想认输就直说，别 TM 磨磨蹭蹭的。出门是忘刷牙了吗？说话真臭啊！王校长自然是不甘示弱，回怼回去。你行了，韩凡是吧？就按照你们规则来吧，光比赛也没意思，加点彩头怎么样？韩凡看着苏北辰稚嫩的模样，自然不认为能有多高的车技，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再拒绝岂不是自己认怂了？于是欣然同意苏北辰的要求。苏北辰竖起一根食指，1个亿。韩凡一听愣神了一下，玩这么大，能不能行？不行就认怂吧，真的不丢人。王校长又趁机对了一句。韩凡有点拿不准对方来头了，1个亿说赌就赌。手底下的狗腿子像是在网上查到了什么，连忙跑去跟韩凡耳边嘀咕起来。金融界超新星，强人工智能开创者，一点赛车爱好都没有，那他还怕个锤子？这1亿不就来了吗？按照俱乐部的规矩十分简单，就是一圈跑道将近5.431公里下来，跑得最快的人获胜。很快工作人员开始布置起来赛道。苏北辰和现在15年王校长的体型算是比较相似，赛车服干脆直接穿他的就行。苏北辰对着正在整理自己赛车服的程思说道，待会你就在观众席位上等着我就行。程思撇撇嘴，但是我想和一起去比赛。不听话是不是？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输赢咱们都无所谓，一定安全第一。苏北辰蹦了2下，活动了活动身体，虽然稍微衣服有些偏大，不过并不影响发挥。跟众人告别后，苏北辰走向已经停在起跑线上的法拉利，就靠着泡妞的玩具车就想赢我？麻烦你赶紧还是打钱吧。观察到苏北辰开的只是没有改装过的 SF90， 韩凡直接觉得这把比赛胜券在握了。比起专门赛道改装过的超跑，不管是抓地还是100公里加速，都要比普通超跑强上不少。苏北辰懒得理会韩凡的垃圾话，直接坐进车内。两人在赛道上练习了几圈，热身完毕后重新停到了起跑线上。苏北辰双手把控着方向盘，这是他第一次开超跑跑赛道，内心还有抑制不住的兴奋，肾上腺也在不停分泌。穿着火辣的女车模两手拿着小旗帜，迈着性感的猫步走向两车中间。苏北辰看着站在右侧的车模手中旗子举起来的瞬间，直接开始脚踩刹车，让发动机转速调节到最大扭矩的输出平台。随着旗子的落下， SF90 直接弹射起步，瞬间就超过右侧韩凡驾驶的 AMG。 韩凡见状也不慌张，只是稳稳提升自己车速，死死咬着前面的法拉利。很快随着车速的不断上升，两车之间差距不断缩小，很快在直线赛道 AMG 追上了跑在前面的法拉利。王校长一拍脑袋，完了，忘记了陈哥的法拉利没有经过系统的改装，直线速度根本就跑不过那傻逼的 AMG， 更别说前面进弯道了。正如王校长所言，直线很快被 AMG 超过一个车身。韩凡开始放低车速，前面马上进入弯道了，速度太快，害怕车直接飞出去。猛然间，一道黑影从自己左侧冲出去，只见落后2个车身位的法拉利此时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他疯了吗？以他这个速度，车子根本就拐不过来，能刹住还算小事，要是刹不住。通过大屏幕观看的王校长和秦芬此时也是这么想，两人后背都布满了密汗。吱，一道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响起，众人想象中车毁人亡的一幕并没有发生。只见法拉利紧贴着赛道内圈的边沿，整车完成了一个完美的漂移过弯。第122章轩尼诗毒蛇 GT。 我就知道陈哥可以。王校长见到这一幕，直接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疯狂摇晃着身边的秦芬。秦芬这下彻底相信王校长嘴里陈哥拿过冠军的话了。别晃了，人都快晕了。程思也跟着松了口气，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法拉利一个弯道超车，直接甩开 AMG 10米左右的距离。在随后的直道里，虽然被身后的 AMG 追上了一些，不过一到弯道，两车又拉开距离。随着法拉利顺利冲过终点线，这场价值1个亿的比赛也落下帷幕。苏北辰刚下车就被王校长3人围了上来。陈哥，你是真的牛皮，一手弯道漂移，直接给看比赛的众人都给看呆了。老王跟我说你之前 A86 跑山路赛道都能拿冠军，陈哥技术还真不是盖的。苏北辰解开赛车服衣扣，听到秦芬的话一脸无语。之前在湘江好像跟王校长去游戏厅玩赛车游戏的时候，自己用了秋名山车神的梗开了个玩笑。你们没看过头文字 D， 不知道藤原拓海。秦芬王校长相互看了一眼，又摇了摇头。苏北辰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世界的杰伦居然没有演这部电影，或者说压根就没有这个电影。怪不得王校长拉自己过来帮忙跑赛道，合着把自己开玩笑的话当真了。
韩凡脸色不是怎么好，自己开着改装的 AMG 输给了一辆公路超跑，已经是在告诉别人自己技不如人了。1个亿，我给你卡号，你直接打给我。围在苏北辰身边几人的欢呼声停了下来，都等着看接下来的好戏。韩凡没有说话，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俱乐部老板李云行见状马上出来当和事佬解围。苏先生，这事确实是韩凡做的有问题，对你的挑衅行为，我会让他亲自跟您道歉。以后您来 WG 俱乐部赛道费用全民，再加上以后跑车的保养费用，我们这边全包了，您看怎样？其实苏北辰本来就和韩凡没什么过节，而且也知道韩凡根本掏不出来这1个亿。他今天来纯粹就是想体验一下赛车手级别的驾驶水平，而且校长几人也只是看人家不爽，才顺带着教训韩凡一顿。李云行见苏北辰不说话，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钱的话，我这边自作主张补偿苏先生200万。”苏北辰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听校长说，那个姓韩的家里也不是什么简单的家庭，要不然也不至于3番5次对王校长和秦芬。要是普通人，怕不是早就被收拾了。今天的事情如果真的闹掰了，两边也都不好看，给自己树敌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李云行在韩凡那边不知道嘀咕了几句什么，韩凡点点头，走到苏北辰面前，二话不说，直接鞠躬道歉：“对不起，之前出言挑衅，是我有错在先。”苏北辰声音冰冷道：“那如果今天是我输了，是不是这1个亿就是我出了？”韩凡闻言，弯下的腰一直没敢抬起来，半晌没说话，最后又憋出来了“对不起”3个字。大概过了半分钟左右，苏北辰的声音再次响起：“行了，这次全当是长个教训，下次再跟我打赌1个亿可是少不了了。”苏北辰也没有继续发难，拍了拍手，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韩凡抬起头，眼睛有点发红。他韩凡虽然平时喜欢没事装装逼，但是说出去的话基本都是说到做到，1个亿对于他来说真的拿不出来。虽然对方原谅自己了，但是今天这事如果传到自己老子的耳朵里，少不了一顿骂不说，自己老子估计还会想方设法把欠的还给人家。苏北辰不再理会处在原地的韩凡，他打算试驾一下被誉为神车之一的918和迈凯伦 P1。这次速度没有再像刚刚比赛那么快，带着沉思几圈开下来，总体来说体验感确实比自己的法拉利要舒服很多。不管是100公里加速，还是过弯时候的抓地感，都要比 SF90 强上不少。老秦有没有推荐的超跑？价格预算都不是问题，最主要性能的好。苏北辰下了车，有些意犹未尽，打算自己也整一辆。秦芬思索了一下，如果不考虑预算，轩尼诗毒蛇 GT Spider 应该能满足陈哥的需求。具体说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在他的印象里，跑车无非就是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再贵一点就是布加迪。本着多说怕露馅的原则，苏北辰直接让秦芬给自己介绍一下。秦芬一边跟苏北辰讲解着，一边从网上搜相关图片。略加改装之后，1200匹马力轻轻松松，全车采用碳纤维材质，100公里加速仅需 2.4 秒，最高时速达到440千米每小时，被称为陆地飞行器也不为过，售价大概在5000万左右。而且这车一般想买，只能通过灯塔国办理平行进口手续，目前国内一辆也没有，而且原厂已经停产了。车苏北辰看了确实不错，各项参数基本都是性能加满，就是想要买倒是有点麻烦。原厂限定生产，全世界一共就那么多辆，现在已经停产了，自己想买只能买这些车主手里的。秦芬看出了苏北辰有些纠结，正好我这边有个在灯塔国的朋友，之前订购的毒蛇，现在到交付的节骨眼上了，经济状况出了点问题，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正着急再往外面转卖。秦芬话没说完，看看苏北辰有没有这个意向。你说的这个朋友，不会是你吧？王校长冷不丁的在旁边嘀咕了一句。真是我朋友，我最近怎么可能没钱？之前陈哥带着咱们在米谷翻了2-3倍，随便拿出来一点也够拿下。也是哈，苏北辰倒没有什么买什么东西都得是一手的情节，而且车子也是在交付期，基本上就是准一手的状态。他还正愁最近系统经验没地方刷呢，帮忙引荐一下吧，如果价格可以就直接买了吧。秦芬点点头，掏出手机电话打了过去。第123章星辰控股迎新会。安排好买跑车的事情之后，几人看天色也不早了，一起又吃了个晚饭。因为两人都喝了点酒的缘故，苏北辰打电话让李龙过来接二人。至于法拉利，直接喊了个代驾给自己开回去。苏北辰上车后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一共2个联系人，7条未读消息，其中学姐赵一诺一个人就发了5条，许久不联系的莫小萌居然也给自己发了2条消息。先点开赵一诺的聊天框，我明天就要去公司正式报道了，学弟在干嘛哇？怎么不回我啊？苏北辰双手在屏幕上敲击起来，恭喜完赵一诺顺利入职后，又回复了句刚刚在忙没看手机。第2句话还没打完，赵一诺居然秒回自己。苏北辰见状又陪学姐聊天一会，最后找了个借口终止了无止境的对话。
看你聊得挺开心啊，怎么不继续聊了？一旁的程思忽然出声，这不是看你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跟人家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那学弟可以找我聊一聊敏感的话题吗？一边说着，一边坐姿妖娆地伸出裹着黑 S 的大腿，同时还用手摸了一把。在前面开车的李龙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开圣贤车。所以，程思，你对叙利亚局势怎么看？程思，正在等红绿灯喝口水的李龙差不点一口喷了出来。程思，你在问什么？苏北辰，敏感的话题啊。程思看着苏北辰一脸无辜的样子，程思只想默默扣个6。话说的确实没毛病，话题确实挺敏感的，就是人有点狗。逗完程思，苏北辰觉得心情都好了那么一点，点开莫小萌的聊天框。北辰哥，能借我一些钱吗？10万块就够了，我保证半年之内绝对还给你。诈骗？这年头好像网络诈骗倒是不少。苏北辰想了想，还是问他几个问题，比如在哪认识的，因为什么认识的之类的话题。差不多5分钟左右过去，对方直接给了自己回复，都是正确答案，没有什么问题。同时语音电话也打了过来。接通之后，电话那头响起了略显憔悴的声音：北辰哥，突然打扰你问你借钱，实在不好意思，我保证半年内绝对还给你。苏北辰想了一下，还是问道：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过了大概几秒钟，声音又一次响起，不过这一次却带着哭腔：北辰哥，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一嘴而已，不方便可以不用说，你把卡号发给我吧。挂断电话，苏北辰直接按照卡号给对方转了10万块过去。倒不是说苏北辰是个圣母，而是这10万块对于他来说就跟平常花10块1块的感觉差不多。如果真的被莫小萌卷钱跑了，他也认了，本来就是见色起意认识的女生，要是他没跑，自己这10万块就是一个深入交流的机会。第二天一早，苏北辰早早来到公司，可能因为今天是公司迎新的缘故，许多员工穿着打扮都要比平时好上几分，甚至2名保洁阿姨把公司的地板拖得都快反光了。这次招聘的新员工人数比现有员工的数量都要多，主要原因还是投资项目太多，公司人手根本不够用，再加上子公司也需要员工来参与除技术方面外的事情。赵一诺拿着笔记本进到星辰控股的大会议室中，随便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下来。这几天在员工群里看大家聊天，真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到他的自信心。原以为大家会跟自己出身差不多，或者说稍微强一点，什么985院校、硕士学位之类的，结果呢，什么常青藤，什么世界 TOP 30，亦或者985博士，最次的也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本科毕业生，但是人家有5年摩根大通的投行工作经验，再加上基金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自己到底是怎么合格的这家投资公司，他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就像一只哈士奇混到了狼群里，而且这群狼还个个都凶残的一笔。很快能容100多人的会议陆陆续续被坐满，迎新会议也正式开始。首先是人事部部长的开场白，大概意思就是欢迎大家能来到星辰控股，你们能被选中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之类的夸奖话。大家的掌声虽然热情，不过脸上却没有任何兴奋劲。紧接着是总经理李博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星辰控股的公司结构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很明显，这次不少人都开始认真听了，拿出笔在本上写写画画，开始记起了笔记。时间有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一问你们入职后的老员工，基本上都能给你们讲解。多余的话我也不再多说了，最后让星辰控股创始人及董事长苏北辰先生为大家讲几句话。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立马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次入职的新人里，不能说全部吧，至少70%都是听着苏北辰的名头来的。刚放下手中圆珠笔的赵一诺抬头看到一身西装革履站在台上的苏北辰，顿时脑子一片空白。欢迎大家能来到星辰控股这个大家庭，至于鸡汤之类的东西就不喂给大家了。这个会议之所以挑在周一来开，主要还是不想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在星辰控股多劳就会多得，实力强就赚得多。最后再次欢迎大家入职星辰控股。简单粗暴的话得到了在场不少人的认同，尤其是那句会议不想占用大家休息时间，说到了不少打工人的心坎里。赚钱的规则也很简单，肯努力就多拿，就是这么简单。会议结束，新入职的员工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工作岗位。赵一诺整个人出会场都迷迷糊糊的，没想到当初学弟说自己就是那个叱咤风云的股市收割机，他当时还以为在跟自己开玩笑，结果到最后小丑竟是他自己。可是之前扎星辰控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查到苏北辰的名字啊。学姐前面是男厕所。第124章多看少动。赵一诺听见熟悉的声音，止住脚步，抬起头看到男厕所标识的牌子，再一转身看到苏北辰站在自己身后，白皙的脸庞顿时红了起来。苏董，刚刚想事情太入迷了，没有注意到。他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称呼面前的苏北辰。
你要是觉得叫学弟不太好，叫我北辰就行。在公司我还是叫你苏董吧。看赵一诺这回一时半会有点没接受自己身份，苏北辰点点头同意，他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你先去岗位上吧，有什么不会的多问问老员工，或者给我发微信也行。赵一诺离开的时候脸还是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害羞还是因为丢人。苏北辰推开交易室的大门，屋里除了李博之外就是几名老的交易员。这次交易员这个位置倒是没招新人，一来是人员也充足，二来是这群人用的也舒服。李博在早上的迎新会发完言就回到了交易室里，仔细复盘了一下昨天晚上整理好的财经资讯。从上周的大盘的整体走势来看，不难看出国家已经在慢慢抽调资金了，市场盘活了就是资金肯定要离场，所以下调盘整是必然的。对于苏北辰这番话，李博点点头表示赞同。上周的时候，两人就这个问题在电话里讨论过好多次。北向资金虽然每天交易幅度变小，但是碍于美联储加息的原因，美元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回流。大 A 上可能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不过在韩股和樱花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两股指数已经连续暴跌5个交易日了，算是自苏北辰人为股灾之后的又一次余震。美元升值虽然利好出口行业的股票，但是还是那句话，资金不认可的股票还是依托答辩。再加上之前2个1000亿公司爆的大雷，更是带着指数向下跳了一波。而且上市公司的年终报要出了，一些大资金经理也开始调仓去保险银行股避险，毕竟你也不知道业绩报表出的那天到底是磕雷还是磕糖。截止目前为止，星辰控股混合基金目前市值已经达到了377个亿，哪怕现在这个收益放着不操作了，到明年这个时候，年化利率都有 25%。那些借贷软件年化利率已经够高了，最多也没超过 24%， 所以说已经很夸张了。巡游科技和众文在线2只个股也差不多了，准备慢慢跑吧，缩量市场支撑不起来连扳的高度了。老李对于这周的股市有什么看法吗？李博沉思了一会，开口道，就像苏董刚刚说的一样，缩量市场并不能支撑起来某个题材的大涨，所以我的想法还是多看少动。具体操作的话，老李你尽量看着来调仓就行。下午我准备跟程经理飞上京去跟进一下抖音融资项目，家里就交给你了。苏北辰拍了拍李博的肩膀，后者点点头，都快习以为常了。因为这次去上京带着程思，苏北辰就不打算叫上王校长几人了。不过私人飞机的购买确实需要提上日程了。下午4点左右，飞机降落大兴机场，一辆挂着金 F5-8的劳斯莱斯停靠在机场外，跟在后面的还有一辆挂着金 AG6 XXX 的奥迪 A6。奚梦月看到苏北辰出来的时候，直接蹦跶起来，挥起右手。程思落后苏北辰一个身位，跟在他后面。刚刚在飞机上的时候，苏北辰已经跟他说过了上京这边奚梦月的事情，程思都快对这个渣男习以为常了，哪怕哪天他忽然跟自己说他还养了不少大洋马，他甚至都觉得不足为奇。而现在他的身份自然是星辰控股的市场经理，并且兼职董事长秘书。奚梦月因为这么多人在的原因，也没好意思直接冲过去给苏北辰来个熊抱，只是简单的抱了一下之后，拉着苏北辰开始给他介绍起自己家人。奶奶和舅爷今天有事要做，实在抽不开身，实在不好意思。严重了是不是？刚刚你说的舅爷和家人是？苏北辰听叶奶奶讲过他们的身世，除了叶奶奶之外，好像没有别的来往的亲戚了吧？这位就是我的表叔，姓叶，这位是小吴叔，有时候周五放假都是小吴叔接我回家。叶青云伸出右手，苏总，久仰大名，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金融超新星居然是我小侄女的男朋友。苏北辰每次被人叫这个中二的外号，多少都有点尴尬，连忙伸出右手握在一起。你好，叶领导。叶青云有些诧异看着苏北辰，苏总认识我？那倒不是，主要这不是看到您身后的车牌了吗？想着这种牌照应该没有人普通人，所以哈哈，忘记了，苏总倒是观察力挺敏锐。其实苏北辰能认出来叶青云，倒也不是因为车牌的事情，主要是叶青云未来5年就会调任到江沪这3省任职高位，最后再直接回到紫禁之中，成为最年轻的副宰相的职位。苏北辰又跟小吴叔握了个手，一行人准备出发，先去下榻的酒店办理入住。程思没有跟着苏北辰一起坐在幻影的车上，他可不想当个大灯泡。刚上车，奚梦月就跟苏北辰把奶奶归叶家的事情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还直夸自己男朋友简直就是福星一枚，自从遇到了苏北辰好事就没有断过。苏北辰有些心虚的摸了摸鼻子，这哪是自己是福星啊，你这明明就是大女主的气运好吗？先是一个地狱开局，最后到了要卖身的一步，结果遇到了贵人。好吧，这个贵人虽说是自己，然后解决家人手术问题不说，最后奶奶直接告诉自己咱们其实是豪门世家，最后直接扮猪吃虎，一转身变成叶家大小姐。不过你这个舅爷倒是挺厉害，都能搞到 AG6 的车牌号，少说也是个3品以上的大官。奚梦月闻言一脸疑惑，是吗？像这种车牌号
舅爷家还有一个。第125章，再见西梦月。不得不说，西梦月这姑娘命确实好，家里有一张金 AG6，后面数字是前200位牌照，那确实背景很厉害。如果有2张，那只能说家里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基本上算是在上京这块地站住了脚。怪不得叶青云之后能平步青云，移居紫禁城，合着人家家里2个正三品在上面撑着。一路上，西梦月倒是挺开心，一直在跟苏北辰讲着这段时间发生的趣事。苏北辰觉得现在的西梦月才有点青春少女的样子，之前天天为钱奔波的样子简直成熟的让人心疼。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刚往右边伸去，西梦月立马把长裙向上提了提，靠了过去。啪！干嘛呢？我口渴了，拿个水杯。啊？哦，我给你拿。西梦月红着脸打开水杯给苏北辰递了过去。一天到晚别把我想的那么龌龊，正人君子。苏北辰把水杯递了回去，一脸正经的批评教育起来。闻言，西梦月红扑扑的小脸都快红到耳根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怎么跟自己网上看的不一样啊？倒不是苏北辰不想摸，而是在高速路，他只想老老实实遵守交规罢了。紧跟着前车下了高速，驶入高架桥后，车流量明显增多了起来。差不多又行驶了30分钟时间，跟随前车来到一家充满龙国风建筑的餐厅中。西梦月在一旁直接充当起了解说，看样子似乎是这段时间没少来。福临居以中药为名的一家龙国传统私餐厅，菜如其名，大多数都是以养生为目的而创作出来。在上京这寸土寸金的地，尤其还是在3环之内，福临居占地就达到了3500平，以3.6米的高墙围拢，整体采用了3开3进的传统中式院落格局，妥妥的当年京城贵族的深宅大院。在叶青云的带领下，一行人穿过了出自大家之手的碧水长亭，来到庭院最深处的包间内。除了认识的叶星叶奶奶之外，还有一位和叶奶奶长相有几分相似的老人已经在屋里落座，想必应该就是西梦月口中的舅爷了。苏总，老朽姓叶明君，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有失远迎，还请苏总多多包涵。应该是我来迟让二老久等了才对，还请二老莫要责怪小子。苏北辰可不敢在叶军面前摆什么架子，连忙回道。两人又客套一番之后，在叶军让入座之后，站着的几人才敢拉开椅子坐下。程思和苏北辰两人自然是按照叶青云给的位置坐下，至于什么传统礼节面门为上而坐他苏北辰是万万不敢。每人一份的前菜很快被送了上来，一些新鲜时蔬搭配上开胃小菜，苏北辰只是浅尝了2口就放下手中的筷子。跟这种大佬吃饭，吃倒是其次，怎么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倒是关键。叶军吃到一半，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叶青云。叶青云心领神会，转头对苏北辰开口道：我听孟月说苏总在沪上创立了投资公司，没想到居然是最近赫赫有名的星辰控股，说实话真把我给吓了一跳。看着叶青云略显尴尬的演技，苏北辰也只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感谢领导的认可，能够把星辰控股给建设起来，还是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金融政策的扶持，才能让星辰控股有了今天。一段话说了好像又没说，反正功劳就是上面给的，自己只是稍微努力了一下的意思传达到就行了。叶青云又夸了一句之后就没再多说了，没看见自己老子脸都快黑了吗？倒不是他叶青云不会应付这种场面，而是对于苏北辰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这种事情，他是真的把控不出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叶军偶尔问问苏北辰一些问题之外，其他时间还真的都在吃。一顿饭吃下来，别说打好关系了，就连话题都找不出来几个能多聊几句的。协心叮嘱了几句，让西梦月好好照顾苏北辰之后，就跟叶军一起坐车离开了。刚一上车，程思直接瘫坐在后座上，以后说什么他都不想跟着苏北辰去这种饭局上吃饭了，压力是真的大，看到好吃的菜也不敢多吃几口。我舅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当兵的，平常都是这样，话也不怎么多，你别太在意。西梦月看着程思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连忙安慰了2句。程思敢说什么？他什么都不敢，只能默默点了点头。苏北辰开车到了字节挑动附近的 W 酒店，本来这次还是打算去入住丽思卡尔顿的，不过看了一眼开车到字节挑动的时间，1小时33分，这还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干脆直接放弃了。西梦月明天还有课要上，所以只是把2人送到酒店后，又跟苏北辰在屋子里腻歪了2个小时，就打车回了学校。就在西梦月走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总统套房的门铃响起，苏北辰打开门就看到了裹着大风衣的程思，只见他直接打开风衣，露出了穿在里面的战袍。第二天一早，苏北辰在酒店健身房跑完步，简单的洗漱吃了早餐，就带着程思驱车来到字节挑动的总部。到了公司，发现已经有几家 VC 负责人早早就来到了会场，简单打过招呼，交换名片之后，两人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陆陆续续各路投资公司的 VC 开始进场，其中不乏有些众人熟知的大小摩、红杉、高盛。
而且居然还见到了老熟人训腾。苏北辰还特意起身跟人家打了个招呼，结果训腾负责人看到苏北辰朝自己挥手，吓得差点没一脚把自己给绊倒。现在训腾早就传开了，星辰控股就跟个瘟神一样，以后遇到都躲着点，没看副总都直接被裁了吗？上午10点钟，基本上关于此次 D 轮融资的相关投资公司都已经来到会场。抖音短视频项目 D 轮融资正式开始。第126章，我们来陪跑是吧？负责此次融资的正是字节的董事长张明。欢迎各位来到字节挑动。关于此次抖音项目 D 轮融资的目的，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更加信息智能化的时代，移动端用户量终将取代 PC 端，而快节奏的生活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主流节奏。所以说，在短视频这一板块，未来可以说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市场。快手想必在座的各位都有过了解，每天日活的流量依然达到100万之多。相信在 Web 3.0 时代，流量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量密码，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苏北辰仔细听着张明在台上的发言，时不时还认同地点点头。张明在未来字节挑动上市之后，市值一跃超过茅台，成为 A 股里市值最高的股票，估值2万亿左右。而他本人也是一跃成为龙国首富，甚至在全球富豪榜上都名列前10。他能做到这种地步，真的是人家活该赚这么多钱。单单凭借着他对市场的认知以及对未来的把控程度，就能感觉出来。如果不是两世为人，苏北辰甚至怀疑张明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重生回来的。先是创办字节挑动，早在12年的时候就直接发表言论说，未来注定会被信息化所取代，报纸销量的下滑就能看出来这一现状。随后推出新闻推荐的应用今日头条，这个时候就开始运用数据算法，把更为精简及准确的内容推送给用户。这一功能可以说放在当时的互联网界是相当炸裂，直接吸引并留住了大量用户。然后就是王炸抖音短视频，之后就是收购米国创办的手机应用 Musical， 推出 Tik， 也就是抖音国际版。每一步路走的都恰到好处，每一步棋也都是谋而后定，可以说是创业人的一个典范模板了。张明在台上的演讲结束，接下来就进入 D 轮融资的按标环节，一共10%的股份，起始金额5个亿美元。一些小的投资公司看到这个价格直接放弃，1%就得拿5000万美元，差不多3个亿左右。能拿出这么现金的公司，基本上就是国内那几家头部公司以及国际上的金融巨鳄了。迅腾这次其实是不请自来的那种，马腾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抖音项目会不接受自己的融资，前3轮融资更是直接拒绝自己的提议。其实不只是迅腾，包括千度和阿里巴巴在内，多家互联巨头公司几乎都没有收到字节挑动的融资邀请。背靠大树难道不好吗？程思一脸疑惑，之前迅腾那件事你还不长记性啊？能生长这么疯狂的企业，但凡心慈手软一点，就不会成为大公司。苏北辰轻轻敲了一下程思的脑袋，也就是说，这些大公司一旦融资进入公司，就会想尽办法安排人员进来是吗？苏北辰没有回答，只是耸了耸肩，在纸上写下此次竞标的金额。统计结果是下午才会发放出来，字节挑动自然安排好了饭菜给众人。下午1点，统计结果出来了。张明拿到结果后，脸色有些奇怪，再三向工作人员询问确认之后，还是拿着手中的结果走到台上，感谢各大投资公司对抖音项目 D 轮融资的鼎力支持。此次融资结果如下。只见会议室正前方的大荧幕亮起，一行行统计结果显示在众人面前。融到最多股份的公司是星辰控股，出资3亿美元，占比 3.33%。很多人看到星辰控股的时候都惊讶了一下，毕竟是最近的明星公司，各大财经资讯上总是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过看到出资金额和占股比例的时候，彻底坐不住了。3个亿美元仅仅只占了 3.33%， 也就是说这次融资金额是10个亿美元。疯了吗？在场不少 VC 脑海里不约而同想起这句话，一个还没有公布产品的项目就值得去投10个亿美元。就拿现在的快手来说，估值也才80亿，甚至连100亿俱乐部都没有挤进去。而现在你跟我说，一个连产品都没上市的子公司 D 轮融资居然10个亿美元，换算龙国币至少65个亿，也就是说估值650个亿。紧接着屏幕上全部数据直接显示出来，星辰控股3个亿美元 3.33%， 星辰科技3个亿美元 3.33%， 星辰企业咨询有限公司3.2亿美元 3.34%。 在场 VC 合着这 10% 的股份全都给星辰控股给包圆了，我们来陪跑是吧？张明其实也挺无语的，本来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的场面出现，这次投资他特意写了每家公司最多融资占比 3.5%， 没想到星辰控股居然钻了这个空子，得亏自己没在融资条约里写此轮融资唯不稀释股权，不然自己真的得被苏北辰这骚操作搞坏规矩。在场的投资人见接下来也没自己事情了，索性直接离场。对于星辰控股这种操作，他们倒不是怎么惊讶，
只是觉得这波投资不管怎么看都不是一笔好买卖。换句话来说，就是单纯不看好而已。小型会议室里只有张明和苏北辰，外加各带了一名项目负责人，一共只有4人。苏总，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您居然会这么看好斗鹰这个项目。其实我也没想到。张明，那你的意思是闭着眼瞎鸡巴投的？苏北辰看着张明一脸无语的样子，连忙道：开个玩笑。我觉得斗鹰短视频项目正如张总所说的一样，信息化的时代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那些动辄几10分钟的视频，我觉得能抽出时间看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一个视频10多秒，我倒是觉得很多人空闲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看一看。至于盈利问题，我也根本不担心，张总心里肯定已经有了一套方案。张明听完苏北辰的话，忽然有了种志同道合的感觉。苏总也猜到了。苏北辰笑了笑，流量就是财富密码，不是吗？第127章，程思悟了。张明直起身子没有说话，继续等待下文。明星的收入来源无非就是拍电影、电视剧、综艺或者开演唱会，除此之外，最赚钱的业务想必就是代言广告费用了。商家找明星去代言产品，无非就是看中了明星所能带来的流量。100个人粉丝里，哪怕有1个人买了产品，100比1的比例换算下来，所产生的收益也是十分恐怖。苏北辰喝了一口纸杯里的水，润了润嗓子，继续道：同理，明星和网红的性质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我觉得更多商家会倾向于找一些网红来做广告，去卖自家产品，毕竟费用比明星要低，有些时候效果甚至比明星都要好。其实他说的还算是保守了一些，在后市里那些头部主播带一次货的费用丝毫不比明星低，不过同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夜直播带货10多亿也不是盖的。张明这个时候才感觉得出来，面前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甚至已经把斗鹰全都给摸透了，怪不得敢拿10亿美元融这10%的股份。几人又在会议室里补充了具体的协议条款，整场商议下来算是宾主尽欢。晚上因为双方都有事情要忙，张明请吃饭的事情自然就被苏北辰给婉拒了。张总，倒不是我对咱们产品没有信心，而是刚刚那个年轻人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您觉得有可能吗？跟在张明身边的秘书一脸好奇问道。公司里都是年轻人的缘故，身为张明的秘书，私下里偶尔开开玩笑倒也没什么事。张明笑了笑回道：其实我也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他说的太夸张了，不过如果仔细想想，如果真如他所言，说不定真能实现呢。那我就提前恭喜张总了，希望到时候公司也能把我捧成小明星，哈哈哈。所以这个项目就这么顺利就完成了。程思觉得自己之前做的一系列准备好像都白做了一样。不然呢？苏北辰反问道。我还以为会有几轮协商，或者在合同上因为某些条款扯皮呢。你那不叫融资，你那叫打官司。程思，张总也不是墨迹的人，不会因为一个融资就耽误太多时间，我就是看中了他这个人，所以才会投钱投得那么爽快。苏北辰其实说的是实话，确实是为了投张明这个人才这么爽快，未来字节挑动名下成功的项目倒是不少，这些都离不开张明的决策，现在搭上线，对于星辰控股来说百利而无一害。程思听完苏北辰的话，若有所思。之前他还问过李博关于斗鹰这个项目的事情，李博没有给自己标准的答案，只是告诉自己老板这么做必然有他的深意，让自己可以多去留意老板平时都干了什么。老板平时干了什么？看了一眼在一旁看着围脖上的美女扭来扭去的苏北辰，时不时见老板还咧嘴笑一笑。程思，天天看美女算吗？等等，看美女？斗鹰短视频？难道说？程思懂了，他终于懂了，原来这就是老板的思维逻辑，简直太厉害了。前面开车的司机有些担忧的一会扫一眼后视镜，也不知道这小姑娘怎么了，一会皱眉头，一会瞪大眼睛，这会脸上兴奋劲又快抑制不住了。两人回到酒店，发现奚梦月已经在酒店大厅里等着苏北辰了。程思见状就先找了个理由先离去了。苏北辰动作轻柔的擦过奚梦月发尾，今天没课了吗？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奚梦月也不管周围人的目光，伸出纤细的小臂依偎在苏北辰怀里。我这不是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忽然好舍不得你，不知道下次见你又会是什么时候。尽管奚梦月努力克制住情绪，声音还是忍不住带了点哭腔。以后我不忙了就来看你，又不是见不到了，是不是？奚梦月吸了吸鼻子，点了点头。苏北辰不等他反应过来，直接一个公主抱抱起来，向着总统套房专用电梯走去。这么多人看着呢，快放我下来。奚梦月显然被突如其来的公主抱整得有些不知所措，小脸通红着把头埋到苏北辰的怀里。我可不怕丢人。翌日一早，苏北辰帮奚梦月向学校请了个假，导员也没问什么原因，直接就给批了。苏北辰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能这么容易就把假请下来。要知道他当年上大学那会为了翘个课，天天跟导员斗智斗勇，4年下来课没少挂，学识有声音倒是有一手。应到100人，
10到90多人。老师抬头一看，屋子里满打满算就30个人，可真是户上有善口记者。直到中午，奚梦月才算是缓过来了一点，一起吃了个饭后，依依不舍跟苏北辰告了别。苏北辰坐在公务舱休息室的座椅上，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系统面板在脑海中显现出来。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7，健康97，魅力96，金钱6-7亿，声望5416866，LV6 14亿100亿，青铜宝箱概率15%，白银宝箱概率25%，黄金宝箱概率40%，白金宝箱概率15%，钻石宝箱概率5%。主线任务2/3，79亿1000亿，声望已经来到了540万之多。他有些按捺不住，想要把那个200万的半导体给兑换出来了。说到底没换，还是因为缺钱缺人才。自己手里还有一张人脉卡和声望商城每个月限购一次的人脉卡，一共2张。苏北辰打算今天在上京直接给用了，天子脚下，希望能给自己来个猛点的关系吧。使用成功获得人脉关系倪星成，使用成功获得人脉关系詹比森、埃隆。这次不是老苏家的人了，不过系统也没有给联系方式啊。话音刚落，苏北辰的手机就开始震动起来。第128章倪星成，来电是个陌生的上京号。苏北辰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随后又安静下来。您好，请问您是苏北辰苏总吗？苏北辰，我是，请问您是？对方紧接着做了自我介绍，是一家名为猎豹的猎头公司，打自己电话的居然是猎豹总裁刘一平。苏北辰之前也听说过这家公司，在上京这块地也算是比较有名气的猎头公司，很多大企业也会来发布委托寻求人才。所以说刘总这次突然找我是因为有个想要跳槽的员工。对，苏总，只是这单生意说实话，我只是在中间起到个传话作用，因为这个员工情况有点特殊，该不会是自己人脉卡捏出来的吧？具体详情还是希望苏总能和他直接沟通一下。您看？那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苏北辰又聊了2句，挂断电话后，通过了对方的微信好友请求。不一会，一串电话号外加姓名就发了过来。苏北辰一看，姓倪，名星成，这不就是自己捏出来的人脉卡？电话打了一遍过去，刚响铃一声，立马就被接通了起来。显然是一直在等着自己的电话了。倪星成声音有些激动，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先开口说什么，还是苏北辰先开了口。您好，倪先生是吗？啊，对，我叫倪星成，不好意思苏总，第一次跟您本人通话，我有点太激动了。没关系，放轻松一点，就当是聊聊天就好。能跟我讲讲为什么要通过猎头公司联系我吗？倪星成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苏总，我想找您投资项目。苏北辰忽然有些好奇，人脉卡捏出来的人物居然是要投资项目。项目？对，关于我的一些简历，我一会可以通过微信发给您。关于我的项目就是14纳米半导体的制程技术。我知道您听了可能感觉有些扯，我真的对自己有这个信心，虽然不知道拿什么能打动您，但是还是希望您可以看一眼我的研究报告和履历。苏北辰现在肯定信啊，你是系统给我捏出来的，我不信你信谁？不过表面样子还是要装一装。我明白了，那你把简历发给我吧。挂断电话，加上倪星成微讯，很快一份几百 MB 大小的文件被发送过来，外带的还有一份10 MB 大小的简历。以现在3G 的网速，苏北辰自然是不打算在机场这种地方看了，等回了沪上再下载下来好好看一看。先点开下载了大小相对较小的个人简历，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文件下载完成，倪星成的简历展现在苏北辰面前。大学本科就读于水木大学，仅2年时间就完成本科所有课程，随后又用了2年时间在斯坦福取得了电子电气工程以及通信工程的双硕士学位，最后又花了1年半的时间攻读了博士学位。可以说用了别人大学本科4年的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是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了。不过后面居然能进入到台积电工作，这是让他没想到的。要知道台积电虽然是一家湾省的企业，但是背地里还是被米国扼住命运的喉咙，所以一般核心技术部门很少会让龙国人进去。而倪星成不仅进去了不说，还在高位上任职了5年之久。怪不得猎豹公司的刘一平跟自己打电话说的都是云里雾里的，合着干的这工作敏感啊。不过为什么倪星成不去找国家，反而先来找自己，多少有点透露着古怪啊。不仅仅是苏北辰有这个疑问，在上京的某处会议室中，很多人也有这个疑问。坐在上座的老人咳嗽了一声，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不让他改名换姓进来？大家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的龙国你们也看到了，各行各业都需要钱，暂且不说，如果海外那些豺狼但凡知道一点风声，肯定是拼了命得跟龙国撕破脸皮。与其这样，不如走一步险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说是上面把
把他安排到我这儿的。苏北辰听着自己二叔的解释，也是挺无语。系统为了给自己找个合理的解释，算是费尽了心思，虽然这解释看着也不怎么合理。二叔，这可是个吞金兽啊！您看我这小金库里的钱，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行了，我知道了，上面给你找了几个 LP， 能谈多少全看你们自己。沪上交易所那边也打过招呼了，申请基金牌照都是走绿色通道。二叔，您看这地，给你批了，你们自己规划好，再找我来商量。苏北辰还想开口，直接被苏天南打断。差不多得了啊，可别狮子大开口。苏北辰打了个哈哈，干笑两声，又连忙拍了二叔几个彩虹屁。挂断电话后，给李博又打了个电话，交代了一下关于半导体公司成立的事情。李博听完苏北辰要创立半导体公司，内心毫无波澜。对于苏北辰这种一个月开一个公司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虽然这次步子跨得有点大，但是以苏董的赚钱能力来养活一家半导体公司，他是觉得绰绰有余。苏北辰跟李博说完，放下手机，向休息室内的服务人员要了一罐咖啡。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焦点访 Tangent 节目，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以前小时候那股味儿了。以前小时候周六日放假在家双休的日子里，基本上什么台都喜欢看，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中午12点守在电视机前看少儿频道。现在再去网上看，总觉得没有了当时那种感觉。看来倒不是现在的节目没以前好看了，而是自己已经变了。真是应了那句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苏总怎么忽然叹气了？程思伸出手抱着苏北辰手臂。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走吧，该登机了。第129章，对钱提不起兴趣了。时间一晃又是1周过去，自从苏北辰周三从上京回来，整个人都开启了连轴转模式。首先是斗鹰项目的 D 轮融资，肯定会加速让 IP 提前上市。星辰娱乐这边已经在成立一些大大小小的子 MCN 公司了。一开始麦超还不理解苏北辰这波操作的用意，直到看到最近一些网红塌房，工会收到牵连的新闻才反应过来。不少小公司有时候就因为旗下艺人的骚操作，导致满盘皆输的例子比比皆是。用苏北辰的话来说，再厉害的娱乐公司也不能保证旗下的每个艺人都能老老实实以身作则。公关能力没有那些大公司强的话，那就最大程度降低对公司的风险就行。忙完星辰娱乐的事情，苏北辰又马不停蹄回到星辰控股接待比亚迪的王总。星辰科技锂空电池问世的消息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毕竟关乎能源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想成为米国的眼中钉，更别说接下来公司还要去弯道超车半导体技术，更是把米国的能源霸权和技术霸权都挑战了一遍。所以这次关于电池的消息也只是定向透露给了几家国产汽车公司，基本上由国家牵头，几家公司都签署了保密协议。而在这些车企之中，合作意向最明确的就非比亚迪莫属了。两人见面先是随便聊了聊关于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苏北辰重生前其实开的最多的车就是比亚迪，主要还是闲暇时间能跑网约车赚点零花钱。所以说苏北辰对于比亚迪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比现在坐在面前的王富传还要了解。一场对话下来，王富传不知道拿什么词来形容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说是妖孽也不足为奇。而王富传给企业转型的决心也给苏北辰震惊到了。现在的比亚迪高端车型做不上，低端市场有抢不过日系车，这个时间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就是这一状态下，王富传打算孤注一掷，清仓式处理掉所有生产的油车，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到新能源开发上。苏北辰真的很佩服这种决心，如果把大多数人放在他那个位置上，估计都会选择安于现状。毕竟企业转型这种事情，如果成功，那就皆大欢喜，公司焕发第二春；如果失败了，那意味着企业破产，负债上千万都是小数目，尤其是车企一旦破产清算，负债都是以亿为单位了。前世恒达为什么破产？杠杆政策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还不是因为许皮带非要闭门造车，觉得新能源这一片蓝海市场前景广阔，结果一头扎进去，盈利不盈利咱们先不说，成品还没见到就直接给自己完没了。所以说造车可不是你有钱就能造得出来。一下午的时间跟比亚迪谈成了口头上的君子协议，具体签订合同还是要等到比亚迪那边生产线建设完成。这单子肯定是跑不了，市面上应该没有比自己性价比更高的电池技术了。如果有，那苏北辰就得对这个发明的人打个问号了，估计又是哪个挂壁或跟自己一样的重生者了。接下来的几天，苏北辰不是在接待有合作意向的厂商外，就是在接收半导体的知识。之前200万声望兑换出来的半导体技术，没有再像上次的比肩钢技术一样直接进到自己脑子里，而是每天都是每批次自己接收。用系统的话来说，就是知识量过于庞大，直接全灌输进去，脑子可能会直接宕机，轻则昏迷不醒成植物人，重则直接全村开席。时间悄然进入9月最后一个星期，整整一个9月的日常开箱里，苏北辰开了整整快1个亿的现金。
他现在真的有些理解杰克马为什么说对钱不感兴趣，真的不是装逼。现在钱对于苏北辰来说已经快成一串数字了，甚至每次宝箱里开到钱，他都觉得有些失望。仅仅重生3个月的时间，就让苏北辰对钱提不起兴趣了。唉，苏北辰轻轻叹了口气，拿出手机给自己老妈转了100万过去，又找到老爸的微讯转账5万过去。苏爸苏建南正坐在家里看着手机上的搞笑视频，时不时嘿嘿2声，而苏母陈琳则是在一旁跟着电视机里面的节目学着如何织毛衣。叮，苏母看了一眼手机屏显上的短信消息，宁伟浩的储蓄账户9月26日10时22分转账存入收入人民币100万元。与此同时，苏建南看到儿子发来消息，点开一看，居然转账5万块给自己。苏建南先是一喜，紧接着收敛起自己的表情，把目光投向正在织毛衣的老婆。见老婆刚刚只是看了一眼手机，又继续织毛衣之后，心里算是松了口气。苏建南，儿子，大恩不言谢，私房钱我收到了，等你回来请你喝酒。感谢完好蛋儿，苏建南假装打了个哈欠站了起来，做事就要往屋里走。老公干嘛去啊？苏建南闻言身体僵了一下，转过身子打了个哈哈。我这不是想着咱们马上结婚纪念日了，想去换身衣服，偷偷出去给你买点小礼物。陈琳头也没抬，继续低着头织毛衣。儿子又给咱们钱了呀？苏建南咽了口唾沫，满脸紧张。啊，是啊，你说咱们也不缺钱是吧？还老是给咱们，真是的。陈琳点点头，伸出右手对着苏建南。就8万。陈琳一脸疑惑。9万5千，不能再多了。陈琳有些没看懂，今天老苏犯什么病？我让你把你旁边剪刀递给我。苏建南看了一眼在自己旁边柜子上的剪刀，顿时松了口气。嗨，剪刀啊，你早说啊，吓我一套。你看你这不说话。说罢转身就要进卧室里。哦，对了，儿子转给你的钱你也给我好了，给你我不放心。苏建南没有说什么，但是踉跄的身形和落寞的背影还是构成了世界名画一生要强的爸爸。第130章 Q3 季度业绩报表。苏董， Q3 业绩已经整理出来了，您这边过目一下。财务部的工作人员把星辰控股以及旗下子公司的 Q3 季度业绩报表已经全部整理出来，放在苏北辰的桌子上。辛苦了，我等一下再看看，你先去忙吧。刚接收完今日半导体知识的苏北辰，此时脑子有点晕乎，双手揉搓着青筋暴起的太阳穴，过了5分钟左右，那种胀痛感才慢慢散去。他看了一眼系统里的技术资料，还差18%左右就全部接收完了，估计还得要个1-2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苏北辰翻开刚刚财务部递交上来的 Q3 季度业绩报表，整个3季度报表中，母公司星辰控股盈利算是最多的，利润率相对于其他2家子公司而言，肯定也无疑是最高的，毕竟是个金融公司，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李博和自己在亲力亲为，除去员工成本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营收103个亿，扣非归母净利润77个亿，净利润率达到70%好加。也就是说，公司6月到现在差不多90天的时间里，换算下来每天赚8500万左右。这个业绩哪怕放在上市公司里也相当炸裂，如果估值100亿的话，公司 PE 盈利率值估计得被干到1以下，也就是说投资这家公司1年不到就可以回本。所以说估值评级这个东西，肯定在年报出来之后，各大投资公司会对星辰控股出现一波重大评级调整。苏北辰接着往下看去，子公司星辰娱乐第3个季度除了接一些小的广告之外，就是很多主播的纯直播收益，基本上和开支相互抵消掉，净利润只有500万左右。不过现在还不是这家公司发力的时候，根本不用着急，只需要按照之前规划好的路线来走就没有问题。等抖音正式上线的时候，苏北辰相信这棵摇钱树会开花结果，说不定还能成为自己最赚钱的公司之一。最后一个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星辰科技，主要这家公司全是自己人，2名高管都是系统整出来的人物，马上要入职的倪星成也是人脉卡捏出来的，另一个詹比森、埃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联系自己，不过想来应该也是半导体技术的相关人脉。星辰科技由于创立时间晚于星辰控股，正式走上正轨都已经是7月份的时间，所以说第3季度业绩报表其实就是1个半月左右的收益。但就仅仅1个半个月的时间，星辰科技营收达到80亿之多，扣非归母净利润42亿，净利润率达到50%左右。其中大头收益来源还是和不少手机厂商的外包项目，星辰助手 GT8 员工版本搭配上公司技术人员相结合，超高的工作效率，直接愣是把人家手机厂商的软件方面的事情都快给包圆了。听说为此不少厂商都开始裁员软件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对此苏北辰只想说，时代在进步，努力追随时代的步伐吧。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出来之后，很多工作岗位就会被逐渐替代，这是不可逆转的事情，能做的只有跟着时代的步伐。星辰科技虽然净利润高，不过等半导体实验室真正建立起来之后，
估摸着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赚到的钱估计全都拿去补贴半导体了。直接让苏北辰拿出7奈米的技术告诉人家生产吧，这种事情根本就不现实，就好像上学一样。你现在学的是加减乘除，忽然有一天你告诉老师我会用拉普拉斯法去解决流体力学的问题一样，老师听完估计都不是欣慰了，而是在考虑你脑袋是不是疯掉了。当你真用了拉普拉斯法解出了问题，老师肯定不会觉得你疯了，而是在想要不要把你送到手术台上解剖大脑看一看了。所以倪星辰的出现真的恰到好处，先用钱烧出来一个14奈米半导体技术，自己适当可以时不时拿出来1.7奈米技术来言传身教一下。有了14奈米的基础，灵感一闪造出来了7纳米，这很合理不是吗？苏北辰放下财务报表，揉了揉眼睛，拿了起来桌子上的秘书电话，叫李博来一趟办公室。咚咚，请进。苏董，您找我？苏北辰点点头，伸出手示意落座，又抽出一根香烟扔了过去。老李，矿业许可证的事情怎么样了？李博接过香烟点燃后抽了一口。苏总，如果能单独把锂电池部门拿出来成立一个公司，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展开说说。因为之前去申请矿业许可证的时候，发现矿业那边并不能享受到高新科技免税政策的支持，对于地方部门的税务审核容易造成错误不说，公司里财务估计到时候也会头疼，光是新城科技的财务都要审核几个月，这还是保守估计。苏北辰点点头，说实话，这些就有点涉及到自己的知识盲区了，所以这种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那就把锂电池这一块单独划分出来，成立一家锂电矿业公司，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好的，苏董。李博掐灭手中的烟头，直接向着门外走去。苏北辰觉得老李这人自己是真挖对了，等年终奖必须得包个大红包给他，不然被别人挖了墙角，自己就没地方哭了。打开电脑上的炒股软件，现在是中午12点40，大盘还处于停盘状态。简单看了一下今天的大盘，中规中矩，量能和昨天相差无几。指数虽然还在上涨，但是整体涨跌幅还是3-7分开，3成股票上涨，7成股票下跌。很经典的37分化，资金选择的都是优质的权重股，除了一些庄股庄家自导自演的暴力拉升之外，一些小市值的垃圾个股基本上都没有资金去做。上涨最多的板块也是星辰混合基金的持仓，白酒和互联网板块，尤其是白酒，上涨幅度已经来到了 2.7%。 看来今天又是躺赢的一天。第131章，浮生偷得半日闲。正如苏北辰所想，到下午3点收盘，星辰混合基金是红色收涨，正 1.98%。慢就是快，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到明年分红最少也得100亿起步。收拾完东西，苏北辰直接回了家，忙了1个星期，忽然闲下来，还真不知道干点什么。看了眼电脑桌上的顶配外星人电脑，忽然心血来潮，索性喊上王校长来打几把联盟。王校长此时也刚开完会，一听苏北辰喊自己打游戏，马上来了兴趣，当即喊上几个自家直播公司的退役职业选手，打算来一把激情5黑。苏北辰创好房间，直接拉了王校长进来。王校长又拉了3个主播，语音里瞬间热闹起来。呀儿哟，观众朋友们，居然是和陈神一起5排。骚猪 PDD 一进房间看清 ID， 直接开口道。其他2名主播倒是不怎么知名的2线退役选手，他们可不敢像 PDD 一样放得开，老老实实跟苏北辰和王校长打完招呼之后，都是静静的听3人在聊天。最近怎么有闲工夫打游戏了？王校长直接开口问道。苏北辰，这不是公司的事情，可算忙完了，忽然闲着没事，不知道干什么，喊你来打2把游戏。王校长，难得呀，我看你前段时间为了忙活上市的事情，几乎天天手机都在通话中。PDD 直播间里的人气此时已经来到200万之多，直播间里的观众自然是听到校长和苏北辰的对话。2人本来也没有避讳，这种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星辰控股如果上市之后，财报肯定要公开的，所以也不算什么秘密。但是直播间里的观众都已经炸开了锅，无数弹幕从直播间飘过。这是我不付费就能听的东西，蒲老师的直播间就是我接触上流社会的唯一途径。我就想知道王校长和陈神到底谁更有钱。很快进入选择英雄界面，2人也停了下来日常聊天。PDD 见有机会了，连忙小声在语音里说道：陈神，老板，我这边直播间用关一下吗？刚刚看你们在说话，没好意思打断。苏北辰倒是一脸无所谓，王校长更不可能说什么了，本来就是来蹭人家热度，人家都介意，自己肯定不能说什么。待我向直播间的兄弟们问个好，等星辰控股上市，欢迎兄弟们来抄底啊。 PDD 见陈神居然这么好说话，顿时松了口气，紧接着也恢复到往日的蛇皮直播风格。兄弟们都听到了吧，陈神到时候股票上市，大家速去抄底，我 PDD 以身作则，上市当天先冲100万的股票。不是，兄弟们拿你当家人，你拿兄弟们当韭菜是吧？陈神，出门在外全靠3样够怂，不讲义气，
出卖兄弟。很快选人阶段过去，正式进入游戏。苏北辰这次走的上路，选的是当年最喜欢的英雄诺克萨斯之手。王校长自然拿出了绝活英雄，100%职业胜率镜，而职业哥自然是心甘情愿给王校长打辅助，另一名职业哥去了打野。PDD 最后补位了一手中单。开局不到5分钟时间，下路和野区就传来捷报，王校长成功拿下一血。紧接着中路又拿下单杀，王校长在辅助的配合下又拿到了双杀。眼见对面开局不到5分钟就要来一波团灭，现在只差上路了。果不其然，上路也传来击杀，不过是苏北辰被对面单杀。操！我 TM 怎么不出来啊？为什么我攻速这么慢啊？语音里响起小嘴抹了蜜的声音。刚抓完下路的职业哥见状，连忙说了2句我的锅，这波该去上之类的话，硬是把这波苏北辰被单杀锅给背了起来。这打野我看像是上大分的人。+1。紧接着苏北辰刚上线就被对面打野在1塔和2塔之间的草丛给蹲了一波，对面上单交闪现，苏北辰也交闪现牵了个坟。MB。含码量极高的几句话脱口而出，更是一句不带重复。不仅仅是小队语音被干沉默了，3个主播的直播间观众也被干沉默了。一把游戏下来，苏北辰充分地发挥了祖安人该有的文化，一度让熊猫 TV 直播间的超管都在想要不要把3个人直播间封了，给苏董留点面子。虽然最后游戏还是赢了，不过其他几人都没敢说话，只是游戏结束给苏北辰默默点了个赞。游戏结束，苏北辰看了一眼自己的战绩1-10-13，只能说对面打野搞针对，这把锅币不在自己。PDD 闻言也是立马拍起马屁，同时不忘贬低对手不讲武德，怒喷道：对面打野只知道连体抓针对上路。接下来的几把里，一开始王校长还能帮苏北辰跟对面喷上几句说，直到后面双方互喷进入白热化，看着苏北辰开全部人直接以1喷5的手速，王校长也开始沉默了。一下午游戏下来，苏北辰只觉得浑身舒畅，他太喜欢这种你赢不了还喷不过我的感觉了。下次有空继续一起5排啊，咱们5轮车确实强。王校长直接有事开溜了，其他3人也只能苦笑道：下次一定，下次一定。陈神都快给 PDD 打哭了，送个竹子心疼蒲老师1秒。这才是祖安人打招呼的方式。陈神1v9名场面已经保存了，兄弟们必战见。今天真是小刀拉屁股，给我开了眼，第一次学到居然有这么阴阳怪气的话。随着 PDD 直播间里的粉丝把当天的直播录屏发到某站上，苏北辰以1喷5的名场面开始传播开来。天不生苏良辰，见到万古如长夜，剑来。一股祖安文化的热潮悄然在网上传播开来。当然苏北辰自己也刷到了，看了一遍网友剪辑的视频之后，苏北辰直夸当届网友大才，一个喷人的视频硬是给他看燃起来了，这不得看2集博人传响响火。不过苏北辰一想到今天打游戏碰到的那个上单瑞文确实让人生气，杀完自己还跳舞嘲讽。咔嚓，苏北辰看了一眼刚下班回家的程思，面露严肃地拉着程思说道：今天晚上你 cos 一下瑞文。第132章唐纳德财团来访。苏北辰起了个大早，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程思，今天估计他是去不了公司了。昨天跟自己对线 solo， 苏北辰狠狠地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无可匹敌的力量，哪怕程思想要20头他都不允许。简单洗漱吃完早饭后，直接自己开车去了一趟工商局。星辰科技独立出去的锂电部门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很多手续还是需要他本人去办理，交给别人倒不是不放心，而是后续一些关于锂矿拍卖的相关事宜还是需要他亲力亲为。一个锂矿虽然放现在确实不值什么钱，但基本上也都是几个亿起步的价格，谁又能猜到不到5年的时间能涨上天呢？给新公司星辰锂能的企业执照上盖上刻好的新公章，星辰锂能算是正式成立。同时矿业许可证的事情也跟二叔打过招呼，填写好的资料也已经正式进入审核流程，如果运气好的话，估计半年左右就能审批下来。嗡嗡嗡，刚从工商局出来，坐上车，口袋里的手机就开始震动起来。电话是李博打过来的，说是米国唐纳德财团来拜访星辰控股，还说之前跟自己已经提前说过了。苏北辰回想了一下，好像当时川建国的2儿子确实给自己通过一次电话，不过当时自己也只是客套了几句，没想到这老外当真了，吩咐了李博好好接待一下外宾，自己等一会就到。关于程思今天没来公司的事情，李博也是在电话里只字不提。程思和老板的关系，全公司也就他一个人知道，至于为什么不来，估计是年轻人玩嗨了吧。李先生，贵公司的私募基金如果申请下来新的牌照，请务必通知唐纳德集团。埃里克在李博的带领下参观一圈星辰控股，整体来说给的他感官很不错，公司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每个人桌子上基本都有不少金融相关的书籍，随意翻开一本就能发现书里记录了不少笔记，明显不是为了装样子。特别是当埃里克得知
星辰控股成立不到1个多月的私募基金，居然已经有23%的收益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惊到了。要知道，可是300亿的规模，1个多月赚23%，那可是整整70多亿。所以他姿态放得很低，只希望下次找 LP 的时候能优先考虑唐纳德财团。李博没有自作主张，只是打了个太极，表示这事是董事长负责，跟自己关系不是很大。埃里克闻言只好作罢。唐纳德一行人也在公司员工的陪同下继续参观了解星辰控股。所以说，苏总的第一桶金是来自做空铝期货的所得的收益吗？对于突然发问的埃里克，陪同的工作人员此时也有些懵。他只是最近才被招进来的一个实习员工，他哪里知道董事长第一桶金哪来的？当然不是，他第一桶金是父母给的5万块。一道声音在众人背后响起。当看清说话的人后，员工直接喊了出来：“苏董！”埃里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有些不可置信。年轻，太年轻了。不过随即反应过来，连忙走上前去，伸出右手：“苏总您好，我是唐纳德财团的金融顾问埃里克。”苏北辰同样伸出右手：“我知道你，埃里克先生，我们曾经一起并肩作战，不是吗？”两个人相视一笑，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一起再去樱花国玩一玩？这老米是多看不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人啊，可了劲的去樱谷收割韭菜。不过苏北辰咧嘴一笑，正合我意。在接下来的韭菜商讨会上，埃里克只觉得和苏北辰相见甚晚，两个人的一些做交易的理念甚至都不谋而合，特别是两人还都是技术加消息的操作手法，可谓是师出同门的感觉。晚上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有李博和程思在旁边拉着，两人都快称兄道弟了。老苏，你一定记得给我留点投钱的机会。本来中文就不好的埃里克，这回喝了53摄氏度的茅台，更是一句囫囵的话都说不明白。好说好说，老埃，你赶紧休息去吧。不是我说，基金牌照批下来，我第一个就联系你们。苏北辰走路都开始走不了直线，李博和程思一左一右架着，才勉强从屋里走到门口。看着埃里克坐上车，苏北辰使劲挥着右手，直到看不见车尾灯。行了，不用扶了，程思先去把车给开过来吧。苏北辰平淡的语气里哪里还有刚才的一丝醉意。程思和李博都被苏北辰突如其来的转变给吓了一跳。确认了苏北辰是真的没事之后，程思拿起车钥匙去了停车场。老板，我还以为你真跟那个老外喝醉了，你这装的也太像了吧。以前苏北辰装醉，李博其实多多少少还是能看出来一点，不过今天他是真的没有发现，真以为是喝大了。我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要不去当演员算了。那老板，你不得把影帝奖给全包了呀？老李，你这拍马屁的技术怎么慢慢不行了呀？我这就是说实话而已，哪有什么马屁。两人扯皮的功夫，程思已经开着苏北辰的宾利来到餐厅门口，拉开副驾驶的座椅，跟李博道了个别。车上，程思还是有些好奇，忍不住发问：老公，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唐纳德财团的人。苏北辰眼睛也没睁开，直接开口道：自信点，把好像去掉。可是我看你们今天聊得很好啊，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李总拉着，你都快跟他拜把子了。就是因为我知道李博会出手拉着我，所以我才会那么去做。看着程思还是有些不解的样子，苏北辰继续解释道：本来就是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突然在 Q3 业绩报表出来之后来访公司，不管怎么说目的都不是很纯。程思闻言脸色骤然严肃起来：你的意思是公司里有内鬼？第133章放宽心，星辰助手会出手。正常现象，毕竟财报看过的人也不少，总有人会忍不住外面的诱惑哦。苏北辰放倒座椅向后躺去。至于说担心，他倒并不觉得，一份财报而已，就跟埃里克说的一样，公司的核心就是自己和李博，其他员工里不乏也有一些优秀的人，但是说白了其实都是可以被取代的。看来有时间还得让李博多注重一下内部管理，老是有2、5载确实也挺不舒服。9月份最后一个周五悄然来临，下周就要开始国庆假期了。大 A 虽说该停盘了，但是外股照常运行，所以很多金融人对于国庆小长假并没有任何期待。金融永不眠，这话说的倒真没错。苏北辰转着手中的圆珠笔，看着金融人的国庆安排。周六凌晨做美股交易，周日做 BTC 交易，顺带复盘下周一股市。周一白天做外汇交易，晚上继续美股交易，以此重复一个星期循环，直至国庆假期结束。可以说，如果你想，金融一年365天都可以在交易。看会议室里，公司员工来的差不多了。苏北辰咳嗽了2声，嗨嗨，人都来的差不多了，月度总结会议现在开始吧。先开口汇报的是李博，作为总经理，自然先是给众人打了个样，关于9月份公司各项指标达标情况。紧接着又是各个部门负责人逐一汇报起公司情况。总体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新扩招的一批员工也很快融入工作环境。苏北辰听完最后一名部门经理汇报完情况，
手中记录的圆珠笔也放了下来。接下来我也来讲几句吧。苏北辰目光扫过在座的众人。昨天米国唐纳德财团一行高管来咱们公司进行交流访问，姿态甚至都放到了最低，还有不少海外资本昨天都向星辰控股提出访问的申请。还不等在座的众人兴奋，苏北辰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大家都不好奇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是在 Q3 季报出来的第2天，就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一要来访问。此话一出，会议室里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个响，有不少目光有意无意都看向财务部门。董事长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座的也都不是傻子，自然听明白了。涉及财务相关的情报，财务部门肯定成为首选的怀疑对象。财务部门经理黄涛瞬间慌了起来，本来还想出声解释什么，就被苏北辰直接打断。这件事跟财务部门没关系，一句话直接帮财务部洗清罪名。如果真跟财务部门有关系，昨天唐纳德财团看到私募基金的盈利就不会是那副表情了。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受了外面人的好处，会议结束之后还是希望你们给自己留点后路，同事一场，别让事情那么难堪。星辰控股的员工在签署的入职合同上，其实就有针对商业间谍或者出卖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方案，是情节严重者，甚至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些人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不可能不知道做这种事的后果。在苏北辰说完这些话后，有2个人神色微微变了一下，旋即又恢复正常。会议结束，2人正站在大厦的楼道里抽着烟。迅哥，咱们要不去？被叫迅哥的男人瞪了一眼向自己问话的年轻人，连忙看向四周，确认没人之后，压低声音厉声道：小六，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除了你我之外，没有第3个人知道。小六本来就是初出茅庐的新人，听到迅哥这么说，自己心里那点忐忑也安定下来。叮，小六手机短信提醒响起，80万，整整80万，只是把财报相关的事情透露给一个叫弟的男人，报酬就有80万。小六这会还哪有刚刚的忐忑，满眼尽是贪婪之色。自己辛辛苦苦干1个月工资才2万多，1年下来带上奖金才40多万，只是干了一单就顶上自己2年的钱。苏董，这样是不是有些打草惊蛇了？李博自从总结晨会结束之后，就跟着苏北辰一起回了办公室。苏北辰喝了一口冲泡好的拿铁，示意李博先坐下，别激动。我知道这人是肯定不会来的，我那么说只是为了给公司其他有这个心思的人听。那出卖公司情报员工的事情，李博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索性直接问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放宽心，星辰助手会出手。今天大盘依旧稳定发挥，指数虽然在涨，涨跌比依旧是3比7，3七分化的局面继续持续。午盘之前把白酒板块的资金都出了吧，估计北向资金也要跑路了，没必要等周一再跑。李博开始向交易员下达指令，这是上午和苏北辰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一个板块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更何况还是3七分化局面。上面也不希望看到只有 30% 的散户赚钱，而剩下 70% 的资金都是在亏钱。即使北向资金不撤，国家大基金也会进行调仓换股处理。苏北辰不愿意吃回调，自然是先落袋为安好。公司账上余额还有多少？苏董，除去星辰混合之外，还有70亿左右。这70个亿应该是之前自己做 A 股赚的，再加上做空期货赚的那笔钱。原本账上应该有个100亿左右，这段时间光是投资就用掉了几十个亿。没钱是真的玩不了金融。抽调出来50亿的资金，打到公司摩根士丹利的账户上，剩下20亿当做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苏北辰最近又开始缺钱了，主要还是为了未来2家烧钱大户公司，一家星辰锂能，一家星辰半导体。仅仅是星辰锂能实验室的建设就花了差不多10多个亿，就这还没有算上生产线和用地的费用。点开股票软件，扫了一眼韩国股市，居然已经企稳了，现在居然还稳中有涨，这能行？这肯定不行。苏北辰望着韩股上涨的走势，就像看到了绿油油的韭菜在向自己招手。第134章，初次试错。周六周日2天，苏北辰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除了研究韩股和英股之外，就在研读一些金融交易类的书籍。杰西·利弗莫尔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苏北辰自重生以来已经读了不下5遍，最开始只是为了完成系统的每日任务而不得不读。不过当他读完第1遍的时候，其实他的收获已经很明显了，特别是对于金融交易心理博弈的这块，更是悟到了一丝自己的心得。之后的每一次阅读，也总能从书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感悟。虽然他手里确实有系统给自己的外挂，但是总归有些东西要自己学到了才是自己的。即便说未来哪一天系统忽然消失了，自己也能有恃无恐站在金融这个圈子里。时间一晃来到周一，因为公司放假的缘故，苏北辰来到星野咖啡厅，打开当初和老李一战成名的电脑，登录上摩根士丹利的账户，从声望商城里花了200声望兑换出来40个 A 级股市探测仪，再次攒够200万的声望，又一次被花干净。
40至5个交易日涨幅由高到低的股票 K 线图出现在苏北辰脑海之中。苏北辰也不墨迹，直接每个股票5000万，在盘前连续竞价就全部打进去，一共20个亿的资金花了出去，账户上还剩10个亿。这些钱里，苏北辰打算拿出5个亿来给自己练手。当初王健林拿5个亿给校长练手，今天自己拿5个亿给自己练手。英股算是世界上涨跌幅比较稳健的股市了，而且就按最差的结果来讲，哪怕自己亏完，韩股的20个亿的资金也能给自己全赚回来。很快盘前连续竞价结束，英股正式开盘。按照消息面来讲，最近因为中东欧佩克石油联盟要和米国开采商抢夺市场的缘故，原油的价格是一降再降，甚至期货市场在前段时间都被干成几刀一桶了。虽然最后还是被拉了起来，但是足以看出两边都是打出了火气，不把对手逼死誓不罢休的地步。要说两边这么打，肯定有些企业获利，而下游的石化公司就是那个最大的渔翁。原油价格便宜，按道理来说肯定石化产品价格也会便宜，但是凡事肯定有个界限，如果价格跌过了规定的阈值，就不可能再向下继续下跌下去。石化产品再往下延伸，就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了，比如塑料制品、医疗用品、汽车行业等等。如果上游一直跌下去，很可能会造成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可不是每个国家愿意看到的。所以今天苏北辰主要做的还是一直被 K 线压制的石化板块。英股几家石化相关的企业盈利能力都算不错，连年保持 30% 的毛利，资产负债率也一直维持在 30% 以下，就是今年以来涨幅只有 10% 不到，看上去并不是很受资金青睐。苏北辰从周6日挑选出来的几家企业里，选中了一家名为协和石化的上市公司。这只股票 K 线在前段时间不停上下震荡，看着图形确实很唬人，不过仔细一看，其实仅只有负 1.8% 左右的跌幅。因为市值只有60亿左右的原因，苏北辰没有一次性把资金全打进去，把一个亿拆分成了20笔单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低吸买入一点。差不多下午1点左右，1个亿的资金全部打入协和石化中。现在石化板块差的就是一笔大单点火，整个板块20多只股票基本都卡在了负 1% 到 2% 之间。看准卖盘枯竭，苏北辰不再犹豫，直接拿出1个亿的资金分成2笔，直接挂了涨幅 10% 的价格进场扫货。不少正在盯盘的短线客看到个股异动，连忙在投资群里发了出来。协和石化出现个股异动，有大资金进场了，已经涨幅 3% 了，不对，已经 5% 了，全是多单在进场。协和石化 K 线不停地向上拉升，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注意到这只个股。不仅仅是协和石化，整个化工板块都在向上拉升，而协和石化就像一只领头羊一样。苏北辰心态放得很平，并没有受 K 线的涨跌幅的影响。协和石化已经拉升到 11%， 而手里1个亿资金甚至没有砸完， K 线就已经突破了原定的 10%。 没有成交的单子自然全部撤掉，手里1亿6000万的持仓平均成本来到 6% 左右，盈利率正 4%。 一些底部买的资金也开始慢慢平仓离场，苏北辰也不例外，毕竟没有系统的外挂，自己还是稳健一点操作比较好。一直到收盘的前10分钟，苏北辰手里的资金全部获利离场，好在有不少资金接力， K 线直到收盘一直稳在 10% 左右。韩国和樱花国一个时差的缘故，所以几乎是同一时间一起收盘。韩股那边40只股票今天平均收益已经有了 5%， 大概1个亿左右，而英股这次交易扣除手续费，到手里有500万左右。虽然还没有自己开个白金箱子给的钱多，但好歹也是通过自己操作得来了。不过这次交易完全就是运气的占比成分太大了。苏北辰在收盘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复盘起今天的买卖成交点。今天点火的第一时间没有考虑到补单的情况，如果跳空拉高下方没有挂补单，对手盘只需要几万块就可以把拉升上天的 K 线直接砸下来。所以说今天也是运气好，有别的资金出手填了补单，协和石化才能安然无恙稳住。如果真被对手盘砸下来，恐怕今天这1个多亿就得交学费了。复盘了1个多小时，把今天交易犯的错误以及不错的点都记在笔记本上。整完一切，苏北辰伸了个懒腰。今天国庆假期的原因，公司里除了自愿加班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位置都是空着。看了一圈各部门逐渐有些拥挤的工位，看来公司场地也快不够用了。他在考虑要不要建立一个总部写字楼。系统，买一栋写字楼的钱能涨经验吗？第135章，你确定建的是写字楼？写字楼规划为不动产，宿主以个人名义购买即可增加经验，若是以公司名义购买则没有。鉴于防止宿主出现卡 bug 刷经验行为，第一次购买建设写字楼所花费的金钱才可转化为经验值。系统反应是真的快，在说完上面一句话之后，立马就做了补充，就防止自己出现卡 bug 的行为。不过一栋写字楼到底是售价贵还是建出来贵，这个知识点对苏北辰来说真的有些超纲。快速拉经验的机会就这一次，
错过了不知道去哪再找这么千载难逢的 bug。网上查了一下，说什么的都有，而且一半还都是中介。没办法，只好点开传说的壁呼。这个年代除了微博之外，也就壁呼可能会稍微靠谱一点。再过几年，2个平台估计就彻底不太行了。倒也不是微博和壁呼走下坡路，而是有了个某红书和抖音存在，毕竟人均身价几个亿。你要是问买个楼贵还是建个楼贵，人家可能冷笑一声，直接问你这东西还需要买。苏北辰敲完内容，在壁呼上发了个帖子，诚信发问：大佬们，沪上买个40层的写字楼贵还是建一个贵一点？又花了100块钱给自己帖子上了个热度。很快，不到10分钟的时间，网友们都在帖子下回复起来。人在米国，刚下飞机，谢邀。关于在沪上买栋楼贵还是建栋楼贵这个问题，我私下也跟一些富二代朋友讨论过。可是博主，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如果在沪上1线区域买一栋楼要花30个亿，那这30个亿投到米谷里，我至少能保证你年化利率70%以上。相信我，请加 VX，XXX。操！手中饮料瓶直接扔到地上，一句国粹脱口而出。苏北辰居然还认真读完了，最后合着 NDD 是个骗子。反手点了个举报之后，又继续浏览起来其他网友回复的帖子。虽然大多数都是在说驴头不对马嘴的骚话，不过还是有几个董哥给了比较靠谱的答案。其中有个老哥的回复让苏北辰直接打开思路。楼主问这个问题，其实答案一定是建的写字楼更贵，不用说那些设计多好、用料多好的成品写字楼，确实他们这些开发商建起来写字楼，大多数为了租出去或者卖出去，肯定是有的赚的行情，卖的肯定要比建的贵。但是楼主你想啊，如果你自己去建的话，是不是成本花多少钱都可以？不行就堆料，全都用上最顶级的料子，再加上奢华的装修，造价30个亿的楼也得给你干到100亿去。对啊，苏北辰一拍大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自家建个写字楼，用材直接拉满，用上最顶级的就完事了。建筑行业的话，估计方圆海会有点门路。从微讯通讯录里找到方圆海，直接一个语音拨了过去。差不多过了几秒钟的时间，语音被接通了起来。陈哥，袁海，你那边有没有靠谱的建筑公司？我最近打算建个写字楼作为公司总部。那陈哥，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家正好有这方面相关的产业，沪上震旦的大楼，还有陆家嘴那边不少大厦都是我家承包的。陈哥要是信得过我，可以把这个事委托给我。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道理，苏北辰虽然懂，但是杀熟这个事情他还是有些发怵，他可不想体验一把豆腐渣工程。电话那边的方圆海似乎也是猜到了苏北辰心中的犹豫，立马立下军令状。陈哥，偷工减料这事你尽管放心，这次我亲自来当这个监工。见方圆海都说这种话了，苏北辰也没再多说什么，打算过2天请个设计师做个图出来，看看方圆海能不能吃下来。对了，陈哥，这次建楼大概是什么规模？预算大概是多少？方圆海提前问了一嘴，到时候在自己老爹面前也能说上2句。写字楼的话，大概建个40层左右的高度，层高3米，占地面积就按照标准来吧，预算在100个亿左右。方圆海拿出铅笔在本上开始记录下来。40层左右，3米挑高，标准占地面积，预算100亿。咔嚓，正在写字的自动铅笔直接被用力按断。陈哥，你是不是多报了个0？再三确认了一遍，确实是100个亿的预算。方圆海虽说不是专门负责家里建筑行业的人，但是自小耳濡目染，肯定是多少有些了解。40层标准占地面积的写字楼，堆上最好的料的也不过30个亿的成本，即便转手交给买方，也超不过40个亿吧。陈哥，你这怕不是打算以防空洞的标准来建写字楼吧？方圆海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到时候设计写字楼玻璃的时候，全都换成防弹的，这成本不就又增加了？方圆海6。接下来方圆海又问了一些问题，越听越觉得陈哥这是打算造个固若金汤的战争堡垒，以至于说到最后他都快麻木了。反正什么都是按照行业内最高标准就是对的，能上防弹级别的都上，能塞进去的配置都给塞满。陈哥造的写字楼，估计哥斯拉来了都得啃得崩掉2颗牙。挂完电话，方圆海看着本子上记得离谱的需求，他甚至开始隐隐有些小期待，这写字楼建出来什么样子。苏北辰刚挂完电话，李博就给自己打了过来。苏董，米股上市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着落，不过沪上交易所这边倒是有个好消息。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时间，确实是国庆假期第2天的时间。老李啊，国庆假期就好好陪陪老婆孩子，怎么还天天在家加班工作？我这也是突然接到的电话，沪上交易所负责人亲自过来找我，还跟我抱怨，本来说好的借壳上市，怎么忽然叫停了？我也是如实讲了出来，那边告诉咱们这事不用管了，他们会出手负责。136章，恶人自有恶人磨。一连过去4天时间，苏北辰在英股这些天做的成绩也算是有亏有赚，不过平均下来收益还是挣的10%，盈利2500万左右。关于三生云股份的事情，
沪上交易所自那之后没有了动静。不过今天下午，刘家欢倒是在英股收盘之后来了一趟公司，甚至自愿降价，也要把手里股份全都给苏北辰。也不知道沪上交易所那边用了什么办法让他妥协了。签订完转让协议，刘家欢甚至对苏北辰还感恩戴谢。苏北辰不由感慨，果然恶人自有恶人磨。老李，看来沪上交易所那边不是很喜欢咱们去米股上市啊？肯定啊，毕竟还是本土企业，上市了，不管对沪上交易所还是沪上领导班子来说都是一笔业绩。李博摆了摆手中的股权转移合同，跟苏北辰说了一声，打算先去一趟沪上交易所办理一下交接手续。周末2天的时间，公司高层几乎都在配合沪上交易所忙着星辰控股借壳上市的事情。星辰控股即将借壳上市的事情也不经意悄然走漏，各大金融机构纷纷申请拜访调研，民间也有不少游资群体在打探星辰控股上市的具体情况。星辰控股刚淡出人们视线还没有1个月，上次还是因为星辰科技爆火了一把，这次还未上市就再次轰动市场。某些小道消息声称，这次星辰控股上市 PE 值打算定在25左右。按照小道消息披露的星辰控股 Q3 季报来看的话，一年星辰控股的净利润可能达到恐怖的200亿左右。按照25 PE 值上市的话，星辰控股市值可能超过5000亿。古巴论坛上得知这一消息，直接炸开了锅。对于那些在三生云里流通占比 5% 的散户，一众散户简直羡慕哭了，更有红眼病症状严重的直接在买入三生云的帖子下破口大骂起来。5000亿啊，整整5000亿，在里面的老哥们直接狂赚50倍。我真蠢，真的，三生云启动的前一天我给割了。只有我注意到陈神占 85% 股份在星辰控股吗？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星辰控股的股权架构，除去星辰企业咨询以及星辰发展2家公司控股 15% 以外，再往上一层穿刺，苏北辰居然还个人控股 85%。如果上市真的按5000亿的规模来算，龙国将会出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富。整个论坛风向由羡慕嫉妒三生云里的散户，逐渐转变为苏北辰到底能不能成为龙国最年轻的首富。微博热搜第一本来是娱乐圈明星谈恋爱的事情拿来炒作，结果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关于龙国首富的话题悄然取代热搜榜1。很多不关注金融的人，又不曾用过星辰助手的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最可能成为龙国首富的年轻人。同一时间，苏北辰本来见底的声望再一次迎来暴涨，又回到了200万之多。不过看着还在继续上涨的架势，说不定这次可以攒个1000万声望去抽一家龙头公司的股份奖励， 0.5% 股份不亏， 1% 血赚，要是抽到 5%， 直接就是起大飞。尤其是那些国际上老钱家族的企业股份，哪怕 0.1% 都是以数十亿为单位起步。周日晚上，沪上交易所正式发布三生云重组上市公告。10月6日晚间，公司发布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同时三生云原有 100% 股份通过2级市场及股权交易协议转让星辰控股，将于10月7日起正式复牌，股票更名星辰控股。公告发出之后，李博电话都快被打烂了，基本都是金融公司询问关于认购增发股份的事情。之前公司都是定向增售股份，所以该买到的基本上这个时间都已经申购完成了，所以今天才打电话来撞大运的机构都是一一谢绝。苏北辰早就料到这种情况，干脆在沪上交易所忙完所有事情，回家直接关机拒接所有电话。睡觉之前看了一眼系统中的声望，已经来到了380万之多，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再有1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去开一家上市公司的盲盒了。周一一早，星辰控股全部员工都早早来到公司。自己公司上市，作为员工多少都有些一荣俱荣的感觉，更何况自家公司还打破了上市公司的历史，一个是以5000亿市值上市，另一个就是只靠了1个季度业绩就获批。苏董早，董事长早上好。苏北辰微笑着一一回应，走到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整个人脸都快笑僵了。推开会议室的大门，公司6名高管都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了。见到董事长进来，众人直接站了起来，随着苏北辰落座示意，众人才缓缓坐下。虽然坐在几人都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不难看出激动的心情都快溢于言表了。要说公司上市受益最大的，除了公司股东之外，就是他们这群高管了。苏董之前承诺过，公司每年会拿出 10% 作为期权奖励，这码事他们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前天又找了总经理李博确认了一遍，苏董的意思还是不变，那就意味着公司一旦分红，他们几人直接就变成年薪破1000万的打工人。公司上市在即，各个部门的调控还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多费心一些，关于期权奖励的事情，我能给在座的各位保证，每人至少 1% 的保底，剩下的 4%各位能拿到多少，全凭本事。苏北辰的话音刚落，几名高管争先恐后表决心。苏董尽管放心，但凡财务上出现一点问题，我直接自己辞职不干。苏董有什么要求尽管安排，
期权不期权不重要，主要是想为了公司尽一份力。李博虽然一直没说话，不过那也有些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人到中年，事业还能焕发第二春，更别说还是千亿公司的总经理。既然大家都没问题，那就准备迎接半个小时后的上市吧。第137章开局即巅峰。龙国时间上午9点15分，所有星辰控股员工都守在自己工位上。交易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星辰控股盘前竞价，此时 K 线涨幅直接来到 44%。作为借壳上市的新股，涨停上限统一定为 44%。之前持有的散户按照原有股份4:1置换星辰控股股份，虽然没有古巴老哥说的25倍那么吓人，但是至少也是有将近6倍左右的收益。时间来到9点25分，盘前竞价结束，星辰控股直接以 44% 涨停姿态开局。星辰控股市值已经来到7200亿，而苏北辰本人更是以持股 70% 星辰控股， 20%定向增售给机构和 10% 的期权奖励，身价暴涨到5040亿，超过龙国前首富王健林整整的2倍的资产，成为龙国明面上的新首富。苏董，公司市值已经7200亿了。饶是李博此刻都已经按耐不住了。老李淡定点，涨停板上的封单根本封不住，先赢的都是纸罢了。苏北辰倒是不看好这个竞价就顶板的行为，估计也是很多手里没货的机构在抢。仅仅一个竞价才打了 0.37% 的换手，连交易量都没放出来，很难会有后续资金看涨。李博闻言也开始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试图站在一个游资的角度去理性看待星辰控股这只股票。 0.37% 的换手，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散户在卖，有之前三生云就在的老散，还有不少抽新股抽到的幸运。封板资金也乍一看98个亿，觉得很唬人，但实际上呢，这98个亿里估计能有80个亿都是量化资金在顶板。所谓量化资金，是指通过数量化方式及计算机程序化发出买卖指令，以获取稳定收益为目的的交易方式。简单来讲就是 AI 炒股，不过这些 AI 都是根据一些金融模型来做出判断交易。就好比这次顶板星辰控股而言，当有大量的游资或者机构在竞价期间就放出大笔买单，朝着涨停买去的时候，量化资金就会注意到个股出现异常波动，直接开始跟这些游资机构一起抢筹码。当个股出现涨停板的时候，很多金融机构和游资都会拿出大资金来进行封板，而量化资金也会疯狂补单封板。封板的意义对于很多金融人来说不言而喻，主要为了把个股打出人气，只要交易的人多了，一只股票才能盘活。不过量化资金不同于真人操作，当卖单超过封板金额的1/10的时候，量化资金会选择马上撤单，往往有些游资金融机构一看到量化撤单，自己忍不住也开始撤单，最后结局就是炸板。所以苏北辰就不怎么看好星辰控股这次涨停的原因就在这里。9点30分，大 A 正式开盘。星辰控股果然如苏北辰所说，不停有以亿为单位的超大卖单疯狂出现。起初仗着100亿左右的封单还能勉强扛住，不过当卖单金额超过了10亿的时候，板上本来87亿的封单瞬间变成54个亿，紧接着又变成33个亿、21个亿、10个亿、5个亿，最后在2个亿的时候，直接一波5个亿的卖单一连串砸了下来。星辰控股打开涨停板，随后 K 线就开始了漫长的钝刀子割肉，直到中午收盘，星辰控股一路从涨幅 44% 跌到 19%。不少买在山顶的老哥只觉得人生好像失去了意义，也不要再问为什么老哥喜欢站在山峰上，因为山顶风大凉快。本来周6日猛吹星辰控股的帖子，在这一刻也被骂得体无完肤，甚至不少蹭热度蹭流量的一些证券公司专家，此时也成了过街老鼠一样，狗见了都得骂上他们2句。这些专家索性选择装死，反正网友的记忆是这样的，过段时间改个名换个姓，也不耽误继续开班收徒。下午开盘，星辰控股继续下跌， K 线半死不活的样子让无数散户为之心痛。每个在前一秒买入的散户都在想着下一秒星辰控股能直接一根直线拉升上去。然而直到收盘为止，奇迹并没有出现。很显然，幸运女神今天休假了。星辰控股当日最高涨幅 44%， 最低涨幅也就是收盘价仅只有 8%。 古巴论坛上，老哥们昨天有多爱星辰控股，今天就多恨星辰控股。不少听信别人的散户甚至直接买在了涨停板上，单日亏损高达 35%。 我不止一次说过，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话，很显然一群赌徒输红了眼而已。苏北辰耸了耸肩，给坐在对面的程思解释道，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其实根本和你没有关系，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一群输红眼的散户能做出来什么事情，真的都说不定，我只是很担心你的安危。看着程思一脸担忧的神情，苏北辰忍不住伸出手揉了揉程思头发。行了，今晚放心吧，李龙和我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加上我最近新买了一辆防弹款的迈巴赫，肯定安然无恙。
刚坐进车内的苏北辰接到了赵一诺打来的电话，具体也和程思担心的差不多，害怕会有人对自己做些过激的事情，把刚刚给程思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才算是让对方放心。直到车子开进地下停车场，整整待了20分钟，苏北辰才算把关心自己的一一回复完。以后他真的可以考虑造个自动回复的 AI 了，不然一出点什么事情，就是一群人来问候自己。虽然知道大家都是好心好意，但是架不住是真累啊，怕是某宝客服也不过如此吧。走进电梯，按了一下最高层按钮，拿出手机继续回复了几条微讯，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他干脆直接群发了。今天的事情苏北辰知道算是给人背锅了，其实各大机构今天根本就没买多少，开局顶板的也都是一些小机构和游资，大机构估计也是商量好的，等着洗完盘再抄底进场。 TMD 好处让你们吃了，锅还得老子自己背，这不收点利息根本过意不去。第138章，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具体就是这么个事情，主要就是发牢骚告状。我怎么会找我二叔告状？肯定也不会找叶老爷子。沪上交易所一把手钟左海，你就差把威胁写在脸上了。他好歹也是个3品的官员，按理来说跟苏天南平级，但是谁让人家把叶老爷子搬出来了？经过训腾的事情之后，似乎是上面有意无意给这些人在透露苏北辰靠山是叶军的事情。今天下午之前肯定给苏总一个交代，不会白白让苏总吃了这个哑巴亏。交代不交代其实都无所谓，我这不是为了广大散户着想吗？人家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买了星辰控股的股票，结果还赔了，这是不是很不合理？对，苏总您说的没错。钟左海只想赶快把电话给挂了，他怕再打一会拳头就硬了。要说苏北辰吃亏根本就不存在，最多是被别人骂了2句，又不会缺块肉。今天这个电话打过来，意思就是很明确，就是来讨要好处的。MD 一群狗机构，最后还得让我来给你们擦屁股。挂断电话，钟左海心中暗骂了一句。苏北辰看木的答到了，心情果然好多了。一路上哼着小曲走到电梯，准备去楼下食堂里吃个饭。董事长是不是想开了？我看他刚刚还哼着小曲，挺开心的。嘘，你不知道，越是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越是喜怒无常。公司股票今天还是绿的呢，现在苏董可能在压抑愤怒的心情，还是别讨论的好。2名小员工坐在工位上，借着递交文件的功夫八卦了2句。还有30分钟才休息，工作期间不要交头接耳。程思的声音在2人身后响起，2人闻声吓得赶紧坐好。市场部门副经理加上董秘的名头，在不少新入职的员工中有不少威望，更何况2人刚刚讨论的还是董事长，这要被董秘打个小报告，恐怕自己日子不会好过。不过程思压根就懒得理会2人，他能看出来苏北辰今天心情确实不错。叮，清脆的短信提示音响起，苏北辰看了一眼，是之前做英股和韩股赚的资金提现到账的消息。上一周韩股40只股票和英股获利 75%， 扣除手续费加上税费，一共获利12个亿。苏北辰直接把获利的资金给提现出来了。倒不是他不愿意利滚雪球赚更多的钱，而是资金量超过30亿的规模，除了和别人一起配合控盘赚钱之外，获利的速度太慢了不说，再加上自己的声望，打算攒着开一波盲盒股份奖励。再看了一眼主线任务，目前赚了120多个亿，已经完成了目标任务的1/10，估摸着明年中旬左右就完成的差不多了。4G 技术还没普及2年，自己直接出个6G 出来，怕不是直接给欧美技术封锁了。到时候估计7纳米半导体技术再来个突破，直接来一波排水渠过弯，终极弯道超车。喝了一口紫菜蛋花汤，苏北辰只觉得未来可期。下午1点大 A 开盘，星辰控股开始了画心电图的走势，一直在负 1.1% 和负 0.98% 之间来回徘徊。昨天被套的散户此时也是叫苦不堪，不少人都已经忍受不了，开始挥刀割肉，甚至不少人还发誓以后绝对不碰金融板块的股票。临近收盘前30分钟，星辰控股更是一波急杀，把涨幅打到负 6%。 那些幻想着翻红再卖的散户此时也是忍不住了，亏钱离场的人比比皆是。我不明白今天还在格局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昨天板上买了那么多的资金，今天开盘不跑，难道是傻子吗？别说了，苏老狗简直就不是东西，说好了上市不收割散户，结果一把镰刀下来，哥们账户直接腰斩。关灯吃面，面条点 JPG。 当所有人都以为今天星辰控股将会7、8左右收盘的时候，一笔2个亿的买单悄然出现在成交榜上，股价一瞬间被拉到负 5%。 随后各种以亿为单位的大单接连不断出现在成交榜上，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星辰控股居然被拉到翻红。老哥们，这是主力拉高出货的骗局，现在抢进去就是给他们接盘。我就笑看主力表演，我要是买1个子儿，我倒立吃。一名叫 ID 星辰控股小黑子的老哥更是斩钉截铁的在股吧里说道。离收盘还有10分钟，
但星辰控股大单就没停过，每次都在刷新股价的成交价格。3%，星辰控股小黑子，这就是主力资金的极限了。接下来就该等散户们进场接盘了，现在一定不要再上当了。想想昨天山顶站岗的那些老哥。5%，星辰控股小黑子，散户和量化资金进场了，主力在分单出货。昨天站岗的老哥该割肉，趁现在还能少亏点。7%、9%、9.98%，星辰控股成功封涨停板，封板资金170个亿。星辰控股小黑子，家人们，我已经上车了，精准抄底再付5%，我还以为今天没了呢。有没有同车的老哥呀？一众网友，我你个，合着让家人们割肉，你进场？我吐了，听了这 NT 的意见，亏了8个点，割肉在零轴了，本来今天还能赚2个点。苏北辰看着在帖子下骂自己的众人，顿时觉得心满意足地退出星辰控股小黑子的账号。哪怕今天没有自己发的这些帖子，估计也会有别的唱空的人存在，而且本来就是一些不坚定的短线散户罢了。至于最后半个小时那波急杀急拉涨停，他其实压根就不知道，毕竟上市金融公司不能操作自家股票这种事情，他是知道的。至于你说帖子上发的图怎么回事，点开 PS 软件 P 个买点和成本线就好了。最后出手的应该就是大机构了，估计是钟左海把压力给到了昨天洗盘的各个机构。苏北辰猜的没错，此时钟左海正一脸满意的看着星辰控股小弟天板 K 线走势图，果然笑容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了自己脸上。第139章黑石集团。接下来的3个交易日，自从星辰控股周二涨停之后，市值一直稳在了6000亿左右，估计是各大机构达成了共识，平均分配了一下星辰控股的流通股。至于说钟左海给的好处，苏北辰也算是比较满意。写字楼的商业用地、半导体的工厂用地，一路开绿灯不说，写字楼的设计师还专门帮忙安排好了，至于费用就不需要苏北辰出了。虽然钱不多，但是总归帮自己把这些琐事一并给安排了。上京字节挑动那边也发来消息，抖音项目因为上次的10亿美元融资，开放和封测速度提升了2倍不止，预计在今年10月底正式上线。周日一早，苏北辰就约上了星辰娱乐的几个股东，说是股东，其实就是秦芬、王校长几个人。今天首富怎么有兴致喝早茶了？一见面，王校长就调侃了一句，苏北辰笑骂了王校长了一句，一旁的泡茶小妹连忙给王校长倒上泡好的茶水。陆陆续续几人都来到了茶楼。认识陈哥小半年的时间，从一个连跑车都不认识的二代，如今成了首富。哎，我感觉我这么多年好像都活到狗身上去了。麦超一口饮完茶水，满脸都是感慨。王校长点点头，表示认可，自信点，超把好像去掉。麦超，在座几人哄笑起来。苏北辰两指并拢，敲了敲桌子，谢了谢倒茶的麦超。行了，估计再过几个月你们就笑话不了人家了。今天喊你们来，是想跟你们说一声，抖音短视频项目马上就要在月底正式上市了。星辰互娱这段时间在各大直播平台积攒的人气，是时候发挥作用了。几人一听苏北辰说正事，立马收起了嬉笑。陈哥，你有什么指示或者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尽管说。王校长先开了口。等抖音项目正式上线之后，王校长的熊猫 TV 我需要你的宣传位，各大主播工会之间怎么打这个广告我不管，至少那些头部主播都需要帮着引流一波。听到提到自己，王校长点头表示记下。麦超和远海那边娱乐公司资源也要动用起来，那些2线3线明星都要入驻抖音，帮忙吸取粉丝流量，同时联系微博一些大 V 帮忙引流的事情也交给你们2个。两人拿出手机备忘录，把苏北辰刚刚所说的话都给记上。陈哥，那我呢？说了一圈都没有提到的秦芬问出了声。你苏北辰陷入了沉思。秦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确实没什么太多的娱乐资源。整个茶室陷入了沉默，几人都没有说话，生怕打断了苏北辰的思路。苏北辰一拍脑袋想起来了，拿出手机在网上查了一番，发现关于秦芬的搜索压根就没有前世的那件事情，网上最多就是跟着王校长的富二代身份。老秦，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流量。啊？秦芬一脸不解，自己也不是明星，最多算个有点小名气的网红。苏北辰附在秦芬耳边，低声把刚刚想到的计划说了一遍。秦芬听着一脸古怪，尤其是听到最后，整个人脸都有些扭曲，有些哭笑不得的说道：陈哥，我怎么觉得我会被人家喷死？放宽心，你本身就有这么多光环加持，网友肯定吃这一套。其他几人看着两人低声私语，说不好奇那是假的，不过苏北辰告诉其他几人到时候就知道了，几人也没再多问。很快时间来到10月25日，明天就是抖音正式上线的日子。苏北辰受邀来到上京字节挑动，作为公司的股东，自然是来捧捧场。不过此时苏北辰正在酒店里喘着粗气，这也太大了吧，顶不住了，顶不住了。苏北辰看着刚刚花700万声望抽的黑石集团随机股份，黑石集团 9.54% 股份。
整整 9.54%。现阶段黑石集团虽然没有后市2000亿美元巅峰那么猛，但是至少也有720个亿美元市值那么多，9.54%换算下来差不多69个亿。这还不是最让苏北辰激动的，他刚刚问了系统一嘴，花生旺抽取出来的股份居然可以交易，那就意味着69个亿美元全部减持掉的话，至少获利400多个亿。这可能是他重生以来赚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主线任务直接就完成了一半，他庞佛已经看到了6G技术在向自己招手。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手机电话铃声响起，苏北辰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张明打过来的。张明，苏董，晚上打算喊各位股东一起聚餐吃个饭，苏董这边有没有时间？苏北辰深呼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我这边没问题，随时都可以过去。张明脸色怪怪的，苏董这大白天怎么就开始做剧烈运动了？果然年轻真好。那行，地址我一会发到微信上，那我就恭候苏董了。挂断电话，苏北辰赶忙打开笔记本电脑，打开炒股软件，找到黑石集团。果不其然，自己的名字出现在10大流通股东的榜单之上。看了一眼黑石集团的 K 线走势，现在的位置明显处在一个高位水平，估计再到明年黑石集团的市值就该腰斩了。应该是明年爆出来黑石集团决策失误导致 Q1 和 Q2 季度净利润亏损，虽然在后半年硬是靠着之前投资的奢侈品和苹果公司给赚了回来，但是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挺大。走2级股票市场减持太慢了，等他把手里 9.54% 的股份减完，早都不知道猴年马月去了。所以想要套现走人，只能通过1级市场把手里股份给黑石内部回购了，或者找个大机构来接盘一波。老李，米股1级市场减持股份的事情做得熟练吗？我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公司不错的话，在米国算是比较容易转手的。老板是想出售哪家股份吗？对，我手里有黑石集团将近 10% 的流通股份，打算最近在高位坚持了。第140章初识杨幂。李博，老板，你刚刚说什么集团？苏北辰，黑石啊。李博，行吧，李博已经彻底麻木了，反正自家老板到底是什么背景他也不知道，哪怕有一天苏北辰说自己打算移民火星，或许李博都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妥。通完电话，李博查了一下黑石集团，确实如苏北辰所说，现在整个金融板块在米股都是趋于高位，现在减持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老板那边既然下命令了，那自己照做就好了。夜色融融，黝黑的天幕上点缀了不少繁星，上京整座城市随着夜幕亮起了绚丽的霓虹。苏北辰驱车来到 W 酒店，把车钥匙交给代博工作人员之后，向酒店工作人员出示了手中的请柬。苏北辰一路跟随工作人员来到28楼宴会厅，此时大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看着不少能在电视上见过的明星就知道，张明这次倒是下了血本。不过看这群明星的样子，倒不是很情愿。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之前有个短视频平台快手给人的印象确实挺差，10个短视频里有5个都是土味尴尬剧情，3个精神小伙，剩下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吃播，最后一个可能才算比较正常的。现在又推出一个短视频平台，而且还要求他们入住，肯定觉得拉低自己逼格，多少都会带点情绪在里面。苏北辰从酒店服务员的托盘中端起一支香槟，抿了一口。你也是公司逼着过来的吗？清脆婉转的声音在一旁响起。苏北辰回头望去，顿时整个人都看呆了。面前女人一身黑色 V 字礼服，肤如凝脂，眉毛修长而不失灵动，如羽毛般轻轻飘扬，为她的眼睛增添了一份智慧和灵气。大幂幂，苏北辰脱口而出前世杨幂的外号。杨幂闻言，脸色顿时绯红起来，眉毛也微微皱起，看着挺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没想到张口就这么低俗。苏北辰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连忙转移了话题。看你样子倒是挺讨厌这次的宴会。杨幂叹了口气，微微点头，没有多说话，显然是还因为刚刚的事情有些生气。打个赌怎么样？这东西以后一定会爆火全球。你这么看好这个叫斗音的软件？杨幂也不知道面前这个大流氓哪来的自信。当然，不赌多就1块钱怎么样？无聊。杨幂只是忽然心血来潮搭了个话，结果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苏北辰耸耸肩，没有多说什么。要是再早重生个2-3年，或许还真能试试拿下大幂。可惜现在已经是人妻了，他可没有曹操那癖好。宴会很快开始，苏北辰也懒得跑去前面股东的座位了，直接在杨幂那桌坐了下来。先是张明上台感谢一番各位来宾，又是通过大屏幕演示了一番斗音这款软件。期间不少明星被斗音的一些功能和算法推视频的机制给吸引到了，比如一些女明星喜欢看美妆博主测评，刷的10个斗音里面就会给推送7、8个，这一点倒是挺有意思。尤其是看到一个叫李佳琦的博主发的美妆视频，不少女明星和网红都动了想去买的心思。
就连同桌的杨幂此时也开始正视了起来。能从一个演员成功转型成资本的女人，自然商业嗅觉还是很敏感。她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种趋势，虽然具体说不上来是什么。很快，关于抖音的介绍以及试用结束，接下来就是一些明星上台进行商演。现在明星还算是比较有实力，估计再过2年就是一群小鲜肉在台上蹦蹦跳跳了。吃过晚宴，苏北辰谢绝了第2场 KTV 的邀请，开着车去了奚梦月学校。入秋之后，上京的天还是有些微凉。下午，苏北辰逛 SKP 给自己买了一身衣服的时候，顺便给奚梦月买了块江诗丹顿的手表，也不算很贵，差不多500多万，全当是给系统刷点经验了。奚梦月接到苏北辰电话，得知已经在校门口的时候，顿时喜出望外，3下5除2套上衣服，刚走到门口又想到了什么，回了屋里，把衣柜一个角落，盒子里的衣服都塞进双肩包。苏北辰穿着一身 Fendi 的黑色轻薄风衣，抽着手中的香烟，依靠在劳斯莱斯幻影上。10分钟的时间，已经被10多个女生要了微信不说，有些胆子大的直接走过来说自己可以吃冰淇淋，身上带着身份证。要不是奚梦月小跑赶了过来，苏北辰都觉得自己今天多少得发生点什么。哥哥，你真受欢迎啊！奚梦月坐进车里，满脸笑意。那肯定啊，明明能靠颜值吃饭，我偏偏却靠才华，我也很无奈啊。哥，奚梦月被苏北辰的话逗笑了。车子很快驶出校园，苏北辰从中间的储物格中摸到了江诗丹顿手表的盒子，直接递给了奚梦月。看看喜欢吗？奚梦月经过这么多天的洗礼，早就明白了这些奢侈品的贵重，尤其是看到江诗丹顿这个牌子的时候，她只记得在自己表婶手上见过。打开盒子，一块精致的腕表出现在她眼前。腕表的设计风格非常简约，表盘通体非常干净，没有多余的复杂功能或装饰，强调了经典的美感。表盘里面几颗钻石构成了星辰，恰到好处的点缀更是让奚梦月移不开眼。尤其是当奚梦月看到价格的时候，嘴巴惊的都能塞下一颗鸡蛋了。整整525万的价格，这真的太贵重了，咱们有这钱干的事情多好啊！苏北辰等红灯的时候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没有贵重不贵重，只要是给你的，一切都值得。奚梦月闻言鼻子一酸，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他是真的觉得苏北辰就是上天派下来给自己的救世主。收敛起情绪，这次主动把苏北辰右手放在自己大腿上，同时慢慢掀起自己穿的长裙，露出裹着2条细腿的白 S， 一脸娇羞的样子，搭配上今天穿的公主裙，顿时让苏北辰血脉奋张。今天我苏某就要做一次恶龙。第141章，说白了，我就是一个商人。转眼之间，盛夏随着月份的翻篇而步入尾声。秋老虎在10月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余温。沪上的街道上，匆忙的行人紧了紧身上的风衣，潮冷的空气属实让人不太舒服。星辰控股董事长办公室里，沪交大建筑教授此时正在细细讲解着手中的设计图。按照苏总的要求，这次设计出来的大楼全高134米，一共40层办公区域，其中多出来的3层，按照您的意思设计成了塔楼式住宅。苏北辰看着设计图上的写字楼，外观有些酷似前世看的电影《钢铁侠》里史塔克工业大楼，同时又按照自己的需求多设计了3层私人空间。每层写字楼的面积差不多1900平左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大了400平，估计也是中左海那边的受益。徐教授，总的来说我是非常满意，很多地方基本上都符合我想象中的要求。徐相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一脸温和的笑道，能得到苏总的认可就好。自从钟部长给我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直接放下手中活儿，加班加点给您做了出来。苏北辰哪能没听出来这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伸手要好处呗。不过能用1个月时间做出来这么符合自己要求的设计图，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了。徐教授辛苦了。徐教授也知道星辰控股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对于教育这块我们确实有些薄弱，一直都想找些门路。徐相一听这话，心中一喜，这政绩不就来了吗？自己之所以拼死拼活从那么多建筑教授手里抢下这个活儿，为的不就是这一刻？苏总大善，真是做到了负责兼济天下，实乃英雄出少年。苏北辰只想心中呵呵2句，一个个都是老狐狸，天天隔着玩聊斋呢。看苏北辰没有说话，徐相也不再多嘴，给专门负责这块的主任打了个电话过去。当得知星辰控股要捐款2个亿的时候，甚至连校长丁勋都被惊动了。徐相本以为苏北辰会捐个几百万意思一下就算了，不曾想出手就是2个亿。看来下一年的副院长职位不出意外应该有着落了。苏总，晚上丁校长说想请您吃个饭，您看您是否有时间？电话那头的主任佟礼斌开口询问道。丁校出面邀请我，我苏某自然要有时间，哪怕没时间也得有时间。佟主任，你说是不是？晚上苏北辰确实没有什么事情，人家校长都亲自出面邀请了，这面子自然得给。那就恭候苏总驾临了。徐相见没自己事了，跟苏北辰又多客气了几句，就离开了公司。
苏北辰手里把玩着存了设计图的 U 盘，给方圆海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图纸已经出了，随时可以动工。没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方圆海驱车来到星辰控股，前台也都认识了自家董事长这些二代朋友，所以没有阻拦，直接放人进去了。陈哥，有图的话，我们这边随时动工。苏北辰拿出刚刚把玩的 U 盘，同时递过去一台笔记本电脑。方圆海插上 U 盘，大致扫了几眼，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甚至很多细节地方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工期大概在1年左右的时间，不过看陈哥这边着急的话，我们这边再多加点工人，估计半年就可以建成。不过，方圆海有些犹豫。不过什么？不过工费就会比平常贵上1倍。贵好啊！苏北辰还想着怎么才能把经验最大化，结果方圆海反手就是给自己出个主意。钱都不是问题，安全质量才是保障。具体需要多少钱，你也不用跟我砍价，所有成本加起来上浮15个点，这些就是你们的利润了。哈！方圆海顿时傻眼了，本来他都打算只象征意义收个几百万利润，意思一下就行了。结果现在让自己上浮15个点，100亿规模大楼上浮10个点，那这一单岂不是暴赚10个亿？哪怕不避税，税后到手里起码也有个7、8个亿啊！不行不行，那陈哥你不就吃大亏了？苏北辰点燃一根烟，同时丢给方圆海一根。大亏？我看倒未必。吐出一条烟笼的苏北辰咧嘴笑了一下。陈哥，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说法？方圆海一脸好奇。我是做什么的？ 金融？不对，科技、娱乐。方圆海忽然发现苏北辰好像是什么都做一点，而且不跟别人杂而不精一样。他除了星辰互娱还没有见成果之外，其他2个行业都做到了业内名气十足。哈哈，说白了，我就是一个商人。苏北辰看方圆海一脸怀疑人生的样子，笑着开口讲道：商人在商言商，怎么可能会做亏本的买卖？把手中的香烟掐灭，继续解释道：花100个亿建一个写字楼，在你看来的确不值得，毕竟省出来的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星辰控股作为一个刚起步只有半年的投资公司，名气可能是有那么点，但是根本不够。这次巨资建设就是一波很好的宣传，对于星辰控股来说就是一波最有力的宣传，既让大家都知道了龙国有这么一家投资公司，又变相的再次亮了肌肉，就是告诉需要融资的企业不差钱，同时也在告诉那些金融机构尽管放心长持股票。方圆海听到最后直接一拍大腿，竖了个大拇指。妙啊！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想得够远了，想着陈哥将来可能会触动别人的蛋糕，整个跟安全屋差不多的写字楼，结果自己想的和陈哥想的驴头不对马嘴。这波自己再负一层，陈哥在大气层。苏北辰看着方圆海看自己的眼神，估计这货又在自己敌化自己了。行了，圆海，建筑的款我分批次打给你吧。行，那我等会把对公账户发过去。方圆海回过神来，也没跟苏北辰客气，100亿的项目亲兄弟也不可能给你垫资啊。第142章，疯狂的传媒板块。2星期的宝箱只给苏北辰开出来了9300万，加上1辆车。饶是苏北辰心态再好，都有些绷不住了。这垃圾系统怕不是越来越摆烂了。不过系统确实让自己变得更加自律了，每天雷打不动的健身已经成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就更不用提。自从发现了系统对于英语学习已经没有了做题刷题要求之后，他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读一些海外名著，不单单是金融，包括经济、历史等一系列书籍在内，他这段时间都有涉猎。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还真不是盖的。此时苏北辰正坐在办公室里，手上正拿着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看完最后一页，轻轻合了上去。苏北辰闭上眼，深呼了一口气，自言自语感慨道：能跟巴老爷子一起创业的人还真不简单。查理芒格全名查尔斯·托马斯·芒格，出生于米国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现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哈撒韦公司可能很多人猛一听有些陌生，如果说他们公司董事长的名字，可能大家都会惊讶一下。哈撒韦的首席执行官正是快90高龄的沃伦·巴菲特，虽然他老伙计查理芒格年纪跟他也差不多吧。这家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投资巨鳄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公司没有像大小摩根、高盛、红杉一样开在金融中心华尔街上，而是选择了在2人共同出生的小镇奥马哈。哈撒韦的性质其实和苏北辰创立星辰控股的初衷很像，都是通过熊市的时候去2级市场或者1级市场收购一些优质企业的股份，之后就是坐等每年分红，等价格被拉升的差不多了，再开始大笔减持。举个很经典的例子，前世巴菲特在17、18年的时候开始建仓比亚迪，在新能源产业井喷的前3年就开始布局。经过2年的连续分红过后，曾经一股30左右的比亚迪涨到300多，巴菲特直接选择在最高点出手套现离场。2年的分红加上股价的涨幅，
让哈萨维单单在一个比亚迪上怒赚10倍的投资本金。听上去确实很容易，好像谁来都可以做到。但是实际上，如果给一个普通人1000万，他敢在17年、18年初就投资进新能源吗？确实那个时间很多政策都有利好新能源的苗头，但是上市车企这么多家，挑到比亚迪的概率更是低到令人发指。就这还没提有些卷钱退市跑路的公司，比如说贾总的某拉地车企。咚咚咚，请进。李博拿着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走了进来。苏董，黑石集团那边打算内部消化掉这笔股份，走的是一级市场交易，可能要比预期低上15%的价格。苏北辰没有睁开眼，但是不用想就知道是李博进来了。周六还能加班的，除了这货之外，真想不到别人了。10%。苏北辰慢慢坐起来，竖起一根食指，只给他们一次机会，最多折价10%，少1分都不卖。我猜不少投资公司都愿意出高价买，卖给他们纯粹就是图个方便，套现快一点。明白了，苏董。周末上午陪了赵一诺去逛街，下午又跟程思去赛车场开了一回跑车，晚上又翻了科雪的牌子。苏北辰对于时间管理这门学问已经练习得愈加熟练。科雪他在苏北辰胸口画圈，现在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唉，都怪我这该死又无处安放的魅力啊！噗嗤，科雪闻言一笑，你确实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有魅力太多了，身材变好了，皮肤都比我一个女人还白，真的是嫉妒的心，颤抖的手。正如科学所说，苏北辰通过每天不断提升强度的锻炼，现在体质已经达到了98，离完美体质就差2点了。之前他还问过系统，是不是达到100体质就可以超越常人？不过系统回应自己说，这个世界没有兵王，没有修仙，没有超能力，哪怕是满级体质，最多就是不容易生病，身体细胞活性更强一点而已。最后还补了一句，真要有人拿把枪顶着自己头，赶紧跪地求饶才是硬道理。想象中的后期修仙没有出现，果然还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人还是会生老病死，活在当下，及时享乐才是硬道理。看了一眼恢复差不多的科学，还行吗？女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翌日大 A 开盘，今天要做的就是爆买。早上李博跟自己商讨了一番了，一致认为市场已经过了冰点，很多资金现在需要一个发泄口。之前星辰控股的大幅上涨带动了一波市场之后，大盘还是顶不住了，回调了。星辰控股都没能躲过，硬是在上周跌了15个点。抖音自媒体已经彻底发酵开来，根据字节那边传过来的数据来看，目前日活人数已经上涨到了90万，100万大关估计也突破在即。再叠加上智能手机发布的业绩来看，销量的暴涨必然带动电子元件板块，而与之共振的行业自然就是传媒。李博、苏北辰两人一致看好传媒板块，手下交易员接到指令之后，把剩余的80个亿的全部打入传媒板块。自然有不少一直关注市场的投资者注意到了这股短线资金，锚定了板块也是直接出手。很快，传媒板块前段时间已经翻倍的老龙头重文在线强势封板，紧接着后排传媒个股纷纷开始封涨停板给助攻，一时间传媒板块整体上涨 5%。 下午开盘之后更是大笔资金不断涌入传媒，当天传媒涨停个股就达到了30多只，几乎只要跟传媒沾边的股票都是5个点以上收涨。这一幕给一众交易员都看呆了。要知道前一天还是3800家下跌，300家上涨，妥妥的熊市。结果今天传媒板块忽然暴拉 8%， 都快涨停了。苏北辰和李博倒是觉得都在预料之中，毕竟市场真的太需要一盏明灯了。第143章 LV7， 连续拉涨了4天的传媒，终于在第5天，也就是周五熄火了。而李博早就在周4就已经全部斩仓离场了，单单是4天就获利70个亿，差点就超过了之前1个月加起来的收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好像在苏北辰这并不是很行得通。周五中午刚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李博就敲门走了进来。苏董，黑石集团那笔股份已经全部交易出去了，钱已经打到您的运通米国银行的名字账户上了。其实不用李博汇报，苏北辰刚刚就已经接到了湘江运通那边打来的电话。老李辛苦了。不辛苦，都是一些分内的事情。李博摇了摇头道，苏董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去交易室了。行，先去吧。今天下午开盘后的决策大致就按早上开会的来吧，具体有什么实时变动，老李你自己看着安排一下。李博点点头，退出了办公室。登录上运通的网上账户，苏北辰看了一眼卡里的余额，扣除税费和手续费，这次获利整整61个亿美元。TND 光是税就交了几个亿美元，换算龙国币差不多10个亿了。不得不说，老米交税是真的黑。就这苏北辰还是用之前注册在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做的交易，不然还得再多交个1-2个亿美元。61个亿换算龙国币差不多400个亿左右，这下工程款算是能结给方圆海了。主线任务此时也完成了一半，等下再把工程款一结，系统直接拉到7级。
这波操作可以说简直完美，一举两得了。给方圆海打完电话，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人就赶了过来。陈哥，方圆海带着一名财务走进苏北辰办公室。坐，袁海。苏北辰事先准备好了2个茶杯，放在对桌。两人坐下，一饮而尽。袁海，之前工程款扣除定金的5个亿，大概还要支付多少？苏北辰继续给2人添茶，同时问道。方圆海和财务连忙双指并拢，敲了2下桌子，表示谢意。陈哥，扣除定金的话，大概还有104.5亿。至于后面的零碎数字，我嫌麻烦，干脆直接给抹了。方圆海说着，同时从公文包里拿出来明细书，递到苏北辰面前。大致扫了一眼，情况和方圆海说的大差不差，料子基本上也都是市面上最顶尖的料子。特别是大厦的最顶层3层，也就是苏北辰平时可以住的地方，方圆海更是不知道从哪整了军工级的料子。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普通炮弹都炸不穿，活脱脱铁王八壳子一个。检查没问题之后，两边开始交付工程款。方圆海用的是一家海外的公司账户进行交接，正好也让苏北辰省掉了来回兑换的琐事。因为涉及金额过大，所以手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差不多用了1个下午左右的时间，工程款才算彻底交付完成。晚上又留了方圆海一起吃了个便饭。因为100亿工程的事，方圆海也是开心，自然喝了个酩酊大醉。最后怎么回家的，估计也不知道。苏北辰在自己人面前也没有装醉，意识清醒的给方圆海送到车上之后，自己才坐上李龙开来的商务车。下午一直没顾着看系统，晚上也在陪方圆海吃饭，这回可算可以看看升到7级的系统能带给自己什么惊喜了。系统，苏北辰心中默念。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8，健康98，魅力97，金钱358亿，声望4652231， LV 723亿500亿，青铜宝箱概率8%，白银宝箱概率12%，黄金宝箱概率30%，白金宝箱概率35%，钻石宝箱概率10%，传说宝箱概率5%。传说宝箱4，新的奖励出现了。苏北辰开始有点期待起来了。钻石虽然说只得到过几次，不过除了一次开出5000万现金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好东西。人脉卡、2级人才招募卡都是从钻石箱子开出来的。说到人脉卡，苏北辰手里还攒了2张，最近实在是没有地方用。而且之前自己整出来的2个人脉，一个倪星成，一个詹比森、埃隆。倪星成已经进了星辰半导体公司，詹比森、埃隆倒是一直都没有消息，一度让苏北辰误以为自己是用了张甲的人脉卡。不过好在昨天自己去星辰半导体转悠的时候，问了一嘴倪星成认不认识詹比森这个人，结果倒是挺让苏北辰意外。倪星成的确认识这个人，但是也仅仅是有过一面之缘而已。据倪星成所说，当年他在台积电的时候，作为公司代表参加世界半导体技术交流会，当时见过这个人，2人还简单交流过技术。不过当苏北辰听他说詹比森来自荷兰的 ASML 的时候，整个人都绷不住了。合着系统还真给自己整了个曲线救国的方案，让詹比森当好同志走货运单，把光刻机运到台积电，办到再让国家出面把这批货给借走。这剧情苏北辰总觉得自己看过，等到了那一步再说吧。现在还没有詹比森联系方式，系统既然说了会联系自己，那就再等等。回过神来，苏北辰发现系统右上角邮件有个红点在不断闪烁，点开邮箱是系统致自己的一封信，不过邮件居然附带的还有一个传奇宝箱。尊敬的玩家，恭喜您已成功步入7级，距离真正的神豪又迈进了一步，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努力，祝您在蓝星 OL 这块游戏上玩得开心。系统倒是挺皮，蓝星 OL 可还行。不过苏北辰仔细想想，自己确实像是在玩一款养成游戏一样，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忽然暴富的金融学生，半年时间来一直在不断成长。虽然很多地方靠短时间是很难弥补，但是总归还是在慢慢变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苏北辰点击领取邮件附带内容，恭喜您获得传奇宝箱。第144章，真是小母牛倒立。苏北辰沐浴更衣之后，又给诸天神佛上了点了3根烟，深吸一口气，来吧系统，该做的都做了，你看着办。换出系统，蓝色荧幕反射在苏北辰的眼眸中，右手直接点击开启宝箱，只见一阵彩光闪过，传说宝箱已开启。农富山泉、同音股份10%，大商集团控股股份10%，正维国际集团股份10%，恒力石化股份10%，吉利控股股份10%。苏北辰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这传奇宝箱开出来的奖励简直太猛了，简直就是小母牛倒立，牛币冲天了。虽然说宝箱开出来的股份不能卖，但是这几家公司可以已经是民企分红的天花板了。农富山泉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未来他们董事长连续当了好几年龙国首富，身价比现在的苏北辰都要多好多。而剩下这4家公司基本上就算是各个板块的天花板了。零售、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原料、汽车4个行业基本都是优质产业。这5家公司算下来，每年分红到自己手里起码得有1-20亿左右。分红比起来，自己炒股做期货看似不是很多，但是提供的人脉关系可就不是那点钱能比的了。龙国终归还是人情社会，单看之前赵兴炼钢厂就能看出来，给自己引荐的人物动不动就是教授院士之类的，就连对自己尊敬有加的几个炼钢厂领导行政级别都是不输给五品官员。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先给李博打了个电话，这5家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系统直接给安排到了公司上。苏北辰本想把受益人放到自己身上，但是想了想，万一因为自己的重生导致蝴蝶效应，让其中一家公司破产或者爆雷呢？干脆直接让李博把5家公司股份全部交接到之前创办的星辰企业咨询控股公司上，哪怕将来有一天这几家公司爆雷破产了，自己也只需要偿还义务责任之内的金钱就足够了。做完今天的日常锻炼，苏北辰像往常一样准备提交任务的时候，发现居然日常任务已经没了。原来提交任务的按钮出现了一个签到的按钮。系统，日常任务去哪了？苏北辰有些好奇问道。宿主目前已经不再需要日常任务来督促学习锻炼，系统升至7级后，原有日常任务被日常签到所取代。原来如此，日常任务被签到取代了，确实对于苏北辰来说可能会省事很多。不过习惯其实都已经养成了，哪怕没有日常任务督促自己也会去每天锻炼学习。不愧是养成系统，系统的良苦用心，他也是感受到了。不必感谢我，一切皆是宿主的选择。点击了签到之后，今天的奖励依然是概率最高的白金宝箱。这次奖励倒不是现金，而是自己老家豫省的一处独栋别墅。正好他最近一直想让父母换一套房，干脆直接把房产指定给自己父母就好。掏出电话给自己父母打了过去，把买了个房子的事情给二老说了一声。相亲的事情不着急，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哎呀，什么首付啊，都是网友吹的。好，今年过年一定回去。匆忙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苏北辰歇了口气。没想到催婚的事情居然会轮到自己头上。听自己老妈说，家里的门槛都快被人家媒婆踏烂了。自己现在是真的不想结婚，保持现在的样子，他觉得倒是挺好。实在不行催得紧了，回去侧面旁敲一下科学和程思2人的想法。程思最近又去外省跑项目去了，科学也是回了趟老家。至于莫小萌这个极品妹子，倒是最近一直没有联系自己。本来想去找赵一诺加深一下感情，结果可倒好，居然给自己婉拒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一瞬间反差太大，他还需要点时间来接受。苏北辰闲得发慌，索性点开熊猫 TV 打算看会直播。刚点开直播页面，直接给自己推送了一条您关注的主播正在直播的消息。点开一看，居然是之前刷过礼物的左英雪。左英雪自从上次被苏北辰带火之后，人气虽然有回降，但是始终保持在2线主播的水平，每个月至少进账10万加的收入倒是轻轻松松。此时正在直播一款单机游戏的左英雪，正在努力操控着游戏角色在闯关，并没有注意到苏北辰进入了直播间。随着不少人发现苏北辰的到来，左英雪直播间的弹幕开始变得密集起来。好不容易闯关成功的左英雪看了一眼，这才发现苏北辰居然来了自己直播间。左英雪顿时一喜，连忙开口道：“欢迎陈神来到直播间。”紧接着语气中又带着一丝委屈：“陈神这段时间去哪了？一直没见你，真的好想你啊！我酸了，我女神在我委屈撒娇，居然是给别的男人，怪不得梅大哥敢提什么加微信的事情，合着主播原来是陈神的人啊！主播快上，能不能当上首富的女人，就看你这波跳舞给不给力了。”左英雪正好看到最后一条弹幕，吹弹可破的白皙脸蛋上浮现出一丝红晕。正当他纠结要不要给苏北辰跳个舞的时候，苏北辰发话了：“辰，跳舞就不用了，最近一段时间在忙公司的事情，刚闲下来，微信上聊吧。”说完，苏北辰又刷了100个佛跳墙之后，直接离开了直播间。左英雪见状，也匆忙跟观众说了声再见，关掉了直播。很多被佛跳墙吸引过来的观众，看着黑屏的画面以及满屏的弹幕，一脸懵逼。谁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东西？黑屏主播日入过万，左英雪、陈神晚上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大概过了1分钟的时间，左英雪才等到回复：“91少女的梦，晚上7点外滩和平饭店吧，他家乳鸽做的倒是挺不错。”左英雪连忙应下，等了10多分钟，见陈神不再回话，他才放下手机，走到衣柜前开始挑选晚上的衣服。第145章金融圈的黑暗。入秋的沪上天气微凉，但依然阻挡不了外地游客对外滩的热情。一辆低调的黑色商务车打着双闪，缓缓停靠在马路边。穿着一身爱马仕休闲西装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许多路人还以为遇到了明星，
有的甚至拿出手机偷偷拍照起来。陈神，有个路人忽然高声道，更多人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渐渐不少人都认出来了苏北辰。毕竟最年轻的龙国首富这个名号实在是太响亮了。陈神，能合照一张吗？最先认出来苏北辰的男生出声道。苏北辰也没什么架子，直接右手搭在男生的肩上，两人拍了张合照。陈神，我也要。陈神，有人开了先河，大家见状立马都围了上来。李荣见状本来想上前阻拦一下，但是见自己老板摆了摆手，也就站在一旁作罢。不过身子却时刻紧绷着，随时准备像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一样。硬是照了10多分钟的合影，苏北辰才算走出人群。一开始还觉得有种明星的感觉，能走大街上被人认出来，感觉还挺不错。但是照到后面，脸都快笑麻了。而且还有不少合照的名媛身上那股香水味，真的是快给自己鼻子都冲烂掉了。苏北辰心想到，以后出门看来真得戴个口罩了。赶到和平饭店的时候，已经离约定好的时间迟到了5分钟。只见身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高挑女生站在饭店前，左右不断眺望着，像是在等什么人。左英雪，苏北辰试探性问了一句。女人回过头，有些紧张道：“您是陈神吗？”“对，刚刚被路人拉去拍照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左英雪连忙摆手，她哪敢让首富给自己道歉。“没有没有，我也是才到，门口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先进去吧。”说完，苏北辰就带着左英雪到了提前预定好的包间。两人落座之后，气氛有些尴尬。左英雪不知道说些什么，之前想好的台词到嘴边却不知道用哪句开口。还好苏北辰先开了个口：“有什么想吃的吗？或者有什么忌口的东西没有？我都行。”左英雪蚊子般的声音响起：“我又不会吃了你，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吃了我？”左英雪瞬间耳朵根都红了起来，心想道：陈神一见面就要吃了我，这会不会太直接了？自己是不是要表现得委婉一点？但是网上都说有钱人都不喜欢这种欲迎还拒的感觉，那自己要不要直接同意？但是这样是不是又显得太廉价了？苏北辰可没注意到左英雪疯狂变化的神情，他只顾着跟服务员点菜。烤乳鸽，皮让师傅整脆一点。对，我喜欢吃那种干巴巴的，还有小松菜少放点盐。一连点了好几道菜，苏北辰才算是心满意足。放下菜单才注意到左英雪脸色红的跟猴屁股一样。你脸色怎么这么红？发烧了？苏北辰说着，把手放到左英雪额头上。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的左英雪，第一次和异性有这么亲密的动作，本来就喜欢脑补的左英雪，这下更是大脑宕机了。奇怪，也不热啊。苏北辰又摸了摸自己额头，对比了一下。这顿饭吃下来，左英雪都不知道往嘴里塞的什么东西，除了紧张就是紧张。主要还是苏北辰给她的压力太大了。来之前查阅了网上说的各种资料，有的人还说上流社会那群人都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存在，惹了他们不开心，下一秒你就可能沉入大海。左英雪吃饭的时候，生怕自己一句话惹得苏北辰不开心，给自己嘎了。两人并肩走在外滩的路上，苏北辰要是知道左英雪内心的想法，估计整个人都斯巴达了。外滩的夜晚不管来多少次都是看不腻啊。苏北辰背靠在黄浦江边的栏杆上，一艘游艇缓缓从江面驶过，荡起一圈圈的波纹。对了，你喜欢去出海玩吗？苏北辰忽然心血来潮问了左英雪一嘴。左英雪闻言直接瞳孔巨震。出海？海？陈旭？陈神，我哪里做错了？您告诉我，我可以改。左英雪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整个人腿都有些发软。苏北辰？左英雪看着苏北辰皱起眉头更恐慌了，索性直接破罐子破摔，心中所想的事情直接一股脑全说了出来。听完之后，苏北辰表示自己的母语真的被干成无语了，一个脑瓜蹦弹到左英雪头上。你还以为我是皇帝啊？生杀大权都由我掌控，多大的人了还信网上骗你的东西？哎呦！左英雪吃痛捂着脑袋，小嘴撅了起来，一脸小媳妇委屈的样子。我这不是看人家说搞金融的圈子都很黑暗吗？行了，网上说的东西你看看就好了，天色也不晚了，我送你回去吧。被左英雪这么一搞，苏北辰也没什么深入交流的想法了。其实他说的也没错，金融圈最顶部确实水很深，自己只是成长的太快了，那群人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就已经跻身进了第一梯队。再加上还有个二叔在上面罩着自己，那群资本才没有什么动作。如果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展露出来了才华，但凡你有一丝漏洞，那群人就紧咬着你不放，威逼倒不至于，但是利诱一层接一层。讲真的，层层套下来，没有多少人能顶得住。做金融的本质就是搞钱，不然还能为爱发电啊。把左英雪送下车后，苏北辰靠坐在太空椅上，今天的事情倒是给他提了个醒。
自己之前一直想布局的 BTC 虚拟货币，看来真的不能等到最高点出了3万一个的时候就开始清仓处理，再把获利的 USDT 全部兑换成龙国币才是最安全的打算。21年的时候，好像就有不少虚拟货币的寡头莫名其妙的出现各种意外，自己可不想在热度最疯狂的时候被人给盯上。第146章争论。周一，沪上天气阴沉沉的，时不时飘落一点雨滴。星辰控股交易室里传来争论声。苏董，传媒已经到头了，上周五获利资金已经兑现出来了，再进场很可能是给被套资金解绑。难道老李你就没想过周五套现的资金洗盘之后，再入场做第二波的可能性吗？李博双手撑着桌子，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我知道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明显风险大于收益，在股市里哪怕不亏就是赚，这个道理相信苏董肯定知道。苏北辰也很无奈，总不能告诉李博自己是重生回来的，传媒板块在年底涨了 130% 吧。老李，你还是太小瞧移动端这片蓝海市场了。虽然两人争论的声音很大，但是苏北辰其实并没有生气，李博其实也是为了公司好才说出来今天要规避风险跟他唱反调的话。这样吧老李，咱们各退一步，只拿出来20个亿的资金分散在传媒板块，如果真的如我所说的一样，我们再慢慢往上加仓。看李博又想说什么，苏北辰直接抢先开口道，如果真的踏空了，我们马上及时止损，你看怎么样？李博仔细想了想，觉得方案可控度还算是比较高，也是点头同意。很快，新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很快开盘，30个亿的资金在开盘半个小时之内全部按比例分配到传媒板块。不过苏北辰预期中的涨幅并没有来，可能是受周末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整个大盘一直在向下探底，涨跌停比例更是达到 4.33 分。一直到中午收盘，传媒板块都是要死不活的样子。下午开盘，交易室里的气氛有些僵硬，总经理和董事长第一次在决策上发生争论，他们作为交易员什么都不敢多嘴。神仙打架，路人遭殃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苏北辰看了一眼仲文在线走势，和自己印象中的相差不大，确认没问题之后直接离开了交易室。众人包括李博在内都以为苏董脸上挂不住，趁着收盘之前离开，但实际是远在上京的字节董事长张明给自己发了个微讯，大致内容就是杨幂托他联系自己。苏北辰猜十有八九是关于嘉行传媒的事情。杨幂从演员转行成为资本，就是靠着由制作人、经纪人增加、赵若3人共同创建传媒公司。算算时间，公司现在正是缺资金的时候，单靠杨幂一个人赚取的资金还是有些入不敷出。苏北辰拨通张明给自己的电话，电话响了差不多10秒钟，对方才接通起来。悦耳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星辰控股苏北辰，不知道幂姐托张总找我有什么事？对方顿了1秒钟，紧接着马上开口道：实在不好意思苏总，上次见面我以为您和我一样是受邀的明星，可能态度上有些不好。杨幂态度放得很低，道歉的语气也算是很诚恳，主要还是苏北辰的名头太响了，首富的称号带在身上，再加上有些小道消息说他是京城大少爷，还有传是沪上新皇的，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哪怕这些消息里有一条是真的，他们这些明星都惹不起。苏北辰闻言哈哈一笑道：道歉就不用，反正也是我耍流氓在先，幂姐今天费那么大劲找我来，应该不单单是道个歉这么简单吧？苏总确实料事如神，这次来找苏总确实想问一问您近期有没有投资娱乐圈的打算。投资娱乐圈确实有想过，但是一直都没有物色到好的项目，怎么幂姐要给我介绍一个？苏北辰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询问起来。苏总，我可当不起幂姐这声称呼，压力太大。旋即杨幂话题一转，不知道苏总有没有了解过我和我的经纪人一起创立的传媒公司嘉行传媒？苏北辰，我不怎么关注娱乐圈的事情，今天也是第一次了解，杨总是想找我拉投资。话都说到这了，杨幂也直接开门见山，确实一直在寻找投资公司，正好前段时间了解到苏总当上首富，所以苏北辰，我明白了，这周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趟沪上详细谈一谈？杨幂，这周6吧，我跟剧组请个假，抽出1天的时间去沪上拜访苏总。随后杨幂又说了一下公司的大概情况。挂断电话，苏北辰点燃一根香烟，缓缓吐了口气。没想到前世是有天天幻想歪歪的大明星，如今在自己面前这么讨好，好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明星在资本面前也就那么回事。看着离下午3点还有10分的时间，苏北辰掐灭手中的香烟，起身走向交易室。交易室里的李博一脸不理解地看着面前的显示屏，一根冲天的 K 线赫然展现在他的面前。交易室门被推开，一众人看到是苏北辰走了进来，牛逼都快写在脸上了，要不是想着早上唱反调的总经理还在这群人估计牛逼都已经喊出来了。老李，怎么一脸便秘的样子？传媒板块拉起来了，不开心吗？李博起身给苏北辰道了个歉，
他可不是那种犯了错不会认的人。早上是我判断失误了，还在质疑苏董你的决定，我在这跟苏董道个歉。行了行了，多大点事，都是为了公司好。再说了，我也没怪你不是吗？苏北辰双手扶了一下准备弯腰的李博。苏董，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资金又一次选择了传媒板块。李博被苏北辰扶着一起坐下之后，还是问出了心中的好奇。一众交易员也都竖起耳朵。其实为什么资金选择传媒板块，逻辑真的很简单。移动端超过 PC 端，这是注定的事情，不用想也能知道。但是随着 4G 技术彻底普及，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都把自家软件做成手机 App。以前都是电脑上才可以观看的视频，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机便可以做到。比起电脑，手机的限制更小，就比如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打发时间，就可以拿出手机看视频。所以说，今年前期涨幅最高的电子元件和通信板块，最终利好的就是传媒板块。苏北辰在黑板上画完最后一个逻辑圈，扔下手中的马克笔。这就是我看好传媒的逻辑。第147章，拿我当冤大头。一连3个交易日，传媒板块就是打了激素，又迎来一波疯狂的拉升。直到周五，依旧还有不少传媒股票在努力顶板，不过看样子资金差不多算是力竭了，后排不少传媒股都已经开始绿了。苏北辰也不打算摊到最后一个铜板，直接在周五全部清掉了手中的个股，就当是给自己提前放了个假。看了眼办公桌保险柜里之前写的计划书，下一项正是虚拟货币比特币。算算时间，马上就到 BTC 第一波爆发的时候了，是时候先捞一笔小钱了。周六上午，苏北辰慢悠悠地开车来到公司。公司加班的员工倒是不少，不过大多数都是研究外股的员工。之前有些印象的叫柴哲的员工，还如上次见到的一样，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写画画。苏北辰看着柴哲屏幕上的 BTC 新闻，顿时来了兴趣。有没有研究出什么思绪？柴哲皱着眉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扭过头看到苏北辰，刚准备起身就被苏北辰按住。别那么紧张，坐下说就行。苏北辰拉过来一把椅子和柴哲相对坐。为什么先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柴哲组织了一下语言，拿出自己做笔记的记事本，看了一眼数据。苏董，我发现虚拟货币不同于之前接触的股市和期货，几乎算是一种全新的金融产品。苏北辰点点头没说话，示意柴哲继续说下去。而且 BTC 这种虚拟金融类产品好像跟美元成反比，随着美联储加息， BTC 这1个月一直下跌。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是买入机会？柴哲思索了一下。苏董，说实话，我认为其实现在就是买点。美联储马上要降息了，不然还会有银行顶不住要破产。单纯从 BTC 和美元成反指来看的话，但是这也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苏北辰眼前一亮，要不是看到柴哲记了密密麻麻一整个笔记本，他还真有点怀疑这货是不是跟自己一样是个重生者。分析的不能说完美，但是基本上也是8、9不离10的程度。柴哲，你有没有兴趣去海外市场部？收获了一个嗅觉敏锐的交易员，确实让苏北辰心情好了不少。一个成功的公司肯定不可能只靠着董事长和总经理2个人的努力，总得有几个得力干将。下午2点左右，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前台说2位自称嘉行传媒的人想见自己。苏北辰刚想起来之前好像确实和杨幂约见在这周六，跟前台示意后，很快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身着一身棕色风衣，脚上裹着长筒靴，戴着口罩的杨幂和另一名中年女人走进办公室。扎着高马尾尽显干练的中年女人率先伸出了右手。苏董您好，我是杨幂的经纪人曾佳，也是嘉行传媒的联合创始人。曾总您好，久仰大名。苏北辰也伸出右手，轻轻握了一下手指就分开，紧接着又跟杨幂也握了个手。好久不见杨总。看着苏北辰似笑非笑的样子，杨幂想到了之前调戏自己的事情，脸色有些不自然，但是也仅仅一晃过。双方落座之后，曾佳没有过多客套，直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关于嘉行传媒的事情，想必之前杨总已经跟您说过一次。苏北辰给2人倒上茶，点点头。这次来其实就是希望能从星辰控股这里获得一些融资，嘉行的具体项目书，苏总您可以先过目一下。说着就把项目书放到苏北辰面前。随着苏北辰翻开每一页，一旁的曾佳都在不停讲解着，明显就是做了不少功课。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关于嘉行的融资项目书已经全部翻阅完成。曾总，说句实话，我并不觉得嘉行传媒值70个亿。苏北辰双臂抱胸，看着面前的曾佳。项目书里写到融资5个亿，仅仅占比 7.15%。换句话说，就是嘉行估值有70个亿。这不纯纯把他苏北辰当成冤大头了吗？可是苏总您也看到了，嘉行接下来的5年计划，单单是杨总自己就能为公司来到数十亿的收益。除了杨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吸金方法吗？嘉行还有投资影视、综艺。曾总，曾佳话还没说完就被苏北辰打断。
您没必要在我这用那套话术。你说的后面那些东西，说实话，还不如我股市里一天来的钱多。而且，更何况我完全可以自己投资，收益还能最大化。你明白吗？一向在杨幂面前雷厉风行，强势的增加在苏北辰面前吃了瘪，这让杨幂第一次认识到这个阳光大男孩的另一面。我知道你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笔融资，其实你们最想要的无非就是星辰控股这座靠山，不是吗？见自己想法被苏北辰直接拆穿，曾家并没有多说什么。苏总果然是明眼人，嘉行寻求星辰控股投资，确实是想找一座强硬的靠山。苏总您也知道娱乐圈水深，什么牛鬼蛇神都有，蛋糕就这么大，新进场的公司想要分一口吃，难免会遭受排挤。所以说拿我当冤大头吗？苏北辰面无表情的样子，给两人的压力比一些老牌资本导演都要强了。杨幂在一旁一句话都插不上，现在只能全靠曾姐来救场了。苏总对不起，是嘉行之前想的太过于简单了。苏北辰没有说话，从包里抽出一支香烟，也没有管在座的两人介意不介意，直接放在嘴中。杨幂见状，连忙从口袋中拿出打火机，身子前倾给苏北辰点上。苏北辰小小的惊讶了一下，不过忽然又想起来，好像前世确实听说杨幂有抽烟的习惯。曾总，我能理解嘉行找星辰控股当靠山，人往高处走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希望双方都能坦诚一点。你们再给一点报价，如果合适了钱直接到账，如果实在不行，全当交个朋友了。第148章，第一次亮相的毒蛇。曾家和杨幂两人去了隔间商量，苏北辰闲着没事回了回女朋友们发来的微讯。就像曾家说的一样，嘉行传媒在后市确实有70亿左右的估值，但也仅仅是在最高峰19年左右的时间。后来随着杨幂在23年的解约，整个公司估值更是一落千丈。投资嘉行就是看中了杨幂，本来就是一笔套现的买卖，肯定价格压得越低越好。过了大概20分钟，两人商量好了，走了回来。苏总，融资的价格还是不变，不过股份占比为 15%， 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苏北辰沉思了一下，5个亿 15%， 其实算是一笔还不错的买卖。带上3年的分红，加上19年套现，最高点套现差不多到手能有15个亿。这点钱对19年的自己可能只是9牛1毛，但是杨幂这个流量资源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谈的余地了吗？曾家摇了摇头，苏总，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行吧，既然如此，那就签订合同吧。两女闻言顿时松了口气。星辰控股的法务确认合同无误之后，苏北辰直接签上自己的名字。苏总，就送到这吧，接下来就多多指望您了。杨幂伸出右手，再次跟苏北辰握了握。对了，杨总，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麦超，公司最近那些网红，找个时间空出来档期，我请了一个明星，到时候过去一起拍几个短视频。陈哥，你怎么还去请明星了？我之前合并过来的娱乐公司就有不少资源，随便拉过来一个拍2个视频肯定没问题。拉倒吧，你手里那些明星流量也就那样吧。哥这次给你找到的可是一线杨幂。我操，真的假的？陈哥花了不少钱吧？钱倒真是没少花，虽然到最后还赚不少，总不能跟麦超说自己白嫖了杨幂吧？行了，你知道就好，赶快安排好了发给我。挂断电话，苏北辰又点开电脑上刚刚下载好的 BTC 交易软件。BTC 因为之前的美联储加息，已经连续阴跌了1个月的时间，从之前的487跌到261枚，几乎接近腰斩。注册好账户，转入5个亿美元，设置好每隔10分钟就低吸1枚。倒不是苏北辰不想多买，而是现在 BTC 的交易量每天撑死就1个多亿美元，自己直接5个亿干进去，先不说能不能拉升多高，有没有这么多币都是个问题。晚上约了麦超一起去吃了个饭，饭后自然是富二代的日常活动。857，自从上周从秦分手里买的毒蛇运到，自己还一次没有开过，正好趁这次去酒吧放松，开出去爽爽。这次2个人都没带女伴，主打的就是一个单身钓鱼。沪上 TAXX 酒吧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年轻人，不过大半都是和苏北辰麦超一样的打算，在酒吧里钓鱼，其中男女钓手各占一半。轰，2声轰鸣声响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最前面的通体红色法拉利拉法。对于一些超跑爱好者来说，拉法无疑不是他们心里最顶配的神车之一，算是一辆唯一能开在公路上的赛车及超跑了。一群汽车发烧友还没来得及多拍几张照，就听到有人惊呼道：我操，我这是骑猛了吗？这 TM 是轩尼诗毒蛇 GT。 只见跟在拉法后面一辆浑身磨砂黑的跑车缓缓开了过来。轩尼诗？一些刚入超跑圈的人发出疑问，说实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款车。不光是他们，一群名媛早就在拉法出现的时候就围了过来，听到轩尼诗这个名字也是一脸懵逼。作为一名合格的名媛兼钓手，对于各个品牌的豪车自然是了如指掌。租的还是买的，
他们几乎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但是轩尼诗毒蛇这款车，他们还真没怎么了解过。好在有董哥及时普及了起来。轩尼诗毒蛇 GT 这款车在国内还没有正式上市过，不过在国际上倒是挺有名气。改装过后，最高时速可以飙到将近500码，人送外号陆地飞行器。至于很多人关心的价格嘛，估计运到国内交完税，差不多5000万吧。5000万，不少在场的人都被震惊到了。在他们印象里，一辆超跑顶天能有2000万都差不多了。结果现在一辆价值5000万的跑车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一群人手里的长枪短炮都对准了轩尼诗毒蛇，疯狂抓拍起来。而路旁的一众名媛眼睛都快盯死了，要不是还有这么多路人在这，他们非得把身上的大衣全部扒下来。很快车子停靠在酒吧门口，安保人员也是很负责任的把围着的人群隔开。当拉法车主和轩尼诗毒蛇车主下车，众人看清车主的时候，顿时又沸腾起来。陈神，全是陈神！陈神，我是你10年老粉啊，给我签个名吧。陈神 ，TAXX 总经理一听，居然是首富苏北辰来自家酒吧玩了，连忙打电话让在家休息的安保都赶紧赶了过来。随后又联系了自家老板郑凯。刚录完跑男的郑凯接到电话，连忙坐了最近的一班高铁，从这省赶了回去。在安保组成的人墙下，麦超和苏北辰两人走进了酒吧，位置自然是选在最好的 SVIP 舞池正中央的圆桌大卡。为了防止名媛来蹭卡，安保人员更是给大卡围的里3圈外3圈。TAXX 的经理倒不是上次那个了，估计是高升了吧。新来的经理姓张，此时郑丹西蹲在卡座旁。苏总、麦总，二位打算点什么？尽管告诉我，在我能力范围内给二位打7折。苏北辰接过张经理手中的 iPad， 直接点到上次点的小神龙套上。小神龙套里有款酒是 TAXX 专门调制的，他觉得口感挺不错。超，你有什么要点的吗？我都行，有妹子就行。麦超嘿嘿笑了2声。苏北辰把 iPad 还给一旁蹲着的张经理说道：把你们这质量最高的气氛组喊过来。同时一把100元大钞塞了过去，又把张经理拉进了点道：记住，是质量最高的，不是提成最高的。第149章，今晚全场的消费都由苏公子买单。不一会，刚刚离开的张经理就带着4个长相在90分左右的女生来到卡座。苏总、麦总，这些算是店里质量最高的了，都是沪上戏剧学院的学生。随后又凑近低声道：都是干净的，但是能不能带走还是要看2位老总了。做得不错，辛苦了。麦超又从包里拿出一把现金，直接塞给张经理。至于这年头移动支付已经很方便，为什么包里还有现金？用苏北辰的话来说，就是手机上那些数字远远没有现钞来的震撼。张经理接到钱自然是笑脸更盛，这就是他愿意服务有钱人的好处。光是这一会小费就有不下3000块了。一旁被带过来的4个上戏女生都咽了口唾沫。几女说不羡慕那是假的，毕竟龙国首富就坐在他们面前，但凡勾搭上了，哪怕做个小的，这辈子吃喝是不用愁了。要是万一能做个大的，虽然几率很渺小，但总归要去尝试一下，万一呢？4女很快入座，都想抢苏北辰身边的位置，但是因为先后进卡的顺序，后面2人没有抢到，只好坐在麦超身旁。苏总好，麦总好。4女落座之后就开始打起招呼。怎么，坐我旁边有些不情愿？麦超看了一眼身边的2个女生，2女吓得赶忙解释，左边御姐长相的女生更是把麦超手臂抱紧在怀里。能跟首富混一块的朋友，哪怕稍微动用一点权力，都能把他们整得死去活来。他们也不是傻子，怎么会呢？麦总，我还指望毕业之后能进星辰娱乐公司就职呢。右边女生也不甘示弱，学着他抱紧麦超手臂。麦超冷笑一声，你们那点3脚猫演技，我都懒得戳穿你们。行了，操，出来玩就是要玩得开心，管他那么多干嘛？苏北辰捡好手中的雪茄扔了过去，自己也叼上一根。身边2个女生见状，连忙抢着点烟。麦超见苏北辰都发话了，自己也没多说什么。苏北辰吐了口烟圈，见小神龙也被送了上来。会玩跑得快游戏吗？陈神，我不是很清楚啊，你能不能教教人家？坐在苏北辰右边名叫苏苏的女生嗲声嗲气地说道。见麦超也来了兴趣，苏北辰干脆直接把规则给众人讲了一遍，带着几人又玩了1-2把，很快就弄明白了规则。几场游戏下来，苏北辰和麦超倒是一口酒没喝，几女倒是干了不少杯。倒不是2人运气好，而是2人输的时候，身边的2女都会替他们挡酒。正当一整局结束的时候， TAXX 老板郑凯戴着鸭舌帽走进了卡座。苏总、麦总，你们来了，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早知道你们来，我综艺就跟导演商量一下，早点结束了。老郑，怎么这么生分呢？还叫我麦总，认识多少年了，真的是。麦超和郑凯倒是挺熟，毕竟同混娱乐圈，
相处的时间还算是比较多。郑恺闻言，连忙双手合十，笑道：“超哥见谅，这不是看苏总在这，我也不敢没大没小的。都是年轻人，不用那么遵守那么刻板的规矩，来一起坐下喝2杯。”手里夹着雪茄的苏北辰笑了笑，邀请郑恺入局。那我也跟着超哥喊一句陈哥吧，多谢陈哥。不是苏北辰发话，郑恺是肯定不敢入座。至于苏北辰说的话，他也就听听算了。要是真的在他们这群人面前没大没小的，那他估计路子就窄了。接过苏北辰递过来的雪茄，郑恺又是连忙道谢。正好这回玩跑得快，人多玩的才有意思。刚点燃雪茄的郑恺还没来得及抽，就连忙把烟从嘴边拿走。陈哥，要我再喊点人吗？本着人多热闹的苏北辰点头同意。没一会功夫，张经理又带了2个长相85分往上的女生进入卡座，先是跟苏北辰和麦超打了声招呼，才落座下来。9个人玩跑得快，没有像刚刚一样允许挡酒了，不然苏北辰点的5套小神龙都得被这群人给喝完。不知道是不是麦超今天点背，1/9的概率一直在输，输到后面苏北辰都看不下去了，主动替他喝了几杯。这货也是不认怂，被安保扶着去厕所吐完，回来清醒了一会继续玩。很快来到午夜12点，夜场 DJ 正式开始，躁动的音乐叠加上酒精的刺激，年轻人在舞池中央疯狂发泄着，就连麦超都站在沙发上搂着身边2个妹子扭了起来。苏北辰之前确实很烦这种嘈杂的环境，但是自从做了金融之后，每天紧绷的神经确实需要在这种地方发泄一番。一把拿过桌上的点单机器，直接在主页面上找到大神龙套，数量加到50，一键下单。一旁的郑恺见状手比作喇叭，直接站在桌子上仰头喊道：“感谢陈神送的50个大神龙套。”此时 TAXX 酒吧直接开始飘起来漫天彩纸，一名名清凉着装的妹子排着队从后场出来，举起大神龙套的牌子。苏北辰又跟身边的张经理耳边说了一些话，只见张经理一路小跑走上舞台，附在 DJ 耳边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DJ 点点头，把麦克风音量调整到和 DJ 声一样。正好音乐此时已经来到最高潮的部分， DJ 手里拿着麦克风直接高声大喊道：“感谢 SVIP 卡座陈神点的50个神龙套，今晚全场的消费由苏公子买单，造起来！”全场人都愣了一下，随后欢呼声瞬间爆发出来：“陈神牛逼！陈神我要给你生猴子！”不少气氛组更是拿出喷钞机疯狂吐起假币，一时间酒吧的氛围被推到最高点。原本凌晨2点就散场差不多的酒吧，今天硬生生被推迟到凌晨4点多钟。结账的时候，一共花了将近苏北辰1000多万，虽然他自己50个神龙套就占了一半的大头。卡座的4个上戏妹子自然是被超能力拿下。麦超和苏北辰2人一人打了一辆车去了最近的 W 酒店。第150章干一票大的。第二天中午，大战了一夜的苏北辰才缓缓醒来。自从开了私募基金之后，好久都没有这么疯狂过了。昨天的酒估摸着应该是真的。第二天起来，宿醉感倒是没那么强烈，给2女卡上一人赚了20万。苏北辰昨天就跟2人说过了，只是出来玩玩而已，如果同意玩完会给一笔报酬。昨天那种气氛烘托下，2女想都没想直接同意了，给酒店前台说了一声，房间延时的费用直接记在自己账上就行。自己的轩尼诗已经被郑恺安排人开到了酒店楼下，点着火后在一阵轰鸣声中离去。打开静安天域的房门，苏北辰发现程思居然已经回来了。程思见苏北辰回来，也没有提昨晚去哪的事情。看你这样子，估摸着还没吃早饭吧？午饭早饭和一起吃吧，昨天玩得太晚了，今早起来睡过头了。苏北辰打了个哈欠，终究还是人类的体质，睡了5个小时，果然还是不太够。我正好打包了一份烤鱼，我自己也吃不完，一起吃了吧。那感情好，我就不客气了。2人看着综艺，吃着嘴里的烤鱼，谁都没有多说话。你就不好奇我昨天去哪了？烤鱼吃的马上只剩刺的时候，苏北辰还是好奇问了一嘴。今晚全场消费由苏公子买单。程思右手比作话筒，一脸激情澎湃道：“苏北辰，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程思翻了个白眼，拿出手机点开抖音，让你再重温一下。只听视频里传来 DJ 的怒吼声：“今晚全场的消费由苏公子买单。”紧接着又看到视频里2个女的都快贴到苏北辰身上了。怎么样，首富？还有别的版本，你看吗？苏北辰忽然感觉真的好社死，忽然想起来自己昨天那么高调，肯定被很多人都录下来了。苏北辰暗骂一句道 ：“MD， 早知道首富这名号这么烫手就不上市了，怪不得今天早上发现奚梦月和赵一诺给自己发微信，跟喝了几坛子醋似的。奚梦月可能倒还好，赵一诺估计就有些接受不了。”苏北辰心想算了，接受不了
那就说明没缘分。他没再去多想这件事，话题一转，又问到程思工作的事情。程思也是老老实实汇报了这次带着市场部门去豫省的考察。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尤其是地方一听到星辰控股要来调研投资，那热情进公司几人都快招架不住了。有什么好的项目值得投资吗？程思在脑海中想了想， S 级项目倒是有一个， A 级项目有5个， A 级以后的基本上没有做过考虑。在星辰控股市场调研这方面，如果评定一个企业发展潜力巨大，周期性回报率较高，都会列为 S 级，回报率再低一级别的就是 A 级，以此向下类推。 S 级项目具体说一说。能给 S 级评定说明经过了李博的审核，苏北辰忽然来了点兴趣。是一家做培育钻石的企业，核心技术相当不错，公司董事长本身就是技工出身，创业之前一直待在外国的一家钻石培育中心。力良钻石。同意。程思点点头，以为是李博说过这个事情。力良钻石这家公司苏北辰可不陌生，靠着做人工培育钻干到几十个亿的市值。听说后来天竺被欧罗巴断了钻石来源之后，一直都是找这家公司订购，特别是他们发现培育钻居然比天然矿钻更加完美的时候，欧罗巴是彻底绷不住了。毕竟一颗钻石恒永久的大饼就是他们给编造出来的。结果现在你跟我说，你买到的人工钻比我天然钻矿还纯。珠宝奢侈品公司甚至不惜威胁力良钻石董事长的人身安全为代价，让他们停止发售所谓的人工钻。这家公司老总也是硬气，直接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我以后不会出国，你尽管威胁。这可把那些珠宝公司气得够呛，但是又拿他无可奈何。到了2030年的时候，钻石的骗局算是彻底被揭开老底，从此价格也一降再降。可以说很多老钱珠宝家族都被这家公司以一己之力给干废了。既然是老李审批过了，那就没问题，到时候需要多少钱直接去拿着条子问财务要。苏北辰又听了几个 A 级项目，倒是觉得一般，自己前世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就全当是给市场部练手了。两人吃完饭，下午又去了一趟国金逛了逛街，周末就算是过去了。嗡嗡，手机震动的声音响起，苏北辰睁开眼，手伸向床头柜一阵摸索。电话接通之后，亢奋带着些许癫狂的声音响起：苏董，咱们有门路了，之前说的詹比森您还记得吧？我记得。怎么了？倪星成兴奋地喘着粗气，现在有个机会能从 ASML 手里运营过来 EUV 光刻机，就看老板要不要干这一票了。苏北辰闻言猛地坐了起来，声音不自觉提高了3分。做，当然做。你现在在哪？咱们当面说。倪星成很快把位置发到苏北辰微信上。程思也被刚刚打电话的声音吵醒，一脸迷糊地看着苏北辰。你再多睡一会吧，星辰半导体那边有新进展了，我去看一眼。穿好衣服，在程思额头上亲了一下，随手拿起车钥匙就出了门。现在刚刚早上4点钟，沪上的天还是黑蒙蒙的。从家到公司仅仅只用了25分钟的时间，不堵车的感觉是真的爽。刚到星辰科技的半导体研究室，就见着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一众研究员疲惫的脸上都带着笑容。见苏北辰进了公司，几人连忙起身围了过来。苏董，咱们技术已经突破到了12纳米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差生产线了。开口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研究员。我会记住你们在做每一个的功劳。苏董，功劳不功劳无所谓，只要我们能赶超米国，就算不给老头子我钱，我都愿意。一众研究员纷纷附和起来。钱老放心，龙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之巅。倪星成打断还要附和的众人，拉着苏北辰到一间小屋里。苏董，詹比森的事情是上面给我下达的指令，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没有告诉一众同僚。苏北辰点头表示理解，这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具体要我怎么做，你总能跟我讲讲吗？第151章，这剧本是真的拉垮。从倪星成口中得知，詹比森现在在外面欠了一大笔外债，具体金额可能达到了数千万欧元，换算龙国币可能都快上亿了。詹比森作为 ASML 的高管，一年收入自然也是不下100万，但是实在架不住有个坑爹的儿子。早年詹比森妻子生下儿子之后，夫妻俩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詹比森。从小就在詹比森的溺爱中长大的儿子，长大了就像一些小说剧情里的纨绔子弟一样，吃喝嫖赌基本上是样样精通。小詹比森一次喝完酒，和朋友去赌场日常挥霍，结果酒精和赌劲上头，直接豪掷千金。赌场上头，结果可想而知，一夜负债上千万。等詹比森发现的时候，高利贷都已经翻了1倍，而上面正好就发现了这一情况。想尽办法接近詹比森之后，有意无意给他透露一些关于报酬的事情，甚至开出了詹比森都拒绝不了的条件。至于是什么条件，这点倪星成就无从得知了。所以说，这笔送错的订单需要一个在湾省的半导体公司。
苏北辰听完倪星成讲的计划，出声问道。倪星成摇了摇头，这倒不需要，上面会出面解决这件事。苏北辰，那这个计划好像不需要我来做什么吧？钱。倪星成只说了一个字，随后继续解释道，上面是可以出这笔钱，但是这笔钱不能直接流入湾省公司，还是需要经过一个第三方。所以说，我就是那个所谓的第三方。苏北辰有些无语，总觉得系统给自己安排的这个接触方式多少有点不合理。上面直接偷偷把倪星成藏大山里研究，再找个人伪装一下外籍买家，联系詹比森开出条件，不就完事了？所以这一切不合理的操作绝对是系统一手导演的，只能说这剧本是真的拉垮。系统，你清高，有本事你别用人脉卡呀。苏北辰，嗨，都记吧哥们，跟谁俩呢？接下来的几天，苏北辰就按照上面的意思接见了这次跟自己采购的企业，双方签完单，不到半天时间，上亿的资金就打入星辰科技的账户上。紧接着就是一通来自湾省的来电，对方自称是某某科技公司，问星辰科技是否需要他们家的虚拟产品。苏北辰核对完对方信息，找了上级确认之后，直接同意了这笔交易。于是这笔钱又流入了湾省某科技公司。说实话，苏北辰感觉自己有种 ZTN 的感觉。上一块的资金虽然不能让他产生什么波动，不过这笔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或许找自己的原因也和自家公司流水有关。星辰控股的资金动不动就数十亿在流动，几个亿放进去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倪总，关于半导体制成的技术，我其实有些小小的见解。某天下午，大 A 收盘之后，苏北辰驱车来到星辰科技，找到刚实验完的倪星成。哦，苏董有没有什么高见？咱们可以相互讨论讨论。对于自家董事长是个编程高手的事情，倪星成自然是知道，所以今天苏北辰来找他，他还以为是跟软件方面有关。不过接下来两人的讨论让倪星成大为震撼，他没想到面前这个年轻的董事长还真对半导体有独到的见解，不，应该不能说是见解了，简直就是自成一套体系。按照苏北辰今天讲的来做，恐怕还真有可能实现。以至于两人讨论到最后，完全就是苏北辰在讲，倪星成拿着笔在旁边记，时不时有没听明白的地方，还问一问苏北辰，让倪星成有一种回了大学时代的感觉。两人从下午4点开始，一直在办公室讲到晚上11点。以上就是我对于7纳米半导体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不知道你总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地方，或者是我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苏北辰喝了一口放在手边已经冷凉的咖啡，完美，简直太完美了。倪星成听完苏北辰的讲解，又看了一眼自己记得满满好几页的笔记。苏董，不说别的，单凭着您这一套成熟的技术理论，让上面给您批个院士都不为过。我对那些东西没什么兴趣，只要能为国家出一份力，我便满足了。倪星成闻言直接站了起来，苏北辰没拉住，向自己深深鞠了一躬。龙国有先生，必兴。苏北辰觉得真的有点尴尬，自己只是靠着系统得来的这些东西，先生二字太沉重，对于他来说根本担当不起。如果你总在后续关于半导体的研发上有什么不懂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苏北辰赶忙转换话题，他生怕一会倪星成又给自己来几个大礼。我明白了，苏董，我一定竭尽全力研发出来。苏北辰又跟倪星成交代了几句，一定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虽然倪星成满口答应，不过看他那敷衍的样子，估计应该没听进去。欧罗巴 ASML 总部，詹比森主管，我先走了。詹比森对着属下点了点头，路上注意安全，珍妮。到了下班时间，欧罗巴人自然不愿意在公司多待1分钟，手头没干完的活儿自然直接晾着，等明天再干。打工人的精神在这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艾龙，往常不都是你先下班吗？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同为主管的威廉笑着打趣道：没办法，最近打算贷款买新房了，手头有点紧，只能留下来加班多赚一点了。詹比森耸耸肩，稍微有些不自然地说道。不过威廉并没有注意到詹比森这点不自然。好吧，怪不得呢，果然还是金钱这个魔鬼吞噬了你的灵魂。那我先走了，晚上还有个派对聚会，具体你懂的。威廉甩了一个男人懂得都懂的眼神，随后直接带着自己公文包出了刷卡，出了公司。此时办公室中除了2个新入职的员工外，已经没有了别人。詹比森手中拿着提前打印好的申请文件，走向销售部门。第152章，想找圣母去教堂。一艘载着特殊固定集装箱的货轮缓缓驶离荷兰同音港口。詹比森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门，看到正在打游戏的儿子，一把拽了起来。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小詹比森虽然不知道自己老爹去干嘛了，不过这还是他从出生以来第一次见父亲这么失态的样子。父子2人只带上了自己要用的重要物品，其余的东西基本上全都丢在了家里。2人坐上门外的宝马车，点火，挂挡。
直接往机场方向出发。苏北辰在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倒是很平静，除了每天炒股票之外，就是空闲时间和王校长几人出去聚会玩一玩。直到12月初的一个周六，苏北辰接到了莫小萌打来的电话：“陈哥，对不起，你的那笔钱我可能还不上了。”莫小萌带着哭腔跟自己讲了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哭起来。钱什么时候还都无所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跟我讲讲吗？又等了一会，莫小萌算是平静了下来，开始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大致经过就是，莫小萌的父亲原本是在一家国企里当一名中层管理，家里日子过得也不算差，至少温饱问题是不用发愁。结果一次自家亲戚也不知道从哪认识了一家做理财的软件，好几次邀请莫小萌父亲去投点钱尝试一下。一开始他肯定是不相信的，毕竟这世界没有免费馅饼的事情他还是知道的。但是时间久了，看到自己亲戚一直挣钱，甚至身边还有不少别的亲戚都加入了进去，一个个都是赚得盆满钵满，莫父自然也开始慢慢心动了。本着要不就投几万看看的心态，也跟着亲戚入场，结果还真赚到了不少钱。至于后面结果可想而知，人都是贪婪的动物，得到了现有的东西，总还会想着要更好的东西。莫父发现这个理财软件回报率比银行定期还要高的时候，直接背着家里人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同时带着自己手里的存款全冲了进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大家子亲戚都成了被套住的猴子，除了报警之后相互怪罪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10万块是用来还贷款了吗？我爸已经被列为失信人了，10万块对于我爸欠的钱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所以你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告诉这件事情吗？莫小萌愣了一下，随后又答道：我知道了，不还就不还了，无所谓，还有别的事情吗？苏北辰冷漠的态度让莫小萌有些不适应，感觉好像跟当初在健身房为自己大打出手的那个男人天差地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听电话里传来嘟嘟嘟挂断的声音。程思把腿搭在苏北辰腿上，刚刚的电话苏北辰开的免提，他自然也听到了。程思歪着脑袋，一脸好奇问道：这妹妹好像还挺好看的，你态度怎么这么冷淡啊？我这个人不喜欢那些不坦诚相待的人，用那点下三滥的话术就想在我这博同情，那只能说对不起，你找错人了。程思点点头，心中暗暗记下。看着被挂断的电话，莫小萌不知道在心里想些什么。他本以为靠着自己卖惨，或许能让出手大方的苏北辰豪掷千金为自己父亲还完贷款，但是没想到在别人那里屡试不爽的路数，在苏北辰这吃了瘪。到目前为止，从别人手里借到的钱还完全不够填补这个窟窿，他现在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苏北辰当然不知道莫小萌现在的心思，哪怕是知道了，也不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本来就是吃了几顿饭的交情，甚至连手也没拉过，能借给他10万块就已经不错了。都是成年人了，什么事情都有代价，这个道理相信他自己也明白。跟程思翻云覆雨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苏北辰像往常一样起床，开始一天的锻炼。在小区慢跑完半个小时有氧，正准备去录议会帖的时候，放在口袋的手机开始震动起来。来电提醒显示是莫小萌，苏北辰也没接，就放在一旁的长椅上任由手机震动。很快电话自动挂断之后，莫小萌隔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这次苏北辰才接了起来。对不起，苏先生，之前我确实耍了一些小聪明，我有的行为向您道歉。然后呢？莫小萌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冷漠声音，一颗小虎牙咬紧下嘴唇，眼泪在眼眶里开始打转。苏先生，您能否替我偿还300万的贷款？莫小萌恳求的语气带着一丝哭腔说了出来。苏北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话，扭开一瓶运动饮料灌了一口。凭什么？莫小萌被这3个字给问到了，一时间竟想不出该怎么回答。非亲非故，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想找圣母去教堂。那您想要什么？都是成年人了，敞开天窗说亮堂话，今晚丽思卡尔顿总统套房，能接受我的条件就来，不能就当我们没有打过这个电话。片刻过后，莫小萌擦了擦挂在脸上的眼泪，像是下了决定一样。我明白了，苏先生，我今晚会过去。挂断电话，苏北辰倒是没有什么负罪感。其实他对莫小萌第一印象倒是还不错，不过从昨晚来看，倒是自己高看他了。估摸着同样的手法已经跟不少人面前都演示了一遍，放到之前也许他会觉得莫小萌可怜，300万说多也不多，直接就给还了，最后2个人再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番。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他已经没什么耐心再去和莫小萌扯皮，光几个公司的事情都够他连轴转的了，更不用说等公司摊子铺得更大的时候。所以他现在找女人的标准就是要么像科学、奚梦月、程思3人那么聪明，要么干脆就直接一点完事，你出人我出钱，你情我愿就完事。
第153章理空阉割版实验成功。按照苏董给的项目书，应该能实验成功，可是为什么总是数值不对呢？穿着一身防爆服、戴着厚重眼镜框的中年人，此时正认真盯着面前的实验数据。彭总，要不您先吃饭吧？苏董之前特别嘱咐我了，您要是不吃饭，就得给他打电话。隔着实验室玻璃，一位同样穿着打扮的年轻人，手里拿着饭盒劝解道。研究被打断，本来有些不耐烦的彭慕真听到要给苏北辰打电话，顿时就泄了气，走出实验室，一脸幽怨地接过助理手中的饭盒。名为彭慕真的中年男人，正是苏北辰在12月份用人脉卡捏出来的锂电专业方面的专家。在系统那边确认了忠诚性之后，苏北辰把理空电池技术的阉割版先交给了他，倒不是因为苏北辰不相信系统，主要还是现阶段技术和自己手里的技术相差太大，直接拿出来害怕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就跟大家都是青铜器时代文明，拿着刀剑胡乱挥舞，你忽然拿出来一把大狙，怎么说都有点抽象吧。所以就干脆一步一步来，先做出来一点阉割版的技术，让大家都知道星辰里也能赶超国内的电池技术。等大家适应了之后，再慢慢通过实验改进，一步步提升电池水平。最后大家完全相信星辰里能的时候，这时候再拿出来最终的成品。彭慕真心思压根就在自己的饭盒上，一个劲在想电池材料组合的各种可能性。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没想起来直接用薄膜穿透的性质？3下5除2扒拉完饭盒里的剩菜，盒子一盖，直接递给了自己的助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可以打断我。交代完的彭慕真再次穿上防爆服，一头扎进实验室中。一直到晚上8点钟，站在门口的助理已经是第3次去热手中的饭了。见彭总监还不出来，没办法，只好掏出手机给苏董打了过去。苏北辰刚和方圆海吃完饭，接到电话，一听彭慕真又是老毛病犯了，直接推辞掉晚上的第2场，找了个代驾，开着车给自己送了过去。成了，成了！彭慕真看着机器测试出来的一行行数据，几乎全部达到行业标准，而且电池容量测试出的结果更是比市面上现有的锂电池高出3倍之多。别说什么赶超电池强国樱花国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款星辰1000理空电池直接能把樱花国电池行业给全干倒闭都不为过。彭慕真刚打开实验室外面的大门，就看苏北辰正抱着饭盒站在门口等自己。都快40岁的彭慕真就像做错事被老师抓包了一样，身子站得笔直，头微微低着。那个，不好意思苏董，我这是看马上就要出结果了，我太激动了，所以就耽搁了一点时间。苏北辰把饭盒递了过去，微微叹了口气。彭总监，咱们不是说非要让你这么快就做出结果，我知道你想超过樱花国的心是有的，但是平时一定要按时吃饭，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彭慕真接过饭盒，面带愧疚的神情。苏董，您的批评教育我一定会牢牢记住，绝对不会有下次。苏北辰，这话他都已经听自家彭总监说了不下5遍了。你是相信你们彭总说的这话，还是相信我是秦始皇？苏北辰转身对着彭慕真的小助理问道。我还是信您是秦始皇吧。彭慕真嘴里嚼着青椒肉丝，一脸黑线看着自己助理。对了苏董，关于您上次给我的理空电池技术，我已经取得实验阶段的成功了，因为有您的图纸，进入全面量产阶段可能只需要3个月左右。苏北辰闻言惊讶了一下。哦，这么快就搞完了？自己从捏了人脉卡之后，第2天就挖到了彭慕真，满打满算这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阉割版的理空技术就已经实验成功了。既然实验阶段已经取得成功，之后就别那么拼命了，3个月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马上还要过年，工厂那边是肯定建不起来。这个苏北辰倒是没有骗他，哪怕已经是付了双倍的钱给方圆海家的工程队，最快也得小半年的时间。苏北辰又在星辰科技转了一圈，慰问了一波加班的打工人，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自己开的工资高出业内水平40%。没看到一个个都喊着公司是我家的口号吗？只要钱到位，猫头鹰都熬废。今天开车打算去一趟汤臣一品，最近确实有一段时间没见科学了，多少有点想念了。刚打开家门，就听见里面传来2女的笑声，估计是科学的朋友。苏北辰没在意，换好拖鞋，一转身就愣在原地。只见沙发上除了科学之外，另一个居然是程思。见苏北辰还在原地傻愣着，科学一把将苏北辰拉了过来。惊不惊喜？开不开心？惊讶倒是有点。话说你俩怎么认识了？苏北辰回过神，从容不迫地给自己倒了杯水。见苏北辰又恢复到平常的样子，程思瞬间感觉没意思了。切，我本来还想看看你被抓奸的样子，你这一点反应都没有。说着毫不顾忌的直接把长腿放到苏北辰大腿上。跟科学认识纯粹就是因为你给科学买的快递寄到静安天域的房子里了，我看了一眼地址是没错，
但是收件人和电话倒不是我。苏北辰看了一眼手机淘宝的上的地址，还真是跟程思说的一样。MB， 这年代的智能一键扫描是做的真垃圾，心中暗骂了一句。不过本来就是想让这两个人认识，现在正好省事了。看两人样子倒是相处的还挺不错。三人晚上聊了聊天，到了睡觉的时候，程思跟柯雪像是达成了什么协议一样，两人直接拉着苏北辰进了房间。苏北辰肯定乐享其成，今晚一虎杀两羊。第154章，来自龙国的反击。距离新的一年越来越近，星辰科技喜讯倒是不断传来。先是子公司星辰半导体实验室阶段突破10纳米，14纳米的芯片已经可以做到量产。这一消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无疑是一颗深水炸弹。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量产芯片就是14纳米，换句话说就是星辰半导体技术已经与世界接轨。如果14纳米芯片的量产已经让欧米一些发达国家感受到压力的话，10纳米芯片的研发成功无疑是让他们感到了赤裸裸的威胁。总统先生，我想也许找到了龙国科技接二连三突破的原因了。什么原因还重要吗？龙国已经跳出了封锁圈，现在唯一的优势已经没了。米切尔一脚踢在自己的座椅上，一旁的艾森低着头没敢继续讲话。发泄了一会的米切尔扶正椅子坐了上去，右手不停敲击着桌面以缓解烦躁。现在民众对我的支持率已经从 48% 跌到 14% 了，事到如今到底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总统先生，或许我们可以拿 ASML 公司失踪的那笔订单来做文章。这种手段太低级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米切尔皱眉看向站在一旁的艾森，只见艾森摇了摇头，总统先生，你也说了，事到如今封锁龙国科技的事情已经算是彻底不行了，不如我们就想想如何把你支持率给提升上来。见米切尔还是有些犹豫，艾森又继续讲道，这件事总要有一个出来为此买单的人，我们何必要去做这个人呢？说白了，总统先生，我们上位纯粹就是为了能更好的敛财，不是吗？米切尔看着一旁低头细语的艾森，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很快，在临近2016年元旦的倒数第二天，米国黑宫发布了一则通告，不少在米留学生看到了通告内容，皆是气愤不已。这条微博相关的话题被成功顶上热搜，气死我了，真的是欺人太甚。饶是一向脾气好的科学，此时气的小脸都发红。正在玩游戏的苏北辰放下手中的手机，一脸疑惑，亲爱的，米国简直太欺人太甚了，他们居然把星辰半导体突破14纳米量产技术的事情称作偷窃。科学拿着手机让苏北辰看了那条被无数人转载的通告，苏北辰大致扫了一眼，冷笑一声，一个强盗国家怎么有脸说别人偷窃的？他们是懂贼喊捉贼这个成语的，真的好气啊！科学胸口气得上下起伏。苏北辰一把把科学搂过来，乖，听话不气了，放心吧，上面肯定不会惯着。正如苏北辰所说的一样，上面不是没有反击手段，只是在给一些手持战略性资源的公司留点抽身时间。很快，龙国时间晚上6点，龙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声明，对于一些莫须有罪名，龙国向米方发出强烈谴责。我国自主研发10纳米半导体制程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不过14纳米，不知道米方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此，龙国将采取一系列反击措施，希望米方可以好好认清自己的错误行为。短短100个字发出，所有网友都兴奋起来，干他丫的，早就看这群洋鬼子不爽了。现在半导体技术也突破了，该制裁就制裁，让这群蛮夷了解一下什么叫天朝上国。总统先生放心，龙国肯定会像往常一样谴责几句，最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动作，这样既能转移民众的愤怒，又能为您拉升支持率。艾森依然是信心满满，说话语速也是不紧不慢，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愿如此，艾森先生，这种事情米切尔在任期间做了，其实也不算少。虽然嘴上说着有些不放心，但实际上一点也不担心。第二天一早，米切尔像往常一样去黑宫处理政要文件，刚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屁股还没热乎，就见属下能源部部长喘着大气一路小跑过来。总统先生，龙国一夜之间取消掉了所有稀土订单，甚至一些建金属订单都被取消了。米切尔皱起眉头，有些不敢相信。违约金我记得是总订单的 20% 吧？龙国全都付了？对，一分不差，全都付了过来。总统办公室内陷入诡异的寂静，两人其实心里都明白，从龙国付违约金就能看出，龙国这次可能是真的落实行动，实施制裁了。我明白了，从东南亚那边再去找找有没有替代的公司，尽量动作要快。能源部部长点点头，现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艾森听闻这件事，也是在能源部部长前脚刚走就进来了。总统先生，好像现在情况有些不太乐观，我还用你告诉我吗？看看你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艾森抿了抿嘴，想张嘴说什么，最后还是忍住没说。真解气啊！谁说不是呢？
咱们子公司是真的牛，半天没什么动静，结果憋了个大招出来。星辰控股节前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几名先到公司的员工就这2天的事情讨论的热火朝天。要我说啊，还是咱们董事长厉害，22岁的年纪便达到这种成就，再看看30岁的我，简直是活到狗身上去了。那你还真说对了，看你每天累得跟狗一样。操！坐在交易室里的苏北辰此时倒没有过度关注这件事。早上来到公司之后，跟李博聊了2句，便一笔带过了。2人此时正在规划16年公司的一些安排和打算。基金许可证之前申请的5张，居然在昨天就一起发下来了。别人申请半天，走关系走半天的东西，苏北辰感觉好像自己申请上面就给。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觉得沪上交易所跟你家开的一样。李博看着苏北辰，一脸认真的说道。苏北辰，确实，我自己都不信，但是给我的感觉确实好像还真是这样。第155章，年会顺便抓个25仔。今天星辰混合基金里的仓位已经按照李博的要求平掉了半仓。元旦假期连着周末，一共5天的时间，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突发情况，所以2人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先出掉一半的仓位来规避一下风险。之前300个亿资金的星辰混合，截止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422个亿，共计浮盈122个亿。如果按照年化收益率算下来的话，差不多能有个70%左右。幸亏是私募基金，但凡敢让星辰控股敢做个公募基金，那一众网民非得买爆，一年能赚50%以上，那谁还存银行啊？所以可能上面也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给星辰控股发售公募的机会。私募牌照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发多少。什么？你想玩公募？那我再多给你2张私募，多给你几个 LP。可以说现在只要苏北辰想申请多少个私募都不是问题。星辰控股年度总结会议也在下午3点大 A 收盘之后正式举行。一众员工心情倒是挺不错，毕竟明天就开始5连休了，放假总是能让人打起精神。能容纳200人的会议室很快被员工坐满。几次扩张下来，母公司人数已经达到了将近200人的大关。李博咳嗽了2声，吵闹的会场很快安静下来。除了董事长之外，各个部门应该是都到齐了。如果会议不缺人的话，咱们就先开始吧。哈哈哈！台下员工发出哄笑声。开年度会董事长不在就准备进行，合着你这总经理想篡位啊？李博没有管其他人是怎么说，自顾自的就开始进行总结起来。当一众员工看到今年的营收的时候，瞬间会场又沸腾了起来。星辰控股及旗下母公司营收340亿，净利润率虽然没写出来，不过根据 Q3 季度财报来预估的话，恐怕至少得有200亿的净利润。这已经很恐怖了，毕竟公司满打满算也才半年之久，他们根本不敢想象明年这个时候年报出来的数据有多么恐怖，甚至跻身世界500强说不定都有可能。好了，公司基本情况已经总结完了，接下来还是让董事长来多说2句吧。董事长，在场员工看向放有董事长名牌的空缺位置。正当一众人以为自家董事长要整活的时候，只见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苏北辰先走了进来，紧跟着是几名穿着警服的警察。苏北辰从容不迫走到麦克风前，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大家新年好啊。紧接着话音一转，可惜有些人新年是过不好了。在场的员工没有一个是不懵逼的，马上新年了，董事长带着警察来公司干嘛？总不能让人家拜年吧？赵流光、孟迅、李敬志念了差不多有11个人名之后，苏北辰才停了下来。刚刚念到名字的，你们还是自觉一点，跟警察交代了自己干了什么事，争取坦白从宽。刚说完就有2个人马上站起来。苏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对啊，苏总，是不是误会了？有误会去跟警察讲，反正证据已经交到警察手里了，多余的话也懒得跟你们讲了。几人还想再解释什么，不过在场的警察倒是没给他们太多机会，直接给几人戴上明晃晃银镯子。等人全部被带走之后，苏北辰才缓缓开口道：刚刚那些人都喜欢当25仔，至于干了什么，懂得都懂。好了，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还是让我们说点开心的。苏北辰插上 U 盘，点开 PPT。我发现很多人进了公司就开始学着摆烂，领着公司高于同行的工资，天天什么事情也不做。鼠标左击了一下屏幕，所以我决定启用一套多劳多得制度。在场员工都伸着脖子盯着大屏幕，完完整整看了一遍。具体内容总结下来很简单，就是多劳多得。不过跟考察 KPI 绩效不同的是，自家董事长直接把保底业绩给取消了。比如说，你这个月干了以前2个人的活，还完成得很漂亮，你可能拿到以前3倍的工资。但如果你这个月真的纯粹在靠着团队划水，到月底工资可能只有一个出勤的1000块奖励资金。这一制度一出来，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些平时就爱工作的人只想夸陈神 YYDS，
但是也有个别爱摸鱼划水的员工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只是总结会议，并没有举办什么活动，真正的年会还在2月份除夕之前。忙完一天的事情，苏北辰让程思帮忙买了张飞神都的机票。重生半年的时间了，是时候也该回一趟家了。神都机场，苏北辰正在等机务人员通知下飞机。看着曾经熟悉的机场，苏北辰难免情绪有些控制不住。在机务人员的指引下，头等舱先下了飞机。苏北辰走在专属通道里，越是离出口近，越觉得有些慌张。近乡情怯，可能说的就是他这种感觉。前世自己对不起父母，这辈子自己有能力了，一定要让他们享福。过完安检，苏北辰看到了自己父母正像其他人一样靠在栏杆上头，使劲往里瞅着，希望能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亲人。北辰，陈琳在苏北辰出来的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自己儿子，激动的连蹦带跳的挥动着右手。苏建南一把接过儿子手中的行李箱，粗壮的右手直接搂着苏北辰的脖子。可算是回来了，你都不知道你妈知道你今天回来，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苏北辰有些哽咽，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那一会，老爹你可不能让老妈开车了，疲劳驾驶可不提倡。苏建南轻拍了一下苏北辰的脑袋。这还用你说，当然是我来开，一会吃完饭让你老妈早点回去休息休息。一家3口来到地下车库，苏建南按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一辆黑色的路虎揽胜亮起灯光。苏建南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帅吧，儿子？陈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还不是你儿子给你买的？我这不平常没人炫耀，好不容易逮到机会吗？可得了吧你，整个小区都快知道你有一辆路虎了。看着父母拌嘴的样子，苏北辰忽然笑了，也许这就是家的意义吧。第156章，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刚回来的前几天，家里的亲戚都快把门槛给踏平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只要能来的全都来了。光是一句你这么大点的时候，我还抱过你的话，已经听了不下也20遍，合着是块宝贝呗，人人都得摸一下抱一下。今天又送走了表姐家的二姨夫，一家3口人直接瘫坐在沙发上。不光是苏北辰，苏建南和陈琳也累得不行。苏北辰抬头看着天花板，双眼无神。我现在是体会到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了。他现在宁愿白天去炒大 A， 晚上做米谷，都不愿意再去面对这帮亲戚了。苏建南坐了起来，拉开茶几下的抽屉，看了一眼所剩不多的现金，借出去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亲戚里没理由借了。北辰，你这些拿回去吧，留着给你们二老花吧，我缺不缺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苏北辰这次回来特意取了50万的现金，一些近亲关系不错的难免会来借钱，虽然可以选择不借给这些人，但总也会被一些小心眼的人惦记上，干脆直接拿钱堵住这群人的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钱对他来说也就是动动指头分分钟的事情。至于说这些亲戚会不会还，苏北辰压根没考虑过。元旦假期后几天全都跟市里面的几个领导去应酬了，这群领导比起自己二叔肯定是级别差得远了，但自己父母还在这边，该赔还是要赔一下，将来父母有什么事，这边也能有人帮上忙。很快元旦假期结束，这次依旧是苏建南开着路虎来送机场。临走前，苏北辰还悄悄塞给老爹一张银行卡，美其名曰送机费，实际上就是给老爹点私房钱。苏建南给了一个只有男人才懂男人的眼神，目送着儿子进了候机厅。下午5点左右，飞机缓缓落地虹桥机场。刚打开手机就看到李博的未接来电。李博，苏董，锂矿开采许可证已经批下来了，之前您说的几家川省的锂矿这边都已经派人过去谈了。苏北辰，锂矿的事情多上点心，这才是未来赚钱的大头项目，价格能压就压，实在压不了就赶快拿下。李博，好，我这就催一催他们。对了，还有一件事是关于苏董您的。话说一半，李博忽然不讲了。苏北辰，关于我的什么事情，尽管讲就是了。李博犹豫了一下，还是讲了出来。大概就是有家同层的基金经理最近一直在追求赵一诺，不仅如此，还出言威胁了跟赵一诺一个小组的2名男同事。李博早就看出来了赵一诺和自家老板有点故事的事情，所以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才想着打今天这个电话。两人都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随后苏北辰平淡的声音响起：我明白了，这件事我会处理。挂断电话，苏北辰倒是没有多少愤怒，追求自己女人的肯定不会少。程思是因为身居高位的原因，很少人敢去追求。奚梦月，科学也是同理。莫小萌的话，苏北辰已经开始不怎么在意了。自从经历上次的事情之后，苏北辰全当两人就是做交易了。最近赵一诺虽然有跟自己聊天，但是没有像往常那么频繁了。说是这么说，但总归还是自己的女人，别人碰那就是触犯自己的逆鳞。一诺，你在星辰控股1个月工资也只有2万多，干嘛不来我家公司给我当秘书呢？大厦食堂里，
穿着一身小西服，头发梳成背头的男人坐在赵一诺旁边。金先生，不好意思，我在吃饭，您可以不要打扰我吗？还有，我们不是很熟，请您自重。赵一诺脸上强忍着怒气，平静道。今天来脸上闪过一丝烦躁，不过转瞬即逝。一诺，如果你来我们公司，我1个月给你开税后5万的月薪，再给你配辆车，你好好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现在就给他加月薪到10万。本想发作的赵一诺听到背后传来的熟悉声音，顿时心中一喜。今天来看到来人，脸色变得有些不太好看起来。苏北辰走到两人桌边，双手放在赵一诺香肩上。赵一诺也不反抗，任由着苏北辰的双手搭在身上。今天来要是再不明白，那真的可以找个医院看看脑子了。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开口讲道：原来赵小姐早就名花有主，是我金某唐突了，改天一定给2位赔罪。说着双手合十拱了拱，转身离开。苏北辰一把拉过椅子，坐到了赵一诺对面。赵一诺低头快速扒拉着碗中的饭菜，不到3分钟的时间吃完，刚起身准备想走，就被一只大手按了下来。怎么，我能吃了你还不成？苏北辰带着一脸玩味的笑意。赵一诺白皙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意。没有，苏董，我还有工作要忙，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你陪我在这说会话。赵一诺听苏北辰都这么说了，只好慢慢坐了下来。今天来挖你，你怎么没去？赵一诺撅了撅樱桃小嘴。苏董想让我去？不想，但是我想让你来当我的秘书怎么样？同样也是月薪5万，不10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坏心思，大渣男。赵一诺似乎是想起了之前看到的夜店娱乐新闻，冷哼了一声。别，学姐可别这么说，我可不是渣男，我只是想给每一个女孩子一个家。被苏北辰这么一说，两人之间气氛倒是没之前那么僵硬了。哎，我其实都看到了，你跟程经理之前在地下车库搂搂抱抱，也明白像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成功的男人肯定不止一个女人，可能只是我心里有些接受不了。苏北辰一听有戏，连忙道：迅哥曾经说过，我的心碎成了很多片，分给了我每一个女人。赵一诺翻了个白眼，迅哥可不背这个锅。之前赵一诺看到的那一幕，其实是他有意而为之，也算是试探赵一诺的底线吧。第157章，新能源提前上市。又在食堂逗了一会赵一诺之后，苏北辰便回了办公室。什么事情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今天能让他慢慢接受自己已经算是一个不错了，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就好了。苏北辰拿起办公桌上李博刚刚送来的矿业开采许可证，薄薄的一张纸质书，但却厚重的能让几辈子人都吃不完。想当年梅老板嫁女嫁妆都给了5000万，要知道那可是在00几年的时候，5000万换算过来差不多几个亿得有的。虽说现在受周期影响，煤矿大大比不上从前了，但是其他矿可是一点都没变啊。哪怕是现在最没人看好的锂矿，在未来也是身价暴涨。所有矿肯定都有它的价值，如果你说没价值，那就是时间还没到。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到时候说不定连钙矿都能当能源。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将来我必定让你高攀不起。这句话描述现在的锂矿再不为过了。川省雾都，各位大老板，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不是我不想再便宜，而是当初我买的时候就比这个便宜2000万。要知道我这钱存银行都不止2000万的利息。几名星辰控股的员工相互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估摸着这应该就是最便宜的价格了。没看把人家老板都逼得爆出来了当初买的价格了吗？同样的一幕在川省不同地方上演，大大小小的锂矿被星辰控股收购的消息传到各大金融机构的耳朵里，不少人都在推测星辰控股此番收购的目的，有的说是囤着等涨用，也有的说星辰控股可能在锂上有布局，众说纷纭。不过被猜测的最多的就是新能源行业的布局。比亚迪老总王福虽然知道关于星辰锂能的内幕，不过碍于保密协议，倒是没有过度去说这件事。温升实现弯道超车才是硬道理。王福此时正在指挥着现场的工作员工，把所有汽车配件再检查一遍。比亚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新能源汽车即将问世。1号检查配件完毕，确认无误。2号检查配件完毕。3号，一连5人全部检查完毕之后，随着王福一声令下，几只工业机械手臂开始进行有条不紊的组装。很快，一辆精密的新能源车被组装的七七八八，至于剩下的就需要人工来执行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安装带检查完成。听取了苏北辰建议，被命名为汉的新能源轿车组装完成。接下来就是对车子的各种测试。差不多1天1夜的时间过去，一些数据包括一些需要改良的问题全部记录完成。随后的1个月里，又通过不断的测试，完美版的汉成功卡在春节之前完成。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做出来了，这么快？接到王福打来的电话，苏北辰以为是询问关于锂电池的事情，结果王福告诉自己汉已经可以发布上市了。
要知道，在前世今年汉好像才立项，20年7月才发售，结果因为苏北辰的原因，硬生生的往前推了4年时间发售。好的，王总，发布会我一定会去。比亚迪发布会定在年后3月份，到时候苏北辰是肯定会去的。一来是给现在名气还不算很大的比亚迪涨势，二来嘛，自然是给自家公司做一波免费的宣传。现在汉样品车上2个最重要的技术都是星辰控股旗下公司提供的，一个是星辰锂能的锂电池能源，另一个则是星辰半导体自主研发的车载芯片。光是这2项技术，今年就已经赚了100亿得有了。特别是星辰半导体，来自军工那边的订单简直是赚妈了。星辰科技和星辰半导体更是直接在手机产业软硬通吃。现在不少国产手机企业都已经开始使用星辰半导体研发的星辰100手机芯片。星辰100虽说性能不能说远超国外，但是比海外芯片性能高出5%至10%的同时，价格却是人家的1半。至于买谁这傻子来了，也都知道吧。甚至不少外国手机厂商都在悄咪咪采购星辰100。星辰半导体发展这么快，主要还是因为这段时间苏北辰运气比较不错。12月的签到宝箱里开出来了一个2级人才和2张1级人才卡。2级人才这次苏北辰想都没想，直接用到了星辰半导体上。2个1级人才，一个去了星辰锂能，另一个去了星辰控股当中层管理。本来就有大佬泥星承载的星辰半导体，又来了一个2级人才。3天一小突破，半月一大突破，感觉都是常态。终于时间来到农历年中会，之前元旦开的总结会议上的一些东西，苏北辰就没再多重复。农历的年终会主打的就是一个乐呵。年终会苏北辰直接把外滩的 W 酒店给承包了下来。会议邀请来了不少明星网红和企业家，甚至连沪上领导班子都来会场上捧了一会场。正在招呼客人的苏北辰才注意到身旁站了一位熟人。金总，别来无恙啊，今天来哭丧着脸，笑得比哭都难看。苏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就别盯着我家这个小公司了，我要不给您跪下磕一个。苏北辰愣了一下神，这才想起来之前让李博出手教育教育今天来家的公司，按照李博的性子，自己没说收手，估计他会一直执行。嗨，磕一个就算了，其实我这就是想告诉你，做金融一定不要去得罪人，明白吗？苏总，我真的懂了，我天天都在忏悔，已经戒色1个月了，真的悟了。苏北辰听到后半句差点呛到，连忙又咳嗽2声。行，既然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我早就已经不生气了。如果以后有什么业务上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多合作。今天来得到想要的答案，整个人都喜极而泣，直接找了个位置掩面痛哭起来。苏北辰也有点尴尬，看给孩子委屈的跟个500斤的胖子一样。眼瞅着人来的差不多了，找酒店确认了邀请函，还有2个员工请假不来之后，星辰控股年终会正式开始。第158章，皮这一下很开心。先是主持人简单的致辞，紧接着是李博上台随便说了2句，无非是鼓励员工没有营养的话。最后轮到苏北辰上台的时候，在场的员工直接坐直了身子，现场气氛顿时严肃了起来。一些来到公司会场的外人一时间没搞清楚什么情况。喂，嗨，大家别紧张，今天年会不抓人。一众员工顿时松口气，他们生怕自己关系好的同事是外面整进来的商业间谍，到最后自己还受牵连。但是刚刚松了口气的员工瞬间身子又紧绷起来。我今天要给你们发一波大红包。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苏北辰皮这一下就感觉很舒服。开玩笑，这不是活跃一下气氛吗？看你们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不知道还以为在开检讨会呢。这样吧，等一会每个人年终奖都翻个倍作为补偿怎么样？现场没有人应声，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苏董牛逼！坐在中间的柴哲忽然大喊了一句。放松下来的员工这才反应过来，苏董居然说年终奖要翻倍。我操，我年终奖是6个月工资，每个月3万，翻倍也就是说36万。啥也不说了，苏董牛逼！一整个会场氛围瞬间热闹起来，牛逼2个字在会场此起彼伏。一些受邀过来的公司老总此时人都傻了，话在嘴边不知道说些什么，到最后只能随波逐流来了句牛逼。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苏北辰看差不多了，打住了热闹的会场。今天可能是我收获牛逼最多的地方，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牛。哈哈哈！会场又是一阵哄笑。苏北辰继续说道：公司业绩我就不详细说了，大概数字给你们说一下，谁想看具体的留意一下星辰控股个股财报就行。星辰控股于15年6月份正式创立，截止目前为止营收585个亿，归母净利润371亿。说完，苏北辰还望向上面，一脸忧愁道：还记得上次年会营收才340个亿，时间过得真快啊，总觉得上次年会好像还是在2个月前，这次居然又多赚了200多个亿。台下受邀的也有不少业内人士，饶是心态良好的王校长此时也被干破防了。时间过得能不快吗？
你 TM 上次开年度总结会议就是在2个月前。他现在充分怀疑苏北辰这货根本就没安好心，本来一次年终会就能汇报完的事情，非要分2次来刺激业内这些人。其实王校长猜的没错，苏北辰把年会拆分成2次，的确有搞别人心态的想法，为的就是告诉同行星辰控股的吸金能力，同时也在向米国证监会秀肌肉，为了去米股割韭菜做铺垫。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次年会请了不少记者，为的就是把这次年会热度炒起来。苏北辰可还惦记着各大公司的股份抽奖，这才是用系统刷任务最快的办法。什么股票期货哪有空手套白狼来的舒服？苏北辰发言完，剩下的就是明星的表演了。这次请的基本上都是员工喜欢的大牌明星，这笔开销苏北辰自然是自掏腰包承包了。一众员工知道这事，一个个感动的不行，只觉得自己遇到了神仙老板。苏北辰收获员工好评的同时，还刷了一波系统经验，这波一箭双雕算是被他玩明白了。年会进行到最后，在场能喝酒的员工基本上都没有少喝，倒不是有人硬劝，而是大家发自内心高兴，都是只干了半年，甚至还有干了几个月的就拿到了1年的年终奖。苏北辰虽然也没少喝，不过都是跟校长平分，还有自家几个高管一起喝的。年终会结束，长达9天的小长假到来，苏北辰这次没回老家，而是让父母2人来了沪上。一家3口一商量，寻思着今年在沪上过年好了，苏建南还能去看看自己弟弟，同时看看自己儿子开的公司。而网上一条最豪公司的热搜点击量疯狂暴涨，正在上网冲浪的一名大学生杨根哲也刷到了这条爆款话题，点进去一看，发现在台上说话的竟然是陈神，瞬间来了兴致。当听到今年年终奖翻倍的时候，他暗道一声牛逼，不愧是陈神。但是当他听到创立半年的星辰控股半年赚了371个亿的时候，整个人都绷不住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星辰控股旗下又扩张了不少，如果再给星辰控股1年的时间，净利润1000亿好像都不在话下。虽然比不上宇宙第一行工行的2000亿净利润，但是相信给星辰控股一点时间超过工行倒不是没有可能。杨根哲默默在评论区打上陈神牛逼4个字，不少人都跟杨根哲一样，一脸懵逼点进来，一路卧槽切出去。与此同时，苏北辰脑海里不断提示声望突破100万的提示音，因为之前脑海里老想，苏北辰直接把声望设置成每突破1次100万提醒1次，就这一会喝酒的功夫，声望就不停地响，提示自己声望已经突破100万。叮铃铃的声音吓得他以为是系统出什么 bug 了，心中默念呼出系统面板。只见声望处声望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此时正在向2000万的门槛发动冲击。迅腾股份看来这次我苏某人拿定了。什么定不定的，赶紧给你2叔倒酒。苏北辰回过神，连忙应道：哦，来了来了。苏天南看着倒酒的苏北辰，忽然调侃了一句：龙国首富给我端茶倒酒，怕是这世界上蝎子拉屎独一份吧。苏建南这回喝得有点膨胀，哼了一声：首富又怎么样，还不是我好大，别说端茶倒酒了，就是让他给我打扫卫生他也得干。苏北辰，老爹，那送机费。苏建南嗨了一声，连忙从苏北辰手里拿过茶壶。你看看你现在是龙国首富了，得多注意自己在外的形象，端茶倒水这种事情就别亲自干了。第159章，星辰半导体又火了。大年初7的下午，苏北辰把父母2人送到机场，苏母陈玲临走前更是千叮咛万嘱咐，要让苏北辰照顾好身体的同时，再给他们找个儿媳妇。知道了，妈，你们快进机场吧，别耽误了登机。最后还是苏建南一手拉着陈玲，一手跟苏北辰挥手道别。等到看不到2老影子，苏北辰才坐进车里离开。老板，接下来咱们去哪？李龙在大年初5的时候就提前回来了，虽然苏北辰给他的假期是放到初7，但是谁知道这货就是拗，非说家里该忙的事情都忙完了，闲着还不如过来给老板开车。苏北辰也能猜到李龙是怎么想的，无非就是想在自己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先去一趟星辰科技吧。对了，李龙，你妹妹上高中的事情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关系，学校就在你现在住的小区附近，到时候直接让她来吧。李龙闻言愣了一下神，随后发红的眼眶强忍着泪水，深吸了一口气。谢谢老板。他每天陪着苏北辰起早贪黑喂的，就是想让自己妹妹不跟自己一样。现在看来，自己的辛苦老板是实打实的看在眼里。星辰科技会议室内，洛夫斯基先生，合作愉快。彭总，合作愉快。2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就在刚刚，来自毛熊国的一家车企跟星辰理能签订了价值50亿的长期订单。对于新能源汽车这方面需求量甚小的毛熊国能过来跟签订数十亿的订单，其实还是多亏了彭木真的极限测试。要知道，毛熊国之所以不用新能源，当然不是他们看不上，而是毛熊国纬度的地理原因，一到冬天气温就异常的寒冷。
新能源汽车在能源方面的限制太大，比如在20多度的天，一台新能源车能跑500公里，但是在零下10度或者更低的天气，这个续航就会大打折扣。不过彭木真之前让员工对星辰电池的极限测试下，发现锂空电池不仅仅是储存容量大，其安全性以及受环境影响的能力也比普通锂电池高上数倍。当他把测试结果放到星辰锂能官网上的时候，倒是引起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询问，其中就包括了刚刚签订订单的毛熊国车企。苏董，您怎么来了？刚送走客户的彭木真一转身，发现另一栋电梯打开，自家董事长走了出来。那我走。哈哈，我没那个意思，这不是挺惊讶苏董怎么出期忽然来公司了？两人边往公司走边聊，闲着没事不知道干点什么，所以来趟公司看看。你呢？我给你放假到明天才来上班，怎么今天就来了？我也闲着没事，正好客户也要来，顺便签了个合同。看彭木真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苏北辰也猜到了几分。今年没回去过年吗？见被领导戳穿，彭木真尴尬笑了2声，跟家里面人打了个视频电话，一切都还挺好的，所以干脆就不回去了。彭木真说的倒是挺轻松，不过不难看出他也挺想念家人的。苏北辰拍了拍他的肩膀，工作再忙也要常回家看看，实在不行把家里人都接过来吧，房子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彭木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苏北辰也不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锂空电池的技术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问我，跟下面的技术人员平时也多交流沟通一下。一定的，苏董。苏北辰见星辰锂能这边没什么事，又去星辰半导体逛了一圈。倪星成昨天去了一趟上京，这几天估计都要在那边开半导体相关会议，一时半会应该是回不来。半导体实验室的其他研究员倒是一个个都在努力做着研究，甚至连苏北辰进来几人都没有察觉到。不过这都无所谓，他也只是大致巡视一圈，看没有什么问题，又静悄悄地退了出去。至于星辰科技的互联网信创方面，有吴天成和邢志一2位老员工把关，他倒是不怎么担心。回到星辰控股办公室，苏北辰坐在沙发上，心中默念了一声系统。蓝色荧幕投射在苏北辰眼前，距离主线任务完成目前只剩100亿不到的金额，估计星辰科技那边在努把利多签订几个大单子，3月份之前说不定就能完成。现在就得着手创立通讯相关的公司了。通讯业务的话，说实话有点不好办下来，毕竟牵扯到民生的事情，上面不会这么轻易就把这笔业务给自己批下来。苏北辰拿着笔在指尖疯狂转动起来，忽然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倪星成打来的电话，苏北辰直接开了免提接了起来。苏董，这次上京之旅简直收获满满啊，特别是不少车企听说了咱们能生产车载芯片之后，订单简直都接不过来。听倪星成的描述，这次半导体会议来的不少企业都是冲着星辰半导体来的，特别是汽车行业。现在造车技术虽说没有后世那么强悍，但是生产一辆车至少也需要500-600枚芯片。星辰100芯片在手机行业大杀四方的消息，他们这些车企也是略有耳闻。但是没想到星辰半导体居然转头就研究出来了车载芯片，最关键的是还有车企已经提前用上了。听比亚迪的王福说，星辰半导体的车载芯片效果是相当不错，而且价格同样是国外的1半不到。王福人缘在汽车行业算是相当不错，而且他也没道理坑别人。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来了兴趣。倪星成这大过年的电话是一刻都没停过，更是有不少公司代表人大年初3就亲自来了沪上去拜访倪星成。倪星成心想这也不是办法，正好前段时间上京那边来消息说要开展半导体相关的行业会，索性他直接发了个通告，告诉所有感兴趣的企业可以来上京一起商谈。结果可想而知，本来没什么人气的行业会瞬间一票难求，举办方更是连夜加班印票。结果这还没等会议开始，倪星成那边已经签订了至少100亿左右的订单，第160张能买的股票又少了。因为采购款还没到账的原因，系统没有判定这笔钱算是苏北辰赚的，不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苏北辰倒是不怎么在意。本以为还要大半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几天的功夫就可以完成了。不过倪星成倒是给自己提了个醒，既然通讯公司批不下来，那干脆就直接卖技术吃专利费就好了。就像现在星辰科技的互联网信创部门一样，和各大手机厂商签订合作条约，人工智能软件服务的开发不走一次买断，不过每年需要支付一定的专利费。到时候 6G 技术也可以直接走这种模式，同时向3大运营商提供 6G 通讯服务，这样也不需要自己再去跑关系消耗人情去建立一个第4运营商。他要是真这么做了，恐怕到时候不知道要动多少人的蛋糕，叶老爷子都不一定能保住他。无非就是说少赚一点钱而已，对自己来说都无关紧要。想到这，苏北辰拿出手机，本来想打给李博，转念一想，算了，点了一下赵一诺的电话。
李博好歹也是公司的总经理，老让人家去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有种起重机掉鸡毛的感觉。程思最近回了东山省老家，赵一诺本身就是沪上人，干脆直接找他了。明天帮我去注册一家通讯服务公司，名字的话就叫星辰通讯就行，更详细的内容我等会都发你手机上。接到电话的赵一诺一脸懵逼，自己不是一个市场调研的文员吗？帮忙注册公司也是自己业务范围内的。钻到被窝刷剧的赵一诺头探出被子，仔细看了一眼，来电人是苏北辰没错呀。那个苏董，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没有，一诺，我就是打给你的。等明天正式上班了，我打算把你调到秘书团里。苏北辰顿了顿，又继续讲道，这次算是让你先熟悉一下当秘书的流程。可是我，赵一诺有些犹豫，倒不是因为自己不想去当这个董秘，而是怕自己没能力给搞砸了。行了，别可是了，谁不是慢慢锻炼出来的，就当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了。毕竟赵小姐，你也不想在文员位置待一辈子吧？赵一诺听着这话，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没多想，还是同意了苏北辰的话。他也不想待在一个位置一辈子，虽然现在挣的钱确实不算少，但是比起之前跟苏北辰在一起的生活而言，压根就不够看。之前苏北辰给自己买的那些奢侈品，一个爱马仕就够花掉自己2年的工资，再让他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他自己都不甘心。见识过汹涌的大海，怎么还会瞧得上湍流的小溪？其实苏北辰一开始跟赵一诺在一起，就想到了有这一天的到来，所以干脆直接待遇拉满。他确实也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老话说得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翌日一早，苏北辰开着车来到公司，找到人事部，跟人事部林姐说了一声，就把赵一诺调到了董秘里。公司员工陆陆续续来到公司，新年新气象，从几名脸都吃圆了的员工身上不难看出来，他们这个年倒是过得挺不错。大 A 今天开盘没什么可买的东西，李博干脆直接清仓。虽然苏北辰很想让他全仓压到3大运营商里，毕竟自己6G 技术已经迫在眉睫了，不过那样就算违规内幕交易了，犯法的事情他还真不能干，不然上面估计会挺难堪。苏北辰现在不能做人工智能、通讯、半导体相关的股票，虽然打着擦边球能做锂矿或者传媒股票，但是随着星辰控股商业版图的扩大，到时候国内真的没有一直能做的股票了，到时候估摸着只能去炒外股了。苏北辰一脸苦笑，这你也看到了，不是他不想做大 A， 而是大 A 上市公司现在快一半都跟自己有关了。老李，估计以后申请下来的基金全都得挂着海外的牌照了。李博沉默了一下，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那我以后多研究一下外股吧。对了，苏董，我观察了一下，觉得在通信业务板块，听说5G 通讯技术实验室阶段好像已经取得了不小突破。所以苏北辰愣了一下，所以我打算把资金重仓到3大运营商上。李博说完，就看到苏北辰一脸便秘的样子，出声问道：苏董，逻辑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苏北辰叹了口气，你逻辑很合理，不合理的是我。今天我把赵一诺调到秘书团里了。李博脑子有点没转过来，这跟我买股票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让他去工商局创立了一家通讯公司。李博，一时间李博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本来就收缩的股票战线，现在又得砍去200家。但是公司创立新公司，他的年终奖到时候收益肯定又会上涨。年终会的时候，自己虽然没有多少月薪，但是年终奖加上期权分红高达 1.7个亿。到最后悲喜交加的李博只能从嘴里挤出了一句，我再看看还有什么股票。送走李博之后，苏北辰看了一会股票，之前元气大伤的阴股居然又开始稳住下跌了，这能行吗？这肯定不行。苏北辰心想，必须得让小日子尝尝记性，这狗日的将来往大海里排提污水的事情在后世可是闹得沸沸扬扬，到时候必须得给他们头上架一把金融的镰刀，敢排苏北辰就敢让他们国家破产那种。股市狙击的作用不大，不管在股市上收割多少次，最后还是会有机构出面接手稳住局面，到时候再出现利好政策，调动股民积极性，股市还会重新冲上去。所以说这次必须要做到斩草除根。既然在股票上面的路子行不通，那就在小日子国债和外汇上做点手段，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唤醒他们当年泡沫经济爆炸的回忆。第161章，真是个狼人。这次做空小日子国债和外汇的事情知道的人不能多，不然到时候撕破脸皮确实是个麻烦事。现在星辰控股还没有能力对抗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过苏北辰相信这次事情之后恐怕就差不多了。自己手里目前的资金不算上长期订单的话，大概能有个300亿左右，换算成樱花币差不多6000个亿，这里汇率按1.20分方便计算。而16年樱花国国债全年交易总量达到13200亿樱花币，自己这6000亿砸进去其实影响挺大的，但是根本达不成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得找点胆子大的 LP 当帮手。拿出手机约上秦芬、方圆海几人。
苏北辰忽然又想到了一个专门做空音鼓的疯子，请问是埃里克先生吗？远在大洋彼岸的华尔街唐纳德大厦，60多岁的川建国同志一手拿着米式汉堡，另一手喝着高糖可乐。埃里克，你应该听我的，好好去把你的博士读完，而不是天天坐在电脑面前玩那些红绿线条。老爹，你根本不懂金融的魅力，每次 K 线的条约都像是美妙的音符。川建国不以为然，他本身就不怎么喜欢这些虚无缥缈的金融业，还是他的实体业比较能让他安心。叮叮叮，刺耳的电话声响起，埃里克直接接起桌上的座机。请问是埃里克先生吗？埃里克对这个声音有些熟悉，但是想不起来是谁。是我，请问您是？我们去年在沪上刚见过面，埃里克先生就忘记了吗？沪上，龙国。埃里克猛然间想起，声音都有些激动。您是苏先生？看来是想起来了，我最近对樱花国。川建国硬是看着自己二儿子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一开始情绪还好，越打到后面越激动，他都害怕下一秒自己儿子开心的晕过去。埃里克，你刚刚在跟谁打电话？埃里克深呼吸2口气，显然亢奋的心情还没有过去。埃里克又把刚刚电话里的内容跟自己老爹说了一遍。川建国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下，问道：你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这么兴奋。埃里克用双手搓了一把脸，试图让自己再冷静一点。老爹，如果这次做成了，唐纳德家族成为老钱家族根本就不是梦，甚至您竞选总统的事情说不定。埃里克话没说完，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川建国说实话听到后面他也心动了，虽然嘴上说着瞧不起金融业，但是如果实打实能让家族成为老钱家族，那也不是不能喜欢。这个事情我需要再考虑考虑，反正那边也需要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埃里克见自己老爹松口，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这件事应该是有戏。他听完苏北辰脑洞大开的计划的时候，整个人兴奋的肾上腺素疯狂分泌，他简直不敢相信苏北辰的胆子居然能这么大，居然想重启当年的某场协议的盛况。埃里克一直以为自己收割小日子算狠的了，结果现在来个狼人比他还狠一点，直接打算斩草除根。几天时间过去，川建国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直接变卖掉在樱花营做唯一的一栋写字楼，同时把家族里能调用的钱财转到唐纳德基金名下。因为基金是私募的性质，这次资产的调动倒是没有人注意到。反观苏北辰这边，上次跟秦芬和方圆海几人聊了这件事情，秦芬也是回去思索，再三决定拿出50亿跟着苏北辰搏一搏。方圆海和校长两人各拿出来25个亿，卖超没他们现金流那么多，但是也从家里拿出来了10个亿，一共110个亿就这么悄悄转移到了星辰控股名下。关于这个计划，也是由自己二叔和叶老爷子传达给了上面。苏天南得到答案之后，只是给他闭了一只眼睛。苏北辰得到想要的答案，就敢更放开手脚去做了。除了手里这些钱，还从银行那边直接贷了90个亿，凑够了500个亿。这已经是上面能给他做的极限了，资金量再大的话，总会被察觉到。不过苏北辰已经很满足了，1万亿的樱花币，再配合上唐纳德家族，足够偷小日子一个出其不意了。先前在世界各地创立不少金融公司，现在终于能派上用场了。1万亿樱花币的资金很快分散到不同的金融公司上，而唐纳德那边压根就没想过这么做，毕竟作为自己的儿子去收割怎么了？时间很快来到计划开始那天，埃里克，今天先买入10个亿樱花币的樱花国国债，算是响应一下最新出台的政策。收到。自从上一任首相倒台之后，山内康司就暂时接替了代首相的职位。说是代首相，其实就已经内定好了。新官上任3把火，山内康司刚上任就开始整治樱花国经济，先是出台了出口的宽松政策，刺激出口贸易，再就是上调了国债利率，更进一步推动了出口产业。这2条政策组合拳一出，出口订单数10倍的开始往上增长。我就说安田那混蛋肯定搞不懂经济，只有出口才是为国家增添收益的唯一途径。山内康司坐在首相府，一脸不屑吐槽着前任首相。与此同时，国债利率的上调更是刺激了不少投资者纷纷买入，当天的成交量就比往日多出来了至少20%。不少银行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加息，毕竟国债都上调了，你银行再没点表示，谁还存钱进去啊？一系列的行动让樱花币汇率也在全球暴涨。接下来一连7天的时间里，樱花国外汇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一个劲的向上冲刺。就拿龙国币兑换樱花币举例，1周前还是1.20分，到了今天已经来到1.17分了。樱花币的疯狂升值，让一众搞出口贸易的公司一脸懵逼。不是说好要利好出口吗？你汇率疯狂升值算个什么事儿？第162章计划开始。哪怕民间不少出口企业都在抗议汇率暴涨的事情，山内康司也是无动于衷。
本来樱花国就是一个靠着进口为生的国家，现在汇率涨上去了，自然更大利好进口。至于你们那边出口企业，暂时还是先忍一忍吧。樱花国那边最近民众嘴里喊着什么再度崛起的口号，活生生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看着就 TM 来气。秦芬坐在苏北辰办公室里，点燃一根香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秦芬这次投了算是大头，50个亿的现金怎么都要多上点心，也得亏他家里做的生意实在傲道，不然还真的拿不出来。所以说这群人就是单纯记吃不记打，之前阴股冲那么高，照样还是不断有人冲进去接盘。苏北辰冷笑一声，这次同理，不过冲进去接盘的却是小日子的政府。如果真的樱花国国债被拉升到高位，到时候就不是能不能接住盘的问题了，恐怕整个樱花国经济都得被带崩。接下来的几天，苏北辰和埃里克每天买入樱花国国债的数量不断增长，从第一天的10亿到现在一天的100亿。埃里克具体买入了多少国债不清楚，但是苏北辰这里已经打进去了快2000多亿樱花币。樱花币汇率继续提升，已经从 1.17 分上升到了 1.15 分的比例。而作为前经济文部省大臣的山内康司此时也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他也发现了汇率波动的太不对劲了。按道理来说，国债利率小幅度上调对汇率影响并不是说特别大，最多影响几个点就差不多了。但是这次上调居然硬生生把汇率拉了几十个点，事到如今再去呼吁机构银行不要买入国债，压根就不可能。身为资本主义的国家，银行最大决策人自然不是樱花国政府，而是私人财团。赚钱的事情你下命令不让人家去干了，你看人家理不理你？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山内康司越想越慌，总觉得好像当年泡沫经济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他只能硬着头皮祈求里面的资金没有恶意做空的存在。现在国债里的资金除了银行、保险之外，房地产、教育、养老、医疗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在里面。本来就是低利率国家，现在忽然有个收益还算不错的地方，资金肯定挤破头皮都要钻进来。所以说山内康司根本不想国债真的要被恶意做空的话，恐怕他这个临时首相也要做到头了。不过显然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想象中最差的结果一样，又是1星期的时间过去，即便是采取了一些小动作的樱花国政府也没能遏制住汇率的暴涨。此时樱花币汇率已经来到 1.13 分，国债成交量已经快达到了去年的全年的一半。已经有些嗅觉敏锐的银行家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甚至都已经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差不多了，我空单已经布置完成。苏北辰看着离收盘还有2个小时的樱花国国债，呼出一条白色长龙，那就开始吧。说完直接开始疯狂抛售起来国债。一些樱花国的银行家也注意到了大笔卖单不计成本的疯狂向下砸盘，马上就让手下也开始抢跑。一时间本来每天稳定涨幅0点几个点的国债开始疯狂向下跳水。山内康司也许是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刻，马上拿出国库里的资金和空方形成对手盘，试图维持着国债不向下掉去。不过显然他还是低估了空方的决心。混蛋，简直就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他们这是疯了吗？山内康司开始有些害怕了。一开始这些人还只是几亿日元往外砸，现在已经是几百亿开始往下砸，而且时不时还会出现1-2个千亿的大单子。山内康司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等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国债已经收盘，屏幕上的 K 线让他看完差点没有直接晕过去，负 2.74%。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债其实本质上就和外汇玩法一模一样，开着数倍的高额杠杆，每天哪怕是只有0点几的细微波动，反馈到杠杆上就好几个百分比。而今天这个波动幅度，恐怕不少买入的大资金都已经腰斩了。现在的他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当初要毛遂自荐当这个代理首相。果不其然，桌上座机响了起来。山内康司咽了一口唾沫，右手颤颤巍巍地伸了过去。刚接起电话，对方破口大骂的声音就传入耳中。此时的他哪还有一点当初上任时候的样子，除了樱花国绝活儿点头哈腰之外就是道歉。刚挂完电话，还没过3秒钟再次响了起来。所以说这次不仅仅是我们，连米国政府都在抛售。苏北辰一脸不可思议，下午针对樱花国国债的恶意做空，没想到米国政府都掺了一脚进来。不过也是，下午卖的那么猛都没有卖完手里的多单，估摸着抢跑的人不是。看了一眼空单的盈利，此时开的10倍的空单已经盈利 27% 了。要知道这可是250个亿龙国币的空单，而且这波还不算完。今天控制住樱花国国债下跌的可不是对手盘，而是收盘时间到了。现在苏北辰手里目前还有2000个亿的樱花币国债，虽然说亏损 3%， 但是在巨大的盈利面前，这点小损失根本不用在意。远在大洋彼岸的埃里克此时也是兴奋的双眼发红，他比苏北辰更加激进一点，空单直接开了20倍，投入资金倒是和苏北辰大差不差，换算成樱花币差不多也是1万亿左右。
因为时差的原因，米国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平常作息还算正常的川建国，此时也在唐纳德大厦里陪着自己儿子一起看盘。虽然对金融交易相关的项目，他只能看明白最简单的股票，但是从自己儿子兴奋到发红的双眼，不难看出今天晚上应该是赚钱了。但是当他得知一晚上赚到了将近20亿美元的时候，他整个人激动的差点抽了过去。第163章，计划开始。翌日，当山内康司再次走进首相府，坐在座位上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今天。从昨晚到现在，哪怕他闭上眼，脑海里感觉都能听到谩骂声。也许今天国债能涨回来呢？也不知道他脑海里怎么忽然会蹦出这样的想法。抱着所谓的期待，一直静等到国债开盘。但是接下来的一幕直接把他打入地狱。刚开盘还没有5分钟的时间，国债再次开始被疯狂抛售。这次很多反应慢的银行已经开始着急了，疯狂开始再次买入，试图阻挡住卖单的步伐。但是更多的大财阀虽然嘴上一直说着对抗空单，但是背地里也在给自己止损，疯狂割肉。对于他们来说，割肉远比爆仓要好得多。只有一些小银行和保险还在不停填着单子，试图抵抗着这波卖单洪流。但是显然仅靠他们手里这点资金显得有些螳臂当车了。很快卖单又一次冲破防线，国债直直向下跳去。先是银行割肉，现在反应慢的保险也开始割肉，甚至不需要苏北辰再去砸盘，这些人自己就开始顶不住了。房地产、养老2个行业倒不是不想割肉止损，而是2家都跟政府签订的长期国债合同，现在他们根本就操作不了，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一路向下的国债。每一次 K 线的下跌都能让他们眼睛里的希望灰暗一点。然而幸运女神好像偏偏没有眷顾他们一样，直到下午收盘，国债都没有止住亏损，负 3.49%。2天连续暴跌6个点的国债，这颗雷终究是埋不住了。一时间，全球各个国家都开始向樱花国提出质疑，怀疑樱花国在故意做空自家国债，收割全球其他政府资金。毕竟樱花国国债和外汇在全球投资者眼里就是一个最稳定的理财产品，也算是一个规避金融风险的地方。结果现在可倒好，你2天给我暴跌6个点，知道的是国债，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买的是股票。不过龙国和米国这次倒是没有出声，这让不少国家起了点疑心。但是龙国也是身子正不怕影子斜，直接表示了早在去年就抛售完了樱花国国债，今天见樱花国国债那个样子，为了保险起见又抛售了一些樱花币外汇。其他国家一看人家做的确实没毛病，倒是洗去了嫌疑。但是米国政府那边表现就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米国财务部部长以涉嫌机密为由不予以财政的公开，其他国家见状什么话也都没敢说，没看航母都开出来了吗？一向喜欢对米国的毛熊倒是这次没怎么太说话，本来就是看樱花国和米国不顺眼的毛熊，自然不可能买樱花国国债和樱花币外汇储备。不过虽然没说话，但是丝毫不影响人家拱火。毛熊，我觉得樱花国这次大肆做空国债背后肯定有某国资本的参与，具体是哪个国家，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不过你们也只能忍着。其他几个国家听到这话更气了，不敢对米国撒气，那就拿他儿子小八嘎出气。一时间不少国家直接拒绝进口樱花国出口的产品，还有不少国家直接打算驱逐樱花国的大使馆。至于谴责公告的新闻，都已经快刷屏各个新闻报社了。山内康司心里有苦说不出，自己只是做了个小动作，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债会忽然崩盘了。还有那些国家发的谴责公告内容，你们要不要仔细看看再发呀？什么叫樱花国联合某国恶意做空国债啊？他是有什么大病，自己割自己肉给米国吃是吗？公告都已经发了出来，不可能再让别人更改，哪怕大家都知道你不可能这么做。既然米国他们不敢说，他们就拿樱花国撒气。到了第3天收盘，国债已经彻底不需要苏北辰来砸盘了，全球基本都在抛售，索性开盘就直接把剩下的1000多亿樱花币直接全部抛售了。截止第3天收盘，樱花国国债以负 4.11% 结束了连跌的一天。当天晚上就有不少小企业发出破产申请的公告，这些基本上就是开了杠杆硬扛的小银行和保险业。到第4天国债收盘的时候，终于有些中等企业和地方银行开始扛不住。周五最后一天收盘的时候，终于樱花国的一家大型信用金库宣布破产清算，而这就像个信号一样，纷纷各家中小保险银行业开始申请破产清算。现在场上能活着的就剩几家大型银行和杠杆倍数低的房地产企业。与之相对的，樱花国外汇也开始疯狂暴跌，从1周前的 1.13 分一路连跌到 1.22 分，这让持有樱花国国债和外汇的国家简直像吃了屎一样难受。前几天涨的时候很开心，但是谁知道几天时间就打回原形。他们已经很努力在抛售了，但是市场上接盘的人就那么多，再加上樱花国出台的狗屁规定，每次抛售最低价只能选择比买一低3个档位的价格。就比如这个国债买1是1块钱，
你卖出的话不可以卖5角钱，只能卖0.97，所以就导致他们得不停撤单挂单，卖出的效率更是差到离谱。有人欢喜，有人愁。除了那群做空的米国资本和政府之外，应该就是苏北辰了。目前账上空单净利润已经来到了 160%， 扣除掉一开始亏损的资金，现在至少有 140% 的净利润。具体赚了多少钱他也没有细看，打算到时候平仓了给自己一个惊喜。看这个架势，估摸着下周还得继续向下跌，还真可能比之前某场协议还要恐怖啊。那樱花国政府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吗？就比如超级激进的加息、防止贬值之类的操作。秦芬在一旁出声问道，如果他们真敢这么做，那从发达国家退化成旅游大国指日可待了。真要像秦芬说的那样，苏北辰还巴不得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的下场就是货币失信，就跟当年暹罗一样，一旦货币失信，迎接他们的就是疯狂贬值。不过苏北辰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至于到最后小日子会不会像当年的暹罗一样，从一个小强国被做空成旅游国家，他也挺好奇的。第164章，多米诺骨牌倒塌。可能是最近苏北辰运气不错，连续3天的签到都是钻石宝箱奖励，2级人才卡，1个亿现金，外加了一家机械公司 12% 的股份。除了现金之外，其他2个倒还是挺不错。那家机械公司每年的分红倒是挺给劲，差不多到自己手里能有个小1个亿。2级人才卡的使用，苏北辰没有多想，直接捏给了星辰通讯。这几天光顾着做空樱花国国债，基本上没时间看主线任务进度。周五收盘之后打开，发现任务居然已经完成了，整整1000个小目标，花了自己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其中一大半的利润都是星辰半导体提供的，其次就是星辰锂能，反倒是现在金融市贡献利润最少的了。所以说科技强国这句话真不是盖的。心中默念了一句系统，蓝色的荧幕再一次出现在了苏北辰眼前。主线任务2/3已完成。6G 通讯技术模块全套1，人才招募卡购买已解锁。主线任务3/3，公司收购市值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公司5家05。系统，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神？苏北辰话还没有讲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啊，脑袋好痒，我要长脑子。系统，苏北辰觉得时间好像过了1个世纪之久，一行行公式代码在自己脑海中闪过。等他再睁开双眼的时候，才发现时间刚刚过去不到10分钟。苏北辰缓过来之后，为了验证系统给予自己的知识，他随便找了个通讯技术代码开源的网站，只是大致扫了几眼，就发现曾经这些看着像天文知识一样的内容，现在居然就像1+1这么简单。甚至他还可以更进一步去简化这些代码，使整个式子更高效化。苏北辰也试着自己打开编程软件，写了几行代码，不过结果倒是不怎么尽人意。倒不是说苏北辰脑子里知识不完善之类的，而是自己手指没有前世程序员打代码那种肌肉记忆，就好像大脑说我懂了，然后双手直接来句你懂个屁一样。这套技术核心代码还是得靠自己码出来，实在不行就做康复训练，锻炼一下手指的灵活度。说干就干，反正国债已经收盘了，闲着也是闲着。苏北辰从下午开始一直锻炼到晚上11点半，下午6点左右的时间，要不是程思来给自己送饭，估摸着这顿又饿过去了。从一开始的声色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经过几个小时的突击训练，到最后甚至已经可以做到连贯的盲打，就是在正确率上面有点感人。不过这都不重要，可能是将近满级体质的原因，苏北辰只用短短半天的时间就恢复到了上辈子初入职场的水平。相信再给他几天时间，就差不多可以彻底恢复到前世水平，甚至说不定还能超过前世。苏北辰看已经晚上11点半了，起身伸了个懒腰，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今天加班的人倒是不多，只有3个海外市场部的人，估摸着是看自己没走，他们几个也没想着走。不过这3个人的确在认真加班，调研书都已经写满了2-3页，并不是说为了要那点加班费在公司浑水摸鱼。星辰控股的海外市场部门的员工一般都是跟正常人作息不太一样，因为时差的缘故，欧米股市、期货、国债都是在晚上开盘，所以几人基本上都是白天在家里休息，晚上来公司工作。辛苦是确实辛苦，不过工资也是真的高，比起正常底层员工的月薪2至3万而言，他们这群人得翻个2倍还要多。走出大厦，苏北辰望着陆家嘴灯火通明的写字楼，再次感慨了一句：真是金融永不眠。苏北辰到家之后，因为时间已经挺晚了，想着就洗睡了。结果洗完到屋里，就发现程思正穿着一身战袍在等着自己，甚至屋里的灯光都调成了柔和的粉红色。苏北辰眯起双眼看着程思，随即正气凛然道：大胆妖孽，深夜作妖，看老衲让你显出原形。和龙国仅差1个小时时差的樱花国，此时哪怕是深夜，
也有不少民众在首相府前举旗抗议。原因倒不是因为国债和外汇的问题，而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失业了。因为国债被全球疯狂抛售的原因，导致不少开着杠杆理财的企业纷纷爆仓。据统计数据来看，这一周申请破产的企业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已经高达数千家之多，其中就不乏一些员工近万人的大型企业。木村建筑算是里面一家从业人数较多的大型房地产公司。因为当初公司手里没有项目，索性直接把账上资金存进去了一半到樱花国发行的国债中去。随着后来的暴雷事件出现，本来就开着10倍杠杆的木村建筑又是过于贪婪，总想着政府肯定会出面干涉，到时候一定会回本。后面政府确实去干涉了，但是回本倒是没等到，却等来了更恐怖的暴跌。等到木村建筑意识到不对，想止损掉手中的国债的时候，却因为樱花国出台的国债交易政策压根就没跑掉多少，直接惨遭平仓，资金链几乎是直接断裂，甚至公司剩余的钱连员工的基本工资都开不出来，当即直接宣布了破产，公司员工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工作。而像木村建筑这样的情况在全樱花国到处都在上演，不少小公司是把钱放入了银行，但是因为银行也受到这次国债事件的牵连，可以说压根就取不出来钱，公司一看公账上钱1分都没有了，那搞个毛啊，还没等他们起诉银行，人家直接抢先一步宣布破产了。所以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当头部倒下的那一刻，引发的蝴蝶效应是相当恐怖。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像一场无情的风暴席卷而来，将半个多月之前樱花国繁荣的巅峰摧毁到了谷底。第165章，拉个挡箭牌。樱花国首相府前抗议，100年公司接连倒闭，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震惊某国民众居然半夜在首相府前做这种事。UC 震惊部在16年还是相当吃香，各种带着文字暗示的标题在浏览器网页上层出不穷，哪怕一次又一次上当的网友，下次看到了依然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心点进去。饶是苏北辰此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这山内康司抗压能力倒是挺强，这都能顶得住。按理来说，这时候不应该甩锅加补偿吗？哦，也对，这次动手的是他老子米国，不敢大声说话罢了。这次苏北辰拉上唐纳德集团做空樱花国国债，并不是因为有好事就得拉着人一起分享的圣母行为。首先是自己资金不足以砸出全球恐慌的效果，所以要拉上一个资金量庞大的财团一起做一波合力。其次就是他知道川建国同志现在肯定需要一大笔钱，因为16年米国总统大选的日子又要到了。众所周知，米国当总统的条件自然就是谁钱多谁就可以坐上去。所以为了这次行动可以万无一失，川建国10有8九把做空樱花国国债这波事情有意无意告诉了米国各大财团，以求合力。本身就是一块大肉，这些豺狼嗅到味儿还不得扑上来狠狠咬几口。当年暹罗那顿肉他们可是吃得盆满钵满。这最后一点嘛，自然是苏北辰给自己找个挡箭牌。即使到最后樱花国发现了星辰控股做空樱花国国债的事情，那也不敢多说什么，毕竟全球都在做空抛售你家国债，你只找我麻烦什么意思？要不要拉个航母到你家门口转一圈？哪怕是周六周日双休日，樱花国首相府门口聚集的民众也未曾散去，反倒是越聚越多。山内康司双眼通红，血丝遍布的眼球微微外凸着，原本竖得油光发亮的大背头此时也无力地耷拉在脑门上。心力交瘁4个字拿来形容他倒是挺不错。他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哪怕把电话放到了秘书的房间里，自己坐在办公室中照样还是可以听见。咔嚓！山内康司拼命按住自己右手，不让自己继续发抖。刚刚端起的水杯此时已经在地上被摔得4分5裂。首相您没事吧？门外2个安保人员闻声立马冲了进来。山内康司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我没事，不小心把杯子碰掉了，你们先出去吧。2名安保人员相视一眼，点了点头，退出了房间。山内康司阴冷地看着2名安保人员关上的房门，到底是保护还是监视他比谁都明白。周日晚上6点，一众樱花国财团代表人聚集在一间会议室中。山田阁下，我认为我们是时候联合起来了抗压了，不然迟早要被其他资本给瓜分殆尽。一名留着披肩长发的中年人率先发言，被其称呼为山田的男人摘下戴着的眼镜，细细拿布擦拭着。三鹰先生，请注意不要说错了，是你们不是我。三鹰卫还没说话，坐在他一旁的三井代表人铃木长夫拍桌子，直接低声怒喝道：山田和志，如果国债和外汇继续被这么抛售下去，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我都说了是你们，你是听不懂话吗？山田和志眯起双眼盯着铃木长夫，我手里的是美金，樱花币暴跌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再纠正一遍，我叫大卫埃德森，谢谢。你，铃木长夫还想说点什么，就被一旁的三鹰卫给拉住，摇了摇头。铃木冷哼一声，对这个像神棍的家伙他是一点都不感冒，
哪怕他在华尔街确实像有点名气。三英卫转头对着刚刚说话的山田和志说道：“山大卫，埃德森阁下，请问你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出手？你为什么会断定我会出手？”三英卫继续低着头没有抬起来。您如果不想帮忙，就不会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这里，所以我还是希望您能给出一个条件。我还是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讲话，省心省力的多好。旋即山田和志张开右手，竖起3个指头，去年30%银行的分红。山田和志话还没说完，其他几家财团直接拍桌而起。30%？你是疯了吗？三英部长，我觉得还是算了，这条件我们接受不了。疯子！会场中顿时响起谩骂声，甚至有的人做事就要离开。但是山田和志依旧是不紧不慢，甚至还有闲工夫喝上2口茶叶。差不多说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众人见山田和志一直不说，自己也就懒得说了。怎么停了？你们继续吵，再闹一会。山田和志熄屏手机，抬头环视了四周一圈人的丑恶嘴脸。哎，还想着你们能继续说个1晚上呢，正好等第2天国债开盘继续看跳水表演。一想到明天又要开盘国债了，一群人都很默契地闭上嘴巴，刚刚起身要走的人也落座回了位置。一句话倒是让在场的人冷静了下来。山田和志说的其实很对，本身人家就是靠做金融在华尔街起家，赚的都是美金，自然不会去关心樱花币到底跌成什么样子了。而且他们真的等不起了。可以说现在樱花国除了他们在场的几家大型金融企业活着之外，基本上跟金融沾边或者像木村建筑一样把钱存在地方银行的公司，基本上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可是去年银行30%的利润，他们拿出来不说伤筋动骨，至少也是一波大出血。有的企业说不定还要董事会集体卖股份换钱才能套出来。会场安静的只能听到山田和志不停喝咖啡的声音。三英卫作为新的经济大臣，自然是希望几家联合起来给国债做个缓冲，至少不能再继续下跌下去了。如果眼前这个山田和志真的能像说的一样，作为媒介直接跟米国几大财团正面沟通就好了。全球抛售外汇和国债中，米国这次终于又做到了第一。第166章病急投错医。我同意。坐在角落里的一家关系最大的银行家先顶不住压力发了话。有了第一个，自然就会有第2个人出现。我也同意。一轮表态下来，只剩30和三井2家樱花国第1、第2的财团没有讲话。2位如果不同意的话，全当你们放弃了这次选择。山田和志起身看了一眼手上劳力士腕表，天色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一看山田和志要走，几名银行家终于坐不住了。叫我们来的也是你们2家，现在拖着不表态的又是你们2家，到底什么意思啊？混蛋！如果不表态，大家都要玩完，仅凭我们手中的钱根本就挡不住外面的海啸。一群人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次在会场响起。高高在上的银行家和财团们此时就像是菜市场街头吵架的大妈一样。够了！三井代表人铃木长夫右手握拳捶了一下桌子。你们既然愿意相信，那你们就去吧，在下恕不奉陪。你什么意思啊？三英卫也起身，眉头紧锁看着面前的铃木。铃木先生，你是不相信我从米国华尔街请来的人吗？铃木长夫扑哧一笑，一国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您找到了一个金融家就可以解决，未免太好笑了一些。话说完，直接推开会议室门，扬长而去。30的代表人算是比较客气，跟在场的众人还鞠了一躬，才退了出去，只留下了在场一众人面面相觑。时间回到周一，樱花国国债再次开盘，受周6、周日各国继续抛售外汇的影响，国债刚开盘就继续被按在水下。大卫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出手？我刚到米国，马不停蹄就在去华尔街的路上，很快就会出手，你们坚持一下。过了半个小时，国债又创了历史价格新低，同时汇率来到了 1.27 分。大卫先生，我已经在跟这些财团谈了，很快就会出结果，你们不要着急。1个小时过去，国债继续向下，已经来到了负 3%。这次还不等他们给山田和志打过去电话，那边倒是主动打来了。对不起各位，看来米国财团并不是很愿意松口，建议你们还是尽快找好退路，有缘再会。嘟嘟嘟，电话忙音在会议室内响起，一众人即使反应再慢，也知道自己被骗了。哈哈哈，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人相信这种东西？找金融家来救自己，还不如在网上发布个众筹，都比这靠谱。秦风看到樱花国那边传来的丑闻，顿时笑得合不拢嘴。病急投错医呗。苏北辰弹了弹烟灰，那种情况放在谁身上，谁都会慌不择路。如果说正常的金融危机扛一扛，也许就能过去了。但是这次不同，全球一起做空樱花国，饶是阅历再丰富的企业家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据樱花国媒体报道，此次金融危机将会造成至少数百万人失业，不排除情况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电视上的专题报道不停地播放着。苏北辰知道那些数字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也许可能是家道中落，
又或许是流浪街头，甚至有可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他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同情流露出来。要怪，就怪他们祖先当初那些罪行吧。一直到收盘，国债的 K 线就没有向上反弹一下，一路向下走，成功在收盘刹住车，以负 4.5% 全天最低收盘价结束。不光是周一一天，接下来的周二到周五的时间里，皆是全天最低价收盘结束。周五收盘结束，苏北辰直接平掉手中的全部仓位，扣除手续费以及还给银行连本带息的95亿和校长他们几人出的钱之后，到苏北辰手里整整1750个亿，这应该算是自己重生以来赚的最大的一笔钱。检测宿主第一次赚取1000亿目标，达成传奇成就。传奇成就奖励已发放到邮件中，请注意查收。苏北辰先是一愣，随后狂喜，连忙换出系统界面，点开右上角的邮件，点击获取奖励。传奇成就奖励 X 级收购卡1，称号传奇猎手1。看到前面的收购卡，倒是勾起了苏北辰的回忆。半年前自己还想着靠收购卡收购一大堆店铺，然后直接过上养老的日子。之后宝箱里确实也开出来了不少收购卡，不过品级倒是很低，直接就给用了。这么算下来，自己名下好像确实有不少店铺。不过 X 级的收购卡倒还是第一次见。X 级收购卡指定或随机收购一家市值小于500亿的企业。怎么了？看某破呢？秦芬一脸好奇看着倒吸一口冷气的苏北辰，没有理会在一旁刷直播的秦芬。苏北辰正在心中询问系统：系统 X 级收购卡这个500亿市值以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对于未上市的公司，按照3年平均市盈率的10倍估值进行评判。比如该公司连续3年净利润达到10个亿，那么该公司估值就会判定为100亿。那上市公司的判断标准呢？按照当前股市中的市值进行判定，注意市盈率达到50以上的公司估值不予以判定。苏北辰不可察觉的微微点了头。后面那句话倒是挺有意思，市盈率达到50以上的公司不予以判定。不过也是，大 A 很多公司的市值都给你干的虚高，什么净利润1000万不到，股价直接连着给你翻个4倍，市盈率干到数百的股比比皆是。那如果公司股价跌落到500亿以下，照样可以完成收购吗？可以。苏北辰忽然笑了起来，脑海中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陈哥，你……秦芬欲言又止。光这一会，苏北辰就对着黑屏的显示器变换了几个表情，多少有点让他感觉毛骨悚然的。没事，我就是想到了开心的事情。忽然，苏北辰一拍脑袋：哦，我都差点忘了，这次计划已经结束了。你们投的钱扣掉当初约定好的手续费，大概也就翻了5倍。第167章，肖申克的救赎。秦芬兴奋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星辰控股的，哪怕坐上商务车手都激动的发抖。5倍，整整5倍。要知道他当初可是投了50个亿，翻5倍的话250个亿。虽然数有点不好听，但是那可是实打实的钱啊。他家是有钱，但是还到不了能拿出来250个亿的程度。单单是这250个亿的利息都够他几辈子花了。秦芬估摸着自己今晚算是睡不着了。不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睡不着。掏出手机找到王校长的微讯，直接一个语音电话打了过去。反观苏北辰倒还好，也就在公司那会兴奋了一阵，到家之后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了。见钱见多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了。刚刚系统还给了自己一个称号，刚刚开车还没来得及看，换出蓝色荧幕的系统点开个人背包，称号传奇猎手，佩戴之后体质+1，健康+1，魅力+1。你总是与大家与众不同，割的韭菜都是一个国家。有点东西，但是不多。不过总归能增强3维属性，倒还算不错。点击佩戴之后，苏北辰只觉得一股小小的暖流流入身子，在体内循环了1周之后，在腰子处停留了下来。肖申克的救赎，他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身体里好像有发泄不完的精力一样。看了一眼坐在一旁刷剧的程思，苏北辰轻轻附他在耳边低声道：晚上把柯雪和莫小萌一起喊过来吧。程思瞪大双眼，倒不是他接受不了，而是在怀疑苏北辰到底能不能顶得住。但是晚上的苏北辰告诉了他答案，不仅顶得住，而且非常顶。虽然一夜鏖战，但是苏北辰第二天依旧像往常一样神采奕奕出现在办公室中。苏北辰活动了一下身子，不得不说这一点的体质是真的猛，倒是他小瞧这一点体质的加成了。如果体质真的达到满级100点，他觉得自己真的能一人战群雄。今天虽说是平日，但是刚做完樱花国国债那么大一个盘子，总归要给自己放个假。双脚翘到办公桌上，整个人往老板椅上一靠，拿出手机刷起了抖音短视频。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星辰娱乐的影响，现在的抖音风格居然颇有5年的感觉。再加上监管力度没有那么大，
不少短视频女博主更是让不少宅男大饱眼福。而直播和小黄车带货功能也是提前上架。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苏北辰的提议。张明自从发现了和苏北辰的一些观点和想法都是不谋而合之后，平常没事也是经常找苏北辰私下聊天。在一次谈话的过程中，苏北辰提了一嘴 B2C 的电商交易模式，让张明很感兴趣。通过商家找网红带货，向观看短视频的粉丝群体推销，就像是一些大的品牌企业找明星当代言人一样。进一步讨论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之后，张明更是连夜买了机票飞回了上京总部。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抖音加班加点的完成小黄车和直播的测试。到现在为止，推出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取得的成绩还算是挺不错。已经有不少中小商家都开始找各种网红合作，其中唯一一个跟各大品牌有合作的网红就是星辰娱乐的李佳琦了。一开始只是老东家欧莱雅来给苏北辰祝贺一下，想着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代言费送给苏北辰。结果这个顺水人情的举动，直接把沪上欧莱雅这个月的业绩给干超了3倍，甚至亚太区的欧莱雅总裁都被惊动了，亲自来了沪上调查情况。一问才得知，原来只是公司请了一个所谓的抖音美妆网红给自己做了2场直播，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亚太总裁发现这其中的商机，大手一挥，直接拨了1000万的巨款，加上10%的利润分成给了星辰娱乐。要求很简单，继续让李佳琦为他们带2次货，不过需要想办法继续把热度捧高点。对于炒作这种事情，麦超表示这都不是问题，自己在娱乐圈混了几年，早就玩得明明白白。今天晚上李佳琦会直播欧莱雅专卖场，热度虽然我已经炒起来了，但是还得靠陈哥跟抖音那边打打招呼，看看能不能多给点推荐。苏北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星巴克的拿铁，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直播前的准备让他好好做一下，避免出现直播失误。麦超点点头，肯定的，这算是星辰娱乐打响的第1枪了，这一仗必须得打得漂亮。苏北辰见没自己什么事了，起身打算去一趟星辰科技看看。走出公司大门，苏北辰制止了准备送自己的麦超，别送了，赶快去忙公司的事情吧，都是兄弟客气什么。麦超也没继续客气，点了点头，转身回了公司，继续忙碌起来。自从人才招募卡可以购买之后，苏北辰每个公司都捏了一张3级的人才卡。当然与之相对的，自己攒起来的声望又消耗了500万点，距离套现讯腾公司的股份又远了一点。不过一张3级人才卡花100万声望是真的值得，出身就带着30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可以直接掌握系统传输给苏北辰的知识。比如6G 通讯技术而言，如果只是2级人才或者人脉卡捏出来的人物，他们就需要重新自己研究一遍苏北辰给予他们的技术。但是3级人才就不需要，直接通过系统把自己脑海里现有的部分技术或者理念可以直接共享过去。现在可以说公司已经完全不需要苏北辰再去操心，安安心心当个甩手掌柜就没有问题。苏北辰看了一圈子公司后，又返回了星辰控股。李博现在不在公司，应该是去忙着跑投资业务了。星辰混合基金在大 A 目前已经是完全空仓的状态了，公司涉及太多上市板块，交易难度实在太大了，所以索性直接空仓。按照李博的计划，等下个月再去转战韩股和米股。至于为什么不去英股，没看人家现在经济再次崩盘了吗？第168章科技专栏解锁。樱花币的外汇已经彻底崩盘，不说失去信用，不信用一说吧，单纯是汇率都已经暴跌到 1.44 分。以前在樱花国买一件1000英币的衣服，汇率1.20的时候可能需要50龙国币，但是现在只需要25都不到。很多游客见此都想着钻空子来樱花国买一些奢侈品回去倒卖，一手赚钱。但是还没等他们计划实施，就见各大奢侈品珠宝之类的品牌直接宣布暂时闭店，具体开店时间是情况而定。一群人的倒爷梦直接心碎了。樱花国国债的情况也直接的反馈到了股市和期货上。如果说国债是跳水崩盘，那股市就可以直接重开了。单单是上一周的时间，日经225指数就跳水49个点，这还是指数，可想而知个股的涨跌幅得多么恐怖。苏北辰觉得机会差不多已经来了，找到庄博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庄博，你那边能开樱花国的口座账户吗？可以是可以，不过有点麻烦。陈哥，你是打算开一个吗？对，打算开个公账账户。虽然庄博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再去开樱花国账户有什么意义，但还是乐意帮苏北辰这个忙。那估计得麻烦苏董跑一趟湘江了，很多东西都得您本人亲自来办理。行，到时候过去了提前联系你。挂断电话，苏北辰下意识就准备让赵一诺或者程思给自己订张机票，但是一想，不对啊，自己手里都已经这么多钱了，该买一架私人飞机了呀。目前身边有私人飞机的他，就认识一个校长，给校长发了条微信语音，约定了下午1点的时间来星辰控股见面。苏北辰又刷了一会抖音短视频，打发时间。下午还没到1点，
王校长就自己开车赶了过来。苏北辰吃完饭推开门，发现王校长正在沙发上坐着，结果他一转身，差点没把苏北辰给吓到，黑眼圈都快成熊猫眼了，眼皮子都困得在那叠罗汉，说是三眼皮也不为过吧？你这是干什么事了？身体不行可别乱来，不然老来往 X 空流泪啊！王校长叹了口气，一脸幽怨地看着苏北辰，还不是怪你给秦芬那傻 X 说我们当初投的钱赚了5倍，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今天早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梦里都是那5倍100亿的现金。苏北辰其实也挺无语，还是他低估了这些钱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哎，不对啊，那我看麦超倒是挺精神的，那小子心理素质倒是挺行啊。王校长闻言扑哧一笑，陈哥你可拉倒吧，麦超那小子昨天白天睡觉了，到晚上才起来，得知消息到现在眼睛都没闭上呢。苏北辰坐在王校长对面，点了根香烟。行吧，这是怪我，谁知道你们心理素质这么差。听听，这是人话吗？要说凡尔赛陈哥不是第一，我第一个不同意。王校长双手抱拳，做出佩服的样子。行了，不跟你扯这个了，关于私人飞机这上面的事情，你给我讲一讲。听到聊正事，王校长微微坐起来一点。就私人飞机而言，我懂得不能算是特别多吧，但是一些购买的流程和步骤，我还是能跟陈哥讲讲。首先就是私人飞机的选购方面，陈哥你要先确定一下你想要什么类型的飞机，商务、休闲、长途办公之类的种种类型。其次就是关于飞机公司的选购问题，如果陈哥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话，我比较推荐陈哥买波音航空公司的私人飞机。苏北辰有些好奇地问道，有什么买他们家的理由吗？波音公司在全球不少国家都有合作，对于办理签证这方面，他几乎都可以做到人落地，签证也下来了，对于商务出行和旅游来说倒是便利不少。然后就是在技术上，波音这块做的倒是遥遥领先，包括飞机后续的改装以及设计之类的，在这么多家航空公司都是佼佼者。特别是波音家的全球售后是真的很舒服，不跟我的湾流一样，做个保养都得飞到米国才行。苏北辰觉得其实私人飞机都差不太多，主要还是后续的一些服务才是最重要的。波音的售后和签证申请确实是一大亮点。那今天就去看看波音吧。李龙开着商务车带着王校长和苏北辰两人前往沪上的波音公司办事处。本来王校长说自己认路，打算开车带着苏北辰去来着，但是瞅他那样子还是算了吧，被抓着没个疲劳驾驶的违章都算他厉害。还没有开几分钟的时间，王校长就靠着舒服的太空椅呼呼大睡起来。苏北辰闲着没事继续研究起来系统，点开声望商城随意点了几下，看了看商城里贩卖的一些道具。怎么说呢，感觉对于现在的苏北辰来说有点鸡肋，这些道具更像是给一些还没发育起来的新手用的装备一样。用系统给自己的吐槽来说，就是他也没想到宿主居然利用前世的信息差以及一点点好运，直接跳过了发育阶段。对了，系统忽然想起来，科技商城专栏那一页的半导体我已经解锁了，是不是该开放更上一级科技了？请宿主点击上方迷雾即可解锁新科技。你不早说，我还以为一直没解锁。请不要把锅甩给本系统，宿主也没询问，自然没有义务回答。6. 点开科技分支专栏，苏北辰右手轻触7纳米半导体制成技术上方迷雾，只见迷雾散去，2个未解锁的科技分支展现出来。第6代制空战斗机引擎技术2000万声望，纳米医疗机器人1200万声望。卧槽！苏北辰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这怎么还整上科幻片了？第6代引擎技术在前世2030年才刚刚完成实验阶段，现在居然能在商城拿下。这个纳米医疗机器人在苏北辰询问系统得到肯定之后，更是倒吸一口冷气。这玩意儿还真是前世一个医疗器械公司提出一种可行概念，所有病痛都将由纳米机器人从你体内移除。第169章，我输的是想你的夜。老板，已经到了。坐在前排的李龙小声提醒道。苏北辰闻言意识从系统中抽离出来，晃了晃旁边呼呼大睡的王校长。怎么了？到地方了，你要不在车上继续睡一会？看王校长胡子拉碴，一脸懵逼的样子，苏北辰都有点于心不忍，用手使劲搓了搓脸的王校长摇了摇头，没事，来都来了，走吧。说着又打了个大哈欠。看王校长坚持要去，苏北辰也不再多说什么。刚下了车，引入众人眼帘的就是一台波音家最经典的机型波音747。因为之前已经提前预约好的原因，见3人下车，便有2名工作人员和一个白人经理走了过来。尊敬的苏先生、王先生，欢迎光临波音公司。白人经理一口流利的龙国话倒是让苏北辰高看了他一眼。白人经理继续说道，我是波音公司的销售部门总经理普尔曼·多里奥，也是为2位先生的专属个人管家。简单介绍之后，便邀请3人一同进入公司1楼展厅内部。停在展厅中的基本上都是小型私人飞机。普尔曼带着3人稍微参观了几架卖的最好的私人飞机内部。
一圈看下来，苏北辰总觉得差点什么。跟王校长的飞机比起来，这些展厅的飞机可能算是比他奢华一些，但是总觉得哪里说不上来，有些奇怪。苏先生是对哪里有不满意的地方吗？一旁的普尔曼似乎是看出了金主表情不太对，连忙小心翼翼地询问起来。我不知道怎么说，总觉得好像缺一点感觉。刚刚看的就是贵公司最贵的私人飞机吗？普尔曼轻轻摇头。苏先生，目前您刚刚看的倒是沪上展厅最贵的飞机，不过还有一款型号787 VIP 的私人飞机才是波音公司最贵的，不过很可惜，目前并没有现机，需要从头到尾全部定制。苏北辰顿时来了兴趣，787 VIP 这个飞机可是世界前10大佬们的最爱。这个可以，我想了解一下内购图以及飞机性能。普尔曼稍作犹豫，苏先生，这个价格可能有些昂贵。普尔曼先生，我知道差不多要花费30个亿龙国币，但钱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如果合适，今天就可以全款定下来。普尔曼心中一喜，龙国新首富果然不是盖的，甚至他自己都没注意，挺拔的腰又弯了几分。将三人带进休息室，各种小吃和茶饮都被端了上来。王校长和苏北辰倒没觉得什么，毕竟这种场面两人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很快，普尔曼手里拿着一叠资料和一个平板，再次出现在三人面前。这里是关于787 VIP 机型的一个全方位报告，基础款、非全定制款的话，具体参数和内购装修正如图片上提供的几个版本。气派，这是苏北辰看到787 VIP 机型的时，唯一觉得不同于其他私人飞机的感受，所以自然是毫不犹豫直接选择了这架飞机。后续经过选配以及内部装修安排，整体价格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多少？5个亿？还是美金？王校长也很喜欢这架私人飞机，不过因为自己已经有一架的缘故，并没有打算再买一架。不过饶氏国民老公此时也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价格。普尔曼似乎见怪不怪，低下头仔细解释了一遍。王先生，这次苏先生订购的787机型已经不算是小型私人飞机，甚至体积已经达到了中型客机的水平，再加上后续一系列的定制装修，这个价格真的已经很实惠了。随眼前白人怎么说，王校长肯定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虽说跟着苏北辰赚到手了100个亿，但是真要让他拿出来将近一半的钱买一架私人飞机，他是肯定不愿意的。格局打开，钱这玩意儿没了还可以继续赚，享受才是最关键的。苏北辰拍了拍王校长的肩膀，颇有一副教育晚辈的样子。王校长翻了个白眼，算了，忘了陈哥你根本不差钱，这玩意儿豪华倒是真的豪华，但我也只是觉得有些不值得而已。苏北辰笑了笑没有说话。要是王校长到时候知道自己花了100个亿来建一栋楼，不知道会是什么神情。这次来买飞机本来打算直接全款结算，但是因为是高端私人定制的原因，公司这边也只能暂时给一个估价。订购这台飞机只需要先交1/4的定金便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苏北辰的原因，远在米国的公司老总还特意跟苏北辰打了一通电话表示感谢。刷完手中的运通百夫长黑卡，1.5个亿的美金就这么没了，同时将近10个亿的消费经验得到了增长。很快时间来到周日上午10点，王校长昨天被苏北辰打击了一番之后，晚上倒是没那么兴奋，睡了个舒服觉。此时正满面春风，在私人飞机休息室里撩着这次随行乘务空姐。莎莎，昨天我输液了，你知道输的是什么液吗？输的是想你的液。莎莎，我 TM 不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吗？而对面坐着的莎莎明显和王校长是老熟人了，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校长，别下我头，真的无言以对了。王校长又换了一副看似深情的模样。哪儿油了，就是喜欢才跟你这样，让我好好爱你行不？让我陪你一起过日子好不？刚到休息室的苏北辰全程把校长的语录给听到耳朵里，这似曾相识的油腻感，这该死的土味情话。苏北辰见王校长还在继续深情输出着，没注意到自己，连咳了2声。嗨嗨，校长今天怎么来这么早？王校长抬头看清来人，上一秒还油腻的脸蛋，下一秒直接变成严肃脸。陈哥，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早知道派地勤车去接你了。叫莎莎的空姐也马上起身道了一句苏先生好，随后就让出了位置。等莎莎走远之后，苏北辰一屁股坐在他对面，凑近王校长，一脸笑意。老王，我昨天输液了。第170章海洋绿洲号。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飞机在下午2点左右落地湘江。两人一出机场，就见到一辆黑色加长款的迈巴赫普尔曼 62S 正低调地靠在路边。陈哥，庄博看到两人，立马走了过去。陈哥，校长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说完，接过两人手中的行李，交给随行的安保人员。3人上车后，庄博又继续开口道：“今天老爹听说你们要来，特意准备了最顶级的黄牛肉。那看来今天我和老王有口福了。我自从回了沪上，馋庄老爷子那口牛肉馋了好久了。哈哈哈哈！今天一定不说别的，一定要让2位吃个够。”
苏北辰、王校长两人也没拒绝，任由庄博来安排。很快，迈巴赫行驶到旺角街头，停好车之后，一行人直接坐电梯上了楼。爸，陈哥和校长来了。庄博推开自家门店，冲着里屋用粤语大喊了一声。戴着袖套的庄志前满脸笑意的从后厨走了出来。快坐，快坐，一路辛苦了，牛肉马上就好，这次保证让你们吃个够。多谢庄老爷子，还特意来麻烦您。哈哈，苏总这是见外了。你有恩于庄博，是我们庄家的恩人，区区这点小事怎么能算麻烦呢？庄志前也从自己儿子那听说了，这位苏总可是个神人，而且还托人家的福，自己儿子直接向上面又迈了一步，所以说自己只是做顿饭才哪到哪呀，要是可以别说1顿了，10顿都没有问题。庄志前去后厨忙，庄博自然就坐下来陪苏北辰和王校长聊天。陈哥，今天晚上有个国际投行的晚宴，还是在海洋绿洲号游轮上举行，要不要一起去玩玩？庄博正闲聊着，忽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有意思的事一样，问了一嘴。苏北辰眉毛一挑，我倒是挺感兴趣的，没有邀请函可以去吗？并不是邀请制的，而是跟交友会差不多的性质，或者陈哥你可以理解为介绍制的一次交友会。闲着也是闲着，去看看长长见识，倒也挺不错。哈哈，陈哥，你这要是去长见识，那我们才是真长了见识。牛肉好了，庄博先别吹牛皮了，快去后厨帮我上菜。庄博，老爹，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父子俩的对话倒是把苏北辰两人逗乐了。很快，一道道裹满酱汁的牛肉被端了上来。上次没吃够的校长这次直呼过瘾，生动形象地给苏北辰表演了一波这些年他到底是怎么吃胖的。这次还是庄博请客，没让两人出钱。吃饱喝足之后，庄博又亲自把两人送到丽思卡尔顿酒店。没想到过去小半年，他居然还能记得自己喜欢住这家酒店，甚至连管家都是找的和上次的一模一样。果然能混成功的没有一个简单的，更何况还是在湘江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把行李放进套房之后，苏北辰整个人窝在沙发上。吃饱喝足之后就该撕 X 浴了。正在卡地亚专柜刚迈出一个手镯的钱梦梦，正准备换上自己衣服下班，就听见放在长裤口袋中的手机开始震动起来。当他走换衣间看到手机上的来电备注时，整个人先是一愣，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画面，两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今晚10点洗干净穿好看点，来老地方见。钱梦梦喘着娇气，我知道了，苏先生。钱梦梦听到电话那头略带不满的质疑声，连忙改口道：主人，这还差不多。说完还没等钱梦梦开口，直接挂断了电话。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嘟的忙音，钱梦梦彻底站不住了，直接坐在了地上。大概是过了15分钟的时间，钱梦梦才扭捏着从换衣间里面出来。一个新入职的女店员看着钱经理离开的方向，一脸好奇。要知道平常钱副经理干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不管是吃饭还是换衣服，能5分钟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会拖到10分钟。也不知道今天这是怎么了。想着走进刚刚钱梦梦用过的换衣间，地上怎么还有些水渍，得亏钱经理没发现，不然保洁大妈这个月又得扣工资了。晚上7点，可能刚刚入春没多久的缘故，天还是已经黑透了，几颗繁星点缀着暗黑的夜幕，只剩半轮明月悬挂在上空。这次交流会定在了海洋绿洲号游轮上，好玩的估计应该不少。庄博，你在湘江这么久，也是第一次去海洋绿洲号？苏北辰有些好奇问道。嗨，不瞒你说，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米国，一直在那边工作，干金融这行程哥你也知道，根本就没什么假期，这还是我这2年被平调了回来，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呢。这有什么着急的，大好的时光都在后面呢，反正还年轻，不是吗？庄白洒脱的笑了笑，借陈哥吉言，以后什么程度享受生活都是陈哥一句话的事。打住，你可少在这捧我，要是将来真摔一下可不轻。顿时车里传来3人的哄笑声。很快车子平稳停在维多利亚港口，刚一下车就看到巨大的海洋绿洲号停靠在岸边。听庄柏介绍说，海洋绿洲号全长300多米，宽大概50米长左右，全船共有16层甲板，每层甲板上都建有客舱，客房更是多达2700间。这说是大海上的移动城堡都不为过吧？苏北辰忍不住感慨一句。所以说林旭那小子家是真的有钱啊。王校长在一旁咂了咂嘴。苏北辰震惊了一下，这也是林旭家的产业。还没等王校长回答，就见染着一头黄毛的林旭从另一头小跑了过来。陈哥，百哥久等了。王校长指着自己，那我呢？不得喊声聪哥。林旭瞥了一眼王校长，一脸嫌弃道，你可拉鸡巴倒吧，能叫一声老王都算给你面子了。塞，我操，你小子3天没见，是不是分不清父子关系了？两人在港口又打闹了一番，不过因为庄柏
和苏北辰都在等着的缘故。两人见差不多就收了，林旭直接大手一挥，走吧，我带你们体验一把全湘江最豪华的游轮。第171章摩根大通总裁。苏北辰一行人跟着林旭把整个游轮完完整整逛了一遍，单单是这一圈走马观花下来，都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有什么特别想去玩的地方吗？林旭见众人逛得差不多了，出声问道。庄博和校长不约而同地看向苏北辰，两人都隐隐有一种以苏北辰为首的架势。苏北辰也不客气，既然让自己拿决定，那他就直接说了，来都来了，不得去赌两把。两人一听，顿时也来了兴趣，小赌怡情确实是个不错的决定。林旭正好也手有点痒，说起来自家的海洋绿洲号还是第一次面向世人，虽然之前也来船上过不少次，不过赌场倒是一直没有开过。顺子，庄家通吃！一个中年人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起身把桌上筹码揽入怀中。不好意思，承让了。牌桌上的其他人也只是笑了笑，把手中的扔到桌上。不仅仅是德州、猜大小、牌九之类的各种游戏倒是不少，只有上辈子在电影里见过的画面，这次算是让苏北辰在现实中体验了一把。找了一桌人少的空场，四人各自坐在一边入局。很快，一桌8人局的德州在美女黑官的摇铃下正式开始。德州的规矩还算是比较简单的，拿手中的2张牌跟桌上的牌组成5张，比大小即可。难点就在于你不知道下一轮是否要继续跟，所以才被称为赌。很快，2张牌通过黑官纤细的嫩手发到苏北辰面前。苏北辰拿起来看了一眼，还算不错，2张梅花5和8。此时全部人都开始下底注，因为打的是高端场子，底注就是10万美金。苏北辰拿起刻有红色石的筹码，直接丢了进去。第一张牌是个梅花9，桌上的8人脸色都没有变化，坐在首座的白人庄家面无表情，又扔了20万美金进去。其他人也都坦然自若，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动作。第二张牌很快发了下来，红桃6，这倒是让苏北辰略微失望了一下，要是个梅花6，说不定还能博弈一下满贯同花顺。不过这点失望倒是被牌桌上的其他4人看在了眼里，尤其是坐到庄的中年白人，他手里的牌不能说差，2张9应该算是对子之中比较大的存在了。想到此，直接抛出100万美金来给场上其他人压力。王校长此时脸色有点难看，他手里的牌真的烂，干脆直接把牌推了出去。单单是这一轮下来，就有3个人出局。第3张牌是个梅花6，中年白人此时疯狂压抑着内心的兴奋，3带2了葫芦了，除了同花顺和4条之外，没有比他更大的了。500万！当即直接扔出刻有红色500的筹码。这一轮他也不打算装了，直接露出爪牙，直接告诉对手我牌很大，你们赶紧走。但是这一轮下来跑的只剩苏北辰和庄家了。如果我是你，我会直接弃掉手中的牌，而不是继续跟下去。我这是为了你好，并不是在炸你。在 T 官发下最后1张牌之后，中年男人面露笑意的开口道：谢谢您善意的提醒，不过凡事我都喜欢看到最后，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是吗？苏北辰同样面带笑意，直接把手中的2张牌给翻了过来。梅花5和8拼凑上桌上的梅花6和9，以及最后1张梅花7，正好凑成了同花顺子。中年白人看了看一脸淡然的苏北辰，又看了看自己的牌，笑着摇了摇头。果然上了年纪，心性倒还没年轻人沉得住。苏北辰笑着收下黑官推过来的筹码，您手气已经很厉害了，我这只是侥幸罢了。苏先生，您谦虚了。苏北辰愣了一下神，您认识我？龙国首富，我怎么能不认识呢？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哦，您是？自我介绍一下，杰米·巴纳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好家伙，怪不得一局输掉上百万美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合着原来是老钱家族的代表人啊！两人客套了几句，继续进行游戏。不知道是不是苏北辰重生以来运气好的原因，几局下来不能说是只赢不输吧，但至少也是赢多输少。其他人差不多也是这样。小摩总裁巴纳姆全程有输有赢，不过更多时间似乎都在跟苏北辰聊天，从大宗商品期货聊到家长里短。要不是晚宴快开始了，苏北辰丝毫不怀疑他能拉着自己在这聊一个晚上。你们说我运气是不是特别差？我觉得我也挺爱笑啊。王校长一脸郁闷跟在苏北辰身后。林旭，是不是你小子家这个厂子有问题，给我动了动手脚？老王，慎言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我家厂子不可能有问题，动动你那脑子想想，我家又不靠这玩意儿挣钱，都是给船上游客提供一个娱乐场所而已。也是哈，那还真奇了怪了。王校长眉头皱得更深了。每次看到王校长怀疑人生的样子，苏北辰就想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把他带入到后世那个吃热狗的表情包里。校长，你不是曾经还发过誓吗？你与赌毒不共戴天，可能现在生效了吧？
林旭在一旁继续打趣道：“是啊，我怎么把这事忘了？不行，我王某以后绝不再碰赌毒。好家伙，皇子，你小子是只字不提啊！”哈哈哈哈！一行人有说有笑来到5F 的晚宴厅。晚宴倒没有具体开始时间，只要在这个时间段里，随时来都可以参加。在场的除了许多大投行的总裁以外，也有不少地区分行的负责人。不过传说中的真名媛倒是也没少见。苏北辰一行人刚到场，就吸引了一众人的目光。主要还是在平均都是40岁往上的宴会上，看到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倒还真是个稀罕事。巴纳姆比他们先到10多分钟，本来正在和下游的客户交谈着项目问题，但是当他看到苏北辰步入大厅的时候，连忙找了个理由推辞开来，直接向着苏北辰走了过去。第172章林东福。苏先生，刚才场合不适合交流生意上的事情，所以可能多嘴了一点。苏北辰有点无语，这大叔怎么这么喜欢找自己聊天？不过内心虽然在吐槽，但是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一下。巴纳姆先生，不知道您想和我谈什么事情？巴纳姆从服务员手托着的托盘中取走一支香槟，抿了一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苏先生当初来湘江没有选择摩根大通，而是选择了同为兄弟公司的摩根士丹利？巴纳姆肯定是认识庄博的，不过却丝毫没有避讳的意思。庄博也没想到对方能这么直接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一时间几人之间气氛有些微妙。巴纳姆先生，你这是在质疑我吗？苏北辰脸上没了刚刚的笑容，声音平淡的反问道。巴纳姆也意识到自己这会有些失态了，在刚刚的牌桌上，他也是心不在焉的状态，一直在思索关于苏北辰的事情。实在抱歉，苏先生，是我有些莽撞了，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理由是什么。我想摩根士丹利能够给您的，我也能做到。巴纳姆实在是太眼红摩根士丹利了。自从星辰控股在摩根士丹利开户之后，亚太地区的净利润简直就像爆炸式般的节节增长。短线加大资金量交易的公司，想必没有哪个券商不喜欢吧？纯就是一尊财神爷，在谁家就肥得流油。没看那几家小证券公司只是占了一点好处，今年净利润就已经翻倍了吗？苏北辰放下手中的酒杯，一脸认真地看着巴纳姆。恕我直言，巴纳姆先生，贵公司我曾经确实考虑过，也去开过户，但是很可惜，你们的杰夫经理好像连员工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苏北辰干脆直接敞开来说。杰夫？这货又是谁？看着巴纳姆还在一脸沉思的样子，估计他认识的杰夫比较多，一时间想不出来哪个杰夫。湘江分公司应该有个负责公账开户的经理叫杰夫。庄博在一旁随口提醒了一句，他也不害怕陈哥会去摩根大通，陈哥之前就跟自己保证过，所以他当然选择相信。其实不相信也没办法，毕竟人家想去那是人家自己的意愿。巴纳姆没有再继续纠缠苏北辰，他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答案，至于让他跪下来求苏北辰开户那种事情，他是做不到。大家说白了都是世界上金字塔的那一小撮，面子和尊严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巴纳姆悄无声息地走了，开车直奔湘江的分公司。庄博和苏北辰碰了一下杯，幸灾乐祸道：“今天晚上估计有人要睡不着了。”苏北辰耸了耸肩，自作孽不可活。晚宴进行到一半，林旭忽然找到苏北辰，说自己老爹想见见他。本来他是想亲自来找你，但是这回再陪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实在抽不开身，所以让我过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都没问题，等忙完后我直接过去就行。林旭比了个 OK 的手势，又继续去招待来宾了。苏北辰其实也挺想见一见这个维多利亚港最大的船东，能从一个干苦力活的水手混到现在这个地步，他其实很佩服。不要说什么早些年只要敢拼，国内遍地都是黄金之类的话，那年头敢拼的人倒是不少，但是真正闯出来的能有几个？更不用说后面又经历了信息时代的冲击，到现在成功而且还做起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有时候敢拼是好事，但是方向错了，只会让你加速掉进深渊。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一位长相和林旭有几分相似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在场的宾客无一不举起酒杯向他致敬。多谢各位金融业的精英人士来为我林某捧场，话不多说，皆在酒中。说完便一口干了下去。在场的人也很给面子的鼓了鼓掌。林东福放下酒杯，跟着林旭一起来到苏北辰身边。鄙人林东福，有幸能请到苏总来海洋绿洲上做客，是我的福气。苏北辰伸出右手跟林东福握了一下，林总客气了，我和林旭都是朋友，朋友相邀自然要来捧场。哈哈哈，好啊，我家犬子能跟苏总成为朋友，倒是他攀高枝了。林东福满脸带笑，苏总不妨到礼物包间里一叙。请。一行人来到包间之中，屋内已经有2名长相90加、身着高开叉旗袍的侍女在等候众人。见林东福和苏北辰进屋，立马娇声道：“林老爷好，苏先生好。”王校长眼睛都看得放光了，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清纯而不是性感的女生。林东福看向苏北辰，
发现他居然眼眸中没有一丝波动，暗暗叹了口气。本来想着精心挑选出来的侍女能被苏北辰看上，借此搭上他这艘巨轮，结果人家看到之后一丝波澜都没有。林东福心想也是，这种成大事的人，要是抵不住女 SE 的诱惑，估计早就在成功的半路就去贪图享受了。苏北辰也猜到了林东福的想法，不过要不是自己找的女人都是90加颜值往上的，估摸着自己还真着了道。苏北辰心中暗暗感叹道：果然能白手起家的人没有一个简单的。落座之后，两名侍女给众人倒上红茶后便退到了一边。先是林东福敬了苏北辰一杯茶，紧接着两人相互商业互吹了一波。林东福夸苏北辰年少有为，苏北辰夸林东福白手起家，两人你来我往客套完，谁也没有提别的事情，只是在闲聊，一直聊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林东福有点坐不住了，不过他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提起这个事比较，于是便有意无意给林旭使眼色。等到苏北辰说完闲聊话题，林旭忽然开口道：陈哥，不知道你对将来航运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研究？苏北辰暗道：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航运，说实话我研究的并不多，不过我倒是挺看好滚筒船运输的。滚筒船？在场的众人都发出这个疑惑。第173章，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呆。滚装船主要用来运送汽车和集装箱，想必林总肯定知道。苏北辰见林东福点头，接着继续说下去。滚筒船在你们眼里，可能最多的还是用来进口海外的汽车或者跑干散集装箱业务。但是现在全球大环境也都知道，各大车企在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有合资企业，所以很多汽车基本不需要进口，这也导致滚筒船基本上都去跑集装箱运输业务。林东福没想到苏北辰居然会对航运业真的有些研究，所以他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这么看好滚筒船。苏北辰抿了一口桌上的红茶，似乎是看出了林东福心中的疑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可能会涉及到别的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恕我不能直言。苏北辰说一半的话，成功把林东福胃口给吊起来了。但是林东福也不是傻子，知道苏北辰愿意说这么多给他听，肯定是有所图。不知道苏总有什么想法，不妨跟我讲一讲。苏北辰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品了一口红茶。不得不说，这茶味道倒是挺不错。林东福也不着急，谈生意哪有一锤子定买卖的。苏总您如果喜欢喝这茶，一会临走的时候让林旭多拿2盒。看苏北辰没拒绝，林东福松了口气。没拒绝自己，就代表这次苏北辰来就是打算跟自己谈一个结果出来。林总，最近马上到茶季了，这接下来到的新红茶一盒装100克。苏北辰突然发问道。林东福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林旭马上开口道：陈哥，这红茶都是直接从灯塔国伯爵山直接散装的，因为产量原因没有装盒过。苏北辰没有作声，继续品着手中的茶。林东福瞪了一眼林旭，随后马上换上一副笑脸。犬子记错了，苏总您说的没错，确实是100克，不知道40克装的苏总能不能满意。苏北辰这才放下手中的茶杯，都说了是茶季了，林总不要不相信了。而且40克装的也太少了，根本不够公司喝。那苏总觉得多少克装的才够公司喝？马上劳动节了，就按照51克装的如何？苏北辰脸带微笑，看着面前的林东福，又补充了一句：林总，尽管放心，公司肯定会钱买，不能让你们白送。林东福收起笑脸，一脸严肃的神情，顿时把维多利亚港半个主人的气势给散发了出来。苏总有多少信心？苏北辰面不改色看着林东福，10成把握，5倍利润对赌协议。林东福起身，伸出右手。既然如此，那我林东福就赌上一把。苏北辰也没有拖大，起身和林东福右手握在一起。一旁的林旭和王校长则是全程一脸懵逼，两人不是聊着红茶吗？怎么忽然就对赌协议起来了？林旭可能思索了一会，慢慢反应过来了，但是王校长就觉得自己脑子好像有点不够用。在王校长印象里，谈生意不都是你拿个合同，我拿个合同，俩人在那扯皮，最后各退一步签个字就完事了吗？直到被林家父子送上车，他都没想明白这生意是怎么谈的。陈哥，你们刚刚在那打什么哑谜呢？我想收购林旭家的航运业务，不过林旭他老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啊！王校长懵逼程度又提高了一点。苏北辰有点无语，不过还是给王校长讲了一遍刚刚的对话。王校长听完，忽然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呆。你们这群玩金融的人，一个个都不会讲话一样，天天跟个算命的似的，讲话都云里雾里。小朋友，不懂就是不懂，还得练。庄博把二人送到酒店门口，跟两人告了别便离开了。套房管家见到苏北辰，连忙小跑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夜宵或者其他服务之类的。给我来点水果吧。晚上苏北辰确实吃的有点油腻，这回正好吃点水果解解腻。苏先生，钱小姐已经到了，没有收到您的指示，所以就让她在休息室等了。王校长见此骂了一句不厚道，
带女人居然不给自己说，掏出手机给林旭打了过去。对，给我安排一个小明星就行，要求还是那些要求，你看着来。挂断电话便先一步上了电梯。苏北辰让管家把钱梦梦喊了过来，一身黑色皮衣，头戴一个黑色贝雷帽，这次穿的倒是被誉为攻速鞋的滑轮天奴。钱梦梦双臂抱紧苏北辰粗壮的手臂，走进电梯之后，整个都在不停颤抖，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太激动了。也不顾在一旁的女管家，钱梦梦面对着苏北辰，背对着女管家，悄悄打开黑色皮衣。苏北辰剑眉轻挑，内心直呼好家伙，这还带着这么多玩具来了。又是一夜激战，不出意外，还是以钱梦梦3次昏厥再醒来告终。哪怕他举了白旗投降苏北辰，也没有怜悯他。第二天一早，苏北辰从爱马仕男包中拿出30万港币放在床头。虽然钱梦梦就是自己的发泄工具，不过想要马儿跑，总得给马儿草吃。吃过早饭，坐着酒店的劳斯莱斯直接去庄博所在摩根士丹利。陈哥，我都说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接你了，你怎么直接过来了？坐在庄博办公室的茶桌上，苏北辰喝了口温热的茶水。我在那边直接坐酒店的车过来也方便。对了，等一会帮我多开几个英股账户。多开几个账户没有问题，不过陈哥你公章应该都带了吧？苏北辰拿出小包，6枚公章放在桌子上，其他一些证明应该都发到你邮箱里了，你到时候核验一下。邮箱里的资料我都已经核验完了，都没有问题，尽管放心就好。庄博话题一转，不过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陈哥还要去已经彻底崩盘的英股？樱花国国债和外汇被全世界挤兑了，很多人都说樱花国将会是下一个暹罗，股市更是大崩盘，而且现在英股只能做多，虽然确实适合抄底。难道说……庄博说着说着，忽然想到了什么，看着一脸微笑看着自己的苏北辰，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第174章，你们现在已经不是科技强国了。关于樱花国这次金融风暴的事情，其实庄博是知道一些内幕消息，据说是唐纳德家族发起的，几大财团联合米国政府一起做空的。据说一开始是只有唐纳德家族，但庄博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唐纳德变卖掉樱花国不动产的前一个星期，龙国就开始抛售樱花国国债和外汇。本来龙国就没储存多少的缘故，这次抛售并没有引起国际市场的注意，这还不是庄博怀疑的理由。庄博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就在于龙国抛售的外汇中有将近1万个亿英币的额度，居然被开曼群岛的一家公司给接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要3400个亿龙国币才能接得住。直觉告诉他，这钱十有八九就是苏北辰接的。陈哥，你想趁着这波金融风暴鲸吞那些财团？见苏北辰没有否认，庄博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想法。庄博有被苏北辰的魄力给惊到，同时也为他的敌人感到可怜。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当初应该是樱花国股市被做空，小日子自然不敢怪罪自己的米爹，把这口锅直接全都扣在星辰控股头上，甚至还把星辰控股交易账户给封禁了，同时还制裁了星辰助手 Abby 上市樱花国，算是彻底把星辰控股得罪死了。众人都以为星辰控股会做出反击，结果等了1个月，别说反击了，连个声音都没放出来。一众网友甚至还跑官微下骂苏北辰软蛋。现在看来，这乃是没有反击啊，这分明就是打算直接把人家给掀了。不出手则已，出手则毙命。时间很快来到上午9点钟，由总裁开绿灯，开户手续一路办下来，不到2个小时完成。最后临走，苏北辰没有拗过庄博，还是让司机给自己送回了酒店。到了酒店，发现钱梦梦已经拿着钱离开了，屋子也被重新打扫了一遍，就是王校长还没起来，真是有够懒的。苏北辰打开电脑，连上特意嘱咐好的网线，登录上股票交易软件。因为樱花国快1个小时时差的原因，此时英股开盘已经将近1个多小时。至于盘面，那肯定就是人间炼狱，涨幅最高的股票居然是负2%，不错，很有精神。苏北辰很满意现在的盘面。股票嘛，亏钱才是常态，赚钱才是意外。找到樱花国最大的2家财阀30和三井住友，2家股票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30可能是还有重工支撑的原因，跌幅也仅仅是腰斩，市值从原来的800亿美元跌到370亿美元。而同为财阀的三井住友就不是这么舒服了。三井住友主营业务就是房地产和银行2个项目，结果这次受到冲击最强的就是这兄弟俩。三井住友股价直接被强斩 85%， 市值直接从650亿缩水到100亿不到。不过看着这势头，还有下跌的空间啊。苏北辰又扫视了一圈，发现除了这2家之外的一些小财阀公司市值基本上都缩水到20到50亿美元之间，换算龙国币差不多120亿到340亿左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话还真不是瞎说的。既然如此，还是让子弹再飞一回。他这次目的可不仅仅是1、2家公司这么简单，说了要做一把悬在樱花国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怎么可能就这么草率？
一两家公司可控制不了他们的命脉，所以还是得再等等。反正着急的也不是自己。正如苏北辰所说，樱花国现在每天都在举行游行示威，特别是在几个大城市，犯罪事件已经飙升到去年的5000多倍。单单是这一个月，就有不少便利店和超市遭到零元购，枪击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更有不少黑社会又想重现当年昭和男儿的盛世。山内康司整个人都麻木了，双眼像是失去了光一样，满眼的浑浊，平静的像个死人一样。首相，游行的群众冲垮了最大的西武百货，各种奢侈品店铺遭到洗劫。山内康司点点头，没有说话。首相，琉球米军基地那边的麦克司令给您打了电话，但是您没接，要不您给他回一个过去。谈到麦克司令的时候，山内康司浑浊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波澜。帮我拨通电话，快！现在能救山内康司的除了麦克司令之外，他想不到还有什么别人了。很快电话接通，山内首相，最近你的国家好像并不是很太平，需要我出手帮帮你吗？山内康司愣了一下神，不过很快就明白了对方是什么意思。麦克司令，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吗？我亲爱的首先生，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现在你已经自身难保了，我想我能为您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山内康司手里的钱倒是够他潇洒后半辈子了，现在跑路确实是个最明智的选择。山内康司给自己秘书使了个眼神，秘书马上去把门窗全部关闭。麦克司令，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远在琉球米军基地的麦克司令穿着军靴的双脚搭在桌子上，撇了撇嘴，看来你是不想离开你深爱的樱花国了，那就当我没有说过吧。听见对方要挂断电话，山内康司连忙收起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麦克司令，等一下，怎么了，首相先生？尤其是首相两字，麦克司令咬得很重，就像是在侮辱山内康司一样。麦克司令，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同样的，你也需要答应我的条件。麦克嗯哼一声，示意山内康司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你这次是代表米国政府来向我谈判，你们安的那个心，我劝你们还是算了，毕竟我坐上首相这个位置，不仅仅有你的帮助，更主要的还是那些财阀。即便是你们想更进一步安插军事基地，民众也不会信服你们，财阀也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们，更何况你们现在已经不是科技强国了。第175章，悲惨大 A。 周二开盘，日经225指数继续下跌，依旧是稳定发挥。可以说目前英股除了三井和30当初忍痛割肉持仓国债和保险，保留下来资金开始逆回购股票之外，其他的上市公司基本上一直在被砸盘。饶是熊市爱抄底的巴菲特，此时都没有任何看好英股的举动。按照以往的熊市经验来看，现在已经算是很好的位置，但是问题就在于外汇上面。现在一块换40英币，抄底了30或者三井，结果过了没几天，告诉你汇率已经1.60分了。这还没算上股票的涨幅波动，就已经亏了快一半了。谁都不想当这个大冤种，看来大家都在等，真像是一群秃鹫，都在一旁冷眼等着分肉。虽然苏北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英股看完，又切回大 A 看了会，大盘依旧是稳定发挥，低开低走的一个局面，已经从2周之前一路在走阴跌路线了。看来这次大 A 下跌的原因找到了，应该是樱花国的金融海啸波及到大 A 了。米国大选，大 A 大跌；欧佩克减产，原油大涨，大 A 大跌；大小毛干价，大 A 还是大跌。苏北辰都替广大散户叹了口气，大 A 的散户真的太惨了，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站起来。之前能引导资金去做成小牛市，主要还是靠着高标连板的个股强度，只有打开了短线的高度，才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进场，资金进场多了，股市自然交易量起来就盘活了。现在星辰混合基金一直处于空仓状态，能参与的个股越来越少，总不能从垃圾堆里找个看着不错的垃圾打开高度吧。真要这么做，不说别的，到时候肯定一地鸡毛，最后还是光广大散户买账，上面估计也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嗡嗡，放在桌上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沪交所的一把手钟佐海。苏北辰免提接通电话，不出他所料，果然是跑来跟自己诉苦来了。指数一个劲下跌，出了再多利好也是没有能支撑起来之类的话，反正字里行间的意思横竖看就是俩字，就是钟所长，不是我不想救，而是碍于证监会的规则，我是真的出不了手，不然就是内幕交易了。钟佐海一愣，忽然想到了现在星辰控股可不仅仅是一家金融公司了，旗下子公司在很多科技领域倒是跟不少上市公司都有合作。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回事。一时间中，佐海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场面一度陷入沉默。半晌，钟佐海才不死心问了一句：没涉及的领域带动不了情绪吗？钟所长，没涉及的领域好的票要的资金量太大，我也不想给北向资金当接盘的，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垃圾的票做出高度了就是违反了上面的规矩，
希望钟所长也不要让我难堪。苏北辰也看出来了，钟左海是真的有点着急了，可能是看到隔壁阴谷这个样子吓到了。钟左海没办法，只能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对策。挂断电话，苏北辰背靠在椅子上。其实他也想把资金干到大 A 优质白马股里，但是没办法呀，这些公司都跟自己有合作了。50亿股的比亚迪，24亿股北方华 C，31亿股的法拉电子等等，这些基本上在后面全都是5至10倍以上的涨幅，可以说现在抄底，最多5年之后资产至少翻7倍以上。问题就出在了星辰科技和他们都有合作，甚至苏北辰现在都怀疑后世的电池大王 ND 时代还能不能上市了。自己这玻璃空电池拿出来，基本上就是对全球电池行业的一波绝杀了。而且看声望商城科技蓝的物品，医疗和军工估计也要再划掉了。这么一看，好像真的只剩下食品和旅游业了。合着到最后真的还是选5瓶酒啊。苏北辰有点无语，前世看过穿越指南白皮书，书上写得很清楚，回到16年啥也别管，卖房租房住，全部钱砸到5瓶酒上，5年后才差不多手里能有个小1000万，基本上在小城市就可以躺平了。没想到自己这么炸裂的开局，到最后还是得去买5瓶酒。5瓶酒就5瓶酒吧，不过最多估计只能买进去500个亿了，再多点估计地方就该不让了，毕竟5瓶酒确实都是最优质的高分红白马股了。跟李博打了电话交代完买酒的事情之后，苏北辰心中默念换出系统，下一秒蓝色荧幕浮现在自己眼前，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这一幕真的很炫酷。点开个人信息面板，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9，健康99，魅力98，金钱1947亿，声望11652231， LV 733亿500亿，青铜宝箱概率8%白银宝箱概率12%黄金宝箱概率30%白金宝箱概率35%钻石宝箱概率10%传说宝箱概率5%，声望已经来到了1100多万，距离1200万还差几十万，估计再有个几天就差不多够了。现在苏北辰已经完全不考虑用声望来套现大公司股份了，以前是没钱需要资金才套现，现在不说别的，自己手里快2000个亿的资金绝对是够烧的。现在能让他纠结的问题，无非就是先换医疗还是攒一攒换战斗机引擎技术。这个医疗已经算是黑科技的天花板，虽然很多奇怪的基因病可能治疗起来十分困难，但是对于癌症来说简直就像是治疗感冒一样简单。思索再三，苏北辰还是选择了第6代战机引擎技术。纳米医疗机器人这东西如果直接让他拿出来，他敢保证一下子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到时候能不能保得住另说，再加上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商人，如果真的被有心人针对，到时候处理起来确实麻烦。所以拿出第6代战机技术，一个是为了能在将来拿出更多黑科技的时候震慑住某些流氓国家，另一个则是给自己镀一层更靠谱的身份，将来做什么事情也能方便。第176章 DDS 技术。苏北辰打算提前把110写字楼的事情拿出来炒炒热度，顺便帮自己增加点声望，把方圆海和麦超拉进群聊语音，交代了一波炒作的方式，无非就是用 UC 震惊部的标题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像什么震惊这个首富居然拿出100亿干这种事情之类的话。至于目的，两人也没问苏北辰，现在在他们心中，苏北辰做什么都有他的道理，想不明白就无条件服从就完事了。这边事情刚交代完，还没来得及挂电话，就听到套房内的座机响了起来。电话是管家打来的，说是林先生来找自己。苏北辰估摸着应该是林旭过来了，叫上王校长，两人一起下了1楼休息室。林旭坐在沙发上，正端着咖啡，刚喝2口，就见到苏北辰和王校长从电梯走了出来。见状，马上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起身打起了招呼：“陈哥。”老王。苏北辰点头示好：“陈哥，我老爹中午约了家餐厅，想和你具体谈谈。陈哥，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当然有时间，现在也没事，不如先找个喝茶的地方聊聊。”“那正好，今天约的那家餐厅全天都可以喝茶聊天，那咱们直接过去。”苏北辰颔首：“走吧。”三人出了酒店，一辆低调的奥迪 A8 正静静停在酒店门口。林旭先两人一步拉开其中一辆的后座，站在一旁等着苏北辰先上车。苏北辰也不客气，点头谢过之后，一屁股坐进车里。林旭缓缓关上门，自己跑到副驾驶拉开门，也准备坐进去。“王校长，那我呢？”林旭看都没看一眼王校长，自己拉开。“区别待遇是吧？搞歧视。”吐槽归吐槽，王校长还是老老实实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怕再说一会，林旭直接让司机开车给他扔这了。车子点火启动，稳稳驶出了丽思卡尔顿酒店。因为路程将近25分钟的时间，苏北辰干脆趁这点休息时间开个箱子，签到攒了20个宝箱，
一半都是白金，希望这把能给自己多报点人才卡。随着苏北辰点击开启，一道道白光闪过，18个宝箱全歪了。好在还是最后2个钻石给自己出了2个保底，一张2级人才卡，一个 DDS 医疗技术。前者自然不用说，价值100万声望，算是甩手掌柜必备神器。而后者，说实话，苏北辰也不是很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点开物品介绍 ，DDS 医疗技术。DDS 技术允许药物以精确的方式传递到疾病部位，减少了药物在体内的分布，同时控制药物释放时间，可以达到长期治疗患者的目的。乍一看，苏北辰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专门针对慢性病治疗和靶向用药的技术吗？不过这项技术开出来的倒不是时候，毕竟之前见识过了纳米医疗机器人，现在再看 DDS 就没有那么激动了。不过倒是可以在6代战机引擎技术后面拿出来，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吧。如果说纳米医疗机器人攻克的是大病症，那 DDS 这项技术倒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用药上。车子很快行驶到维多利亚港，白天的港口不似夜晚那般繁华，不少装卸货的船工正在码头上卸货，而离他们没有几百米的地方，3名穿着打扮一副精英样子的人正领着一大群穿着泳衣的美女，正准备登上游艇。这么看来倒是讽刺，一面是汗流浃背的打工人，另一面是享受生活的社会精英。虽然只隔了几百米之远，但是这几百米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车子驶过港口，左转拐进上山路，差不多绕了10分钟的时间，车子缓缓停在一家茶餐厅门口。店的门牌没有很大的 logo， 只有一行繁体龙国文和一行英文 The Peak Lookout 太平山香港分店。苏北辰缓缓念了出来。对啊，我之前在灯塔国留学的时候天天吃。王校长说着还一脸回忆的样子。我都懒得揭穿你，去约人家妹子吃饭，让人家随便点，结果到最后把生活费一顿全干光了，后半个月还是找我借钱买泡面吃。林旭直接一波无情拆台，给王校长脸都快干黑了。有时候我真挺希望你是个哑巴，真的。3人说着径直走向店内。一位穿着黑色西服的妹子见到3人进来，马上凑上前来。3位，林总在1号包间，请随我来。苏北辰扫视了一圈，服务员基本颜值都在90分上下，环境也还挺不错，看来这家确实是有点东西。在店员的带领下，3人来到1号包间。包间内除了林东福之外，还有一个身着旗袍、长相酷似老一代港星的女人正在泡茶。苏总、王总，快坐快坐。3人落坐在林东福对面，刚坐下，那名沏茶的女人就给3人倒上。见林东福没介绍，苏北辰也懒得去多问这个女人是谁。不过从林旭的神情不难看出来，他好像对那个女的没什么好感。苏总，其实那天晚上回去，我想了很久。林东福微微皱起眉头，实话跟苏总说了吧，目前航运这一块业务真的很差，很多船工的工资都开不起了，市场环境最近还是太差了，尤其是我们这些靠海运为生的人。苏北辰点头赞同，这对方倒是说的是实话，现在就是船多肉少的局面，都是在拼价格。以前总说跑船赚钱，其实那也只是船员和船长赚钱，人家拿的是工资，跟你跑这单货没什么关系。但是老板船东就不一样了，他们要考虑这单货能赚多少钱。以前是只要跑了，扣除全部费用，差不多一趟能赚个10-20个，大一点的船只可能会更多一点。而现在跑一趟，别说赚钱了，能在保本的基础上赚一点就不错了。说白了，还是几大运输公司在打价格战。在湘江，可能林东福是最大的船东，可是放眼全球去看，最多就能算个个头大一点的蚂蚁。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林东福现在就是这种感觉，要不然也不能找星辰控股这座大靠山来给自己撑腰。苏北辰也是吃中这点，才敢问他要51%的股份。第177章，星辰行业。苏北辰没急着开口，只是慢慢品着杯里的红茶，听着林东福跟自己诉苦，无非就是哭穷，说航运难，赚钱不容易之类的话。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句。王校长是听得一脸懵逼，不是一开始同意拉投资吗？现在疯狂吐槽航运业的缺点，这是在闹哪出？王校长对于这种实体业的事情，除了他家公司的地产行业之外，其他基本上一窍不通。苏北辰要不是重生回来的，估计这会还真被林东福说的赔钱买卖给吓退了。差不多10分钟过去，林东福也说的口干舌燥。所以林氏海运花具资造海洋绿洲的目的也是在于此，想要转型成为高档旅游业，或者为有钱人服务。端起桌上的茶杯，直接一口牛饮。所以说，苏总想跨界进入航运业，真的想好了吗？或者说，苏总觉得自己有足够把握吗？林东福一脸正色看着苏北辰，试图从对方脸上看到一丝犹豫，但是显然并没有。苏北辰自始至终都是平静的在小口品茶。林总，您也不必试探我了，我对进入航运业很有自信，如果您实在不放心，那我只好自己造台了。苏总，我并不没有不信任的意思，苏总你也知道，我们老林家以前就是个码头马仔，
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肯定凡事做之前都要去三思。林东福给自己倒了杯茶，继续道：不过苏总做事从最开始到现在，肯定就没有出过岔子，所以我林某今天愿意把身家压在苏总身上。林东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平淡，给人感觉和刚刚说航运缺点的时的慷慨激昂完全判若两人。苏北辰放下手中茶杯，站起来伸出右手：我明白了，林总，谢谢你的信任，那么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正式谈完，几人又坐在屋里闲聊了一会。苏北辰也从闲聊中得知，林东福一旁穿着旗袍的女人居然是林东福的姨太，说白了就是小三。不过湘江这边的小三居然还是光明正大的养着，怪不得林旭对他这么爱答不理的。只能说还是湘江人会玩。中午稍微在太平山吃了一点，主要还是饭菜有些不对苏北辰胃口。这次上的都是一些中西混合融创菜，王校长倒是嘴没闲过，一个劲在往肚子里炫。反正苏北辰吃着倒是觉得挺一般，甚至还不如第一次来湘江吃的那碗猪脚饭。吃饱喝足，苏北辰又跟着林旭一行人去了公司参观了一圈。总体给苏北辰的感觉还算不错，船只健康程度都是良好，最大的船龄也才6年之久。用林旭的话来说，就是之前小日子挣了那一波，他们老林家倒是发了小日子的国难财，各种高价航费不要命了问人家要，所以后来干脆直接把老船全都给卖了，换了一批新船，到现在差不多都是5杠6年左右的船龄。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毕竟一个运输公司要那么多规章制度也没什么锤子用，安全第一，注重时效就行，至于再多的都是扯淡。苏北辰看了一圈，跟着林东福来到会议室，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林总，公司整体看了一圈，觉得问题不大。林总觉得并购重组好，还是说就在原有基础上让星辰控股持股？林东福犹豫了一下，其实他内心是很不愿意并购重组，毕竟并购重组的话，管理层人员需要调动不说，公司名字十有八九也要被换掉了。管理层都是这么多年一起打拼下来的老伙计，如果到时候真的被辞退或者明升暗降之类的操作，真的让他有些不忍心。苏北辰也不是傻子，怎么能看不出来林东福怎么想的？你放心，关于人员的调动问题，我不会插手，到时候最多只是会安排几个人过来，象征性的进入无实权的管理层就行。象征性的进入无实权管理层，说白了就是过来起到一个监督你的作用。不过林东福不介意，听到不管人员调动问题，他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地了。两人又在会议室里商量了新公司的大概信息，最后定下来的草案内容差不多就是新公司名字叫星辰行业，由星辰控股出资600亿，控股51%，原林氏海运出资85亿，干散、油罐、LP 等一系列特种船只，海洋绿洲号邮轮以及维多利亚港7-29港口35年使用权，控股49%。这么乍一看，确实是星辰控股比较吃亏。不过苏北辰最在乎的其实不是前面那一长串的东西，而是最后的一条港口使用权以及海运公司的购船许可证。林氏海运的港口不同于龙国其他港口，完完全全是属于私人港口。很多船只想要使用林氏海运港口卸货，就得给他们交钱。如果林氏海运不对外开放，那别的船只就不可以过去停靠。现在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但是等后面航运生意起来了，那就是一把杀手锏。试想一下，别人都在港口排队卸货，船不多的情况下，可能只需要半天就能停靠，再用半天到1天左右时间卸货。但是遇到航运生意好、堵船的情况下，别说半天了，1星期能让你停靠上岸就算不错了。但是有了私人港口，不说别的，至少装卸效率要比人家快上至少1倍。干运输的时间就是金钱，你1个月跑3趟近海，跟跑1趟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很直观就能体现出来。陈哥，你是我见过最牛逼的人，真的。王校长看着同坐在左边的苏北辰，眼睛里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来香港玩一趟，几天时间就谈下来一笔并购重组。低调点，关于我牛逼这件事情，我已经听到的太多次了。苏北辰笑了笑，意识从系统中抽出。陈哥，讲真的，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带弟弟。哈哈，好啊。对了，之前让你去开的英股账户，你开了吗？当然开了，自从你跟我说了，我就一直记着。第2天上午就去开了个户。苏北辰活动了活动僵硬脖子，一脸坏笑。既然这样，那到时候带你收购几家优质资产。第178章，苏天南的担忧。两人又在湘江玩了2天，周五下午坐着王校长的私人飞机回了沪上。苏北辰回到沪上，先去了一趟星辰控股，把新开户的公司账户给了李博，同时又去处理了一下这几天递交上来需要签字盖章的单子。所有事情忙完都已经晚上7点了。这还是有个总经理李博这几天帮衬的情况下，要是真让自己在这搞，不得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就这很多时候的应酬还是李博去的，所以那些说老板轻松的，好像也真不见得。关上电脑，下了地下车库，李龙已经开着商务车在下面等着了。
去一趟我二叔家。好的，老板。李龙右脚轻踩油门，迈巴赫商务车缓缓驶出地下停车场。大哥，托北辰的福，我估计很快就要继续晋升了。刚下了班没多久的苏天南正拿着手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跟自己大哥打着电话。那臭小子整天也没个音信，朋友圈倒是四处乱跑。苏建南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多跑跑好，你看人家北辰跑上京就结识了那么多大佬，男人还是得多出去闯闯。苏建南，行了，我也懒得去管他了，爱跑跑就跑跑吧。倒是老弟你真的不考虑孩子的事情吗？苏天南听到后半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不少，捂着手机抬头赶紧看了一眼在厨房准备切菜的季梅红。哎，大哥，咱都说了这事以后不提了。梅红她身体你也知道一直都不好，暗疾缠身，医生都说了，如果硬要生孩子，不亚于半只脚踏入鬼门关。苏建南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让弟妹好好休养身体，身体才是最重要。想当年苏天南还是一个沪上复旦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结识了同为中文系的大一学妹季梅红，两人当初简直就是一见钟情一样。季梅红不顾家里的反对，大学还没毕业就悄悄跟苏天南领了证。季梅红家人是肯定反对的，毕竟嫁给一个外地人，还是一个穷小子，他们不能接受。不过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发现季梅红身上居然有早年练武的暗疾，再加上自小就弱的身体，还做过一次心脏手术，医生就直言跟苏天南说了，如果要孩子风险特别大。苏天南干脆一咬牙，直接不要了。这么多年来的照顾，也让季梅红家人都发自内心的认可了他，所以他也就更没有想着要孩子的事情了。叮咚，苏天南家门铃声响起，季梅红穿着围裙，连忙走出厨房去开门。婶子，我来看你们了。季梅红一脸惊喜，哎呦，北辰啊，你怎么忽然过来了？来就来吧，怎么又带了这么多东西？一同上来的还有李龙，两人手上胳膊上都拿着不少礼品盒和一些补品。天南，你侄子来看你了，快来帮忙拿一拿东西。苏建南也听到季梅红的喊话声，行了，那臭小子去看你了，先挂了。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苏天南总觉得自己大哥好像酸了。苏天南起身接过苏北辰手中的礼品盒，这么贵重的东西啊，怎么忽然想着来看你二叔了？苏北辰把东西都放在了储物室内，从包里拿出一包烟给二叔递了一支过去。想你了，还不能来看看你啊？给苏天南点上之后，又给自己点了一根。两人站在小阳台上闲聊了几句，不过看苏天南神色始终都有些不对劲。苏北辰一问才得知，原来自己婶子身体一直都不好，因为遗传的慢性病原因，身体还动过刀子，怪不得两人一直没要孩子。不过听二叔说自己婶子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苏北辰在心中默默记下，说不定纳米医疗机器人能改变这一现状。一顿晚饭，三个人4菜1汤，外加一瓶小酒。苏北辰是吃得有滋有味，又在客厅吃了点水果，和二叔和二婶聊了会天便离开了。车子停靠在外滩的巷子边，苏北辰下了车就看到赵一诺正站在两人约定好的地方，低头看着手机。苏北辰悄悄走了过去，美女，加个微信吧。赵一诺头都没抬，直接摆了摆手。光这一会就3、4个过来搭讪的了，真不加？赵一诺皱起眉头，抬头刚想说几句，就发现苏北辰一脸笑眯眯的看着自己。你怎么这么坏，还故意夹着嗓子说话？我还以为是油腻大叔要来包养我。那你有见过我这么帅的油腻大叔？苏北辰双手插口袋里凹了个造型，不得不说苏北辰将近满分的魅力真的把赵一诺看呆了。那就一点小帅吧。赵一诺下意识说出这种话，不过很快反应过来，白皙的脸蛋开始变得通红。学姐怎么还害羞了？快来让学弟看看。说着，苏北辰一双纤细的大手捧起赵一诺红彤彤的小脸。赵一诺确实很漂亮，不同于程思和柯雪那种成熟的美，也不同于奚梦月那种早熟的美，真的就是清纯的感觉，就像是还没有被社会这个大染缸给污染的一朵白莲。赵一诺此时整个人脑袋都跟宕机了一样，看着苏北辰一脸深情的看着自己，他也不自觉就把眼睛闭上，粉嫩的小嘴开始微微撅起来，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甜味。难道这就是香吻？赵一诺不禁想到霸总小说里的情节，他鼓起勇气用粉嫩的小 shit 亲了一下，真是甜的。赵一诺直接沉醉在其中了。甜吗？赵一诺点点头。不过很快他反应过来不对，猛地睁开双眼，就看到苏北辰右手正拿着棒棒糖抵在自己嘴唇上。顿时赵一诺气得不打一处来，刚准备发作，就见苏北辰附在自己耳边低声道：这里人太多了，我们换个地方。赵一诺瞬间又哑火了，现在苏北辰可以说把他拿捏得死死的。这一夜，苏北辰终于捅破了两人之间那层窗纱。第179章，星辰行业启航。周末2天，苏北辰都在陪着赵一诺。
可能是两人之间消除了隔阂的缘故，赵一诺变得比以前更加粘人。苏北辰见这种情况也是直言不讳，自己还有其他女人的事情。赵一诺虽然隐约间知道一些，但是苏北辰能直接告诉自己，他是没想到。虽说一时间可能有些难过，不过他表示自己会去慢慢接受，这也是苏北辰希望看到的。他不希望现在的自己再被捆绑住。重生一世，他已经慢慢变得更加随性，可能这就是有钱人所说的更向往自由吧。周末晚上，给在酒店疯了2天的赵一诺送回了家，苏北辰也开车回了科学家。不出所料，两女一人抱一个抱枕，坐在沙发上，正在追电视剧。见到苏北辰回来，两人马上穿着拖鞋小跑过来，一个帮苏北辰拿着手上的公文包，另一个则是帮苏北辰褪去穿着的风衣。不知道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一脸享受的苏北辰不住感慨道：“你就偷着乐吧，后宫能这么和谐，还不是全靠程思姐的通情达理。”柯雪出声道。程思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不过心里倒是挺开心，毕竟柯雪这也算是变相承认了自己的地位。入夜，又是一场一龙战两凤的激烈战场。第二天一早，程思直接坐着苏北辰的车去了公司，因为来得早的原因，倒是没有被别人看到。不过即使看到了，两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毕竟身为董秘来说，跟在董事长身边难道不是常事吗？上午10点左右，林家父子带着法务和律师一同来到了星辰控股，打算把星辰行业更细节的部分完善一下。林总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程思给两人拉开座位，亲自给两人泡上茶水。具体一些细节就让法务们去商量吧，那些让人头疼的玩意儿，我是实在搞不明白。林东福端起茶杯，微微品了一口。苏总这茶确实挺不错的。哦，对了，不知道苏总之前说的航运业的机会是什么？林东福话题一转问道。苏北辰早就料到这林东福肯定会忍不住来问，弯下腰拉开下面的抽屉，从抽屉中拿出一沓关于 BYD 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数据分析报告，递到林东福面前。林东福低头仔细看着递过来的档案袋。关于 BYD 汉的实验数据，不是说搞航运业吗？怎么又搞到电动车上去了？不仅仅是林东福，一旁的林旭也想开门询问陈哥是不是拿错了。林东福没有多言，而是带着疑惑翻开计划书。仅仅只是看了一眼计划书上的对比数据，林东福就直接挺直了腰背。5分钟10分钟，整整10分钟的时间过去，林东福才算彻底把内容消化干净。林东福一脸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苏北辰。苏总，如果说这个车真的可以落地实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苏北辰笑了一声，我当然知道，林总，要不然我为什么会这么自信航运业肯定会起来呢？最初我还觉得苏总可能是仗着资金才那么自信，现在看来则是不然，完完全全是苏总自己有把握才敢这么说。林东福感慨了一句，不过随即话题一转，苏总，如果新能源汽车真的推出了，那就会是对油车行业以及那些原油大国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所以会不会……话没有说得很明白，不过意思却很明显了。苏北辰冷笑一声，不着急，在 BYD 发布之前，我有办法让他们安安静静。看了一眼自己的声望，此时已经来到了1890万，距离2000万只剩下100多万。等下再把星辰控股出资收购林氏海运的事情发布出去，估计还能加速再收割一波声望。关于滚轮船的事情，林总还要多费点心，这个尽量尽快在龙国船舶下订单，再晚一点恐怕单子就排到后年去了。这点不需要苏北辰说，林东福也会去做。毕竟造船厂的出货量不同于汽车厂的流水线那么简单，没有固定的规格，所以每个零部件基本上都是现做，到最后做好才能拼合在一起，花费的时间自然要久一些。很快，双方的法务拟定好收购合同，再由2家律师事务所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之后，两人签上自己名字，盖上公章，互换了合同。林东福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小西装，伸出布满老茧的右手，以后就该叫你苏董了吧，希望未来的日子能在您手下混口饭吃。苏北辰笑出了声，同样伸手握住了林东福的右手。哈哈，我以后还要多仰仗林总帮我把握好这艘大船的方向盘呢。自此，林氏海运正式被星辰控股收购，更名星辰行业。同时，星辰控股的股票上出现一条实时快讯：快讯，星辰控股出资600亿收购林氏海运，并正式更名为星辰行业，进度已完成。一瞬间，这条快讯下出现无数个问号。古巴的吧，友也开始疯狂发帖。600亿，我的妈呀，这得多少钱啊？陈神前面拿100亿盖楼，后手就花600亿收购航运公司，估计下午要爆拉星辰控股了。这年报还没公开，我都已经等不及了，怕下个月公开了年报，再上车就是接盘了。我已经挂好单子了，涨停板上见，家人们。虽然去年年终会上公布了一遍半年利润，但是绝对拿不出600亿来收购一家航运公司。
只能说明星辰控股在年终会之后又有了大动作，捞了一笔大资金。不仅是散户，各个金融机构也开始调动起来，纷纷打算重仓下午干进星辰控股里面。时间来到下午1点整，大 A 下午正式开盘，只见股价微微卡了一下，下一秒成交榜上直接出现一笔2.12个亿的成交买入。紧接着不到1分钟的时间，星辰控股成功封板，一根笔直的直线出现在 K 图上，随后 K 线直接拉升到涨停，封板资金137个亿。第180章黑科技升级。星辰控股的封板给市场又重新提振了信心，不少资金开始瞄准星辰控股的低位补涨股票。星辰控股带着互联网大金融的性质，所以一些金融股纷纷开始向上拉升，指数从水下负 0.21% 开始慢速回升。下午2点，大盘成功翻红，市场资金对比昨天增量将近1400亿。不过因为前段时间的连续阴跌，很多票基本都有被套资金存在，今天的一波拉升倒是给那些资金解了套。大盘再度准备冲高回落，李博也是瞅准了最近低位的白酒，直接下达交易指令，继续大规模加仓白酒，手里的子弹都打进5瓶酒里。随着200个亿的资金持续流入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汾酒5只股票，刚刚回落的指数再次被稳住，一些在场外观望的北向资金也嗅到了血腥味，二话不说又是一波强势加仓白酒。大盘指数开始走 N 字上涨，之前尘封的股票交流群再次发挥了作用，几名交易员直接禁言全部成员，开始发起了最新操作。所有人，星辰控股已经强势封板，带动大金融板块，算是给市场提振了一波。不过很明显，大金融上的套牢资金太多了，拉升阻力太大，市场还是选择了白酒板块，也可能是上面需要给散户信心的缘故。群里的各位老哥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发完这条消息，便解除了禁言，一时间群里像是炸了锅一样，无数条消息疯狂刷屏起来。大佬回归了，我这就去买白酒 ETF。故事明灯可算回来了，大佬不在这段时间，之前赚的钱我又凭实力亏了回去。兄弟们不知道买什么，赶紧冲白酒 ETF， 手慢无。一时间白酒 ETF 基金被无数小单疯狂买入，整个白酒板块也疯狂涨幅起来。直到下午3点收盘，白酒板块的涨幅都不带回调的，全天涨幅高达 3%， 其中市值偏小的泸州和汾酒纷纷收获涨停，而市值最高的茅台也以 7% 的高度收盘，指数更是以 1.21% 的阳线吞并了前一周的连续阴跌。老李真是溜啊，这手指数拉的。苏北辰虽然没有亲自去交易室观摩第一线操作，但是他可是拿着电脑亲眼看着股市走成了 N 字形。李博先是利用星辰控股600亿收购林氏海运的消息刺激市场，午盘消息得到充分发酵之后，下午开盘直接一个暴力封板，带动大金融情绪，从而拉升指数。紧接着等套牢盘资金离场，指数准备回调的时候，硬是把200亿打入白酒板块，疯狂靠着权重票拖住指数，同时也在调北向资金出来。场外观望许久的北向资金看到这么好一个黄金钩子，不摇简直就不叫北向，毕竟他们最爱做的票就是白酒、高分红、高转送，算是他们眼中的优质资产。北向大举入场之后，其实不用忽悠散户，整个市场也会去追白酒。这段时间没有固定题材的利好，基本上都是一天一个行情，许多谨慎的散户也都很着急入场，现在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一窝蜂的又冲了进来。不得不说，老李这脑子是真的好使，让苏北辰当个事后诸葛亮也能给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一个炒股厉不厉害，看的全是实盘反应速度。苏北辰关上炒股软件，又在公司里看了一会新闻财经资讯，忽然系统提示音在脑海响起，宿主声望已达到2000万。苏北辰连忙换出蓝色荧幕，之前在系统提示栏处设置了声望达到2000万提示自己，本以为还要2天的时间，没想到仅仅1天下午的时间就成功攒够了。点击声望商城，找到科技专栏的第2列，第6代制空战斗机引擎技术2000万声望，是否解锁？是否？苏北辰右手轻轻点击在是的虚空按键上，检测等级为7级，自动升级第6制空战斗机全套技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下一秒一股庞大的知识直接灌入自己的大脑，饶是体质满分的苏北辰也忍不住咬紧牙关，两手使劲抓在老板椅上，额头上青筋暴起。操，狗系统，你 TM 就不能一点一点来啊？鉴于宿主99的体质，经过计算可以完美一次性扛过，苏北辰已经开始说不出话来，整个脑子好像就快要爆炸一样，甚至前世看到的一只蝴蝶有多少个花纹都能在他脑海里回忆出来。不知过了多久，疼痛感才逐渐消散而去。苏北辰以1敌3的第2天都没有觉得这么累过，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全身，整个人就像溺水被救上岸了一样。苏北辰晃晃悠悠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走进办公室内的淋浴间。以前还觉得淋浴间这设计纯粹为了当快乐老板用的，现在看来倒是派上了用场。冲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他才算是缓了过来。闭眼开始翻查系统刚刚奖励给自己的技术。等他整体看完一遍之后，忽然觉得这狗系统好像看着顺眼了点。本来只是给一个引擎技术，现在倒好直接给了全套技术，跟之前奖励的黑科技一模一样。说是第6代战机，苏北辰觉得这玩意儿更应该叫第7代近未来产物。跟他前世看过的一个航展上的飞机模型，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至少相似度高达 99%。 东西是有了，可是自己该怎么造啊？总不能莫名其妙跟上面说我要造飞机，你给我批个军工企业证，又或者学人家学霸小说里一样，直接把设计图啥玩意儿的直接通过邮件发过去。要是他真那样做了，那才是真正的蠢逼。互联网这东西是最不安全的存在，那些高度保密的文件基本都存在不联网的机器上，所以说看来只能指望自己的人脉卡了。兑换完黑科技，过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声望正好重新涨到24万。苏北辰二话不说，直接拿下这个月的人脉卡，使用成功，获得人脉关系常弘毅。第181章，针对樱花国的连环计。常弘毅，苏北辰对这个人有些印象，好像是之前倪星成给自己提到过一次。苏北辰给倪星成打过去一个电话，询问了一句关于常弘毅的事情。从电话得知，常弘毅居然是龙国某装备部的一把手负责人，之前在星辰半导体采购过芯片，所以两人倒是留过联系方式。对了，苏董，星辰里能和星辰半导体的厂区再过几天就收工了，基本上就差一些办公室里的软装了，您看咱们什么时候搬家？这么快就完工了？苏北辰看了一眼时间，发现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4月份。等软装都安排上了，星辰里能和星辰半导体直接从星辰科技分离吧。跟倪星成交代完毕之后，苏北辰要来了常弘毅的电话，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就拨打过去，一是今天时间有点晚了，二就是等明天先让倪星成联系一下对方，表明一下来意。翌日一早，倪星成就给苏北辰打了个电话，说常部长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还没等苏北辰找到常弘毅电话，一串座机电话就打了进来。接通之后，沉稳又雄厚的男声在电话那头响起：“请问是星辰控股的苏总吗？”“对，是我。请问是常弘毅，常部长吗？”“哈哈，没错，苏总久仰大名了，一直都听叶老首长讲你的事情，今天可算见到本人了。”好家伙，苏北辰直接一拍脑袋，自己怎么把这事忘了？到时候真要把东西给叶老爷子，那不是也能给自己安排上吗？亏了，亏了，一张20万人脉卡算是白费了。苏北辰跟常弘毅简单表达了一下，自己手里有些黑科技，不过就是不太方便拿出来。常弘毅一听就来了精神，别人只知道星辰科技厉害，都以为是那几个技术大牛厉害，但实际上星辰科技幕后最大的技术大牛就是董事长本人。苏北辰居然有些不方便拿出来的黑科技，那他方便啊。两人约定了见面地点和时间。本来常弘毅要亲自来趟沪上表达一下诚意，但是苏北辰哪敢让人家跑这一趟啊，连忙说着自己正好要去一趟上京，一起把事给办了就好。挂断电话，又让赵一诺帮忙给自己订了一张飞往上京的机票。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早上9点了，在办公室卫生间洗了把脸，提起了一点精神，打开英股股市软件，之前播下的种子差不多该收割了。樱花国的汇率居然也稳定了下来，甚至比起前2天还有一波小幅度的回升。虽然比苏北辰当初接盘的时候还要低一点，不过总归来说问题不算大。打开三井住友的股票，整个公司市值已经跌的只剩21亿美元，而且公司目前面临着质押的不动产被强制法拍的风险。换句话简单来讲，就是破产前的最后一步了。三井本来就是靠着地产和银行业起家，因为国债和外汇的双重影响，断裂的资金链也找不到救世主帮自己填上去，大家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谁还有那闲工夫帮你？纵使樱花国是低利率国家，那也架不住三井的贷款资金庞大，光是一天的欠款利息都有上千万硬币。截止目前来看，三井最少有900个亿硬币的坏账，放在平常别说900亿了，就是翻个倍，三井也随便能扛过去。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以往了，疯狂暴跌的外汇以及爆仓的18000亿硬币的国债和保险项目，让三井更是遭到了用户的疯狂挤兑，所以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他们兜里1分钱都没有了。现在倒是一个机会，给王校长打了个电话过去，让他来一趟星辰控股，顺便说了一句带他收购企业的机会来了。王校长本来还打算在床上多磨蹭一会，一听说机会来了，直接一个鲤鱼打挺没坐起来。咸鱼翻了个身，坐了起来，套上衣服，清水抹了把脸，就开车冲出了地下车库。赶到星辰控股已经是20分钟之后，这还是不堵车的情况下，不至于这么着急，快坐下喝口水。王校长也不客气，
直接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苏北辰对面。能不着急吗？上次陈哥带我赚的100亿，现在还历历在目呢。王校长又环顾了一圈四周，有些好奇道：“这次怎么没叫老秦他们？”苏北辰鼠标在屏幕上不停点击切换着阴股，随口说道：“他们几个干脆直接把钱给我了，让我代为持股。”啊，那我也直接把钱给你不就好了吗？苏北辰笑了一声：“你不是说要体验一下收购公司的感觉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王校长，王聪要是早知道还能这样，干脆直接当初再香江就不多嘴了。不过你也不用急着无语，我代为持股肯定是要收额外5%费用的。你自己去收购的话，这钱是能省下来，而且100亿的5%可不是个小目标啊。苏北辰停下手中鼠标，喝了口茶，继续讲道：“各有各的好处，到时候樱花国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你想减持割韭菜可比他们容易多了。”樱花国，王校长直接抓住了关键信息。对，这次樱花国国债的事情，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有些事咱们自己人知道就行了。王校长瞳孔紧缩，内心一整个卧槽。这次樱花国国债的事情，他肯定是知道的。当初让他们几个人投钱，虽然没有具体说做什么，但是能在短期获利这么多的，除了期货之外，就是债市了。前后结合这么一看，苏北辰是十有八九拿着那笔钱去樱花国身上撕下了一块肉，把人家经济搞崩盘之后，反手又要低价收购人家企业，到最后人家还得对星辰控股感恩戴谢，好一套连环计，简直把樱花国经济玩弄得死死的。MD， 幸亏跟陈哥是朋友，如果是敌人，真的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被卖了还得笑呵呵帮着人家数钱，这招简直太损了。不过对于我来说，刚刚好。王校长一脸猥琐的笑道。第182章，王校长的抉择。井上商事这家公司算是资源型控股上市公司。苏北辰说着，转动显示器分屏，面向王校长。虽然挂着商事的名字，不过早年在昭和时代就已经发家的原因，后来进入平成年代之后就正式转型为投资公司。至于为什么没改名这个事情，估计是纪念第一任小日子社长吧。苏北辰右手握着的鼠标轻击左键，点开之前整理好的关系图。这个图算是比较简单明了，井上商事控股的多家企业基本上都算是樱花国地方的资源命脉，比如北海道电力、东北发电、四国木材等。这还是王校长第一次了解到这种事情，而且苏北辰做的表格和关系图简直对他这种小白不要太友好。听苏北辰这么说，这家公司确实是一家优质资源型公司，可是这家公司按理来说应该会有不少投资公司会看上吧，怎么也轮不到我来收购吧。王校长也不是傻子，很快就看出了问题。确实是这样，不过现在那群豺狼都盯着东京和京都、大阪3座大城市的资源，目前这些小资源公司最多就是一些实力还算可以的小公司在探查情况。苏北辰顿了一下，继续道：“如果你要硬说的话，这些小公司能拿出来的钱，说不定还没你手里的多。而且这对万达的转型也是一波机会。”言尽于此，苏北辰也不再多说。如果王校长或者说王健林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可能到后面只能走后世的老路了。办公室一时间陷入沉默，除了王校长自己点击鼠标的声音之外，就只剩苏北辰的喝茶声。一上午时间，王校长不停在隔壁小会议室跟自己老爹打着电话，时不时还用苏北辰的打印机打印一些文件。临近中午12点半，王校长打完电话，走出会议室，再次坐到正在操作的苏北辰面前。陈哥，万达决定了出资100亿，我这边再单独出资100亿，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你。委托给我？苏北辰有点惊讶。王校长点了点头，关于金融收购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很懂，更何况还是针对海外企业的收购，所以这次决定全权交付给陈哥。紧接着又继续补充道，关于费用问题，这点万达那边还是比较有争议，看那边的意思是想再向下压一压。苏北辰合上笔记本，眉头微微皱了起来。5%这笔费用已经算是很少了，我也只是象征性的收这笔钱而已。王校长见苏北辰不悦，马上打圆场解释道，这个意思是董事会那边几个股东联合提议的，我爸那边倒是没什么。如果你们连这种事情都解决不了的话，还是按照你们董事会自己的意思来办吧。苏北辰说完，起身就准备去楼下食堂吃个午饭。这一下给王聪倒是弄得里外不是人。草，一群掉钱眼里的 NT 股东。暗骂一句之后，连忙起身追上苏北辰。陈哥，我跟你单干吧。苏北辰有些惊讶，没想到王校长倒是够决绝的。苏北辰按了一下到3楼的电梯按钮。你想好了？想好了。电梯在中间楼层停止，有其他人上来了，两人不再说话。下午跟李博交代了在2级市场收购三井住友的流通股份，顺便让他协助王校长收购一把井上商事的事情。事毕之后，苏北辰去了一趟星辰科技，找到一台从研发到组装完成都没有连接过互联网的电脑，把自己脑海中关于第6代战机的内容全部录入硬盘之中。因为内容太多，
今天晚上苏北辰倒是没有回家，一直在星辰科技待到第二天早上6点40。呼，苏北辰长喘一口浊气，从口袋上衣里拿出还剩半盒的华子，啪嚓，点燃香烟，狠狠地抽了一口，呼出一条长龙，看向窗外的天空。此时因为刚刚步入春天的缘故，已经是蒙蒙亮了。早上吗？这还是自己重生以来第一次通宵。至于之前在酒吧玩到4点，天还没亮，那都不算通宵。苏北辰起身扭动起来僵硬的脖子，噼里啪啦的骨骼声响传来，舒服。只能说99的体质确实顶，哪怕到现在，他甚至觉得还有精力打长扑克。苏北辰给自己定了个10点的闹钟，随便找了个沙发，直接躺了下去。3个小时几乎是眨眼而过。苏北辰简单洗漱，吃了个有些晚的早饭之后，就让李龙给自己送到了机场。这次苏北辰直接让李龙把车给扔到了机场停车场。李龙以前是部队出身的事情，他可是没有忘记。这次干脆就带李龙过去，看看能不能在大佬面前混个眼熟，顺便让李龙多招募一些他在上京的战友。现在星辰控股的影响力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会投机赚钱的金融公司了，旗下的星辰科技，说句毫不夸张的，已经在悄然转变世界格局了。能源、芯片、材料，甚至在未来不久，军工和医疗也将迎来大地震。所以旗下这些子公司的关键人物身边都要配备2到3名保镖。如果这次顺利，可能一些特殊性质的持枪安保人员也不是不能申请下来。正如苏北辰所说的一样，其实上面早就在芯片研制出的第一时间就安排了不少暗哨守在星辰科技附近。星辰科技那栋写字楼的其他公司也在这几个月莫名其妙全都搬了家，写字楼楼下也多出了好几家摆烂的小贩，那摊鸡蛋饼的手法让人看了简直陌生的让人发疯。不仅仅是星辰科技，星辰控股也有不少安保人员和便装国安在一圈又一圈巡查，甚至连每个接近苏北辰的人身份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上面早就有所行动了，只是你根本不知道罢了。此时苏北辰正坐在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内，一身军装的常红毅面带微笑跟苏北辰讲着上面这几个月以来的安排。苏北辰有些尴尬，那自己女朋友们的事情岂不是也被上面调查得一清二楚。第183章，苏北辰的大礼。车子稳稳停靠在某单位门口，苏北辰在常红毅带领下来到一间会议室内。喝点什么？白开水就行。听到常红毅的询问，苏北辰回答道。看着一身军装的常红毅，他其实小时候的梦想一直都是当名军人，不过初中就学会了抽烟，打游戏上瘾更是家常便饭，体能也是一降再降，眼睛最后还近视了。好吧，这些都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实际上只是因为分数考不过线，最后选了沪上大学里分数最低的专业。常红毅交代完，又回到了屋内。没一会，同样一名身着军装的人端着2杯茶水走了进来。常红毅喝了口水，笑呵呵地看着苏北辰道：“苏总，不知道最近有什么黑科技，不方便拿出来。”苏北辰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年轻战士，他不是外人，算是我的副官了。见常红毅这么说，苏北辰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厚重的移动硬盘。这是我潜心研究了将近1年多的成果，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苏北辰这么说，纯粹是系统给自己编造的尴尬理由。系统告诉自己会自动弥补过去1年多苏北辰的经历，包括在学校购买各种战斗机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以及篡改苏北辰在学校给众人的印象，从逃课打游戏的舔狗变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霸。只能说这系统越来越离谱了，后期不会真干成修仙世界吧？系统想多了，不会。苏北辰6，小五去拿台电脑过来。小五收到命令后，不到3分钟的时间抱过来一台看着像手提箱一样的笔记本。苏北辰接上移动硬盘之后，点开硬盘里唯一一个文件夹，这个就是我研究的全部资料。常红一看到文件夹的名称居然是第6代战斗机，不禁有些发笑，知道眼前这个苏总确实有点本领，不过居然口气这么大，敢命名为第6代战斗机。常红毅笑着摇了摇头，只当是苏北辰在好高骛远，右手接过鼠标点开第一个文件。哎呦，苏总连模型都建出来了。随着鼠标滚轮不断下滑，常红毅从一开始的不屑，再到惊讶，最后变成了震惊。时间1分1秒过去，常红毅已经盯着电脑屏幕看了整整3个小时。一旁的小五也站在常红毅身边，整整3个小时没有动弹。期间，苏北辰倒是因为喝水喝多了，去了一趟厕所。常红毅看完了最后一个文件，整个人摘掉眼镜，闭上了双眼。苏总，你这份礼实在是太大了，虽然我还没有证实这里面一些关键的技术信息，但是不出意外，很多地方都是可行的。再度睁开双眼的常红毅，眼神里对苏北辰充满了感激，随后起身朝着苏北辰敬了个礼。苏北辰也不敢托大，连忙也站了起来，回了个不怎么标准的礼。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所以只能委屈苏总在这个屋子里多等一会了。饭菜的话，等会让人送过来。苏总想吃什么，尽管跟小五交代。常红一说完，冲着小吴点了个头，直接带着硬盘和电脑出了屋子。接下来的发展，估计就和很多小说里一样了，等会就该签署保密协议了。过了一会，送饭菜的战士倒是先来了屋内，小五接过饭菜，两人就在会议室里吃了起来。常红一回到办公室，直接拿出红色电话拨打了出去，几乎是刚响铃就被接通。S 级保密事项启动，接通保密局，程飞、沈飞，航天局上京 Triple X 部，常红一，编号。电话挂断的同一时间，4个单位紧急电话也响了起来。常红一再次回到会议室，再次看向苏北辰的眼神柔和了很多。他之前看苏北辰的调查报告的时候，单纯就以为是跟王聪差不多的富二代而已，多少话语间带些不屑。结果谁知这富二代不吭不响，直接干了这么多大事，光刻机、芯片、新能源电车，现在直接给自己整了个战斗机。所以说他是越看苏北辰越顺眼，要不是他外面有个这么大的公司，他都想给这家伙挖过来了。苏总，这饭菜感觉如何？是不是感觉还没你平常吃的好？那怎么可能？要论健康，论食材新鲜口感好吃，那必须是部队第一。苏北辰这说的可是实话，部队的伙食是真的不错，用料都是最新鲜的。常红一闻言笑出了声，哈哈，苏总能喜欢就好。等一会下午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过来，到时候还得让苏总讲解一番。苏北辰自然是应下，很多技术即便是系统给了他，他也花了将近1天多的时间才吃透。下午1点，先是保密局的6人先到了屋内，苏北辰和常红一3人签署了红色保密协议。紧接着其他3个部门陆陆续续都来到了会议室，直到下午4点，常红一口中说的一些人坐满了能容纳50人的会议室，甚至还加了几把椅子才勉强坐下。苏总，可以上台开始了。常红一在一旁提醒道。苏北辰点点头，径直走上发言台上。在场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要知道，台下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业界大牛级别的存在，起码有1/4人都是院士。苏北辰也不怯场，直接点开第一个文件。今天讲的问题，想必之前常部长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就是第6代制空战斗机技术。在未来的战机领域，不仅仅是要掌握制空权，更要有近地轨道作战能力。台下一众人只是听了个开口，眉头就皱了起来，甚至不少院士心里都觉得台上这个年轻人在胡闹。但是随着苏北辰的不断深入讲解，他们也像常红一一样，从不屑慢慢转变成震惊，以至于讲到最后，所有人都在奋笔疾书做起笔记。不少教授感觉好像回到了当年大学时期，努力跟上老师讲课一样。这场演讲一直从下午4点持续到晚上8点，中间的晚饭都是有专人来送，所以理论上来讲，这套技术算是比较成功。当然在现实中能否成功，这个还需要实验。苏北辰放下手中的马克笔，背后白板上全是一串又一串的公式。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再讲解一下？话音刚落，屋内一半人都举起了右手。于是这场会议又开始继续延长，直到晚上11点。要不是担心几位年龄偏大的院士身体，恐怕他们能追着问苏北辰一个晚上。苏北辰也在常红一的安排下，下榻了部队内的一间单人宿舍内。本来就熬了一个通宵的苏北辰，又讲了1天的内容，送走常红一之后再也顶不住了，衣服都没脱，直接倒头就睡。第184章拜访叶老。早上6点30，天色阴沉沉的，时不时飘落一点雨滴。同样是昨天的会议室，同样是苏北辰在台上继续回答着众人的问题。倒不是苏北辰只睡了6个小时就起床了，而是被常红一给拉了起来。直到现在，苏北辰脑子还有点发懵，完全是凭借着脑海深处的记忆，下意识在回答各位大佬的问题。直到刚刚吃完早饭才缓过来一点。接下来1连5天的日子，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了。苏总，你有没有兴趣来沈飞挂个顾问的名头？工资什么的你肯定不在乎，不过以后想申请军工资质，老头子我还能使劲帮帮你。老赵可别在那吹牛逼了，苏总，要我说你就来成飞挂个技术顾问的名字，我现在就去找老常把军工企业给你申请下来。赵空明顿时不乐意了，好你个李才杰，我这是看常部长在场说的委婉一点，你们成飞还是用的我们的东西好意思吗？拉倒吧，你说的就跟沈飞没用似的。苏北辰顿时有些哭笑不得，面前这2位毫不夸张地说，都是军工飞机行业里的一把手，不管他去哪个，对星辰控股后续创立军工企业都是有巨大帮助。行了，你看你俩加起来100多岁的人，把人家苏总为难的。要我说，苏总你直接来航天工程局当技术顾问算了，军工企业证要多少给多少，到时候顺便多给苏总介绍一点芯片订单。本来在拌嘴吵架的赵空明和李才杰一听航天工程局也要来掺一脚，顿时不乐意了。程飞沈飞都属于中航旗下，2人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你一个航工局也要来抢人。
于是三人开始混战起来，最后还是常弘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打断了三人。要我说，你们都消停点吧，不如听听人家苏总怎么想的。常弘毅的面子，三人还是要给的。三人目光齐刷刷看向苏北辰。很谢谢三位大佬能争抢着要我，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苏北辰顿了顿，继续道：其实我也不需要纠结选哪一家，我干脆直接创立一家技术咨询公司就好了。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前辈，战斗机肯定不可能靠着一家来完成，所以干脆直接每个部门负责一块项目怎么样？秉着谁也不得罪的态度，苏北辰直接把技术一分为三。我觉得苏总这个提议倒不错，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倒不如专精一个项目，而且也更加安全。常弘毅直接拍板定下苏北辰这套方案。几人见状也不再继续争吵，转头开始研究起来自己公司应该拿下什么板块。苏总，关于公司的军工资质这块，上面已经走了特批，估计很快就能下来，公司具体事项还是让苏总多操点心了。多谢常部长。苏北辰点头谢道。谢我干什么？这都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很快三家把自己想要负责的项目分得差不多了。几人在会议室内起草了一份合作意向，至于更加具体的合同，还需要等苏北辰把公司创立了才可以签下来。终于熬了1个星期才把这群大佬给送走。苏北辰可算松了口气，这几天几乎每天做梦都是梦到自己在讲课。苏总，这几天辛苦你了。常弘毅也有些不好意思，谁能想到这群人居然能拉着苏北辰朝6晚10地让他讲课。比起操劳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我这点辛苦根本就谈不上。苏北辰摆了摆手，正色道。常弘毅也表示赞同，紧接着话题一转：叶老爷子，这几天一直在等着请苏总去家里吃饭。我本来也是打算事情结束之后去拜访叶老。奚梦月那丫头最近没少跟自己提这件事，苏北辰自然是放在心上。讲课这几天他也没让李龙闲着，除了回来找退役的老战友之外，就是去买各种礼品。毕竟空手去拜访别人，多少显得没诚意了。这次是以私人身份拜访，所以常弘毅也换上了便装。李龙开着刚上牌的商务车接到两人后，按照导航直接开向山庄。门卫再三盘问，检查了三人的身份证后，又向叶家打了个电话确认了3名来者的信息才放行。上次来苏北辰还没有什么感觉，可能是跟着叶家的车，所以没有过多盘问。今天这么一看，安保措施是做得真严格。苏北辰也理解，毕竟这里面住的人物基本上没有简单的。车子很快停在山庄前院，奚梦月和叶青云倒是早早站在了门口，准备迎接苏北辰和常弘毅的到来。一下车，还没等苏北辰站稳，一道身影就直接扑了过来，吓得苏北辰连忙抱住怀里的奚梦月。北辰，我想死你了，有人看着呢，快放开听话。叶青云和常弘毅明显就是老熟人了，两人打了个招呼，在一旁一脸一副笑看着两人。也许是觉察到还有别的客人在等着，奚梦月也有些不情愿放开苏北辰，不过手臂却一直搂着他的手臂。你俩感情倒好，还是年轻好，小别胜新婚。哈哈哈哈。被叶青云这么一说，奚梦月没觉得什么，苏北辰倒有些不好意思。叶叔，常部长，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叶青云摆摆手表示不要紧。一行人进了屋内，叶老和叶奶奶此时正坐在沙发上聊着天，似乎是听到门外的声音，二老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苏北辰和李龙两人连忙小跑过去扶着二老。苏北辰可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面子，值得二老起身迎接自己。谐星拉着苏北辰的手，也许是受爱屋及乌的影响，脸上挂满了柔和的笑容。北辰，我都听你叶爷爷说了，你这次为国家做了大贡献，真是好样的。叶奶奶，我这点贡献比起老一辈来说简直微不足道。苏北辰在谐星一旁很认真地说道，没有老一辈的抛头颅洒热血，哪有今天昌盛繁荣的龙国，所以真的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已。第185章，真诚才是唯一必杀技。好啊，叶军在一旁开口道，如今和平年代，苏总能为国家军工做出一份不小的贡献，这些荣誉和赞美都是你应得的。苏北辰如果再谦虚，就显得有些做作了，爷老爷子都说了，他也默许下来这份夸赞。接下来的家庭饭局上，多数都是叶军在问，苏北辰在答。对于叶军问的一些问题，苏北辰是知无不言，什么都老老实实的讲了一遍。在这种大佬面前，最好还是少耍一点小聪明，真诚才是他们最喜欢看到的。当然，关于系统的事情，他直接就给省略了，这种事情最好还是烂在心里。吃差不多了，叶军放下手中筷子。好了，老头子，我吃的也差不多了，我在场，你们年轻人也放不开，正好我和谐星出去溜溜弯，你们聊吧。常弘毅也马上起身，一路陪着叶军走出了屋门。随着叶军的离开，一桌人才算是放松了一些。从这不能看出来，叶老爷子在叶家威望还是很足的。苏总，每次见你真的都能刷新我对你的认知，终究还是我坐井观天了。
叶青云扶了扶鼻梁上的方框眼镜，叶叔说笑了，比起你们为龙国做出的贡献，我这才那算呢。苏北辰这谦虚倒真不是假的，叶青云将来的职位那可不是一般高，将来做出的贡献更是他在后世有目共睹，所以趁现在抱好叶家的大腿倒是真是。我爸今天问你那些事情，其实没有试探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你，毕竟你除了是我姑姑的恩人之外，更是西梦月那丫头的男朋友，总要把把关。叶青云声音很平和，滴水不漏的说话风格和上次吃饭大相径庭。既然我跟着西梦月一起喊了一声叶叔，我肯定没有把您当做外人，今天来的是苏北辰，没有什么苏总。那就好。叶青云微笑道，我姑姑结婚早，当年下乡之后就结婚生了孩子，结果麻绳总挑细处断，孩子好不容易养大结婚生子，没过多久便离开了西梦月西梦欣两个孩子，似乎是产生了共情。叶青云叹了口气，摘下眼镜食指捏了捏鼻梁，不好意思北辰，总是听老爷子讲关于姑姑的事情，难免会有些感慨。苏北辰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怪不得协兴和叶军兄妹两人没有相差多少岁，孩子年龄却相差这么大。今天他算是知道原因了。山庄一处幽静小路上，红叶，你觉得苏北辰的孩子怎么样？听到叶军的询问，落后叶军和协兴的常弘毅连忙上前一步。叶老，不瞒您说，我觉得苏总回答您的问题确实十分坦诚，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什么？有话就直说，别婆婆妈妈的。常弘毅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刚入部队的场景。是，我就是觉得苏总在有些问题上面好像直接一笔带过了，或者没有给您说重点，避重就轻再回答。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既然人家不愿意说就不说好了，只要他对龙国没有二心就好。是。常弘毅说完继续跟在两人身后。军哥，北辰那孩子心眼不坏，而且赚了钱一心只想回馈社会，咱们有些事情能多帮衬着还是帮衬一点。协兴不紧不慢地说道。这点你放心就好，他一直以来为龙国做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苏北辰在跟此时并不知道，自以为隐瞒很好的话术全都被人家看得一清二白。将军，北辰承让了。苏北辰没想到自己之前开出来的职业级象棋棋艺被叶青云给暴虐了，这么看来叶青云至少也得是大师级别的。果然优秀的人不管干什么都优秀啊，叶叔这一手棋艺可不亚于那些职业选手啊。叶青云对苏北辰的夸赞很是受用，北辰的技术看来平时也没少练啊，单单这一手套路颇有那些职业选手的风范。棋逢对手倒是说不上，不过在叶家倒是没有人能跟苏北辰棋艺差不多的了。下午2点左右，苏北辰和常弘毅跟叶家道了别，坐上商务车离开了山庄。一同跟来的还有西梦月那丫头，说是好久不见苏北辰了，想要一直跟着他。先是把常弘毅送回部队，本来想着下午过2人世界的苏北辰，车上副驾驶又被常弘毅安排了一名便装上来，当然是以苏北辰的安全为由，而且还不容苏北辰拒绝。无奈之下，苏北辰只好同意。坐在副驾驶的壮汉做了一波自我介绍，名字叫刘白婷，家是皖北的。苏北辰一问发现居然跟自己老家离得倒是挺近，试着讲了2句家乡方言，发现刘白婷也能听明白，口音居然还大词不差。第一次听到苏北辰讲方言的西梦月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北辰，我一直以为你是沪上人，没想到你老家居然是豫省，我还一直以为你知道来着，看来是我记错了吧？没有啊，你一直都没有跟我讲过。好吧，看来那应该是我记错了。西梦月闻言一脸坏笑，悄悄朝苏北辰贴了过去，附在耳边小声说道，可能你记得是告诉了其他姐妹吧，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说完还朝着苏北辰耳朵吹了口气。苏北辰一个眼睛微微挑眉，看着一脸坏笑的西梦月，发出一声冷哼，哼，看来我老孙今晚又要降妖除魔了。关于其他几个女人的事情，在刚认识西梦月那天，苏北辰就告诉她了，一直没让她去沪上的原因，自然还是给她一点缓冲的时间。特别还是西梦月回归了叶家之后，苏北辰更是没有着急让她去沪上，生怕到时候表面笑嘻嘻，心里一个 MMP， 直接让叶老降维打击自己。估计他到时候10有8九得提桶跑路，自己二叔估计也得受牵连。第186章，给他们来点小小的 PDD 震撼。下午苏北辰跟着西梦月逛了逛 SKP， 现在的西梦月回 SKP 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哪里有什么店都熟悉的一清二楚。苏北辰给他每个月50万的零花钱，看来是没有白给。正好最近不少名牌都有上新，苏北辰看崔把西梦月看上眼的，直接全部打包带走。整整一个下午下来，消费了400多万，大头还是在爱马仕的身上，随随便便一个东西起步价就是5位数打底。所以说奢侈品这玩意儿是真的赚钱，赚男人钱的就是游戏，赚女人钱的就是奢侈品和化妆品。苏北辰心里一琢磨，
好像也不是不能学着 LVMH 大肆收购奢侈品公司。在后世经济不好的时候，这家奢侈品控股公司可是连年收入排在世界前10。买完的奢侈品自然是全部由 SKP 工作人员给送回立功的别墅里。幻影可承载不了这么多的东西，轿跑也就这点不好，空间太小了。苏北辰还记得之前老妈在家闲着太无聊，看摆烂经济比较火，直接开着他送给老爸那辆加长揽胜去卖菜了。被人家问起来，就是说这车空间大，装的菜比较多。人家问车多少钱知道吗？自己老妈陈琳真的不太懂这个，很谦虚的说不太清楚。结果因为这事还在网上小小的爆火了一把。刚前脚两人回到家，后脚 SKP 送奢侈品的车也跟到了。谢过司机和工作人员，苏北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着在拆自己奢侈品的奚梦月。奚梦月先找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套 Dior 的春衣，直接当着苏北辰的面换了起来。不知道这妮子是不是故意的，平常5分钟左右能换完的衣服，今天硬是拖到10分钟，给苏北辰看的，直接想提前降妖除魔。很快打扮好的奚梦月从一堆包包中选了一款和衣服比较搭配的挎在身上，在苏北辰面前转了一圈。北辰，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苏北辰右手托着下巴，看着转圈的奚梦月，不愧是90家的魅力，不管什么衣服，他好像都能轻松驾驭得住，感觉真像小模特一样。我觉得很不错，当然我还是更喜欢你私藏的那些战袍。奚梦月故作羞态，我都不好意思了，又纯又欲的样子让苏北辰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金箍棒。苏北辰一拍沙发扶手，大胆妖女，看俺斗战胜佛，这就收了你。第二天日上三竿，奚梦月迷迷糊糊爬起来洗了个澡，吹完头发出来，发现苏北辰正坐在书房里看书。春日的暖阳洒在苏北辰身上，把本就白如玉脂般的皮肤照得更加耀眼。成熟男人的气质和少年的青春气息，两股毫不相关的东西在此刻融合得恰到好处。说实话，他一直觉得苏北辰很帅，但是他总觉得要比第一次见他更帅了几分，就像此刻屏幕前的各位读者老爷一样。奚梦月悄悄拿出手机，给这一刻的苏北辰定格下来。超乎常人的体质让本在看书的苏北辰早就注意到了在一旁看着自己奚梦月。不过苏北辰也没有动弹，就是这么坐着给奚梦月当模特。等了差不多5分钟，苏北辰忍不住回过头看着还在不断拍照的奚梦月。还没好啊。奚梦月偷拍被发现，下意识一阵慌乱。不过当他看到苏北辰一脸笑意的时候，就反应过来自己偷拍早就被发现这个事情。奚梦月走上前去，白皙的玉臂慢慢环绕着苏北辰的脖颈，朝着苏北辰脸上轻啄了一下。我老公真帅。随后目光投向苏北辰手中观看的书籍，这怎么全是古文哇？自从上了大学，感觉已经给当年老师讲的全部还了回去。苏北辰微笑了一下，身子慢慢向后靠去，后脑勺贴靠着奚梦月，总觉得自己不是很会说话，想要提升自己情商。果然，像你这种优秀的男人，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陪奚梦月吃过早饭，苏北辰就给他送回了学校。李龙和刘白婷两人带着苏北辰去工商那边跑了一趟，注册了一家具有军工性质的企业单位。因为之前打过招呼的原因，这次也是一路开绿灯，各种手续基本上1上午时间就办理完成。公司就命名为星辰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填写的业务也很简单，机械的抛光打蜡、农用发动机技术咨询、PVC、PET 等可再生材料贩卖等等。正在公司选址路上的时候，苏北辰接到了李博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李博告诉自己，有几个三井的小股东已经私下跑来跟他接触了，询问星辰控股能否收购他们手上的股份，价格自然走的大宗交易，折价10%交易。同时李博还告诉苏北辰，他们并不知道星辰控股最近在抄底三井住友的事情。苏北辰一寻思，这感情好啊，本来还想着过几天派李博去一趟樱花国私下收购一点股份，结果这倒好，人家直接赶着来给自己送起来了。给李博下达的指令自然是照单全收，不过收购价格可以往上提个1%，不过这个钱不能第一时间给他们，如果他们可以拉过来其他想要出售股份的股东，拉过来一个返现1%。李博一听这套路，觉得这大有可为啊，毫不吝啬的对苏北辰一连串彩虹屁脱口而出。后世拼滴滴拉人头套路用在樱花国身上刚刚好，给他们来点小小的 PDD 震撼。挂断电话，苏北辰也到了之前常弘毅给自己挑选的几个办公场所。偏僻倒是真的偏僻，手机信号这会也全无，估计等自己6G 通讯业务彻底完善出来，华为应该就可以换上卫星通讯了。刘白婷在车上打了个电话，三人下车等了一会，一名身穿黑色训练服的男人从7层小楼走了出来，先是朝着三人敬了个礼，随后开口道：想必这位就是苏总吧，我叫窦豪，上面的命令我已经收到了，由我来带苏总参观一下吧。第187章打造闭环。一共7层的小楼，
每层面积倒不小，差不多每层都有个1400来平左右。虽然说对于一些制造业来说地方根本不够，但是对于一个咨询公司来说倒是绰绰有余。除了1层不能选之外，其他楼层都没有问题。苏北辰见状，干脆选了6、7两层，并没有别的含义，单纯是随便挑的2层。工商局那边自然不需要苏北辰再去跑一趟变更地址，之前预留的就是这栋楼，具体哪层写不写都无所谓。苏北辰又从声望商城买了一张2级人才卡，直接使用在军工领域。过了一会，一辆挂着军牌的车子缓缓行驶到楼下，从车上下来2个中年人。苏总您好，这位是副仓叶老先生，听说您要创立公司，给您招聘过来的一位员工。穿着一身格子衫，看上去就像码农的中年人连忙伸出双手跟苏北辰握在一起。苏总，以后还是请您多多指教，我还指望以后公司请副工多多操心才对。这个副仓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用人才卡捏出来的角色，就是出场的方式自然不能像之前几位一样了，不然凭空冒出来个人，上面不查才怪了。交接完之后，苏北辰直接把自己脑海中的知识共享给副仓，饶是2级人才也花了不少时间才把知识接收完成。副总，我估计1星期之后就会离开上京，以后上京这边的事情还需要你多多操心一些了。苏董，您言重了，分内之事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做好。之所以苏北辰还要再留1个星期，就是要让外人知道自己这1星期在努力教副仓相关知识，到时候技术方面哪怕没有自己在上京，副仓也可以出来独当一面。不过碰到比较核心的技术，肯定还是由苏北辰出面来解决。接下来1个星期的时间里，苏北辰白天就在公司待着，接待沈飞、程飞几个军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偶尔抽出点时间询问远在沪上的李博关于收购三井住友的事情。王校长那边倒是有些出乎苏北辰意料，不声不响居然收购了30%多的股份，已经在樱花国证监会接二连三举牌了。星辰控股的动作自然也被一些有心人知道，不过好在对股价影响并不大，每天基本上都在1个点涨幅上下波动。截止目前为止，星辰控股手里已经有了三井住友28%的股权，目前李博正在沟通第2大股东，看对方意思是想让他这边稍微溢价一部分。苏北辰想都不用想，直接否决掉了。9%的股份还想溢价交易，不撒泡尿照看樱花国现在的经济吗？反正苏北辰也不急，他能耗得起，三井那边可耗不起，每拖1天，那边的贷款利息就上涨数百万。苏北辰用了1周时间，让一众技术大牛把各个负责的项目完完全全吃透了一遍，再加上光刻机技术的突破，让一些本来就随着提升的战机技术又一次上了1个台阶。说实话，真的有些舍不得放你离开。同样是来时挂着军牌的吉普，这次又把苏北辰和李龙送到机场。常弘毅站在车旁，拍了拍苏北辰的肩膀，一脸可惜的样子。如果不是叶老爷子发话了，他真的想直接把苏北辰给留在他们部队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回沪上处理完公司那边事情，有时间肯定还要继续回来的。沪上是肯定要回的，不然哪来的钱养黑科技？苏北辰还要回去刷声望点，这黑科技需要的声望点是真的难攒。跟常弘毅道别之后，和李龙一起来到了贵宾休息室。休息室内只有寥寥几人坐在沙发上看书，或者品着手中的咖啡。苏北辰和李龙也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李龙，怎么样？有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安保人选？李龙点了点头，老板，这次一共有15个人愿意来沪上这边跟着咱们干，不过他们其中有1半人都需要恢复训练，估计至少3至6个月才能正式启用他们。李龙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苏北辰倒是觉得无所谓，毕竟退下来之后长时间不锻炼，发福肯定是必然的。没关系，安全问题我倒是不担心，就是贴身保镖也得需要一些。既然这样的话，干脆再创立一家安保公司吧，专门来招收这些已经退役的战士。李龙没想到自己老板不仅没有怪罪自己，更是为那些退役老兵创立一家安保公司。李龙起身站在苏北辰身旁，直接深深的鞠了一躬。老板，谢谢你。苏北辰连忙把李龙给扶了起来。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着想，好的安保公司可不比那些实体企业挣的少。李龙当然不会相信苏北辰说的话，全当是苏北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苏北辰这么大肆招聘安保人员，确实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提供了再就业的岗位，另一方面还真是为了创立一家安保公司赚钱。要知道，随着娱乐产业愈加发达，将来一些千万粉丝的网红出席活动之类的场合，肯定娱乐公司得需要安保人员吧，明星出行也需要安保人员跟随。越是专业的安保团队，收取的费用自然越高，特别是给某些天王天后当过保镖的安保公司，一次聘用的费用更是不菲。苏北辰如果创立安保公司，想要跻身进这个小众市场，那只有靠着名气打出来。除了苏北辰自己之外，那几个二代就是目前来说最好的选择。自带流量的校长和还在研究怎么火起来的秦芬，
以及星辰娱乐目前的总经理麦超，这些人基本上都可以拿来做安保公司的宣传。正好星辰娱乐将来举办活动，就直接把这笔钱给安保公司了，也算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如果将来星辰控股涉及的产业足够多，可能就真就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左手出钱，道到右口袋里。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那就离苏北辰退休提前养老不远了。第188章技术管理两手抓。飞机降落沪上，苏北辰打开手机，发现沪上大的佟礼斌居然给自己打电话。出了机场，直接回拨了回去。正在学校开着会的佟礼斌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开始震动起来，嗡嗡嗡。坐在主位的丁元洲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我说过了，开会期间手机要么静音要么关机，怎么还有人调成震动，跟个苍蝇似的嗡嗡嗡啊。佟礼斌这会也在心中暗骂起来，谁这么不开眼，专挑自己开会的时候打过来。不过当他拿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之后，立马拿起手机站了起来。佟主任，现在正在开会，你有什么事情吗？丁校长，我想出去接个电话，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丁元洲刚想说什么，就见佟礼斌马上补充道，是苏同学的电话，特别是苏字的发音咬中了些许。丁元洲立马反应过来，不过声音倒是依旧很严肃，快去快回，不要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是。说完，佟礼斌拿着电话一路小跑出门。电话接通，苏北辰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请问佟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佟礼斌，不知道苏总6月份有没有时间？6月份？苏北辰说着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日期，今天才4月16号啊，6月份有没有时间？这个我还真不是很确定。怎么了，佟主任？那个是这样的，学校是想给苏总颁发本科毕业证，顺便想让苏总上台上给毕业生们讲2句话。苏北辰猛然间反应过来，自己居然还是个大4的学生，虽说马上要毕业了，那不行，这毕业典礼必须得去，赚钱不就是为了装13吗？这么险胜的机会不去，还等什么？这么大一笔声望点，他苏北辰是搁定了。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要是这是佟主任您早说啊，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毕业典礼，我肯定会到场。那苏总，您看演讲的事情，这都是小问题，到时候随便上去讲2句吧。得到答复的佟礼斌松了口气，丁校长派给自己的任务可算是完成了。好好，那就到时候再联系一下苏总，多有打扰了。挂断电话，苏北辰正好走到行李托运处，因为是头等舱的缘故，两人的行李箱都是第一个出来的。李龙直接抢先帮苏北辰接过行李箱，跟在苏北辰后面去了地下停车场。半个月没开的商务车，倒显得比走之前更加新了。一问才得知，机场这边得知苏北辰要从上京回来，提前就给车子又擦洗了一遍。只能说，有钱到哪，别人都会给予你最大的尊重。苏北辰先去了一趟已经盖好的星辰里能电池工厂，给彭木真打了个电话，通知了一下自己要去公司参观一圈。等到了星辰里能后，苏北辰就看到一众管理层人员正站在大门口等着他的到来。不是说你一个人带我就行了吗？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讲的，但是他们执意要来，都想带您参观拜访一下。彭木真有些无奈道，该干嘛就干嘛去，现在是工作日，一大群人聚在这有什么意义？一众管理层显然是觉得苏北辰的话没有什么威严，纷纷看向星辰理能的技术总监彭木真。大家也都听到了，苏董说不需要你们来当向导，你们该回去工作就回去工作吧。听到彭木真发话，几人才不情愿地往办公楼走。苏北辰眼睛微微眯起，看着离去的众人。他倒不是担心彭木真会不会把他架空，自己捏出来的人物按照系统的话来说都是满级忠诚度的。以前这些公司都并在星辰科技名下的时候，他倒是没发觉出来，现在独立出去之后，问题倒是接踵而至了。其实他一直陷入了一个误区，他觉得只要自己技术够硬，资金够多，就不会出现任何事情。但是事实证明，这次他确实想错了。公司单有技术没有管理，很可能公司到后面会被架空，上面发号施令根本传不到下面，不管是工厂效率也好，还是产品质量，肯定会受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问题矛盾日益加深，到时候真爆雷了，估计苏北辰也得被连带。星辰控股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多亏了有李博在。哪怕星辰控股没有苏北辰干涉，他也能放心把公司交到李博手上。管理和投资，李博几乎做到了完美的平衡。而星辰理能独立出来之后，彭木真作为技术人员，在管理能力上基本上趋近于零，从那些阳奉阴违的管理层身上不难看出来。所以自己刚刚攒了快1000万的声望，又要减少200万吗？算了算了，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苏北辰边在声望商城购买道具，边安慰自己道。先是捏了一名行政管理岗位的2级人才，苏北辰直接让他去找彭木真，顺便把公司内部整顿一下。随后又在彭木真的带领下，几人把电池工厂的基本面貌都看了一遍。总体来说，苏北辰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方圆海家的工程队还是非常靠谱，用的料子基本上都是好料。紧接着又让李龙驱车把自己送到星辰半导体。老板，门口那些商铺里的人应该都是上面掉下来的。苏北辰透过后车窗往几家店铺看了过去。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可能也是部队出身的原因，是不是普通人？我们基本上一眼就能判断出来。苏北辰点点头，那这么来看，星辰半导体倒是挺安全的。下了车，跟星辰里能截然不同的是，这次公司门口倒是没有一个人接他们，除了在门口站得笔直的一名保安人员。苏总，我需要确认您的身份证信息。检查无误之后，又给苏北辰敬了个礼才放行。这下基本上不用李龙说，苏北辰也知道这保安肯定不简单。反正他知道腰上鼓鼓的东西肯定不是玩具。第189章，星辰科技的奖励机制。星辰半导体是一栋5层高的实验办公综合楼，生产芯片的流水线则是安排到了大楼后面。不出苏北辰所料，除了一些必要的行政岗位之外，其他全部科研人员都挤在崭新的研究室内，埋头干着自己手头上的研究。苏北辰敲了敲实验室的大门，倪星成依然像往常一样头也不回，只当是自己秘书过来督促自己吃饭，说了一声等一下。其他科研人员也是习以为常，只是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苏北辰，便继续干自己手头的工作了。毕竟自家董事长来了，肯定是找他们的顶头上司，跟他们这群技术人员又没什么关系，跑去献殷勤，还不如多研究一会手头的活，弄出个专利，拿几十万的奖金，不香吗？苏北辰给星辰科技及旗下的子公司定的其中一条规矩就是，根据研发出的专利评估，做出相对应的奖励机制。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倪星成研究出了能让生产的流水线良品率提升 3% 左右的技术，公司直接奖励给个人500万的奖金。还有一些普通研究员改良了运用在光刻机上的小专利，公司都奖励几十万不等。虽然有些科研成果转换率很低，甚至基本为零，但是公司该激励的奖金倒是一分不少。倪星成之前也开口劝过苏北辰，说这样公司的成本开销太大了，建议他减少一些转化率低的专利项目。不过这事却被对他百依百顺的苏北辰给义正言辞地否决了。用苏北辰的话来讲，那些转化率低的科研成果并不代表了没有作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切巨大科研项目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些看似无用的小项目。就像是从石器时代发展过来的现代一样，没有蒸汽时代和工业革命，怎么可能直接一步跨越过来，直接造飞机坦克？所以说这个奖金制度还是很重要的，科研人员拿高工资高奖金，苏北辰觉得倒是理所应当的。实验数据没有问题，那理论上来说有机会造出更精密的光刻机。倪星成看着手上的实验数据，自言自语道。倪星成转身正准备给自己助理说声1小时后再进行第2次实验时，看到了正在观察研究员做实验的苏北辰。倪星成连忙快步上前，苏董，你怎么来了？不跟我说一声？老师，苏董都站了半个小时了。一旁的助理更是不留情面的直接拆了倪星成的台。这实在不好意思，苏总，苏北辰连忙打住倪星成要继续道歉的话。行了，这次来我也就是看看公司有没有最新的科研成果，顺便提醒提醒你，要劳逸结合，多注意自己身体。为了不打扰研究室里的其他科研人员，两人出了实验大楼，在厂区里闲逛了起来。最近听你秘书说，你又开始作息混乱了，3天饿5顿。怎么可能？我可是很注意休息的，吃饭都是准点。这个小刘又告我状。倪星成想要报复小刘打报告的心，就差写在脸上了。倪总，技术是不断更新的，但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线，财富、地位、名利，一切皆是无数个零，只有健康才是最前面那个一。假如健康都没了，你后面的零的位数再多也无济于事。苏北辰一脸发自内心的忧愁，看着一身白大褂的倪星成。苏董，对不起，让你操心了。倪星成本以为之前苏北辰关心自己身体，就是像之前公司的上司一样，表面功夫做一做而已。谁知道苏北辰是真的在劝导关心自己，难免忽然有些感动。毕竟像苏北辰这样的老板，真的百年难遇了。苏北辰也估计这次倪星成会比之前对自己的健康更关心一点，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刚刚听你总说更精密光刻机的事情，能跟我聊聊吗？苏北辰话题一转，问向倪星成。一提到这事，倪星成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个人低落的情绪猛然间亢奋起来。是的，苏董，其实在制造7奈米芯片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灵感，只是平常闲着没事的时候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一下。倪星成说着，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来一本小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想法和公式整齐排列在纸张上。苏北辰大概扫视了几眼，发现大多数公式都能看懂，不过还有一部分是倪星成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倒是有些模糊。苏北辰把笔记本收起来还给倪星成，说道，尽管放手去做，需要资金了就跟我说一声，争取跑到世界的最前端。这可是我的毕生目标，
带领龙国彻底站稳世界第一的位置。苏北辰又给倪星成打了一波鸡血，捏了一张2级的行政管理人才，直接留在了星辰半导体。接下来就是星辰科技了，不过那边倒是有不少自己捏出来的1、2级人才在顶着，倒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苏北辰干脆直接去了一趟星辰娱乐公司。经过半年左右的发展，原来只是租了一层写字楼的星辰娱乐，如今已经扩大到5层楼的大小。公司旗下艺人更是不计其数，随着抖音短视频的爆火，不少网红艺人搭上了这波快车，一跃从一个草根普通人逆袭成为100万粉丝大网红。如今的变现能力还没有几年后那么强，但是靠着短视频激励和品牌商广告，已经可以做到年入100万以上了。不仅仅是星辰娱乐，其他不少 MCN 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培养出来的艺人也是有不少实力不错的，逆袭成为数十万粉的网红。各大资本的入场也让这场饕餮盛宴逐渐达到了高潮。抢人、挖人才、星探、爆对手公司黑料等操作也是被搬上台面。不过这块关于星辰娱乐的黑料倒是没有多少，这还是多亏了苏北辰一开始就完善好的企业理念，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能犯错。同样是祖阿爱大师的一句名言改编过来的。现在还处于网红时代的初期，牛马混杂，在平台什么人可谓是都有，不是上面没有去管他们，而是最近上面都在忙着光刻机和第6代战机的大事，至于这群跳梁小丑，等秋后算账的时候一个也跑不掉。第190章，如果不愿意干，趁早滚蛋。苏董好。星辰娱乐的2个前台认出了推门而入的苏北辰，即便是没有见过自家董事一次，他们也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自家总裁和路人合影的视频。而且长得这么帅的总裁，据悉今年仅仅22岁，活脱脱他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你们好啊，今天你们麦总在公司吗？其中一个长相85分左右的萝莉脸前台连忙点头，麦总今天早上正好出差回来，现在这会应该在会议室开会，需要我带您去吗？这倒是正巧，这一下也省得苏北辰再去把管理层召集起来了。那就麻烦你了，为董事长服务是我的荣幸。话里有话的意思已经表露得十分明显。另一个前台暗骂了一声骚狐狸，要是他刚刚表现得再主动一点，说不定就能接触到董事长了。穿着一身 Lolita 的萝莉脸前台得到苏北辰肯定的答复后，走路开心的蹦蹦跳跳的样子，倒是让苏北辰想起了那个发誓成为最强律师的艾雪洛。说起来，自从上次一别，确实有好久一阵子没有见过他了。回头有机会再联系联系，毕竟他确实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小问题要咨询一下艾律师。上个月业绩出现小幅度下滑的事情，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讲一讲。竖着大背头的麦超，此时神情严肃地看着低头沉默不语的众人。这么有潜力的一家公司，陈哥就这么交到了自己的手上，结果在行业井喷的发展期，还抢占了先机的他们，居然在这个月业绩还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这是让他最不能忍受的。负责游戏板块的卢经理思索了一下，组织好语言，率先举起了右手。麦总，关于这个月的游戏板块数据下滑的主要原因大概有2点。第一，因为一些老直播平台也注意到了抖音这个流量强大的短视频平台，纷纷让旗下工会签约的一些游戏主播入驻并做宣传。本身就带有粉丝基础的主播虽然会带来新流量，同时也会把一些其他游戏博主的现有流量进行分流，从而导致出现数据下滑。第二，平台对于一些擦边女游戏博主的管控并不严格，再加上玩游戏的人大多数都是男生，所以卢经理话没说完，但是大家都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麦超在笔记本上记下2点原因，抬头对着卢经理点点头，我明白了。合上笔记本，又对着其他板块的负责人开口道，其他板块的经理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了第一个打样的人，其他人自然也都开始比葫芦画瓢的说了起来。大致原因无非就是那么几个，别的平台入驻了，分流了，所以数据不好，要么就是有基础粉丝的人过来开号了，同领域抢流量了之类的话。麦超看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不禁有些头大，没想到要解决的问题点倒是不少。行吧，这次会议倒是总结出来了这2个主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解决方案没有？这次众人比刚刚的头埋地更深了，全场10多号人连口喘气声都听不见。不光是他们，麦超其实自己也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不知道从哪下手才能更好解决竞争对手这个问题。总不能学人家电影里雇凶把人家老板给除掉吧。麦超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中午12点多了，这么干坐着也想不出来对策，索性想着要不先吃个饭再回来继续开会吧。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什么？冰冷的声音从会议室后门传来。苏北辰一把推开会议室里的大门，看着坐在最中央的麦超，再一次出声质疑道，时间不早了，要不干什么去？苏董，您怎么来了？麦超被苏北辰不威自怒的脸庞吓得不轻。怎么？麦总这是看公司大了，准备给我踢出去？麦超也不知道陈哥今天这是怎么了，连忙起身。哪能啊苏董，公司还得靠您主持全局呢。
苏北辰也毫不客气，直接在主位坐了下来，看着一众有些紧张的管理层。你们能被提拔上来，我不管你们用了什么手段，自强不息也好，人情世故也罢，但是在我眼里看来，很想骂的你们一无是处，说句不好听的，你们甚至还不如下面的小组长能干。苏北辰拉过来桌上的烟灰缸，不顾其他人的感受，直接点起了一支香烟。我知道你们肯定很多人都不服，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不愿意干这个位置，趁早滚蛋。我相信有人愿意接你们的班。麦超在一旁脸色有点难看，苏北辰今天说这番话，看似在说这些管理层无能，实则更多的还是在敲打自己。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找到问题之后，不做出应对的办法。后台实时数据，我不相信你们没有看过。其中一位负责科普类短视频的经理终于忍不住顶撞了一句：知道有什么用？人家就是有自带流量还能分流，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苏北辰被眼前这个人给气笑了，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道：是吗？那我问你，你觉得人家做的没你好吗？刚刚那位出声的经理愣了一下，一时间有些语塞。这没看过是吗？没事，没看过不要紧，咱们现在就在会议室里看。说着，麦超赶忙去打开投影仪。苏北辰打开电脑，搜索到抖音的网页，直接随便搜了个科普类的作者。这个博主是之前一直在生物科学研究院工作，曾经也参与过1-2期关于生物科学的杂志，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研究员。他也是上个月才开始玩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内容多以科普为主。苏北辰点开其中一条爆火的短视频，在会议室播放了起来。大概过了3分钟左右的时间，视频播放完毕，苏北辰没有说话，又切到了星辰娱乐旗下的科普博主视频上。同样过了3分钟左右，视频播放完毕。这次哪怕苏北辰不说话，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视频质量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之上。第191章，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顶撞苏北辰的那名经理看完视频也哑口无言，低着头脸憋得通红。他确实没有看过别人拍的一些短视频，靠着前期的布局，公司火起来了之后就开始变得目中无人起来，所以数据下滑，他就是单纯认为别人分走了自家的流量，甩锅给别人就对了。出了问题从来没找过自身的原因，一切都归咎于别人。老米那套替罪羊套路倒是学得不错呀。苏北辰掐灭手中的烟头，懒得继续和这群人浪费时间了，起身下达最后通牒：数据做不好没关系，我给你们一次机会，下个月我希望能看到上涨，办法已经告诉你们了，还做不好直接收拾东西走人就行。麦超看苏北辰走出会议室，也连忙跟了上去，徒留10几名负责人在会议室里面面相觑。陈哥，这次是我的问题，确实是我有些膨胀了。麦超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跟在苏北辰身后。苏北辰停下脚步，看着略显青涩的麦超。麦超，公司交给你处理，是我相信你，可是你现在的样子只让我觉得你根本驾驭不住这艘大船。苏北辰道：同为富二代，从公司创立到现在，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麦超难免会开始膨胀起来，听苏北辰这么不留情面的说自己，肯定心里或多或少有些怨言。现在又听苏北辰的话里的意思是想把自己给换掉，顿时有些不乐意了。陈哥，你这么卸磨杀驴，多少有些不讲情面了吧？情面？我问你，这么好的开局，再加上母公司还持股抖音，流量都已经在向自家公司倾斜了，你现在拿着这种成绩告诉我跟你讲情面？不等麦超反驳，苏北辰继续说道：麦超，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开始飘起来了？因为苏北辰的出现倒是打乱了麦超的人生规划。按理来说，麦超这个时候应该早就和张妮结婚了。至于结婚之后的麦超那些丑事，苏北辰当然是一清二楚。不管有没有自己出现，麦超这个人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膨胀起来。好好想想你最近做的那些丑事，我没有拆穿你，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苏北辰说完，直接跟着李龙走出了公司，只留下在原地愣神的麦超。麦超没想到苏北辰知道自己私底下那些小动作，不过既然没有戳穿自己，就是再给自己留面子，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上了车的李龙哪怕是听到了大瓜，也没有张嘴问的意思，可以说是充分的演好了一个司机兼职保镖该有样子。麦超私底下的那些小动作，苏北辰其实早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娱乐公司或者 MCN 公司的一些通病。走颜值身材路线的那些女博主，有些想快速上位的，为了搭上麦超这条线，也是下了不少功夫。不过麦超虽然没有接受，但是却当起了拍条客。那些想赚快钱的女博主和多彩多金的干爹，麦超直接两头吃好处。虽说双方都是自愿的，但是这事如果真的被有心人挖到，对于星辰娱乐来说，无非是一次对公司口碑的降维打击。今天这算是一次警告，同时也是给整个公司的一个教训。星辰娱乐人事是肯定要调动，削弱麦超对公司的控制力的同时，那几个靠关系拉上来的高层也该考虑换个地方工作了。这方面的事情，苏北辰打算交给李博来处理。至于麦超，以后他但凡再出现一次这种情况，苏北辰不介意直接把他架空踢出公司，或者送上法庭。
苏北辰可不想有这样的人生污点。嗡！苏北辰正想着事情的时候，李博的电话打了过来。怎么了，老李？是关于收购三井上的事情。李博声音有些低沉，从声音不难听出来他这会情绪有些愤怒。米国驻军高层联合资本打算对一些樱花国优质企业进行收购，或者苏董可以理解为强买强卖。苏北辰脸色也垮了下来。三井住友也在他们收购的名单里，是吗？是。不仅如此，一些本来想要把股份交易给我们的股东，现在也开始反悔了，应该是财团在背后施压了。我知道了，继续在二级市场收购流通股份，那边事情我来处理吧。苏北辰知道与虎谋皮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拉着米国资本下场，就注定了结局不会太平。今天是个幸运日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先是星辰娱乐内部管理层出现问题，再是樱花国的鲸吞计划受阻，事情也只能一步一步解决了。苏北辰先是翻出通讯录里唐纳德财团基金顾问埃里克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很快电话接通，埃里克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我亲爱的苏，我们已经多久没有通电话了？是最近又有好消息了吗？过了2秒钟，苏北辰冷淡的声音响起：埃里克先生，听说你们似乎有些不把星辰控股放在眼里，是吗？本来还躺在床上搂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埃里克直接坐了起来。怎么可能？苏先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我就直说好了，关于星辰控股在樱花国收购三井住友的事情，想必你也肯定知道，当初协议签订的内容，埃里克先生难道是忘记了 ？FK， 埃里克心里暗骂了一声，当初他就提醒了那群贪心的蠢货，除了星辰控股选择的公司之外都可以选择。现在看来，那群人果然是违背了当初的协议。苏先生，这件事怪我，我明天就去找他们要个结果。这群该死的资本家出尔反尔，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去遵守。苏北辰直接打断了疯狂谩骂的埃里克。行了，没必要在这跟我演戏了，不管你明天去不去，结果都一样。我现在要你做的补偿，只需要帮我拖住他们1个月的时间，能做到吗？埃里克在脑海里快速权衡了一遍利弊，出声问道：我最多可以帮你拖2个月，多出来的1个月算是我送给苏总当做这次补偿了。第192章，大不了鱼死网破。上京某处大楼的会议室中，在场最低都是2毛4级别的军官。这老米真是狼子野心，果然不在世界上搞点事情，他心里就是不舒服。是啊，单单是这半个月的时间，已经连续调过来了2艘航母，停靠在琉球军事基地了。哼，要我说就直接实弹演习，必须让他们长点记性。行了，老李，这是激进不来。开口的是一名肩扛2星的中将赵诗文。李一国明显有些不满，再激进不来，人家就拿樱花国当第2个舰队补给站了。赵诗文摇了摇头，米国现在趁着樱花国国内乱成一锅粥，打算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而我们现在正是处于第6代战机生产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乱了阵脚，反而让敌人有机可乘。当然，我们也不会就这么坐以待毙，只要能拖住他们的步伐，等第6代战机鸾鸟落地，到时候就不是老米说的算了。李一国这才消了消气，旋即问道：鸾鸟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挂断李博的电话，苏北辰沉吟了一下，又拿出另一部特殊的手机，找到通讯录唯一一个号码打了过去。电话刚响铃1秒钟就被接通。我找常部长。过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常弘毅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苏总，你这是又有了什么拿不出手的东西？这常部长当自己是生产队的驴呀，永不停歇的。那可能让你失望了，这次倒没有什么新技术。打这个电话来是想问一下常部长，鸾鸟什么时候可以问世？本来还笑呵呵的常弘毅听到苏北辰谈论正事，瞬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具体时间可能还要跟各个部门确认一下，不过最快也要3个月的时间。苏总问这个事。苏北辰叹了口气，不瞒常部长说，星辰控股最近打算收购樱花国三井住友集团，米国那边在极力干涉，还试图通过樱花国政府向星辰控股施压。常弘毅虽然不懂金融上的事情，不过最近也听说了，米国再借这一次樱花国金融危机试图搞事情。单单是近半个月以来，琉球和嘉手2座军事基地的人员就已经扩充了原来2倍的人手。现在上面的政策是打算等到鸾鸟空天战机问世之后，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最快也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3个月吗？苏北辰觉得多少有些难办啊，到时候2个月时间一到，按照米国那流氓性格，很有可能直接用窃取安全情报的名义把星辰控股踢出三井集团。我明白了，常部长，如果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找副仓咨询，他解决不了的核心问题可以来找我。苏总，你放心，等鸾鸟问世，让这次亏损的都给你加倍夺回来。苏北辰听到常弘毅的话，表情有些古怪，小声嘴里嘀咕了一句：怎么有点龙王发言的感觉？常弘毅还以为是自己刚刚没听清，问了一句：什么王发言？没事，那我先不打扰常部长工作了。挂断电话，
苏北辰靠坐在太空椅上，思索着怎么才能再拖延1个月的时间。结果1星期的时间过去，苏北辰愣是没有想出来有什么对策。中间他甚至想过直接亏钱把三井股份给低价卖了，但是后来一想，自己已经花了几十个亿了，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岂不是太憋屈了？进一步越想越亏，退一步乳腺结节。所以苏北辰心一狠，又给埃里克打了电话过去，让他帮忙给那群想要三井住友的财团带句话，告诉他们如果到时候自己没拿到三井住友，那他以后就住在美股了，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必须给这群狗东西长长记性。埃里克一听瞬间慌了，苏北辰这尊股市收割机的大名他比谁都了解，要是真让他惦记上了米股，估计以后还真会被他玩崩盘。挂断电话之后，连忙找了那几家财团的代表人，结果谁知道人家压根就不鸟埃里克这番劝言，还直言嘲讽埃里克居然还能被一个东方小子给吓到。叹了口气的埃里克不再多劝，这次回了公司就打算把手中持有的一些米股全给出掉。与此同时，龙国时间6点，星辰控股的会议室内，包括李博在内海外2级市场部门的交易人员都被苏北辰留了下来。闲了小半年，估计你们都快按捺不住了吧？在场的交易员本文言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看着嘴角带着笑意的苏北辰。苏北辰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仪。在座的各位，想不想在老米那边收割一波韭菜？想。他们没日没夜地收集市场资料，时不时出差出国调研，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吗？苏北辰没有多废话，直接点开 PPT。2级市场部会被分成数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成员2名分析师、2名市场调研，外加3名交易员。小组组长自然由你们7人自行选出，同时每3个小组中为1个板块分支。话刚说完，苏北辰就看到有人举起了右手提问。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先等我说完。接着刚刚的话题，考虑到米股不少板块具有重合性的原因，我和李总之前就已经帮你们选定好了具体负责的项目和小组成员名单，我刚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上了，你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可以跟身边人讨论讨论。苏北辰说完，在场的员工纷纷点开自己邮箱查看具体内容。苏北辰也不着急，扭开桌上的矿泉水喝了一口。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过去，一众部门员工从一开始的小声交流变成了大声讨论现场。我居然负责我这段时间调研的能源板块，这太舒服了吧！虽然已经猜到了，但是感觉做科技股真的难啊。你们都还好吧？我挑战的板块基本上都是仙股，我哭了。仙股那哥们，为你默哀几秒钟。第193章，这波呀，这波叫连坐。关于米股的小组分工已经在邮件中安排很明确了。在场的星辰控股员工基本上都是聪明人，苏北辰又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后，直接让众人先去熟悉自己的小组了。苏北辰直接找到了李博，老李，接下来关于资金的分配和大局的判断就交给你了。李博听苏北辰这么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头一次操持1000亿规模的资金量，哪怕1%的涨跌幅就是数十亿，所以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要仔细斟酌。米股不同于大 A， 资本对金融市场把玩的透彻，各种操盘手法和心理的博弈更是玩到了极致。不过对于李博来说，这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提升他的机会。谁说龙国人玩不转金融？他李博今天就要向世人证明，龙国金融公司也可以收割华尔街。我尽力做到最好。李博眼神坚定道。苏北辰拍了拍李博的肩膀，没再多说什么。目前不算上星辰控股自己的账户，单纯是私募基金份额就有1430亿左右。做基金嘛，能用别人钱对冲风险，凭什么用自己钱去做？至于自己手里的钱，除了要留着收购樱花国的三井住友之外，还要扩产星辰半导体和星辰锂能，更别提之后还有纳米医疗机器人的事情。这1430亿里面，其中的1000亿是后来又申请的5个基金牌照，加上之前的5个，一共10个新开的 QDII 基金，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每个平均分配到100亿龙国币的份额，全都分配到星辰控股的海外2级市场部门。多出来的430亿则是星辰混合基金最开始的天南和中州信托2家的300亿。因为之前申请的是大 A 的私募许可，按理来说是做不了海外基金的。不过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给钟佐海打了个电话，同时又跟2家公司老总联系了一下，走了一些手段，2天时间新合同就修订完成，也不存在什么违约金的问题。毕竟当初他们投的300亿，现在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已经赚了130个亿了。这时候两边还巴不得继续往里面充钱呢，怎么可能为了那点违约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保持晚上有个好的精力，苏北辰下午忙完手头的事情，直接在办公室的独立卧室里睡了2个小时。等苏北辰再睡醒，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打开手机，跟几女回了个微讯，告诉他们今晚不回去了，因为最近要倒时差做米股的原因，最快也是明天早上回去。起来简单冲了个澡，算是把自己还未褪去的困意给剥离出来。饭菜的话，
倒是没让程思和赵一诺来送，毕竟两人6点就下班了，没必要再让他们留下来等着自己起来。苏北辰随便在楼下食堂对付了2口，直接坐进私人交易室，伸了伸懒腰，启动面前的电脑。因为是走的协议网络，所以倒是不需要用梯子就可以用海外交易平台。距离晚上开盘差不多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苏北辰打算先整理一波财经咨询内容。虽然有下面分析团队给自己整理好打印出来了，但是为了避免出现疏漏的信息，还是自己再看一眼比较好。苏北辰通过米股指数不难看出，目前算是震荡上行的行情，快进快出的波段模式倒是能让利益最大化。做价投苏北辰可能不如李博，但是短线苏北辰还是比较有自信。之前的学习加上那么多次系统给出的 K 线走势，让他对于基本面的判断愈加炉火纯青。如果真亏了，那不是还有系统兜底吗？自己声望又攒了快1100万了，距离纳米医疗机器人就差100万了，他也不着急，现在就拿出来。这玩意儿说实话，对于现在来说过于逆天，贸然拿出来会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再加上苏北辰自己没有身份上的保护，可能坐车出去开个会就被一辆泥头车给对飞了，也说不定。真别觉得是危言耸听，欧米那群资本为了利益真敢铤而走险这么干。摇了摇头，苏北辰感觉自己想得有点远了，当下只需要好好做米股就 OK。 看了一眼一别几个月的米股指数 K 线图，还是那么亲切。15年的时候，米股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外加 AEO 投行暴雷的影响，中间有几个月一直处于回调的状态。不过后来硬是靠着美联储一次激进加息，成功让米股逆转跌势，开始大幅拉升。而苏北辰没记错的话，下个月也就是16年6月份，灯塔国将会脱欧，再加上 PMI 指数一个反映经济变化趋势的指标不符合预期的缘故，届时米股会迎来一波回调。在这之前，米股基本上做多就不会亏。当然，如果你非要选择仙股赌，那就当这话没说过。热知识，仙股就是那种无人问津，忽然一天暴拉100%多的那种垃圾票。现在正处于4月末，原油在月中倒是迎来了一波涨幅。具体原因应该是米国宣布页岩油减产的消息所刺激的。老米玩这一套消息，割韭菜还是厉害，动不动给你出个消息，股价和期货拉升一波，然后高位套现，让你站岗。苏北辰忽然想到了一点，老米能这么玩，那他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之前不是听倪星成讲，理论上已经可以做出来更先进的光刻机，这对米国半导体业算是一波重大利空吧？之前就因为星辰半导体突破7纳米量产之后暴跌了一大波，当时自己光顾着忙系统升级和公司的事情去了，倒是没有借着那波机会赚一笔。不过这波做空肯定不能用公司的账户，不然人家反手告你一个内幕交易，官司又要打1年。苏北辰干脆直接拿出之前在湘江开过的个人账户。至于 QDII 基金那边，等一下跟李博说一声，让今天做半导体板块的小组尽量去做一些具有半导体关联效应、同时带擦边球属性的板块，比如像人工智能叠加机器人生产这种，机器人暴跌对它的影响也很大，受到牵连自然也会下跌。这波呀，这波叫连坐。第194章，真是朴实无华的一天啊！时间来到晚上9点30分，米股经过盘前连续竞价，终于正式开盘。不出所料，标普和纳斯达克都是小幅度高开，涨势最凶的当属是石化板块，因为原油价格的提升，倒是让石油深加工的石化行业吃了一波红利。陶氏杜邦作为米国石化业的龙头老大，开盘不到10分钟的时间，涨幅已经来到了 4%。苏北辰在连续竞价的时候就瞅准了这只1000亿市值的股票，基本上就是零轴上了车。开盘拿着星辰先锋混合变为 QDII， 所以更名了，里的 4.5 亿美元资金直接兑了进去。对于这种1000亿美元大票来说，4.5亿美元砸进去也就是稍微拉了一个点不到而已。凭借着30亿大单拉起来了的热度，倒是吸引了不少投机客，随后10分钟里更是爆出了31亿美元的成交量。同时这边操作完成之后，登录上另一个账户，直接拿出自己手里50亿龙国币的资金开空智能汽车行业。全部布局完成之后，差不多晚上11点左右，苏北辰掏出电话打给倪星成：“倪总，现在发消息吧。”倪星成收到指令之后，直接在星辰半导体官方公布消息，同时已经提前联系好的各家媒体也同一时间转载星辰半导体发的消息。星辰半导体实验室理论阶段5纳米芯片工艺已验证成功，光刻机的改良技术工艺已获得巨大突破。同时公司因产能不足，对于海外市场7纳米芯片将停止供应，具体恢复时间请根据官方发布公告。不到100字的一条公告内容已经发出，数百家媒体争先恐后的疯狂转发，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已经传到了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的耳朵里。FK， 这条公告是什么意思？要让米国重新用回高昂价格的芯片吗？突破5纳米光刻机技术工艺获得改良？我没睡醒吧？除了无数质疑声之外，
也有一些反应快的基金经理人连忙下达指令，快平掉手中和半导体相关行业股票。该死，挂单居然卖不出去了，我直接挂底价跑路了。消息一经发出，先不管消息有没有核实，这些华尔街之狼直接手起刀落，先把仓给斩了，再说下一步。美光科技和英伟达直接应声下跌，两家半导体巨头的跳水也引起了市场的恐慌效应。智能汽车和智能手机也因为星辰半导体的后半句公告开始向下俯冲，特别是蒸蒸日上的苹果，此时看到这条公告更是气愤不已。什么产能不足，那都是借口，我看他们就是在对之前米国制裁华文集团进行打击报复。其他几家知名电脑公司总裁此时面色也不是很好，没想到忽然会遇到这种事情，怪不得之前在龙国的时候签订的订单都给的是能一次性交付的数量，当时还美其名曰为了他们好，先试用一批低价的星辰100芯片看看效果怎么样，亏他们还感动的不行，现在看来全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做准备。用了星辰100芯片，利润要比之前高出将近50刀左右，看起来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是10万台就是500万刀的净利润。单单是去年苹果的产能就在143万台，利润就是1430万刀，而且这还只是苹果一个笔记本的而已，如果算上手机和平板等一系列产品，少说净利润多赚3-4千万不止。所以再让他们用回去原来的芯片，就是白白损失了数千万美元的利润。于是几大品牌开始疯狂向国会施压，国会这边也很头疼，他们现在除了能谴责星辰半导体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至于说像华文一样封杀星辰科技，那可拉倒吧，人家财团向你施压的原因就是星辰科技不给自己供货，现在你封杀他，那这个议员的位置你也别想干了。所以这次主动权终于回到了龙国手里。苏北辰正看着自己的空单收益正一步一步变多的时候，忽然那部特殊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电话就听见常弘毅熟悉的大笑声。哈哈，苏总，你这次做的事是真让我解气啊，这就是你拖住他们的手段吗？苏北辰后半句听得一脸懵逼，随后反应过来，自己好像不经意间还真做了一件大事。没办法，我在三井住友上花了那么多钱，他们想一句话就把我赶走，我只能被迫反击了。苏北辰的语气中透露出的无奈，倒是让常弘毅又笑了出声。苏总，你这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把人家往死揍的节奏啊，怪我了。常弘毅打这个电话过来的意思就是让苏北辰不用害怕米国国会的施压，有龙国在背后顶着，尽管放心去做。苏北辰谢谢了国家的一番好意，同时表示自己会再接再厉。两人又聊了一会才挂断电话。苏北辰看向屏幕中的几只股票，感觉是快跌不动了，已经开始有些脱单在撑着不让个股继续下跌了。他也打算见好就收，5只股票一共收益 17%， 净利润 8.5 个亿龙国币，还行吧，就当给自己挣个零花钱了。哎，交易员的一天真是朴实无华。再反观星辰先锋混合单调的陶氏杜邦，经过后来又加仓了5000万美元，正好凑了个5个亿美元的持仓。半导体带领科技股的大跌，反倒是成就了石化行业，陶氏杜邦不跌反涨，此时涨幅已经来到了 8%。 苏北辰也不贪婪，开始慢慢平仓离场，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把手中的持仓全部偷偷平掉，整体收益率达到了 5%， 净利润2500美元，虽然换算下来只有 1.6 个亿龙国币，但是这也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的时间里，苏北辰除了拿几千万美元去小仓位博弈一些超跌反弹的科技股之外，就没有别的操作了。折腾一晚上倒是又赚了1000万美元。今日 QDII 收益3641万美元，自己账户收益 8.47 亿龙国币，合计 10.8 亿龙国币。苏北辰伸了个懒腰，躺在椅子上，真是朴实无华的一天啊。第195章，苏总，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吧？翌日，苏北辰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大 A 指数悄然迎来一波巨量反抽，因为昨晚星辰半导体的强势发言，更是吸引不少投资者关注龙国半导体行业。再加上半导体本身就是国家大基金扶持的行业，今天开盘竞价就有3家半导体个股直接开了一字涨停。开盘之后更是连续秒板好几家半导体个股，7000亿市值的星辰控股今天也是冲高横盘走势，整个指数算是被半导体板块彻底带飞， 1.27% 的涨幅，预计比起上个交易日增量4000亿，市场重回万亿规模市场。我明白了，星辰控股有关的事情我这边都会注意，宽松政策肯定会交代下去。沪上交易所内挂断电话的钟佐海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现在整个大 A 没有星辰控股，星辰控股却可以轻易操纵大 A， 随便一个利好消息发布出来，第二天相关板块稳稳带飞指数。但凡有丁点利空星辰控股的消息出现，大 A 就是一连串阴跌。而且即便是这样，也总不能告人家恶意操控股市吧。
人家压根就没在 A 股有买卖记录，上面也再三强调了股市宽松政策。说简单点，就是告诉两大交易所，10日涨幅偏离的个股监管力度减弱。想要打开市场空间，还是需要有个股打开连板高度。但是，一般10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100%的个股会被关进小黑屋7天。现在上面说宽松政策，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钟左海估摸着这波连板妖股会出现低市值的半导体个股里，最关键的是这家公司必须得和星辰半导体有合作。钟左海能想到这点，其他各大半导体上市公司肯定也能想到。今天早上7点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有不少商务车停在星辰控股的楼下，也有不少人想去星辰半导体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跟人家做个合作出来。结果车还没开到人家公司楼下，就被几名地摊老板拦了下来。大多数人被拦下之后就反应过来了，不过也有一些愣头青一脸不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倪星成从早上7点半到现在11点，一直在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客户，连着4个小时，脸都快笑麻了。在接待完一家国产手机厂商之后，终于看到手机上苏北辰给自己回电话了。老板，您可算起来了，我脸都快笑麻了，真的有些顶不住了。苏北辰似乎是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倪星成稍安勿躁，自己马上就开车来公司。中午12点半，倪星成盼月亮盼星星，终于等到了稍安勿躁马上就来的苏北辰。苏董，你是刚下飞机吗？看着倪星成一脸幽怨的眼神，苏北辰打了个哈哈。苏北辰刚醒来的时候，正好看到穿着一身瑜伽裤的柯雪正翘着屁股在做拉伸，所以就稍微晚了一点点。不再理会倪星成幽怨的眼神，苏北辰干脆直接把今天来的厂商都集合在大会议室中。看来课落做的都差不多了，苏北辰试了一下麦，嗨嗨，喂喂喂，场面很快安静了下来。苏北辰见状继续道：自我介绍应该就不需要了吧，在座的各位都是科技公司，咱们不整金融公司那套虚的。众人总觉得苏北辰说这话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上来为什么。接下来发的表格，各位稍微填写一下，把你们公司主营业务最好写得详细一点，这样也方便后续我们的筛选和调查。几名星辰控股的员工拿着手中印好的表格分发给在场的各位老总，整个会场响起刷刷刷的写字声。苏北辰也正好趁着这个空档又继续说道：其实你们今天很多人来的目的我都知道，无非就是想让自家公司蹭着星辰半导体的热度让股价暴涨。市值上涨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你们多讲两句，如果议会审核没问题的公司，合作合同里有一条就是2年之内不可以减持，如果能接受可以继续留下。不少正在奋笔疾书的老总听到苏北辰的话，瞬间停下了手中的笔，愣在原地，随后眉头紧皱起来。苏总，你这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吧？对啊，苏总，大家只有减持了才能有更多资金去发展自家企业，是不是？会场一瞬间变成了热闹的集市，谩骂声虽然没有，最多也就是一些抱怨，但是他们心里怎么想那就不得而知了。差不多过了5分钟时间，会场才慢慢安静下来。苏北辰眼神波澜不惊，平淡的声音借助面前的麦克风在会议室内响起：我刚刚说的条约可以接受就继续留下，不能接受的可以请您回去了，需要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拿着小票出门右转找财务。话一说完，苏北辰直接给麦闭上了。见苏北辰一脸油盐不进的样子，有些没了耐性的老总直接拍桌站了起来：敬你作为龙国首富才叫你一声苏总，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毛头小子。有了第一个带头的，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一时间谩骂声在会场此起彼伏，也有不少公司老总直接笔一摔就离场了。会场差不多走了得有1半左右的人，还剩下的人里大多数都是一些国有企业派来的代表人，当然也有一些市值不大的民营小公司。苏北辰看差不多了，又把麦克风打开：在座的各位表格都写好了，就可以交给星辰控股的员工了，吃个饭稍作休息一下，下午2点左右评估就会出结果。几名员工核实确认了一遍没有漏交之后，向苏北辰点了点头。包括苏北辰在内一众星辰控股员工走出了会议室，在场的老总也开始相互讨论起来：老黎，没想到你老小子居然没走。嗨，走什么呀，能让市值上去，不减持就不减持呗，到时候抵押出来的贷款不是更多吗？对公司发展这么大的利好，我怎么可能不抓住？第196章舆论袭来。转眼时间来到下午2点，可能是那些上午摔门而出的老总离开的原因，这次公司倒没显得太拥挤。苏北辰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星辰控股的办公场地已经不太够了，看来得找个时间催一催方圆海那边再加快一点进度，算算时间差不多还有2个月就 OK 了。其实现在写字楼主体已经建好了，现在忙的就是写字楼的内饰装修方面的事情。苏北辰再次走进会议室，一众公司老总也早早就回到原位。苏总，下午好。苏总，有结果吗？
苏北辰先是点头示意，又打开身前的麦克风。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比较不错的优质合作企业，不过也有一些公司因为管理层混乱的原因被拒了。具体有哪些企业，这个一会私下咱们再说。现在审核表发到你们的手中，采购部门各个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也在审核表中，具体签约合同还需要你们自己来谈。不过还是那句话，2年之内公司高管不能减持，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听到居然还有被拒绝的，一众老总开始慌了起来，颇有一种当年高考查成绩的感觉。审核表发下来第一时间，马上看了一眼，抽到通过2个字以及联系方式的老总，自然是松了口气。当然也有一些没抽到的，开始心生不满起来。毕竟拒绝的理由是管理层混乱，那不就是啪啪打自己的脸吗？更何况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苏北辰又交代了一些合作事项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办公室。昨天只睡了5个小时觉的苏北辰，到现在还是有些犯困，可能还是因为时差没调过来的原因吧。回到办公室的卧室里，直接倒头就睡了起来。一觉睡到下午6点，苏北辰才醒过来。看着比读者老爷们就差一些的二弟，苏北辰觉得精力又回来了。我又觉得自己行了。简单洗完漱，走出卧室，屁股还没在座椅上坐热，就接到程思打来的电话。苏北辰接通电话，满脸笑意：“怎么了，宝贝儿？”“苏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网上那些舆论？你来办公室吧。”苏北辰坐直了身子，收起了刚刚的嬉笑。听到程思叫自己苏董，那说明程思还在公司，没有走。挂断电话之后，苏北辰才发现手机上10多个未接电话，因为开了免打扰模式，起来倒是没有发现。先给常弘毅回拨了过去：“苏总，网上那些舆论上面已经去查了，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后面又回拨了几个电话，基本上都是在问自己没有受那些舆论影响之类的话。苏北辰忽然来了兴趣，终于自己要有小黑子了吗？刚打开电脑，正准备查一下，程思和赵一诺就走了进来。“你们来的正好，网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我细细说说。”程思、赵一诺2人相互看了一眼，最后还是正宫程思开了口：“苏董，今天下午4点左右，网上忽然开始流传出来，你想吃独食，还有一些莫须有的黑料。”“哦。”苏北辰接过程思手中的平板看了起来，其中热度最高的是微博上热搜第1的一篇文章：星辰控股垄断行业内幕，众企业老总被逼无奈离场。这标题起的有水准啊！苏北辰认可地点了点头。程思和赵一诺听到这话，脸色有点不太好看。作为董秘，没有第一时间做好公关，说实话，他们俩倒是有些愧疚。“你俩别愧疚哈，我是真心夸这个标题起得好，确实能吸引人进来看。”苏北辰这话倒不是安慰，而是他真这么觉得。紧接着，苏北辰点开这篇文章看了起来。众所周知，星辰科技自从15年7月开始爆火之后，便接二连三突破科技创新，今年更是完成了5纳米实验成功的壮举。听上去确实是能让龙国人都振奋的消息。我国突破海外封锁，一举超过科技强国，成为世界半导体行业领头羊。但是实际上呢？在这背后，你们只看到了星辰半导体的成功，却没看到背后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据知情人爆料，今天下午星辰半导体举行了行业会议，公司居然仗着自家领先的科技与一众半导体企业签署霸王条约，在场超半数公司老总不同意，结果直接被赶出了会场。所以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好企业吗？洋洋洒洒数百字揭露了星辰半导体的丑闻，文章还是用了抑扬顿挫的手法，写得不错呀。苏北辰笑了笑，程思和赵一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每一次看到苏北辰这种笑容的时候，总会有人要遭殃，看来这次也是不例外了。苏北辰把笔记本合上，又递给了程思：“行了，你们俩也快下班吧，这都到点了，该干嘛干嘛去。”赶走了忧心忡忡的2人，关上办公室的门。苏北辰脸上笑容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拿出手机找到星辰科技的副总裁邢之一，直接打了个过去：“老邢，查一下这次是哪些公司在网上发布的那些言论，有结果之后发到我的邮箱上。”挂断电话之后，又找到钟佐海的电话：“钟所长，网上这件事情还是多麻烦一下您了。”钟佐海同样也有些气愤，声音低沉道：“放心，苏总，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钟佐海之前一直没跟苏北辰打电话，就是在调查这件事情。一连几个电话打了出去，一时间整个商圈动荡起来。“云总，咱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吧？”戴着眼镜的高瘦中年人神色中带着慌乱。“哼，怕什么？他星辰控股搞霸王条约让我们签，我们只是说了实话而已。”正坐在沙发上的云长庆冷哼一声：“而且这件事情又不只是你我，光我知道就有10多家公司下场了，法不责众，不用担心。”云长庆盯着微博上逐渐被发酵的话题，还有那些被舆论引导的网民，他逐渐感觉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第197章反转。一时间网上吵得不可开交。
有支持星辰控股的一方，自然也有不少反对的，不过这次反对的声音更大一些。粉转黑了，之前从星辰助手开始，一直在关注星辰科技，但是万万没想到背地里居然要搞行业垄断，不签霸王条约就没有合作，这不是把其他企业往死里逼吗？纯路人没太明白大家为什么之前都在吹这家公司好，反正我是挺无感的，单纯觉得这家公司董事长应该被查一查。鱼龙混杂的评论中，自然也有一些看待问题比较理智的网友。事情没有盖棺定论之前，我觉得还是先等等比较好。既然说霸王条约了，那不妨跟大家说说具体内容。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时代，说句实在话，一些没有跟上时代的产业终将结束。我不明白为什么科技的进步反倒是一件坏事了。楼上的科技进步确实是好事，但是搞垄断，多少员工将会失业，你有想过吗？笑死，乐山大佛你去做。哪怕微博官方也出面禁言了许多用户，但是依然无济于事。然而就在舆论热度达到最高峰，眼看就要控制不住的时候，龙国官方发布了一则重要声明。针对4月27日下午微博等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言论，官方工作人员已进行核实，并不存在出现垄断霸王条约等一系列违法操作，请广大网友保持理性看待问题，造谣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在官方发出的通告还没出1分钟的时间里，100多家半导体相关的企业直接开始狂轰滥炸般的发出声明通告。 BYD 霸王条约垄断，某些人还是要些脸吧，给你们看看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一条霸王条约。图片点 JPG， 华文集团，请某些上市公司吃相不要太难看了，这是霸王条约。图片点 JPG， 大港。正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的一众跟风网友看到这一幕也是停下了手中的键盘，仔细阅读了起来100家公司发布的声明公告，特别是贴心的 BYD 直接把那条霸王条约给一众网友指了出来。1、2年之内不可通过任何手段在二级市场减持手中股份。就这，懂一些炒股的网友一脸懵逼，就这就没了。所以那些上市公司是接受不了，必须要减持的意思。虽然你说的比较中肯，但是这群傻 X 好像是这个意思。除了这些人之外，大多数网友还是对股票和公司股权这东西比较陌生。不过好在有个 ID 今日天的网友发了一篇长篇大论，专门用来给网友们解释。众所周知，公司一旦上市之后，手中持有股份的董事以及董事长都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也就是所谓的股市套现。而当下股市只要能跟星辰控股建立起来合作，接下来的1个月内，公司股价基本上一直在上涨。等到股价上涨到比平常高出1-2倍的价格时，公司持有股份的股东就可以开始卖掉手中的股票。至于这些股票流到谁手里了，那谁就是韭菜了。山顶风大不大？这个你们问问身边炒股的人就能明白了。一时之间，事情瞬间反转，星辰控股从加害者直接变成了被害者。同时，钟佐海和邢之一调查的结果也放到了苏北辰的邮箱中。苏北辰点开看了一眼，大概跟和他预想的大差不差。那些不愿意签合同，而且还是在会议室里说自己是毛头小子的那个中年人，正是这次舆论事件的操控者。纸上除了云长庆之外，还有9家上市公司的老总。确定了目标之后，苏北辰又找打了庄博的电话。庄博，帮我个忙，用之前预留在你那边的开曼群岛的公司开一个融券账户。没问题，这次陈哥打算做空米股还是英股？庄博本人在米国总部开会，目前还不知道星辰控股下午发生的事情。大 A， 陈哥，国内做空大 A 我记得好像是不被允许的吧？所以才让你用开曼群岛注册的那个金融公司。挂断电话，庄博打开电脑搜了一下星辰控股，直接弹出了星辰控股垄断的言论。把网上的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了解了一遍之后，庄博摇了摇头，得，这次又有人要遭殃了。苏北辰在挂断电话之后忽然灵光一闪，既然老米喜欢玩消息面的收割，那自己这波为什么不行呢？说干就干。苏北辰先是问倪星成要了一波实验数据，最好是直接让人开车送过来，毕竟网络还是有些太不安全了。因为现在晚高峰的原因，差不多了40多分钟，东西才到他手里。苏北辰又拿出自己的随身笔记本电脑，挂上梯子把 IP 换到湘江，同时开了好几层的虚拟机，保证别人根本查不到自己 IP 后，将倪星成阉割处理之后的5纳米技术定时之后，悄悄发送到各大米国财经媒体的邮箱之中。晚上龙国9点15分的时间，苏北辰坐在3块电脑屏幕前，盯着米股的盘前连续竞价。还是受星辰半导体利空的影响，今天半导体依旧是一个低开。美光科技和英伟达2只大票今天也开在了水下，不过还是承接比较不错的原因，倒是没有继续下跌下去，一直在负4%左右徘徊。苏北辰先是登录 QDII 基金的账户，开始每隔半分钟就吸一笔美光科技和英伟达的多单。市值庞大的原因，苏北辰的几10万美元砸进去，一点水花也美元溅起来。随后又登录上自己的融券账户，
随时准备开空这2家股票。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苏北辰已经加了将近3个亿的美光科技和英伟达，累计持仓已经来到6个亿左右。苏北辰看了一眼手表，马上就要凌晨1点了，算算时间也该差不多了。大洋彼岸，米国某财经报社。叮，主编瑞克刚接好咖啡，坐到自己电脑桌前，就听到新邮件提示音，让我看看，又有那个记者反稿了。当瑞克点开那封未命名邮件之后，整个人瞳孔紧缩。第198章，又是一记重磅炸弹。啪嚓，瑞克手中的咖啡杯掉落在原地，他甚至来不及擦拭地面，连忙掏出手机打给他在麻省当工科教授的老同学贝德。你可能不信，但是我是说，好像有人给我发了星辰控股5纳米芯片的技术工艺，我不能确定，所以需要你来帮忙看一眼。刚吃完午饭的贝德正好要去一趟实验室，干脆就帮自己老朋友看一眼，反正也是假的，万一就能从中找到灵感呢。好啊，哈哈哈，让我看看能赶超米国的芯片公司的技术有多强。文件有些庞大，完全传输过去就花了10多分钟的时间。贝德点开文件看了一眼，很快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笑意。这个设计很完美，但是为什么到后面关键那一步怎么成了一坨答辩？给贝德的感觉就像自己某一天假期心情大好，开着自己的跑车行驶在环海公路上，前面忽然看到一个身材99分的比基尼美女，开到旁边一看，正脸是个派大星。虽然比喻很奇怪，但是这设计图给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此。确定结果的贝德又给自己好友打了过去。瑞克，这个设计图我真的是我一言难尽，像吃了 shit 一样难受。瑞克刚收拾完自己刚刚打碎的杯子，所以说这个设计图是假的？假的倒不至于，这个设计图想法很好，理论上确实能成功，但是要的条件已经不是苛刻来形容了，而且后面那部分的设计简直就是一坨 shit。瑞克连忙安慰了老友几句，就挂断了电话。他怕再说几句，自己老友直接气得嘎过去了。瑞克双手飞速在键盘上敲击起来文章，同时把设计图的一部分和自己老友对话的一部分都摘选了出来，添加在文章之中。最后检查无误之后，点击了上传按钮。很快，一篇名为《星辰半导体技术造假》的文章开始在网上爆火起来，甚至瑞克所在的报社总部直接给了这篇文章一个显眼的 C 位。苹果总裁库克看到这篇文章，直呼自己早就知道，我就说了，怎么可能会超过米国的科技？现在7纳米量产芯片都是赶鸭子上架，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研发出来5纳米？几大汽车品牌更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公开 diss 星辰半导体故意扰乱市场制度。同一时间，那些看到新闻的财团再次进场。昨天因为消息面的恐慌带来一波超跌的半导体个股，英伟达和美光科技从水下被抢到水上花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虽然翻红之后涨势缓慢，但看这架势，至少要涨到收盘结束为止。在隔壁大交易室中的李博看着半导体小组账户上不断上涨的盈利资金，嘴角微微向上翘了起来。老板这把心理博弈倒是玩得明明白白。虽然很多人都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只要传的人多了，那就会反映在股市上。大 A 就是如此，米股也逃脱不掉。毕竟想要靠投机赚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都想来吃这一波反弹，而一些被套的资金也不割掉手中的半导体股票，就等着反弹上来。龙国时间凌晨4点，米股临近收盘，英伟达已经来到 6% 的涨幅，而美光科技则是 5% 上下波动。苏北辰自家的账户已经在英伟达身上开了将近2个亿美元的空单，而苏北辰这波没有做美光科技，纯粹还是因为人家受到的影响并不算是很大。英伟达这波纯粹就是跟随了半导体反弹，实际从逻辑上看，它应该还是跟那些苹果、戴尔等科技股在水下待着。星辰半导体不反向制裁米国企业，这些科技股是最遭不住的。龙国时间4点15分，星辰半导体官方发布最新一则公告。星辰半导体将于半年后建立5纳米实验生产线，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简短一行文字，犹如一记重磅炸弹。一时间，不少还在加班的资讯公司刷到这条消息，瞬间没了困意，几乎是拼尽老命的手速，直接赶忙实时更新出来。一时间，各大社交平台都开始转发这条消息。一众还没睡觉的夜猫子网友真的是被干懵了。下午的瓜刚吃完，结果晚上来了个反转。这反转还没消化完呢，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么猛的重磅消息。星辰半导体都是生产队的驴吗？一刻都不带停歇的，1年时间连着突破这么多次，你不说我都以为你是在休闲了。一觉醒来，感觉时间过去了好几年，我怎么记得好像上一次量产7纳米还是在几个月前，时间过得真快啊。龙国微博上网友一阵欢声笑语，下午的墙头草此时也改了个 ID， 换了个身份，加入到了笑嘻嘻的众人中。而世界警察米国华尔街此时已经快焦头烂额了，因为 T+0 的交易机制，不少关注着龙国星辰集团消息的散户
在看到星辰半导体发出的公告时，直接挂了底价，开始跑路。一些投机者甚至为了能更快第一手获得消息，这半年来不惜学习了龙国画，甚至看一些比较专业的经济文章都不在话下。一些跑得快的投机客就是靠着自己这手龙国画救了自己。等米国咨询公司把消息再翻译过来上传上去的时候，股价已经开始雪崩了。距离收盘只剩5分钟的时间里，英伟达暴跌到水下 8%， 而美光科技也不是多好受，截止收盘被砸到水下 6% 的位置。很快盘后连续竞价开始，一众半导体股票就像逃避史前凶兽一样疯狂向海底涌动。而苏北辰早就在星辰半导体消息发布之前进行了平仓。此时 QDII 账面上盈利将近5000万美元，而自己还没平仓的账户此时已经赚了3100万，累计今日盈利8100万美元左右，换算成龙国币 5.26 个亿。又是朴实无华的一天。第199章被干崩溃的华尔街。就在苏北辰进入美梦的时候，华尔街一帮金融精英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这就是赤裸裸的内幕交易。这消息到底是谁放出来的？一名斩仓晚了一步的基金经理人此时正疯狂对着下属怒吼，以此来宣示自己的不满。而被训斥的下属此时正双目无神地低着头，好像自己上司骂的不是自己一样。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交易员罢了。买什么卖什么，基本上都是在听上司的发号施令。真就是赚钱了就是经理牛逼，亏钱了就是自己背锅。只要自己足够努力，经理就能开上宝马。同样的一幕在整个华尔街都有上演，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已经掌握这套忍辱负重的心态。有些被骂急眼的下属员工当场就掀桌子，跟主管或者经理上演了一场真男人1v1大赛。而那些散布消息的财经资讯公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星辰控股相关的那条消息给删掉了。然而互联网总是有记忆的，一时间股票论坛上无数财经报社被亲切问候了一家人。这次事件中，不少重仓半导体的金融公司也被拖进泥潭。倒不是他们不想清掉手中的票，也不是他们支持自己国家的科技，相信可以超越星辰半导体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而是他们甩不完。都说船大难掉头，这话不管放在什么股市都是一样。即便是他们很努力的再清仓了，也只是卖出了手中的1/3不到。肯定有人会说了，那干脆直接挂个底价跑路不行吗？身为华尔街那批最顶尖的人，他们肯定也知道挂低价跑路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也只是说说，如果真这么干了，先不提证监会那边罚不罚钱，但是他们手中股票的持仓量都可以把 K 线砸出一波死亡穿透。到时候别说跑路了，公司老板晚上走夜路能见到第二天太阳都是一件难事。这次除了唐纳德财团之外，不少资本集团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失。唐纳德财团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还是多亏了川建国的二儿子埃里克。早就在那群贪得无厌的财团试图抢占胜利的果实后，埃里克就马上清空了自家持有的所有米股股票、期货以及债券。虽然埃里克当时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度小心了，但事实证明他这次做了最正确的选择，甚至在做空英伟达的时候也出了一份力，小赚了一笔。时间一会儿过，龙国早上时间9点钟，滴滴滴，苏北辰枕头柜旁的手机闹铃声响起。哈，苏北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大哈欠。4个小时的睡眠对于他来说还不算是充足，不过今天还有要事要干，只能强打起精神。简单洗漱过后，把凌晨4点就买好的早饭又热了一遍，将就吃了。除去私募基金里的钱之外，公司之前那波国债过后账户上千亿的可用资金，虽然之后苏北辰又进行了疯狂地扩张收购，花的只剩下200亿，但是公司这段时间也在不断赚钱，特别是星辰半导体这块，靠着永远比欧美芯片低一点的价格疯狂蚕食着全球市场。再加上之前系统给自己的6G 通讯技术以及鸾鸟战机技术，前者的技术专利费用倒是没少给自己，走的基本上都是买断政策。3大家一共出资600亿，包括后续技术人员培训以及后续技术更新一系列都需要星辰通讯负责。虽然说这个600亿的款项会回递非常慢，但是苏北辰照样很乐意把这项技术给卖出去。利国利民的事情，他也不想去狮子大开口去给大家都整得难看。本来就是技术换代的时间，3大家这2年净利润都很低，所以没必要。而后者鸾鸟的技术咨询费那就更低了。不过苏北辰也不在乎这点钱，他要的就是一个身份。有了上面给自己家的那层军工技术顾问的身份，他基本上也算是半个朝廷人了。其他一些国家在想动他之前，那就可得好好想一想后果了。这段时间回笼的资金加上之前剩下的200多亿，再除去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要的开支外，他目前可以动用将近350亿左右，对付之前在网上恶意重伤自己的那些人，差不多已经足够了。苏北辰一直秉承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钱一起赚的原则，但是好说话可不代表自己就能任人摆布。
也许是最近星辰控股在国内干的科技副业太多了，让大家都忘了这是一个搞金融起家的公司，是时候再展现出自己的獠牙了。时间来到龙国时间9点25，大 A 的盘前竞价结束，又是一个不错的小高开。可能还是因为昨晚星辰半导体的霸气宣言，今天竞价半导体板块就直接集体高 C， 甚至连一些千亿市值的大块头都走了一波爆量高开。苏北辰在键盘上打上云庆科技、青光股份、太极光等10家上市公司的名字，统一都放大 K 线图呈现在自己屏幕上。苏北辰扫视了一眼，发现云庆科技居然也是一个小高开，涨幅达到了 4%， 而且上个交易日居然还涨停了，本来90亿的市值硬是被干到103亿。苏北辰冷笑一声，怪不得想减持，一拉升就跑路，真是一群懦弱的软蛋。大 A 站不起来，这群上市公司得负一大半责任。点开新闻资讯，苏北辰看到云庆科技董秘居然还敢不要脸地说自家公司正在和星辰半导体进行密切访问，怪不得昨天就涨停了，今天还有个溢价高开，原来又是一个会玩的董秘，靠着一手模糊的消息，算是把一众游资散户耍得团团转。苏北辰在想一会怎么拿他先开刀比较好，要不然还是先出面澄清一下吧，免得误伤了国内的散户，到时候又是来生罚自己一波。倪总，有些上市公司蹭咱们公司名号，辛苦你一趟，发个通告声明。第200章，今天一个都别想跑。挂断电话，倪星成效率也是高，没出一会的功夫，星辰半导体官网上出来一条全新公告。一众麻木的网友本来又以为是新科技，结果一看，居然是一条关于上市公司并没有合作的事项。很快，随着星辰半导体公告里指名道姓的出来辟谣，以云庆科技为首的股价纷纷应声下跌。云庆科技的顶楼办公室内，云长庆油腻正一只手搂着腿裹黑 S， 穿着包臀裙的女秘书。昨天晚上表现的真棒，今天宝贝儿想要点什么，尽管跟我说。云长庆脸上坑坑洼洼的痘印，就像火星表面坑洞一样，让人恶心。再搭配上此时油腻又猥琐的表情，可以说是把丑这个字贯彻到了极点。而他怀中一身科技的女秘书丝毫没有嫌弃的样子，反倒是把领口又往下拽了拽，一脸娇羞道：哎呀，我能有什么想要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只要是云总给我的我都喜欢呢。一连串甜言蜜语再加上嗲嗲的声音，直接说到了云长庆的心窝里。我就喜欢你这么懂事又能干的秘书，你等着，哥这就去彭交所申请减持去，到时候市里的大平层随便你挑。云长庆现在手里持有云庆科技将近 28% 的股票，虽然公司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他只要在后年退市之前把手里全部股票都卖光，那起码就是20个亿的现金。有了这些钱，不说别的，润到袋鼠国安了家之后，几辈子都花不完。云长庆看了一眼自家的股票，今天竞价又是一个小高开，说不定该有资金进来做一波2连板的走势了。到时候再让自家董秘多炒作，后面再多几个涨停板也不是不可能。云长庆一想到自己手里的钱还在变多，又开始笑了起来，一身的肥肉都在乱颤。说起来，这还是多亏了星辰半导体。本来自己公司就是一个市值堪堪20亿左右的老牌公司，云长庆从自己老爹手里接过来的10几年里，公司别说发展了，盈利能力都在逐年倒退。今年公司财务一核对，发现居然还亏损了300多万。不过正好这个时候，星辰半导体横空出世，直接把整个半导体板块疯狂拉升了一波了。自家股份在公布完年报之后，股价不跌反涨，这倒是让云长庆想到了一个点子：妖股年年有，今年怎么就不能到我家呢？云长庆连忙让自家董秘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有意无意透露着自家公司是在星辰半导体的产业链之上，还花钱找了一些微博大 V 财经博主，有意无意就在吹自家公司股票。反正什么市值小，潜力高，下一个重文在线之类的好话使劲招呼着。一开始确实有不少散户听信买了进去，居然还真吃到了2个涨停板。散户多了，自然人气也上来了，一些短线投机的游资也开始做了起来。到现在为止，云庆科技股价甚至已经翻了将近4倍，快5倍了。一群傻子吹几个牛逼还真敢炒。云长庆看着开盘冲高的股价一脸得意，不过股价马上冲到 9%， 准备扫板涨停的时候，忽然成交榜上挂出了一笔巨额卖单。什么情况？女秘书看着停滞不前的股价一脸疑惑道。云长庆则是毫不在意，一掌拍在女秘书圆滚上。放心，获利盘出货和承接资金打个换手而已，换手率打出来了才能走出连班高度，好好学着点。女秘书听完云长庆的讲解，恍然大悟，又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转身撒娇道：云总，您厉害了。哼，也不看看我是谁。不过就在两人嬉闹期间，云庆科技的股价从 9% 掉到了 7%。等云长庆再回过神的时候，
股价已经被砸到了-1%。什么情况？云长庆此时没了跟女秘书互动的心思，一把将她推开，整个人都快趴到屏幕上去了。-4%、-7%、-9.98%。正如云长庆所希望的，云庆科技板了，不过是个地板。特别是云庆科技风在地板的卖艺单子，居然足足27个亿。这是什么概念？市值才103亿的云庆科技，1/5的资金都在出头。云长庆肥瘦的脑门上开始细汗密布，他现在开始慌了，明显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云总，是不是庄家在洗盘啊？我看网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庄家洗盘的手法。一旁的女秘书也是有些慌，连忙出声安慰道：洗 TMD 盘，你见过洗盘直接把自己给洗了的庄家吗？云长庆没了刚刚一口一个宝贝儿的耐心，连忙拨打着其他几个股东的电话的同时，还在网上查着最近的利空消息。电话响了数声之后才被接通，还没等云长庆说话，破口大骂声就从那边传了过来：云长庆你个狗的，骗我们几个给你接盘是不是？我……一连串妈量极高的话语如同炮弹般向云长庆袭来。本来就烦躁的云长庆回骂了2句之后，直接给他挂断了。同时网上也查到了自家股票跌停的原因，星辰半导体居然指名道姓说云庆科技、Triple X 等多家公司没有与本公司有任何合作，希望投资者明见。看到这，云长庆终于是忍不住了，直接在公司无能狂怒起来。站在一旁的女秘书见状，也吓得连忙找了个借口想跑出办公室。结果谁知气头上的云长庆直接把锅甩给了他。不只是在云庆科技，10家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迅速暴跌，直接封上涨停板。一时间本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资金也是连忙抛出手中的筹码，大盘指数进行了一波回调。不过发现就那10家公司的时候，资金又连忙抄底接了回去。苏北辰看着自己打满了300个亿空单的融券账户，冷笑了一声：今天一个都别想跑。第201章无奈的现状。不出意外，还没有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钟左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总，这件事情多少有些过界了，如果你只是做空融券一家公司，上面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钟左海话没说完，但是苏北辰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本来这次做空他就没有打算瞒着上面，但凡他随便多套几层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选个傀儡出来，也没人能查到。钟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单是前2天的造谣，都已经让公司损失了不少资金，更何况莫名其妙的诽谤，让我可遭受了不少网络暴力。钟左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只是化作了一声叹息。这件事情说实话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上边其实倒也没向他施压问责。今天打过来这个电话，纯粹是他做个过场。苏北辰也知道，所以没有过多把责任迁就到人家身上。时间随着1分1秒的推移，来到下午4点，距离大 A 已经收盘1个小时，10家公司的股票依然是牢牢钉死在跌停板上，封单甚至都没有减少过，甚至还在有单子往上加。咚咚咚，请进。推门而入的正是自己的秘书程思，不过身后还跟了2个年纪偏大的中年人。苏董。苏北辰正在伏案写着笔记，听到程思的声音，抬起头看到2名穿着行政夹克的人，连忙起身问好。几人一阵寒暄过后，苏北辰邀请落座。安敬东、张国兴2人都是经济部的3把手。不出苏北辰所料，上京果然派人来跟自己谈这件事了。苏总，想必你也知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了。关于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金融机构在向我们反馈了。苏北辰闻言面色不变，依旧是自顾自的给2人倒茶。所以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吧，毕竟是海外金融公司做空的。安部，您说是不是？安敬东看出来了，面前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就这么结束这次的报复。安敬东还想再说什么，直接被一旁的张国兴给打断了。苏总，你这次这么做就是把融券的事情搬到台面上了，而且签订的那份合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苏北辰闻言直接冷哼一声，眼神冰冷地盯着面前2人。融券的事情暂且不提，我就想问问2位部长，这是上面的意思还是你们的意思？饶是身居高位多年的张国兴也感受到了些许威压。哎，这算是那些金融机构和一些上市公司托我问的话，现在人情也还完了，我们来好好聊聊吧。张国兴说完这话之后，苏北辰脸上也浮现微笑，就好像刚刚无事发生一样。苏总，其实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制定不能减持的条约？一旁的安敬东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苏北辰喝了口茶，反问道：安部，公司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公司上市之后，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从而获得更多的投资资金，以此来让公司壮大，最后通过分红的方式，让投资者和创业者获利，可以继续投资下一个新项目，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安敬东这段话几乎是脱口而出。苏北辰点点头，继续问道：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 2人沉默了，确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
几十年的 A 股市场，几千家的上市公司，可是真正发展起来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又有几家？苏北辰这番话更是直接戳穿了 A 股现状。事实很真实，同样也很无奈。A 股现状基本就是这样，很多公司费尽心思只为了能上市，但上市之后却开始疯狂减持，最后直接卖掉公司移民他国，而最后接盘的全是大 A 散户。这样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当年某 QX 股份为了圈钱，连着虚增了7年的收入和净利润，最后钻了法律的空子，仅仅只是被处罚了6200万。但是这7年来不断的减持就不说了，单单发行的可转债和 IPO 就套现了11个亿。最后公司退市了，投资者血本无归，公司的高层却盆满钵满。很多实体公司老板辛苦努力多少年才能赚到11个亿？这样下去的大 A， 到最后会变成劣币驱除良币的市场，到时候就会变成跟港股一样一潭死水，没有任何交易流动性可言。张国兴深深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改革也在慢慢一步一步来，如果一下步子跨太大，将会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安敬东开口道，苏总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在慢慢去做改变，只是改革的难度要比苏总想象中高上很多。苏北辰表示理解，他也能明白一次改革可不是嘴皮子上说2句就能完成的。不知道苏总对于大 A 有什么改革方面的建议？张国兴在一旁问道。建议？我觉得其实很简单，规范上市公司减持，加强上市的监管制度，同时鼓励公司分红。苏北辰没有具体去说，只是提了最基础的建议，他可不认为自己要比人家聪明。张国兴没再具体追问，两人又和苏北辰聊了一会，便离开了星辰控股。苏北辰瞄了一眼时间，已经下午5点了，打了个哈欠，走回卧室打算睡一觉。一天连轴转做2家股市，还真是有够累的。对于今天下午的事情，苏北辰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如果证监会真的要搞自己，估计早就下午收盘就出手了，不可能还给你打个电话再跟你好好聊上几句。熬了一个白天的苏北辰几乎是倒床就睡了。而在沪上东浦区的云庆科技的董事长云长庆，此时却正在接受证监会的调查。我说了，真的没有授意秘书那么去说，我一心只顾着发展公司，很少去管公司别的事情。云长庆一脸无辜的演技，任谁看了都觉得他被冤枉了。而几名身穿黑色夹克的人自然是没有任何同情。是不是？等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吧。第202章，各方反应。一则关于云庆科技董事长被带走调查的小道新闻在不经意间被传到了各大论坛之上，不少今天进场的散户现在都已经欲哭无泪了。今天就想做个2板，结果人给自己做没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云庆科技老总到底被带哪去了，明天还能不能放我出去？可能是团建聚餐吧，不过费用需要散户来出。狗头点 JPG， 这次不仅是散户被套，不少机构和短线游资此时也直接开始挂了明天的跌停板。今天的龙虎榜根本不需要看，卖1到卖5的榜单上全都是机构，至于是哪家机构，这个散户们就不得而知了。上京一间办公室内，他是这么说的吗？张国兴点点头。谁知本来满脸严肃的华发老人笑了笑，他这个小家伙志向倒是挺高远。张国兴带着试探性的问道，那您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毕竟老叶那家伙可是天天嚷嚷着让我多帮他一点。叶老，张国兴眼睛都不自觉瞪大了，他没想到苏北辰居然还跟叶老有关系，怪不得这次这件事沪上证监会没有出面找他。按理来说他们这波人应该是去做思想工作的，结果去了反倒被人家教育了一顿。国兴啊，闷头自己钻研总不是那么回事，该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这都多长时间的事情了，你居然到现在还不知道吗？赵尚书说的对，倒是我这段时间有点闭门造车了。叶青云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说给了叶军，叶军听完直接冷哼一声，那帮黑心的企业家上市就是为了收割民众，这种人放在以前就该给毙了。爸，别激动，你这一把年纪了。叶青云连忙在旁边安抚，得了吧，你老子我可没那么娇气，这事你就告诉小苏那孩子，让他放手去做，什么时候正义还成了错的一方？爸，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也的确该整治国内的金融圈了。身为银行行长，叶青云自然见过这些金融圈的水到底有多深。说句不好听的，单单是上市 IPO 这点都已经做成了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了。当公司规模做起来的时候，这群所谓的上市推手就会联系上这些公司的老板，抛出各种拒绝不了的条件给他们的同时，为了保险起见，背地里还联系上其他大小股东。但凡董事会有人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快就能攻破其他人的防线。而且本来上市就能把公司做得更大，干嘛不上市？最后的结果就是上市 IPO 圈一波，套现减持一波，发个利好拉拉股价，最后全部套现完成，手里只剩 B 股决策股权，哪怕只有 A 股 0.01% 的股票也可以掌控公司，到时候报个连年亏损，退市一波就完事了。那些帮忙做推手的人
赚的就是帮忙上市的钱，一次几千万到上亿不等。而且这还只是金融行业的冰山一角，叶青云甚至都在考虑叶家要不要陪着苏北辰趟这趟浑水。这件事做成了，他的仕途生涯可能就是一路高升了。如果失败了，这件事他打算再想想，顺便有时间再跟苏北辰聊一聊。龙国时间晚上9点，苏北辰按掉定好的闹钟，来到交易室里，打开电脑开始复盘。依然是半导体相关的财经资讯最多，还是围绕着星辰半导体这件事情来的。其中有一篇报告倒是让苏北辰觉得挺有意思，讲的是美光科技的老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居然说星辰半导体应该做到技术共享，而不是私藏这项技术。翻到最下面的评论，果不其然看到了龙国网友的评论：我去你个米氏变脸的玛丽阿姨，现在提倡技术共享了，以前搞封锁的不是你是狗呗？我觉得他说的言之有理啊，为什么东西不共享出来呢？要不 V 我一份 F31技术，刀都捅进去了，好家伙，一看原来是友军啊，赶紧换上敌人衣服给你厚葬了。当然也有一些香蕉人在评论上阴阳怪气，苏北辰反正是见怪不怪了。很快米股开始了这周最后一天的交易，苏北辰的空单半导体始终没有动，连续竞价结束之后倒是拉了一小波的涨幅，估计是资金想要自救一下，拉升吸引一些短线客，能让他们大资金逃出去一点。苏北辰见状似乎不带犹豫，直接在股价刚翻红的时候开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空单。一些正在操盘的短线投机客看到这一幕，直接骂了一句 FK， 随后马上把手里的股票全部挂了出去。纽约某家小金融公司的一间交易室内，一名白人基金经理正在疯狂破口大骂着：皮特，你的脑子是被猪吃了吗？为什么刚刚不一口气全部跑掉？还有你爱丽丝，别仗着你是女生我不敢骂你，操作的简直一坨狗。叫爱丽丝的女生眉头皱了起来，拿起手机做事要打电话。杰夫主管，我想你刚刚是对我有女性歧视的意思吧？杰夫，该死的，居然拿性别歧视大旗来压自己。如果苏北辰在这里的话，肯定能认出这个骂骂咧咧的胖子就是之前在湘江得罪自己的那个人。上次苏北辰遇到了摩根大通的总裁，只是在巴纳姆面前提了一嘴那个家伙的名字，结果当天晚上就直接买了飞回老家的机票。虽然签了竞业协议，但是也挡不住杰夫找工作，毕竟这家公司老总可是跟他签了对赌协议。如果到了年底收益达不到要求的目标，那杰夫将会支付巨额的违约金。不过杰夫能做到外派基金经理那个位置，靠的也是真才实学，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对赌的 80% 的目标额度。杰夫本想这个月努力完成，拿到那30万美元奖金，结果谁知道重仓抄底的半导体指数这2天直接给他干了 35% 的回撤。今天也是好不容易才全部亏损平仓离场。杰夫一拳砸到面前的实木桌子上，该死的星辰集团。第203章炸场。米股这一夜又是一波低开低走，甚至到了后半夜，苏北辰直接懒得看盘了，直接挂了止损的单子去睡觉了。主要半导体这东西的确就是实打实的硬逻辑，不可能说你吹个牛逼大家都会为你买账。当然美光科技如果吹个大牛逼，股价确实能被拉起来，但是如果到最后没有实现或者出现跳票行为，那不仅仅是证监会下场，到时候企业一旦失信，迎接他的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所以说技不如人，就是要被做空，要被机构清仓。很冷淡，同样也很真实。等苏北辰第2天醒来的时候，米股账户上的收益已经来到了4700万美元，也就是说昨晚只赚了1600万美元左右。2只股票的跌幅比较前一个交易日已经开始收窄了，下跌幅度也开始减缓，不少砸盘的位置都出现了资金承接。苏北辰估计应该是美光科技跟财团达成了护盘协议，也有可能是卖盘枯竭，抛压已经结束，差不多了。总归几种情况都有可能，苏北辰也不打算去格局多久，本来就是赚快钱的手段，格局万一把自己套住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他打算下周一晚上连续竞价就直接清仓走人。苏北辰洗了个澡，换了个新衣服，打算回家一趟。这一周都住公司里，程思倒还好，白天在公司总能见到。柯雪倒是没少给自己发消息，天天明里暗里问自己一个人睡公司是不是有点害怕之类的话。奚梦月自然是天天日常视频聊天，分享自己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听他的意思好像跟朋友一起开了一个专门搞艺术的工作室。苏北辰本想要投一笔钱给他，但是直接被他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理由就是想学着他一样白手起家。无奈苏北辰只好作罢。不过即便是自己不帮他，叶家10有8九也会帮他，所以干脆就让他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吧。正在家中做饭的柯雪看到苏北辰回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锅铲，关上燃气，直接小跑过来一跃挂到苏北辰身上。柯雪头埋在苏北辰脖子里，任凭苏北辰说什么他都不愿意下来，生怕一松开苏北辰就又加班不见了一样。好了，
等过了这段时间，晚上就不忙了。柯雪侧过脸，撅起小嘴，一脸楚楚可怜的样子，看着苏北辰问道：“真的？你没有骗我吧？”苏北辰右手用力捏了一把柯雪的大腿：“当然是真的，我难道什么时候骗过你吗？”“那倒没有。那你以后晚上能不能多来我这边？”柯雪小小的任性了一把，趁着苏北辰心情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苏北辰一手托着柯雪，另一个手抽出来刮了一下她的鼻子：“你那点小心思还跟我耍什么套路？你干脆平常把程思叫过来，晚上我没事就来找你们。”柯雪也知道自己肯定不能独享苏北辰，于是想了想点了点头。锅里的菜，柯雪是按照自己一个人的饭量来做的，自然是不够俩人吃的了。苏北辰干脆大手一挥，直接让物业帮忙订了几道玉香苑的饭菜送到家里。离家近不说，那家饭菜确实符合他的口味。大概20分钟不到的时间，物业按响门铃，几盒打包好的饭菜被送了上来。苏北辰倒是真的有点饿了，再加上早饭本来就没吃多少，他自己一个人就干掉了将近3盘子的菜，其中就有柯雪炒的那道。俗话说得好，饱暖思歪歪。一周未见的两人，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翌日中午，苏北辰开上在车库尘封已久的轩尼诗，打算带着柯雪去赛道跑上鸡圈。之前好像这丫头就嚷嚷着要去赛道，这次正好趁着周六日闲下来了，开超跑浪几圈。苏北辰又给校长打了个电话，打算叫他一起耍耍，结果发现这货居然去上京出差了。再三问了好几遍，确定不是去泡妞，而是真的出差之后，这次倒是让苏北辰震惊了。这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没想到在这个时间点玩世不恭的王校长居然改邪归正了。听他那话的意思，好像是跟之前在樱花国收购的那个企业有关。这么说来，自己还真是王校长的良师益友啊。苏北辰驾驶着毒蛇很快穿过高架，来到位于沪上郊外的 SAIC 国际赛车场。之前那个场他也没什么认识的人，除了王校长和秦分在的时候偶尔去一去之外，其他时候基本上都来 SAIC 自己跑2圈。SAIC 算是在沪上比较有名气的赛车场了，02年时候就开始修建起来了，后来不少国际赛事没少在这里举办。平常的话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不过对于苏北辰来说，也就只是给自己二叔打了个电话的事情。工作人员对汽车做完各项检查之后，对车内的苏北辰比了个 OK 的手势。苏北辰这才点火启动，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慢慢进入跑道。除了苏北辰之外，还有零零星星4-5辆车正在赛道上疾驰。轩尼诗毒蛇刚一出场，就吸引了看台上不少车迷爱好者。我勒个乖乖，这是来了一尊大佛呀！脖子上挎着大长交相机的光头大哥看着轩尼诗都快把眼睛看进去了。过了几秒反应过来，连忙扛起相机10多张连拍，一气呵成。一旁同为汽车发烧友的朋友听到快门声，回头看了过去，又重复了一遍刚刚光头大哥的操作。上了准备道的苏北辰没有直接加速开出去，而是静静地待在原地，任由看台上的发烧友们按动手中的快门。拍了差不多快3分钟的时间，众人都已经心满意足，纷纷给苏北辰比了个大拇指。苏北辰打开车窗，同样回了个大拇指过去，紧接着关闭车窗，检查了一遍柯雪的安全带，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点火挂档，一脚油门踩到底，整个车直接轰了出去。顿时全场就剩下轩尼诗毒蛇引擎狂暴的轰鸣声。第204章，既然选择困难，那就全要了。有着赛车手级别操作的苏北辰，毒蛇在他手中就像一匹被驯服了的野马，各种高难度的漂移动作，流利干净的转向操作在苏北辰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来还在赛道上跑圈的几辆车见状，干脆直接给苏北辰让出了场地，把车停到一边欣赏了起来。又跑了几圈下来，柯雪不仅没有晕车，反倒兴奋的小脸通红。芜湖，爽！柯雪感受着苏北辰每一脚油门带来的快感，疯狂尖叫起来。直到停车了，他还没从那种兴奋的情绪中回过神来。苏北辰刚打开车门，就听到周围一群人的喝彩声。太帅了，陈神！陈神，我想拜你为师啊！兄弟，这手车技，我强都不服，就服你！苏北辰双手合十，算是回谢了众人的夸奖和车手把赛道让出来给的面子。随后又坐进车里，在一众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缓缓离开赛车场。你喜欢跑车吗？苏北辰看着从兴奋那股劲中缓过来一点柯雪，忽然出声问道。以前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说跑车这东西就是装 X 泡妹子用的道具，肯定是厌烦的。但是今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跑车在赛道上散发出的魅力太让我着迷了。柯雪一脸感慨，只能用真香形容自己的心情。既然这样，那我干脆直接送你一辆。苏北辰说完，直接打了个左转向灯，在双向行道掉了个头，一脚油门下去，驶向上次的秦分带他去的地方。苏北辰把车停好，带着柯雪
直接走进了兰博基尼的沪上中心内。一众站在展厅内的销售人员看到苏北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随后还是有2名汽车发烧友认出来了，直接大喊了一声陈神。这时候一众工作人员才反应过，连忙争先恐后跑到苏北辰跟前。苏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苏先生，听着周围七嘴八舌的声音，苏北辰不自觉皱起了眉头。周围销售人员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静声低下头，一个个的成什么体统，不想干了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一名穿着高定西装的中年男人从后面办公室开门走了出来，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效果却很明显。几名围上来的销售头低得更深了，嘴上连忙说着对不起。中年男人冷哼一声，便不做理会，转头对着苏北辰温声道：苏先生，鄙人姓海，单字一个洪，这次发生的不愉快是我的失职，还希望苏先生海涵。苏北辰倒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虽然知道自己一言可能就会定了那群人的生死，但是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人也不容易，而且也不是什么大的错误，干脆直接朝海红摆了摆手，一些小事而已，无妨。海红心里松了口气，连忙给站着的几人使了个眼色，几人马上鞠躬给苏北辰道歉感谢。小插曲过后，海红直接把苏北辰请到了 VIP 客户单独的一间订购室内。海红给2人倒上2杯花茶，又拿了一些小点心。不知道苏先生这次来是有相中的型号了吗？海红半跪在苏北辰一侧，温声询问道。型号倒是还没有选好，不过这次来倒不是我要买，而是他。苏北辰喝了一口水温恰好的花茶，手指着一旁的柯雪。海红心领神会，声音又轻了几分。这位，我姓柯，穆可柯。海红点头表示记住，又开口问道：柯女士，不知道您对兰博基尼有多少了解？或者说，您有没有什么相中的款式？柯雪摇摇头，又看向苏北辰，似乎是在询问他的意思。这样吧，海经理，你干脆把兰博基尼所有的型号的车都让他试驾一遍，看看有没有他喜欢的。整个下午，柯雪都在兰博基尼的试驾车道上疯狂疾驰着，直到试完最后一款车型，柯雪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怎么样，有没有喜欢的车型？柯雪思索了一下，有点陷入了选择困难症。所有型号感觉都各有各的优缺点，不过总体上给我的感觉都很舒服，主要还是喜欢他们家的引擎声。苏北辰点点头，你废话文学学的倒是挺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既然选择困难，那就全要了。不等柯雪反驳自己，苏北辰直接转身对着站在一旁待命的海红说道：刚刚他试驾的所有车型都给我来一辆，配置让他自己来选就行。站在一旁的海红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反应过来，态度比刚刚更加恭敬，连忙在前面给2人低头带路。连站在一旁的柯雪都被苏北辰的大手笔给震惊到了。柯雪从来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给超跑选配选到怀疑人生。全部车选完配都已经晚上7点钟左右，海红更是一步3点头的给2人送出店里。送上车之后，更是等车尾灯都看不见5分钟了，才慢慢直起腰。一众员工根本不敢相信自家上司居然会恭敬到这种程度。一名前台销售看着自家经理这个样子，忍不住小声道：这海阎王说到底还是为了3斗米折腰了。另一名前台闻言冷笑了一下：你知道陈神刚刚在办公室里刷了多少钱吗？多少？差不多快1个亿吧。一开始那名员工心里更加不服气，声音略带悲愤道：哼，海经理果然垃圾，要是我非得让陈神见识一下什么叫纯正的狗腿子。坐在副驾驶的柯雪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送出来的，满脑子都是关于兰博基尼的各种选配。一开始他还看一看选配的价格，但是到后来实在是看得过于眼花，干脆不看后面的价格，直接凭着自己第一印象看上哪个直接选中哪个配件。现在的他可以说是被苏北辰整的完全没有了金钱概念，10多万的车衣说贴就贴，几十万的卡钱说改就改。柯雪看着一旁认真开车的苏北辰，怪不得这家伙丝毫不怕自己出轨，真的就这个待遇，他就是从外面领个孩子回来，他也甘愿当人家亲妈照顾。第205章疯狂的柴折。周六晚上回到家，柯雪自然是又好好奖励了一番苏北辰，疯狂程度不亚于之前苏北辰以1战2的场面。战斗过后的第2天，苏北辰也是忙了这1周以来难得第一次作息正常，睡了个懒觉。2人一觉睡到中午才起来。点外卖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2次。柯雪是真没力气做饭了，到现在手还是酸的，腿都有些发软。看了一眼还生龙活虎的苏北辰，柯雪暗骂了一声变态。吃完午饭，苏北辰跟柯雪说了一声就出门去了公司。真不是他在这卷，而是李博那家伙居然又谈下来好几笔生意。不过需要去公司盖个公章，顺便还需要本人签个字。没办法，毕竟是赚钱的事情，苏北辰也只好忍住没有批评教育了。苏北辰花了20分钟左右赶到公司，拿起桌上摆放好的几沓文件，坐在办公桌上挨个翻开。
整体一圈看下来，基本上这次投的公司都是能快速发展起来套现的。一共5家公司，2家食品相关的公司，主打方向都是预制菜，还有2家做潮玩的公司，最后一家公司是一个买卖二手 B2C 性质的平台网站。李博眼光是真的不错，选的这几家基本上都是在后期比较容易套现离场的公司，挨个盖上公章，签上自己名字。等所有事情忙活完，已经是下午3点了。苏北辰索性在公司打开电脑看一会周末的财经消息，顺便复盘一下米股接下来的操作。复盘的时候，苏北辰偶然间看到了一条关于虚拟货币的消息 ，F 虚拟货币即将正式上市区块链，后市大名鼎鼎，仅次于比特币的数字货币，居然在下周上市，而且发售价格仅仅只有 1.41亿美元。要知道 ，F 货币在21年的时候，最高一枚就可以卖到1509美元，整整翻了1000倍。5年1000倍，什么理财产品，什么投资项目，在这个收益率面前，可以说没有任何可比性。苏北辰又看了一会币圈的消息，这才想起来自己公司好像还有个专门负责 NFT 产品和 BTC 虚拟货币的部门，好像还是之前那个挺努力的员工专门负责，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柴哲。苏北辰本以为周日柴哲可能会给自己放个假，没想到推开部门办公室的大门，发现柴哲居然还如同第一次见他一样，疯狂在桌前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周日了，还在这加班啊？听闻苏北辰的声音，柴哲连忙抬起头。苏北辰被他的样子都吓了一跳，本来干干净净的一个年轻小伙，现在居然双眼通红，头发也乱成了鸡窝状，右手桌边的烟灰缸里的烟头都快插满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屋子里的人是个疯子，但等苏北辰询问完柴哲，他才发现这家伙完全就是个疯子。因为币圈24小时都可以交易的机制，柴哲自从苏北辰上次带他进了币圈之后，每天柴哲几乎都是只睡7个小时，剩余时间基本上都在研究币圈，甚至为了能多在公司研究一会，直接把租的房子给退了，往办公室里搬了一张床，到了晚上就在公司休息，醒了就继续研究币圈。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柴哲做的最离谱的事情还要当属他听到量化交易运用在 BTC 虚拟货币市场的时候，成功率要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于是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学习量化交易的知识。当得知做量化交易需要用到 Python 和 C++ 之类的编程技术以及金融数字模型之后，他又开始在网上自学起来编程。截止到现在，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把网上能吃透的知识全都渗透了一遍。虽然说自己还写不出来完美的量化交易系统，不过用在这个时间点的 BTC 上1个月稳定收益也有将近 11% 左右。苏董，柴哲看清推门而入的人后，先是神情激动了一下，随后又想到了自己办公室里邋遢的环境，顿时闹了个脸红。对不起苏董，是我不想让保洁阿姨打扰到我写程序，才没有让她进来打扫。苏北辰叹了口气，这孩子别的什么都挺好，就是人太实诚了。柴哲还以为苏北辰叹气是对自己失望了，连忙低头手指扣着手掌心。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身体才永远是第一位，你能明白吗？并没有柴哲想象中的训斥，只有温和的关心声。听别人说你还特意为了能多工作一会，就在公司搬了张床，要不是我听别人讲，你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出问题。明天你就先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一趟医院做个全身检查，房子我安排人给你租到公司附近，争取让你走路就可以来公司上班。苏北辰看着柴哲，还想开口说什么，直接出手制止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些费用都是公司来出。哦，对了，公司给每个部门负责人都有一份医疗保险补助，可以用给自己，也可以用给员工家人。你这次研发的量化交易模型专利费很快也会打到你的账上。说完，苏北辰不给柴哲机会，就直接出了办公室。只剩站在原地眼圈通红的柴哲看着苏北辰离去的背影。柴哲看了一眼手机上银行到账的短信，整整500万的现金，完全够支付自己父亲做手术的钱。原来苏总都知道吗？一向要强的柴哲流下了2行情泪。坐上车的苏北辰其实也是下午想起来柴哲之后，向李博询问了才知道这件事。至于做手术需要多少钱，苏北辰其实根本没个准信。至于说的那些医疗补助，压根就没有那么多。那个量化交易模型对于苏北辰来说，说不好听的，甚至还不如他花1星期时间写得好。苏北辰能舍得给柴哲这些钱，就是看到了他身上那股狠劲。能用4个月时间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变成精通2门编程语言的老手，可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背后到底付出了怎么样的努力，苏北辰可以想象得出来。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狠人，值得苏北辰去在他身上投资。第206章，焦头烂额的米切尔。晚上，苏北辰喊上了赵一诺和程思。赵一诺本以为是2人世界的烛光晚餐，结果换好了心爱的小裙子，梳理打扮一番到场之后，发现自己上司居然也在场。程思看到赵一诺的时候也是有点懵逼，两女气氛有些尴尬，好在苏北辰没让他们等多久。
都坐吧，别拘束。苏北辰为赵一诺拉开凳子，三人呈三角状围桌坐了下来。苏北辰也没做什么铺垫，直截了当就跟赵一诺说了自己和程思的关系。赵一诺虽然早就感觉出来了，不过一直没敢确定。现在听到苏北辰亲口承认，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松了口气。话摊开说了之后，气氛倒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僵硬了。这之间主要还是靠程思在中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三人吃完饭，因为都喝了点酒的原因，赵一诺一听程思和苏北辰要回去休息，也不知道哪来勇气，直接说了句把自己也带上。后面的事吗？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也就是三个人在被窝里一起下了半个晚上的飞行棋。4月已经走完了最后一个周日，第二天又是新的一个月，又是新的一周。不过因为五一劳动节的原因，今天大 A 依旧是闭盘休业。苏北辰干脆直接和两女在家宅了一上午，先是把攒了几天的箱子都开了一遍，全是白光，全是现金，很对味。在商城又买了张关于医疗方面的人脉卡和2张2级人才卡，声望现在已经突破了1700万，买2张2级人才卡还能剩1500万，拿下奈米医疗机器人是绰绰有余。苏北辰现在已经打算开始在医疗板块布局了。军工那边因为有富仓 007D 加入，各项军工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止快了1星半点。成飞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兆星炼钢厂的特种材料完美符合战机材质需求的原因，鸾鸟问世的时间要比之前快上至少半个月，所以苏北辰已经打算把手伸到医疗板块了。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很多疑难杂症或者慢性疾病的治疗药物都还在海外医药巨头手上，龙国很多时候还需要捏着鼻子忍痛从别人那里买高价药，所以纳米医疗机器人对于龙国而言可以说是里程碑的一次跨越了，说是直接从现代跳跃到了近未来都不为过。也不知道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得知这个消息会是什么样的神情。星辰医疗创立的事情自然安排给了赵一诺和程思去办。两女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之后，关系倒不像是上下级，稍微有些微妙。苏北辰忙完手头的工作，去看了一眼刚从医院检查完回来的柴哲。按医生给自己打的电话来看，柴哲身体除了有些营养不良之外，其他指标都没什么问题。苏北辰见柴哲无大碍，又跟他聊了会关于量化模型方面的事情，很多编程上不懂的问题，基本上2、3句就被苏北辰开导明白。你最近去星辰科技学习2、3个月吧，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远远没有团队合作来的效率高。柴哲之前就有去星辰科技学习的想法，不过一直怕让苏董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所以这个事一直就埋在心里。现在听到苏董让自己去星辰科技学习，他自然是马上点头同意。于是第一个从金融跨界到互联网的员工诞生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苏北辰看着正在收拾东西的柴哲，嘴里低声道。下午2点，苏北辰看时间差不多了，定上晚上9点的闹钟，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盖上被子，又开始了新一周的米国时间。在苏北辰睡着的这段时间里，大洋彼岸的米国华府黑宫却异常热闹。米切尔看着2桌争执不断的财团，脸上黑的都快挤出水来了。够了，够了！米切尔实在忍受不了了，手掌使劲敲击着桌面。你们到底是让我来解决问题，还是说看你们吵架？如果是后者，我建议你们吵完了拍个纪录片给我看看。2桌代表人自然是谁也不服谁，不过总统先生已经开口了，便卖了米切尔一个面子，各自冷哼一声，不再说话。米切尔真是头疼，两边都是支持自己的财团，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根本坐不上这个位置。虽然他在下任总统的候选人里支持率只排到了第3，关于封杀或者不封杀星辰集团的事情，可不是1天2天就可以完成的。米切尔想了想，继续补充道：就目前而言，我们太多地方都需要星辰半导体廉价的7纳米芯片了。一众反对封杀方纷纷点头表示赞同。那我们干脆直接把所有军工厂都关门，以后进口龙国的不就好了吗？有反对派的发言，自然就有支持派跳出来跟他们吵上2句。你居心何在？难不成想泄露米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戴高帽子的支持派两手摊手，一脸无辜看着反对派。我只是按照你的逻辑来说罢了，你急什么？还拿米国公民来举例子。紧接着支持派又冷哼一声，哼，你们用龙国芯片的时候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信息泄露的危险性，想想华为吧，我的朋友，这根本就是2码事，不对吗？华为只是抢夺市场，而星辰集团可是合作共赢，更何况苹果的事情应该也是你们指示的吧？哼，你们好自为之。说完直接戴上绅士帽，带着一大帮人走出了黑宫。米切尔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插手到这种事情里来。两边几乎都是米国的老钱家族，发家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90年初，所以他这个做总统的感觉自己在被2面夹击一样，说好话说坏话都不行，活生生像个傀儡。那么总统先生，公司今年利润如果能翻倍的话，您创办的米切尔基金会将会再次多出数亿美金。
说完之后，反对派一众代表人也走出了黑宫，只剩下一脸纠结的米切尔。第207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晚上9点半，米股开盘，芯片虽然还是低开，不过看这个缩量的竞价，十有八九是空头行情，是到今天结束了。接下来应该就是一波技术性的调整，随后才可能继续下跌。不过苏北辰可不是那种爱硬吃调整的人，开盘半个小时左右，直接就把手里的空单给平掉了。接下来他打算埋伏一波区块链相关的个股。16年5月份，虚拟货币得到米国政策上的扶持， BTC 甚至可以用来做相关交易，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利好消息。不过很多人目前还只是认为虚拟货币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炒作概念，更别说拿这些货币来做交易了，说白了就是觉得没有意义。这也正好给了苏北辰一波抄底的机会，再等1个月左右，等一些资本彻底布局完成的时候，就该这个板块爆发了。苏北辰把身上能动用的20个亿美元花了1晚上时间，直接全部打进 Web 2.0 相关优质企业。接下来1个月就不太需要操作自己的账户以及星辰混合先锋基金了。苏北辰看了一眼时间，才刚刚凌晨3点半，睡了一下午，到现在还真没多少困意，干脆直接去了一趟公司的米股交易室。刚一进屋内，嘈杂的讨论声就传入耳中，各个小组疯狂复盘着今天操作的亮点和拉胯的地方，时不时两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常有的事情。苏北辰也乐意看到这种情形，毕竟对2个人来说都能在心里加深对这次操作的印象。听了一会员工的争吵，发现自己老板在旁边之后，两人又默契地停止了争吵。苏北辰笑了下，没有说什么，又走到老李身边。你还别说，咱们公司的员工真的是激情满满啊。李博自然也看到了刚刚争吵的两人，笑道：那还不是苏董你开的工资给力，没看咱公司搞笑博主网上最新的段子吗？月薪 5W， 公司是我家，叫我打哪我打哪。月薪 5K， 公司是刑场，急死一个算一个。月薪 1.5K， 老板窝嫩爹。苏北辰眉毛轻挑，心想这不是19年之后的打工人段子吗？没想到因为自己出现，倒是把这个提前整出来了。对了，老李，最近米国那边有什么最新消息吗？苏总对这个事不应该比我更了解吗？嗨，这不是懒得整理了吗？天天对着电脑看，眼睛看累了倒是真的。李博看着苏北辰2颗明亮的大眼睛，又下意识推了一下自己600度的眼镜框。行吧，明天资料整理好，让程思放你桌子上吧。白嫖加1。苏北辰又跟李博聊了一会，才心满意足的回了自己办公室里睡觉。翌日一早，还在睡梦中的苏北辰就被手机铃声吵醒，右手往床头抓了几下，摸到手机之后，点了使绿色的接通按键，说：苏董，黑宫那边传出来要封杀星辰集团的消息，就是不知道现在国会是什么意见。苏北辰把手机拿开，看了一眼来电人，居然是埃里克，怪不得龙国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消息准确吗？埃里克沉默了一会，又开口道：之前有2批人来找过我父亲，一波是以美光科技为首的半导体制造业企业，另一波是半导体下游的科技企业。苏北辰从床上坐了起来，沉思了一会，两边就这样保持安静，谁都没有开口。半晌，苏北辰心中有了决策，开口道：我明白了，谢谢你为我提供这个消息。龙国有句古话，礼尚往来，之前苏先生带我一起赚了钱，自然我就有义务为苏先生提供消息上的帮助。好家伙，这4个字埃里克发音倒是还挺标准。挂断电话，苏北辰给倪星成又打了过去，把刚刚埃里克跟自己说的消息又复述了一遍。哼，这群洋鬼子果然不安好心，见不得别人超过他，果然又在背后开始耍小动作了。倪星成听完自然是气愤的不行，毕竟之前他跟华文打过好多次交道，看到国产手机能从自己人都瞧不上发展到现在能追赶上世界品牌，技术不断突破和更新，他几乎都看在眼里。结果眼见就要抢占米国苹果手机市场份额的时候，那边直接一口咬死说数据安全问题，直接开始封杀华文，断掉芯片供应，甚至软禁在加大的华文总经理。他当时真的是既生气又无奈。现在星辰半导体起来了，米国又打算开始故技重施了。倪总，这件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米国那边也分成了2派体系，等他们谈判完了，至少还需要1个多月。倪总，你要做的就是在这期间不断给反对封杀的那一派系制造焦虑，至于怎么做，我想你应该知道吧。倪星成虽然只是技术人员，不过对于加压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是会的，毕竟之前在台积电没少看到米国向公司施加压力。现在要做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苏北辰之所以让倪星成在施压给那边，主要还是想让他们最好把狗脑子都打出来，虽然不太可能，不过肯定会有一方要先妥协让出利润，不然为了每年的利润，那些科技公司还真能跟你死磕到底。等1个月半之后，
鸾鸟和全新军工装备问世的话，那可就不是你米国说的算了。没事拉着自家空天战机在近地轨道上转2圈，就问你慌不慌？简单洗漱之后，看了一眼桌上放的资料，应该是昨天晚上李博精简出来的一些消息。翻开看了一眼，发现米国此时已经进入了大选的白热化时期，各个总统先生的黑料都被爆了出来，简直一个比一个劲爆。苏北辰从第1往下看到第10位，发现最熟悉的川建国同志现在仅仅只排在了第8名。现在关于建国同志的黑料倒还真没几个，可能是大家都当他是过来玩的，没有深挖他。不过这也给了苏北辰一个想法，羊毛现在难道就不可以薅了吗？第208章，代价真的这么简单吗？又找到了刚刚埃里克的电话，回拨了过去，刚响铃就被接通了起来，显然埃里克人就在电话旁边。苏先生，苏北辰手里把玩着爱马仕的小摆件，嘴角微微翘起。埃里克先生，我看最近新闻，发现川建国先生，也就是您父亲，最近正在竞选米国总统。埃里克有点没摸清苏北辰的意思，打算随便糊弄几句。我父亲的确在竞选，不过大概率也只是他老人家心血来潮玩一玩而已。哦，我看不见得吧。唐纳德家族在这次樱花国国债和之后的分赃之中可没少获利啊。埃里克总觉得被苏北辰盯上准没有什么好事，哪怕他们之前当过几次盟友。恕我直言，苏先生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帮我打开市场。什么？苏北辰放下手中的摆件，一本正经道，我帮唐纳德先生扫清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障碍，甚至资金都可以提供，但是作为投资回报，我需要你们家族帮我打开米国市场。埃里克听完，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如果是别人跟他说这个话，那他10有8九会给对方伸个中指，并奖励他一句 F 开头的话。但是这话如果是从苏北辰嘴里说出来，我为什么要选择相信你？我把东西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你自己可以看看。埃里克谨慎起见，直接拿了一台平常不怎么用的游戏本登录上自己邮箱。邮件没有任何内容，只有3个视频附件。埃里克一点开，他越看越震惊，可以说这3个视频如果被竞争对手拿到，说不定这次大选就可以止步8强了。埃里克先生，听到放在一旁的电话里传来苏北辰的声音，他这才想到自己还在通话状态。苏先生，这个视频可能是人工合成的，也说不定。埃里克自认为故作镇定的语气，在苏北辰耳朵里简直破绽百出。难道埃里克先生忘记我是做什么出身的了？埃里克闻言愣了一下，忽然想到电话那头那个男人可不仅仅在金融领域是颗后起之秀，在科技领域更是走到了最前端。星辰科技最核心的 AI 技术据说就是出自苏北辰之手。我明白了，不过这件事需要我和父亲一起商议一下。当然没问题。苏北辰摊手道。挂断电话之后，苏北辰点开星辰半导体官微，现在已经发布了最新一条消息。近日，考虑到关于米国对星辰半导体封杀的消息，公司董事会正在考虑是否要把米国份额全部出售给欧联盟以及中东国家。苏北辰看完点了个赞，随后直接转发到了自己微博下面。没出1分钟的时间，下面评论忽然开始暴增。失踪人口回归，陈神终于想起来自己微博账号密码了。只有我在看内容吗？我只想说，陈神干得漂亮。随后，王校长和一众星辰娱乐的网红纷纷开始转发起了苏北辰这条微博。关于星辰半导体的话题又双一次冲上热搜。因为时差原因，大半夜还在加班的金融公司看到星辰半导体这条微博都无语住了。他们可是看着一众科技企业好不容易企稳，现在估计又要继续向下跳水了。跌幅应该不会太大，还在算可控范围之内。不过那些科技公司倒是心态有点崩盘，现在恨不得把那群支持封杀星辰半导体的人给剁了。他们好不容易才让局面僵持下来，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星辰半导体的耳朵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支持封杀那一派的人，有人故意把消息透露出去了。于是黑宫这1星期来第 N 次资本大战开始了。坐在主位上的米切尔现在整个人都可以说是生无可恋了。做完这一切的苏北辰伸了个懒腰，打算在公司里逛一会。5一劳动节来加班的员工还真不算少，估计也是觉得在家闲得没事，又不想去旅游景点看人头，索性直接来公司赚钱好了。当然对于来加班的员工，苏北辰自然不可能在工资待遇上亏待他们，基本都是按照国家规定的3倍工资来补贴。除此之外，每天的餐补和交通费用都比平常翻了好几倍。除了员工之外，李博这个老总低着头趴在办公桌上，不知道又在干些什么。在苏北辰的印象里，老李这人好像一直都在工作一样，每次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他，说是工作狂也不为过了。还真是对得起自己给他开的年薪过亿的工资。巡视了一圈，苏北辰又回到自己办公室。自己不在这段时间里，埃里克倒是给自己回了2、3个电话。苏北辰赶忙打了回去。
不过这次接电话的却不是埃里克，而是川建国本人。苏总，你是从哪里搞到手的那些视频？能跟我讲讲吗？语气中带着一丝威胁的意思。不过苏北辰倒是挺看好这样的性格，要是真的跟个软蛋似的，干脆老老实实回家养老吧。唐纳德先生，我说了你们那些值得骄傲的 IT 技术，在我这就跟脑子还未发育健全的婴儿一样。你是说你动用了星辰科技的超算和 AI？ 那你真是想多了，太高估你们的保密手段了。你这些东压根就用不到，只需要一个专业点的黑客都能把你这些视频给挖出来。川建国的脸色有点阴沉，他没想到早年干的那些风流事，到现在居然还能被挖出来。除了这些视频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好的音频，需要听一听吗？够了。川建国一听到音频2个字，也不知是羞耻还是什么别的心理作怪，让他猛拍了一下桌子。埃里克，不是，你生气归生气，面子过不去就过不去，老拍我桌子干嘛？恼羞成怒的川建国很快就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声音平静地开口道：苏先生，我听埃里克告诉我，你可以为我保驾护航，清掉前方的障碍。自然如此。那么代价真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第209章被系统坑了一把。挂断电话的2人各自心里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苏北辰自己也只是实话实说了自己的要求。按照原先历史进程的发展，川建国也能上位，不过就是身上丑闻比较多，道路比较坎坷一点。以打开米国市场为代价，帮他摆平大选道路上的阻碍，怎么说这买卖都是他赚。而且如果真的打开了米国市场，一旦一众科技企业用习惯了星辰半导体的芯片，那到时候谁再提封杀这件事情，就得先考虑考虑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些科技巨头的压力了。接下来2天的米国简直热闹得像过圣诞节一样。大选之争就不用说了，就是不同的资本派系之间相互竞争而已。支持封杀星辰芯片一派和反对一派的技术宅们也是打出了狗脑子。群魔乱舞的盛况再次在自由美利国上演。受这么多事情的影响，苏北辰在樱花国的布局倒是被他们影响的更少了。原本只能拖上2个月的三井住友收购的事情，现在看来似乎能拖上更久了。越热闹越好啊，只要大洋彼岸越热闹，那苏北辰趁着这段时间能搞的事情就越多。算算时间，自己订购的一些生产设备应该快到了。星辰医疗也是时候提上日程来了。苏北辰反锁上办公室门，心中默念系统。蓝色荧幕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先是轻触了一下每日打卡签到按键。今天运气还算不错，一个钻石箱子，正好一会要消费一波兑换纳米医疗技术，干脆就直接开了得了。只见一道紫光闪过，一张3级人才卡静静悬浮在空中。我去，消费者福利是吧？苏北辰总觉得自己这个系统就有点像你充钱了才能变欧的游戏一样，具体哪款想必大家心里都有点数。看着背包里的3级人才卡，苏北辰毫不犹豫直接捏给了刚刚成立的空壳星辰医疗，再加上前面的一张人脉卡和2级人才卡，星辰医疗的基础框架应该算是有了。接下来1个月就需要慢慢完善。紧接着又点进声望商城，直接点了兑换纳米医疗机器人技术，又是一阵眩晕感袭来。不过这次苏北辰事先就提前坐好在了座椅上，经过上次鸾鸟战机的洗礼，他的脑容量倒是被扩张了不少，仅仅只是一次就接收了将近1半的知识，放在以前少说也得来个4、5次才能彻底接收完成。差不多过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苏北辰才终于从眩晕之中缓过神来，系统性的整理了一遍刚刚接收1半的知识后，他真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去饭店点西红柿炒番茄，大冤种一个。这技术居然还需要他有5纳米芯片技术之外，还需要超精密机床才可以造出来，哪怕是之前兆星炼钢厂的高精密机床都不行。系统给的这份资料所用到的超精密机床加工，指的是尺寸和位置精度为 0.005 至 0.01 形状和轮廓精度为 0.0015 至 0.01 的那种。光看数据可能不太明显，这么说吧，现在龙国和国际上的高精度机床基本是水平一致，就按兆星炼钢厂的机床来说，想达到系统所说的高度，以目前的科技来看，至少需要再发展个10年。所以我这1200万的声望算是打水漂了。苏北辰问完，等了半天，系统就像死机了一样，一直沉默着不回复。要不是还能点开系统界面，他还真以为解绑了。唉，苏北辰叹了口气，自己约的选的系统，自己哭着也要接收完。休息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感觉脑袋恢复的差不多了。苏北辰再次选择接收剩余的1半知识，差不多又是半个小时过去。苏北辰面色有些苍白，从老板椅上坐直身体，揉了揉自己发胀的太阳穴。这系统还真是能给自己出难题，后1半的知识几乎覆盖了整个软硬件领域的全部知识。要不是自己之前提前有了更强的编程储备知识，恐怕连这后半部分的知识都看不懂一点。
如果说第一次接收的知识是偏向工业制造，那第二次接收的知识就是生体医工了。生物工程、医疗、工科三者糅合在一起的一块知识饼干，就是这块饼干比较难啃罢了。算了，既来之则安之。苏北辰干脆双线程开始进行研究，先是让星辰医疗的技术人员研究关于纳米医疗机器人偏向生物工程的部分，而自己打算带人开始研究后半部分的软件。至于精密机床一块的事情，他打算全部交给倪星成，让他牵头拉人再创立一个实验室。不过核心技术人员他还是打算用自己2级人才卡搞几个。紧密的安排之下，名为星辰机械的研究室悄然建立了起来了。同时整个星辰集团上下开始运转起来。一晃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一众网友忽然发现，1个月不搞几次是不舒服司机的星辰集团，居然在这1个月里低调的简直可怕，可以说是连一点风吹草动的动静都没有。不少网友猜测星辰集团应该是在整顿内部管理，毕竟从零发展到现在仅仅只用了1年的时间，公司发展这么快，内部管理如果跟不上，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几乎都这么猜测。当然网上也有不少人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又是星辰集团拿不出新技术了，又是董事长涉嫌内幕交易被抓了之类的话。实际上苏北辰这1个月还真没干什么，迷股也不需要他去操作了，只需要静静等待。白天几乎都在和星辰科技的一众大佬码农一起研究代码，晚上陪程思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奚梦月那丫头倒是从上京来玩了半个月，也和几女都见了一面。想象中的修罗场并没有发生，几人相处的还算和谐，至少在苏北辰看来是这样的。不过就这样也就足够了，他可不喜欢处理几个女人之间的麻烦事，有那时间倒不如多赚几个钱花。第210章开局 PPT， 股价全靠编。1个月的时间，纳米医疗机器人的软件进度还算是挺不错，虽说还没有全部吃透相关技术，不过最核心的一块代码倒是已经研究透彻，剩下的就是通过大量的模拟得到最准确的数据。硬件部门进展到有些缓慢，主要还是从0到1的过程太过艰难，只能通过兆星炼钢厂那边提供的高精度机床，在这基础之上不断做更新换代。目前也是刚刚达到目标要求的1/3左右，完全升级完成至少也要花上1年的时间，这还是苏北辰不断用2级人才卡堆出来的结果。烧的都是声望啊，又因为声望可以换成不少钱，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往里面烧钱。而星辰医疗那边总体比较偏向生物工程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多的原因，纳米医疗机器人这方面的知识倒是最容易被吸收，基本上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苏北辰想的是闲着也是闲着，干脆直接把之前 DDS 药物传达技术给拿了出来。因为可以和招募的人才知识共享的缘故， DDS 药物传达技术几乎是零研发成本，直接在3级人才孟凡里的带领下进入了实验阶段。按照孟凡里给自己的消息来看，中试成功之后还会有临床阶段，正式上市的话，如果开绿灯的情况下，可能最少也要3个月的时间。苏北辰也不算特别着急，而且也着急不来，毕竟这医药这东西是用在人身上的，哪怕这项技术在自己脑海里演示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在现实中一定还是要能通过临床测试得到安全保障才行。正好趁着这段时间，苏北辰再刷一点声望。这段时间为了加快研发进度，声望已经快烧到底了。回到星辰控股之后，在自己办公室洗了个澡，算是切换一下状态。这1个月他几乎天天都是3点1线的生活，加星辰控股、星辰科技，他算是过上了简单又充实的生活。不过李博就遭了大罪一样，天天不仅要处理星辰控股金融方面大大小小的事务，还要掌控着其他公司的发展方向。要不是苏北辰年初给他多配了几个秘书和助理，恐怕他这会早就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躺进 ICU 了。苏北辰洗完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打算去一趟李博的办公室慰问一下。还没进办公室，就隔着石门听到屋内李博暴躁的声音： PDD 的董事会会议，你们自己决定，不出来代表去，要你们是干饭吃的吗？小王，我昨天都交代你了2遍，让你去跟星辰机械的陆总谈材料报价问题，你给我忘了是吗？老周。苏北辰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心想这样下去，老李估计干不到55就退休了。推开门就看到本来整洁干净的屋内，此时云雾缭绕，各种资料也都堆放在桌上，几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被训得面红耳赤。不是说了，进门要敲两，苏董。李博本来又想发飙的语气，在看到进来的人是苏北辰的时候，顿时哑了火。老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那边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了，这几天你回家调养一下。苏北辰拍了拍李博的肩膀，我真没事，苏董，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等你把 X 项目完成之后，我再去休息也不碍事。李博连忙摆手拒绝，他算是纳米医疗机器人项目的知情人之一，自然知道这个项目对于星辰控股来说多重要。如果说之前的星辰助手让人们可以更方便的高效生活或者工作，
那纳米医疗机器人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研究，人的寿命至少是在95岁以上，前提的是排除了体内可能存在各种慢性疾病。而星辰医疗目前正在研发的纳米医疗机器人似乎就可以做到这些，不仅仅是慢性病的根除，甚至一些绝症都可以像治疗感冒一样轻松治愈。李博不难想象，单单凭借着这一项技术就可以把星辰控股推到世界市值排行第一，而他也将会是世界最强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曾经吹下站在世界之巅的牛逼，似乎马上就可以实现。你们也辛苦了，这个月工资翻倍，我还有些事要跟李总聊一下。本来还在委屈郁闷的几人，听到自家董事长说工资翻倍之后，心里那点委屈一瞬间就烟消云散，同时也很识相的依次离开总经理办公室。听到办公室门关闭，苏北辰开口道：“老李，关于 X 计划的事情最少也需要1年的时间，不过星辰医疗的一项新技术估计将在3个月之后推出，公司现在就可以造势了。”听闻苏北辰这么说，李博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甚至感觉有点小小的不适应。在他印象里，星辰科技好像每隔1个月半个月就会往外面掏出来点黑科技，现在居然要花1年的时间才能造出来，可想而知这次的工程多难。如果苏北辰能听到李博内心的独白，肯定会给他翻个白眼，看给你飘的。苏董，关于3个月之后推出的技术，这个能跟我讲一讲吗？苏北辰点点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从没连过网的笔记本，是一份关于 DDS 药物传达的技术，之前有在迷谷炒作过一次的概念，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登录上账户密码之后，一边说着一边点开桌面上仅存的一个文件夹，这是一份专门做给金融人看的 PPT， 一些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没有写在里面，除了基本的技术原理之外，还有各种忽悠各种市场蓝海、近未来医疗一些概念之类的炒作话题。这招苏北辰还是跟后世21年的时候多家锂电上市公司那里学来的真传，开局几张 PPT， 故事全靠编。不过苏北辰和他们唯一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是真的纯靠着 PPT 炒作自家股票，而苏北辰是真的能拿出来东西兑现给广大投资者。第211章，准备搬家。李博完完整整的看完了一遍苏北辰做好的简易 PPT， 只能说自家董事长还是那个陈神，1个月闷声又做了件大事。虽说这项 DDS 技术比不上纳米医疗机器人，但是在现阶段拿出来也是相当逆天。最关键的是 DDS 药物传达技术在慢性病的治疗上效果好到爆炸的同时，造价成本更是低得可怕。对于广大慢性病患者来说，这简直就是神迹。李博摘下自己厚重的眼镜，捏了捏鼻梁，随后起身郑重地向苏北辰鞠了一躬。苏北辰也被李博突如其来的举动整得有点懵逼，还准备等着回答他问题来着，怎么上来直接给自己鞠了一躬。反应过来之后，连忙把李博扶了起来。不是老李，你这突然给我鞠躬是干嘛？直起身的李博叹了口气，出声道：“谢谢苏董做的一切。”不等苏北辰开口，李博继续道：“苏董，我父亲常年慢性病缠身，每个月的开销暂且不提，一旦有哪天忘记用药，身体上受的折磨我一直看在眼里。所以这项 DDS 技术的出现，真的能让和他一样的患者减轻很大身体上的负担。”李博父亲这事，苏北辰还真不知道。自己拿出这项技术的初衷，就是看到了自己婶子季梅红常年受到慢性病的折磨。如今如果真能用在广大患者身上，帮他们减轻负担，那是再好不过了。苏北辰自知自己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什么大公无私之人，不过自己还是愿意力所能及的去帮助这个社会。这项技术我没打算定价多高，具体价格还要再去跟有关部门商谈，宣传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苏北辰拍了拍李博的肩膀，走出了办公室。李博看着走出办公室的背影，许久才回过神来。苏董甘愿牺牲自己的利润，也要减轻患者的负担，而我却连公司都没有帮他掌控好。李博那颗浮躁的心慢慢静了下来，深吸一口气，随即本来有些浑浊的目光瞬间坚定起来，抄起桌上的电话打了出去。钟所，公司有新的公告需要你定。已经回到自己办公室的苏北辰并不知道李博后面的脑补，不然他还真得多夸他几句。刚准备躺在老板椅上准备摆烂一会的苏北辰，手机又开始震动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是方元海，苏北辰先是一愣，随后带着些许期待接起电话。苏董，星辰大厦已经全部竣工，现在就等着你们搬进来了。果不其然，跟苏北辰猜测的一样，之前花了100亿，准确来说103亿建造的星辰大厦终于竣工了。苏北辰努力控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连声道：“我知道了，最近就开始联系搬家公司。”挂断电话之后，让程思在管理层群聊里写了一条搬家通知。数十名管理人员看到之后，纷纷开始转发到各个部门的员工群里。一时间，全公司上下都陷入了讨论之中。咱们可算要搬新家了。对啊，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一个人的工位将近2米宽了，现在只剩1米不到。
接下来的1个星期时间里，整个星辰控股都开始进行了大迁移。有意思的是，这事居然还上了一次热搜。再结合年初炒作的100亿写字楼的事情，网友算是又乐呵了一把，苏北辰声望倒还因此上涨了一波。新楼入住，该走的仪式基本上都按照传统惯例走了一遍。至于那些剪彩仪式什么的，苏北辰也没打算邀请多少人，只把一些关系比较亲近的人都叫了过来。结果自己二叔知道这事，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就变成了一场 CM 商界的交流会。苏北辰喝得醉乎乎的躺在床上，即便是99的体质，也干不过那么多人轮番给自己敬酒。程思和赵一诺两女则是在旁边照顾自己。至于小说里说的那些酒后乱纳什么，纯粹就是放屁。现在苏北辰头晕的只想睡觉，别说开车的事了，光是晃2下他都想吐。一夜无话，转眼来到第2天，一觉睡起来的苏北辰头倒是不那么疼了，但是胃还是多少有点恶心。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甭管是什么酒，也别管多少钱，喝多了该恶心还是恶心。自己的新办公室要比之前的小上一点，毕竟把卧室这个功能给取消掉了，所以总体上来看其实是比之前大的。现在他想睡觉也不需要去办公室里了，直接在40层坐上私人电梯，直接上顶楼就可以休息。顶上多加了3层的层高，基本上就是苏北辰的私人区域了。一共6000平的套内面积，每层将近2000平的面积，用苏北辰的话来说就是超大平层。苏北辰索性直接让在沪上的几女都住了进来。除了住宅区之外，星辰大厦1到40层的使用情况基本也做了规划。第1层除了前台功能之外，还在两边设计了2个展示厅，平常用来展示星辰科技及一众科技公司的最新技术、最新产品。整个公司设置8台电梯，还包括1台直达管理层，也就是39层往上的电梯。第2、3层，苏北辰设置成了公司食堂和健身房，方便公司员工吃饭和健身，这个就不具体说了。第4层开始到第10层是苏北辰留给星辰娱乐的空间，至于说到时候会不会不够用，这个就不清楚了。如果真能发展到那个规模，那差不多公司又该多盖几个大楼了。第11层到第15层是留给星辰科技的地方，第16层到第20层是星辰医疗，21到25是星辰机械。基本上现有的一些子公司的办公场地都占据了大厦4层的大小。35层往上就全部都是星辰控股母公司的办公用地了，39层是一众管理层的办公室，40层自然是苏北辰和李博的办公室。刚刚好40层的大厦全部都能够利用起来。第212章10大妖股。关于苏北辰对大厦的安排，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很多子公司的利用率并不高，有的甚至只用了2层都不到的面积。不过苏北辰倒是觉得没什么，现在用不到，不代表以后发展起来用不到。公司从只有3名员工，苏北辰、李博、程思，发展到现在加起来至少快逼近1万人的集团，包括工厂工人，也仅仅只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恐怕明年又该建一个新的大厦了。苏北辰坐在电脑前，点开股票交易软件，之前布局好的米股，这半个月没怎么看，结果刚一登录上去，居然发现账户上已经盈利了将近114%。苏北辰真的是一脸懵逼，要不是他再三确认打开的是自己的账户，他估计都以为是模拟盘交易。按之前的时间线来说，现在应该是要即将启动了的状态，而不是现在已经启动的状态。苏北辰估计10有8九跟星辰集团有关系。上网一查，果然还真是如此。因为星辰半导体和星辰锂能的出现，以及 BYD 一直在预热的新能源汽车，这几个东西无一不是在降低美元霸权的影响。星辰半导体的星辰芯片直接从源头按死了米国的科技封锁，星辰锂能和 BYD 新能源汽车更是在挑战米国的石油霸权。再加上米国现在正式大选的时候乱得一笔的同时，受樱花币暴跌影响，美元指数也一直在降，所以说这帮程序员就提前把这么多虚拟货币给干出来了。苏北辰看着疯狂上线的币圈消息，整个人都斯巴达了。这群人是疯了吗？一口气上架这么多虚拟货币，真不怕出事吗？苏北辰眉头紧皱，看着不断跳动的 K 线，只觉得不太对劲。说白了，虚拟货币这种东西的诞生就是去中心化的一种手段。早在 AOE 投行破产倒闭之前，比特币的概念就有被创立出来，其根本逻辑就是为了去中心化，摆脱米国银行掌控的货币。08年的金融危机从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很多做区块链的程序员就有想法创造出他们之间可以流通的货币。不过显然他们那时候还是低估了米国财团对于局势的掌控，仅仅用了2年不到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次的次贷危机。比特币的雏形概念虽然开始出现了，不过更多的还是类似于现在的一种虚拟游戏币差不多的存在，也只是在程序员之间可能有流通价值。苏北辰还记得之前有个很经典的例子，之前有个程序员通过自己手里10个 BTC 点了个披萨，
然后骄傲地分享在了他们的交流群里。不知道这老哥在21年的时候，肠子会不会都悔青了？所以话又说回来，现在不少互联网资本就已经开始举旗进场，这么多虚拟货币爆拉，难道真不怕再刺激到美联储加息？这对苏北辰来说可不算是一个好的信号。如果真的刺激美联储继续加息，说不定这波囤的 BTC 直接胎死腹中了。苏北辰自己手里目前收了将近10个亿美元的 BTC， 并且写好的交易程序每天还会逐笔购买不少。如果真的刺激到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回流的话，那基本上手里这10个亿美元就算是凉了。不过也不算全是坏消息，之前砸进 Web 区块链板块的资金几乎都快翻了倍，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平仓离场。苏北辰可不是一个愿意拿真金白银去跟老米博弈消息的人，同为制定规则的人，他完全可以想象到老米肯定会出手干涉。差不多花了整整1个晚上才算把手里资金全部平掉，这还得多亏现在虚拟货币现在在米国投资者眼中的分量，只要苏北辰挂出卖单，就会有不少热情的好心人去买账。苏北辰在平仓米股的同时，又写了一个自动卖出交易的量化软件，手里囤的那些 BTC 也在慢慢向外卖出，当检测到大买单的时候，软件可以自动交易对应的大卖单。现在苏北辰不求能赚多少倍，只希望在美联储加息之前把手中所有金融产品全部换成美元。忙了一晚上的苏北辰直接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起来。结果第二天上午10点多，苏北辰又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他明明记得自己开了免打扰模式，看了一眼是钟左海打过来的电话，直接免提接了起来。苏总，差不多该收手了，上面打算介入这几家公司了。收手？收什么手？钟左海听着苏北辰没睡醒的声音，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沉默了几秒之后又出声道：那10家犯了错的公司。苏北辰心里默念了一下，10家公司？我操！苏北辰直接起身坐了起来，他忽然想起来之前让庄柏开了300个亿的空单来做空之前得罪自己的10家公司。苏总难道是忘了？那怎么可能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怎么可能会忘记这几家被境外机构做空的公司？苏北辰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一本正经着说道：苏总，还希望您可以收手了，至于这几家公司都已经做好了退市的相关手续，所以特意来跟您说一声。钟所，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我一定会传达给我那位朋友。苏北辰又重申了一遍。钟左海又和苏北辰聊了2句就挂断了电话。如果不是钟左海这个电话，苏北辰还真就差点忘了这回事，连忙找到庄柏电话给打了过去，告诉他马上给那几家公司买入平仓了。苏北辰打开电脑上的交易软件，点开了之前创建的自选分组，随便点开了其中一家公司的股票，直呼好家伙！且不说这几家股票全变成 ST 了，股价直接干到了原先的1/10。一看这几个股票的论坛区更是一片哀嚎，简直就是一副人间地狱模样。古巴老哥们亲切称这10家为10大妖股。第213章，最后的疯狂。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10倍妖股集体重现江湖。人是昨天走的，股市1个月前买的，天台的风甚是喧嚣。虽然大多数都是看热闹的，但还真有人不知死活的买了这支票。为什么 ZJ 会不来查查这几支票是谁在做空？这样的市场以后还怎么敢有人来玩？楼上你可拉倒，这票每天都会给一个小缺口让散户跑，你可倒好老想着做你的抄底梦。这条帖子下面基本上都是对他冷嘲热讽，有些和他同车的散户本来想鼓励他几句，但是害怕被骂，还是忍住没发。苏北辰对于这种人也是一点同情都不会给他已经够仁慈了，每天基本上庄博都会空出一个缺口，让被套的散户割点这些资金。那些被套又不肯定卖的散户，都想等着一波剧烈反弹从中套利。对于这种人的这种心态，说句不好听的，这帮人就是一群赌徒。往往他们喜欢去抄底这种连吃了数个跌停板的个股，每次抄底之后都觉得第2天肯定会反弹，结果第2天跌停，不服输，继续加仓，等着做 T 拉升股价 T 低成本，随时博弈反弹。听起来确实很不错，思路也很清晰，但问题他根本就没想过控制风险。炒股最重要的就是仓位的把控以及对于风险的控制。往往那些亏钱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喜欢满仓梭哈干一支票，或者买一手垃圾票，到最后挨个割肉。不过这种人苏北辰都觉得比前者好得多，至少自己不是去赌。通过庄博那边的空单平仓，10只个股直接从地板上奇迹般的爬了起来，从地板到涨停板只用了30秒的时间。一时间被套的散户纷纷都开始坐起了身子，他们梦寐以求的涨停终于出现在了 K 线图上。虽然变为 ST 的个股一天涨跌幅限制只有 5%， 不过这对于那群爱脑补的散户来说足够了。于是10只妖股的古巴论坛下面
一群用户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始冒出头。ST 股最后的疯狂，今天不上车根本没机会了。连板行情要来了，就问前2天嘲笑我的人，现在打脸不打？一时间，各种觉得自己操作像股神的散户在论坛上疯狂发着关于 ST 云庆的帖子。不知道的看这样子，还以为是过年了。这群人是疯了吧？程思看着疯狂的古巴论坛，咽了口唾沫。苏北辰笑着摇了摇头，想成功先发疯，不由让他想到了后世看的电影中陆经理给一众诈骗人员洗脑的话，放这群人身上还真是那么形象。他们现在疯狂的样子还真不亚于那群正将组成员。不过也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这已经是最后的疯狂了。第二天一早，大 A 开盘，正如昨天那群疯子在古巴吹嘘的一样，10大妖股皆是涨停开盘，这无疑是给了他们那群人更大的信心。甚至场外一些犹豫不决，考虑要不要打板排单的散户，此时也有些异动。万一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ST 之后疯狂连板呢？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持续到当天收盘，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付出行动。第3天、第4天又是2只涨停板，虽然2天加在一起也只有 10%， 不过算上前2天的涨停，一共是连着4天的涨停了。一些散户终于忍不住了，哪怕是在买 ST 股的时候，已经被证券公司和炒股软件明确提醒，并且警告了 ST 股的风险，他们还是如没看见一般上了车。结果当天晚上，当买入的散户们还在畅想着连续涨停的美好未来时， ZJ 会一纸公告直接把众人干翻到了谷底。10大妖股几乎也是在同一时间申请了退市。一众散户看到新发布的重要公告，顿时傻了眼，连忙跑到古巴下面，还期待着找一些心理按摩。谁知道前几天吹嘘的帖子早就全都不见了踪影，剩下的只有一地鸡毛。股市是最反人性的地方，人性的弱点在这里真的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苏北辰品了一口放在面前的茶水，听着坐对面的男人讲着他对股市的感悟。钟所，道理很多人都懂，但是做到知行合一还是太难了。钟佐海叹了口气，倒不是为那群被坑了的散户可惜，只是单纯觉得在苏北辰面前显露自己这点才学，多少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苏总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可以跟我讲一讲吗？苏北辰闻言顿了一下，手里把玩着上好的茶杯。下一步吗？仔细想了想，又反问道：不知钟所是有什么想法吗？钟佐海点了点头，放下品茶的杯子，一脸正色道：其实我今天来也是带着上面给我的任务。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数据文件放在茶桌上，这是近期的 PMI 指数和工业制造指数，说实话结果并不是很乐观。钟佐海说道，这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了。苏北辰拿起面前的文件大致翻看了一会，这些指标对于现在的苏北辰来说，基本上看上几个关键点就能明白大概的情况。确实如钟佐海所说，近期的数据指标都不太好看，可能也受了樱花国之前金融危机的波及，不少外贸企业开工率都不怎么好，再加上现在正值工厂淡季，很多下游工厂开工率也提不上来，上游工厂又进行装置检修，两重利空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可以说是想把数据提起来都难。苏总您也看到了这些数据，所以您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者有什么比较不错的解决思路？该来的还是要来了，苏北辰就知道那么大肆做空那10家公司的股票，上面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合着原来在这等着自己。至于解决方案，他还真能想出来那么几个，就是能不能被支持就不好说了。思路我确实之前就想到了几个，不过对于现在来说都比较激进。第214章马四平。钟佐海听完苏北辰的解决思路之后，直到走出了星辰大厦，还是觉得自己像是没睡醒一样。他以为自己脑洞够大了，没想到跟苏北辰比起来，真的是大巫见小巫了。反正他是打算原封不动把苏北辰给自己所说的解决办法给报上去，至于上面怎么想，那就不是他的事情了。大 A 最后一个交易日终于成功收盘，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愁。不过这一切都跟苏北辰没什么关系，他这一周的时间，每天除了日常巡视公司之外，就是沉浸在实验室里，帮几个科技子公司解决问题。李博这几天也没闲着，拿着星辰医疗 DDS 技术实验数据各处跑东跑西，目的就是为了让各方都帮忙验证手中技术的真伪，以便于后续的炒作。周五下午拿到最后一份数据报告之后，直奔沪上交易所申请发布重要公告。沪交所的工作人员一听是星辰控股来申请报告，压根初审看都没有看，直接给递交了上去。更何况这次来的还是星辰控股老总李博，这可把旁边一同来递交定向增发声明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给羡慕坏了。同样是公司，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人家星辰控股一样。周末2天的假期一晃而过，周末晚上，不少炒股人已经开始准备新一周的复盘时间。刚点开财经资讯 APP， 就见到挂在榜首位置的消息，赫然是一条加粗的红色新闻。
星辰集团旗下子公司星辰医疗，近日 DDS 药物传达技术已经取得了实验室阶段的成功，现已进入临床2期，预计将于3至6个月时间正式上市。整篇文章的阅读量达到了惊人1000万，文中甚至还详细介绍了什么是 DDS 技术，同时还把星辰医疗这项技术拿去和国外很多知名生物巨头做了对比，结果自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单单是技术上的对比，星辰医疗就超过了他们太多。当然，文章下面自然有不少阴阳怪气的声音，一看就是给富人用的技术，平头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反正对于国内的医疗新技术，我是不敢恭维，谁知道是不是又来炒作骗取资金的？网上这些不看好的声音即便是存在，不过似乎不影响股民们炒作的热情，特别还是机构持仓最多的星辰控股，还没开盘人气就被炒到了第一。不少金融公司的专家甚至不惜老脸的在网上吹星辰医疗，万亿市值这4个字，股民们不知道已经看到多少次了。第二天周一早上开盘，星辰控股不负众望，直接就是一手100亿的封单，给散户秀了一把什么叫机构也疯狂。单单凭借着星辰控股一家公司的涨停，就给上证指数拉了 0.09% 的涨幅。不过资金都被星辰控股这个大块头吸进去了，市场又开始走了82分化。指数虽然在上涨，不过超过80%的股票还是呈一个下跌状态。真是应了那句话，大 A 虽然没有苏北辰的身影，但却处处离不开苏北辰。大 A 甚至都快成了他的一言堂，随便拿出一个技术，公布几家合作的公司名单，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连扳。这种情况，一些金融巨头公司倒是有些坐不住了，他们可不愿意看到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市场。一间坐落在这省宁市的朴素茶楼的停车场中，停满了不少通体黑色的豪车。从下车之人的打扮中，不难看出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包间里落座了9人，一身西装革履、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看向主座上正在品尝的华发老人。四爷，今天把大家找过来，应该不是喝茶这么简单吧？老吴啊，你还是这么沉不下心，人还没到齐，怎么能谈事情呢？华发老人眯眼微笑，一副慈祥的样子，让人看了都忍不住亲近。不过要是平常人真这么认为，恐怕被吃的连渣都不剩。四爷名马四平，万金集团的掌舵人，早年靠着干灰色产业发家，后来发了家，把自己给洗白了，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转移到国外。但是经过30多年来的布局，谁也不知道他现在手里到底握着多少公司的股份。又等了差不多等了10多分钟，又有3人落座，整个包间的座位算是彻底坐满。见人来齐了，马四平咳嗽了2声，声音温和的开口道：既然各位都已经来了，那就正式开始吧。话音刚落，包间门被打开，一众颜值姣好的侍女一个个拖着盘子走了进来。很快菜上齐后，马四平张罗着让大家先吃饭，但是在场的人都没敢动筷子，还是看到了马四平先夹了菜，才敢动2下手中的筷子。不过马四平就好似没有看见一样，不停夹着盘中的饭菜。差不多过了10多分钟，马四平放下手中的筷子，擦了擦嘴，众人也马上跟着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好了，茶饱饭足了，那也该说说正事了。马四平收起脸上的笑容，眯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扫视了坐了一圈的众人，最后落在3个中年人身上。最近好像整个龙国的金融市场都不是很太平啊。3人手里基本上都是负责龙国金融行业相关的产业链，听到马四平的发问，顿时额头上细汗进了出来。四爷，最近有一家忽然崛起的金融公司，名叫星辰控股，我让人去调查了他们老总，但是什么消息都查不出来，就好像凭空蹦出来的一个人一样。马四平闻言只是点点头，什么都没说。被盯着的中年男人浑身就像针扎的一样不自在。四爷，他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霸王条约，我觉得触及到了咱们的切身利益，我看要不然把他……中年男人话没说完，就被马四平直接打断。行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现在讲究的是法治社会。四爷您说的对。马四平摇了摇头，又和其他几人谈论了一会，好像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摆了摆手，点了几个人留下之后，直接让一众侍女送客。刚刚回答马四平问题的中年男人坐到车子后座上，顿时松了口气，瞅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背景，心想道：没想到马四平这老东西到现在了，还想着能一手掌控整个龙国金融市场，真是个老疯子。嘎吱，车子忽然间一个急刹，差点让他一头摔在车里。回过神来的他立马怒斥到前面司机：干什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开着劳斯莱斯的司机头也没回的问道：你什么意思啊？中年男人满脸惊恐。砰砰，算了，看来你是没什么想说的了。第215章，历史走向开始发生改变。苏北辰看着自己美股和虚拟货币账号上的钱，就觉得真的挺离谱的。虽然说收益翻了个倍，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中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还真是应了那句计划赶不上变化。自己只想着按照原来历史进程怎么样，下意识就忽略了平行世界这种可能，再加上自己的出现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蝴蝶效应，可以说未来怎么走真的已经是一片混沌了。不过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苏北辰还是改变不了就是了，比如台风、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以前他还可以靠着脑海中的记忆当个预言家未雨绸缪，现在估计只能靠系统了。不过好在有系统给的技术傍身，哪怕将来不做二级市场了，自己也照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苏北辰嘴上哼着小曲，在公司里转悠了一圈，即便是周六日依旧挡不住公司一些员工加班的热情。虽然苏北辰提倡过高效工作、严禁加班这个概念，但是对于这帮又卷又猛的精英来说，基本上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什么？你说我加班摸鱼？一张业绩拉满的 KPI 直接拍桌子上。管理层也尝试过说什么工作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多陪陪家人之类的劝言，结果反倒被公司员工上了一课。我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的？我这个年纪不奋斗，难道等30再奋斗吗？没看隔壁部门的经理都已经提了保时捷了吗？你要上进，要往更高的职位去奋斗。这也是仗着公司氛围好，这群人才敢跟自己部门的经理开玩笑。不过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越努力业绩越好的员工反倒天天加班，而那些能力不突出业绩不好的员工甚至都不敢加班，生怕同部门的人拿着鄙夷的眼光看自己。哪怕是钟佐海来到公司见到这种情况都忍不住询问怎么做到的。苏北辰就给了他3个字：工资高。单单是实习生底薪就2万起步，转正加上业绩和那些加班费，公司里几个卷王一度月薪超过19万。没看员工都说隔壁经理全款拿下保时捷卡宴了吗？苏北辰操纵鼠标关掉交易账户。最近他不打算做二级市场了，一个是太费精力不说，另一个就是时差颠倒对身体健康影响真的挺大，被自己拉升到99的体质，现在都变成了98、99。本以为跟那些神豪小说里一样，体质上去了就一直精力旺盛，现在看来还是有点扯了。该生病还是会生病，挨一枪还是会死，无非就是普通人身体素质更强上一点，特别是肾功能。正在闲着没事逗音的苏北辰忽然刷到一条公司老总遭遇意外的通告：运南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兆祥于昨日意外身亡，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运南控股，苏北辰有些印象，好像在金融圈里面算是比较有名的一家公司。在网上又查了一下这家公司，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给苏北辰看呆了。这家公司早年是做2级金融产品，股票、期货、债权、期权等等，不过在10年前忽然开始蛰伏下来，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公司也从2级金融产品业务一下转换成1级市场，外加杠杆服务产业，这活脱脱鸟枪换大炮的操作啊！不过莫名其妙意外身亡这事，苏北辰的直觉告诉他，这事肯定没那么简单。往往高端的竞技都会采用最原始的手段，金融的黑暗面，苏北辰还真不是多了解。重生到现在见过的世界，豪门也就是叶家一个，至于到底这个世界水多深，苏北辰还真没去想过这个问题。穿越过来之前就是一个有点小钱的打工人，对于最顶层的事情可谓是一概不知。他之前还真做梦梦到名为光明会的组织找到他，说他资质已经够了，务必要加入他们。醒来之后他还觉得真的挺扯，再三询问系统之后，系统说这个世界没有高武，没有鼓舞，没有修仙之后，他才算安心下来。所以说他也不用顾虑什么光明会，什么黑暗会的，在152毫米口径的大炮面前人人平等。苏北辰摇了摇头，越想越离谱了，还是老老实实规划好接下来要走的路吧。2级市场这条路子以后可能只能走分红了。短线那点钱他不能说是看不上，而是没有那么多能大资金量参与的机会了。其实也有他能赚快钱的路子，现在金融市场还不能说规范，自己玩一手并购重组上市，再定增再减持，不说多，至少选一个好公司，这套操作下来至少能赚个几10个亿，操作再好点上百亿也不是问题。就是后续监管发现你钻空子了，很可能直接给你来个免费饭菜套餐。看来以后只能玩1级市场了。反正就是全权把金融这块交给李博了，他以后可能就主攻科技方面了。邵氏运南控股大厦，公司里气氛可谓是压抑到了极致，所有员工此时都有些心神不宁。光是警务人员都已经来了2、3趟公司，所有人也都知道自家老总昨天已经遇害身亡，他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个迷茫，都在担心下一步公司会不会宣布原地解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时分。随着一个穿着打扮和自家老总模样几分相似的男人宣布自己将会继任赵兆祥的职位，原有公司员工保持不动之后，众人才算是松了口气。管理层准备来开一下会，
15分钟之后吧。新任老总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还特意带着微笑看了一眼愣在原地的几名管理层。后者中负责人事的林佳如浑身止不住打了个冷战。我为什么觉得新任老总的笑有点毛骨悚然？第216章暗流涌动。周一早上，苏北辰像往常一样简单洗漱吃了个早饭，然后坐电梯下到星辰医疗实验室。可以说，自从搬到了星辰大厦之后，他已经可以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活脱脱变成了一个技术宅。先是跟星辰医疗负责人孟凡里打了声招呼，随后熟练地穿起放在吴军柜里的大白褂。熟练的样子让人看上去还以为是个研究助理。苏董，现在关键技术还是卡在精准程度上，如果按照目前的材料来讲，单单是实现微创手术都是难上加难，更别说来治疗一些绝症了。孟凡里说这个话倒不是在阴阳怪气星辰机械的技术，他也很着急想把这项技术给完成出来。什么都准备完成了，结果就卡在生产材料和零部件上。这种事情急不得，毕竟是用在人体内的东西，必须保证技术方面的绝对安全。对于略感焦急的孟凡里，苏北辰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回道：前世医疗机器人正式问世的时候，也发生了不少医疗事故。单说算是世界顶级的医疗机器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就在临床试验的时候发生了几件医疗事故。不过还好，达芬奇创造的初衷就是为了尝试能否在手术技术方面超过人类医生，所以临床阶段的手术实验也只是选择了微创手术。虽然结果显示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人来说更精准，不过出现的几次失败案例都是患者自身忽然出现突发情况，系统程序自动判定出现紧急情况，强制不让在远程操作的医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因为是微创手术，所以最后都没有酿成什么大问题。听上去像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这种事情落在一些中小手术上面，却是最致命的。幻想一下，假如一个患者要做息肉切除手术，人打完麻药躺在手术台上了，结果刚开了刀子下去，系统忽然判定出现问题，强制停住了机械臂，把患者就这么放台上。苏北辰连忙摇摇头，不去想这个画面，那就不是医院手术室了，而是一间屠宰场了，纯人间悲剧。哦，对了，苏董，我在想自动化药物传达系统能不能也用在纳米医疗机器人上？哦，详细说说。正准备进实验室的苏北辰忽然被孟凡里一句话给拦了下来。苏董，这还是我在昨天在做 DDS 临床试验阶段时，患者忽然问我能不能弄成一种胶囊，让这个药物的持续时间变得更长一些。我也是受到这句话的启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阶段正在研究的纳米医疗机器人。我在想，既然做不了能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长的胶囊，那我们干嘛不做个持续时间长的医疗机器人呢？苏北辰听完孟凡里的话，瞬间眼前一亮，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点子，不过要想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不知道孟总有没有信心？孟凡里似乎也早就料到了苏北辰这么说，马上就回答道：昨天晚上做了测试，按照现有阶段的能力来说，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难事，现在差的就是关于人体排异性相关的数据。苏北辰闻言虽然表面上面无表情，不过内心狂喜，不愧是3级人才卡，简直太顶了，能带领公司研究员加速搞科研就不说了，平常还能给自己时不时来个小点子。我看以后干脆别叫省好养成系统了，干脆就叫创业打工系统算了。系统，你礼貌吗？本系统是力求打造一个全能神豪，而不是一个每天只会花钱的废物。苏北辰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系统好像在骂他，但是他还找不出来理由反驳。邵氏运南控股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有些格外压抑，这些管理层昨天的直觉还真没错。但是昨天下午的短暂的一个会议，新任老总萧青就直接开掉了3个人，一个原来总经理的助理兼职公司人事部部长，另外2个都是市场部门的高管。特别是那个助理，自从开除之后，他们发现好像他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本来还抱着兔死狐悲的心态，看在同事一场的身份上好好安慰一番人家，结果一发微讯发现对方已经注销了账号。虽然大家都知道对方只是个工作号，但是真没必要这么快就把账号给注销掉吧。其他2名市场部门的高管也是如此，从宣布离职到注销账号仅仅用了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虽然有人感觉到一丝反常，不过也没有去继续多想，全当是3人一气之下直接一起注销了账号。关于市场部门空缺出来的位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讲一下。脸上挂着和昨天同样温和笑容的萧青就这么看着大家。一众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高管此时却把头恨不得埋在地上。差不多过了3分钟，萧青看没人说话，脸上的笑容依旧没变，就好像面具一样挂在他脸上。看来大家都很腼腆啊，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想法的话，那还是我来安排好了。接下来的会议基本上都是萧青一个人在说，下面10多号在听他讲。大家有什么问题会议上来问，我不喜欢有人私下里搞不明白，赖在我办公室问我。会议最后
萧青再三问了一遍在场的众人，确认没问题之后便散会了。苏毅作为人事部二把手，其实刚刚萧青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其实还在考虑要不要搏一把，万一就能成一把手了呢。结果最后还是碍于会场气氛，直到最后也没敢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会议刚结束，看到萧青进了办公室，苏毅下定决心，打算去努力一把。先是去厕所进前再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状态，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敲了2下总经理办公室的门。请进。苏毅推门而入，依旧是脸上挂着笑容的萧青看着自己。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萧总笑容有些不自然。本来还想再上前一步的苏毅，被萧青止住了步子。苏毅没办法，只能站在离萧青2米远的地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第217章风起。萧青听完苏毅一大串的话语，点了点头。因为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容，苏毅也分辨不出来自家老总到底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明白了，苏经理，你先回去等通知吧。经常干人事的苏毅一听到这话，就觉得好像凉了一半一样，连忙快步上前想去解释什么。只见萧青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冷淡下来。苏毅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前走了这么多步，刚想道歉，眼睛就无意间扫到老板桌下一大滩暗红的血迹。哎，你们公司人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这么喜欢作死呢？萧青叹了声气，赶紧把这块地毯给我处理了，天天闻着血臭味都烦。萧青皱着眉头，左手拿着手机，而他右手正死死拽着苏毅蓝色的领带。苏毅整个人被他用脚踩死在地上，脸色都已经被勒得黑紫，双眼翻红往外紧凸着，明显是死的不能再死了。接下来不到15分钟的时间，2名穿着保洁服装的大妈很自然地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星辰大厦附近一家面馆里，2名长相憨厚的汉子正丝溜丝溜地吃着碗里的鸡蛋汤面。其中一名个子稍高一点的汉子看见店老板正在收拾餐桌，张口问了一嘴：“老板，俺们是乡下来的，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旅馆？想省钱住一宿？”店老板一听也是很热情的回道：“有是有，不过一晚双人间也要100，还是有点贵啊，没有再便宜一点的了吗？”没办法呀，沪上这地界就是贵，想打星辰集团主意的人太多了，这房价自然就上去了。说着，店老板已经走到了后厨。2名憨厚老实的汉子听到后半句，顿时脸色开始变得凶狠起来。还没等他们行动，只听2声枪响在屋内回荡。至于这件事，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上面已经安插了不少人在星辰大厦。挂断常弘毅打来的电话，苏北辰再次化身地铁老人手机。树大招风这句话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没想到居然对方真敢雇凶杀人。现在说慌可能也是真有点慌，不过现在是缓过来一点了。所以自己这是动了哪块蛋糕？金融、医疗、能源、半导体。苏北辰掰着指头这么细细数过来，好像星辰集团能动的全给动了。不行，这波对手在暗，自己在明，太过于被动了，要想办法主动出手还击，不然今天这些人咬自己一口，明天那些人咬自己一口，难道他还能一辈子躲在星辰大厦里不出去？更何况他还有家人。虽然常弘毅跟自己说已经把自己父母保护好了，但是苏北辰多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谁知道那群人会为了利益疯狂到什么程度。资本论有句话说的挺好，有 50% 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脚手的危险。苏北辰叹了口气，看来世道真的是逼着自己往前走啊。心中默念了一声系统，点开声望商城，不断翻找曾经觉得没用的道具。苏北辰翻到后连点了几下屏幕上的购买按钮，下一刻只见一道微不可觉的白光在苏北辰身上闪光。射击精通已掌握， 3A 级全身防弹1亿装备，格洛克171， 9毫米弹夹4。呼，苏北辰深呼了一口浊气，自己这神豪做得到最后都快成特工了。苏北辰凭借着脑海中的肌肉记忆，开始慢慢熟悉起来桌面上放的手枪。差不多都熟练了一遍之后，苏北辰点开了声望商城，又用声望购买了几把格洛克17，打了李龙的电话，给他喊了进来。最近这段时间就辛苦一下你和其他兄弟们了，公司内部安全问题我就交给你们了。李龙点了点头。李龙侧腰间鼓包微微凸起一点，让已经精通射击的苏北辰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是一把手枪，持枪证估计也是上面给他们安排好了。苏北辰又跟李龙交代了几句之后，又把事情跟程思、赵一诺、柯雪3女都说了一遍，告诉他们最近就待在公司里面，事情很快过去。接着又坐着电梯下到星辰科技，和电梯门口的安保人员点了个头后，直奔星辰科技最里面的总经理办公室。跟邢之一点了个头之后，苏北辰直接走进了最里面的一间屋子。纯白的墙面，屋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块巨型大屏幕。
接下来就是看看这个幕后人是谁了。星辰1号，帮我启动0号计划。话音刚落，灰色荧幕上忽然闪过一丝光亮。上京，叶家。叶青云此时正拿着手里的棋子，有些举棋不定，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怎么？心里这是没谱啊！叶军看着侄子未落的叶青云出声道：“这棋不好落，生怕下一步走错就万劫不复。”叶军沉吟，举棋不定反而会打乱自己的步子，犹豫不决可是大忌。即使这一步可能万劫不复，叶军没有说话，从棋桌上站了起来，看着远处夕阳染红了半天的天。在事情出结果之前，可不要就这么轻易下定论。而且雪中送炭可比锦上添花来的更实在。沪上某处办公大楼，砰！苏天南使劲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所以这群人就这么明目张胆在沪上雇凶杀人，光是这1周的时间就已经抓到了这么多亡命之徒。你跟我说说你这局长是怎么当的？面前被训斥的男人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什么。苏天南也许是说够了，叹了口气：“老孔，今天这事之后，沪上一定要加强巡逻把控，治安方面必须要让群众放心。”孔江涛临走之前，苏天南又叫住他提了一句：“星辰大厦那边的事情，老孔还是多麻烦你上心。”第218章杜邦家族。四爷，这次事情好像不太好办，看上面的意思是要死保他了，而且苏北辰始终都没有离开星辰大厦半步。您看。跪在马思平身边，一身劲装的女人低声道。马思平拿起放在桌上的一盏红茶，放在嘴边吹了吹。苏天南那边确实有些不好处理，马思平喝了一口红茶，沉吟道：“你们那边行动暂停，等我这边新命令吧。”劲装女人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四爷，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每次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出对万金集团最好的选择。可是这次……”女人话还没说完，就被马思平打断：“够了，你话有点太多了，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劲装女人连忙低头：“对不起四爷，是我失言了。”说完连忙退出屋内，只留马思平一人。马思平端着茶杯的手，在听到刚刚的询问时，明显出现了一丝颤抖。不知过了多久，叹了口气，随后眼神逐渐坚定起来。既然已经选了这条路，那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马思平拿出手机拨向一个海外的号码，差不多过了10多秒钟，电话才被接了起来。“劳伦拉斯先生早上好。”“万金控股。”“劳伦拉斯。”“杜邦家族。”苏北辰看着星辰0号给自己爬取的数据，最后归纳总结之后得出的这些结论，简直给他看的 CPU 差点被干烧了。这次出手的是一家名为万金控股的资本巨头，早年一直活跃在国际期货和债券市场，不过在10多年前忽然开始低调下来。不过从0号给出的结果来看，似乎这个公司并没有收手，而是从幕前转到了幕后。IPO 上市、坐庄、避税逃税、贷款、洗钱，可以说能搞得一本万利的事情，这家公司基本上都给你干完了。说是金融圈地下最大的庄家也不过分。如果按照这么来说的话，苏北辰确实和他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毕竟提出不让龚高管减持这件事还是苏北辰来提的。可是让苏北辰一脸懵逼的，自然就是这个万金集团背后的支持财团杜邦家族。杜邦家族，根据苏北辰对他的了解，仅仅就在前世看过的抖音短视频科普上，作为米国最古老、最富有、最大的财富家族，可以说手中掌控的资产依然超过万亿。早年靠着做火药发家，后来在每一代杜邦家族的领导人的努力下，从火药到工矿业，再到现在的通用汽车，一步一步从一家小型火药作坊变成一家庞大的国际巨头。据说仅仅是旗下一家盈利能力不错的环保公司，唯一一次在大众面前披露财报，也是在2001年，总收入247亿美元，净收入43亿美元。所以我好像没有动他们蛋糕吧？苏北辰整体看了一遍下来，又想了想，总觉得有些八竿子打不着边。唯一能扯得上关系的就是自己手里也有锂矿。可再怎么说也扯不上关系啊，更别说对手盘不对手盘的事情了。一个对财富重视程度远超所有人的财团，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去帮一个公司，尤其还是跟龙国这种庞然大物对抗？所以说，结果只可能就是两家盯上自己手里的技术了。没想到最后闹得最凶的海外资本还没开始进场，自己人就开始按耐不住了。倒也不难说是自己人，毕竟万金的实控人可是米吉华人。让0号继续帮他收集万金集团的违法证据。苏北辰这边也不打算继续坐以待毙了，既然知道对手是谁，那就没必要继续躲下去了。要知道，他是一个金融公司老总的同时，同样也是一个技术高超的黑客。这时候也不需要管什么法律约束了，人家都在龙国拿枪准备杀人了，还能指望人家跟自己好好谈吗？让星辰0号给自己提供了地下超算1/3的算力。苏北辰打算直接暴力破解了万金集团的内网，即便是靠着超算服务器的算力，苏北辰也是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算彻底破解开。紧接着又用了2-3秒的时间，把公司大大小小所有文件都传输到了自家公司。
本来还想传输一些监控视频的苏北辰，发现居然进度条卡在一半不动了，这就拔电源了。万金会这么做，苏北辰一点也不意外。本来这次就是暴力破解，根本没打算跟对方躲躲藏藏，直接高调告诉对方我 TM 来了。打开传输回来的公司文件，又让星辰0号筛选了一遍。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有用资料，可以说全都是一些不会一棒子给万金打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股市坐庄、操控期货和电影洗钱的事情。那就先拿万金这些项目磨磨刀子。跟在办公室的李博打了个电话，让他这段时间把公司所有资金都集中起来，手上的项目暂时都停一停。虽然不理解苏北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特殊时期他还是按照指令按部就班的来做。差不多3天的时间过去，星辰控股加上旗下一众子公司的所有资金都整合完成，手头上目前一共有5788亿的资金，这个数确实给苏北辰吓了一跳。不过这里面的大头还是几家 LP 的资金和星辰控股账户上剩的钱，以及几家15年投资的几家公司套现的100亿资金。本来还打算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套现的苏北辰，现在被巨头狙击，只能提前套现了，留了788亿的备用资金作为保险，其他5000亿苏北辰打算开始向万金施压。万金市值虽然早已经超过万亿，不过手里流动资金能不能拿出5000个亿还要打个问号，所以这也是苏北辰敢掀桌子的底气。但是他也在赌上面能控制住杜邦家族的资金不会大幅流入荣国市场，只要在万金身后的杜邦下不了场，那他这把在金融上让万金吃口屎的概率还是挺大的。第219章对手盘。万金旗下控股的不少子公司都在港股和 A 股上了市，旗下涉及了医疗、互联网、矿业、金融4个板块，基本上来说和星辰控股现有产业高度重合了。怪不得这马四平想要铲除自己。看着星辰0号这些天挖出来的罪证，苏北辰看的那叫个触目惊心。违法的事情这货算是都干了一个遍，拉出去枪毙1分钟都算是轻的了。一些具有实质性证据的资料，苏北辰先是整理了出来，直接发给了自己二叔苏天南。还有一些指向性比较模糊的，他打算再留一留。对于他这种拿着外籍的华人，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开脱。至于说为什么这货不论去米国或者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远程操盘，苏北辰猜测这个马四平10有8九还沉浸在稳操胜券，觉得别人都摸不到他这条线索的自我愉悦中吧。马四平在平常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喝喝茶，没事往慈善机构捐钱之类的，所以在外人眼里形象倒维持的挺不错。不过谁能想到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另一副嘴脸。马上就大 A 和恒生就要开盘了，苏北辰和李博都活动手腕关节，以便于一会能更快的操作。李博对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多问，虽说签了保密协议，但他不想去听也不想知道这件事。早就在事情发生半年之前，老李就把自己家人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具体是哪里谁也不知道。所以说老李才是真的聪明人，走一步看10步，算是在他身上显得淋漓尽致。上午9点30分钟，大 A 集合竞价结束，大盘正式开盘。万金控股旗下的4家 A 股上市的公司，居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直接顶了涨停板，而且每个票封单都达到了100亿，哪怕是市值最低的互联网公司，封单都已经超过了市值。看来这次的对手已经开始做好防备啊！李博眼神逐渐认真起来，虽然嘴上说着，但手上的操作也没有停过。先是等着开盘15分钟后，封单挂不进去的量化撤单，再等了15分左右，那些排不进去的散户和机构撤单。即便是这样，封单上仍然有着将近90亿的挂单。李博双手在键盘上输入数字，右击鼠标，直接在万金旗下互联网公司万金互联开了30亿手空单。涨停板的封单上瞬间变成60亿，随后下一秒又跳动变成43亿、22亿、17亿，直到变成7亿才算停了下来。还想装量化呢？李博呵呵一笑，看着对手略显幼稚的手法，显得有些不屑。下一秒直接挂单100亿空单，价格正好顶在涨停板上。万金互联彻底打开涨停板，不过也只是露了一个小缺口，卖一单子上赫然显示着22亿的一个单子。老李，你不是挂的100亿单吗？苏北辰看到就成交了7.9个亿，卖一又出现22个亿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后出声问道：“可能融券公司手里金额只有这么多吧？挂出了他们公司的上限价格。”苏北辰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说话。而万金互联这波天价卖单的出现，顿时让里面的散户和机构嗅到了一丝不对劲，于是纷纷开始扔出自己手中的筹码，股价一瞬间应声跌了下来，从100亿封单涨停到22亿天价破板。单日换手率在开盘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达到 39%。 如果是次新票和小市值炒作票换手开盘爆这么多就算了，但是这可是一家市值接近200亿的科技企业，这么恐怖的换手，
一度让一众散户认为公司股东是不是要把公司给卖了。除了万金互联之外，医疗、矿业两个股同样遭遇了一遍和前者一样的洗礼，都是100亿破板再到不断下跌。而万金控股的金融上市公司，因为市值超1000亿的原因，虽说没有一路朝着水下阴跌，但是也一直封不上涨停板。湘江移动交易室内，马四平坐在座位上，盯着不断被砸的 K 线，脸上虽说没了之前的从容，不过也没见到慌了神的场景。四爷，我们需要把股价维持在水上吗？屋内一名交易员小心翼翼的出声问了马四平。不需要，让他们砸就行，地板上挂单吃货就行，他们不愿意动，那我们也不需要去动。一个上午过去，两边就这么继续僵持着，除了万金的金融公司之外，其他3家基本上都在疯狂下跌。直到上午收盘，除了金融公司之外，其他3家全部都被砸到水下。苏北辰和李博中午吃了个饭，回到交易室之后，苏北辰又给自己二叔打了个电话，但是收到的结果显然是不太好，因为之前提交的一些有实质性证据的违法行为，马四平那边都找了替罪羊替自己顶了包。本来想恶心一下他，没想到还是没有恶心到。还有一些，不过没有指向性的证据，所以有些没办法用。二叔这件事就麻烦你了。放心吧，这群胆大包天的蛀虫，仗着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在龙国金融市场，要不是抓不到把柄，我早就想给他们都抓起来了。又跟苏天南讲了2句，让他也小心一些，之后就挂断了电话。下午1点，大 A 刚开盘，3家公司股票瞬间被按到地板上。这次倒不是苏北辰在砸盘，而是午间股市发出的一条快讯：万金集团楼下出现数辆警车，疑似万金董事长马四平被捕。简简单单一行字，直接让散户开始疯狂卖掉手中的筹码。怪不得万金旗下的子公司疯狂在拉升，原来是想套现跑路啊！一群明星牛散也在论坛上不停发着自己的猜测。这消息是苏董整的吗？李博看苏北辰刚刚出门去接了个电话，下意识猜测了一下，马四平不是找了替罪羊吗？看着苏北辰也一脸懵逼的样子，李博脸色开始变得难堪起来。MD 差点就上当了。李博骂了一句后，连忙拿出另一个账户，直接在跌停板上疯狂买入。第220章神仙打架。地板上本来12个亿的封单，在李博挂上买入的那一刻， K 线瞬间从地板上拔地而起，直接从-9.98%拉升到-7.33%。还是手慢了点。李博看着屏幕上的 K 线，一脸不爽道：对方还真是为了想拉爆我们不择手段啊！不用李博解释，苏北辰也反应过来了。中午卡着0开盘发的那一则消息，就是想利用散户和机构砸盘。因为大 A 设置了涨跌幅限制的原因，只要出现地板的情况，机构和一些量化资金会自动卖出手中的持仓来封住跌停板。而对手就是利用这种机制，把散户和机构手中的单子全部吃掉，从而达到高度控盘。这样做的意义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大 A 是收盘之后才会举牌，买入公司股票占比每次超过 5% 就会举牌的原因，他们完全可以在盘中大规模回购股份，而不用担心触发市场保护机制。当他们手中股票够多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没有了卖盘抛压，只需要一点小资金就可以完成连续拉板。再加上苏北辰前段时间跟钟佐海聊了关于大 A 市场的事情，马四平估计从哪得到了消息，知道现在上面监管宽松了，哪怕10个交易日偏离 100%， 也只是发个监管函警告一下。所以说，如果真等股票等触发了监管机制的时候，那苏北辰的融券空单可能也被强平了。现在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了。李博又挂出了50亿买单，直接目标价定在涨停价格上面。而对手似乎也跟李博有同样的想法，仅仅30秒钟的时间，万金互联完成了一波地板到涨停的地天板。此时的万金互联换手率已经达到了 55%， 封板资金再次超过了100亿，直接变为了盘中人气第一。几乎此时看盘的所有散户都注意到了这只跳死王芭蕾的股票，论股区的讨论声也是络绎不绝。这股票今天的走势简直比我的一生都要精彩，开盘100亿封单，不到1个小时直接破板阴跌，午盘开盘被数亿封单按死地板，1分钟之后再次从地板起飞来到涨停板，再次100亿封单。你说万金把公司卖了我都信，没想到一个机构票居然玩出了米谷里仙股的感觉。不瞒老哥们说，我就是那个地板割肉的大冤种。图片点 JPG 6。除开万金互联之外，医疗和矿业2个板块的上市公司也是同样走出了这样的局面。如果是单独一家万金互联走出这个 K 线，一众金融人还可能会猜测是不是哪家机构出货了要切仓，亦或者是被量化砸盘了，然后财大气粗的基金公司直接抄底或者反核之类的操作。但是现在其他2家也出现了天地天的 K 线，而且还都是万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所以这些资金就不得不谨慎了。他们隐隐约约的感觉得出来，有2家巨头此时正撕扯在一起。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大资金现在几乎都在场外观望，谁也没说要出手的事。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这道理很多老韭菜在15年和18年就已经经历过了一遍。一众吃瓜群众看到3只万金系的股票封板之后，下意识瞄向了 A 股最后一家万金系的金融公司深金智慧。早盘虽说冲击涨停失败，不过开盘就带动了一大批的证券金融个股，甚至一度让一众股民以为小牛市又要来了。不过之后的阴跌低走，还是击碎了一众散户的梦想。午盘开盘之后，受到消息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其他万金系一样跌停，但是也从涨幅2个点砸到水下6个点，日内振幅已经来到了 16%。后面又随着3家万金系的上板，关联个股深金智慧也开始从水下捞了起来。开胃菜结束了，是时候切进主战场了。李博把深金智慧 K 线单独放大，目前深金智慧已经从水下拉了起来，达到了 4% 的涨幅，不过日内换手率仅仅只有 4%。李博先是开了一波20亿的空单，打算先试探一波。涨幅 4% 左右的深金智慧忽然卡顿了一下，随后 K 线不断掉头向下，因为下方资金承接不够的原因，直接被砸到了零轴位置。不过还没等李博挂空单，市场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卖单。见此情形，李博立马切换到另一个买多持仓的账户上，直接挂了200个亿在零轴吃货。苏北辰这边也没闲着，就在股价刚撑住的时候，苏北辰也拿了200个亿，直接挂了比李博多了1块钱的买单出来。果不其然，在苏北辰挂完单成交完之后，苏北辰挂出的价格下面买3的位置上同样出现了一笔100亿的单子。两人不用想就知道那笔单子是对手万金挂出来的。苏北辰挂出的200亿刚成交了15个亿，李博直接挂出了1000亿的涨停板目标价。马思平手下3个交易员也在李博下单的同时做了同样的操作，但是显然在大家都是通道交易的情况下，网速和下单时间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两边虽然用的都是专线网络，不过李博这边下单时间判断倒是比那边快上了3秒钟，所以李博的单子排在了万金的前面。废物，为什么挂出的单子一单都没有成交？马思平此时才理解自己小儿子为什么打游戏老是气得骂猪队友是为什么。哪怕他都已经50多岁的年纪了，但是在看到比自己高出几毛钱的买单压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反应过来对方的意图了。嘴上跟这群交易员说了，但他们还是慢了半拍，挂单慢了3秒钟。你们3个今天收拾收拾可以滚了。马思平语气低沉，声音中好像不包含一丝感情。挨骂低着头的3人听到老板的话，顿时脸上写满了恐惧。四爷，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肯定做好。四爷，马思平看着 A 股被封死的4家公司，冷哼一声，头也没回去了隔壁港股的交易室。第221章低级手段。受大 A 万金系的影响，港股万金系的4家公司涨幅均已经超过了 10%， 涨幅最高的一只医疗股票甚至已经来到了 18%。 萧青见马思平推门而入，连忙低下头问了声好。马思平也只是嗯了一声，随后问向萧青，港股那边怎么样了？回四爷，港股这边都是正常交易，不过因为我们的介入，倒是让旗下4家公司都收获了不错的涨幅，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四爷说的搅局者。港股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说实话，马思平是有点不敢相信，他总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让其中一个交易员调出了今天4家股票从早上开盘到现在的所有交易记录。马思平从头到尾花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看了一遍。事实证明，的确如萧青所说，每一笔交易单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难道新城控股真的放弃了港股，只打算在大 A 狙击我？能用1年时间从一个100万起步的穷小子做到如今将近万亿规模的金融公司，马思平可不会傻到以为他不知道港股也可以减持这件事。马思平又把刚刚的交易记录拿了出来，从头到尾又认认真真看了好几遍。萧青则是恭敬地站在马思平一旁，不过脸上却不可察觉地闪过了一丝不屑。在他看来，曾经那个金融界的传奇早就老了，碰到一点事情就草木皆兵，现在只需要等那些黑料全部散播出去，那这个老东西就该滚进牢里去了。到时候整个万金到底谁说的算了，那可就不一定了。马思平这次看完之后，总算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萧青，四爷您讲。马思平把手上的交易明细递给了萧青，你不觉得这个账目太自然了吗？标准的有些不像话了。萧青虽然听出了马思平的话中带些冷意，不过他没有做出什么理会，而是仔细看了起来手中的明细。很快他也看出来了，这些交易之中，某个时刻的交易单如果拆分来看的话，的确有一股资金一直在低吸，每笔还只买几十万这个样子。有人在低吸，四爷有没有可能是量化资金？要知道现在龙国最近很流行用因子建模的量化来赚股市中的钱。我只相信我的判断，对手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马思平一句话直接给萧青堵住了嘴。萧青本来还想说什么，不过看着马思平现在的样子，只好抿了抿嘴忍了下来。处理这种情况，萧青倒是有一手，
先是下令慢慢卖出手中的流通股票，以便于明天操作的时候有更多的资金能流出，又在高位挂了几个亿的空单，防止有忽然开始拉升股价。随后直接向港交所提出了重大事项停牌通知。港交所工作人员再三向公司发出询问，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马上在快讯上发出了消息通知。消息一经发出，4家万金旗下的上市公司股价开始应声下跌。一些消息灵通的外资和南向资金结合了今天中午大 A 那回万金系的走势，和万金集团楼下出现警车的消息联想在一起，难免总会让人脑补出来一篇2000字的故事。而且现在港交所也发了重大事项停牌通知，最重要的是这个消息还是盘中临时紧急发出来了的，肯定不是什么重组或者并购的利好就是了。所以秉承着风险大于收益的原则，一众资金直接选择了跑路走人。萧青，谁让你这么操作了？刚刚出门应付了一趟警察的马四平回来就看到了萧青和港交所确定了重要通知的事情，你这不是在给他们买入的机会吗？听着马四平的质问，萧青扶了一下镜框，摇了摇头。四爷，我现在就是要让他们买进来的。马四平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没有说话，等着萧青的下文。四爷，咱们港股公司上市多久了？马四平愣了一下，随后想了一下回答道：3年。话还没说完，马四平眼睛瞬间瞪大。难道你想申请自主退市？正有此意。那你难道不害怕对手肯定就没有入局？萧青并不在意，耸了耸肩。反正还有3个上市公司，仅仅只是牺牲一个公司而已。对于萧青这个无所谓的态度，马四平额头上青筋微微凸了起来。不过一想到这家伙背后站的是杜邦家族，握紧的拳头又缓缓松开，最后开口缓缓说了一句：但愿能拖住一点他们的资金吧。沪上星辰大厦，李博看到港交所出消息的瞬间，立马停住了自动挂单，仅仅是犹豫了几秒，直接把所有持仓全部挂了最低价格卖了出去。割肉的果断让苏北辰看了都惊讶了一下，低级手段，想用这种手法来恶心我呀？李博冷笑一声，便自顾自地跟苏北辰解释起来，这家伙应该察觉到了我在低吸，想用这个手法来黑一波咱们的资金。如果我们趁这个机会继续低吸，他们可以执行退市，钱就被他们黑掉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节点割肉了，他们可以再提交一份取消退市公告。说白了，就是最低级的割韭菜手段，钻了港交所的空子罢了。苏北辰听完，像是打开了新世界一样，果然是空子哪都有，能不能钻成功，就全看自己的操作了。李博刚操作完，转头发现愣神的苏北辰，小心翼翼地来了一句：苏董，大 A 不能这么干，不然违法。苏北辰给李博翻了个白眼，你想多了，老李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李博尴尬地笑了笑，连忙转移话题。晚上6点左右，不出李博所料，港交所果然又发布了一条新公告。万金旗下的医疗公司艾瑞斯卡金董事会一致商议，决定撤销港交所退市申请。既然对手都这么不要脸，那咱们也用点手段。坐在桌前的苏北辰手里拿着星辰0号挖出来的犯罪录像，嘴角微微勾起。第222章，各方势力下场。苏北辰把一些关于马四平早年恶意操控股市债券以及收割国债的录音和录像证据全部发给了自己二叔。其实前边操控股市债券这事说大也不大，马四平可能通过自己的关系，这是交点罚款可能就算了，但是收割国债这事他当年居然也参与进来了，那这件事性质就大了。当年425国债327改了一下，那群跟着海外资本一起收割国家的人，到最后能有好下场的可没有几个。这次马四平不死也得掉一层皮。万金本公司没在米股上市，倒是让苏北辰觉得有些可惜了，不然直接3线作战，苏北辰就不相信万金手里还能有这么多可用资金。不过也得亏是没上市，不然作为万金背后的金主，杜邦家族肯定不可能就这么看着自己的洗钱机器倒下。转眼来到第2天，大 A 4家万金系除了金融之外，3家依然是在疯狂顶板。而正当苏北辰和李博在交易室操作的时候，交易室的门被程思敲响。苏董，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来了，说是咱们公司涉嫌违法内幕交易。苏北辰和李博对视一眼，随后苏北辰冷笑一声：行，我知道了，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吧，老李你继续在屋里就行，让我来会会这帮人。很快苏北辰和程思来到会客室，这群人还算是比较给面子，没有直接就进公司办公区域搜查，当然也有可能是害怕到最后场面弄僵硬了，不好收场。看到苏北辰和程思进入会客室，一行几人直接站了起来。为首的一人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搜查许可。苏总，贵公司涉嫌股市进行违法内幕交易，联合海外资本做空等多项违法行为，还希望苏总您可以配合我们调查。苏北辰像是没看到一样，自顾自地拉开椅子坐了上去。不好意思，在说这些话之前，您可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以及出示一下相关证件吗？
赵志强显然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也没有生气，从自己公文包中拿出自己的相关证件。苏北辰接过之后，装模作样看了几眼，又还给了他。赵处，能跟我讲讲为啥要去帮万金吗？是收了他们的。苏北辰话还没讲完，直接被赵志强强硬打断。苏先生，请您老老实实配合我们搜查，不要造谣案件以外的事情。闻言，苏北辰也收起脸上的笑容，一脸冰冷看着面前打断自己说话的男人。赵处，我肯定老老实实配合您的工作，至于最后如果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倒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交代。苏北辰冰冷的目光在座9人身上扫过。赵志强说实话也有点虚，他确实是马四平当年带上去的，包括这次来调查星辰控股也是马四平给他的意思。昨天晚上找到自己说星辰控股最近涉嫌做空大 A 10只股票的事情，还让他看了一眼10大妖股的惨状。赵志强也不是傻子，最近2家干架干得这么狠，别说是他了，就连他刚上大学没多久的儿子都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件事。这种神仙局，像他这种只有处级的干部，别说进去了，就是站在场外看2眼，指不定就被牵连了。所以马四平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但是当他看到马四平看自己的眼神的时候，他拒绝的话还是没有能说出口。当年自己能从一个9品都不到办事员走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受到了马四平的照顾。当初的他也知道，这就是一条开了弓不能回头的箭，但是奈何权力的诱惑对他来说太大，最后还是越走越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一路收了不少马四平的好处，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来了。就通过他对马四平的了解，这个人做事根本就是不择手段。为了妻子和孩子，他还是硬着头皮来了星辰控股。赵处，去搜啊，愣着干什么？我还在等您的结果呢。赵志强闻言，猛地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起身一言不发，带着一众工作人员走出了会议室。老王和小张，你们去交易室。赵志强把9人分成了5组，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进行搜查，而他自己单独成一个组，他打算冒险激进一些，直接去总经理办公室搜查。一行9人一连搜到了下午4点多，但是显然一点收获都没有，因为公司账户居然全部做的都是迷股，而且包括之前的 A 股交易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融券做空的痕迹。赵志强总觉得自己被马四平坑了，他在总经理办公室也是一无所获。看着坐在会议室主座上面无表情的苏北辰，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苏总，如果不介意的话，能否让我搜查一下董事长办公室以及您的交易账户和一些通话记录？苏北辰都觉得赵志强现在都有点魔怔了。那如果我说介意呢？赵志强闻言立马眉头一挑，还是请您好好配合我们调查。咔嚓，苏北辰用力把手中把玩的圆珠笔使劲砸向会议室桌面，可怜的圆珠笔直接被苏北辰摔得粉碎，碎裂的笔筒在会议室乱飞，其中有一片还正好砸在赵志强面前的笔记本上。行啊，你们搜，如果还搜不出来，我看我是得跟我苏巡使好好反映一下你们的能力问题了。在场的众人都被苏北辰刚刚的暴气给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来，又听到苏北辰嘴里说的话，顿时后背冒出一阵阵冷汗。他们都知道苏北辰的背景硬，也不知道头抽了什么风，非要一大早就带人来搜查星辰控股。而赵志强也是被苏北辰刚刚的行为给吓到了，不过恰恰是苏北辰这个暴怒的行为让他觉得自己说的方向是对的，要不然苏北辰这么气急败坏干什么？气急败坏的苏北辰把身上的手机和电脑密码都告诉了赵志强之后，直接整个躺在沙发上，静等着赵志强的搜查结果。第223章，叶家介入，又是长达2个小时的搜索。赵志强其实在1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结果，后面又拖的1个小时，只是他不死心而已。赵处，这些音频通话已经听了不下10遍了。一名年轻科级干部小声说道，我就想再听一听有没有什么我遗漏的地方。下属闻言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不过他已经察觉到赵志强这次可能是到头了。因为审查的原因，苏北辰本人以及公司部分核心工作人员是不能离开公司的，所以晚饭干脆直接让人给送了上来。与此同时，楼下停车场内2辆低调的奥迪 A6 缓缓停靠在车位上。刚吃完饭的苏北辰哪还有下午那会气急败坏的样子，此时正一脸悠闲地刷着财经新闻。而李博也坐在一旁，手里拿着笔记本处理公司的其他事务，丝毫没有受到一众调查人员的影响。突然，前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还在公司加班的前台赶忙接起电话。苏总在公司？对，好的，那我帮您通知一下。前台一手捂着话筒，赶忙对坐在沙发上的苏总说道。苏总，有 CF 工作人员找您，说让我来通知一下您。苏北辰点点头，心想道，难不成自己二叔忙完了？还是说马四平出的后手？如果是后者，那苏北辰可还真有点生气了。你丫的，白天查完，晚上继续让人来搞我是吧？片刻之后，一众穿着行政夹克的3人走出了电梯门。
苏北辰和李博连忙站了起来。请问您是？为首的人年纪不大，看上去也就比苏北辰大上6、7岁的样子。您好，您应该就是苏先生吧？我是上京 GGM 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证件。苏北辰接过证件打量了一眼，面前这个年轻人姓林，名宏伟，看官职是一个处级干部。这么年轻的处级干部还真是少见。收回证件，林宏伟继续说道：有人举报说，沪上某些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存在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现象。话还没说完，不过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这次来现场抓人了。苏北辰则是松了口气，看来倒不像是马四平那边的关系。不过要来不也应该是沪上那边来吗？怎么直接从上京那边调来人了？又跟3人聊了2句，为首的年轻人直接进了苏北辰的办公室。听闻开门声，赵志强看向来人，皱眉出声问道：现在搜查期间，谁允许你们进来的？林宏伟再次拿出自己证件展示在赵志强面前，又重复了一遍刚刚和苏北辰说的话。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这里还有上京的批文。说罢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和赵志强上午给苏北辰看的一模一样的红头文件。赵志强脸上出现一丝慌乱之色，不过很快就被他平息下去。我单独需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可以吗？林宏伟点点头，转身出了办公室，把空间留给赵志强。赵志强连忙找到马四平的电话拨了过去，然而却听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赵志强开始有些慌了，不过还是下意识安慰自己，马四平可能只是在打电话，再等几分钟再拨过去，应该没什么大事。整整10分钟时间过去了，马四平的电话一直处于正在暂时无法接通的状态，甚至连平常经常联系的马四平的秘书都是暂时无法接通。赵志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右手耷拉在座位扶手两侧。他知道自己这次算是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马四平应该是把他给放弃了。而林宏伟像是算好了时间一样，礼貌性地敲了2下门，才推门进来。还不等林宏伟开口，赵志强马上开口道：我检举，我揭发万金集团马四平在金融市场的所作所为。还没等赵志强被带走，前台跟苏北辰说又有2拨人来找自己。苏北辰直接好家伙，星辰控股今天是真的热闹啊，再来1拨人都可以凑一桌打麻将了。没过一会，电梯门打开，这次来的是上京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沪上的 GGM 部门。来的理由话里话外基本上都是要来帮星辰控股，这让本来还有一丝希望的赵志强是彻底被掐灭了。因为人数太多的原因，一大帮人分批次的乘坐了电梯。林宏伟是和苏北辰最后一波下去，2人自然同乘一部电梯。电梯里除了2人之外，还有一个类似林宏伟秘书的人。苏总，今天给你带来的不便倒是我们的失职了。本来还想找个话题的苏北辰连忙摆摆手，商业竞争上的事情，这些都是难免的，倒是让你们千里迢迢从上京过来一趟，真是辛苦了。林宏伟摇了摇头，眼瞅着电梯马上就要到1楼，林宏伟小声说了一句：叶行长一直都在跟我强调金融服务拜上面相关的事情，苏总做的倒是没错，这样也能更好的规范国内的金融行业。叶家？苏北辰愣了一下，看向一旁林宏伟似笑非笑的神情，他顿时明白了，叶家居然也插手这件事情了，而且看样子还站在自己这边。还是感谢林处和叶行长对于金融行业整治的重视，为了能有更好的一个投资环境，这都是星辰控股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电梯马上到了1楼，林宏伟点点头，不再多说，反正上面叶家的意思传达到位了就好。又是跟沪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寒暄了一会之后，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地开着车离开了星辰大厦。苏北辰目送完几辆车离开，直到看不见尾灯才重新走进公司。坐在1楼休息室的苏北辰怎么想也没想到叶家居然会为了自己直接下场，而且看样子好像也不只是叶家，另一帮人似乎是常弘毅那边找的关系。最后那些人看着则是自己二叔找来的关系，而马四平那边到现在根本就没怎么出招，拉下场的也就是一个赵志强。没想到自己这边居然直接王炸了。第224章，这狗庄家怎么有出不完的货呀？等马四平那边得到消息，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没想到对手居然把他10多年前做空国债的事情给扒了出来，虽然时间久远，不过通话录音以及一些做空记录都被找了出来。不过还好自己提前做了后手准备，这些证据虽然确实有明显倾向于是他干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上面也有一些领导给沪上这边施压的原因，暂时把他先放了。当马四平得知赵志强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人眉头紧紧锁在了一起。倒不是他可惜自己这一个棋子，而是听闻叶家下场了，而且还是站在星辰控股那边。有查清为什么叶家要帮星辰控股了吗？一旁的女人摇了摇头，又说道：唯一有关系的似乎就是苏北辰和叶家一个女人的孙女是男女朋友。马四平闻言嘴角略微抽搐了2下，为了一个八竿子才能打周边的男女朋友，叶家就下场跟自己对着干。当哥这拍电视剧呢？
还是写小说呢？马思平自然不可能相信这个原因，他总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太小看苏北辰了。也许是芯片和光刻机的事情，不过应该不会，上面自己也不是没有人，再加上杜邦家族一直都在米国那边向龙国施压，一时半会根本抽不出来时间对付自己。所以说叶家现在这个态度倒是有些让他猜不透。不管是利益纠纷上还是别的事情来看，都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们下场。苏北辰跟叶青云通了个电话，先是间接的向他表达了感谢，随后也是问起了和马思平相同的问题。我可没有帮谁不帮谁，马思平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严重危害了龙国的金融环境，难道不该查吗？更何况苏总为龙国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人身安全问题都受到了伤害，马思平这种人就该被抓起来好好审问审问，是何居心。紧接着马思平又补充了一句，放在以前，马思平这种人就是汉奸走狗。好家伙，叶青云算是直接宣判了马思平的死刑一样，在电话里用着各种官方的措辞，把马思平说的一文不值。不过苏北辰也算是理解了为什么叶家愿意站在自己这边，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为龙国做出的这些贡献，再加上龙科院和兵部那边疯狂给自己站队，原本一些支持马思平的声音也开始逐渐平息。主要不平息也没什么办法，没看1号现在态度都已经很明显了吗？而且马思平现在背后站的势力也跳出来了，正是米国杜邦家族。杜邦家族当年可以说没少收割龙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制造技术，在00几年初各种破坏龙国化工产业市场，一度让龙国制定了各种反倾销产品以及反倾销市场制度。现在马思平背后站的就是这家资本，你再支持他，那可就得好好查查你屁股有没有坐歪了。苏北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松了口气，现在除非说米国愿意为了一个马思平而得罪整个龙国，不然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这场对局苏北辰算是赢了一大半，接下来只需要找到更加实质性的证据就可以了。国家这座庞大的机器如果真的运转起来，马思平藏得再深的秘密也能被挖掘出来。马思平此时在茶楼坐着，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一丝从容不迫，整个人都像是老了10岁一样，手边的茶水更是一杯接着一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已经插满了。萧青，劳伦拉斯先生那边还没有答复吗？看着萧青摇了摇头，马思平又叹了一口气，随后一脸正色道，我觉得事情有点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我上面的关系基本上全都断开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马思平向上指了指，话没说完，不过意思已经是很明显了，他们要考虑一下怎么跑路了。星辰大厦顶楼，忙了一天的苏北辰可算能有个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了。这段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忙的深夜，回来睡觉也是为了不打扰到三女，自己找了个房间就睡了。这次可算能放松一下了。一夜和几女全是话，转眼来到第2天早上，苏北辰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了。先是吃了个早饭，然后又和李博来到交易室。今天他们俩要开始彻底玩点脏手段了。前2天两人除了在2级市场上扫万金系的股票之外，场外私下也找了不少持股机构和私人股东进行了大宗交易。不过因为交易账户几乎都是以不同金融公司名义买的原因，基本上都没有超过 5%。 当然除了星辰控股举牌之外，萧青和马思平这2天基本上都在接受调查和想着跑路的原因，基本上对股票上的事情都已经不怎么上心了。现在甚至还想着要怎么才能套现跑路。虽说万金集团是一家米股企业，但是布局和产业基本上都在龙国。9点30分，大 A 正式开盘，还在严格遵守萧青和马思平要求的几名交易员继续拼了命挂涨停板的单子，几乎手中的资金都用来封板了。要知道之前四爷可是下了指标，谁买进去的多奖金自然少不了，但是同时谁因为挂单少了没买进去多少，那下场自然和前几天离职那哥们下场一样。刚过5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中一名交易员忽然发现自己挂的单子居然成交了10个亿，顿时欣喜若狂起来，10个亿奖金起码也有50万了，而且四爷给自己定下的指标完成了半个月的量了。不只是他，其他几名交易人员也开始兴奋起来，无他都因为手中的单子成交了。不过还没有过多久，很快他们脸上的笑容开始慢慢变了。3人发现自己手中的资金已经全部加到了涨停板上面，但是封单不仅仅没有增加，反而在疯狂减少。万金金融那名交易员也是疯狂砸钱，但是始终 K 线拉不回均线上面。用散户常说的话来讲，这狗庄家怎么有出不完的货呀？第225章，虎头蛇尾结束了。两边就这样，你挂完买单，我就往外出货，给场外一群吃瓜的游资都整不会了。合着你俩隔着左手倒右手呢？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开盘。当万金交易员再次往涨停板上挂单的时候，忽然发现手里已经没有任何资金了。肖总，没钱了。肖总，我这边也是。萧青今天压根就没怎么看盘，大 A 上市的公司压根就没有他的股份，
他的期权和股权基本上都在港股公司，而他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的飞机飞往樱花国，接着转机回米国。现在之所以出现在公司，纯粹就是为了让马四平放点心。要是马四平知道杜邦家族那边放弃他的话，指不定会做出什么阵前倒戈的事情。正如萧青所想，杜邦家族向龙国的施压并不顺利，甚至还比以往反应更加强硬。而目前米国正值大选不说，内部科技企业还闹起了矛盾，再加上大洋彼岸星辰控股更是新能源技术接二连三的突破，一度让很多原油公司愁破了头皮。原油和美元挂钩这件事已经在全球成了心照不宣的事，所以动了原油的利润，自然就是动了美元的利润。如果放在以前遇到这种事情，米国肯定会停下内部矛盾，矛头一致向外，但现在各怀鬼胎的竞选方显然并不想去帮拥有石油资源的总统候选人。没看人家现任总统米切尔都已经开始躺平摆烂了吗？更何况还是为了杜邦家族的一个附属资本去跟整个龙国对抗，这种猪逼的事情除了损害财团自身利益之外，他们可想不到有什么好处。萧青此时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账户资金，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其他账户呢？万金金融系的资金能调动过来吗？萧总，那个我这也没资金了。作为金融系那边交易员的领头人，有些懵逼的举起自己右手，缓缓开口道：都没资金了。萧青这才意识到一丝不对劲，连忙抄起手机打给了几名签了长持协议的基金和部分零零散散的个人股东。得到的结果居然是私下不顾合同违约，把手里的股份卖给了几家不同的金融机构。萧青挂断电话后，马上按照他们说的名字让人去调查了一下这几家金融机构。果不其然，基本都是创立半年左右的皮包公司。至于这些公司哪来这么多钱，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还没等交易员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只见4只股票直接瞬间被按死在地板上。4家公司加起来高达上千亿的封单，再次带崩了整个大 A 市场。但是这次的地板并没有再像上次一样被主力资金抄底，封单就像是一滩死水，按死到地板上之后的1分钟时间里，4只股票仅只有不到100万的成交，可以说已经是彻底没了买盘。量化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更是早就在前天就修改了程序因子数据库，直接将万金系旗下的股票全部给剔除了。所以真的除了一些赌到上头的散户买之外，其他资金此时一点想法都没有。接下来就等着数板了。李博看着不再动弹的跌停板，长呼了一口气，看来对方资金应该是用完了，自己这边都已经消耗掉了将近2400亿的现金。如果这都没把对手资金干没有，那李博就要对杜邦家族是不是入场了打个问号了。接下来的操作得看苏董那边的关系够不够给力了。我这边的关系？苏北辰听闻李博的话愣了一下神。对，如果上面可以冻结他们其他的部分资产的话，那这次他们应该算是彻底栽了。李博推了一下鼻梁上厚重眼镜框，一道白光在镜片闪过。还真别说，叶家下场说不定还真可以做到。正当苏北辰还在想着怎么给叶青云讲这事呢，李博又继续补充道：如果真的有点困难的话，其实也不需要非要这么做。李博继续讲道：如果他们手里没资金了，其实我们就一直挂跌停板就可以了，反正不会有别的资金来买，不是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不过也是，经过这几天的洗盘和不断更换的筹码，可以说万金和星辰控股几乎是把这4家股票里的血给换了一遍。再加上万金已经没有钱继续买了，自然是1000万的卖单就可以把股票给砸到地上，更不用说几千亿的封单了。苏北辰就不相信万金手里还能拿出来1000亿来填这个单子。如果真填了，苏北辰手里还有1000多万的声望点，大不了全换了现金跟万金继续干。现在都已经不管什么赚不赚钱了，能把万金给真的干碎了，从倒下的万金身上就能吸一大口血，赚的钱都不止1000亿了。听上去很残酷，但现实确实如此。金融市场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个人都各自为营罢了。当天晚上，消息比苏北辰和李博想象中的要快很多。马四平及其旗下控制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全部遭到银行冻结，本人也因故意杀人、雇凶杀人、金融诈骗等多项罪名被捕入狱。苏北辰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讲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感觉，甚至觉得有些荒谬。这件事整的感觉虎头蛇尾一样，本来还以为有场多空之间的大战，两边指挥官隔空斗法，结果苏北辰刚一出力，直接给对手拍死了。这还能说什么？事实证明，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什么城府，什么谋略，在科技面前显得确实有些微不足道了。在苏北辰拿到马四平关键证据的那一刻，这件事情足以让胜利的天秤向星辰控股偏移了。叶家的入场只是加快了万金的灭亡而已。苏北辰还有后手没用出来，没想到就已经结束了。这么来看，杜邦家族也应该是放弃了万金，不过也意味着苏北辰彻底得罪了杜邦家族。苏北辰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反正虱子多了不怕痒。
接下来处理万金才是重头戏。第226章继续搞慈善。因为马四平被捕入狱，再加上上面已经查明了马四平确实操控几家公司参与了当年425国债的事，自然而然旗下4家公司也同时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的通知。具体什么时候复牌上市，这个估计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处理完马四平的事了。这4家公司如果剥离掉一些灰色产业的话，其实整体业务能力水平也就是中规中矩。按照最后一天收盘的市值来算的话，充其量就是1半左右都不到的水平。尤其是万金系的金融公司，苏北辰自然是瞧不上，所以之前也留了个心眼，下午砸盘的时候基本上都给卖了。至于剩下没卖出去的股份，打算出售给愿意接盘的人。而其他3家公司，苏北辰打算直接并购到自己公司旗下。虽然技术不能说比自己强，但至少公司内部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倒是挺多。到时候人员筛选的事情交给李博和上面来处理，屁股歪的自然是该去哪去啊。那些没问题的还是可以放到自己公司来，反正也不让他们接触核心项目，当个高素质的基层用起来也比较顺手。至于再上市的事情，苏北辰压根就不打算考虑，自己手里又不缺发展资金，上市那么多公司有什么意义？星辰控股其实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打算上市，要不是为了能引导龙国股市不被海外资本做空，苏北辰才不想上市。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不过苏北辰看着最近开始企稳横盘的米股，脸上露出了一副汤姆般的微笑。换壳上市去割米股，苏北辰是一点都不心疼。当然这些事情肯定是交给李博来做了，他目前要做的还是把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全部都搞定。系统，苏北辰坐在办公椅上，心中默念了一声，一道蓝色光幕出现在苏北辰眼前。个人信息：姓名苏北辰，体质99，健康99，魅力98，金钱1947亿，声望11652231， LV 71031亿500亿，青铜宝箱概率8%，白银宝箱概率12%，黄金宝箱概率30%，白金宝箱概率35%，钻石宝箱概率10%，传说宝箱概率5%。之前掉到98的体质，成功被他这段时间的良好作息给补了回来。不过距离系统还差了400个亿，这段时间能花到100个亿，还是苏北辰使劲钻研怎么装修最贵得来的数字。姬女名下光跑车都已经数10辆了，苏北辰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正当苏北辰发愁之际，忽然看到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某某公司慈善晚会捐赠出从灯塔国拍卖行买下的国宝。苏北辰猛地一拍大腿，对啊，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搞慈善才是花钱最快的方式。现在即便是除去这次和万金对垒的钱，星辰控股账户上也还有2000多亿。除去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和科研经费之外，苏北辰拿出来里面400亿做慈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系统也说了，公司名义做慈善也会累积到消费经验上边。让赵一诺查了一下最近的大型慈善晚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品牌方。苏北辰可不想拿着400亿的资金给别人做了嫁妆，而且一般品牌方的慈善晚会真正落实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的钱恐怕不剩几个了。苏北辰想了想，干脆直接自己创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什么支出都公开透明，基金直接跟自己对接，就不存在什么锅面事件。第二天，先是去找了一趟自己二叔，咨询了办理公益类慈善基金都需要什么条件。苏天南一开始听到自己侄子要创办基金，下意识还以为他要逃税，不过转念一想，星辰控股基本上算是垄断性质的企业，怎么可能差那点税钱？他估计是真想做一些慈善事业，毕竟之前一晚上捐了10个亿的事情到现在还有流传。而且苏北辰看自己眼神不对，赶忙给自己解释了一番，正好验证了他的猜想。有了苏天南的那边的担保，各个部门也是一路开绿灯，不到7天时间就审核完成，资质下发下来。因为是慈善基金，所以工作人员的忠诚度一定要有保证。苏北辰尝试用2级人才卡招募，结果发现还真的可行。用系统的话来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比起1级人才，2级慈善基金会人才帮助困难人群或者受灾地区的时候，方法会更加高效，甚至还有正面宣传公司的作用。苏北辰二话不说，直接捏了3个2级人才，又捏了6个1级人才。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层算是有了，一些普通员工可以慢慢在社会上筛选招牌，这个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苏董好！高低胖瘦各不相同的9人从苏北辰的独立卫浴中走了出来，站在苏北辰面前大声道：苏北辰，咱就是说出场方式不能换个地方出来吗？苏北辰跟9人吩咐安排好自己的要求之后，9人马上就开始了星辰基金会的第一次公益行动。9人一共分成了3组，每组3人，由1名2级人才加2名1级人才组成，分别前往山区、贫困地区以及前些天因为暴雨而造成泥石流的灾区。不过因为钱还没有落实到实际的缘故，系统并没有给自己经验值结算。
总觉得这样效率还是有些慢。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下去，恐怕花完这400个亿都得猴年马月了。看到新闻头条疯狂宣传的某企业归还流失海外国宝的事情，苏北辰顿时眼前一亮。一晃3天过去，这3天苏北辰几乎是火力全开，直接把手头的科研项目力所能及的范围全都给完成了。此时他正在东浦机场休息室里百无聊赖地打着扑克牌，等待着机务人员到位。3带1，爆牌2张。秦芬疯狂跟坐在一旁的王校长使眼色，王校长私底下暗暗比个 OK 的手势。4个5，炸弹。苏北辰摇摇头，可惜了，我剩的是个王炸。我 TM 服了呀，我都给你使眼色了。秦芬把一手烂牌扔到牌堆里，一脸无语看着帮地主翻了倍的王校长。我还以为你手里有俩王让我先炸。王校长也是一脸懵逼看着秦芬。第227章，按照剧本爆火的秦芬。3人又来了2局斗地主，超出常人脑力将近2倍的苏北辰自然又连赢2把。哪怕是靠着菠菜出身的秦芬，也被苏北辰这手牌技整得心服口服。很快机务人员已经就位，休息室内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这次苏北辰打算去一趟香港，参加一场公海竞拍晚宴。不过说是公海，其实还是在龙国自己的海域管辖之内。而这次3人坐的飞机正是自己之前在沪上波音公司订的787 VIP。一上飞机，秦芬和王校长2人都被里面的豪华给震惊到了。只能说不愧是价值30个亿的飞机，跟我那个湾流一对比，真的是一个狗窝一个宫殿。王校长忍不住拿这架飞机和自己飞机做起了比较。以后陈哥你去哪玩记得带上我，去哪无所谓，主要是想多在空中宫殿上体验一下生活。行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好歹还是国民老公嘛。苏北辰笑骂了王校长一句，同时顺手拆开放好在飞机上的雪茄，给秦芬和校长2人1人1根。飞机和高铁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确实明文规定不可以抽烟，但是私人飞机的话无所谓，主打的就是一个你开心就好。这个事情苏北辰之前还真不知道，第一次坐校长的私人飞机的时候，还因为这事差点闹了笑话。很快飞机在东浦机场起飞，目的地直奔葡京。这次3人倒是没有继续玩斗地主，一是真的赢不了苏北辰，另一个则是苏北辰这会需要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所以秦芬和王校长2人干脆都坐在自己位置上玩手机刷短视频。有件事倒是让苏北辰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秦芬还真去按照自己之前说的去当了个网红。一开始他还想成为类似于王校长那种国民老公的感觉，不过苏北辰给他的路线 就跟个煤老板拆迁户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嚣张跋扈。前段时间让自己朋友跟自己演了个戏，自己开着跑车不小心追尾朋友，然后淡定地坐在跑车上玩手机，再特意被人拍到传到网上。结果秦芬没想到还真的火了，虽然本身就有不少名气，不过这次才算是彻底进入更多大众的视野中。于是秦芬就按照苏北辰给自己的剧本，在猫拜游戏里花了100万的高价收了个全皮肤的账号，还在社交平台上霸气宣传自己交朋友的准则。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他没有我有钱。此话一发，瞬间引起了网上的巨大争议。有人羡慕他能这么有钱，试图当场认爹，评论区一时间罢声不断。当然也有不少认为是炒作的人，不过很快就被董哥给科普了一番，再次让大家了解到了秦芬的财力。还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疯狂在他评论区艾特苏北辰。如果我拿出陈神，不知阁下该如何应对？星辰控股苏北辰，爸，这有人装逼。星辰控股苏北辰，陈神速来。不过当时苏北辰正埋头在研究室搞科研，所以也就没有回复众人，不然多少得给在座的大伙整个活儿。至于秦芬活了之后，那怎么赚钱也不需要苏北辰来教他了，单单是靠着这个股名气，都已经让他天天都接到各种合作带货代言的商家打来的电话。虽然他本人不差钱，也没接过这种活，之前苏北辰帮他赚的几10个亿，光存银行一天的利息他都花不完。好不容易花完了一天将近100万的利息，结果第2天睁开眼卡上又多了将近100万。所以说有钱人真的只会越来越有钱。飞机落地葡京，秦芬作为半个东道主，自然是早早就安排好了3人的出行。一出机场就看见3辆黑色的宾利静静停靠在路边。知道是秦芬安排的之后，苏北辰也不客气，直接走向了最中间的一辆坐了进去。王校长一副我懂的神情，挑了挑眉，拉开了第1辆宾利坐了进去。苏北辰坐进车内才发现，后座的另一个位置上居然坐着一个颜值91分的女人，一身 Dior 的黑色小礼服，再加上一张酷似某鹿的脸，一瞬间还让苏北辰以为这是洗头露。苏少您好，我叫露露，是秦少安排我过来的。苏北辰点点头，心想还是秦芬这帮灰色产业出身的人会玩。你叫露露？梦露点点头，有些不明所以。有人说你长得像李露吗？梦露顿时了然，捂着嘴轻笑了2声。
确实有不少人说羡慕我长得像李璐，不过我可比李璐要高不少。说着，伸出了裹着巴黎世家的那双大长腿。苏北辰用手打量了一下，确实有说法的。对于苏北辰的行为，梦露并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甚至脸色还微微潮红，露出一副略带享受的神情。苏少，这次来葡京，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吗？苏北辰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不过手却一直在巴黎世家上游离。除了丢场之外，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比较好玩，有什么推荐吗？梦露闻言凑到了苏北辰耳边，轻声道：“秦少已经吩咐好了，接下来让我好好带着苏少玩。”说到玩的音的时候，咬得格外重。好在苏北辰经过自己秘书团平均颜值93分的洗礼，对于这种小场面丝毫不慌地压住了枪，伸出手在梦露圆润的地方捏了一下，那可真的麻烦你了。很快，车子来到秦芬提前预定好的酒店摩珀斯。光看外观，不说这是个酒店，苏北辰还真看不出来，主要设计的太有艺术了。在梦露的介绍下，他才知道这家酒店虽然挂牌5星，不过很多人都说已经可以媲美7星级酒店了。而且这家酒店还是葡京赌王投资的项目，据说为了建这家酒店足足花了65个亿。听到花费65亿的时候，苏北辰脸上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65亿很多吗？我建个43层写字楼都花了100个亿。第228章，这场面我也是第一次见。一同跟着苏北辰来到葡京的还有不少上面安排过来的安保人员。虽然现在外界一致认为龙国只是在造神而已，不少人都认为苏北辰只不过是众多科技代言人推出来的一个台前人物罢了。毕竟从崛起到现在仅仅只花了1年的时间，仔细品一品就会发现问题，好吧。很多有心人都已经通过苏北辰大学高中同学了解到了他的家庭背景，说白了就是一个早些年发了一些小财，趁着房价便宜买了几套房的中产阶级，远远没有现在吹的那么夸张。一个人智商再高，也不可能在1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么多项目，所以对他的试探也慢慢开始变少了一些。可即便是这样，上面还是给苏北辰的每次出行安排满了随行人员。别人不知道，龙国高层能不知道吗？所以苏北辰觉得这样也挺好，至少人身安全有了保障，不需要担心走着走着忽然窜出来一个疯子跟自己玩肉身开团。酒店入住已经有人提前办理好了，3名管家此时正一身正装在酒店大门口等着3人了。车子停稳，酒店门童马上上前来拉开车门，而一众安保人员早已在附近清场，把3辆车围成一个圈。这么大牌面的吗？苏北辰一脸汗颜，看着昔日只有大佬出行才有规格。秦芬和王校长2人也被这场面给吓到了，一路小跑到苏北辰身边。陈哥，这些都是你的安保人员？王校长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问道。我要说我也不知道，你信吗？虽然王校长和秦芬没说话，不过通过他们俩的眼神不难看出来，压根就不信。3人在安保人员护送下走进酒店大厅，苏北辰还来不及欣赏酒店大厅1楼的设计，就进了直达总统套房的电梯。酒店一共只有8间总统套房，虽然苏北辰他们去了3个人，但是还是全部包了下来。秦芬主打的就是一个环境好。到了顶楼之后，安保人员先是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要居住的房间，又观察了一圈酒店的周围的环境，确定没问题之后，才让苏北辰和梦露进了房间。而退出房间的安保人员也没闲着，安排好了值班任务之后，又检查了2遍防火逃生通道和其他安全措施。苏少，这场面我真的第一次见。梦露完全没了车上那会的大胆，现在的状态倒不如说有些害怕。苏北辰倒是从震惊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了，可能经过这1年的洗礼，面对这种大场面自我调节能力得到了提升的原因。说实话，我说我也第一次见，你信吗？梦露下意识想说不信，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摇了摇头。有时候确实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有些实力的时候，一些花花草草就想慢慢用点手段掉你。当你实力开始强的时候，这些花花草草动了嫁入豪门的心思。但是当你实力强到离谱的时候，这些花花草草连你的主意都不敢打了。说句比较阴暗的话，你看看韩国财阀和米国财团就能理解。那些所谓的女明星也好，女网红也好，在那些财阀公子哥眼里就是玩物罢了。哪怕真的用力过度，整死了，也不过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毕竟这种新闻早已经屡见不鲜了，网上随便搜一搜韩国财阀就能见识到他们权力的冰山一角。放心吧，你不用害怕，就当我是秦芬的朋友就行，都是年轻人，没什么区别。虽然苏北辰这么说，不过梦露可没有这么认为，甚至笑容都显得有些僵硬。苏北辰见状也失去了兴趣，反正就是秦芬找的临时工，等要回去的时候给他点好处就行。收拾完东西，苏北辰换上一身爱马仕的短袖，直接去王校长房间。推开房门，秦芬已经在屋里坐着了，依旧是3人见面的惯例，一人一根雪茄先点上。公海拍卖是晚上7点进行，
还有一下午时间，有什么安排吗？王校长闻言看了一眼秦芬，意思很明显，你是东道主，你来安排吧。秦芬呼出一条白色长龙，来葡京不得去上葡京看看。说实话，葡京也就赌场值得一玩了，其他的话可能还有些美食或者网红打卡点。网红打卡点，他们三个都是大老爷们，自然不会太感兴趣。那就上葡京吧，正好去一睹赌王产业的纸醉金迷。三人决定好路线，抽完手中的雪茄之后，坐上电梯，在一众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再次出发，目的地上葡京。而三人去葡京的消息，也在一众看热闹市民的上传的抖音中再次爆火。其中有一条点赞量最高的视频，还是苏北辰三人从车上下来，进入酒店的片段，搭配上大佬专属 BGM。只见苏北辰从容不迫地从车的后座下来，随后在一众安保人员护送下走进酒店内。陈神真的太帅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人家一样。还行吧，如果在现实中见到了，我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陈哥，但是可惜这是在抖音，所以他还差点水平。只有我看到王校长唯唯诺诺的样子吗？哈哈哈，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估计一会新鬼畜素材就有了。逐渐评论区的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到了王校长身上。果不其然，还没出1个小时，王校长的新鬼畜素材再次小火一把。王健林坐在私人飞机上，连着飞机 WiFi 刷着抖音短视频，结果就刷到了自己儿子的鬼畜素材。坐在对面的一家合作商看到王健林皱眉，顿时赶紧回忆一下刚刚那句话说的不对。王总，是刚刚的报价单哪里不符合万达的需求吗？王健林这才回过神来了，那倒没有，都是这么多年合作的老企业了，你给我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可以的话等会落地上京，你去签一下单子。合作商得到肯定，顿时松了口气。不过看王健林在继续刷手机，他也很识相的自己坐在一边休息了。王健林往后刷了不少视频，结果单单是自己儿子的鬼畜20个里面就有3个，怎么总感觉这号练废了？第229章，万一这箱金币上带魂环呢？之前苏北辰跟着庄博在林旭家的海洋绿洲号上玩过几把菠菜，但是跟葡京的比起来，确实有些大巫见小巫的感觉。单单是玩的类型花样，就要比之前自己在游轮上玩得花。三人各换了100万的筹码，输赢无所谓，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玩得开心。不过因为有些菠菜规则太过于繁琐，苏北辰也没有那个心思去学，所以干脆直接玩最简单的几个项目。21点，这个游戏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除大小王之外的52张牌，游戏者的目标是使手中的牌的点数之和不超过21点，且尽量大。当然如果超过了就直接爆了，相当于这局直接出局了。苏北辰三人找了一桌空场，很快又坐进来3个人，游戏正式开始。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主角光环的原因，开局苏北辰直接成了庄家，而且第一把就是20点，全场通吃了。之后的对局里几乎都是输少赢多，甚至还开出了小5张，直接通吃加翻倍。要不是马上到了要去拍卖会的时间，苏北辰还想继续玩下去。找到前台兑换掉手中的筹码，一共1100万，不过都换成了美元，直接放到车里后备箱里。坐在一旁的梦露整个人都麻木了，他是见过很多有钱人，但是1100万的现金放到自己面前，真的还是给了他不小的震撼。坐在前车的王校长则是一脸郁闷，虽然100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真的就是很小一笔钱，但是输了一下午，真的让他感觉比吃了屎都难受。很快车队来到港口，在头车出示了相关证件之后，几名安保人员立马恭敬地敬了个礼，随后让出道路。这次他们几人上的游轮，从大小来看跟海洋绿洲还是有些差距，至少没那么将近400米那么夸张，不过300米还是有的。通过道安检之后，一行人才算进到了游轮内部。已经有不少人早早就来到了宴会厅，长长的礼宾桌上摆满了各种西餐美食。听秦芬说，这种公海拍卖会上欧米的人比较多，所以餐饮基本上都是按照西餐自助餐的标准来配备的。不过你想吃中餐，也可以跟待机的侍卫提出要求。苏北辰也没那么多事，西餐也不是吃不习惯，将就着吃2口就行。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还是过来拍卖下来流失海外的古董，升级系统才是大事。对了，老秦，这次拍卖会有没有那种私人包间之类的，隐秘性高一点的？正在喝香槟的秦芬转过身点点头。放心吧，陈哥，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知道你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高调，所以提前就预定了包间。苏北辰点点头，有心了。三人又在包间里吃了点小零食，聊了聊天。随着一名身穿高叉旗袍的女人迈着步伐走上台去，一段简洁明了的开场发言之后，拍卖晚会正式拉开了序幕。前几件东西都是一些贵重珠宝之类的东西，场内几乎没什么拍，一般都是叫价2次就没人继续加价了。毕竟珠宝这玩意儿，能进这个拍卖会的人肯定不缺。苏北辰也随手花了2000万买了几件，当然也不是什么仙王在都市慧眼捡漏的剧情。
单纯就是买了几件回去，给几女都加点配饰，顺便长一点系统经验。很快，前面的一些破烂环节都已经结束了，拍卖会进入第二个阶段。感谢大家对于珠宝环节的大力赞助，接下来稍作休息片刻，即将进入古宝环节。说完，台上的主持人又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走了下去。古宝环节基本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比较贵重的古董了。古宝环节到后半部分会直接进入最后一个竞拍阶段，所以给的这个休息时间就是让大家去准备钱。听闻秦奋的讲解，苏北辰颔首。说实话，这种性质的拍卖会他也是第一次来，怪不得那些有钱人竟喜欢整这些东西，还真别说，挺有意思的。20分钟的休息时间转瞬即逝，刚刚那名主持人再次回到了台上，新一轮的竞拍环节开始了。而这一次明显比刚刚的气氛更加活跃。第一件被拍卖的物品是从大西洋深海沉船打捞出来的西班牙金币，刚被展示出来就吸引了不少拍卖者围观。当然，如果只是1枚的话，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惊讶，但这次展示出来的居然1大箱金币。1801年西班牙金币在大西洋沉船处被打捞上岸，总计3100枚，经过3手易主。经过台上主持人的介绍，众人对这箱金币有了一个大概的估值。根据之前嘉德拍卖行钱币专场的价格来评估，1枚1801年的西班牙金币大概价值在3000-4000，但是实际拍卖价肯定要比预估值高出1000到2000的溢价。如果按照最高值6001枚算的话，这一箱少说也得1800万左右，但是数量过大的原因，可能一箱还会在基础上溢出10%至15%，所以差不多2000万顶天了。随着主持人开始竞拍的话音落下，大屏幕上的报价开始疯狂跳动。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最终价格会定格在多少，不过没有人直接喊出最终价格，谁都想着能省点钱最好，万一花了1700万就拍到了，那岂不是少花300万吗？经过一番叫价之后，最终这箱金币被2号包间的人以1943万的价格给拍走了。倒不是苏北辰不想出手，而是他总觉得这玩意儿不是很吉利，在大海底下沉睡那么多年，还是沉船上发现，指不定这金币上带点魂环。你直接投功德箱啊，主打就是一手康特。你小子思路倒是挺清奇啊。苏北辰看着正在喝肥宅快乐水的王校长，忍不住高看了一眼。接下来的几件古堡钱币中，苏北辰也只是象征性的拍了几个，到时候一并上交给国家算了。要是国家不收，苏北辰打算听王校长的，直接全都投进功德箱里。什么封建迷信，什么妖魔鬼怪，统统都去跟佛祖硬刚去吧。第230章敦煌壁画经文显示，钱币专场过了之后，就轮到一些琴棋书画了。不过这里面水太深，苏北辰还是没有选择出手，主要还是自己真的没有那个艺术细胞，尤其是抽象派的话，他是真的欣赏不来。随着时间推移，终于拍卖会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一些没实力的人已经收起了自己的报价牌，准备看一群真正的大佬撕逼了。首先第一件出场的物件，居然是一件明永乐期间的青花瓷器，名字倒是挺长，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这玩意儿居然又被人给放了出来。王校长放下手中的肥宅快乐水，一脸惊讶道：你知道这东西？苏北辰转头问道。王校长点点头，这纹梅瓶之前在11年的时候在拍卖会上露过一次脸，好像还是以1.6亿的价格被成交出去，当时还整出了不少新闻，没想到5年过去了，这瓶子又出现了。苏北辰点点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现在确实正值盛世，世界经济都在飞速发展，原主当年花了1个多亿买下来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估计是想再卖个好价格。随着开始竞拍的声音再次落下，这次屏幕上的报价开始疯狂增长，几乎是没出5分钟的时间，价格已经突破了1个亿。不过开始举牌的人已经变少了，原本30多个人，现在只剩下10几个。又过了15分钟时间，价格已经超过了原先的1.6亿，此时正在向2亿的大关进发。1.91亿一次，1.91亿2次。苏北辰拿起桌上的报价器，在上面输上了2亿的数字，卡在主持人喊出第3次之前，点击了一下提交。1.91 2亿一次2亿。刚刚出价的一名灯塔国富商坐在3号包间里，皱起眉头看向刚刚出价的1号包间，一下加价9000万，实在是让他觉得难以接受。犹豫再三之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正好留着钱放在后面的物件上吧。陈哥，还是你牛逼啊，不声不响扔个2个亿出来。王校长和秦芬都没想到苏北辰会出手，他们还以为苏北辰跟自己一样只是想出来长长见识而已，结果自己还真被人家长了见识。在接下来的几个古董中，有不少都是明代元代的物件，甚至还出现了宋代的官窑。要知道这些东西真要放在龙国之内交易，至少是10年的包吃包住是有了，所以这些东西只能放在公海交易。苏北辰也是再次展现了一把自己的超能力，只要是带上年代的古董
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拿下。截止目前为止，已经花费了将近10个亿左右的资金了。不过这点钱对于他来说还真不算什么。而王校长和秦芬早都已经麻木了，王校长已经化身无情的报价机器，只要苏北辰说个数，王校长立马报上去。虽说不是自己花钱，但是报价的感觉确实挺爽的。坐在3号包间的大卫霍格眉头皱的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1号包间的人怎么什么都要跟自己竞争。如果说第1轮是巧合的话，那后面连着5轮应该说是针对了吧。大卫先生，您别生气，1号包间已经花了将近10亿了，想必后面几家更贵重的东西他们肯定没钱拿下。站在一旁的侍女连忙出声安慰道。大卫闻言呼了口气，才算让自己糟糕的心情舒缓一些，随即看向刚刚跟自己说话的侍女，晚上能来我房间给我按摩放松一下吗？乐意至极，大卫先生。拍卖会倒数第3件古董被人给抬到了台上，准确点说是被4个壮汉合力抬了上来。这一举动成功吸引了不少人，毕竟能用抬的古董，他们除了木乃伊的棺材板之外，实在想象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主持人也不卖关子，直接拉开了幕布下放在真空柜中的东西。只见淡黄的石板之上赫然展现出一幅幅的画作以及密密麻麻的经文。这是……在场的所有人顿时瞪大了双眼。敦煌壁画和经书。坐在1号包间的3人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台上物件的名字，除了他们之外，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呼出了声。看来好像不需要我来介绍了，敦煌壁画和经书的其中一块，由米国私人收藏家埃利姆委托本行来进行拍卖。主持人又做了简单介绍之后，再次抬头看向众人。那么，现在开始拍卖。这次的竞价比之前的更加疯狂。如果说之前是100万地往上加价，那这次都已经是数千万往上加。尤其是一些欧米的私人收藏家，对这块敦煌壁画和部分经书更是势在必得。将近10分钟的激烈角逐，价格依然被抬升到了5个亿。主要这东西之前真的很少有被拍卖的历史，即便是有，也只有一小块，价值可以说聊胜于无。现在有一块这么完整的壁画展现在他们眼前，说句实话，他们也没底能卖多少。6.9亿一次，还有更高的价格吗？主持人此时声音也有些激动，作为龙国人，他肯定不想让国宝流失海外，但是无奈价格实在太高了，所以他只能把目光看向1号包间。一共5个包间，除了1号之外，其他都是欧米人。不过可惜的是，1号包间并没有亮起灯，也是花将近10个亿的钱买到的东西，肯定还要上交，所以才不愿意出吧。6.9亿2次。3号包间的大卫可算松了口气，这次可算是能扳回一局了，单单收获这一块石板，这趟拍卖之旅就算回本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喊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1号包间的报价灯再次亮了起来。10亿一次，还有更高的吗？饶是他的嗓音都开始有些颤抖了，比上次报价整整高出了3个亿。他居然真的要花10个亿买下这块石板，然后上交给国家。第231章，平平无奇的佩剑。FK， 愤怒的吼声在3号包间回荡。大卫霍格真搞不明白1号包间的人到底为什么总是针对自己。大卫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沉声对站在门口的一名管事问道：“麻烦可以问一下1号包间到底是什么人吗？”那名管事脸上露出一副为难，欠身恭敬道：“对不起，大卫先生，本行的规定您应该也是知道的，保护客人的隐私是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大卫霍格听闻管事的回答，虽然心里很愤怒，不过可没有硬着头皮去敲人家包间门。能在这场拍卖会上拿下包房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没必要为了一个物件去得罪一个人。唐宇作为这场拍卖会的主持人，看到1号包间的苏北辰拍下这块敦煌壁画，顿时长呼了一口气。作为主持人，自然是知道这次包间里坐的都是哪些大人物，特别是当他看到1号包间的3个人名的时候，顿时就愣了一下。除了秦芬和王校长之外，没想到居然还看到了苏北辰的名字。要知道，苏北辰的名号基本上在全国上下都打响了名号。同样作为龙国人的唐宇，怎么可能不知道？本以为这次出事的壁画又会像以前被海外资本给抢走，结果苏北辰居然出了10个亿要去拿下这东西。要知道到现在为止，苏北辰可是没有任何海外的旅居史以及海外国家的绿卡，所以这块壁画大概率是要上交给国家的。但是即便是这样，苏北辰还是给拍了下来。说实话，唐宇都感动哭了。拍卖行赚到钱的同时，自己提成还提了上去，国宝还被龙国人拍走了，一箭3雕。随着唐宇手中的成交锤落下，这块石板算是成功被苏北辰拍了下来。很快倒数第2件古董被拿了上台，看上去是一把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西洋剑。你管这么多宝石打造的西洋剑平平无奇？王校长看着苏北辰不经意间的凡尔赛，实在很想揍他。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对于苏北辰来说还真是平平无奇。
这把剑长97厘米，剑身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剑柄和剑鞘处镶嵌了共43颗宝石。一段介绍下来，一众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宝石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更何况一柄西洋剑上镶嵌进去40多颗宝石，更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除非说这件。唐宇一通介绍词说完，又在最后补充了一句：这柄西洋剑经多方机构专家及考古学家鉴定，此剑为拿破仑3世加冕佩剑。好家伙，我抄，合着你最重要的信息最后说啊？这拍卖行这么有实力的吗？苏北辰也被小小的震惊了一下，不过居然不是拿破仑1世的佩剑，这倒是有些可惜。拿破仑3世的佩剑影响力是肯定没有1世那么强。在之前加冕的前夕，3世按照法兰西的1世那样，同样铸造了一把43颗宝石的佩剑，差不多也是清朝年间这柄剑被铸造了出来。不过同样因为是加冕佩剑，所以拍卖行觉得这玩意儿还算比较值钱。苏北辰对这把剑倒是挺感兴趣，倒不是说他喜欢西洋文化，纯粹就是想把法兰西视为国宝的东西给挂在龙国博物馆里展出。随着拍卖开始的声音落下，又一轮的竞价开始。不过这次显然没有之前那么激情了，只是一小撮来自欧罗巴的人在抬价竞拍。坐在3号包间里的大卫这次却没有任何动作，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拿破仑家的荣耀，而且这玩意儿7号包间那个家伙早早就在半年前预定好了，他可不想得罪那个疯子。价格在2亿左右一点一点抬升，甚至每次加价都开始变得慢了起来。2.1亿出价，2.1亿一次，2.1亿2次。唐宇话音刚落下，7号包间的报价灯亮起，3亿出价，3亿一次。在场的人微微惊讶了一下，没想到包间里坐的大佬出手了，而且一次加价超过了9000万。不过有了之前1号包间加价3亿的壮举，7号包间的加价倒是没有引起太多轰动。3亿2次，跌！屏幕上报价再次刷新，4.5亿。与此同时，1号包间的报价灯同时也亮了起来。嘿，瑞恩斯，冷静点，这里可不是你的法兰西。一名老者一把按住了刚刚准备起身的男人。听着，这里是公海，如果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物，那可能就真的坏了规矩。既然对方愿意加价，那我们就陪他加好了。伯恩叔叔，我可不认为一时的忍让和宽容会换来好的结果，现实可不是书上的童话故事。瑞恩斯不理解为什么曾经风光无限的伯恩叔叔如今变得这么懦弱。在他看来，有人动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强烈反击吗？不过看着自己叔叔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一直按着自己，瑞恩斯只好作罢，继续在报价器上输入自己的价格。一连15分钟过去，唐宇背后屏幕上的报价已经变成了7亿2000万，比15分钟前的价格整整高出了4个多亿。唐宇也再一次被苏北辰的财力给震惊到了。前前后后这么算下来的话，苏北辰已经出了将近快30个亿了。30多个亿可能很多人都没概念，就拿唐宇自己举例，一年算上提成将近200万的工资，如果不吃不喝的话，攒到30个亿差不多需要15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打工赚钱，到现在差不多可以攒够。但是人家居然一个晚上就全给花了出去，果然是我在人间当 NPC 的那些日子。7号包间，哪怕是城府较深的伯恩，此时脸上也已经青筋暴起。如果不是他知道公海拍卖会的规矩，恐怕这会也跟瑞恩斯一样，直接冲进1号包间里给里面的人暴揍一顿了。瑞恩斯满脸怨气，直接在屏幕上输入了8亿，结果平板居然显示他报价失败。瑞恩斯再抬头看向屏幕，10亿。第232章，扬手出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瑞恩斯所能支配的财力。如果再继续往上加价，虽然有能买到的可能性，不过别说得到家族赏识了，不被开除族籍都算好的了。伯恩叔叔，可以麻烦您帮我查一下1号包间的人吗？先不要急着教育我，我知道您可以做到的，对吗？伯恩看着自己侄子一脸认真的样子，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告诉他，他也会用最蠢的办法得到想要的结果。我会帮你去问一问。说完这句话，伯恩在心底暗暗叹了口气，看来这次组长的位子自己是押错了宝。7号包间发生的事情也只是拍卖会的一个小插曲。随着唐宇锤子落下，这柄佩剑再次被1号拍了下来。到目前为止，第2阶段基本上90%的古董都被苏北辰收入了囊中，其他9个包间里的人看起来就像是陪跑的一样。不过除了被恶心了一下的大卫和愤怒上头的瑞恩斯之外，其他几个包间的人倒是觉得无所谓。这次不少人都知道最后一件拍卖品的内幕，所以基本上都是为了等最后一件东西。这次唐宇倒是没有再像之前一样磨磨蹭蹭介绍大半天再掀开幕布，东西刚一上来，直接就掀开了盖着的黑布。虽然苏北辰看着黑布盖住的形状，内心已经有了猜测，不过当看到黑布下的实物时，还是被震惊到了。不是别的东西，正是12生肖之一
阳守。时至今日，还有5尊生肖同守卫回归祖国，包括阳守。这下苏北辰是彻底坐不住了。至少在苏北辰穿越过来的时间点里，兔首和鼠首线收藏于龙国国家博物馆，猪首、猴首、牛首和虎首线收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马首现存葡京和洪家族，而龙首、蛇首、鸡首、狗首、羊首此前一直下落不明，也从未现身。但是苏北辰居然能在一次公海拍卖会上见到流失已久的羊首，这到底是蝴蝶效应，还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已经不得而知。不过现在羊首就在自己面前，苏北辰这次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都会把这个羊首给拍下来。唐宇中间说的介绍词，在场的人已经没有心思去听了，因为不让任何记者进入会场，再加上禁止拍照的原因，大家也只能相互私底下交流起来。不过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台上的那尊铜制羊首。随着唐宇的开始竞拍锤声落下，屏幕上的报价器像是没有停过一样疯狂上涨。苏北辰想都不带想的，直接先拍10个亿下去。这东西就是被那群欧米的资本家恶意炒作起来的。从85年的拍卖会上1500美元到09年拍卖会上1400万欧元，身价不知道整整翻了多少倍。而且在13年古董热潮再次被炒作起来之后，往后的每一年12生肖身价都要翻个倍。时至今日，不少欧米资本甚至把铜首股价超过了1元，单位更是美金。而且物以稀为贵，没想到7位曾现身的12生肖忽然在这里出现了。苏北辰已经是按照羊首身价的极限价格去拍了，不过也确实起到了效果。10个亿砸下去，其他包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场上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继续竞拍。2、5、6、8、10号包间的看到了苏北辰出的报价，直接就放弃了竞价。3号包间的大卫在爱好和金钱面前犹豫了许久，还是叹了口气，深深的看了一眼1号包间之后，选择了放弃竞价。7号的瑞恩斯这次本来就是为了那把佩剑来的，虽然知道这羊首很值钱，不过他更清楚这就是资本家的炒作罢了，所以也选择了放弃。现在场上只剩下除苏北辰外的4和7两个包间，虽然没有放弃竞价，不过到唐宇锤子落下，他们2个包间都没有继续加价格。羊首成功归入苏北辰名下，连续3个10亿也让拍卖会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来了个真富豪。其他包间几人的心理预期其实都在7亿左右，跟敦煌壁画大差不差吧。主要这次敦煌壁画还是报出了虚高的价格，实际价值根本没有上亿，能有个1亿都是顶天了。但是今天因为是第一次面试，再加上有苏北辰这个搅屎棍疯狂搅局，也让在场不少人都上了头。所以说这次的拍卖会也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成交金额55亿。这其中不敢说90%，至少80%都是苏北辰一个人贡献的。竞价拍卖结束，游轮开始缓缓靠近葡京港口。咚咚咚，正沉浸在王校长的彩虹屁中的苏北辰闻声说了一声请进。只见刚刚在台上的主持人和一位老人一同走进了1号包间之中。老朽何鸿，冒昧打扰苏先生，多有得罪。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苏北辰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听到秦芬在自己耳边小声嘀咕了2声，苏北辰马上还礼了回去。这不就是丢王吗？还得亏自己刚刚想着人家12生肖的事情，结果转头兴奋的就给忘了。何先生客气了，不知何先生来。刚刚秦芬和苏北辰的小动作，他自然是看在了眼里，不过并没有觉得苏北辰不认识自己有什么不妥。何鸿笑了笑，说道：其实这场拍卖会是我举办的，不过最后3件东西却不是我出的，而是我的一些狐朋狗友想借着盛世古董的热度趁机赚一些钱。苏北辰对何鸿的话反正是半信半疑，虽说后来确实何鸿家族向国家捐赠了2尊生肖铜首，不过手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这就不得而知了。几人又聊了几句，何鸿便告退了。何鸿过来的主要目的还是感谢苏北辰这次出手的阔绰，一举算是把何鸿家族的拍卖会名气给打了出去。苏北辰3人又聊了一会，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一众人终于算是回到客舱。虽然离港口近了，但是天色已晚，不少人选择了在游轮上的豪华客舱上度过一晚。至于1号包间的3名侍女，苏北辰反正是有些看不上，秦芬和王校长倒是觉得还算不错，采个野花还行。正当苏北辰洗完澡、洗完漱正准备躺下的时候，房门被敲响了。透过猫眼看了一眼，居然是今天的主持人唐宇。拉开门，苏北辰还没说话，就听见唐宇出声问道：苏先生，打算怎么安置今天拍卖会上得到的东西？如果我说上交国家，你信吗？苏北辰一脸玩味道：我信。啥？这就信了？唐宇坚定地说完，不等苏北辰反应，直接走进了房间。第233章起手入局。第二天早早起来的苏北辰发现昨晚通宵畅谈的家人早就已经离开了，不愧是体质接近满分的女人。苏北辰嘴里喃喃道：
唐宇昨天进来的时候，苏北辰就扫了一眼，确定不是毒王之后，才默许他走进自己房间。两人交流一番之后，苏北辰才知道唐宇虽然今年刚刚28岁，不过从大一就开始健身了，差不多有10年之久。怪不得两人切磋的有来有回，难道得遇到一个好的对手？可惜看人家的意思，并没有打算跟自己长久下去。今早的不告而别，就说明了一切。算了，强扭的瓜也不甜。苏北辰也不是没有过强行把人家占为己有的想法，但是仔细一想，压根就不现实。别说人家唐宇同意不同意，就是何红的面子都得给人家1、2分。毕竟何红作为一些利益集团的白手套，背后能量也是不小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再去招惹一个对手。刚跟万金交过手，现在星辰集团内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根本腾不出手来。再加上人家何红跟自己也没什么过节，没事闲得蛋疼，去招惹人家干什么？在船上吃了个早饭，又去健身房锻炼了一会，差不多快到11点，王校长和秦芬两人才顶着熊猫一样的黑眼圈起来，说你们昨晚去挖了一晚上煤，我都信，真的。王校长都已经无力反驳了，只是摆了摆手，和秦芬一起去餐厅里吃了份炸生蚝套餐。至于钱的问题，公司那边已经帮苏北辰办理好了，走的私人账户基本上是加急办理的，而得到的拍卖品，何红自然是免费帮苏北辰给送到了私人飞机上。至于会不会做手脚之类的，苏北辰觉得何红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又在葡京玩了2天，一行人才坐上飞机返回沪上。上京叶家山庄，叶军一边下棋一边听着叶青云给自己汇报的消息。当得知苏北辰在公海拍卖会上豪掷千金拍下各个古董的时候，也忍不住挑眉惊讶了一下。他这手棋下的真不错啊。叶青云也笑了一下，挪动了手中的棋子，至少比我这个臭棋篓子下的好。叶军也笑了一声，没有接话，只是微微移动了手中的炮。看来苏北辰这步棋算是走对了，知道何红作为白手套牵扯了不少利益链，这次拍卖会豪掷数10个亿，看似是暴发户的作态，实则是在向何红背后的人问好。这一招可是真妙啊，希望他能给我更大的惊喜吧。叶军说完便站了起来，走进了屋内，只留叶青云一人在棋盘面前。僵死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活的余地，哪怕悔棋10步，自己也是逃不掉被僵死的命运。半晌过去，叶青云才叹了口气，苦笑着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老爷子还是老爷子，原来早就在见常弘毅的时候就下注了吗？除了叶家之外，还有不少京城的旁观者，此时也收起了一副看戏的态度。星辰控股这个强势崛起的态度，已经让他们感受到压力了，特别是那些靠着祖辈上的盟姻延续到现在的势力。按照星辰控股接下去的发展来看，苏北辰的手伸到他们的领域是迟早的事情，如果再不下场表态，那恐怕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个万金。虽然苏北辰从来没有主动去占据万金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蚕食，万金倒闭自然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马四平之所以拿出豁了命的态度，就是因为如此。马四平是美籍没错，不过他在米国的身份最多就是杜邦家族手下的一把刀，当这把刀被磨去了棱刃，那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这一次苏北辰在公海拍卖会豪掷千金的动作，彻底让京城这滩死水再次活跃了起来。回到公司的苏北辰压根就不知道京城发生的事情，他这次去葡京拍卖会纯粹就是想长长见识，顺带给国家捐赠点文物。至于你说豪掷千金吸引所有人目光，然后打算捐个国家再获得一层光环的事，他压根就没这么想过。豪掷千金单纯就是不想让国宝流失海外，再加上手里闲钱太多，得赶紧刷系统等级才是正事。而且通过捐赠这些国宝，能让他刷不少声望，这可比银行卡里那点数字来得实在。离开公司3天，研究上面的事情依然是按照苏北辰给的方向进行，除了一些重要的方向变动之外，其他小事基本上各个部门负责人就可以完成。同时关于万金系企业收购的事情也是在李博的安排下有条不紊的进行。不过万金的证券公司业务，说实话苏北辰是真的有些心动。按李博给出的建议来看，他也是推荐收购掉万金证券业务。万金算是一个综合证券公司，旗下业务有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证券公司中间介绍 IB 业务、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和另类投资业务等，这些在未来基本上都是万金油的业务。不管未来大 A 的走势怎么样，证券公司肯定是永远不倒的，除非说大 A 退市了。像现在恒生港股一滩死水，都有不少证券公司每年稳定盈利，更何况是交易量和散户数量最多的大 A。但凡以后遇到个牛市，那业绩可以说是翻倍都毫无问题了。所以综合以上条件，苏北辰反手找了钟左海，申请开通了证券业务。收购万金证券？拉倒吧，苏北辰才没那么好心给那些海外资本套现的机会。至于这千亿公司到时候怎么办，反正跟苏北辰没关系，他才不会去接这个烂摊子。程思知道苏北辰今天要回来，特意还安排了保洁人员打扫了办公室的卫生，
一些需要董事长审批的文件也都整理好放在了桌子上。所以中午吃完饭的苏北辰直接化身成了无情的盖章机器，一下午时间一遍又一遍盖上公司的法人印章和私人印章。第224章汉发布会1。苏董，这是您接下来的行程，您看看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赵一诺拿着一份起草好的行程表放在苏北辰面前。苏北辰大致看了一眼，把一些没必要去的局都给推掉了，有些推不掉的干脆直接让李博代替自己参加 BYD 汉新能源车发布会。看到7月10日的行程，苏北辰愣了一下，没想到时间居然过去的这么快。算算时间，鸾鸟第6代战机也快到了登场的时候，也是时候把新能源锂空电池完整版的给拿出来了。之前虽然也有拿出来过，不过基本上型号都是不同程度的阉割版，电池密度和容量最大的也不过是完整版的1/3。不过仅仅是这样都已经足以吊打市面上所有锂电池了。苏北辰可以想象到完整版锂空电池拿出来的时候引起的轰动，恐怕比这前2次会之大不小，而且那时候才真是群起而攻之。毕竟能源这东西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所有国家的心脏，没有了能源的国家基本上就相当于倒退到了第1次工业革命。而新能源更是动了老钱家族们的命根子，特别是一些产油大国，现在需要等的就是龙国能把鸾鸟给拿出来。一架搭载了反核和核打击于一体的战机，想必在座的各位老钱家族也不敢轻举妄动吧。忙完了一天的工作，苏北辰晚上没有选择去顶楼找吉女交流感情，而是来到楼下的星辰机械。在苏北辰每天不断隔空烧声望卡，增加2级人才数量，从而加快科研进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超精密机床的研发速度已经加快到了还剩4个月。星辰医疗也是同理，之前还需要3个月来研发 DDS 系统，现在被苏北辰砸的只剩下半个月时间，只能说搞科研真烧钱。看着系统中又多出来的300万声望，苏北辰反手又买了3张2级人才卡，科研进度再次缩短5天。苏北辰发现，越是到了后面，2级人才卡缩短的科研时间越来越少，就好像是打怪升级一样，一开始刷1级怪给的经验确实很多，不过随着等级越高，打死一只1级怪给的经验只会越来越少。他丝毫不怀疑，如果星辰机械里2级人才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哪怕他再增加，科研速度也是不会改变。至于这次能从半年时间缩短到3个月25天，这还是多亏了这次葡京之行。自己这波捐赠文物的事情，在还没回沪上之前就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虽说明天才正式交付给国家，不过也就是走个过场，正品早就已经从这运走了。一波算下来，苏北辰又收割了将近3000万的声望点，连带着拍卖会40多亿的开销都被计入了系统经验之中。不然按照平常声望的进度，星辰机械真得大半年才能完成超精密机床的研发。接下来的日子里，苏北辰又开始了007的生活，基本上是全月无休的状态。星辰控股也在这1个月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发展，医院、证券、机械加工、生物制药等一系列新的领域和板块都开始被填充起来。有星辰半导体和星辰科技这2个吸金巨兽做支撑，基本上就是用钱砸出招牌。你说医院要建比较费时间，那就拿钱收购民营医院，整改升级成为星辰医疗的附属医院。你说人才不够，公司撑不起来那么多人，那就开比同乡民营高出30%的工资，不就是花钱吗？账上有的是。要不是龙国有规定不能恶意破坏薪资市场这件事，苏北辰还真想来一波重金挖人。在这种快节奏发展之下，时间终于来到了7月10日。星辰医疗的最新技术是定在明天开发布会，而今天苏北辰则是跟着一众保镖和秘书来到了 BYD 新车发布会的现场。在17年之前， BYD 可以说名气真的不算大，一提到 BYD， 大家脑子里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弟弟版宾利。苏北辰还记得之前有个段子是关于 BYD 的，一个女生开车追尾了人家汽车，给自己老爹打电话，他老爹问他追尾的是人家什么车，他仔细看了看，跟自己老爹说他也不懂，不过车标上有个 B。 他爹一听差点没吓坏，追尾了一个宾利，这不得赔哭啊。结果颤颤巍巍到了现场，发现追尾的是个 BYD， 赔了2000块，这事就算了。所以现在还是16年的时间点，如果不是知道苏北辰要来 BYD， 会场还不一定有几个人。王福对此倒没感觉什么，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相信这场新车发布会之后，肯定会有不少人记得 BYD 以及星辰锂能。随着距离发布会开始时间越来越近，不少人开始陆陆续续进入会场中。王福之前接到苏北辰的电话，让他整个大点的场地，不然怕人不够坐。他以为苏北辰要带公司员工给自己撑场子，结果苏北辰这人还没来，会场就已经快坐满了，甚至不少人直接借了别的会场的凳子坐在过道上。看这架势，会场估计要被塞得满满当当才算为止。王福哪见过这场面，连忙开始动员自家员工当起了礼宾人员，
甚至不少研发部的技术人员这会都开始接待来宾，忙活了半天，才可算是把现场人员都安排落座。等他回到前台的时候，才发现苏北辰一行人已经坐在了第一排预留好的位置。本来还想跟苏北辰说声招待不周，不过看苏北辰给自己点了个头，王福也明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随着倒计时落下， BYD 汉新能源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只见一辆银灰色轿车悄无声息地从后台行驶至台上，看着流线型的车身、干净简约的外观，台下一众车评人不由微微点头。而当灯光打开，照耀在车身上的时候，众人直接惊呼了出来：“我没看错吧？居然没有司机在上面！从车开上来的时候，我就在拿相机放大拍，我还以为我眼花了，没看见司机，结果还真是无人驾驶。”站在台上的王福把一众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嘴角不经意间微微上扬起来。第225章汉发布会2。 BYD 汉发布会召开的同时，不少直播平台也在同步转播这场发布会。在网上不少观众也都看到了汉无人驾驶的场景，他们的角度比在场的观众看得更加真实，包括方向盘自己在主驾驶的位置诡异地动了起来，甚至播到一半还切换到了车内的视角。只见油门微微压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又再次抬起，同时刹车也开始下压。看着直播屏幕中诡异的一幕，网上观众直接炸开了锅。这应该是特效吧？肯定是特效啊！米国都没有无人驾驶，龙国都敢打着无人驾驶旗号。话就放着，是真的我直播吃 X。楼上你屁股有点歪啊，怎么老爱骗吃骗喝呀？现场的观众也没比网上好到哪去，纷纷开始低声交流起来。王福什么也没说，就在台上看着台下交流的众人。能受邀来的基本素质还算不错，仅仅过了2-3分钟就停下了交谈，等着王福解释。见差不多了，王福才出声道：“这不是概念车，也不是所谓的后台遥控技术，正如你们所想，这台 BYD 汉采用了 L4 级别无人驾驶技术。”王福说完又顿了一下，随后摇头叹气道：“可惜受限于硬件的原因，无人驾驶只能做到 L4， 所以芯片这块还是需要苏总多努力一下了。”王福话音刚落，直播间还给了苏北辰一个特写。只见苏北辰一个手支着下巴，满脸笑意看着点自己名的王福。陈神居然也去了？什么陈神的，别老把人家吹这么厉害，除非让他给我签个名看看。楼上算盘打得我在米国德州都听到了。美爷 V 我50看看实力。直播画面一转，王福继续开始讲解台上这辆汉。经过王福的一番讲解，众人发现汉的性能上总体来看是要超过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燃油车，100公里加速以及各种辅助功能让不少人都看了眼花缭乱。特别是简约大气的内饰以及智能操控系统，更是让一众年轻的观众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一些车的内饰设计基本都是苏北辰给出的意见，毕竟后世的一些设计眼光放在16年还是挺能打的。不过在场受邀而来的很多车评人还是比较冷静，并没有因为前面那么多的黑科技沉沦在其中，反而一直等着王福说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东西——续航。简单2个字几乎要了所有新能源电车的命。任凭车企吹得再牛 X 没有续航，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大号的玩具。王福自然知道这点，不过却一直卖着关子，没有提续航的问题。差不多到了发布会最后，网上各大直播平台人数已经飙升到了100万左右的时候，王福终于点开了 PPT 的最后一页。我知道新能源的通病是续航，可以说很多新能源车企都卡死在了这一步上，当然我们 BYD 也不意外，卡在了这一步上。不少车评人听完王福这句话，直接把手中的笔扔到了包里。王福抬起头，声音平淡地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采用了星辰锂能的锂空电池，续航可达2400公里，同时配备了星辰锂能超级液冷快充。合着到头来2个小时在这听你装的好啊！我刚刚听的是240公里，可以啊 ，BYD 这小电车有点水平。对啊，240千米在市区跑完全就够用了。”说完，两人看着 PPT 上标注的2400千米，沉默了。不只是他们2个，在场的人，直播间的上百万观众都沉默了，一时间弹幕都消失不见了。忽然场上有个人举起右手，在王福的示意下，声音有些不确定地问道：“王总 ，BYD 汉的续航没有写错吧？”王福转头看了一眼屏幕，又看了看问话的人，点点头道：“没错啊，是2400千米，不是240千米。”刚刚提问问题的人咽了口唾沫，说了一声谢谢之后，连忙拿出手机拨打起了电话。也有很多反应过来的车企代表人连忙拿出手机，一个又一个电话拨了过去。李总 ，BYD 汉发布会看了吗？赵董，汽车行业要变天了。而车评人都开始举起自己手，向台上的王福发出提问。王总，请问您的这个续航数据是得到了实验吗？王总，锂空电池的技术是否有虚报夸张的成分？一时间，整个会场就好像成了乱哄哄的菜市场。
差不多过了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会场才算是安静了下来。本来预计开2个半小时的发布会，硬生生被拖到了快5个小时。王福嗓子都快回打哑了，终于算是可以进行最后一步报价了。20.1万至29万的价格也让在场的众人惊掉了下巴。倒不是因为这个车价太贵了，而是因为实在太便宜了。这么多黑科技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居然没有超过30万的售价。在他们的预测里，这台车至少50万打底的价格，结果现在居然还打个对折。苏北辰看了眼又被一群人举手提问的王福，笑了笑，带着一众安保人员先一步走出了会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国产新能源又崛起了。为什么说又呢？可能因为上一世就见到了他们崛起的辉煌吧。这一世只是提前了一点时间罢了。就在 BYD 发布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上京郊区某处装备部的仓库中，一台浑身哑光黑的战斗机静静停放着。我说老傅，你真的不再检查一遍了吗？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脸担忧看着这台长相不似现代产物的战机，外形酷似魔鬼鱼，和米国的 B2 轰炸机倒是有点像，不过背上的多空引擎却让这台战机充满了未来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玩意儿要是让普通人看到了，能不能飞起来都得打一个问号。第226章，打个折再说。大洋彼岸米国华府，川建国正在广场上做着自己的竞选演讲。1个月的时间，川建国从末位的支持率直接飙升到前5名，根据昨天统计数据来看，依然已经成功取代第4名。正在厮杀的前3名互相正泼着脏水，结果忽然发现一只黑马杀了进来，所有人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了过去。不过有了苏北辰的出手，一些川建国流传在网上的黑料，不管日期多久远，基本上都被他给抹去了痕迹。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纸质报纸的新闻黑料，对于这点苏北辰也是无能为力。不过好在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对川建国的竞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倒是让不少竞选者感受到危机，怎么可能对方连一点黑料都没有？要知道，这可是自由美利坚，哪个财阀背后不得整点活儿？但是现在结果摆在他们面前，只能说对方这次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完全是有备而来。一些支持率排名靠后的竞选人此时也像是看到了希望，纷纷开始发力起来。一时间大选更加混乱起来，许多米国民众对下一任总统是否能保持国家稳定产生了质疑的态度，而一些资本则是趁着这个空档，把手伸进了另外一只口袋。樱花国涩谷十字路口，昔日里繁华的网红十字路口打卡点，此时却只有寥寥10多个行人在等待倒计时的红绿灯。已经进入夏天，正好赶上暑假的樱花国，别说外国游客了，甚至连本地人都不怎么再出来旅游。至于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没钱。哪怕首相山内康司不停地向民众发打折券和消费券，但是许多民众都不为所动，除了每天出门找临时工作之外，就是便利店简单买点吃的。甚至连一些便宜一点的连锁饭店生意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更不用提那些高档餐厅了。大量的公司倒闭，让樱花国的失业率飙升到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犯罪率也一直稳中有涨。曾经被日吹们捧上天的文明国家，终于被揭开了口罩下的丑恶嘴脸，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昔日里最繁华的富人区银座，此时依然化身成了零元购的天堂。而不远处的三井大厦的顶楼会议室，一群白人此时正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2个樱花人低着头站在他们一旁。如果这一幕让樱花国民众看到了，估计得惊掉下巴。这2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昔日里高高在上的樱花国第2大财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不认为铃木先生的报价符合当下三井的行情。其中一名年纪不大30出头的男人看着手中的 iPad 出声道。铃木长夫咬了咬牙，腰弯得更深了。莱斯先生，这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更何况三井还有不少实打实的地产。行了，在你这个报价的基础上再打一个对折。还不等铃木长夫说完，名叫莱斯的男人直接打断了他。阁下，你未免太看不起人了吧？铃木长夫一旁的三井总经理志业拓直接抬起头，和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的莱斯对视道。莱斯闻言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一直瞪着自己的志业拓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下一秒，一拳打到了他的肝脏上。本就上了年纪的志业拓哪里能承受得住这一拳的轰击，吐了一大口苦水，直接疼得昏死了过去。莱斯看着倒地昏死过去的志业拓，满脸不屑地切了一声。樱花国人还真是不抗揍，一拳就被干趴下了，还不如自己的陪练。铃木先生，话我只说一次，同意不同意全在你。不过我相信下次来跟你谈这个业务的就该是我父亲了。莱斯说完便带着一帮人走出了办公室。铃木长夫吓得直接跪倒在地上，2根手指颤抖着向志业拓的鼻口放去。显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志业拓死了，跟了自己将近50年的副手在自己办公室被米国人一拳打死。铃木长夫摘下眼镜，静静坐在地上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他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樱花国的经济突然间就崩盘了，只觉得昔日的一切都像过往云烟一般。到底是为什么？一声怒吼在三井大厦顶楼办公室中回荡。这帮洋鬼子，不整点事情真的是闲得慌是吧？苏先生，你还在跟我通着电话呢？苏北辰看了一眼和埃里克没挂断的电话，脸上浮现出一点尴尬，但是不多。不好意思，忘记了。那等一会我挂断再骂。埃里克，还是多谢你能给我查出幕后资本，如果那边有什么动向，随时联系我就行，邮件给你发过去了，算作这次报酬。挂断电话的苏北辰坐在位上沉思了一会，还是拿出了手机给常弘毅拨了过去。米国军方出手抢自己的东西，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范围，这个事还真得靠老常了。一通3分钟的电话，苏北辰简洁明了跟常弘毅说明了来意，不过看那边的意思好像是让自己再等等。苏北辰也没办法，现在也只有等了。刚挂断电话，苏北辰手机上打来了一个陌生的号码，二话不说直接接通了。毕竟目前能知道这个手机号的人很少。苏总，我是水木大学校长李炳林，您看您能来水木大学做个新生演讲吗？原来是李校长。李校长好，关于新生演讲这个事，我得看看我能不能抽出来时间，要不您把日期发给我。这都是小问题，苏总哪天合适，我们便定在哪天。苏北辰一听这话，估计肯定是为了别的事情来的。第227章，还是熟悉的配方。李校长，如果有什么别的事情，咱还是直说吧。见苏北辰这么开门见山，李炳林也不继续铺垫了，直言道：苏总倒是直爽，那我也不耽误时间直说了。不知道苏总愿意不愿意来水木大学挂个荣誉教授的职位？荣誉教授？苏北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问出了声。对，苏总在金融上的造诣，说是登峰造极也不为过，所以经过学校商议决定邀请您来当金融院的荣誉教授。李炳林说完，生怕苏北辰拒绝一样，连忙又补充了一句：荣誉教授的话，平常是不需要上课的，偶尔有空了来学校讲一节公开课就行的那种。要是放以前，苏北辰还真可能听完就信以为真了。要知道，那可是水木大学，龙国最顶尖的学府，现在邀请自己去当荣誉教授，能不心动吗？苏北辰叹了口气，略感无奈道：李校长，其实您跟我讲实话，我也会同意的，不用这么绕来绕去。其实您不说，我也有这个想法。不等李炳林解释，苏北辰继续讲道：星辰控股马上会成立基金会，其中的一部分项目就是设立高校助学金，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您直言便行。被苏北辰揭穿了心思的李炳林老脸微微一红，不过很快就恢复平静。嗨，苏总原来早就有这些打算，倒是我李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不过苏总真的不打算来水木大学当荣誉教授吗？李炳林其实两件事说的都是实话，一方面是想让苏北辰当水木大学金融院的荣誉教授，另一方面则是给学校再拉点投资。直接让人家苏北辰给自己投钱，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他是先打算邀请苏北辰来当一个金融教授，然后再循序渐进，慢慢拉一点投资。况且人家作为最年轻的龙国首富，起家基本上靠的就是金融业。李炳林作为水木大学校长，行政级别自然不低，至少是副部的级别，再加上身处上京，自然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比如苏北辰和叶老的关系，还包括上次樱花国国债的事情，或许都跟星辰控股逃脱不了干系。当荣誉教授就算了，就我这三脚猫功夫，不误人子弟就好了。这教授的职位还是受之有愧。李炳林闻言也不再继续劝，只是在心里道了一声可惜。两人又闲聊了一会，才挂断了电话。苏北辰挂断电话之后，乘坐电梯来到星辰科技的超算机房之中。0号列举出来大选的实时排名前15。话音刚落，面前大屏幕上前15名竞选者信息一一展现出来。第3名和第5名的黑料给我扒出来之后，打包发送到埃里克的邮箱上。星辰0号接收到命令之后，仅只是过了10秒钟不到的时间，数十个压缩包就被发送到了远在大洋彼岸埃里克的私人邮箱上。做完这一切的苏北辰抹去了网上的痕迹之后，双手插都吹着口哨离开了机房。能腾出手继续管樱花国，看来还是不够乱啊。在埃里克接收到邮件的第2天，关于2名总统竞选人的重磅黑料被爆了出来。不同于以往，这次的黑料是关于2人对于种族言论的一些看法。视频点开是一个隐秘的角度去拍摄的画面，只见视频中目前排名第3的竞选人正在对拍摄者大放厥词，什么真应该回到当年的奴隶时代，又或者什么农场主的发言，几乎是把除了白人之外的所有人种贬低的一无是处。视频一经爆出，瞬间就引爆了米国的媒体平台。要知道，作为自由国，但凡敢涉及到肤色和种族歧视，那基本上你离记就已经快不远了。虽说嘴上说着包容自由，但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这点懂得都懂，不懂的说了也不懂，说多了就该被 hexy 了。随着这个视频爆出，
这位候选人算是彻底和米国政界无缘了。所以川建国莫名其妙就从第4的位置跻身前3。在川建国后面排名第5的候选人也被抬升了一个位置，到了第4的位置。然而还没有等他来得及高兴，正准备在家中喝2杯的时候，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先生 ，IRS 米国联邦政府国税局，简称 IRS， 这是我的证件，希望您可以老老实实配合我们调查。当然，如果您选择不配合，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点强制措施。1天时间连着被干掉2名总统候选人，除了川建国之外，很多人都开始慌了，生怕下一个被扒出黑料的就是自己。包括目前排名第1的希拉和排名第2福斯，看到第3名和第5名的下场，顿时感觉头皮发麻，颇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心理。同时也对支持率窜上来的川建国防备心理已经上升到了最高。能参与竞选的基本上都是米国最精英的那一撮人，脑子可以说没有一个蠢的，自然都反应了过来。一个不带任何黑料的人刚上升到第4名，前面一个和后面一个直接暴毙了，你要说和他没关系，那压根就不可能。于是希拉和福斯2人瞬间把矛头对准了川建国。没有人比我更懂如何带领民众赚取更多财富，相信我，肯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正站在一台演讲车上的川建国声情并茂地宣传着自己的赚钱理念，而一众支持者疯狂在周围欢呼着，可以说场面算是相当火爆，甚至不少路人听完演讲都有些开始动摇了。演讲结束，川建国坐进车内，马上拿出手机连发了好几条小蓝鸟。刚刚结束完在南德华公园的演讲，大家的热情我感受到了，希望下一场还能见到你们的身影。刚刚忘记说了，公园门口那个热狗摊味道真的不错，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我看到有人推荐我去尝一尝开在纽约的川渝餐厅，看了照片感觉很有食欲，所以我决定把纽约加入我的演讲会场中去。苏北辰看着川建国1天20-30条的小蓝鸟，直言这才对味，还是熟悉的配方。第228章龙国腾飞。时间转眼来到8月1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龙国亮相了手中的新装备鸾鸟空天战机，即反核和 HE 打击于一体的第6代战机。可以说刚一亮相就让全球诸国傻眼了。说好的一起当原始人玩部落战争，结果你反手给我拿出来一把手枪顶着我脑袋，告诉我时代变了。以米国为首的几大资本联盟纷纷向龙国发出强烈谴责。龙国这次一改往日的委曲求和，直接强硬地回击了回去，顺便还让鸾鸟绕着地球飞了一圈，给不少著名地标性建筑拍照，留了个纪念。诸国一看照片就直接哑火了，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头顶，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隔壁小日子更是吓得连忙表示龙鹰关系天长地久，充分发挥了一波墙头草该做的事情。毕竟今天鸾鸟能飞富士山上看风景，明天就能给富士山送个东风快递。而龙国这次举动也直接让苏北辰一举扫清了收购小日子企业的路障。先是靠着第1大股东的身份强行剔除不愿意交出股权的小股东，再从铃木长夫手里收下最后一点股份，实现了对三井的全面控股。而三菱集团的收购方法更加暴力，直接开了融券账户，光明正大做空了三菱的股价，引发了一波新的恐慌。集团市值被打压到500亿以下之后，苏北辰直接祭出了手里唯一一张 S 级收购卡，用了系统的力量强行对三菱完成了一波收购。至此，樱花国2大财团彻底被苏北辰收入囊中，樱花国的经济命脉算是彻底被苏北辰掌控住了。一些察觉到商机的龙国企业家此时也像饿狼一般，直接朝着樱花国扑了过去。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樱花国 Top 30的大手企业几乎全都被龙国人收入囊中。而昔日里威风凛凛的驻日米军司令，此时受鸾鸟战机的影响，丝毫不敢轻举妄动，甚至在冲绳基地的米军都日常海洋巡逻范围都已经缩小到了之前的1/3。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米国大选此时也落下了帷幕。不出任何意外，川建国同志以微小的得票优势获得了下一任米国总统的职位。而他上位之后的第一次出行，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拜访了龙国。不过让大家都惊讶的是，川建国到了龙国之后，访问完1号老人之后，第2站居然直接去了沪上的星辰控股公司。在川建国为期1周的访问结束之后，马上就宣布了和龙国企业谈成了多项深度合作。大量的龙国商品流入米国市场，其中40%都是星辰控股旗下的产品，不过都是一些和米国科技企业平级的技术，比如7纳米芯片、新能源锂电池、高价生物医药等等。本来利润率高达70%的半导体企业，几乎就是一瞬间就被冲垮了。同样的东西，人家星辰半导体还比你便宜3倍，我脑子有坑，不选人家吧。受伤最严重的就是米资控股的 AMSL 和美光科技，2家单是第4季度报表就暴亏了2个亿的美元。尽管2家联合了不少平时养的议员去黑宫联合抗议，但是人家川建国压根就不理他们。抗议还没过2天，那些联合起来的议员就直接被国税局上门查了2个。
这下其他议员彻底坐不住了，连忙和两家企业断了联系，转头当起了川建国的铁杆粉丝。吃饱饭和不要命之间，他们还是选择了前者。17年3月，星辰控股再次联合诸多资本做空韩国国债以及股市，韩国资本奋力抵抗，可惜没过2天的时间宣告破产，韩国经济成功崩盘。同年5月份，星辰控股完成对三星和 SK 集团完成股份90%收购，一跃成为三星和 SK 集团的绝对控股人。同时宣布星辰治疗舱成功通过所有临床实验，择日上市。消息一经发出，顿时引起全球热议，星辰控股市值也成功突破5万亿。而苏北辰的系统等级此时也来到了 LV8， 也就是系统的上限等级。奖励内容更加简单粗暴，所有商品加入商城之中，同时奖励了5张 S 级收购卡和10张3级人才卡。而他手里的声望已经突破了10亿之巨，并且每天还在以1000万级别的速度疯狂增长。苏北辰也不吝啬，直接大手一挥，全部买了人才卡，直接去任职了星辰控股旗下的各行各业。17年10月份，星辰控股再次强势出手，收购欧美多家奢侈品行业，正式对上世界巨头 LVMH。两家公司为了抢占市场，每天花费的钱都在以亿为单位疯狂消耗。整整烧了4个月的时间， LVMH 集团资金链断裂，落入下风。又过了2个月时间， LVMH 不敌星辰控股，宣布破产清算，星辰控股完成对旗下奢侈品牌的全部收购。18年7月 A 股正式成立，除却上证和深证之外的星辰指数。一直到年底为止，连续上市星辰控股旗下多家控股公司。此时星辰控股市值已经来到9万亿，距离10万亿的大关只差了一个茅台的市值。19年5月，星辰能源宣布研究出可控核聚变技术，同期星辰科技宣布量子计算机技术趋于成熟。至此，龙国官方正式宣告进入量子信息时代。20年1月1日，星辰控股市值突破15万亿，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自此诞生。因为苏北辰全力让星辰医疗针对那场全球流感研究疫苗的原因，成功给扼杀在摇篮之中。在1月1日的晚上，星辰控股忽然发出重大事项公告，停牌1周的时间。正当所有人都疑惑的时候，苏北辰忽然在微博平台上发布一条视频。视频中的苏北辰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服饰，坐在沙发上。我知道很多投资者好奇，为什么星辰控股忽然停牌1周的时间，在此我向大家解释说明。星辰控股即日起，我将会把手中全部股份都无偿转让给龙国，每年星辰控股获利的金钱将会让用于国家的建设、医疗、教育等支出上。总的来说，就是从此星辰控股的大股东将是龙国在位。苏北辰手里的钱早就已经不知道到了几位数，该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往后的日子和女朋友们一起躺平就好了。又是一年除夕夜，苏北辰正在后来修建的山庄之中和一家人吃着团圆饭，忽然听到李龙说有人来拜访。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早就已经步入紫禁城的二叔和二嫂，还带着他们已经2岁的孩子从京城赶了过来团圆。一家人算是彻底团聚在了一起。酒过3巡之后，一家人也是问起了苏北辰结婚的事情。不过苏北辰没有马上做出回答，而是把几个女朋友拉进了一个群里，问了一嘴：你们愿意嫁给我吗？结果众女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整齐划一的回复了3个字：不愿意。你们看吧，人家压根本不愿意嫁给我。苏北辰撇了撇嘴，把手机拿给众人看了聊天记录。苏天南笑了笑，指着苏北辰：你这个小滑头，我们还能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吗？苏北辰年后忙完，闲来无事，自己开着一辆星辰汽车旗下的新能源车来到一处星辰证券大厅。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男生在公共机器上一顿操作，给旁边的大爷大妈们看得直摇头。而男生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目光，退出账号之后，满脸自信地走出了证券大厅。苏北辰找到刚刚给男生开户的柜员，问道：他刚刚操作了什么股票？眼前的柜员显然是认出了苏北辰，不过在苏北辰示意晋升之后，强压着心中的激动给苏北辰讲了一遍。刚刚那个男生拿着30万过来，开了2倍的杠杆，直接满仓了一只新能源股票。我已经跟他再三强调了风险，但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梭哈是一种智慧。苏北辰听到这熟悉的话语，忽然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